大宴上京城，长街两侧人满为患，一张张面孔洋溢着喜气。年轻的镇国将军顾景南用时数年拿下西岐，由今日班师回朝。将军府张灯结彩，从长侍到小奴，兴高采烈地走起路来，都连蹦带跳。沈宁从天未亮时就在厨房忙活，凡事都要亲力亲为。时隔3年再见胜仗归来的丈夫，她得亲手做满山珍海味，只因当年顾颖南说过最喜欢她做的饭菜。夫人，将军到城门口了，好些个王爷和官员都去迎接了，我们将军好生威风呢。从小到大的贴身婢女采莲一路小跑而来，说话都带着点喘气的，眼睛快要冒出光来。将军回朝复命后就能回府了，快去打扮打扮，这么久没见，哪能一身的烟火味呢？不急。沈宁浅浅一笑，把切好的菜放进油锅。嘶！右手掌骨传来一阵痛感，他拧着眉下意识地轻吸了一口气。采莲的眼睛泛起了红，是旧伤又复发了吗？要是当年没替将军挡下那一刀，现在还能舞刀弄枪，说不定也能去征战沙场呢。当年沈老将军可说过，整个上京城的男儿在你面前一个能打的都没有。见沈宁神色不对，采莲便也知道自己多言了，及时的闭上嘴，帮着沈宁处理食材。当年为了嫁给初入京都的顾颖南，沈宁与父亲沈老将军决裂，多年来父女俩人没有见过一次面，说过一句话。记忆里的父亲对他所说的最后一句话，至今还记忆犹新。我儿沈宁该是9天的凤，沙场的鹰，在血雨腥风里，在保家卫国中，唯独不该在男人的背后做失去羽翼的金丝雀。沈宁目光悠远而平静，低头淡淡的看了看自己右手上蜿蜒的红疤，唇角扯开了一抹若有似无的苦笑。他摒弃掉脑海里的杂念，一心放在饭菜上。许久过去，顾颖南的母亲顾荣连忙走进来，见沈宁还在忙活，便道：“宁儿，快去梳洗一下，景南马上就要回来了。”好。沈宁沐浴完，回到房中，坐在铜镜前描眉梳妆。想到顾颖南时平淡的眉眼会染着灿若星辰的光华。采莲听到外头热闹的嘈杂声，惊喜地说：“肯定是将军回来了，我先去看看。”他迫不及待地出去，没一会儿回来时，上扬的嘴角垮了下去。见沈宁准备出去，还急急忙忙地把门关上。“夫人，要不先别去了吧？我想起来了，你饭还没吃，我们先去用膳好吗？”开门。沈宁平了平眉，大概知道顾颖南许是出了什么事，冷淡而不容置疑的出声：“别去了。”采莲清明的杏眸蓄满了泪，哽咽地道：“将军他带了个女子回来，看起来约莫15、16岁，还一直和将军牵着手，说到后面变成嚎啕大哭。”沈宁怔住，一颗心仿佛被揉碎成烂泥，泥上都是扎满钢针的千疮百孔。望着泪流满面的采莲，他有一瞬的慌神和喘不上气，身子摇摇晃晃，险些昏死过去。采莲急忙抱住了沈宁，慌慌张张的开口：“或许是有什么误会，将军当年为了求娶您，按照沈老将军的话，还去承受了好些军棍，回来的时候整个背部都血淋淋的，回府的第一件事就是抱您。那女子说不定是将军失散多年的妹妹呢。兄妹之间牵个手应当也说得过去，只是这牵强的理由连采莲自己都不信，何况沈宁呢？”沈宁擦去采莲眼下的泪珠，穿着一身素雅的水白色长裙，走过长廊，去到了正堂。每走一步，心脏和腿都会像山一样的沉重。远远的就听见里边的欢声笑语：“母亲，这是莲芝，蓝莲芝，是大齐的9公主。别看她是女儿家，一手红缨枪，连我部下的将士都怕得很。而且儿子已与莲芝有夫妻之实，想要莲芝过门，日后便多一个人伺候您。莲芝，过来。”莲芝见过母亲。莲芝是吧？确实可人。这是顾家祖传的镯子，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意义不凡。谢谢母亲。嘎吱一声，屋门打开，满屋子的人都朝外看去。傍晚，斜阳漫天，霞光万道，深秋幽冷的风灌入室内，叫人冷不丁打了个寒战。顾荣母子和蓝莲芝等人目光都汇聚在了那道素雅和娴静的身影之上。她很清瘦，仿若风一吹就会如柳絮那样散了吧。顾颖南还穿着盔甲，与蓝莲芝十指相扣的并肩站立着。蓝莲芝不同于寻常的闺阁姑娘，穿着干练飒爽的红色戎装，还背着一把锤，吊着红缨的长枪，年轻幼嫩的面庞像秋月之花那般好看，看向沈宁的眼神悄然间上下打探。“宁儿，好久不见。”顾颖南松开了蓝莲芝的手。“好久不见，顾将军。”沈宁淡漠的回，像是久别重逢的故人，不像是夫妻。顾荣眼珠子一转，左看看右看看，察觉到空气里的暗潮涌动，轻咳了一声，给了侍女一个眼神，都愣着做什么，还不去厨房把饭菜端上来？景南，宁儿从3更天忙到现在，做的菜都是你爱吃的，你可得一粒不剩的全部吃下去，否则对不起宁儿的辛苦。洗衣做饭的女人，这是蓝莲芝对沈宁的第一个印象。她自小习武，
特别看不起这种洗手做羹汤只会躲在男人背后的女人。这种女人的一生注定是一事无成的。她蓝莲芝不一样，和天底下的女人都不一样。辛苦了。顾影南走过去，将自己的披风盖在了沈宁的身上。深秋风大，怎么也不知多穿一件。顾影南细心温柔地为她系好披风。沈宁不动声色地朝屋子里走去，坐在桌旁，端起茶盏，轻描淡写地扫了眼蓝莲芝，漠然地说：“府上的婢子已经够多了，并不缺人。前2日齐国公的千金与我念叨了一句，说他府上缺精明能干的丫头，不如就送去齐国公府吧。”第2章，阿宁，我想娶她。沈宁慢条斯理地轻呷了一口茶水，冷睨着面前神情异样的这些人，唇角扯开了一抹嘲讽之色。宁儿，你误会了，莲芝她不是捡来的婢子。顾影南担心蓝莲芝受委屈，脱口而出的辩解道：“那是什么？”沈宁缓抬起眼帘，黝黑双眸平静地直视这位曾让她飞蛾扑火、万死不辞的丈夫。顾影南自知理亏，有些不敢直视沈宁的眼睛，但他无可奈何。他自小对男女之事一概不知，婚后看了郎中才晓得自己不举。为了逃避这事，他自告奋勇出征大齐。蓝莲芝作为大齐的公主，从不娇生惯养，在战场上英姿飒爽，要与他拼个你死我活。一次意外，两人跌落了谷底。蓝莲芝冰肌玉骨的奇香让他怦然心动，也让他情不自禁。原来他并非不举。这会儿顾荣也说：“是啊，宁儿，莲芝是来跟你作伴的。这么大的府邸，你一个人忙前忙后的，总是会累。以后有莲芝陪你了，你也不用那么辛苦。”砰！沈宁将喝完的茶盏朝桌上一压，发出的沉闷响声如晴天雷霆般，使众人当头一震。作伴？沈宁勾唇一笑，漫不经心地打量着蓝莲芝，问：“会做饭吗？”大齐虽然战败，但我是大齐的公主，洗衣做饭有婢子们去做。蓝莲芝微微抬起下颌，上挑的眼稍近，显出公主的傲气。顾影南解释道：“周边国家虎视眈眈，和大齐的战争劳民伤财，必须结束。大齐兵力虽然稍逊我们燕京，但士气很高。大齐之所以能够依附燕京，莲芝功不可没，是他劝说的，并且愿意自降身价来我府上，既算是联姻，也算是大齐的低头。宁儿，这事关两国交好，不容儿戏。”沈宁看着言之凿凿的丈夫，愈发觉得陌生。他与顾荣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像是锋利的刀子，割裂开他的灵魂。后面赶来的采莲听到母子俩的话，才稳定好的情绪又崩了，泪珠如断线了般簌簌地往下落。大齐的公主不用洗衣做饭，我家小姐将门之女就活该在你府上洗衣做饭了吗？采莲哭到上气不接下气，哽咽地说：“将军这话可对得起当日的誓言，对得起小姐曾经的众叛亲离。从嫁进顾府，小姐可有一日歇息过？就因为将军说过，很多双眼睛盯着你，将军府不可奢靡。”顾影南心虚得很，但想到自己堂堂镇国将军被各丫鬟婢女所教训，遭遇到释放出了些驰骋沙场的铁血怒气。主子说话哪有奴婢插嘴的地方？这样以下犯上，实在是不合规矩，传了出去，日后镇国将军府还怎么在燕京立足？顾荣眼神露出威严的凶光，看向采莲的眼神有一瞬间像是要吃人，还不带下去，杖责30，让他常常教训。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无规矩不成方圆。一个丫鬟在上京无亲无故，要不是的我顾家眷顾，早就不知道漂泊到哪所青楼去了。顾荣这是话里有话，看起来是在教训采莲，实则都是在威胁沈宁。沈宁祖家是开国元老级别的将军，但那又怎样？当初两家结亲，沈父当众和沈宁断绝了关系。没有祖家支撑的沈宁，要是又失去了镇国将军府夫家这个依靠，沈宁不就跟个丫鬟似的走投无路？沈宁听出了顾荣的弦外之音，两名高大的侍卫走来，就要带走采莲。采莲倒也倔强，红着眼不说个怕字。谁敢？沈宁冷扫了眼，言语之间有股子将门之后的不怒自威，那是自幼在父亲兄长熏陶之下从骨子里走出的气势，不管他做了多少年的饭，洗了多少件的衣服，都难以改变。侍卫们面面相觑，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将军凯旋，府上原该喜气洋洋，现在弄得硝烟弥漫，每个人心里都不是滋味。特别是顾家的奴子们，都打心底里的喜欢沈宁，也都清楚，要不是沈宁，这个家早垮了。宁儿别气，你们夫妻俩好不容易见一面，心平气和的坐下来吃饭，说到这几年发生的趣事儿。顾荣是个聪明人，拉着沈宁到了桌上，侍女将厨房里的饭菜都端了上来。莲芝坐。顾荣为蓝莲芝拉开了椅子。蓝莲芝坐下后没有动款，而是拿出帕子擦着一罐膏油，擦拭着自己的红缨枪。顾影南说，莲芝的这把红缨枪名头很高，是江湖上有名的铸造师业大师耗时77419日打造的，枪柄还有一代宗师题的字，自是巾帼不让须眉。确实不让须眉。顾荣由衷的赞赏，满意的点点头。
蓝莲之琥珀般的眸子漾着光，一身的桀骜侠气。父皇说过，我的手是用来握枪的，不是菜刀。我的红缨枪法，在大齐同辈的男子中也能进入前10。顾荣母子也没觉得这话有问题，都喜欢蓝莲之身上的鲜活气。采莲红着眼睛想开口，在沈宁的示意下憋着气一言不发的。沈宁默不作声地喝着汤，没人看得出他在想什么，也没人听到他心在淌血的声音。宁儿，我们虽是妇人，但不能总是妇人之见，要为家国着想，从大局出发。顾荣见沈宁不再咄咄逼人，随即见缝插针，想赶紧成就婚事。沈宁不言。顾荣又说，莲芝不是寻常的女儿，她是公主，为顾家妾室着实委屈。以我之见，最好是平妻，固然为妾，日后就免了向你请安的那些俗礼。景南，你怎么说？儿子以母亲的安排为先。顾颖南说。蓝莲之扬声道，我不是居于名分的人，心胸若宽广，即便为妾，我的天地也绝不在这一隅之地。只要能和景南长相厮守，怎么样我都愿意。他不是在破坏这个家的，他是来加入的。相比之下，沈宁略显小家子气。他们3人把主意打定了，都看向沈宁，等待着沈宁的意见。沈宁直视顾颖南，缓声说，我初见你时，你在猎场杀狼，凡事都直言不讳，难道出去了3年就学会了兜兜转转？但凡你说句心里话，而不是顾左右而言他，我都当你顾大将军是个男人，也不悔我过去的决定。顾颖南沉默下来许久，他说，阿宁，我想娶她。沈宁笑了。第3章，肆无忌惮地在伤口撒盐。看见沈宁唇边的笑，顾颖南正愣住，紧紧蹙起了眉。沈宁说，这就是我认识的顾颖南，我沈宁亲自选的男人。阿宁。顾颖南看见沈宁右手的红色疤痕，心口一痛，欲言又止。沈宁不再理会他，而是望向了抱着红缨枪的蓝莲芝，想进顾府与我平起平坐，可以用你的枪打赢了我就行。蓝莲芝听到这话，惊讶地睁大了眸子。她的枪法可不是过家家，一个抹污扫地的女人，哪里来的底蕴和勇气向她挑衅？何必多此一举？顾颖南问。沈宁当初的枪法确实了得，惊艳了他的年少，让他一见倾心，发誓要把沈家小姐娶回家。彼时他还什么都不是，周围的少年知晓他的想法，都毫不客气地嘲笑出声，说他痴人做梦，说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事实上他做到了，但今时不同往日，沈宁的右手废了，最多拿个菜刀切菜，还只能切蔬菜。蓝莲芝在战场的意气风发和实力，他却是亲眼目睹过的，横穿100人之军，杀得游刃有余，非今朝的沈宁可比。沈宁姐姐，我叫你一声姐姐，是敬重你，也敬重景南哥和顾家。蓝莲芝说道，我不愿惹是生非，我也知道你心头不快，所以只要你摇头，我可以做妾，哪怕连妾的名分都没有。你不想看到我，也可以让景南哥在城外置半个宅子，不求多好，只要能遮风挡雨，哪怕1个月见他1次，我都无怨无悔。但你要想清楚了，我的红缨枪要么不出，要么饮血方归。你若扛上一枪，恐怕得躺10天半个月的。宁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平日也是通透的人，今儿怎么这么的不懂事？顾荣皱了皱眉。沈宁面无表情的给自己重新盛了一碗汤，慢慢喝了半碗汤，又从袖里拿出了一条绸带，将自己右手的伤疤缠住。做完这一切，沈宁抬眸明媚一笑，你们是怕了吗？怕。蓝莲芝瞬间被激怒，玉手紧握红缨枪，沉声喝道，沈宁，这是你自讨的，既然如此，我便让你开开眼界，何为大齐皇室的红缨枪，也算是让你一饱眼福。言罢，蓝莲芝枪出如龙，寒芒绽开，手掌朝桌上拍去的一瞬间，身子和长枪都像流光奔向了沈宁。沈宁坐在原地一动不动的，优雅的喝着剩下的半碗汤。枪至，汤见底，沈宁连头都不抬，就朝侧边一偏，任由锋锐的枪划着他的侧面掠过。见此，众人轻吸了一口凉气。蓝莲芝诧然的瞪着眼睛，不可置信的望着这一幕，随即咬牙重新收枪再出枪，这一次刺向了沈宁的眉心。沈宁依旧不看他一眼，精准的偏头挡过一击，同时放下了汤碗，左手举起，稳稳当当的抓住了蓝莲芝的枪身。大齐红缨枪，不过如此。沈宁笑靥如花，白净如霜的脸庞流转着光华，把一旁的顾颖南看得有些吃了。沈宁侧腿高抬划过长空时，侧踢在蓝莲芝的手腕，左手顺势把红缨枪抢了过来。红缨枪抛在空中，他一跃而起，一记鞭腿砸向蓝莲芝的侧脑，把蓝莲芝踢飞出去的刹那，右手接过了从空中落下的红缨枪。蓝莲芝刚要起身，红缨枪只在他的眉间，枪尖戳破了细嫩的肌肤，一缕血液分叉的往下流。
蓝莲之眼眸蓦地紧缩，愕然地望着居高临下俯瞰着他的女人，难以相信自己就这么败了。你不行！沈宁失望地摇了摇头。莲之，顾影南后知后觉低呼了声，和母亲顾荣都下意识地冲向了蓝莲之。沈宁，你怎能这般残忍恶毒？你变了，变得让我不认识了。顾影南抱着蓝莲之，发红的眼睛如见杀父仇人般瞪视着沈宁。沈宁轻挑起了一侧的眉梢，唇边的笑意发娇艳。我若想杀他，他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沈宁浅笑，顾将军既知我手有旧伤骨疾，也知他枪出饮血才归，可曾想过我会死在他的红缨枪下？蓝莲之瞪圆了眼睛，赢了他的沈宁手上竟然有骨疾，深深的挫败感宛如洪水猛兽吞噬了他。我在这里怎么可能眼睁睁的看你去死？顾影男声音拔高潮，沈宁半吼。所以你只是想看他赢我，心安理得的进入顾家。沈宁红着眼笑。顾影南忘了，不能握枪是他的毕生之痛。顾影南却肆无忌惮的在他伤口撒盐，带回了一个曾经的他。你不就是不想让我娶她？顾影南恼羞成怒。顾荣傲气地说，沈宁，为娘知道你对这个家的贡献，也知道你对景南的感情，但是男子汉大丈夫，谁没有个三妻四妾？而且你能与公主之尊平起平坐，也彰显你的身份不是？不需要。沈宁收回红缨枪，将桌上的饭菜全都扫到地上，才把枪丢在了蓝莲之的身边。我不会再阻拦你，你可以随时进府，妻也好，妾也罢，随着你们的便。至于这一桌的饭菜，是我沈宁的心血，你们想吃，另请高厨。采莲，我们走吧。沈宁拖着疲惫的身躯，用尽力气的挺直脊背，朝正厅外走去。采莲擦了擦眼泪，去扶住沈宁，一主一仆，湮灭在灰暗的夜色。顾影南看着那瘦弱的背影，于心不忍，想过去追。顾荣拍了拍顾影南的手背，作为女人，闹点情绪很正常，你也别太纵容她了，她什么去处都没有，以前为了嫁你，连娘家都不要，等她自己想明白了，就能跟你们其乐融融的在一起了。顾影南仔细想了想，确实是这么个道理。见蓝莲之眉心的血止不住，急吼，还不快去找医师来，本将军要最好的医师，要是给公主留疤了，拿你们是问？是，属下这就去。沈宁后面顾影南的吼声，低头将右手的绸带解开，掌骨钝痛，旧疤裂开，鲜红血液外溢。小姐，别吓我。采莲是个小哭包，登时泪流满面。奴婢这就去请医师。不用了，去取白纸到我的房中。小姐要纸做什么？采莲疑惑不解，完全跟不上沈宁的思维。修夫。沈宁笑望着月色，两行清泪流下，没入了他竭力上扬的唇角。第4章破云出，百枪废。采莲杏眸紧缩，惊到嘴唇都在颤抖。大燕朝从开国到现在，男尊女卑，重武轻文，从未有过女子休夫的先例。小姐，采莲咽喉胀痛，真的要这么做吗？她比任何人都清楚，沈宁为了嫁给顾影南，一路走来有多么的艰辛。离开镇国将军府，天下之大，又有何处是家呢？作为女子，哪怕在这繁华的燕京盛世，无权无势，终究是在走举步维艰的路。怕了吗？沈宁问。不，采莲不怕。采莲摇头，微红着眸子，倔强而固执地说，采莲是被小姐捡回来的，生是小姐的人，死是小姐的魂，就算是街头乞讨，采莲也甘之如饴。好，这才是我沈宁的人。月明星稀，主仆两人在晚风中相视一笑。沈宁来到书房，并未用采莲取来的笔，而是用流血的右手在泛着微黄的纸张，用刺目的鲜血写下休夫之信。没有激烈的言辞，只平静地诉说顾影南背弃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承诺。当初顾景南给他的书信中有写过，如若有二心，千金尽散去，功名落黄土，从此孤独终老，不得善终。沈宁写下了2封休夫信，一封留在将军府，一封送往掌管婚事的官媒。第2封的休书里头还放着顾影南的书信。送去吧。沈宁擦拭着手上的血，望着了眼窗外，时至子夜，将军府还是灯火通明的，来来往往的医师和江湖郎中陆陆续续的去了府上的玉露堂，忙着给蓝莲之治疗着额间的伤口。玉露堂那是用了几年才修缮好的房子，他与顾影南虽已成亲，但只在官媒存档，并未大办宴席。顾影南说，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阿宁，等我回来，定要好好的操办婚事，让你成为全上京城最风光的女人。这玉露堂就是我们的婚房。阿宁，等我，很快的，我顾影南定不负你。大。沈宁手掌的血滴落在光滑的地面，他笑望着将军府外的灯火。采莲，你瞧，多热闹啊！府上好久没这么热闹了吧？采莲咽喉痛的说不出话，看向外面的眼神满是恨意。他
他拿起桌上的2封休书，去办理沈宁交代的事。沈宁走到书房的角落，停在3年未拆的箱柜前。当初他两手空空，这是他唯一的嫁妆。一把破云枪，枪名是长兄所取，枪是父亲深入江湖得来的好东西，枪柄的流光玉坠，当今皇上所赐。沈宁提着枪走到了将军府的演武场，府上的人都在玉露堂，演武场空无一人。皎月清辉洒落，他执枪跃然于空，枪法师出沈家老祖，猛烈的枪法在他手中显得刚柔并济，大开大合，犹如钢铁，回枪似绕指柔，一刚一柔，恰到好处的致命。幽风掀起素色的长裙，犹如惊鸿一现的昙花盛开，握枪的手时而溅出血珠，似在为这幅山水画增添鲜活明艳的色彩。他的眼神是凝视黑夜的坚定和无悔。不远处耸入云霄的高阁之上，身着宽敞红袍的男儿风流不羁，提着一壶酒鞋靠在高高的窗台，醉意微醺的眸似丛林的妖孽，倒映出那月下舞枪的女子，一招一式俱如天上星，画中仙。王爷，你要急死我了，不是约好跟皇上下棋了吗？这时辰都快到了。侍卫17心急如焚，巴巴的小跑过来，见王爷还有那闲情雅致喝酒，就差没哭出声来。王爷1个月内已经迟到了3回，今儿镇国将军凯旋，皇上高兴呢，再扫兴可就不好了。妖孽的男子沉吟良久，薄而红的唇勾起了好看的笑容，自言自语地说：破云出，摆枪费，这上京又要热闹了。17循着他的眼神看了过去，此时沈宁已经收枪回去，17只看到将军府的轮廓，撇撇嘴，小声的叨叨：沈家小姐当真瞎了眼，当初的婚事闹得惊天动地，朝野震荡，而今听说那镇国将军把大齐的公主带回来，还美名其约是为了结束2国的生灵涂炭而联姻，苟且就苟且，还非得按个好名头，只以为文人会做这种吊荡的事，没想到武将也会。说起八卦来，17一点都不急，口若悬河的样子，能去当个说书先生。燕云彻斜睨过来，眸色酒意缭绕，眼梢晕染着天生的绯红，油然生出了几分邪佞的妖气。你看起来很闲。17一个机灵反应过来，哀嚎：王爷，快快，皇上等着呢。燕云彻剑眉轻挑，深如黑曜石般的眸再看了眼镇国将军府寂静的演武场，才随性所欲的提着酒壶走下望月阁，去见那烦得要命年纪都能当他爹的皇兄。次日天明，东方的曙光从大地升起，又照落回茫茫大地。砰！沈宁的院门被人一脚踹开，顾影南愤怒到青筋暴起，面红耳赤，手里拿着沾血的休书，将那休夫信丢到了地上。沈宁，你这是什么意思？字面意思。沈宁不急不缓地穿上了外衣，从容平淡地系好了腰封。顾荣怨道：沈宁啊，这就是你的不是了，顾家待你不薄，你怎么能做出这种背信弃义、不守妇道的事情来？纵观历朝历代，周边各国，哪个女子因为丈夫娶妻纳妾就去休夫的？而且景南才刚刚回朝，明日就要去金銮大殿接受吴皇的赏赐，你这么做，让景南情何以堪？让吴皇情何以堪？顾荣早年间算是大户人家的小姐，读过几本书，只是后来家道中落，不得已嫁给了顾影南的父亲。我沈宁做事问心无愧，上可对天，下可对地，九霄诸神也好，地府百鬼也罢，我都是堂堂正正做人，光明磊落做事。沈宁往前走去，平淡而冷静地直视顾荣母子俩的眼睛，字字声音铿锵有力。数年前我既能违背父训，与沈家断绝关系，和你顾影南结为夫妻，如今夫妻不和，你顾影南，我敢嫁也敢休。第5章，别名又叫五不留火。好，说得好。一道清脆响亮的少年音在院外出现，少年锦衣华服，袍摆是王孙贵族才配享有的金线虎纹，眉目俊朗清秀，在日头下映照出蓬勃的少年气。他的身旁是一方精致奢华的轿子，轿上流珠轻纱围帘，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那红到张扬、红到晃人眼球的身影。男人修长的手宛如金雕的翡玉般，是冷霜一样的白，皮肤比倾城的美人还要好。来来往往的侍卫奴婢见到这2位，都得恭恭敬敬的行个礼，尊喊一声北渊王和九皇子。顾影南神色一变，忙不迭的出门行礼。末将顾影南见过北渊王与九皇子，不知2位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末将该死。的确该死。风吹动轿辇的流珠帘子，发出了悦耳的声音，落入顾影南耳中，却如来自于幽冥。燕云彻之浅浅的几个字，就让顾影南惊出满额大汗。这位北渊王是皇上最小的弟弟，比九皇子燕长龄年长不了几岁。燕京盛传燕云彻是个纨绔王爷，不知名声艰苦，花重金在上京城耗时9个月建下最为奢侈的望月楼。望月楼就在镇国将军府以东的方向。顾影南没见过燕云彻几回，只当是个酒囊饭袋的草包，今日一见，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让他心下暗暗一惊。还请北渊王责罚。
顾影南把头压得很低，燕云彻恣意懒散地饮了一口酒，氤氲着血雾般讳莫如深的眼眸穿过薄纱珠帘，望向了从屋内徐徐走出的女子。沈宁至今不过19岁，却有种历经沧海桑田的沉着稳重，早不如当年的意气风发。她穿着素如湖水的长衣，纹路裁剪是3年前的样式，发髻也是用簪子随便一挽，不施粉黛的面庞依旧清俊秀丽，随性的干净，在这极尽奢华的上京城难得一见。沈宁淡淡的望了过去，轻抿紧了韩红的唇。整个院子的人都垂眉颔首的大气儿不敢出一个，生怕北渊王的雷霆之怒殃及更多人。唯有他如无量深海般抬眸注视着那顶奢靡又富贵的轿子。半晌，燕云彻戏谑的轻笑了一声，玩味的瞥着顾影南。本王说的是昨日在望月楼没有眼力见的一条狗，顾将军这么紧张做什么？难道那狗是顾将军府上的？顾影南顿时松了口气，紧绷着的浑身都舒畅了许多。只是燕云彻这话怎么听怎么古怪，像是在骂他。九皇子燕长林急忙打圆场，顾将军，是我听闻家风喜讯，缠着皇叔过来恭喜你的。剑府上的人都来了这边，便拉着皇叔一同过来，不巧撞见了将军与夫人的纷争。夫人2字，沈宁担当不起。沈宁越过顾影南接了话茬，略微行礼便道：镇国夫人另有其人，沈宁也自有去处，往后的生死富贵皆与镇国将军无关。沈宁，顾影南陡然拔高了嗓音，大喝：王爷和皇子面前不得放肆无礼，还不给2位赔礼道歉？沈宁微抬下颌，极尽失望地望着顾影南。数年时间，终是错付，还好为时不晚。这会儿，穿有管府制服的一列人匆匆来到将军府。顾影南见此，心头有种不好的感觉。上京官媒是他推心置腹的知己好友，这群人正是官媒手底下的人。诸位官人也是来祝贺景南的吗？顾荣摆起了当家老夫人的风范，笑脸迎了过去，身上藏青色的衣裳在阳光下彰显了端庄华贵。顾将军凯旋是大燕的功臣，我等祝贺将军前程似锦，平步青云路。为首的头子说，我等这次来还有一件事，镇国夫人沈宁的休夫血信官媒收到了，大燕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又是关镇国将军，不得不慎重处置。经过商榷后，一致认为用休夫来解除婚姻关系也是可以，只不过镇国将军立下赫赫功劳，镇国夫人要想休夫，得在长街众人的见证下接受探刑。探刑要在半烧开的炭上走过5步，别名又叫5步流火。众人大惊失色，就这么办？沈宁毫不犹豫的点头。阿宁，非要如此？顾影南问。你若想要离开顾家，大可以给你休书，大可以和离。你这么做，有考虑过我吗？为什么要考虑你？沈宁只觉得好笑。顾将军，我生来就不欠的你，你想休我？你觉得就算我给你这个机会，你有勇气休我吗？微风轻掀起他鬓边的几缕青丝，骄阳似火映在他的脸庞，宛如镀了一层金辉。她是沈家的女儿，若她被休，父母兄长都将颜面无光。他已经莽撞了一次，不可再有第2次。沈宁，你真自私！顾荣想到应该风光无限的儿子遭受到了被休的奇耻大辱，气到铺着脂粉的脸都快要扭曲掉，一改往日的和颜悦色，瞪着沈宁恶狠狠的道：你为出阁时在家不孝，吾皇赐你流光玉坠，判你用破云枪大放光彩，你却藏枪3年，视为不忠，对大齐派来和亲的公主动手，视为不仁，开燕朝先例休夫，视为不义。像你这样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女人，景南愿意收留你，是你的福气，你却毫无分寸。为了报复景南，你连探刑都敢闯。我当初说的没错，你就是个心狠手辣的恶毒女子。起初，顾荣得知沈宁的家事，双手赞成这门婚事，还走街串巷的去嘚瑟这事儿。后来见沈宁被逐出沈家，便趁夜深人静对顾影南说：景南啊，娶妻娶贤，那沈宁连生养的爹娘都不要，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女子，而且她守废了，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出息，生活的重担不都得压在你的身上吗？母亲，随她去吧。顾影南冷笑，探刑5步流火，连我部下的士兵都闻之色变。他沈宁真当自己是个男人了？沈宁不过是见了蓝莲枝，心生醋味，故意闹得满城风雨，只为了让他侧目而已。真见了5步流火，那不得下回他的怀里。第6章，生命骨血不值如草芥。男子休妻一封休书即可，女子休夫就得5步流火，哪有这样的道理？燕长林蹙眉，不悦地看向了官媒派来的侍卫头子，去告诉你家大人，这件事本皇子做主了。正儿八经的来讲，皇子做不了这个主，但天皇贵胄高于一切，官媒多少会顾及9皇子。在大燕国，只有家世显赫的女子才能得一封和离书，休夫是想都不敢想的事。特别是大燕宠武，
女子本就体弱，先天不如男儿体格健魄有优势。九皇子的好意，沈宁心领了。沈宁作揖道：“镇国将军顾景南是我朝功臣，五步流火之探刑，沈宁甘愿受之。若由皇子出面，左右下来不过还是一封和离书。大燕百姓一贯有着根深蒂固的观念，和离即是被休，休夫与被休一字之差，却是完全相反的意思。顾颖南风头正盛，但在上京根基不稳，他走的不是五步流火，是让在风口浪尖的顾颖南遭人诟病。除此之外，既然历朝都没有休夫的事情，那他就开了这个先例。自古先例都会有血有伤疤，往后女子休夫便不会是奢侈。女子肌肤何等重要！燕长林说话时满是稚嫩的少年气，若是遭受探刑，双足的皮肤会被毁坏掉的。而且他也不信沈宁能走完5步，只要有一步走不完，岂不是功亏一篑了？与尊严人格相比，女子的肌肤皮囊、生命骨血都轻如草芥，不值一提。沈宁风轻云淡地笑了笑，缓步朝前走去，过了会儿便停下来看还愣在原地的那群官府侍卫，早去早回，诸位也能早点交差，请吧。侍卫们面面相觑，这不知道的怕是还以为去受刑的是他们呢。这沈宁轻松自在的模样，更像是去看热闹的旁观者。顾颖南恼了，冷嗤一声，愤然的拂袖：“沈宁，这是你自找的，只要出了这个门，无论你怎么求我，都不会再有回头路了。你我夫妻一场，你是我的原配夫人，我也不愿看你落得个流离失所额下场。”他知道沈宁吃了苦，知道沈宁有多爱他，也感激沈宁过去的奋不顾身，但他作为大燕的镇国将军，顾府的一家之主，也是要面子的。若连妻子都管教不好，日后还如何在上京立足，如何统帅三军？让他阴翳的是，沈宁只留给他一个背影，连半步的停顿和犹豫都没有。抱歉。顾颖南忍着气朝燕云彻2人行礼，让2位见笑了。末将还有家事需要处理，暂时不能招待2位，他日必会登门拜访，还请2位海涵。滚吧！燕云彻有些燥地揉了揉眉心。顾颖南皱了皱眉，想说什么欲言又止，碍于对方王氏的身份，只得生生地咽下这口气。顾荣为儿子打抱不平，但更怨的是沈宁，让他儿子在皇家人面前丢了脸。母子2人心有不甘地出了府，那一顶奢华的娇辇还停在原地晒着日光。秋日暖阳，金辉洒下，衬得那妖孽男子皮肤更加的瓷白。休夫之事实属罕见。燕长林道：“也不知道沈宁能不能熬过去。皇叔，你要不要一起去看看？”没兴趣。燕云彻耷拉着手，背部往后懒洋洋的一靠，半垂着狐狸般的眼眸，微醺的酒气让这片空气都染着香。燕长林咂了咂舌，耸耸肩，只得自己邀伴去看。关梅门外10里长街汇满了各种各样的人，有普通百姓，也有权贵世家的小姐。公子在旁侧酒楼寻了个好位置。不出半日，整个上京城都知道了这件事，人群议论纷纷。沈家小姐当日6亲不认，都要嫁给顾将军，怎么又要和离了？什么和离？人那是休夫好不脸，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听说顾将军艳福不浅，与大齐女将皇室9公主打着打着互相爱慕了。说起来，顾夫人还在沈老将军府上的时候，9岁就能以柔克刚打赢成年男人，而今只能躲在后院，真叫人唏嘘啊！一声不止，句都冲入了沈宁的耳中。小姐，采莲气喘吁吁地奔来，看见官媒侍卫们在地上准备的火炭，握紧了双拳。沈宁没有问他去哪了，心中大概也知晓采莲是去四处求人。如他所料，昔日好友此刻都不曾见到。采莲不忿地说：“齐国公家还有刘小姐和赵夫人那里，见是奴婢，个个都把府门关上了。你过去帮了他们多少忙？他们倒好，这会儿都事不关己了。还有老将军，门前的守卫不让奴婢进去。”别哭。沈宁轻揉了揉采莲的头，求人的事我们不做。可是采莲又看了眼火炭，咬了咬牙，伸出手拦在沈宁面前：“奴婢采莲愿替我家主子沈宁承受炭刑，可加倍承受。5步不行，那就10步、100步、1000、1万步。小姐举目无亲，只有他这一个依靠了。他愿焚断双足，死在火炭，也见不得沈宁受半点委屈。”沈宁双眸微红，采莲是他在这深秋唯一的温暖。婢子不得胡闹。官媒大人目露凶光，摆足了架势，若不愿受刑，就回府上去，何必占用顾官府资源，又玷污镇国将军的名誉？愿怎么不愿？沈宁抬起了下颌，黝黑的眸有种轻盈碧透的亮。那就请吧。官媒大人冷眼看去，5步流火得全部走完。镇国夫人要是怕了，就早点说，毕竟是富人家，害怕反悔也是情有可原的事情。他厌恶这种女人，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要害死自家丈夫。顾颖南和母亲在一旁神情漠然，等待着沈宁的懊悔与祈求。
长街两侧的人们见彩莲又哭又闹，以为是沈宁安排的手段，实际上是压根不敢走炭火了。吃吃，热火烫伤足部皮肤的声音出现，足下炭上起了一阵白烟。沈宁神色泰然且毫不犹豫地走了上去。第7章，上可斩昏君，下可除奸佞。吃吃，第2步又闻白烟起，半烧的炭闪耀着焰火的光，还挂着沈宁足底粘作一团的鲜血。他的脸色很白，眼神却很坚决。这种眼神顾影南看到过，那是沈宁力排众议，只带着一个婢女一柄破云，孤独地走向他时的眼神。昔日往事如水涌来，顾影南的脑子刺痛得很，心也跟着抽搐痉挛。阿宁，他想要去阻止。景南，你要全城的人都看不起你顾影南吗？顾荣拦住顾影南，压低了声音说，他性子傲气，也该挫一挫他的锐气了。没有你，他在上京还不如普通民妇，到时你想怎么拿捏他，还不是你的事。顾影南唇色发白，这人就跟养狗一样，那种喂不熟的白眼狼，让他去街头流浪几日，吃惯了人间疾苦，再回来拴着就会乖乖听话了。顾荣娇祷道，他做这一切只是想为了引起你的注意而已，同为女人，杨还能不了解他那点破心思吗？顾影南的目光变得怨憎，讨回恩宠的方式有很多种，偏偏沈宁选择了他最讨厌的一种。吃。第3步走下，沈宁驻足停留，唇角却绽开了笑。身体痛了，心就不会痛，往后只能回头看，再也不能回头走。人山人海，只有彩莲为他哭到肝肠寸断。人群外10里长街的尽头停放着一辆陈旧又古朴的马车，马车内传来了老人无奈又深深的叹息。望月楼上，男子大红的衣袍被烈烈狂风吹起，身形不似往日，略显孤寂。沈宁拧着眉，忍下气血的苦痛，走过炭火，双足是黏黏的血。彩莲急忙扶着他，也不顾仪容形象，扶着沈宁坐在长街的石墩，蹲下来把药膏拿出来为沈宁上药。诸位还请赶紧散了去吧，稍后还有侍卫要处理。官媒开始赶人。彩莲瞪着那群侍卫，我给主子上好了药，我们主仆2人自会离去，你们又何必咄咄逼人，急在这一时？官媒陆家州和顾影南的交情过硬，是在以公训私为顾影南出气。沈宁扶起彩莲，给自己血肉模糊的双足穿好了软靴，咬着牙站了起来。晦气！侍卫吐了口唾沫，我要有这种的婆娘，早就打死在家里了。顾将军还是为人太好了。沈宁停下脚步，扭过头，冷淡地看着侍卫，记下了这张脸，这个人。顾荣母子嘲讽地望着沈宁。轰！吵杂的声音响起，一匹皮枣红色的骏马，身线流畅而俊气，狂奔在上京城的街道。骏马之上坐着一个个身穿盔甲的士兵，众人心惊肉跳，循声看了过去。敢纵马上京城的人儿，除了王氏以外，就只有那一家了。马上2排中间的士兵高举起的军旗，赫然龙飞凤舞，潦草地写下了沈字。骑兵们气势凛冽如征战沙场，来到10里长街后，分别朝侧边让开。只见骑兵后边是一辆最简单古朴的马车，一只枯老的手将布帘掀开，身穿盔甲戴着沉重头盔的老人背着烈火刀走了下来，随即出来的是个雍容端庄的老妇人。沈家老将军沈国山与老夫人郑蔷薇。马车后边几匹红枣马跨越长空飞奔而至，马背上不是沈家的骑兵，而是几名穿着华服风华正茂的青年男子，还有个13、14岁的小少年。10里长街响起了倒抽冷气的声音，无数人侧目看之，无数人内心翻江倒海的震撼。特别是顾荣和顾影南2人的表情，真就比吃了苍蝇还要难看。沈老将军！适才吐唾沫的侍卫吓得两股战战，腿上料子湿了一片，漾着一股肝火旺的骚味。官媒陆家周皱紧眉头，诧然的看去，虽不像侍卫那样丢脸，手还是忍不住的抖了下。他咽了咽口水，上前过去行礼。官媒陆家周见过沈老将军，不知沈老将军为何事而来？当父亲的不过来接女儿沈宁回家，难道接你陆家周回家？你可是有意见？沈国山冷笑一声，就那样淡淡看了陆家周一眼。几十年南征北战生来死去的老将威严散开，岂是陆家周一个文官能够直面的？下官不敢。陆家周忐忑不安，额角几倍的汗水潸潸而流。你当然不敢。沈国山冷笑。小姐，是老将军。彩莲喜极而泣，还有小少爷他们。沈宁结意微颤，一瞬间忘记了双足和右手的痛，就微笑着看向数年未见的家人们。过来。沈国山漠然地看向了沈宁。彩莲搀扶着沈宁走到沈国山的面前。不孝女沈宁见过父亲母亲。沈宁说道。老夫人郑蔷薇目光复杂地望着女儿。沈国山冷硬地说，
回家。好，回家。沈宁仰头，泪如雨下。姐姐不哭。沈家的小少年是沈家最小的孩子，弟弟沈青山。沈青山黑滴滴的眼珠子跟葡萄似的，捻着袖衫给沈宁擦泪。谁欺负了宁姐姐？等青山长大，一拳一个打死，全部打死。声音稚气，面色却是无比的认真。五哥沈修白走过来，将沈宁拦腰抱起，眉头紧紧的蹙起。几年不见，怎堪受了这许多？回去好好吃肉，一顿10斤，我看着你吃。沈宁哭笑不得，久违的温馨氛围让他憋不住泪。小婿顾颖南见过岳丈大人。顾颖南拱手低头，谦逊地道：应得岳丈大人的教诲，此次祁堰之战，方才有捷报回京。沈国山拔出了烈火刀，刀刃暗红的纹路宛如火烧，直接放在了顾颖南的脖颈上。沈家烈火刀是开国皇帝燕太祖所赐，祖传的宝刀，比那尚方宝剑还有用，上可斩昏君，下可除奸佞。沈老将军这是做什么？顾荣吓得腿都在发软。我儿是功臣，是英雄啊！沈老将军要斩当朝英雄吗？有何不可？沈国山反问。顾荣与之对视到头皮发麻。沈老将军的火爆性格名扬上京，顾荣时至今日才感受到了这份刚烈，再也不敢发出尖利的声音。顾颖南，听好了。沈国山刀指顾颖南道：日后见我沈家绕道行，否则刀剑无眼。我沈家儿郎年轻气盛，不小心弄死了顾将军，岂不是要令唐白发人送黑发人，让这上京又多一件举国闻名的丧事？第8章，笑世事无常，人心难测。顾颖南万分的憋屈和苦涩只能往肚子里咽，再多的心有不甘化到嘴边，还是不得已的服软。沈老将军教训的是，晚辈铭记于心，莫不敢忘。沈老将军沈国山年事已高，早就退下来了，但开国功臣的世家，且老将军戎马一生，就连皇室宗亲都得力尽3分，莫说他一个顾颖南了。沈国山目光凛然，冷冽如霜地审视着顾颖南，最后收刀入鞘，也不看沈宁一眼，回身径直上了马车。顾将军，沈修白扯出了一个笑，来日方长，福祸荣华不急于一时，我们且走着瞧。这个梁子是结下了。沈修白抱着沈宁放到马车，动作很轻很慢。五哥。沈修白要出马车时，沈宁忽而出声，青年一如皓月清辉的眼眸，温润如风地望着妹妹。是我不懂事了，抱歉。还知道不懂事？你要懂事，又何必道歉？兄妹之间说这些见外的话做什么？沈修白笑眯眯地揉了揉沈宁的脑壳，别以为这样回府后五哥就能放过你，每天的肉都得好好吃着，赶紧将养回去，都瘦成什么样了？沈宁美眸含笑，轻点了点头。父母兄长都在身边，他内心是千回百转，五味杂陈。世人都当沈家不要他了，但他清楚，彼时顾颖南出路锋芒，是不可多得的大将之才。沈家在民间的声誉威望不比皇室弱多少，他自小又能将破云枪玩得神乎其神，若与顾颖南结为夫妻，假以时日，功高盖主就是犯了忌讳，故此必须得和沈家断绝关系。诚然，父亲之所以这么做，也是有几分欣赏顾颖南的。唯有断绝关系，顾颖南才能无所忌惮地去征战沙场，否则的话，绝不会受到朝廷的重用。只可惜这一层关系，顾荣看不懂，顾颖南也是个睁眼瞎，对沈家还多有怨气。思及此，沈宁摇头苦笑：“姐姐，你笑什么？”沈青山歪着头问：“笑世事无常，笑人心难测。”沈宁将沈青山拥入怀中。哼！沈国山大马金刀地坐着，闷哼了一声，吹胡子瞪眼睛的：“沈家不养废人，别想着回府就能享福了。”阿宁知道。沈宁乖顺地点头，脾气倒是收敛了不少。沈国山说这话时，沈宁没有看到父亲眼底的落寞。沈府是武将世家，燕京唯一辅佐过2朝皇帝的重臣，家中的儿子们自小都怕死了威严的父亲。沈宁不怕，敢骑在沈国山的背上，敢夺走父亲的酒杯，让他注意身体，还敢插着腰顶嘴。父亲也苍老了许多。沈宁袖衫下的长指微微蜷紧。3年前，沈国山不过头发半白，现在已经全白了。一向精神抖擞的父亲，眼下一片乌青憔悴，身上隐隐有着些酒气。女儿平静温和的话语让沈国山心中酸楚得很，眼见着要憋不住泪，赶忙瞪了眼沈青山：“还坐在这里干什么？整日游手好闲，今日的武课完成了吗？是不是又想讨打？”沈青山震惊地瞪大了眸，又不敢忤逆父亲，只得不服气地叨叨：“不是爹说的今日不用完成武课咩？我让你不完成你就不完成，我昨日让你别喝桂花酿，也没见你小子少喝一杯啊！”沈国山气得给少年的头顶来了一下。少年抱着头，敢怒不敢言，不知道老爷子好端端的怎么了，大概是吃饱了撑的吧。阿宁，别理他们。郑蔷薇握住女儿的手，
面庞浮现了3年未见的笑容。10里长街，顾影南咬牙切齿，狠狠地瞪着远行的马车和沈家骑兵。他是皇上亲封的镇国将军，是拿下大旗的英雄，却是当街受这样的奇耻大辱。耳边是四周围观者们发出的细碎声音。这下子，顾将军要成大燕的名人，不是诸国的名人。那可不嘛，有史以来，你见过哪个男人被妻子休了的？还别说这镇国夫人不愧是沈家的小姐，将门虎女，寻常男子都没这般的刚烈，走过5步流火连叫都没叫一声的，那是个狠人。顾影南紧闭着眼睛，正午太阳的和煦驱散不了他心底的阴霾和血液里的冰冷。沈宁、沈家、沈国山，欺人太甚。景南兄，先回吧。陆家洲提醒道，总在这里杵着让人看笑话，着实失了将军的风范。难为你了。顾影南无奈又内疚地道。这么一来，陆家洲肯定是要得罪沈家的。陆某秉公办案，依的是大燕律法，何来的难为之说呢？陆家洲笑道。话虽是这么说，顾影南还是记下了这份人情。陆家洲道，事情闹得这么大，永安公主肯定要担心，而且她初来上京，人生地不熟的，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不像沈家那位景南兄，可得好好安抚永安公主。一个女人愿为了你来异国，足以见得她对你的真情，可莫要辜负了公主。我会的，家洲兄放心。顾影南道。在沈宁的对比之下，顾影南愈加发现蓝莲芝的好。永安是蓝莲芝在大齐的公主封号。顾影南又看了下沈家骑兵消失的方向，心脏裂开了一道难以填补的缝。镇国将军府。蓝莲芝见顾影南回来，一路小跑扑入了顾影南怀中，紧紧地抱着顾影南。事情我都听说了，吓死我了。沈府家大事，大我在大齐就有所听说，我真怕你出什么事。傻瓜，不怕。顾影南不满剪子的手温柔地轻抚蓝莲芝的后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蓝莲芝仰头，景南，对不起，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跟你无关，是沈宁的个性太要强，也怪我与他有缘无分，给他点时间，他或许就能想通了，到时候你们还是能姐妹相伴。顾影南将长指镶嵌进蓝莲芝的指缝，紧紧握住。在平北坡无望谷的时候，我就牵着你的手对月说过，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蓝莲芝迅速接过下一句，扬起了2人紧握的手，笑的时候整个散发着朝气和让人心动的光华。第9章，沈家大米狗都不吃。沈府的祖宅就在上京，府邸的恢宏程度堪称小型的王宫，只是武将府邸不如王宫那般奢华。清幽堂是沈宁自幼的住处，堂前是个宽阔的练武场。3年前沈宁出嫁的那一天，沈国山就把清幽堂封了，但每日都有人去打扫，因而沈宁重回清幽堂时里外一新，干净到不染尘埃。姐姐伤得好重。沈青山泪眼汪汪，等青山长大了就能保护姐姐了。那姐姐等你长大，我这就去给姐姐拿药。沈青山还没走，就见沈国山从外头跨步走了进来，黑沉着一张老脸说，府上的药阁关了，谁也不许给沈宁带药。姐姐那么重的伤，不用药怎么好？就算是铁打的身子也受不了，爹爹这样做太过分了。少年红着眼睛喝道。这是沈青山第2次顶嘴父亲，第一次是沈宁成亲那日，那会儿他还小，只知道失去姐姐了，把自己哭得发了一场高烧。这个家，你是爹还是我是爹？沈国山怒喝，还不滚去练习武课，少一课就不用吃饭了。不吃就不吃。沈青山跺脚哭跑着出去。沈家大米狗都不吃。沈国山看着沈宁冷哼，痛才好，痛才长记性。是。沈宁轻轻颔首。沈国山看他毫无锋芒的样子，实在是觉得心烦，就甩门出去喝酒了。沈宁望着父亲的背影，则咧开嘴笑了笑。父亲还是像以前，明明都这么大的人了，却总是做出幼稚的事情。采莲吸了吸鼻子，为沈宁擦拭着足底的伤口，哽咽，这么重的伤，要是没有药怎么能好？老将军怎么这么狠心？不哭，会有药的。沈宁笃定地说。采莲水雾连连的眸镜是疑惑之色。不多时，母亲郑蔷薇带着贴身的仆人过来，手里还拿着一个晶莹剔透的宝蓝色罐子，身后的仆人则抱着沈宁的破云枪。郑蔷薇说，破云枪是顾家送来的，是你最趁手的兵器，就算不再用了，也得好好守着。还有你爹，烦得要命，一直嚷嚷着不允许任何人给你送药，又故意把皇上赏赐的西域进贡的固元膏落在我面前。固元膏对于沈宁的烫伤很有效果，此药膏西域独有。采莲眨巴了2下眼睛。沈宁笑着去接固元膏，父亲还是老样子。那你呢？还是老样子吗？郑蔷薇没有把固元膏给沈宁，而是坐在床边亲自为女儿上药，叹道，以前的你桀骜不驯如大雁，上京的男儿都怕你，还总是捅乱子，
回回都要你父亲去收拾烂摊子。你爹嘴上说你闯祸，但只要不是关原则性问题，他都跟在你身后陪着你去闹。而你现在心事重重，也不像以前那样开怀大笑。阿宁，不管你是什么性子，都是我的女儿，但我希望你能由衷的高兴快乐，不要去因为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你自己。沈宁沉眸不语。郑蔷薇接着说，扪心自问，你去走那5步流火，不就是不想让人低看沈家？作为沈家的女儿，若是被休和离出府，那些个佣人都会背地里说沈家的坏话，你只有承受探刑，他们嘲讽的才会是顾颖南。阿宁，你从来没有不懂事，正因为你太懂事了，什么都知道，你父亲才心里难受。在父母面前又何必这么懂事呢？沈宁默然了一会儿，扑入了母亲的怀中，嚎啕大哭了好一阵。看他放声哭出来，郑蔷薇才舒心了许多，只不过又很心疼。清幽堂旁侧的院子，沈国山苍苍白发，憔悴沧桑，一口接着一口喝着陈年的烈酒，心里很不是滋味。良久，沈宁抬头，母亲，我想重修武道，重拿破云。他的声音大了几分，2墙之隔的沈国山陡然变得精神。郑蔷薇一愣，看了看沈宁右手的伤，点头，好，不过你要先调整身体。对了，北渊王昨晚派人送来了驻颜清凉露和玉骨药，都是很珍惜的东西，特别是那玉骨药，对你右手的旧伤很有用。沈家与北渊王没有过交情，好端端的北渊王送东西来做什么？沈宁蹙眉，敏锐地道，北渊王虽是皇上最喜爱的弟弟，也向来以纨绔奢靡闻名，但作为先皇之子，公然与沈家拉好关系，不是要置沈家于不利之地。郑蔷薇见沈宁一脸的认真深沉，笑出了声，你呀，这就跟你爹一个样，对这方面的事情觉得很。郑蔷薇说，别多想了，起初你爹也不想收，但据说啊，北渊王财大气粗阔气得很，给上京810号世家权贵的府上都送了驻颜露和玉骨药，你爹只好收着，还真是巧，这2个东西，一个对你足部的烫伤有用，一个还能管你的旧伤。闻言，沈宁知晓是自己多虑了，方才放下心来。之后的几日，沈宁都在床榻看沈家枪法的谱子，烫伤起码要10天半个月才能好。而在这段时间内，顾颖南从大将军沦为了人人茶余饭后的笑谈。这件事传到了皇上耳中，暂时延缓了对顾颖南的封赏。顾颖南正在府上怄气，却是收到了望月楼的请帖。不仅是顾颖南，九皇子燕、长林这些人和部分官二代都收到了请帖，美名其曰为北渊王的爱子景兰庆生。顾颖南疑惑，北渊王身边连个妻妾都没有，何来的爱子？难道说未婚先孕的私生子？顾颖南实在是捋不清，顾荣喜逐颜开的笑道，儿子，你看这帖上的景兰2字还不明白吗？北渊王这是为你出气呢，特地为你开的庆功宴，王爷是欣赏你。顾颖南将信将疑，见帖上写着可以带家属，就把母亲和永安公主兰莲枝带上了。二来也是因为兰莲枝总待在府上有些闷，去凑个热闹也好。望月楼，顾颖南与众人都在期待着北渊王燕云彻的爱子。只见万众瞩目之下，大红华服的燕云彻似是刚睡醒般，懒懒散散地牵着一条穿金戴银的白毛大狗走来。白毛大狗停在宴会中央，压根不想走了。燕云彻说，景兰走了。众人，顾颖南，这吐舌头流口水的白毛大狗就是北渊王的爱子。第10章望月楼荒唐宴。望，白毛大狗在宴席中央，犹如山林的孤狼对月长啸般，极有气势地嗷了一嗓子，才迈着步妖娆地走向了燕云彻。四下宾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无不是惊得下8块点掉地。这种荒唐的事放在北渊王的身上，就一点都不显得奇怪了。景兰，不要嘚瑟。燕云彻往琉璃椅的软垫一靠，冷了眼白毛大狗，记住你的身份，你只是个畜生。乌敖白毛大狗小小的叫了声，软趴趴的靠在燕云彻的腿边。夜明珠的光华照耀下，大狗那合身的大金色衣裳和银子做的头冠，头冠上还用红宝石点缀，是个人看了都得大跌眼镜的地步。一些中流身份的人心情凌乱，神情复杂，没想到有生之年他们竟然羡慕一条狗。王爷，顾景南欲言又止。顾将军也来了。燕云彻笑了笑，说起来，顾将军的名字是叫景南吧？只不过犬子是盖兰的兰，虽是如此，但也犯了顾将军的名讳。顾将军要是心生不满，就换个名字吧。犬子。众人咂了咂舌，瞧着白毛大狗那舒适到眯眼吐舌头的样子，算是明白何为真正意义的犬子和又为狗仗人势了。是以北渊王都这样说了，顾颖南哪真敢让白毛大狗换名字，只得抹着汗道，既是不同字，就不用换名字了。顾将军大气。燕云彻赞叹了一句，白皙如雪的手轻摸了摸白毛大狗的头部，一副老父亲般的口吻教育道，景兰，
要和顾将军多学习学习，知道吗？那狗倒是极具灵性，随着望了一声，竟还真的点了点脑壳。这滑稽的一面让顾影南握着酒杯的手都在发抖。咔嚓，掌心的白玉酒杯裂开。顾荣心里难受至极，不过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王爷，也敢羞辱他光宗耀祖的好儿子。然而官大一级压死人，王室出身还真就能高人一等。顾荣又是个富人家，还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宴席，却是难受到了极点。蓝莲支愣愣地望着低头颔首的顾影南，忽而神情恍惚，有一瞬间觉得这样做低服小的男儿，与那在驰骋疆场沐浴鲜血的英雄截然不同。燕云彻随性恣意地靠在琉璃椅，不同于旁人的拘束，他将一双修长的腿野性又优雅地架在桌上，轻轻摇晃着手中的血玉酒壶，微勾的唇角噙着若有似无的邪气，眸光淡扫而过，带着王孙贵族与生俱来的压迫感。沈宁从沈清山口中听文王月楼犬宴的时候，放下了手中的枪谱，讶然道：“这北渊王倒是个有意思的人，只不过他与顾影南无冤无仇，何必这么做呢？”沈清山一面大口吃饭啃鸡腿，一面抽空地说：“放在别人身上是有点奇怪，在他北渊王身上一点都不奇怪。不是我说，这北渊王比爹还吃饱了撑的。不过看在他这次羞辱的人是顾影南的份上，日后我就少说点他的坏话了。”沈宁嘴角一抽：“慢点吃，没人跟你抢。”自从那日与父亲争吵过后，沈青山还真很有骨气的不吃沈家大米。沈宁每日都会为他留许多饭，反而让人误以为他是个饭桶。街头巷尾都有传言，沈家修夫的小姐一顿能吃10碗饭呢。沈宁宠溺地看着弟弟，又继续钻研枪法。再过10来天，他的腿就能完全好了。西域药膏和北渊王的药双效结合，好得很快。就连他右手的旧伤都好了一点，但要完全恢复如初，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一晃眼半个月过去，沈宁好的差不多了，也该去处理一些自己相关的事。譬如顾府的家产，大半都是他这几年赚来的。宁儿，你可算好了。大嫂奈兰琴一大早就大包小包的过来，嫂子本该早点来看你的，只不过你伤势未好，需要静养，又因为还得忙着府上家业，就搁到了现在。宁儿不会怪嫂子吧？纳兰琴是沈宁长兄沈金峰的妻子，沈金峰常年镇守边关，因世家中长子举足轻重。纳兰琴现如今在沈家也是被当成接班人培养的。大嫂能来看我，我已经很高兴了。那就好。纳兰琴看了眼沈宁手中的枪谱，随即热情地说：“我来府上才2年，算是与你初次见面，但往后我们就像自家姐妹。我听说你的右手有旧伤，我家是医药世家，父亲对这方面也有研究，改日让父亲送点上等好药来。这样好的手，若不能使枪，那可就太可惜了。”沈宁眉眼温和，浅浅一笑。纳兰琴身边的丫鬟小玉冷不丁地道：“宁小姐，你毕竟是嫁过人的，再回来小住可以，跟未出阁的姑娘那样常住可就不太合适了吧？老习俗上就说过，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弄脏了的水再回来啊，会给娘家带来晦气的。街坊四邻、巷头巷尾都有不少人在议论沈家不祥呢。”小玉放肆！纳兰琴凌锐地喝道：“还不跪下自己掌嘴100下？作为奴才议论主子，你是想造反吗？”小玉低着头，大气不敢出，屈膝跪在了地上，一巴掌打在了自己的脸上。打1巴掌就说一句奴婢错了。而后纳兰琴笑盈盈地望向沈宁：“宁儿莫要往心里去，这做奴才的就是不懂事。”沈宁眸光薄凉如水地看了眼小玉，小玉这凄惨的叫声宛如杀猪般，像是生怕别人不知道她苛待下人欺负长嫂似的。“知道错了就好，不用打了。”沈宁说道。纳兰琴意外地望着沈宁，他怎么听府上的老人说沈宁性格和沈老将军一个样，脾气火爆，吃不得亏，竟还能忍下去？大嫂还有事吗？沈宁问。没事，没事了，你好好歇着。纳兰琴仔细思考了会儿，觉得这沈宁波澜不惊的样子，绝不是头脑简单之人，日后还得多加提防。第11章，沈国山的女儿不是废人。小姐，刚才那是大少爷的妻子纳兰夫人吗？采莲频频回头看，嘀咕着走进来。我听府上的旧人说，纳兰夫人心地善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对谁都很善良。刚才她还对我笑呢。只不过我们离府的时候，大少爷的心上人好像不是纳兰夫人。沈宁纤长的手指把玩着沈家枪谱，望着纳兰琴消失的方向若有所思。沈家祖训不同于普通世家，从未有过男尊女卑之分，世袭方面也没有长子长孙之说。突破世俗概念的，沈家只以先祖沈雷开创的枪法为先。也就是说，下一辈中谁能把枪法发挥到极致，不论男女长幼，都可以做当家之主。而在沈宁这一辈里面，他的枪法和大哥沈金峰不分伯仲。虽然他的手废了，被很多人瞧不起，纳兰琴却是个锐利的，许是担心他会抢走当家的位置，才不想让他留在沈府。
采莲继续说：“纳兰夫人真好啊，一点架子都没有。看人不要看皮囊。”沈宁淡淡道：“佛口蛇心，笑里藏刀的人比比皆是。”采莲点头：“也是，顾家顾荣那老婆子，平日里对你关心不少，儿子一回来就变了脸。”沈宁轻描淡写一笑，便低头看书，黝黑的眸如涓涓细流，泛着秋日的水光。重拿破云枪，走武道路，难度会比数年前高很多，他得多加准备才行。晚上，沈国山把他喊了过去。沈宁见过父亲，你想修武的事情，你母亲与我说过了。沈国山负手而立，背对着沈宁望着墙的画，随后徐徐转过身来，开门见山地道：“大雁重武轻文，不仅是大雁，周边列国都崇尚修武，我沈家更是燕京武道世家的鼻祖，代代忠烈。沈家辅佐过2朝皇帝，忠的不是君是民，前朝暴君暴政害得民不聊生，才会辅佐大雁的开国先祖。”沈宁平静地听着父亲的话。沈国山说：“女子体弱，先天条件就比男儿差，已经很难了。你又年长了几岁，手还有旧伤，又因修夫之事遭满城非议，其难度之高，无法想象。你想修武，不能直接进大雁的燕武学宫，得去边外杂的武堂，并要在下次的武试取得成绩才能进燕武学宫。要是成绩太差，还会被驱逐出武堂，到时候只怕会沦为上京的笑柄。女儿不怕。”沈宁眸底波澜不兴，平静如海。“我再问你最后一次。”沈国山道：“沈家虽不是皇亲国戚，养你余生，护你一世，平安绰绰有余。往后你若不愿嫁人，可在府上留一辈子，不需要独自去拼什么成绩，大可以过安稳的日子。即便如此，你还要去武堂吗？”沈国山的女儿不是废人。沈宁只说了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如极有力量的鼓音，撞进了沈国山的心底。刹那间，热泪盈眶。他背过身去，嗓音沙哑地说：“知道了，回去吧。”沈宁凝视着父亲的背影许久，发现父亲的背已不如当年挺直，那白茫茫如霜雪的发，仿佛在倒计着离开他的日子。“爹，烈酒伤身，少喝些。我来的时候去厨房熬了些暖胃安神的汤水，晚上能睡得更香。过会儿就让采莲送过来。”沈宁久久没有得到父亲的回应，便道：“入武堂需要考核，女儿告辞，这就回清幽堂去准备考核的事。”走时，他动作轻柔地关上了门，多看了眼门缝里父亲的苍老背影。沈国山始终背对着正门，晦暗不明的光线映在他枯老的脸庞，滚滚流泪流淌而下。他把桌下的酒拿出来，看了眼铜镜，发现自己眼底都是乌青，怔了好久。这孩子脾气收敛了，心也跟着细了很多。武堂考核就在3日后，边外的武堂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大雁幅员辽阔，物华天宝，光是边外武堂就有足足20多个。沈宁选了其中的紫金武堂。前往紫金武堂的那日，沈宁在沈家门外的马车前等了很久。长嫂奈兰琴说：“宁儿快去吧，别误了重要的事，爹他有事要忙，暂时不能来送你了。”纳兰琴整日提心吊胆，见沈国山对这个到回门的女儿也没多上心，顿时就喜上眉梢，做梦都在笑。爹他能有什么事？沈青山撇撇嘴，他就是不重视阿姐。阿姐，争口气，用你的破云枪亮瞎他的眼睛。沈宁好笑的捏了捏沈青山肉嘟嘟的脸颊，便和母亲采莲上了古朴的马车。纳兰琴看马车远去，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丫鬟小玉撇了撇嘴，都是被休的女人了，一点廉耻之心都没有，不在家里躲着，还整日跑出去抛头露面，还想修武，想要抢走我们大少爷的位置吗？还好老将军高瞻远瞩，知道他非善人，才连送他一下都不来。老将军最看重的还是我们的大少爷。纳兰琴舒爽了不少。却说上京城州老丞相的府上，别院有2楼，沈国山正与老丞相喝着酒，奈何醉翁之意不在酒，沈国山就差整个人掉到窗台。“沈老兄啊，你这哪是来喝酒的？”周老丞相鹤眉善目，笑着捋了捋胡须，意味深长地望着窗外长街。从沈府到紫金武堂得经过丞相府，这点心思，作为多年的老友还能不明白？沈国山恼怒地瞪了眼他，不是来喝酒的，难道是来看你这老东西的？老兄，有辱斯文，斯文能当饭吃？沈国山翻翻白眼。眼见着一辆熟悉的马车路过丞相府，沈国山双眼一亮，翘着个臀部去看。马车渐行渐远，直到被望月楼挡住了视线。沈国山不耐烦地说：“这北渊王没事做建个望月楼做什么？难道还能看见嫦娥不成？还美名其曰赏月？我要是那月亮，我都得整晚整晚的做噩梦。”周老丞相，话说正在望月楼喂狗的燕云彻，忽而一阵凉意嗖嗖，冷不丁打了个喷嚏。他和白毛大狗都两眼茫茫然的。第12章主考官就相识。紫金武堂位于城西，相比起其他的武堂，紫金武堂没有那么多繁复的规矩，但同样的，学生大多不是上京本地人，很多都是大雁各城远道而来的。燕京武堂
是每个修武之人梦寐以求的地方。他们说，那是大雁武学的天堂。自从燕京武堂创办以来，走出去的学生无不是有着赫赫战功的将军。沈宁便是与顾颖南在燕京武堂相识相知的。那会儿，他还算是燕京武堂的风流人物。回忆起往事，沈宁勾着唇悠然地笑了笑。阿姐，沈青山靠在沈宁的身边，埋怨道：“顾颖南他真不是个东西。虽然我不喜欢爹，但要不是爹，他也没有。”青山，郑蔷薇陡然喝一声，沈青山的声音戛然而止，眨眨眼睛，茫然地望着母亲。日后莫要再提那人。郑蔷薇道：“既已无夫妻的关系，他与沈家便如微不足道的尘埃。”沈宁眸光微闪，敏锐地捕捉到了重要的信息，问母亲：“亲弟所说是什么意思？”别胡思乱想，青山年纪小，什么话都能乱说。郑蔷薇慈和地笑。沈青山耷拉着脑袋，双手绞着衣衫，自知说错了话，一个字也不敢从嗓子眼往外蹦。3年前，顾颖南请命出征大齐，遭群臣反对，吾皇也不赞成。沈宁分析道：“原定的是上官家的平西将军讨伐大齐，大齐名力不强，兵力更是远不如我大雁，并且他们的劳作不行。我朝平定大齐的方法，便是将战线拉锯，时间一长，3年左右，大齐必然投降。因此，这是个好差事，不管谁去出征大齐，都会大捷。只是为了不劳民伤财，才会拉锯时间到3年之久。”沈青山扭过头看向阿姐的侧脸，轮廓流畅，气质清冷，透着淡淡的疏离感，眼眸如冬夜荒漠的寒星般。但是沈宁顿了顿，紧接着说：“不出2日，吾皇在金銮殿上就更改了时间，换顾景南去西伐大齐，并且在之后的1年，父亲上交兵权，打算颐养天年。所以顾颖南能得到讨伐大齐的机会，是父亲去求的，对吗？”郑蔷薇望着沉着冷静的女儿，心内深深地叹息了一声。什么都瞒不过他，你爹就是知道你太聪明，所以过了1年才抱病在府，交出兵权。郑蔷薇叹声，就是怕你看出来。而朝中的人都以为顾颖南领兵出征，你爹是为了避嫌才这么做，实际上是颠倒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沈宁眼眶通红，咽喉痛到说不出话。父亲一生高傲，是忠明之将，但也深知帝王权术和历朝功高震主的下场，对此类的事情避之如洪水猛兽，却为了一个顾颖南放弃自己的傲气，私下进宫去求皇上。顾景南，你满心的怨怼，可对得起父亲的良苦用心？至今为止，顾颖南还觉得沈家看不起他的出身，只怕父亲得知永安公主兰莲芝的事情时，比他还要失望难受1000万倍。阿宁，既你已经知晓，就分散了去吧。母亲劝解道：“不要意气用事，也别揣着怨恨，人生在世已有太多的身不由己，匆匆不过100年，总得活着轻松舒畅点。”阿宁敬遵母亲教诲。将军府的马车停在了紫金武堂的正门，沈宁与采莲进入武堂，马车沉重厚实的布帘重新遮下。郑蔷薇眉头紧皱，吩咐车夫去镇国将军府。是。车夫调转马头。沈青山好奇，去那晦气地方作甚？我郑蔷薇的女儿岂容他顾荣母子欺负？郑蔷薇冷笑，有些账他不愿沈宁去计较，但他作为母亲得去把公道讨回来。好，就去镇国将军府，记得绕小路去，别让阿姐知道。沈青山雀跃又兴奋，满身的热血都燃了起来，眼睛里的光比外头的清阳还要亮。他已经好久不见母亲教训人了，可得睁大眼睛好好瞧着那大场面。武堂内甚是宽阔，不仅有许多分门别类的演武场，还有好几栋恢宏高耸的楼阁。当然，上京城中最高的楼阁当属北渊王宴云彻的望月楼，那叫个气派华丽。沈宁前往武学考核的西边演武场时，一路上都有人驻足观望，并小声的议论：“那位就是沈宁吧？若是他通过考核的话，就是我们武堂内身份家世最高的人了。权贵世家的孩子有本事的都去了燕京学宫，再不济退而求其次也是甘霖武堂。而且我听说他以前就是在燕京学宫的学生，来我们这排名最差的小武堂做什么？你也说了，那是以前，显然是人家燕京学宫不要呗。其他的武堂谁想要个修夫的女子？还是个又守废了的学生，所以只能委曲求全来我们这呗。”最后一句音量高了不少。采莲听到这话就要过去算账。沈宁按住他的肩膀摇摇头：“可是小姐，他们说的未免也太难听了。”采莲咬牙：“难听的话，这些年听的还少吗？”沈宁浅声道：“流言蜚语不能击垮你，便会不攻自破。想要自证的最好办法，不是骂回去，而是用真本事。这里是武堂，靠的是拳头，不是嘴上功夫。”哦。采莲撇撇嘴，努力去忽视那些充斥着异样的目光和刺耳的声音。西演武场来考核的人有500多，但进演武堂的名额只有15个。
算是优胜劣汰，大浪淘沙。沈宁环顾的了一圈，500多个的考核学生里边，女子只有不足30的数量。你就是沈将军府的沈宁？一个皮肤黝黑的少女，背着一把比人还高的刀，赤着双足走到了沈宁的面前。沈宁轻点了点头，采莲则提防地望着说话的少女。我叫陈欢欢，燕北明月城修仙来的，沈小姐修夫的事我听说了。陈欢欢咧开嘴一笑，伸了个大拇指，还朝沈宁眨了眨左侧的眼睛，干得漂亮。采莲有些傻眼。沈宁朝陈欢欢礼貌地笑。就在这时，紫金武堂的老师傅带着一列人走进西岩武场，里面就有顾影南。白发老师傅介绍道，这次的武学考核，紫金武堂邀请了郑国将军作为主考官一并督知。考核结束后，顾将军还会为诸位学子讲解长达3年齐燕之战的成功秘诀和各中细节。诸位学子有福了。霎时，一道道目光从四面八方汇向了沈宁。第13章，薄凉月，炽烈日。沈宁不动如山。秋日暖和的风吹来，掀起了他鬓边的碎发。他如看萍水相逢的陌生人般，冷淡地望着被众星拱月般簇拥的顾影南。顾影南于人群之中，一眼就看到了肃静清冷的沈宁。恰如许多年前，他从小地方来，初入燕京学宫时，看到了前呼后拥的沈宁。他穿着干练的红衣，笑起来比男儿还要风流。京都的青年才俊们都如跟屁虫般在他身后。他是薄凉的月，炽烈的日，他顾影南却如地上泥，只有仰视的资格。而今都反过来了，他郑国将军正高高在上的俯瞰着泥泞里挣扎的鱼，看这条鱼如何的濒临死亡。顾影南笑着朝老师父道：承蒙皇上福泽万江，天子之气的祥瑞庇佑，本将才能拿下西岐。确实的仰赖于天子，不过顾将军也是年少有为不可多得的人才，还得是我们皇上慧眼识珠。老师父笑道：武学考核快开始了，顾将军兼任主考官，可得为我们紫金武堂多挑几个人才出来。那是自然。顾影南和顺地道，眼角余光轻瞥了眼沈宁，见沈宁对他无动于衷，心中衍生出了几分恼意。虽然说他与沈宁不再是夫妻了，但在他的潜意识里，沈宁就是他的人。他特地来紫金武堂，就是想看沈宁的低头服软。只要有一个台阶下，他愿意不计前嫌的带沈宁回府，蓝莲枝也不会撼动沈宁原配夫人的位置。老师父道：诸位，你们之中有上京人，也有远道而来为求武学的学子。紫金武堂此次考核只收15位，考的是力。这里指的力分为2种，一种是武学最基础的力量，还有一种就是定力。顾影南点头，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武者，二者缺一不可。卯时已到，还请诸位进行考核吧。紫金武堂的武夫们拿来了沉重的古石和厚重的铁衣，光是这特制的铁衣就有100来斤重，那古石也有30斤。考核的学生需要穿上铁衣，把古石绑在背上进行接下来2场力的考核。所谓力量的考核，就是学生们在没有兵器的情况下赤手空拳的搏斗，并以抽签的方式来决定搏斗的人选。沈宁、罗婷。顾影南陆陆续续抽签念名字，念到这2个名字的时候，在场的人都正愣住了。罗婷是这里面体格最魁梧的男人，肌肉发达，躯干雄壮，光是那手臂都能有沈宁的大腿粗了。捏死仙兽的沈宁，就像是捏死一只蚂蚁那样简单，让人不禁为了沈宁捏了把汗。这场搏斗考核的结局已经显而易见。顾影南沉吟片刻，忽而道：弃权不是丢脸的事情，还请2位量力而行。这话摆明是说给沈宁听。武学考核中，若是运气糟糕透顶遇到实力高超的对手，弃权也是明智之举。沈宁像是没有听到，将青绸般的墨发扎成了高高的马尾，用红绳缠绑住。他干练清爽地走到舞台中央，朝早已抵达的罗婷抱了抱拳，请赐教。得罪了。罗婷语气虽算沉稳，但看着沈宁的眼神满是冰冷的讥诮嘲讽，深处似有戾气蓄势待发。四下里众人都屏息且目不转睛地望着沈宁2人。罗婷是燕北地带来的人，那边的崇武之风更接近江湖气，而且罗婷自幼学的奔雷拳法极其强悍。听说罗婷去年新婚1月有余，喝多了酒，练习奔雷拳法的时候把媳妇都给打死了。沈宁早就废了，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500人的考核学生里头，罗婷名列前茅，是少数的佼佼者。欢欢，你觉得谁会赢？有人问道。陈欢欢回：沈宁。四周众人侧目看来，沉默了好一会儿，便是哄堂大笑。妇人之见，妇人之见啊！一位约莫20的青年鄙夷地道。陈欢欢瞥了眼说话的何子健，咋的？你娘不是妇人？你外祖母不是妇人？没有妇人，哪还有你在这里废话的机会？一番话把何子健堵得瞪着眼睛，指着陈欢欢，
拟了个半天都说不出来第二个字。陈欢欢冷嗤一声，便专心看向舞台。罗婷说：“沈小姐，罗某的奔雷拳法出拳不分男女，武学也不分男女。”沈宁淡淡道：“若是不小心砸碎了沈小姐的天灵盖，还请沈老将军莫要责怪。”罗婷话音才落，踏步往前走出地洞山摇，身体虽强壮，动作却也敏捷。低吼一声，出拳如奔雷万钧，直接砸向了沈宁的面门。这一拳的力量足以把沈宁的脸骨砸断。老师傅捋着胡须，满意的点点头。顾影南呼吸急促，紧攥着双手，他还不想看到沈宁这么狼狈的死了。奔雷拳打向沈宁面门的瞬间，沈宁侧身迅速躲开，让罗婷扑了个空。罗婷回身接连几拳，沈宁都堪堪避开。顾影南旁侧的一个武堂大师摇摇头，只会逃跑，终比不上沈老将军。老师傅道：“沈宁躲不了多久，这罗婷有门道。”却说罗婷扑空十几下后，了解沈宁逃跑的路数，直接预判沈宁的走位，一拳轰然砸了过去。去死！沈宁退无可退，只能迎战。而这一次他也不打算退，赫然打出左拳，与罗婷拳头碰着拳头，两拳相碰，发出轰然巨响。同时，沈宁右腿高高抬起，膝盖撞向了罗婷的胸膛，将罗婷高高顶起。罗婷的身躯在他的膝盖之下，弯曲的像是一把弓，连连后退了数步。沈宁乘胜追击，一记鞭腿横扫而出，砸在了罗婷的面门，腿部沉重的铁衣砸得罗婷口鼻流血。啊！罗婷还欲出拳，沈宁脚掌踏得略去，横旋空中，双足猛踹罗婷的脸庞，将其鼻梁骨活生生踹断。砰！罗婷退了10丈的距离后，眼珠子瞪大，身体朝后倒下。舞台四周死一般的沉寂，学生们面面相觑，震惊到连眼睛都忘记眨。顾影南眉头紧皱着，呆讷地处在原地。顾主考官，结束了。沈宁漫不经心地开口。第14章妇人之见。顾影南眉头紧蹙，怔愣了好半晌，才道：考核武斗，沈宁胜之，罗婷败。武斗连败3位就会直接出局，连进行第2场比试的资格都没有。周遭一片哗然声，看向沈宁的眼神少了几分不重视的傲慢，多了些忌惮与惊色。沈宁于万千的注视之中，耷拉着手臂，跨步走下了舞台。沈宁小姐，请留步。开口说话的人是跟在老师傅顾景南身边的一位中年男人，也是紫金武堂的考核官之一，其名为邓伯飞。可以让我看一下你的左手吗？邓伯飞说。众人都一头的雾水，尤其是与邓伯斐共事的几位老师傅都疑惑得很。根据他们的接触，邓伯斐不像是一位会唐突姑娘的浪子。沈宁沉声道：学生左手掌骨已断，暂时无法抬手，需等接骨之后才能正常活动。此话一出，宛若一旦激起千层浪，叫西演武场500多位考核的学生们都瞠目结舌，呆若木鸡。邓伯斐道：适才的武斗，沈小姐前期看似逃跑，实在是在削弱奔雷拳的力道，并且磨灭掉罗婷的耐心。而最后的出拳，看似是为了一决胜负，其实是声东击西。单论拳法，你肯定不如他，所以从一开始你就想好了，从面门进攻，让他溃不成军。可是如此，一个人的体格再是健壮强悍，脸部也是最为脆弱的地方。正是。沈宁浅笑。邓伯斐感叹：果真虎父无犬女，不愧是沈家所出。伯斐先生谬赞。沈宁略微颔首，便回到了彩莲的身边。武堂老师傅和考核的弟子们看着沈宁垂下的左手，胸腔内的情绪宛若是翻江倒海。他不惜承受断骨之痛，只为了虚晃一枪。狠，这是所有人脑海里都不约而同出现的一个字。对别人狠，对自己更狠。特别是断骨后，他连哼都没有哼一声，那泰然从容的模样，如个无事人般。众人不由想起10里长街的5步流火，听说他也是这样一声不吭的迈过，让人不禁怀疑他是否失去了痛觉。蓝莲芝来时刚好目睹了武斗的后半场，且听到了沈宁与邓伯斐的对话。他拢了拢眉，清亮的眸光落定在沈宁的左手上。此时沈宁正坐了下来，让彩莲从包袱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金疮药和药酒。他把药酒倒在脱臼的左手，微黄的酒水沿着虎口往下淌，随后右手猛地用力按压往上一顶，发出了咔嚓的声音，把离得近一些的何子健吓得往后蹦了一大跳，惊恐地看着沈宁。这女人竟然自己把脱位的骨头接了回去，还是人吗？受到惊吓的不仅是何子健，几乎全部的人都懵了一下。蓝莲芝眸光暗暗闪烁，轻咬了咬朱红色的樱唇。沈宁和他想象中的糟粕貌似有些不一样。莲芝，你来了。顾影南终于发现了蓝莲芝，走过去牵着他的手朝老师傅邓伯斐这些在紫金武堂德高望重的人介绍道：这位是大齐的永安公主，
也是本将的未婚妻。顾将军，恭喜恭喜啊！老师傅笑，哪日好事将近的时候，可得给紫金武堂发个喜帖。蓝莲芝敷衍着这头，眼角余光里尽是沈宁。他从未见过这样清冷如月的女子，有时候比那些将士还要有韧性。你有心事吗？顾影南问。蓝莲芝摇摇头，没什么。顾影南伸出手揉了揉他的头，是想我了吧？在府上我不是说了，很快就会回去吗？考核的学生们一门心思都放在这复杂的关系中，还被顾景南的甜言蜜语哭得发颤，有点恶心。陈欢欢凑在沈宁身边说，我娘说过，负心的男人要吞千千万万的银针，沈宁小姐不妨拭目以待。好。沈宁正在擦拭着破云枪，闻声轻挑起眉梢，笑望了眼陈欢欢。沈宁，你怎么不觉得羞耻？何子健问。为何要觉得羞耻？沈宁反问，只因年少无知，看错了一回人，我就要被绑在耻辱柱上，永远的遭人唾弃，连我自己都自暴自弃，认为此身下贱而低人一等吗？问心无愧的人，一生都不会知道何为羞耻。不知礼义廉耻，不信守诺言，朝三暮四的人才该羞耻。可天下女子哪有羞夫的？往后就有了。沈宁朝他嫣然一笑，眉宇间散发的自信光彩和折射出阳光的眼眸，叫何子健大为震撼。你叫什么？何子健。何子健，我问你，150年前有大雁巢吗？没有吧。何子健想了想，便摇头如拨浪鼓。没有就要创造，生而为人，若连创造的勇气都没有，是否会太悲哀了些呢？沈宁笑着说，历朝历代大雁及周边列国，从前确实从未有过女子休夫的先例，但在我之后，会有千千万万的女子在面对负心之人实战出来，当成为一种习惯。你和子健若生活在这样的习惯之中，又岂会说出今日的话？不会。众人心惊。他的意思是，女子休夫将要成为常态。怎么可能？他们只当是个滑稽的笑谈，并未放在心上。但不管怎么说，这样的话说出来，最丢脸的莫过于是第一例被休的男人顾影南。顾影南原还等着沈宁对他和蓝莲芝的恼羞成怒，没想到竟是当着数百人的面公然谈论休夫之道。他这辈子就没这么丢脸过，还是在他本该风光的时候。顾影南咬紧了牙关，强制使自己冷静下来，若再在人前失礼，就得又出沸腾整座上京的大洋香了。沈姑娘此话放肆了。双眉雪发的老师傅哼了一声，沈姑娘的话老朽不敢苟同。顾将军可是西伐大齐3年艰苦作战的好儿郎大英雄，沈姑娘还是出身将门之人，羞辱一个为国为家的将军，这就是沈家的家风吗？好儿郎，大英雄。沈宁懒倦地垂着美眸，低低地嘲笑出了声。良久，缓抬眼帘，戏谑地望向了顾影南。他配吗？第15章。景兰，莫要无礼。老师傅被沈宁的话给呛到面红耳赤，瞪着眼睛回道：胡闹！我朝将军岂容你一介妇人诟病？妇人又如何？沈宁黑黢黢的眼眸映着日辉，毫不怯弱地直视老师傅。前朝之所以衰败陨落，是因为暴君暴政使百姓民不聊生，江山社稷正所谓为天下计，纲常朝堂更是为了万民。大燕开国皇帝燕玄宗初次登入金銮殿，说的就是皇室宗亲文武百官当以民为天，大燕的妇人哪个不是大燕的民？赫连师傅此话莫不是要推翻燕玄宗的观点？一番话下，一顶高帽子就这么戴在了赫连远山的脑袋上，惊得赫连远山冒出了满背的汗，指着沈宁还想说些什么，望着沈宁认真而固执的神情和那如深潭般的眼眸，竟是语塞了。若说顾影南是好郎，他自幼丧父，母亲独自带大了他，供他来上京谋生，时至3年前，他才把母亲接回来。沈宁说道：试问这3年是谁在照料他的母亲？而他顾影南尽过一天的孝吗？众所周知，彼时顾家上未得镇国将军的封号，顾家一贫如洗，许多东西都是这3年里陆陆续续修葺好的，与他顾景南有关系吗？为子不过如此，为夫他背弃诺言更是不值一提，何来的好郎？西言无场的众人闻言都陷入了沉思。沈宁的这些话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仔细推敲所听的每一个字，便会觉得不无道理。何子坚弱弱地说：可他大胜西岐啊，是他大胜还是燕京大胜？沈宁戏谑的道：大燕朝民富国强，兵力高于大齐的数倍，若以雄师30万西下，不出3个月就能大捷。但大齐上下一心，信仰之强和民族精神不可小觑，若要真打起来，这3个月里大燕至少死伤1半的兵力，胜利将会建立在2国血腥之上。不错。陈欢欢迎着风微抬起下颌说：3年之战说白了是用时间拉锯，内耗掉大齐的元气，再一鼓作气连攻边城，换我朝任意的一个将军
都能得到同样的结局，算什么好英雄？顾影南被说得恼羞成怒，俊脸黑得宛若锅底，看向沈宁的眼神比刀剑还要锋利，甚至还透着毒蛇般的阴鸷。沈宁，你不过是本将不要的女子。错了。沈宁右手伸出，挑起食指朝着顾影南晃了晃。顾大将军，记好了，是我休的你，我不要的你。这是他执意要走5步留火的原因之一。若不然的话，这一生都要被戳脊梁骨。旁人也就罢了，当顾景南也站出来戳他的脊梁骨，比外头流言蜚语的杀伤力得可怕1000万倍。顾影南忽而哑口无言，眼眶逐渐赤红，以清晰的速度爬满了分明的血丝。相比起他满身喷发的怒气，沈宁就如同山间的一汪泉水，深邃、平静、冷得有质感。眼见着气氛就要剑拔弩张，邓伯斐连忙出来打圆场。今日是紫金武堂的考核之日，时辰也过去许久了，诸位还请继续按照抽签制来武斗吧。沈小姐，连胜3人才有机会进入第2场的定力比试，你不妨休息会儿再比。不用了，继续吧。邓伯斐讶然地看了眼沈宁，才望向快要怒炸的顾影南。顾将军，烦请为沈小姐抽签。顾影南深吸了一口气，故意朝蓝莲枝笑道：我与莲枝一体同心，莲枝为我抽吧。他想用蓝莲枝来奚落惹怒沈宁，但沈宁对此事毫无波澜。莫说顾影南跟蓝莲枝两厢情愿了，就算是听说他跟一条狗结为夫妻，沈宁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喜欢的时候，他愿付出性命，入无间地狱也无怨无悔。若是失望，哪怕再痛，也绝不会留恋半分。蓝莲枝抽签了2次，留下的2个名字分别是沈宁接下来要对战的何子健、许如意。蓝莲枝冷冽地喊出这2个名字。何子健浑身一个机灵，眼睛瞪得似铜铃，想到沈宁接骨的画面，还心有余悸地咽了咽口水。何公子，请。沈宁朝何子健咧开嘴一笑，这笑落入何子健的眼里，宛如索命催魂的黑白无常。陈欢欢冷嗤，该不会是要被吓得尿裤子吧？谁说的？何子健一鼓作气冲上舞台，2条腿儿还在止不住的发颤。沈宁率先出手，横越半空，一脚踹在何子健的腹部，直接把何子健踹出了舞台。一招败北，何子健摔得狼狈，周围哄堂大笑。何子健拍拍屁股，缩着脖子，灰头土脸的回去。许如意的实力比何子健高些，沈宁与他切磋了10招，方才险胜。连胜3次，沈宁可以直接进入第2场的定力比试。至于剩下的考核人，还要继续进行武斗，奋出参差。邓伯斐把沈宁带到西岩舞场的另一边。沈小姐，第2场比试在这里进行，你是第一个到的人，肯定会有斐然的成绩。但愿能借先生吉言。武斗那里估计要点时间，沈小姐不妨到西边的器房休息一下。邓伯斐说，器房打开门就能去到百花街，沈小姐若觉得枯燥，就去百花街玩玩吧。好。百花街如其名，整条街不论春夏秋冬，都会用各种印着时节的花来点缀。每逢冬日，银装素裹，大雪纷飞，满街都是破雪而生的红梅，别有一番风味。沈宁还在燕京学宫的时候，与朋友们来过百花街数次。那会儿他每次出行，身边都有10几个人，喝酒买花，骑马打猎，好是快活。后来都没了，对他皆是避而不见。沈宁独自走在长街，恍神时误入百花深处。百花深处人烟稀少，据说是北渊王燕云彻随口一提花，重金打造的，用古法浇灌，连到了深秋时节，还能见到桃花灼灼，算是独一份的存在了。沈宁抬起白如寒素的手，轻抚枝桠间的一朵桃花，汪！一声犬吠，引得沈宁低头看去，是一条白到发光的狗，突地咬住他的裙摆，刺啦2下便咬开了衣料。景兰，莫要无礼。第16章，沈姑娘后会有期。景兰。听到这熟悉的2个字，沈宁的眼皮几不可见地跳动了下，随即循声朝说话之人望了去。百花深处，身穿大红袍子的男子赤着双足，慢条斯理地走来。他的皮肤很白，白到仿佛萦绕着一层晶莹的清辉，随性而懒倦的模样，噙着一丝若有似无的邪气。男子有一双极其好看的眼睛，冷如冬夜的雪，明明是薄凉荒芜的，寒风刺骨，却偏偏还有种隐约的妖气。特别是眉间的朱砂，在这姹紫嫣红的百花丛中，宛如晚霞般的绚烂。沈宁不动声色地打量着眼前之人，下意识地抓着裙摆，尽量去遮挡住被狗咬开的口子。旋即浅浅地行了个礼，道：沈家沈宁见过北渊王。燕云彻说：景兰怕生，因而惊扰了沈姑娘，沈姑娘莫要介怀。声如昆仑玉碎，芙蓉泣露般的好听。沈宁，怪我无端闯入才对。燕云彻，犬子景兰咬坏了姑娘的衣裳，本王应当赔上一件新的才对。沈姑娘身上背着紫金武堂的古石，看来正在参加武学考核，更不能耽误了正事。本王的别院就在百花街后，
沈姑娘不妨去换上一件新的再来。沈宁皱了皱眉，似乎在思考此举的可行性。若是平日倒也罢了，武学考核不能有差错，衣裳上的扣子确实不行。他如今正在风口浪尖，一举一动都意味着沈家的颜面。只是一时半会儿，燕云彻的别院哪会有适合他的衣裳？燕云彻似乎知道他心中所想，漫不经心地道：“别院内有许多的女士衣样，应当适合沈姑娘的大小。”他淡淡的口吻，仿若有着与生俱来的金贵雅气，随着说话而看向沈宁的目光，明明是淡漠的，却让沈宁有种包了衣裳让人摸索尺寸的感觉。那就劳烦王爷前面带路了。沈宁错开了燕云彻的目光，燕云彻浅浅一笑，懒散不羁地带着沈宁朝别院走去。别院的匾额用最纯正的金色写下“眷狂”的富贵二字。沈宁盯着匾额看了好一会儿，有些许的出神。坊间都说本王很俗，本王的别院更俗，沈姑娘也这么觉得吗？雅俗看似敌对，实则互通，大雅即大俗，大俗即大雅。于我而言，人间凡事都当雅俗共赏，才是最舒服的状态和审美。沈宁浅声回。燕云彻不再说话，望着他的眼神却是深邃而幽暗了几分，底下藏着最炽烈的太阳和最不为人知的秘密。别院里头，一花一木，一砖一瓦，乃至于屏风、山画、案牍，都是价值连城之物。沈宁脑子里登时出现了一句话：这泼天的富贵啊！东西的两个方向传来了莺莺燕燕的声音，还有琵琶古琴之乐宛若从天上来。长廊尽头的晦暗处，还有身着霓裳的年轻女子，足不偏跹的跳弹花舞。沈宁的嘴角猛地一抽。传闻北渊王奢靡成性，声色犬马，在各地别院里养着莺莺燕燕的女人，所过之处那叫个夜夜笙歌。而今想来，传闻应当不假。你很讨厌？燕云彻问。沈宁茫然地望着燕云彻。燕云彻讨厌本王这样的人？沈宁浅笑，王爷是性情中人，沈宁又怎么会讨厌呢？不讨厌，是喜欢。燕云彻又问。沈宁又是一怔，比起先前的茫然，多了些警惕。燕云彻却是笑了，不喜欢就好。沈宁，传闻北渊王因情不定，喜怒无常，还真是如此。前面那一间屋子都是女士衣裳，沈姑娘请便。沈宁闻言，脚底抹油似的进了屋。男人站在日头下，凝视着他仓皇的背影，妖孽的眉目浮现了淡淡的笑。汪！白毛大狗用脑袋蹭了蹭男人，急得又吐了两下舌头，像是做对了事情在讨要奖赏般。燕云彻蹲下身子，伸出瘦长洁白的手揉了揉白毛大狗的头部，并且吩咐手下给白毛大狗拿了个零嘴骨头来给他啃着。沈宁走进房间，却是傻眼了。琳琅满目的衣裳应有尽有，都是时下最新的样式。但让沈宁疑惑的是，这些衣裳都只有一个颜色，那就是鲜艳的红。想到燕云彻的红袍，沈宁抬手摸了摸鼻子，自言自语说：这北渊王是有多喜欢红色？他从这群刺目的红里挑了一件样式最简单的穿在身上，然后又重新穿戴好紫金武堂的铁衣，古时才推开门走出去。正在叼着骨头开心到撒泼打滚的白毛大狗，看见沈宁，立即把心心念念的骨头丢了，以此生最快的速度冲刺到了沈宁的面前，围绕着沈宁摇尾巴转圈圈。沈宁眸光一闪，摸了摸白毛大狗。白毛大狗更高兴了，恨不得就糊在沈宁的身上。沈宁对他倒也有眼缘，只不过心里有个疑惑：这狗既然喜欢他，方才初见的时候又为何要咬破他的衣裳？许是想到了什么般，沈宁心内深叹了一口气，看来是有其主必有其狗，主子阴晴不定，狗儿也喜怒无常。沈宁打算敬而远之，既然重归沈家，就不能和皇家人走得太近，哪怕是个看起来对皇权毫无威胁力的王爷。王爷！侍卫17火急火燎地冲进富贵别院，人还没到，那声音就如雷霆炸开了：皇上又喊您下棋了，王爷你！在看见沈宁的那一刹，侍卫刹住了脚步，陡然沉默下来，滚动着喉结吞咽了几下口水。富贵别院的女人都是北渊王救下来的苦厄之人，而且多半他都很熟，因是王爷睡大觉的时候，他得穿着王爷的袍子乘轿来富贵别院，和这群女人们载歌载舞到黎明才能去休息。起初有美人常伴他也开心，后来发现比当王爷的贴身侍卫还累，他就觉得苦不堪言。如今见有个陌生的女人，17还以为又是来陪自己载歌载舞的，刚想轻浮的说什么，燕云彻一巴掌甩在他的后脑勺，冷淡地道：被叫。哦！17双手揉了揉后脑勺鼓起来的包，蔫了吧唧的吐了个音。燕云彻，沈姑娘后会有期。沈宁后会有期。沈宁原路折回，却是在快要出了富贵别院的拐角处，被一个穿着红色霓裳浓妆艳抹的女子给拦住。你就是王爷新看上的女人？也不过如此。第17章，一夜夫妻百日恩，床头吵架床尾和。陈燕姬，富贵别院姿色最为上乘的舞女。
他轻挑起眼梢绯红的眸光，上上下下如临大敌般打量着沈宁。沈宁的容貌说不上倾国倾城，但他站在那里就好似一阵风，一捧雪，内敛而沉着的气质是比三冬寒的清冷。远处，燕云彻与17停下了脚步。17，燕姬是个心眼小又刻薄的，这位姑娘怕是要被燕姬欺负了，王爷不去帮忙吗？燕云彻眸色妖冶地望过去，神情端着旁人难以看懂的深意。却说沈宁只淡淡地望了眼陈燕姬，秉持着息事宁人的想法，绕开了陈燕姬往外迈步。陈燕姬陡然抓住沈宁的手腕，是个哑巴吗？我跟你说话你没听见？你这是什么态度？沈宁反手如铅块般紧紧用力将陈燕姬的腕部给扣到了对方的身后，直接简单粗暴地把陈燕姬给抵在了墙上，使陈燕姬用尽浑身力气去挣扎，最终徒劳无果。我与北渊王并无任何的关系，我并非是在向你解释什么，而是在奉劝你见好就收，否则闹大了的后果不是你能承担的。沈宁冷嗤一笑，嗓音格外的清冽，懂了吗？懂了。陈燕姬瑟瑟的回。沈宁松开了对方的手，径直的折回。而就在这时，背对着他的陈燕姬心有不甘的拿起了旁边的木棍，一木棍就要朝沈宁的后脑勺打去。沈宁的后脑勺却像是长了眼睛般，头微微一偏就躲过了木棍，右手稳稳当当的抓住木棍，回身一脚踹在了陈燕姬的膝盖。扑通一声，陈燕姬滑稽而狼狈的屈膝跪在了地上，一抬头就能看到沈宁冷漠如霜的脸。对上那双死寂如骨潭眼眸的刹那，陈燕姬的心脏仿佛都紧跟着漏跳了。砰！沈宁一棍砸在陈燕姬的头部，把陈燕姬砸得脑子嗡鸣作响，震荡到一片空白。棍棒之下的额角溢开了一抹逐渐分叉着往下流淌的鲜红血液。你敢打我？陈燕姬红着眼，哑声喊：我是王爷的人，你怎么敢的？王爷应当尚未走远，需要我现在去把王爷请来为你主持公道吗？沈宁把玩着染血的木棍，戏谑地问。先前进来富贵别院的时候，他暗中观察了下，别院里有许许多多的女子，都是乐师和舞女，而且都只敢远观北渊王，连近距离的来行礼一个都没有，包括眼前的这位霓裳舞女。她在北渊王的心底里和别院的每个女子一样，不会有多余的特殊待遇，估计只敢私底下耀武扬威，真要闹到北渊王面前去，此人是断断不敢的。如沈宁所料，陈燕姬不敢再叫嚣了，眼神还在躲闪。沈宁半眯起黑曜石般的眸子，抬脚做事要去找燕云彻。姑娘受了这般大的委屈，还是请王爷来处理吧。不，陈燕姬还保持着跪在地上的姿势扑了过去，双手死死地抱住了沈宁的大腿，哆嗦着嘴唇说：你不能找王爷。不能，你是王爷的人，不让王爷来处理，说不过去吧？沈宁冷淡地道。陈燕姬仰头望着沈宁平静的面庞，而后咬了咬牙，低着头屈辱地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我的无心之失，日后燕姬绝不会再冒犯姑娘。知道错了。燕姬知错。沈宁眸光掠过陈燕姬额角的伤，既是习武之人，还是赶紧去处理伤口吧，时间太久是会留疤的。陈燕姬抬手摸了下额角的伤，轻抽一口凉气，便低头看去，指腹都是血液。这张年轻有姿色的脸，是她成为北渊王妃的筹码。陈燕姬慌慌张张起身朝内院跑去，似是想到了什么般，回头看向了站在阳光下的沈宁，从容泰然，还有生人勿近的冰冷。陈燕姬颠沛流离许多年，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却唯独没有遇到过沈宁这一挂的。他纤瘦，他也坚定。而不仅仅是陈燕姬，燕云彻也是远远地凝望着沈宁，眼底深处浮现了旁人窥不见的沉痛。现在还需要去帮忙吗？燕云彻敛起神色，轻蔑地扫了眼侍卫17。若非是亲眼所见，他也不知沈姑娘竟是如斯彪悍。契堂，小姐，你怎么换衣服了？采莲迎上来，围绕着沈宁转了一圈。小姐以前酷爱红色，但在右手受伤后就逐渐的反感，直到3年不曾碰一件红衣，遇到了些意料之外的人和狗。沈宁倒了杯凉茶，透过窗棂看向考核的西岩舞场，问：第一场舞考怎么样了？陈欢欢顺利进入了第2场。采莲说道：看样子快结束了，约莫只有100个人进入第2场。正说着话，就见气堂左侧的屋门嘎吱一声被人打开，沈宁的身后传来了顾颖南的声音：阿宁，这是治疗你手部的药。沈宁目光冰凉地望向了虚情假意的男人。采莲张开手将沈宁护在身后，警惕地瞪着顾颖南：顾将军，我家小姐已经和你没有关系了，你这又是玩的哪一出？顾将军难道是贵人多忘事，这一会儿的时间就忘季芳才在舞考的时候如何羞辱我家小姐的了吗？他恨极了这个男人，让他家小姐吃了数年的苦，遭了全城的非议，从天之娇女沦为燕京的笑柄。我来是为了
给阿宁道歉。顾颖南说：“阿宁，你不该拿修复的事情放到大厅广场之下去，言辞凿凿的说些离经叛道的话。纵然我们不再是夫妻，但一夜夫妻百日恩，床头吵架床尾和，你不该那么去做，也不该那样去说。阿宁，我是为你好，你不比当初有好些个青年才俊追着求娶，你是被休过的女子，除了我，还会有哪家优秀的男子去娶你吗？你做人做事，开口说话前就不能三思一番。这就是你的道歉。”沈宁落下茶盏，轻掀了鲜白红的唇。阿宁，顾将军，我们既未同床共枕过，何来的一夜夫妻？3年征战，让顾将军忘记了自己不举的事吗？他眉眼弯弯浅浅的笑，话音如鼓声猛击顾景南的灵魂和头脑，眼睛唰的一下就红了。恼羞过后的怒语入骨的恨刹那间冲上了天灵盖，看着沈宁的眼神仿若是深夜出动要去活活吃人的野兽。第18章，一别多年，你看起来废了不少。沈宁，我惜你爱你，不曾想到你会是这样的人。顾颖南双手握拳，隐忍地道：“大丈夫光明磊落，我承认莲枝的事是我的错，是我负了你，但我是为了什么你不知道吗？我都是为了你，是我无颜在你面前，但是你看我现在是活生生的男人了，这不是为了你吗？因为我不想让你守一辈子的活寡，可你呢？你想想看，你这半个月做的都叫什么事？”沈宁怔怔地看着顾颖南，沉默半晌，忽而笑出了声。他的笑声从小变大，最后笑到花枝乱颤般，几年的笑都融合到了一天，笑得眼泪飞溅，眸子发红。顾颖南看着他这般癫狂的样子，心里发闷，很是不舒服，就像五脏六腑都挤成了一团乱麻。他想走上前去抱抱这个曾经让自己爱进骨髓深处的女子，然而身为男人的尊严却在脑海里警告他，遏制他：“你背弃诺言，与蓝莲枝在大雁境外私定终身，你说是为了我？”沈宁笑完，冷漠而嘲讽地说，指腹不经意地抹去了眼梢边的泪痕。阿宁，扪心自问，作为一名妻子，不能让丈夫提起床子的兴趣，你是何等的失败？顾颖南皱眉，但你从未反思过，事到如今，甚至还拿这种事情来抨击我，你真是一个好妻子、好女人吗？你为什么就不能和莲枝心平气和的相处？她可是大齐的公主，你为什么非要自私到我顾颖南只能拥有你一个女人呢？你有没有想过，为何我能与莲枝有夫妻之实，却不能和身为我妻子的你有床子之情？这是不是你的问题？顾将军，你在说什么啊？采莲震惊地瞪着顾颖南，小姐一心一意为了你，连家都不要了，你就这样指责她的？若真是一心一意为了我，又怎会离我而去？顾颖南反驳：什么连家都不要了？那不过是你家小姐与沈国山的阴谋诡计罢了，就是怕我借沈家的事。沈宁，你看到了吧？不需要沈家，我也能活得很好。你喊我父亲什么？沈宁忽而冷冰冰地问。沈国山戎马一生，功勋无数，每一道荣耀都是身上深可见骨的伤痕，哪怕皇室宗亲都得礼敬3分。纵观燕京上下，谁敢无礼到直呼其名？顾颖南敢，他已非我岳丈大人，我不称为沈国山，难道得称之为父亲吗？顾颖南好笑地说。沈宁抓起桌上的茶杯，毫不犹豫地砸向了顾颖南的额角。顾颖南不愧是位江之人，在关键时刻眼疾手快地抓住了茶杯。沈宁，你想与我动手？咻！却见沈宁早一步用脚踢了下旁边的破云枪，破云枪朝外飞去的同时，沈宁身影迅速掠动，他以掩耳不及迅雷之势出现在了顾颖南的身后，右手抓住破云枪，回身一枪扎进了顾颖南的肩胛骨。他的速度快到极致，连征战3年的顾颖南都没能及时的反应过来。顾颖南痛苦之时，亦是被沈宁的身法速度和出枪之灵锐给惊了一下。洗手做羹汤长达数年的沈宁，武学造诣竟然没有退步，这怎么可能呢？刺了！沈宁将破云枪从顾颖南身后的肩胛骨拔出来，登时就多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血窟窿。顾大将军，一别多年，你看起来废了不少。闻言，顾颖南猛地瞪着眼睛看过去，却见沈宁笑靥如花，鲜红的衣裳为他添了若有似无的媚。他就站在傲立在气堂玄关的逆光处，仿佛与潋滟的霞色融为了一体。恍然间，顾颖南好似回到了多年以前在燕京学宫的那段日子。他会和学宫内其他的少年一样，每回休息都会溜出去偷偷看他。这一刻，顾颖南发红的赤目翻涌出了狂热的痴迷之色。沈宁接过采莲递来的帕子，有条不紊地擦拭着破云枪的血迹，慢条斯理地说：如若顾将军不想被人知道自己堂堂镇国将军被一个几年不能握枪的弱女子给捅了，就趁早消失在我的眼前吧。采莲送客。好嘞。采莲也算是见过大场面的，非但不惊不慌，还有点憋着的得意洋洋。他强力忍着如过年般的高兴，
伸开手，面无表情的道：“顾将军，请回吧，这里不欢迎你。”顾影南捂着肩胛骨的伤口，愤愤然的还想说些什么，却也怕自己闹出了天大的笑话，无法在燕京混下去，只得讪讪的离开气堂，逃时如断脊之犬。沈宁深呼了一口气，身体疲软的坐回了椅上，低头看向了右手的手掌。用了燕云彻的药，他的右手在恢复的路上。医师说过，恢复期得尽量少动用右手比武，3天不得超过1次。也就是说，接下来的3天，他不能再用右手使枪法了。顾影南捂着伤口走出气堂，满脑子都是沈宁方才的枪法。怎么受伤了？蓝莲芝担心的问，抬眸看了眼不远处的气堂，你去见沈宁了吗？顾影南红着眼说，莲芝，以后他不会再纠缠我了，会把正妻的位置留给你，代价是你中他一枪。蓝莲芝顺着话往下说。顾影南并未回答，反而还有些躲闪和掩饰。不用管我，我顾影南男子汉大丈夫，怎能连这点的苦都吃不了呢？景南哥哥，蓝莲芝挪开了顾影南的手，看见顾影南肩胛骨的血色窟窿，眼睛顿时燃起了一片绯红，蓄满水雾的光泽，无比心疼又无比的感动，一颗心跟着快速跳动。他最喜爱的就是这般英勇无畏的男子，有担当，会负责，且一诺千斤重。他踮起足尖，双手环绕住了顾影南的脖颈，嫣红的唇碰了碰男人的嘴唇。顾影南察觉到身后的气堂有动静，在蓝莲芝打算抽身的时候，强而有力的臂膀搂住了蓝莲芝的腰部，延长加深了这个吻，炽烈缠绵的连秋风都在脸红。沈宁与采莲一出气堂，就看到了这干柴烈火的一幕。第19章，一如那个绝望的谷底和无人的夜。砰的一下，顾影南将蓝莲芝抵在了墙壁，布满茧子的右手不安分地隔着衣料碰触蓝莲芝。须臾，蓝莲芝软如春水，好似五谷般瘫在了顾影南的怀中。顾影南愈发的放肆了，也不顾是不是不合时宜，就差当着沈宁主仆的面上演一场活色生香。他的眼角余光却都在暗暗地观察沈宁，依旧是想要看到沈宁的恼怒和痛苦。沈宁按捺住采莲，背着银色的破云枪，完完全全地忽略了情意正浓的两位，径直地朝演武场的考核地方走去。顾影南不仅没有半分的快感，还感觉自己作为男人的尊严都被沈宁踩在了脚底下，狠狠地蹂躏着。景南哥哥，蓝莲芝低语，眼神里带着丝儿。顾影南连肩胛骨的伤口都不去处理，抱起蓝莲芝就朝气堂里面走。屋门重重的合上。蓝莲芝冷静下来，景南哥哥，你的伤先去处理伤吧。莲芝在怀便是最好的治伤良药。短短一句话就让蓝莲芝深陷其中，看向身前男人的眼神一如既往的炙热和迷恋。衣衫渐退，海棠窗合上，而余下人影沉浮。莲芝，莲芝，每一声的轻唤都是在引他甘之如饴的沉沦。深秋的风渐渐大，气堂也慢慢升温。顾将军也太过分了。采莲回头看向紧闭的门，隐隐约约能听到些让人心跳的声音。这不还没过门吗？光天化日之下，这成何体统？还一国公主呢？我呸！沈宁脑子里在思考第2场的武学考核，真恶心。采莲喋喋不休，不愧是大将军，受这么大的伤还生龙活虎的。小姐，等回府了，我要告诉老将军，让。采莲，沈宁冷漠地打断了采莲的话，认真直视采莲的眼睛，郑重地说：父亲年事已高，有些不重要的人，不重要的事，就不要去侮辱父亲的耳朵了。可采莲心里委屈，你想为我打抱不平？沈宁浅笑，那便不必了。你现在该做的是恭喜我。恭喜？采莲以为自家小姐疯掉了，出了这么大的事，不去自戕就算好的，要人怎么恭喜？恭喜我及时止损，恭喜我做回我，也恭喜我用短暂的3年就看清了一个不知我倾尽所有的人。可这3年，你想说这3年很长很苦是吗？沈宁笑意更浓，比起那些用了10余年、几十载，甚至是一辈子的女人才看清丈夫的真面目，我何其有幸呢？或许现在和3年前的起点有些不同，会难许多，但这重要吗？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的终点在哪里？我是否能抵达那里？采莲，当逆境来临时，要做的不能只是崩溃，而是崩溃后的奋发。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采莲似懂非懂，听得晃了神。等到沈宁走远，采莲才屁颠屁颠提着东西跟过去。小姐，等等人家。气堂，莲芝。顾影南深情地注视着他，咬着他的耳廓，说话时温热的吐息拍打在雪白的肌肤。我与他从未有过夫妻之事。这……蓝莲芝难以置信地睁大了双眸。他问：为何？顾影南，因为我对他的感情没那么深，所以我抗拒着他的接触，我抗拒和这世上任何一个女子的接触。只有你，莲芝，只有你是不一样的。你是长在塞北的花，
能和我共鸣，和我去天堂。遇到你的那一刻，我才知道，我抗拒燕京的女子们，是因为我一直在等你。锦南哥哥，莲芝，我爱你。顾影南攥紧了蓝莲芝的双手，低吼出声，肩胛骨的伤口流出鲜艳的血，仿佛在为他们的爱情喝彩。这一刻，蓝莲芝震撼到，恨不得死在这只有彼此之声的气堂。我也爱你。她心满意足地闭上眼睛，又成了那个满目崇拜着敌国将军的大齐公主，一如那个绝望的谷底和无人的夜，一次又一次沦陷在他的怀里。气堂的动静并不小，陈欢欢和几个考核完第一场的人打算来气堂休息，身体都僵在了原处。他紧闭着眼睛，双手也死死地攥成了拳头，额角沁出了几滴汗，好似回到了很多年前。不足5岁的他掀开帘子，看到父亲与2个不知哪里来的女子搅到了一起去，他就那样看了一整夜，后来变成了他年少挥之不去的梦魇。你们几个怎么站在这里？快进去休息！有没有看到顾主考官？邓伯斐话音才落，就怔怔地看着气堂。走得慢一些的赫连远山也被这劲爆的动静给惊住了，还不回演武场。赫连远山压低声音呵斥，陈欢欢等考核弟子便从哪里来的就回哪里去了。看来顾将军有正事要处理，伯妃别在这里扫了将军的兴致。赫连远山赶忙走开。回去的路上，邓伯斐、远山叔，纵然顾将军他温香软玉在怀情难自禁，但这样做太过分了。赫连远山，年轻人，血气方刚，理解理解。邓伯斐，沈宁小姐方才就在这气堂休息，顾将军他分明就是故意的。远山叔，我承认你所说的，沈小姐她修夫之举还有后面一系列的做法都对顾影南有很大的影响，但我问你，他沈宁当初是燕京奇才，先皇抱他比抱亲孙女都亲，以他的家世和天赋，什么样的男子没有？就论他当初断绝关系嫁给顾影南，并且在这3年把顾家发展得很好，顾影南今日也不能做出这样的事来。你说这世上有几个女子能够为了个还没功成名就的男人放下一切的光鲜亮丽？赫连远山沉默不言。他虽不喜欢沈宁，但也觉得顾影南身为男儿，不该把事情做到这个地步。2人已回西岩武场。赫连远山朝边沿的角落看去，女子坐在石墩，翻了一页枪谱。秋风吹动她两鬓的碎发，她仿若一世独立的仙灵，在这闹市里自成了一世界。沈宁，赫连远山忽而道。沈宁抬起黝黑的眸，温和平静地望向赫连远山。赫连远山说：“老朽那里有些药，还有几个武学谱子，到时候你记得带上。”第20章，男人至死是少年。沈宁怔了怔，讶然地望向了放下偏见的赫连远山。周遭的考核武者们也都惊得不行。要知道，赫连远山就是个迂腐的老封建，对待沈宁这类的刺头，从来都不会有好脸色。谢谢赫连老先生。末了，沈宁咧开嘴浅浅一笑，美眸似若染着浅色的光。赫连远山不自在地闷哼了一声，还甩甩灰青的袖袍，心中却在腹诽：哼，老什么老？他很老吗？燕京坊间不是流传一句话，叫什么男人至死是少年？邓伯斐瞧着赫连远山拧巴的模样，狂放的大笑出声。有些人只有深入接触，才会知道好坏与否。远观终究只能看到表面的杂色。不多时，顾影南就派侍从过来传话了：诸位，顾将军在沙场留下的旧伤又犯了，估计不能继续担任此次武士的主考官。赫连远山，众人 he to e 什么沙场旧伤？众人都心知肚明的很，不就是被蓝莲之诈干了？那劳烦转告一下顾将军，多多注意身体。邓伯斐循循儒雅的道：是。这人屁颠屁颠的离开演武场，走出了紫金武堂的大门，得知顾影南上了马车，还没动身，刚要靠近去传达邓伯斐的话，就听见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一时间嘴巴张大到能塞下咸鸭蛋的程度了。侍从惊了好久，估摸着如今不是适合传话的好时机，便懂事的闭上了嘴。锦南哥哥，你会后悔吗？后悔什么？沈宁，不会，我只后悔没有早些遇见你。顾影南拥住蓝莲枝，满地衣裳。正是关键时刻，只闻石破惊天的一声，汪！景兰，再叫就不给你骨头吃了。随即响起的是道带着几分邪气的嗓音：北渊王！顾影南给吓得身躯一震，人都要扭曲了。蓝莲之意识瞬间清醒过来，眉目间全都是窘迫之色。王爷！顾影南慌慌张张的套了一件外袍，发丝凌乱的很，只掀了半截帘子，探出个脑袋，狼狈的行了个敷衍的礼。本王当是谁？原来是顾将军。叶云彻眉开眼笑，乍然间有些童叟无欺。他上下打量了下马车，佯装不知的问：顾将军是怎么了？怎么连马车都不下？这会儿紫金武堂外的一些百姓都围聚在此，
远远的观望。王爷，实在是抱歉，下官还不能下马车。顾颖南急道。顾将军可是3年征战，身体疲乏。说着，燕云彻漫不经心地扫了眼白毛大狗。景兰，你要多向顾将军学习，知道吗？汪！让人震惊的是，这极具灵性的白毛大狗不仅回应了燕云彻的话，竟还点了点头。顾将军既是身体不适，就赶紧回家歇息吧。稍后本王进宫见皇上的时候，会请皇上派个御医去看看你的伤。燕云彻语气关心，顾颖南却是受宠若惊，多谢王爷挂念，下官身上都是些小毛病，就不必劳烦御医了。话音落地之际，只见看起来很乖顺的白毛大狗，像是突然犯病般发狂地扑进了马车。白毛大狗这么一冲，帘子直接给扯了下来，把里面的场景给暴露给每一个围观的百姓和武者看。啊！蓝莲芝低呼了声，慌慌张张地拿起衣裳披在自己身上，惊恐地望向外面那些充斥着异样的眼神。她乃西北大气正统的皇室公主，怎么能像那些下贱的妓一样，公人在闹市围观着自己的身子呢？她从未有一刻像现在这样害怕、恐慌、屈辱感，如同洪水猛兽吞噬掉她一生要强的尊严。她是高傲的来燕京联姻的，这是传回大旗。她要父皇母后还有皇兄皇姐他们如何做人？顾颖南也没想到白毛大狗会失控，吓得只能把蓝莲之护在身后。燕云彻用着看圈子里牲口的眼神，冰冷的瞥向脸色煞白的顾颖南。顾将军好雅兴，比本王玩的都欢，还没下马车就忍不住欢宠婢子。她不是婢子，她是大齐的公主。蓝莲之眼睛通红，可她没有勇气去反驳燕云彻的话了。只因现在的她与婢子有何区别？她像是见不得光的肮脏东西，躲在顾颖南的身后，裹着衣裳瑟瑟发抖，曾经骄傲的睥睨大齐群雄百官，而今连头都不敢抬了。她怎么会落魄成这样？她不知道。汹涌的泪水顺着蓝莲之毫无血色的小脸流下。围观在四周的百姓们窃窃私语，指指点点，哪有什么婢子？你看那衣裳料子，是婢子有资格穿的吗？明明就是大齐的那位公主吗？大齐民风彪悍，着实让我燕京群人为之惊叹，连狗都看不下去了。放肆！燕云彻薄唇微掀，嗓音不怒自威，让人如雷贯耳般。周围的声音全部止住，死寂一片，都不敢看向燕云彻的眼睛，俱都惴惴不安地低头看着地面。蓝莲之微微抬起挂着泪珠的眼睫，从顾颖南的背后朝燕云彻悄悄看去。顾颖南满心都是对燕云彻此刻为他解围的感激。只见燕云彻继而喝道：“顾将军是劳苦功高之人，莫说在马车里冲动了一回，就算在大街上，诸位受其庇佑，也得多加理解顾将军。”顾颖南，百姓，这说的是人话吗？但从燕云彻这般王爷嘴里说出来，越不是人说的话，越是合理。顾将军莫要窘迫，整个燕京都是你的支柱。燕云彻又说：“日后谁敢讨论顾将军在马车混乱之事，休怪本王不讲情面了。”顾颖南，这位也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他顾颖南在马车做了些什么呀？不说还好，这么一说，不出半日就能如秋风卷落叶般刮遍全城。顾将军莫被那蠢狗扰了雅兴，还请继续。燕云彻优雅的微笑，似个斯文败类般。顾颖南，他感觉自己得被这一人一狗给吓得终生不举了，哪还有继续下去的雅兴啊？第21章，那个女孩充满了野性。燕云彻仿佛察觉不到顾颖南的郁闷，还冷睨了演17在内的几个侍卫，喝道：“顾将军马车混乱之事，你们几个切莫传出去，知道吗？”17是个机灵的，当即昂首挺胸，气沉丹田，夹紧屁股，猛地嗷了一嗓子：“王爷放心，我们绝不会把顾将军私下淫乱的事传出去。”顾颖南此时此刻，他望着燕云彻极其妖孽的面庞，俨然怀疑自己上辈子是不是欠这位王爷的。眼见着燕云彻又要为他着想，把他吓得脊椎骨一凉，连忙讪讪笑了几声，在马车摇摇行礼：“王爷，下官家中母亲体若受伤，就不陪王爷了，下官告辞。”车夫驾着马儿在燕京上街一路狂奔，那遮羞的帘子被白毛大狗扯掉，顾颖南只好用外袍裹着蓝莲枝，自己只能护住下3寸的关键部位。几条街的百姓平民都好奇地看过去，年幼的稚童刚探出个脑袋眨眨眼睛，就被长辈给捂着眼睛拽了回去。可以说，顾颖南时隔半月前的被羞之辱，又上演了一场震惊整座上京城的闹剧。燕云彻望着远去的马车，唇角绽入了极致好看的笑容。17顿感凉飕飕的，冷得缩了缩脖子。不知怎地，看到王爷的这个笑，回回都瘆得慌。紫金武堂西演武场正欲进行第2场的定力考核，因为雇主考官的离去，赫连远山、邓伯肥几位当即焦头烂额了。现在重新去找一位主考官也来不及。紫金武堂就算排在末流，主考官的身份那也得是在上京德高望重的才行。只有如此，
武堂才有威慑力和公信力。远山先生，邓伯斐说，不如你同时兼任主考官吧。岂非胡闹？赫连远山皱眉，考官哪有兼任之说？一个主考官，3个副考官，6个临场旁观的荷官，一个都不能少。这是老祖宗开创武堂时定下的规矩，历代武堂皆是如此，绝不能随意更改。距离第2场的时间已经超时了很久，再超时下去，明日清晨都不一定能够结束。另一位同样是白发老者的副考官如是说道。实在不行，放到明日再比。赫连远山问：1晚上的时间足够我们找到新的主考官？话说出口，赫连远山又后悔了。所谓的定力，必须紧跟在第1场之后，才能充分的发挥出考核者的潜能。等考核者吃饱喝足睡一觉后，再来比试什么劳什子的定力，效果岂不是要减半了？每个武堂的考核之事都至关重要。武堂与武堂之间就像一座金字塔，燕京学宫就在这金字塔的最上方，形成了一条根深蒂固的鄙视链。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暗处盯着，就是为了找到些许的错处去小题大做。这考核还要不要继续了？有人小声叨叨。不知道，先等着吧。这得等到猴年马月，顾主考官也真是的，就非要这么血气方刚，忍一会儿都不行。谁说顾主考官不能忍的？最后说话的是一名容貌清丽的女子，穿着胭脂色的罗裙，张嘴出声，有意无意地看了严沈宁，带着几分嘲讽地说：听说当初顾主考官新婚的当天，还在青烟楼听小曲儿呢，还喝了1晚上的酒，成亲不久就请命去边境，这不是挺能忍的吗？话里话外都是对沈宁嘲讽的女子叫做顾烟罗，是上京本地人，家里算不得什么名门望族，乃是商贾之后。数年前，顾烟罗流落贼寇之手，被路过的顾颖南搭救，从此情根深种，悄悄爱慕。由于女儿家的矜持与害羞，她久久没能袒露心声。当她酝酿许久，准备鼓足勇气，却被沈宁半路截胡了。顾烟罗如今特地参加武考，就是得知沈宁会来，倒也不是为了其他，就是想看看昔日高高在上的沈小姐今是怎样的落魄罢了。毕竟数年过去，他早已对顾颖南没了爱慕之情，但沈宁的存在就像是一根刺卡在他的咽喉，上不去也下不来。沈宁安然地坐在石墩，缓慢地擦拭着手里的破云枪。顾烟罗见他不痛不痒，咽喉的那一根刺愈发的疼痛难耐。哎，顾烟罗叹了口气。旁人问：顾小姐何故叹气？顾烟罗又叹气一声，才放软了语调，绵声说：也没什么，就是想起了我远方的小姑。哎，罢了，不提也罢。这话算是吊足了胃口。其他人都围聚过来，催着顾烟罗说说那远方小姑的具体情况。顾烟罗不经意地看了严沈宁，便道：是这样的，我那远方小姑不听父母劝阻，嫁给了个穷书生，还是私奔去那穷乡僻壤的。小姑以为往后的生活会是风花雪月，处处诗情画意，乃至婚后那穷书生就翻了脸，不仅豪赌还嗜酒，回回喝醉了都对我小姑一顿毒打。我小姑忍不住以死相逼，才讨来一封休书，回到娘家，家里嫌她丢脸，地位连婢子都不如，娘家觉得脸上无光呢。说至此，顿了顿，喝了口水壶的凉开水，才接着说：你们也知道，这嫁出去的女儿孤身回娘家是多晦气的事情。她娘家找媒婆再说个婚事，但是啊，谁看得上呢？拖了3、4年都没人要，可怜啊，这辈子的孤独终老了。这不，前不久我得到了消息。顾烟罗卖了个关子，其他人急道：是什么消息？小姑不想拖累娘家，跳井死了。众人陡然沉默。这是个沉重复杂的故事，令人不禁唏嘘顾家小姑悲剧的人生。而与此同时，更多的人是看向了沈宁。沈宁和顾家小姑又有什么区别呢？顾烟罗蓦地达成，笑意从眼睛里跑出来。他初次来上京城的时候只有7岁，他看着父亲为了带他进城给他上户，在官爷面前弓着腰赔礼道歉，笑得很假很可怜，脑袋都要掉到地上去。他手足无措地站在玄关，听到动静朝外头看去，和他年纪相仿的女孩穿着一袭干练的红衣，带着一群男儿纵马而过，脸上的笑意不羁又桀骜。那个女孩充满了野性，像是脱缰的野马，可也有满身顾烟罗遥不可及的贵气。他下意识扶着柜子上的花瓶，听到有少年喊：沈宁，你慢点儿，等等我们。花瓶被他不小心砸碎，父亲让他再跪了3天3夜，差点饿死。他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是那道红色的身影。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为什么那么大呢？为什么他不是沈宁？第22章，抱歉，让顾小姐受惊了。再往后，顾家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不再穿着普通的布衣，放在他面前的都是绫罗绸缎。顾烟罗以为自己和沈宁能平起平坐了，直到他当初心心念念的少年郎眼里只有沈宁，颓败感淹没了他，让他几近窒息。顾烟罗看着现在的沈宁，才觉得扬眉吐气了。
沈宁始终不在意周围人的眼光，像是想到了什么，擦枪的动作顿了下，低声问陈欢欢：“陈姑娘，武堂1年2次考核，分别是春秋2季，而参加考核的人是武堂的机密之事，除考核日当天绝不会开放消息，是这样吗？”他有3年没有关注燕京各大武堂之事，这次考核也只是提前准备，并不知晓这些规矩是否还和数年前相同。是这样没错，陈欢欢道。沈宁半眯起了在傍晚余晖下折射出琥珀色的眸子，面颊染上一片深意。顾颖南作为主考官，在今天知道他参加考核的消息，可以自愿加入考官队伍，紫金武堂也会欢迎这么一位还算重量级的人物。但顾烟罗身为参加考核的人之一，没办法在考核日当天参加，必须在前段时间报名才对。问题就出在这里，也就是说，有人不仅知道顾烟罗当初爱慕过顾颖南，还把他要参加考核的消息在半个月前就透露给了顾烟罗。有意思。沈宁风轻云淡的笑了笑，颇显得慵懒。顾烟罗爱慕之事，还是几年前他无意听齐国公府的千金提起，因是他与顾颖南成婚的当日，顾烟罗哭得肝肠寸断，喝到不省人事，嘴里还喊着顾颖南的名字。顾小姐，这就你顾家的不是了。何子健忽然高声道。何子健按理来说不该继续出现在这里，在场的多是等待参加第2场考核的人，至于第1场的失败者，都觉得没脸见人，灰溜溜的走了。这何子健倒是一朵迎风生长的奇葩，还非得留下来观看。顾烟罗眉头一皱，不悦地看向了何子健，反问道：“何公子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就听不懂了？”何子健说：“首先，婚姻之事应当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顾家小姑私奔固然不对，但情窦初开的年纪，难免为爱情冲昏头脑。但作为他的父母，就因为女儿的一点错误和世俗的偏见，就把女儿当成垃圾。你小姑的死，虽有她自己的不争气，但更多的是长辈家人的不作为和老封建。你看沈老将军带着老夫人和儿子亲自去接沈小姐回家，沈小姐多有骨气，5不留火，说走就走。燕京修夫第一人，她也不想着死啃娘家，伤养好了就立马来参加考核。你小姑要有她的半分坚韧，日子也会好过点。”何子健虽是追崇男尊女卑，但大丈夫的责任心和担当他始终铭记。顾颖南今日毫无责任心的所作所为和沈宁的表现，让他重新定义了一下自己的思想。男人又如何？女子又怎样？堂堂正正的活着，就不该被任何人定义。陈欢欢道：“沈小姐不愧是将门之后，当初既有共度余生贫贱不移的勇气，如今也能干净利落的做到你若无情我便休。紫金武考第1场还拿了笔试第1的成绩，当真为吾辈楷模。”顾烟罗被这些声音堵得哑口无言，才舒爽了些的心情，当即又闷到不行。他张了张嘴，欲言又止，不经意的朝沈宁看去一眼。沈宁从始至终都那样的泰然淡漠，相较之下，他好似跳梁小丑般。顾烟罗咬紧了牙关，闷哼：“老一辈说过，婚姻不幸的女子回到娘家常住，会给娘家带来灾难的。而且和离后的女子有几个有脸再嫁的？陈欢。”声音蓦地止住，却见破风声响起，一杆银枪宛如星月的寒光，撕裂开长空朝前掷去。锋利的银枪擦断了顾烟罗鬓间垂下的一缕青丝，重重地扎入了他身后的树干。顾烟罗的小脸煞白如纸，汗珠从额角发缝沿着侧脸棱角止不住地往下流淌。他的身体僵硬在原处，机械般的回头看，见那一杆银枪没入了半截树干，一阵后怕的情绪裹着寒意直冲向了天灵盖，全身的毛发随之竖起，就连呼吸都变得急促了起来，瞪大的眼睛里尽是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惊悚感。他攥着拳头朝沈宁瞪过去。沈宁淡淡道：“抱歉，枪没拿稳，让顾小姐受惊了。”顾烟罗，众人，这是没拿稳吗？明明就是太稳太精准了，他故意的吧？顾烟罗不甘心，但也着实被吓到了。只见采莲吹着口哨，迈着欢快的小步子走到顾烟罗的身后，把破云枪拔了出来。回头路过顾烟罗的身畔时，咧开嘴露出白牙笑了笑：“适才过于吵杂，我家小姐不能安心，方向才有所偏移，惊扰了顾小姐。我想顾小姐是良善宽容之人，应当不会介意的吧？”他跟着学聪明了，有时以退为进，不失为最好的应敌之策。顾烟罗哪里还敢介意？他都是介意，岂不是告诉大家自己心眼小的不行？但这口气他咽不下。采莲满意的欣赏他吃瘪的表情，蹦蹦跳跳的回到了沈宁的身边。让他话多。采莲哼道。沈宁无奈的看了眼采莲，唇角轻勾起了一抹温润的笑。他最喜爱的便是采莲这股子天真烂漫的活力，也在刺激着他麻木荒芜的内心。沉默寡言的人，心事都藏在肚子里，时间一长就忘了应该如何与人敞开心扉，互诉衷肠了。沈宁轻揉了揉左手的虎口，刚才丢枪用的是左手。过去的3年里，没人知道的是，他每晚
都会花上2个时辰去锻炼自己左手的灵活度。采莲撇了撇嘴，时间过去这么久了，第2场怎么还没开始？都好晚了呢。沈宁侧目看了过去，赫连远山、邓伯斐几位还在商榷主考官的事。正当此时，一道漫不经心如3月杨柳浮水的嗓音响起：“赫连老师傅，有段日子没和本王下棋了吧？”沈宁眸光一闪，漫起了诧然之色。这位爷不是进宫陪圣上下棋去了吗？第23章秋季考核第2场。赫连远山见是燕云彻还没喜上眉梢，就听到了下棋2个字，当时头皮发麻，满揣恶寒。他回回和燕云彻下棋，回回都是燕云彻赢。他一大把年纪的老人了，虽说爱面子，但也不至于输不起是吧？燕云彻要是正儿八经的下赢他就算了，偏生一局下来能毁几百次的棋。关键来了，这厮不仅毁棋，还他娘的改变棋法规则。譬如围棋，他非要说赫连远山的棋子病了，收走赫连远山的棋。哦，象棋那就更不得了了。众所周知，每个棋子都有固定的棋法，譬如像走田字格，足只往前1格。燕云彻倒好，直接拿着自己的象走了10几格去将他的军，还鄙夷的看着他说：“这你就不懂了吧？本王这是飞象，自然能飞天走地。至于那个卒，说是他自己训练的死士，不是一般的卒。”哐当一下，把所有的卒都用来围攻赫连远山的元帅。说多了都是泪。赫连远山回忆当初下棋之时，差点心绞痛了。后来他常常抱病拒绝燕云彻的邀请，燕云彻邀请了几次，觉得无趣就去折磨旁人了。赫连远山当晚烧香拜佛，感谢8辈祖宗的救命之恩。当然，这件事也给年迈的赫连远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导致他再也不想下棋了。含饴弄孙时看见五子棋都得反胃。王爷大驾光临，紫金武堂也跟着蓬荜生辉。赫连远山强行堆出了笑容：“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是本王不请自来。”燕云彻问：“远远就见几位一筹莫展，可是遇到了什么棘手的事？”赫连远山与邓伯斐悄然对视了眼，脑子剧都悄然间高速运转了起来。王爷，赫连远山说：“是这样的，紫金武堂此次的秋季考核已经准备进行第2场了，但是主考核官因事暂退，所以秋季考核还缺一位主考核官。”主考核官？燕云彻挑眉一笑：“王爷能来担任第2场的主考官，那再好不过了。”赫连远山直接一锤定音，完全不给燕云彻拒绝的机会，还给愣在原地没反应过来的邓伯斐使了个眼色。邓伯斐旋即道：“王爷能来，是紫金武堂3生有幸。若论身份地位，北渊王可不比那劳什子的将军要高，名声再臭，那好歹也是不容置疑的王爷。既是如此，那本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燕云彻笑盈盈地道。17跟在旁侧，就差当场翻2个大白眼。说好的要去皇宫下棋，偏偏绕最远的道走。路过紫金武堂后，见顾颖南仓皇而逃，王爷干脆就不去皇宫了，还要进武堂找赫连远山。17真想撬开自家王爷的头盖骨，看看里面装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诚然，他只敢想想而已，因为他17是惜命的好侍卫。咚，锣声响起，赫连远山道：“诸位，秋季考核第2场定力考核，由北渊王担任，诸位可得好好表现表现。”闻言，原先有些萎靡的众人都热血沸腾，精神抖擞了起来。在上京城，唯有最高级别的燕京学宫才能见到皇室中人当主考官，那等殊荣足够光宗耀祖了。肃静！邓伯斐抬手指住了100余位考核者的声音：“第2场定力考核很简单，只要诸位能够熬过接下来的3个时辰就行。”听的这话，还以为第2场是龙潭虎穴的考核者们都长长的松了口气，多数人已经完全松弛下来。伯斐先生，有人提问：“那要所有人都挺过了3个时辰呢？不是说紫金武堂这次的秋季考核只招收15人吗？”按照规矩，确实只要15人，但你们若真能坚持3个时辰，如果全部坚持住，紫金武堂全部都收。如若无人坚持下去，就按照第1场考核的排名，将前15的考核者计入武堂。邓伯斐解释。众人私下努努嘴，有些轻视这样的考核。沈宁一如既往的凝重，以最敬畏的心态面对接下来的考核。他的目光不经意地扫了眼演武场的边缘，有个约莫16、17的男儿打起12分的精神等待考核。少年很是干瘦，乍眼望去平平无奇，穿着的布料缝缝补补了很多次，但眼神里透露出了坚定。他叫什么名字？沈宁问道。黎书成，前朝望族黎家的后裔。采莲小声说：“小姐要离他远点才好。沈家也是从前朝就开始辅佐君王的，要是和前朝的人沾染了关系，怕是不好。”正因如此，黎书成在的地方周围一大圈都没有人，冷清得很。他也不在意，准确的来说，黎书成早已习惯了。
沈宁将一壶新水递给采莲，给她润润喉。采莲瞪大了眼睛：“小姐，她可是前朝的。”无妨，去吧。采莲实在是不理解沈宁的做法，却还是接过水壶走了过去。书成公子，这是我们小姐给你的，让你在考前润润喉。黎书成从未被人主动且友好的对待过，于是有一瞬的怔愣，甚至不知该作何反应。他讷讷地看向了沈宁，沈宁大大方方朝他点头一笑，平淡而温和的笑容如一簇焰火，温暖了黎书成内心。黎书成犹豫，前朝黎家在很多年前是出过前朝皇后的，他怕给沈宁带来不利。书成公子，一口水，死不了人。采莲说道。小姐吩咐的事情，他不仅得照办，还得办得漂亮完美。采莲的话叫黎书成醍醐灌顶。是啊，一口水能淹死人吗？不能。他抬手接过水壶，喝了一口。渴了一天的他确实舒服很多，但也不敢多喝。接下来要考核3个时辰，喝多了不好。白月初上，夜色渐深，演武场挂着许多颗硕大的夜明珠，照得亮堂了许多。燕云侧身长玉立，一袭大红色的袍子，背后湮灭在夜色里，讳莫如深的眸望向了黎书成手里的水壶。黎书成脊骨感到凉飕飕的，茫茫然地看向四周，也不知为何，总觉得这夜一下子就冷了下来。第24章，这人有病，还病得不轻。第2场定力考核很快就开始了。在开始前，紫金武堂的侍者用可移动的栅栏将这100来人都围在里头。众人面面相觑，俱是一头的雾水，不明白这是要做什么，却也只能听天由命吧。顾小姐，你见识多，你知道内情吗？考核者悄然问道。顾烟罗眉头紧蹙，摇摇头，不明白。末了，尾音高挑，话锋一转，要说这见识多，还得是沈小姐。沈小姐曾经可是燕京学宫衡阳宗师最得意的门徒呢。燕京学宫一代宗师李衡阳，身份地位极其之高。提及这位老先生，沈宁的眼里有一抹稍纵即逝的痛意。老师李衡阳曾对他寄予厚望，那样沉默寡言且自傲孤独的一个人，却时常捋着胡须，在四处夸他，夸到面红耳赤。沈宁错了吗？错了，昨日之日不可留。他能够做的，就是不再犯这样的错。沈小姐，作为衡阳宗师的徒儿，是什么样的感受？他是严厉还是慈祥？燕京学宫距离皇宫很近，我也只敢在路过的时候远远的看一眼。沈小姐，那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沈小姐，你知道第2场定力考核的内情吗？吵死了！燕云彻半垂着睫翼，懒懒散散的开口，可就这言简意赅的3个字，却如刺骨的寒风呼啸而过，让演武场的众人都噤若寒蝉，不敢再多说什么。他们把头压得很低，放低自己的存在感，同时在心里惊讶于一个只知风流的绣花王爷的威严。王爷息怒。赫连远山拱手，这些学生大抵是因为见到了王爷太过于激动，才会在王爷面前失了礼数，倒是情有可原。燕云彻如画的眉目氤氲着微醺的醉意，慢条斯理地道：本王风流倜傥，英俊多金，此等盛名在外，让人情不自禁，亦是能够理解的。赫连远山，他是遭了什么孽，要在晚年时期听到这种污染耳朵的话？邓伯斐传言北渊王比女人还臭美，诚不欺侮。众人，天啊，他们听到了什么？沈宁望着那妖孽的男子，却是低低的笑了笑。这北渊王倒是有趣的很。王爷，作为主考官，秋季定力考核的开始，当由你来宣布。邓伯斐转移了话题。燕云彻懒倦冷淡的应道。这会儿，北渊王府的侍卫们成群结队的过来，还都带来了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赫连远山有些疑惑不解，但见2名侍卫搬来了一张极尽奢华的贵妃榻，放在燕云彻的身后。燕云彻就在众人的注视中，大摇大摆的斜卧下方，手里提着一个晶莹剔透的白玉酒壶，旁侧还有舞女们挪动腰肢，跳着时下最新的舞。王爷，赫连远山差点给惊得石化掉了。哦，宣布开始是吧？燕云彻喝了口酒，敷衍的道：开始吧。沈宁嘴角忍不住的抽搐2下，世上怎会有这样的人？他算是明白了，皇家的人要离得越远越好，特别是像燕云彻这样的人，看似是个绣花草包，但也危险得很，往后除了敬而远之，还是得敬而远之。沈宁仔细观察了下贵妃榻边沿不乏、翩跹身材、婀娜多姿的舞女们。主舞的姑娘穿着大红的羽衣霓裳，梳着高高的鸾凤朝月髻，斜插2根流苏保住不摇，脸上戴着蝴蝶形的面具，只能看到那一双秋波潋滟的眼睛，瞧不见真实的面孔。而不用摘掉面具，沈宁也知道这就是那陈燕姬了，因为额头受伤，特地戴了面具来呢。陈燕姬虽一心跳舞，但满眼都在燕云彻的身上，他绝不会错过任何一个与燕云彻相见的机会，哪怕现在的他应该去疗伤休养。赫连远山
望着这些舞女和一派享受的王爷欲哭无泪。这样的事也就北渊王做得出来了。考核不容耽搁，还得继续。他只好硬着头皮让人继续放考核需要用的东西。武堂的人搬来了一个个桶子，足足10多桶，都用黑色厚布给遮盖得严严实实。那是什么？彩莲在栅栏外的地方和何子健站在一起，好奇地问。据我所知，何子健摸了摸下巴，一脸的高深莫测，在彩莲满是期待的注视之下，缓声道：那应该是用来考核的必需品。彩莲，难道不是废话吗？不是考核的必需品，难道还是茅厕里的必需品？彩莲撇撇嘴，拉开与何子健的距离，觉得这人可能早上出门太急，把脑子落在了家里。桶子一到栅栏围圈的里面，那些人才把厚重的黑布打开，将10几桶的东西倒出来。啊呀！顾烟罗尖叫出声，吓得腿部发颤，当场就瘫软在了地上。桶子里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是各种各样的爬行兽。譬如靠近顾烟罗的那一桶，是一整桶的蛇，蛇还爬到了顾烟罗的腿上。其他的还有蜈蚣、蝎子之类爬行兽。何子健吓得花容失色。你叫什么？你又没在里面？彩莲问。何子健，你没看到有几个人吓得连叫都不敢叫了吗？我是帮他们叫的。彩莲，他又默默地多拉开了一段距离。这人有病，还病得不轻。栅栏里边的学生终于明白过来，这3个时辰会有多么的难熬。邓伯斐道：诸位，每隔半个时辰就会多加1倍的数量，还会另加其他的障碍，祝君好运。学生们，他们的脑海里只有2个字：魔鬼啊！更让他们委屈哀怨的是，他们在这里跟蛇虫斗智斗勇，栅栏外的燕云彻喝着美酒，听着小曲儿，还欣赏美人们的腰肢。这位爷更魔鬼！救命！救命啊！顾烟罗大哭。为什么这些蛇都爬向他？陈欢欢道：你身上的香很吸引这些蛇。顾烟罗出门前特地多撒了点香粉，没想到反而害了自己。他在害怕的同时，忽然恶从心头起，爬起来鼓足勇气往前冲，直接抱住了沈宁。后面的蛇都跟着他冲向沈宁。第25章放狼。顾烟罗故意把撒香粉最多的地方都蹭到沈宁的身上去，特别是袖间藏着的香粉罐子不小心掉出打开，撒了沈宁一身。那可是整整1罐的香粉，他就不信这群蛇不咬死沈宁。沈小姐，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顾烟罗哭红了眼睛，当真是受到惊吓的模样。沈宁淡淡地望着他，将他的那点子小心思都尽收眼底。既是不小心的，那就收回去吧。沈宁一甩衣摆，摆上的香粉往上扑去，既呛得顾烟罗咳嗽不止，还熏得顾烟罗睁不开眼睛。蛇、蝎子、蜈蚣等爬行兽都兴奋地围剿2人。小姐，小心啊！彩莲担心地急道。怕什么？你家小姐可是比蛇还狠的女子。何子健说。彩莲狠狠地瞪了眼何子健，还抬起脚重重地踩了下何子健的脚背，才跑开，去到距离沈宁最近的栅栏外围。何子健啊的痛叫了声，抱着一只脚跳了好几下。叔弟，一条蛇直接飞向了沈宁。沈宁面无表情地抬起手，直接抓住了蛇头部分。蛇身在他的手中疯狂挣扎扭动。沈宁抬起另一只手抓住蛇身，双手蓦地用力，从蛇7寸的地方将蛇给拗断了。他把断成2截、鲜血淋漓的蛇丢到了顾烟罗的脸上。蛇还没完全死去，2截分裂的蛇身在顾烟罗的面庞挪动。顾烟罗胡乱把蛇拿了下去，强行使自己睁开眼睛，看到蛇血淋漓的尸体，吓得差点灵魂出窍，惊恐地瞪着眼睛，把2截蛇身丢出去，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顾小姐，抱歉，方才丢蛇的时候没注意到顾小姐。沈宁浅笑间，直枪直接将一条跃到半空的蛇给精准地贯穿。顾烟罗看了看夜色里在破云枪尖处挣扎的蛇，又看了看沈宁面颊的笑，那一瞬，他宛如看到了活阎罗。他挪动着身体一点点的后退，只想远离沈宁，离得越远越好。这当真是女子吗？分明就是个魔鬼啊！沈宁把破云枪的蛇甩到了群蛇之中，而后有条不紊地擦着枪尖的血迹。哪怕他身上的香粉味道再浓，群蛇却被他身上同类的血腥气和那种从骨子里透出的淡漠而狠力给吓到了，竟都不敢再靠近沈宁。砰！沈宁擦拭完破云枪，把破云枪朝地上一砸，背靠着枪身席地而坐，从袖口里面拿出了一本古书，慢条斯理地翻看着，时常有蜈蚣、蝎子等物爬到他的裙摆，也不影响他看书。这一幕深深地刺激着栅栏内外的每一个人。燕云彻喝了口酒，皓月清辉洒在他的身上，透出懒洋洋的气息，如午后慵懒的猫儿，也似山间的狐狸。他嫣红削薄的唇角噙着一抹若有似无的笑意。虎落平阳，那也是虎，绝不会沦为野犬。很快半个时辰就过去了，栅栏内重新加了20多桶的脏东西。
武堂里的武者按照规矩前去栅栏收缴考核学生们的兵器，支撑不住可以出来。邓伯斐说：“当然，那是认输的表现。我认输。”顾烟罗是第一个受不了的，以至于他往外逃的时候，身上还有条蛇和一些蜈蚣毒蝎，发髻直接凌乱的披散，步摇簪子等首饰掉了一地。他边哭边逃还边呕。天知道，他向来瞧不上紫金武堂，自认为有2把刷子，起来杀一杀沈宁的威风，哪知把自己害得不浅。伯飞先生，快把栅门打开！那里面他是一刻都不想待了，压根不是人能留着的地方。能够坚持半个时辰，都是靠着对沈宁的不甘。邓伯斐将栅门打开，顾烟罗连滚带爬的落荒而逃。赫连远山见此摇摇头，不由多看了眼沈宁。沈宁用指腹轻抚了抚趴在另一只手背的上的蜈蚣，继续翻了一页古书。还有人要出去吗？邓伯斐说：“众人，你看看我，你看看你，每个人的脸上都很难看。有兵器傍身还好，兵器被收走了，他们的处境更艰难。关键那些爬行兽并非1只2只那么简单，密密麻麻的都无处站脚了。只是成为武堂学生的机会难得，时间又不等人，学武之事又是年纪越小越好，下回考核就得等到春季考核了。紫金武堂在上京城确实是最末流垫底的武堂，可对于他们来说，若无显赫的世家傍身，紫金武堂也是他们可望而不可求的存在。放弃有时比上路要难上1000万倍。他们不仅仅是放弃眼下的紫金武堂，也是放弃过去学武的心血汗水和辛勤努力。邓伯斐说：“诸位若想放弃，现在出来，若不然的话，得等到半个时辰以后。”听到邓伯斐这么说，终于有人受不了了，朝外逃出来后，一手扶着栅栏，一手扣着嗓子眼去吐。有人当第一个懦夫，剩下举棋不定的人更是毫无心理负担，直接冲了出来。这一下就没了20个考核学生。邓伯斐颇为失望地看着这些年轻人，随即缓慢地关上了栅栏。夜渐渐深，第2场考核已经过去了足足2个时辰。此时演武场栅栏里面的人只剩下30个，武者们继续按照时间给栅栏里面换东西。这一次不是蛇蝎蜈蚣，而是狼。黑布掀开，10几个囚笼里面的狼散发出了幽幽凶光。燕云彻换了个姿势喝酒，17轻抽了口凉气，这紫金武堂也太狠毒了吧，名声不大，阴损的招数却不少。赫连远山，这王府的侍卫声音还敢不敢再大些？他老人家都听见了。12头精瘦凶狠的狼朝着血腥味道最重的栅栏长啸。有谁要出去？邓伯斐问。30个人直接出去了25个，剩下的5个里面有沈宁、陈欢欢、黎书成，还有一胖一瘦的2个少年。放狼！邓伯斐道。消音四起，武者们随消音打开囚笼，那些狼沿着敞开的栅门进入里面。娘的，还好出来了！出来的考核学生满是后怕。顾烟罗也庆幸自己出来的早，如今冷静下来的他，有些幸灾乐祸地看向了沈宁，巴不得沈宁被这群狼给活生生的咬死吞掉，最好连骨头都不剩，方才解他今日之恨，消他被辱之愤。许多还在观看的考核学生都看向了沈宁，从头至尾，他们从未见沈宁怕过。他们不信沈宁连狼都不怕。第26章，阴邪人士，姣好如他。夕颜无场，消音悠悠绵绵。沈小姐身上的这几两肉，估计都不够那野狼塞牙缝的吧？顾烟罗故作娇羞地抬起小手，捂着嘴轻轻地笑了一声，却忘了她衣衫撕碎，头发紊乱，全然无了盛装后的光彩，止于下滑稽与狼狈。乍然看去，倒是有那么几分搞笑。一些围在栅栏边上旁观的考核学生，有部分心底里升起了阴霾，巴不得沈宁死于狼口。连他们这些8尺男儿都怕的狼与蛇，他凭什么这般淡定自若？燕云彻斜卧跪飞踏，只悠悠地扫了眼顾烟罗。邓伯斐道：“诸位，这是养在上京北山的赤烈狼，其性凶猛，以食肉为生，战力非常之强。只要诸位能够熬下最后的半个时辰，就能完成秋季考核，成为紫金武堂的学生武者了。”听到是北山赤烈狼，众人俱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再看向赤烈狼的眼神充满了恐惧。王爷，赫连远山挑起话题，此次秋季考核剩下的5位学生，你怎么看？用眼睛看。燕云彻缓声说。赫连远山，废话，不用眼睛看，难道是用屁股看吗？王爷，此次考核。什么？赫连老师傅想本王来紫金武堂教学。赫连远山，他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然而对上燕云彻的眼神，赫连远山一阵后怕到背部冷汗簌簌而落，无奈的点头应下，不知紫金武堂可有这个荣幸？老师傅盛情邀却，本王怎能扫兴？燕云彻笑道。赫连远山只觉得云里雾里的，怎么有种被燕云彻算计了的感觉？
燕云彻不再理会赫连远山，眸光始终落定在沈宁的身上。13头赤烈狼性子凶猛，对月长啸，颇有惊天撼地之象。无数人都在观望沈宁的举止，却见沈宁动了。顾烟罗窃喜，沈小姐若是怕了，就喊出来吧，喊救命又不丢脸。顾烟罗，你很聒噪。沈宁直视顾烟罗，波澜不兴的眼神如万年难化的古潭。与顾烟罗对视的刹那，顾烟罗犹如在凝视深渊般，骤然便4倍恶喉，一个字都难以从咽喉里吐出来，只有可怖的凉意游走全身。见顾烟罗安静下来，沈宁挪动身子，在栅栏边沿找了个好位置坐下，背靠着栅栏，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竟是睡了。顾烟罗和众多的旁观舞者惊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实难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这一幕。面对北山烈狼，他非但不怕不惧，连躲都懒得躲，就这样直接睡了。这是人干的事。那些仓皇逃出的学生舞者顿感羞愧难当，他们自诩强悍英勇，却连沈宁都不如，亏他们在此之前还肆意讨论沈宁是个没人要的货。顾烟罗双手紧攥成拳，尖锐的指甲深深镶嵌进掌心的皮肉，恨恨地望着淡然的沈宁。他最恨的就是沈宁的处变不惊，相较之下，他宛如个跳梁小丑。咬死他，咬死他！顾烟罗眸子如鱼眼般瞪着，用自己才听到的声音咬着牙发狠地说。何子健一回头就看到顾烟罗披头散发的，脸上还沾染蛇的鲜血，活像是棺木里爬出来的女鬼。我去，吓死小爷了！何子健喉结滚动，咽了咽口水，轻抚自己的胸口，说：顾家小姐，你怎生比那蛇蝎狼无还吓人？众人都朝顾烟罗看去，见其模样，俱都退了几步，如见洪水猛兽般。顾烟罗咬紧牙关，恨恨地瞪向何子健。栅栏内，陈欢欢欣赏地看了眼沈宁。黎书成眸光复杂，良久才自言自语道：沈小姐不愧是将门之后。他原先还有些害怕，只因他幼年时独自在山间遭遇过群狼围攻，腿部还被活生生咬下了一块肉，那晚成了他挥之不去的梦魇。他对狼的惧怕堪比鬼神，而今见沈宁自若的羞气，便想克服内心深处的恐惧。他瞪着眼睛看向距离他越来越近的狼，狼的眼睛仿若会吃人。黎书成浑身抖动如筛糠，既然害怕，不妨闭上眼睛。沈宁淡淡地道。黎书成蓦地扭头看向沈宁，背靠栅栏而休息的沈宁，半抬着眼皮和浓密如蒲扇的睫翼，多了几分百无聊赖的慵懒。若不直面他，如何克服恐惧？黎书成问。沈宁微微一笑，忽视他，冷淡他，看不见他，所谓的恐惧便会不攻自破。黎书成怔了怔，沈宁又道：恐惧自在人心，因心而起，当因心而灭。公子不妨试试。黎书成似觉得有理，缓缓地闭上了眼睛。他感觉到演武场的大地在震颤，狼群离他越来越近，但想象中的啃咬并未到来，而他的心也随之越来越近。沈宁轻笑了一声，这里的北山烈狼不如在山间凶狠，只是为了吓唬参加考核的学生舞者罢了。至于那连绵不绝的消音，就是控制北山烈狼的关键。也就是说，栅栏里的烈狼都是被驯服过了的，若无驯狼之主的消音下令，便不会伤人。驯狼啊！沈宁抬头望向了悠远的月光。年少时，他也对驯兽一道有过兴趣。吼！狼吼出声，朝他直奔而来。沈宁咧开嘴一笑，张开双手抱住了那狼，惊得众人目瞪口呆，就连沈宁怀里的狼都好似有些呆了。沈宁摸了摸狼的毛发，将它移到自己的身后，低声喝：趴下。猎狼仿佛听懂了人话，竟然真的爬了下来。沈宁便把它当枕头靠了上去，软趴趴的狼身和毛发让他靠得舒服，并说比那栅栏好多了。众人，这厮是来参加考核的，还是来睡大觉的？围观的人群恐是这辈子都没像现在这样的迷茫和无语过。沈宁确实疲了，特别是右手的旧伤和足底的烫伤，因忙活了一日而隐隐作痛，疲惫如这四处弥漫的夜色深深地笼罩着他。他浅浅地睡下，胸腔因呼吸而匀称的浮动，夜明珠的光华覆盖的那一张白皙清丽的面颊，黑墨如绸的青丝缓缓散开，周围都是蛇蝎蜈蚣。一袭红色长衣的女子靠在狼身，画面阴邪而姣好。阴邪的是人世，姣好的是他。燕云彻如是想着，一如数年来回回于望月楼登高看他时那般想着。第27章扰民。栅栏周遭吓得落荒而逃的学生舞者们终于恍然彻悟，悟了，我悟了，我也悟了。感情这些猎狼压根不会吃人，只是恐吓人的，我还真当他沈宁有杀狼的本事呢。罢了罢了，无缘此次秋季考核了。原来这就是远山老先生说的定理，不论遇到蛇虫还是虎狼，
都得不动如山的定。哎，我若能早想到这一层就好了。顾烟罗听着这些声音，哼了一下，小声嘟哝着：“来前，家父叮咛嘱咐，在武堂的与他人互相帮助。沈小姐明知考核之答案和定例之意思，却不肯告知我们，可真当是自私啊！他若不说，大多数人也不会朝这个方向来想。可如今听到这话，学生舞者们个个心里都很不是滋味，看向沈宁的目光里多了些埋怨，好似在怪沈宁为何不提前说与他们听，否则的话，他们肯定能通过考核进入武堂的。顾烟罗，你怎么说话的？”采莲气结，何子健也觉得匪夷所思。顾家小姐，你这话说的何某就不赞同了。要这么说的话，你若嫁不出去，你若被马车撞了，若是在茅厕里使不上力了，岂不是也要怪沈家小姐？顾烟罗被对得面色惨白，他从未如此窘迫丢脸过。何子健，他指着何子健的鼻子就要破口大骂。吵什么？燕云彻冷淡地道。不容置疑的声音叫众人立即噤声。顾烟罗悄然看了眼燕云彻，缩了缩脖子。燕云彻挪了下修长的双腿，直接架在了桌面上，手里提着叫人熟悉的白玉酒壶。他歪着头，腰也邪气地看向在场的每一个人，目光所过之处，众人不寒而栗。最后，燕云彻看向了沈宁。世界安静下来，沈宁浅眠时因四周吵闹而微皱的眉头，方才缓缓地舒展开来。第二场结束的时候，已是后半夜了。邓伯斐命人去敲响锣面，意味着考核的结束。夜色已深，武堂敲锣，难道不会扰民吗？燕云彻淡淡道：“本王体恤天下苍生，以民之所愿为己任，自是不愿见到扰民的一幕。”邓伯斐、赫连远山，有一瞬间，他们险些怀疑这是个梦。若说扰民，富贵别院夜夜笙歌，望月楼丝竹不断，谁才是扰民之人呢？更别谈紫金武堂都是远离百姓住户了的。再者，他北渊王纸醉金迷，花钱如流水，是上京城远近闻名的暴发户，纨绔子弟第一人。他体恤苍生，王爷可别说笑了，那就按王爷的意思放弃敲鼓吧。赫连远山问：“王爷意下认为，应当如何提醒学生武者考核已然结束了呢？”老师傅妓院亲自去提醒，便就去吧。燕云彻说。赫连远山一双因苍老而灰浊的眼睛噌的一下就瞪大了，难以置信地望着睁眼说瞎话的燕云彻。燕云彻笑望着他，相识良久，赫连远山便只得亲自走到栅栏前说：“诸位学生武者，紫金武堂的秋季考核已经结束，坚持到最后的5名弟子便是紫金武堂的新学生，且由3日后正式来紫金武堂学武道吧。”沈小姐，醒醒，结束了。黎书成轻声喊。燕云彻半眯起狭长的眸，长指一下一下的敲打在贵妃她的榻面。沈宁缓缓地睁开眼睛，见是黎书成，礼貌地笑了笑。黎书成双手作揖，多谢沈小姐，让在下忽视心中恐惧。公子该感谢的是努力而不言弃的自己。沈宁说罢便起了身，朝下看去时，发现被自己睡过的猎狼身上都出现了小小的凹形。黎书成讷讷地立在原地，拧着眉似是思索沈宁话里更深层的含义，心中都有些许的触动。沈小姐，你是此次考核的榜首，这是武堂的榜首徽章，你且带回吧。赫连远山拿了个包袱递给沈宁，给你的东西，老朽已经吩咐人备好了，这些都是。沈宁落落大方地接过包袱和金色菱形徽章。沈宁谢过赫连老师傅。秋季考核结束，深秋的夜，风很冷，是彻骨的湿冷。一众考核学生亦都各回个家，若是远道而来的学生，便回附近的客栈了。沈宁并未急着回，而是把采莲拉到了紫金武堂的角落，且用眼角余光扫了眼紧跟着自己的人影，嫣红的唇畔轻轻掀起。顾烟罗蹑手蹑脚地跟着沈宁，他见沈宁做贼似得，肯定另有企图，便打算偷摸着跟来窃听。小姐，采莲正沉浸于武考第1的成绩，颇为迷惘地望着突然做贼的沈宁。沈宁干咳了一声，说：“采莲，他帮了我们一个大忙，竟把他顾烟罗给哄骗的来紫金武堂了。你觉得我该送他点什么好东西较为妥当？”采莲疑惑地看着沈宁，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接上沈宁的话：“那可得是好东西才行。小姐要是舍得的话，就把老夫人送你的祥月簪送去吧。”也好。沈宁如玉的食指抵在唇前，今日之事切莫说到出去。小姐放心。采莲定然守口如瓶。顾烟罗听到这话，登时气不打一处来，上下2排牙齿差点要摩擦出火花。没想到自己被沈家的那个女人给卖了，他竟还没脑子的送了一大箱的金银珠宝过去。顾烟罗心内咒骂了许久，冷静下来后的理智告诉他，这件事还是得亲自去求证一下，才知是真是假。沈宁和婢女的谈话，他目前先半信半疑。顾烟罗提着裙摆，迈步小心翼翼地离开此处。沈宁见他远走，看向顾烟罗背影的眼睛，
竟是一片凛冽如瑟瑟冷风般的寒意。随后，沈宁主仆踏着夜色走出紫金武堂，上了回府的马车。采莲的臀部刚坐下来，就耐不住性子的轻声问：“小姐，刚才那到底怎么回事？奴婢怎么听不懂？小姐是要把祥月簪送给谁？那个他是谁？”沈宁盖着绒毯轻靠软垫，半合着眼眸淡漠地说：“那兰情。”第28章忠勇之臣。沈家长扫纳兰情。采莲眨巴两下眼睛，云里雾里的懵懵懂懂。沈宁并未过多解释，而是闭目养神。采莲心疼地说：“小姐累了一整日，回府当好好歇息。”歇不了。沈宁淡淡地道：“沈家还有一场硬仗在等着他，正因如此，他才会抓紧时间在栅栏内多休息会儿。若不然的话，纵然是铁打的身子，只怕也受不了。小姐，你看，那不是陈欢欢吗？”沈宁缓缓地抬起眼帘，侧眸沿着小窗口朝外看去。陈欢欢背着偌大的包袱，用了些简单的草席当床榻，就睡在东市的桥边。听说外地而来的学生舞者，有很多为了省钱不去住客栈，而是睡桥边巷口。采莲于心不忍。停车。沈宁说罢，车夫勒紧缰绳停了下来。拱月桥边，陈欢欢闭上眼睛，睡得安稳，准备将就着熬过这3日，只等正式成为紫金武堂的学生。忽而间，一道纤长的阴影附在他的眼睫之上，敏锐的他立即睁开了杏眸，警惕地看过去。沈小姐。陈欢欢拧了拧眉：“你可愿随我去沈家？若是可怜同情我无家可归的话，还请小姐尽早回府。”陈欢欢道：“以天为被，以地为席，于沈小姐而言确实苛碜，但我自认为自由舒适，好高那白墙红瓦的枷锁。我是婚姻失败之女，在沈府娘家被太多人盯着，我一孤军奋战，疲惫难敌，陈姑娘可愿助我？”沈宁语气平和淡然地问，既无高高在上的自傲，也无多余的波澜，就那么平静如水地问着，不经意地拨动了陈欢欢的心弦。“我可以吗？”陈欢欢不自信地问。沈宁朝陈欢欢伸出了手：“我的右手有旧伤，五不留火也留下了后遗症，陈姑娘帮我。”陈欢欢呆呆地望着面前的那一只手，如同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自他记事起，人人都像避瘟神般的推开他，从未有人走近他。好。陈欢欢咧开嘴，露出洁白的牙，笑时弯月般的眼睛似进了水雾似的湿润。他把覆满密密麻麻刀伤的小手搭在了沈宁的掌心，若能帮上沈小姐，欢欢定是不遗余力。沈宁低低地笑了笑。沈家。夜深时分，纳兰琴的房内还点亮着烛火，估摸着时间，沈宁也该回府了吧？纳兰琴低声自语。婢女小玉说，刚得到的消息，他们的马车进入俄勒雨林街，快到沈府了。奴婢已经按照夫人的意思，把沈家大门和后院的门都锁得死死的，保准他进不来。进不来才好。纳兰琴冷嗤，一个被弃之人，岂敢随意进我沈家大门？还是夫人神机妙算，知道提前把消息给那顾烟罗，让他去找沈宁的茬。纳兰琴轻抬白如寒素的柔仪，轻轻地拂动空中飘扬的檀香。那顾烟罗一直是沈宁为死敌，这次就看他顾烟罗有几斤几两，能否让沈宁吃大亏了。小玉，沈宁这么晚才回府，大抵是没什么好成绩，故意在外拖延时间呢。等他到时候闹起来，沈家的人肯定都会向着夫人你的。一介废墟，指望他能光耀门楣吗？纳兰琴的眉目染着几分傲气，朝窗外看去。沈家的功勋荣耀和未来都得靠我的金风。走吧，时候也差不多了，去宗祠那里吧。窗外清风徐徐，月色悠悠，隐约能够看到将军府恢宏的府邸轮廓。沈家大门外，两侧石狮森白而威严，牌匾上的忠明之臣，则由开国皇帝燕玄宗亲笔所题，在夜色中显出了有着历史沉淀的震慑力。开门，有没有人？采莲的手不停地拍着紧闭的红漆大门，气得跺了跺脚，连门前的守夜侍卫都不见了，这不是故意的吗？别喊了。沈宁说道，每年的11月15都是沈家的大日子，府兵和沈家的人都得去宗祠牌位那里祭奠列祖列宗，因是当初燕京开国的乱世，沈家先辈在11月15这天为救燕玄宗，死伤惨烈，先祖和其9个儿郎都战死在定南北坡。纳兰琴借着众人都忙着宗祠祝祷去了，便故意来激怒他。他若是在这种大日子一闹，人心自然溃散，更别提这些日子纳兰琴私下托人不知传了多少他的坏话，只为了如今给他致命一击。奴婢去后院看看。采莲转身就要绕一大段路去往后院。陈欢欢，即使有人不愿你们进门，难道还会留下后院给你们进吗？采莲的脚步顿住。沈宁看了眼陈欢欢，问：你觉得应该怎么做？静观其变。陈欢欢道：等到天快要亮时，跪在府门前祝祷先祖亡灵以尽至动，才能出其不意，打他个措手不及。沈宁不言，目光掠过了沈家的牌匾。不用等天亮，现在去吧。
沈宁动作缓慢地走下马车，等到天亮，视为做戏。而现在去，是他作为沈家后辈发自内心的祝祷。陈欢欢眸光一闪，稍纵即逝过讶然之色，便跟着沈宁走至大门前。三人跪于石狮旁，为先祖的阴魂祝祷。沈家宗祠，纳兰晴一出现，沈家嫡系旁系的许多人都围了上去。年长点的女人担心地说：“纳兰嫂既是染了风寒，就该在房好好歇息。”纳兰晴轻咳两声，虚弱的道：“1年1次的祝祷，我身为晚辈，怎可缺席？那岂非是不懂事了？”说到这里，众人不由想起沈宁。沈金峰在外驻守边关，不得回府祝祷也就罢了，沈宁过去3年没回来一次，而今也不出现，实在是不孝。纳兰晴脸色隐隐苍白，羸弱的低下了头，眼底浮动一闪而过的笑意。沈老妇人郑蔷薇拄着拐杖，目光冷冷地看着低头垂眉的纳兰晴。不过是风寒罢了，7年前的皇家狩猎，我儿阿宁高烧不退，都能取得头彩，由此得圣上夸赞。晴儿，你是长子金峰的妻儿，未来要托起沈家的，可莫要矫情了，传出去还让人觉得我世代武将的沈家如今是衰败没落。第29章宗祠祝祷。纳兰晴被说的脸色更加难看，心里生出了怨怼，但表面上还是维持着乖顺懂事。母亲教训的是晴儿矫情了。纳兰晴轻咬了咬下嘴唇。郑蔷薇一生阅人无数，心如明镜，清楚纳兰晴的小心思，却也不再多说，而是吩咐了旁人出去看看阿宁。是。下人还没踏出去，就见有人来报：“老将军，老夫人，阿宁小姐回来了。”纳兰晴低着头，唇角不自觉地轻勾起。沈宁定是本性暴怒，在门前大喊大叫，他可是提前喊了许多人在门外围观。事情一闹大，沈宁还如何在沈家混？沈国山有3个兄弟，1个长姐，再加上那些沈家旁系，足以让沈宁羞愧而死。他从进宗祠开始，就在暗中观察沈老将军的神情，见沈国山神色冷峻，一如既往的威严，看来是真的对沈宁漠不关心，这也是他的一大助力。阿宁回来了。纳兰晴问：“阿宁的武考成绩可出来了？”下人回道：“出来了。”如何？纳兰晴当真像个关怀备至的热切长嫂，提及阿宁，眼里都流转着光，如同提及亲生妹妹。下人尚未回话，一个衣着华美如花似玉的少女撇着嘴说：“紫金武堂，全上京最末流的武堂。我沈家虽不是天界勋贵，但也是开国武将，有头有脸的大家。纵然不分子弟，去不了燕京学宫，去的也是数1数2的凤鸣武堂。他沈宁去个紫金武堂，还是以残躯去的，这不是故意要给沈家丢脸吗？”沈如玉，沈宁三叔的女儿，9皇子未婚妻，关系辈分上算是沈宁的堂妹。一众沈家的姐妹兄弟里，沈如玉锦衣华服最是突出，毕竟将来是要当皇子妃的人。如玉妹妹此言差矣。纳兰晴不喜一直跟他唱反调的沈如玉，理直气壮的高声说：“阿宁纵然没有好成绩，也证明了他是积极向上之人，而非只会在家不思进取之流。你我应当敬重他。”纳兰晴的一番话，好是漂亮厉害，3言2语，既回怼了沈如玉，也故意给沈宁挖了个坑。如若沈宁依靠，那就是不思进取，是要遗臭万年的。郑蔷薇半眯起了苍老的眼睛，眼底的冷意犹如寒哭。适才那下人咽了咽口水，说：“紫金武堂此次只收取5名学生，阿宁小姐正是此次秋季考核的榜首。”满屋的人都安静了下来。紫金武堂再是不入流，那考核之事也绝非过家家般简单。相反，明白的人都知道紫金武堂的考核难度一贯都是被人称之为魔鬼的。郑蔷薇用力攥着拐杖到发白的手，缓缓放宽了力度，面庞浮现了一抹欣慰的笑。她朝自家丈夫看去，那上了年纪的老男人祝祷先祖不为所动，像是个没有感情的冷酷之人。“爹，阿姐是紫金榜首呢。”沈青山兴奋地喊道。“知道了。”沈国山冷喝：“宗祠重地，吵吵闹闹的成何体统？若是不懂礼数，就滚出去。”哦。沈青山的热情被一盆冷水给浇灭了下去。沈如玉和纳兰晴也被震慑了几分，都不敢随便开口。“我阿姐呢？”沈青山小声的开口问下人。下人回道：“不知何人将大门后院的锁扣给锁死了，导致阿宁小姐没法进府。但阿宁小姐铭记祝祷之日，携婢女在府门前跪地祝祷，门前还渐渐围聚了许多的百姓，都在夸赞阿宁小姐之举呢。”纳兰晴的瞳眸蓦地一缩，嘴唇也微微张开，难以置信地望着说话的下人。他的辛苦安排竟给沈宁做了嫁衣，还不快把小姐请进来？郑蔷薇呵：“是，奴才这就去。”郑蔷薇看了眼默不作声的纳兰晴，含沙射影的怒声道：“老身不知，100年沈家竟也乌烟瘴气了。阿宁今晚必然回府，某些人却故意把大门后院锁死，真当我郑蔷薇是死的吗？还是这沈家当真由你们当家了？是鬼是人都敢玩这些不入流的脏把戏了？”
还以为旁人都看不出来是吗？砰！郑蔷薇手中的拐杖猛然用力地砸在了地上，轰然如闷雷的声响，叫宗祠里乌泱泱的人灵魂都随之一颤，吓得谁都不敢说什么。在祝祷之日，这般吓唬晚辈是做什么？彰显你在沈家的威严吗？沈家三叔双手环胸，眼观鼻鼻关心的闲散状态，语气里带着几分显而易见的嘲意。沈宁这些年一直住在顾家，夜半三更的，大家都在忙着祝祷之事，谁知道他沈宁是不是回顾景南那里去了？锁上前门后院不也是理所当然、情理之中的事吗？国海三弟是在告诉沈家众人，前门后院的锁是你沈国海锁的。沈国山从蒲团起身，缓缓地转过身来看向沈家众人，目光寒芒乍现，似有雷霆迸射，直接看向了骤然无声的沈国海，其中气十足的声音宛如洪钟般震彻于每个沈家人的心头。沈国海不敢直视兄长的眼睛，眼神也飘忽不定的，气势一下子就如霜打的茄子粘了下去。我又没说是我，既然不是你，你在这里说什么废话？沈国山喝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若有人想在沈家害人，纵是我沈国山的亲人，我沈国山也不介意大义灭亲一回。长嫂，你的额角流了好多冷汗，你怎么了？沈青山睁着水滴滴如葡萄般的眼睛，好奇地问道。纳兰琴的心里本就直打鼓，被郑蔷薇沈国山吓得够呛，如今被沈青山这么一提，无数双眼睛都看了过来。青山乖，长嫂没事，只是风寒过重，出了点虚汗罢了。纳兰琴故作镇定地说，最后一个字的尾音都在因心虚而打这儿。哦，沈青山嘟哝了一句，余光许是扫了什么，眼睛噌的一下便亮起来。阿姐，你回来了。纳兰琴等人双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宗祠门外，一行三人缓步而来。最中间的沈宁穿着一如当年风华正茂时的红色长衣，神情清冷而淡漠。夜风轻拂，吹起嫣红的衣摆，如鲜艳的花沐浴清辉而怒放般。整座宗祠人满为患，却是安静如鸡，无数道目光聚汇聚于一人。第30章，沈国海，滚出去！阿宁，你回来了。纳兰琴欢天喜地地走到沈宁面前，亲昵地去拉沈宁的手。沈宁不动声色，往后退了一步。见此，纳兰琴的神色微微僵住，旋即又眉开眼笑，热情地说：刚听下人说了，你摘得了紫金武堂的榜首，当真是我沈家的大喜，你真为沈家长脸，嫂子当与你好好庆祝一下。沈宁黝黑如墨的眸子比料峭的江水还要冷，淡淡的扫过如笑面虎般的纳兰琴。他无心与长兄沈金峰争夺什么，偏偏纳兰琴看他这般不顺眼，三言两语看似与他关系匪浅，也在为他说话，却是把他推到风口浪尖，沦为了众矢之的。吃！沈如玉小手掩嘴，嘲笑出声，为沈家长脸。纳兰嫂子，你纵疼他，也不至于疼到眼盲心瞎。我与家中几个兄长皆在燕京学宫，都不敢说为沈家长脸。这紫金武堂都是些乡野之人，正经世家的子女，谁去紫金武堂啊？纳兰琴颇为尴尬，表情也有些不自在，还与沈宁低声说：你别往心里去，如玉心直口快，并非有意奚落于你。沈宁眉梢不可遏制地抖动了下，饶有兴味地望着别有心思的纳兰琴。那侧另一个年长些的堂兄沈从无冷笑道：从顾影南回朝以来的这半个月里，上京城内的街头巷尾，从贩夫走卒到风尘之女和戏子，哪个不在嘲笑我沈家有个倒贴都没人要的弃妇？纳兰琴弟妹，这就是你说的给沈家长脸？我想问，沈家百年将门，德高望重，受人敬仰，何时这般丢脸过？啊！沈从武，沈家大伯的长孙，大伯这一脉一向对沈国山有怨气。燕京世家俱是世袭制，而多是长子长孙承袭。按理来说，沈家大伯这一脉该是沈府的当家之人，奈何沈国山年轻的时候太过于英雄优秀，甚至与先皇私下情同手足，而沈家大伯资质平庸，便让沈国山当了家。从武堂哥说的对，沈如玉的妹妹才10岁出头，叉着腰哼吃了2声，满脸不悦地道：我这几日出去游玩的时候，他们都嘲讽我呢，还说我以后说不定就是第2个沈宁。我才不是，我既不会休夫，也不会成为弃妇，更不会与人私奔。说到最后，沈如花一脸的骄傲，其父亲沈国海也哈哈笑了2声。沈如玉挑眉，10岁孩童都知晓的道理，只怕有些人一辈子都不得明白了。沈青山想为阿姐打抱不平，却被沈国山横了眼，同时被郑蔷薇给拉住。沈宁如今不比当年的风华，想要在沈家立足，绝非父母撑腰就行，得自己面对这些风浪。更何况沈家的风浪都属于小风浪，若连这些都面对不了，往后谈何面对那些更加难听不堪的流言蜚语？府外的声音方才如刀似剑般，要人性命，置人死地。沈如花睁着大大的眼睛，抓住沈如玉的笑，仰着头往上看，笑着说：爹爹一直教导我与如玉阿姐，女子洁身自爱尤为重要，
诸位叔伯放心，如花绝对不会给沈家丢脸。众人欣慰于沈如花的懂事，而厌烦不懂事的留在娘家的沈宁。沈如玉，阿宁姐，你莫要心灰，等我嫁给了九皇子，成为了皇子妃，定会给你留一较好的夫婿。如玉阿姐可真好心。沈如花奶声奶气地说。沈如玉，花花都是一家人，莫要太刻薄了。姐妹俩，你一言我一语的，把嘲讽和不屑发挥到了极致。说够了吗？沈宁淡漠地看向他们，这凛冽如冰的声线叫沈如玉二人怔住。若是说够了，便好好祝祷先辈；若是没说够，就滚出宗祠，连说几个昼夜都没人会管。沈宁冷睨沈如玉，如玉阿妹尚未嫁人，就一口一个夫婿，一口一个皇子妃，不知道的还以为阿妹如狼似虎呢。至于我的婚事，就不劳烦如玉阿妹费心了，毕竟我且不如阿妹这般如饥似渴。说到最后，风轻云淡的一笑，字里行间的锐利却把沈如玉给气得面红耳赤，抬手指着沈宁，恼羞成怒地喝道：你说谁如狼似虎，如饥似渴？是啊。沈国海搓着手，阴阳怪气地道：有些人啊，见到男人就私定终生，3年不归家，恬不知耻的回来后还不知悔改，也不知躲在房中闭门思过，竟还敢让人滚出宗祠。看来这沈家是由你沈宁当家了是吧？砰！沈国山的手掌朝案牍上一拍，刹那震耳发聩，叫满宗祠的人不敢开口说话。滚出去！沈国山抬臂一指，双眼虽已苍老灰浊，却显雷霆之威。孩子们尚不足20，最小的甚至还未及笄，他们拌嘴是常有之事，也实属正常。你一个半只脚踩在棺材板的长辈，不言传身教去上行下效，反而丢了长辈的身份，惹人耻笑。沈国海，我看来使你忘带了脑子，还不回去捡捡你的脑子，并且好好思过，别在孩子们面前丢人现眼了。沈国海从小就怕这位二哥，不由咽了咽口水，却是心有不甘地嘀咕了一句：你让我思过，我就思过。他都要当皇子丈人，即将攀附天界，岂能如此的丢脸？就凭这个府里的当家之人是沈国山，而非沈国海，莫说让你思过，我就算当着儿孙的面打断你的双腿，你也得给我憋着，懂吗？沈国山怒道，怒喝之声宛如洪钟，那可是上过战场斩杀过无数敌军，一生戎马的老将军，真欲动怒，其威严气势非小辈能够承受的，就连那沈从武也不敢直面沈国山的怒意。沈国山一日不死，就一日是沈府的顶梁柱。沈国海，你是自己滚出去，还是为兄来请你啊？沈国山沉声道。出去便出去。沈国海恼羞之下甩袖就离开宗祠了。沈如玉两姐妹互相对视一眼，也想跟着父亲离开。站住！沈青山将他们拦住，咧开嘴露出小虎牙，灿烂的笑：家父有允许你们二位擅自离开宗祠了吗？第31章，揣着明白装糊涂。沈青山、沈如玉瞪目，三叔是因为被罚才回去，难道二位也是要回去自省吗？沈青山往旁边侧开一步，给沈如玉二人让出了宽敞的道来。若是如此，二位请便，只是外面都传九皇子的未婚妻行礼如仪，端庄贤惠，这若传了出去，怕是对堂姐不利吧。沈如玉瞪着沈青山半晌，跺了跺脚，回到宗祠里头，面朝列祖灵牌。沈宁好笑地看了眼为自己出气的弟弟，眉目纯粹的少年悄咪咪地朝他眨了眨眼睛。沈宁唇边的笑多了一丝宠溺。跪下，祝祷。沈国山重新屈膝跪在了铺天，闭目祝祷沈府先辈。沈宁深深地望着父亲的背影，他何尝不知父亲对自己的维护，并非是春风秋雨般的润物细无声，而为他遮风挡雨的巍峨大山。旁侧同样跪在蒲团的纳兰晴盯着沈国山看，皱紧了一双新月般的眉。是他的错觉吗？沈国山出言呵斥厉威，是为了维护这一脉的颜面，还是为了维护他沈宁？很快纳兰晴就自己想通了，应当不是在乎沈宁，哪家父亲会在乎这样一个只知丢人的女儿？他侧过头看了看沈宁，眉头更是紧锁，宛如打了死结般。2次的交道下来，让他明白沈宁并非心性浮躁暴戾之人，而这让他更加的忌惮了。此计不成，得另作他想才行。不多时，沈家五哥沈修白也走了进来，目光锋利的看了看纳兰晴，便按照辈分寻了沈宁边上的蒲团坐下，闭目祈祷。沈如玉这群人望着位置靠前的沈宁，心中多有不服，但沈宁再差，只要她是沈国山的女儿，位置就在他们之上。祝祷持续到了次日上午的辰时，便算完成了祝祷仪式。各家个人都陆陆续续的离开了宗祠，直到宗祠里面只剩下沈国山这一脉的子女。纳兰晴贤惠的走过去，想把沈国山扶起。父亲早年就伤，腿脚不好，不宜多跪。媳妇娘家父兄今日刚托人送来了药膏，算是及时雨。看来父兄他们一直都在关心父亲。
沈国山面朝先祖灵位，巍然如山般不动，闭合的眼睛始终没有打开。纳兰晴怔住，颇为窘迫的他看了看四周，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父亲不愧是一府之尊，祝祷时辰结束，还要以身作则，继续祝祷。媳妇钦佩不已。跪下。郑蔷薇面无表情的道。纳兰晴眸子微微一睁，母亲，我让你跪下。郑蔷薇冷漠的重复。纳兰晴这下子便慌了，急急忙忙的屈膝跪下，耷拉着脑袋，颤抖着声线问：儿媳不知做错了什么，让母亲动如此大怒？做没做错，长嫂自己心里不清楚吗？沈修白嗤笑，沈家上上下下敬重长嫂，长嫂就是这么对我们的。纳兰晴蓦地扭头，五弟，你在说什么？他心跳如雷。一向不管后院之事的沈修白知道了些什么吗？长嫂既然揣着明白装糊涂，我也不介意与长嫂说明白。沈修白道：适才三叔他们在，给你留着点脸面，如今只剩下我们一脉，也没必要藏着掖着了。纳兰晴想到沈修白来宗祠的时间比沈宁还晚，心里顿时升起了不好的预感。在他没来宗祠的这段时间里去干了些什么，现在的纳兰晴不得而知。五弟。纳兰晴嘴唇微抖，讪讪地笑了两声，强力佯装出素日里惯有的亲昵，故作不知地道：长嫂不知你的意思，你是不是遭受了什么奸人的挑拨，从而对长嫂有了些误会了？青天白日，误会与否，一看便知。沈修白冷笑一声，抬起双手拍了拍掌。两下清脆的拍掌声过后，一名穿着沈府服制的侍卫提着一个贼眉鼠眼的男人大步流星走了进来，直接将手里的男人丢在地上，拔出腰间的剑刃，指在了男人的后脖梗上。沈修白眸光凛冽，声线寒了几分：狗奴才，当着沈家列祖的面好好说，敢说一句谎话，这沈家大门你怕是有命进没命出。这李四是沈家看后院的一个奴才。李四。纳兰晴低喝了声，充斥着威胁的意味。匍匐在地的李四瑟瑟发抖，因着后脖梗渐渐传来的凉意，连头都不敢回，生怕小命不保。纳兰夫人，你给我的100两银子和珠宝，奴才是没命花呀，奴才还给你就是了。李四面色煞白如纸，带着哭腔的喊道：老将军，五公子，饶了奴才吧，奴才也是一时鬼迷心窍，想着纳兰夫人交代的事情也没有伤天害理，就脑子一热去做了。闻言，纳兰晴差点两眼一黑，当场昏了过去，恨不得去把这李四给活活掐死才好。李四，你如实交代，纳兰晴他究竟吩咐你做了什么？郑蔷薇睥睨着跪在地上的李四，端着一派雍容持重，拿出了当家主母的风范。李四，老夫人，都是奴才的错，这些天里沈家和街头巷尾有关于沈小姐的风评，都是奴才和奴才婆娘给败坏掉的。纳兰夫人身边的小玉交代奴才，让奴才去传播些闲话，多数是什么弃妇回娘家必遭不测，必会给祖家带来无妄之灾，多如此类的数不胜数。纳兰晴浑身都在发抖，对着李四喝道：你说什么混话？你。郑蔷薇淡淡的看了眼纳兰晴，只一眼就叫他心惊肉跳，打了个寒战。郑蔷薇，你继续说。李四，这是纳兰夫人吩咐奴才做的第一件事，至于第二件事，就是趁宗祠祝祷，支开府兵守卫，让奴才把前门后院关上，还让奴才等天一早城门大开，就离开上京城回乡养老。这还没出城，就被五公子给抓了回来。回来的路上，李四一家和沈修白坐在同一个马车上。沈修白在偌大的马车里边，将沈家100年来对待敌军细作的100多个刑罚说了一路。说完，还笑盈盈地问李四：你喜欢哪一个呢？李四的婆娘直接昏了过去，小孩被吓得嚎啕大哭。沈修白摸着那大哭小孩的白嫩脸颊，叹：这么可怜的孩子，若是剁碎了喂狼，那可就太丧尽天良了。李四，你觉得我说的对吗？第32章，我见犹怜纳兰晴。李四哪见过这架势，当即就软了腿，直接把纳兰晴吩咐他做的事都招了个底朝天，只觉得这位五公子丧心病狂的程度叫人毛骨悚然。胡诌，简直胡诌！纳兰晴指着李四破口大骂：枉费我素日对你如此之好，你竟敢出言污蔑我，构陷我！李四，我看你这个狗东西是活腻了。母亲，阿宁，你们别相信这狗东西的话，他是狗嘴吐不出象牙，我待阿宁如亲妹，怎会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呢？原来你还知道是见不得人。郑蔷薇嘲笑出声。纳兰晴睁大了杏眸，茶色的同人道映出了郑蔷薇冷峻的脸庞，水雾顿时汇满了眸子，聚成泪珠，如断线的珠玉簌簌而落，甚是我见犹怜之景。母亲是不信儿媳，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纳兰晴，我且问你，阿宁可曾与你有过深仇大怨，以至于你这般对他？郑蔷薇问。纳兰晴摇头如拨浪鼓，摇头时更多的泪珠掉出，红红的眼睛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般。母亲，
我与金风夫妻同心，他宠爱阿宁妹妹，我当是爱屋及乌，一同宠爱，哪有什么深仇大怨呢？纳兰晴吸了吸鼻子，又咬了半晌的嘴唇，挪动着跪在地上的双膝，扭头望向了沈修白。他伸出那柔一般软弱无骨的手，轻轻地放在鬓边，睁大了泪流不止的眸，可怜兮兮地望着沈修白。五弟，长嫂嫁进沈家2年之久，凡事尽心尽力，待你如何，心思如何磊落，难道五弟不知吗？沈修白后退了一步的与纳兰晴拉开距离的同时，将那月牙色的袍摆从纳兰晴蜷起的手中给抽了出来。长嫂事事辛苦，就是你害阿宁的理由了吗？沈修白冷漠地俯瞰着他，反问道。纳兰晴的双手紧紧攥紧成拳。以前他跟沈修白的关系不至于很好，但好些事情沈修白都帮过他。如今来了个沈宁，就这样刻薄地对他。当真这个家是沈家，他这个外姓妇，说白了就是个外人。纳兰晴不甘心地看着沈修白，泪水源源不断地往外掉落。偏生沈修白不为所动，冷漠得像一块冰。丫鬟小玉也跪在地上，扶着上身摇摇晃晃的纳兰晴，朝郑蔷薇哭喊道：“老夫人，都是奴婢的错，是奴婢心思不正，此事与纳兰夫人毫无关系，还请老夫人、老将军责罚奴婢。”小玉，纳兰晴愕然。小玉咬咬牙，朝纳兰晴摇摇头，给了个眼色。强行狡辩下去，终究是毫无意义。这件事必须要有人顶罪，他愿为主子受这份罪。旁侧，沈宁饶有兴味地望着这一场精彩的大戏，对这位长嫂也有了深刻的认知。短短的半个月里，纳兰晴哪里只是对他做了2件事？李四嘴里有2件，至于那第3件事，便是早早通知顾烟罗子金武堂的事情。好一个忠心的丫头！郑蔷薇笑了。纳兰晴，在座的都不是蠢人，不是不知道你们主仆的伎俩。他小玉哪来的银两给李四？你若想说是他偷走的，那便是贻笑大方。你纳兰晴工于算计，还会被一个奴才给耍了。第33章，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要清楚的是，这是沈家靠马背上的本事和血肉拼杀打出来的沈家。沈家子女可以做错事，但也得有敢做敢当的本事。你若承认，便按规矩责罚，此事也不张扬出去，只给你提点1、2。但你若要强词夺理下去，我这就修书一封，送往边境，告知金风。不要！纳兰晴浑身起了一阵冷意，打了好几个抖。他费了多少心思，花了怎样的功夫，才成为了沈金风的妻子？金风若是知晓此事，定然会憎恶于他的。不能，绝对不能！他对上郑蔷薇的眼睛狠狠心豁了出去，闭上眼睛说：“父亲、母亲、阿宁，是我的错，是我让李四去的，这2件事都是我吩咐的。”很好，郑蔷薇道：“暂时革去你协理家务之职，扣除半年月例，并且让李四去给阿宁洗清名声。接下来，你就在家静休几过吧。谢母亲宽恕儿媳。”纳兰晴双手撑地，跪下去磕了个头。你该谢的是阿宁。沈修白道。纳兰晴攥紧的拳头缓缓舒展开，面向沈宁，硬是忍着万千情绪，挤出了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阿宁，都怪长嫂不好，长嫂害了你，你莫要往心里去，莫要记恨。沈宁微微一笑，满不在乎的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阿宁怎会记恨长嫂？”这话听在纳兰晴主仆的耳中，尤为的刺耳。论身份的长幼尊卑，他纳兰晴才是长。沈宁竟敢用这般的语气同他说话，活脱脱的像是在训斥后辈。纳兰晴心里再是不愿，也只得硬着头皮说：“阿宁心地善良，长嫂惭愧。阿宁对长嫂一见如故，好似自家姊妹，断不会怪罪长嫂的。”沈宁温声道。纳兰晴恨不得撕碎沈宁虚伪的脸孔。老夫人都把他处罚完了，才说一见如故，不会怪罪。都说沈宁是刚正刚烈之女，她如今只觉得是个小狐狸、伪君子。采莲，沈宁，去把我的祥月簪取来。是。采莲去而复返，手里拿着一个红木锻造的长形匣子。沈宁拿起红木匣子，走至纳兰晴的面前，道：“长嫂，说起来也是阿宁没有礼数。长嫂嫁进沈府3年之久，阿宁身为妹妹都不曾拜访过。这是母亲送我的祥月簪，愿你我能以此簪为婶儿冰释前嫌。若长嫂愿意由衷的接纳阿宁，不妨由阿宁为长嫂插簪。”宗祠内，沈国山这一脉的许多人看着沈宁的眼神多了一丝钦佩。时隔3年，直至此刻，见沈宁有容人之心，方才打心底里的承认沈家有这么一个人。纳兰晴见周围看向沈宁的眼神多有敬意，气得胸闷心疼，却也不敢多说什么。沈宁把祥月簪插在纳兰晴的发髻之上，笑时灿若星辰，真好看，长嫂可要日日佩戴才好。无人看见，沈宁眼底一闪而过的狠意。他并非善人，相反，他心眼不大，锱铢必较。从前是，现在是，以后
也会是。如若顾烟罗当真是纳兰晴提前通知的，这祥月簪无非就是他与纳兰晴的礼尚往来罢了。第34章解忧楼扯头发。纳兰晴在宗祠丢了颜面不说，还把协理管家的权利给弄丢了。回到房中，纳兰晴把满桌的瓷器、白玉杯盏给推得摔在地上，眼睛红得吓人，仿若野兽般瞪视着前方。沈宁！纳兰晴咬牙切齿，充满恨意的音节从嗓子眼深处蹦出来。小玉跪在地上，低着头瑟瑟发抖的：“夫人莫气，气坏了身子可就不好了。”“我气什么？我不气。”纳兰晴一贯自持骄傲，把脑袋和下颌抬得高高的，杏眸极力的睁大，硬是不让眼泪淌下一滴来。他沈宁不过是个弃妇，我可是沈家的常夫人，等那2个老不死的入了土，这么大的家业和爵位，不都是我纳兰晴的了？纳兰晴说到后边，竟是开心的笑出了声，这一笑，眼泪便掉落了出去。如此狰狞的神情落在小玉的眼里，只觉得悚然的寒意席卷了全身。等到那时，他沈宁是个什么东西？岂敢在我面前作威作福？纳兰晴勾着唇角，双手轻握，指腹摩挲着指甲上的血色扣单，抬着眼皮冷淡地道：“沈宁一介废墟都能拿到榜首的成绩，顾烟罗他干什么吃的？去安排一下，我要和他见一面。”是。下午的时候，纳兰晴在上京城的解忧楼与顾烟罗见了一面。他自称去佛陀寺忏悔自己的过错，便带着祥月簪大大方方的出了门。解忧楼，烟罗妹妹，看姐姐给你带什么了。纳兰晴脸颊堆满了笑，拿出了一盒珍贵的茶叶，这是我娘家的月烟茶，独此一份，千金难求，特地为妹妹留的。顾烟罗穿金戴银的坐在雅座的桌前，声音响起时，他正端着茶盏轻抿了口，一抬头，恰恰好能看到纳兰晴发髻上的祥月簪。他原是想去沈家登门拜访，观察一下纳兰晴是否带上祥月簪。既然纳兰晴邀他在解忧楼见面，他也省得去一趟沈家，怕见到那位晦气的沈宁。这茶，纳兰姐姐还是拿回去吧，谁知道有没有毒？顾烟罗冷笑。纳兰晴脸色一变，烟罗妹妹，这是什么意思？字面意思罢了，我当真以为你是帮我，没想到你两头吃。纳兰晴，做人可不要太缺德了。我顾家虽然只是商贾之家，但你不过是沈家的儿媳罢了。顾烟罗把茶盏砸在桌上，当初沈金峰与叶倾城才是一对，谁不知道是你巴巴的上去，人家心里只有叶倾城。听到叶倾城这个名字，纳兰晴实在难以维持住长袖善舞的一面，面孔的五官都快要挤到一起去。他恨极了这个名字，更恨极了那个占据沈金峰内心的女人。顾烟罗，我们彼此。纳兰晴索性也不装了，不过我比你好点，我至少是沈金峰八抬大轿明媒正娶的妻子，而你顾烟罗至此都没得到顾影南的眼神，就连上京最差的秋季考核，你都连沈宁那个贱人都不如。你说什么？顾烟罗直接薅住了纳兰晴的头发。第35章，好羡慕王爷家的狗啊！3年时间足以改变很多东西，譬如顾烟罗对顾影南的感情，他已不爱慕顾景南，却将这段往事当成了一个耻辱点。紫金武堂他已经颜面尽失，纳兰晴叛变过后还刺激他，一怒之下的顾烟罗哪还顾得上什么礼法规矩啊！纳兰晴也没想到顾烟罗竟然动起手了，她自小是个淑女，哪经得起这样的折腾。顾烟罗，你干什么？快放开我家小姐！小玉急得去打顾烟罗，顾烟罗身旁的婢女也动起了手，两主两仆一同在这解忧楼的雅座扯起了头发，动静之大，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力，很快就有人过来围观。路过的白衣书生叹道：“女子打架，好生凶猛。”沈家，采莲蹦蹦跳跳的绕过屏风：“小姐，纳兰夫人和顾烟罗在解忧楼打起来了，扯得满地都是头发，那场面只恨未曾亲眼去看一看。”沈宁揉了揉骨内隐隐发疼的右掌，好笑地望向了孩子样的采莲，这幸灾乐祸的样子可别让纳兰晴的人看了去了。陈欢欢坐在一侧，诧然地望向沈宁，赠祥月簪时，你便料到了此刻？并不全然，只有个5成的可能性。沈宁随手翻了一页腿上的古书，上京城街头巷尾都在讨论你的事，都是拜纳兰晴的推波助澜所赐，只有发生了一件更稀罕的事，才能掩盖他们对你的讨论。陈欢欢道：“这件事就是顾烟罗与纳兰晴的薅头发。若在往日，这两人也掐不起来，奈何一个在武堂受到惊吓，一个在宗祠受尽委屈，这般火与火的碰撞，不掐起来才怪呢。”小姐好生聪明。采莲眉开眼笑，似是想到了什么，歪着头问：“话说，我还以为大公子他会娶了叶倾城呢。叶倾城，其爷爷曾是太傅，也是当朝圣上还是储君时的老师，最小的姑姑更是当时的太子侧妃，后来家遭大祸，卷入了刺杀皇上的案件，流放到千里之外。沈金峰与叶倾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出事之时，沈金峰还很年幼，不顾家族反对，跪在公道求娶叶倾城。圣上闻言，大发雷霆之怒：你想留他在上京，不遭流放之苦，可以，朕要你的脑袋换他的荣华。沈金峰，你可愿意？臣甘之如饴，谢陛下恩赐。沈金峰磕了几个头。圣上怒极反笑，竟意外地留下了叶倾城。至于嫁娶之事，因是两位当时都还小，便没承诺。只是沈宁离家后，不知为何，沈金峰另娶了那兰家的女儿。故事的结尾是叶倾城伤心欲绝地离开了上京城。婚姻情路，万般皆是命。沈宁虽是这般说着，私底下有拜托五哥沈修白去查一查这件事的详情。采莲到了床沿，轻轻按揉沈宁的右掌：小姐有救急，以后还是尽量不要动手了。沈宁淡淡的应：阿姐，阿姐。沈青山捧着满怀的药小跑进来，眼睛亮晶晶的。北渊王送了南明珍贵的合创药来，对你的手伤有帮助。他只送了沈家。沈宁警惕地问。沈青山摇头如拨浪鼓：不，整个上京城的权贵世家里都有份呢。好端端送什么药？沈宁再问。沈青山：王爷的随从说是王爷家的狗今早啃了5个大骨头，食欲好的不行，王爷高兴的恩赐全城呢。沈宁、采莲、陈欢欢，见过财大气粗的，没见过这般财大气粗的。沈青山感叹：好羡慕王爷家的狗啊，狗都比我过得好。沈宁：分明是人傻钱多，这种丧心病狂的事，纵观大燕王朝，唯有燕云彻做得出来。第36章，关门打狗。采莲惊叹：话说回来，这合创药价值连城，极其难得，对小姐的伤很有帮助呢。沈宁垂下浓密漆黑的睫翼，脑子里骤闪过百花街遇见的那道身影，眸色微沉了沉。沈青山把药放在桌前，打开药瓶给沈宁上药，看见沈宁疤痕蜿蜒的手，眼睛一下子就红了。阿姐当真不值得。沈宁伸出手捏了捏沈青山的脸庞，浅笑：值与不值，无需深究，就如同这世上的许多事，并非每一个问题都有答案的。阿姐。沈青山抬眸直视沈宁的眼睛：你后悔过吗？不曾后悔。沈宁摇摇头，淡声道：路是自己选的，便由不得自己说后悔。遇人不淑也好，咎由自取也罢，都是他沈宁自己的选择。阿姐有所不知，昨日你参加秋季考核时，母亲她去了一趟顾府。沈青山似是想起了什么。沈宁拢了拢眉。沈青山气轰轰地道：我们去时，那个顾荣正恬不知耻的与人说阿姐的坏话。他说阿姐是下不出蛋的母鸡，还说要永安公主为他们老顾家开枝散叶。母亲下了马车后，给了那顾荣一巴掌。回来的时候，母亲不让我告知于你，但我思来想去了一整夜，总觉得这件事要让阿姐知道才行。要知道那顾荣的丑恶嘴脸，不可轻信于他。采莲听到这话，怒火攻心，气到面红耳赤，但想到小姐近来的教导，硬是让自己忍了下去。好。沈宁不以为意的浅笑：阿姐会有所提防的。青山，我听外头有哭哭啼啼的声音，你且出去看看是不是长嫂回来了，莫让她扰了阿娘的安宁。我这就去。沈青山屁颠屁颠的往外走。沈宁看着沈青山的背影远去，脸上的笑容也渐渐的收住。采莲，得空的时候去城南郊外的三春山拜访一下魏春老医师。沈宁说道：问问魏老先生，不举之人是否会因其香而改变？我在蓝莲枝的身上闻到了一种类似于昙花、迷迭香与风铃花、樱草等相结合的奇香。陈欢欢道：三春山每逢15才开山，只医治一人，今日好似是12，还没到时间。采莲笑眯眯地说：陈姑娘有所不知，我家小姐年幼时发了一场病，沈老将军跪在三春山下足足3个昼夜，还是冬日大雪之时，又恰逢雷雨夜，此举感动了魏老先生，同意医治小姐。再后来，小姐在三春山住了半年之久，离别之时，魏老先生可是千般万般的舍不得呢。原是如此，是我孤陋寡闻了。陈欢欢道：采莲姑娘，那位顾荣既然能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只怕还会以此来大做文章，得尽快去三春山求个明白。陈欢欢的话也是沈宁正在提防的。修复一事，让顾颖南沦为笑柄；马车之事，又让顾颖南声名狼藉。顾家为了挽回顾景南的颜面，肯定会把矛头指向他。好，我立即就去。采莲点点头，劳烦欢欢姑娘保护好我家小姐，莫要让她动武。采莲虽然性格急躁，但自幼跟在沈宁身边，忠心不必多说。要知道，沈宁当时有4个婢女，当她想要嫁给顾颖南时，只有采莲义无反顾地跟着她，其余3人惧怕吃苦。沈宁对此倒也不恼，人各有志，各有归宿，想要生活的好些也无可厚非，却也更感动于采莲的无怨无悔，是个不错的婢子。
陈欢欢道：“不是婢子，算是我的半个妹妹。”沈宁回。陈欢欢多看了眼沈宁，眸底流转着潋滟的光，嘴唇也张开了些许，却没发出任何的声音。外头传来了一道嚣张泼辣的声响：“你长没长眼睛啊？走路不知道看路吗？”哟，我当是谁？原来是采莲妹妹啊！采莲，让我看看，还真是采莲妹妹啊！数年不见，清瘦了许多，不似我们两个，珠圆玉润了。读荷叶、牡丹，你们俩有病是不是？是你们刻意撞我身上的，休想倒打一耙！我现在有事，不想跟你掰扯，给我让开！荷叶、牡丹正是沈宁昔日的婢女，如今都在沈如玉身边吃香喝辣的。采莲妹妹牙尖嘴利了不少，荷叶一个胳膊肘撞在了采莲的身上，牡丹直接把采莲推得摔坐了下去。采莲妹妹怎么站都站不稳呢？采莲坐在地上，咬着牙，气得两眼通红。你们两个背叛救主的东西，有什么资格来清幽堂耀武扬威的？还不快滚出去！背叛救主，我们可不想承认有个未婚就与人狗，且后来还跟人私奔，最后被休弃的救主呢。荷叶穿着粉蓝色的衣裳，梳着两个羊角辫，头上插着沈如玉赏赐的流光簪，在太阳底下熠熠生辉，彰显出了不属于婢女的富贵奢华。牡丹吃声：“采莲妹妹，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如玉小姐将来是皇子妃，给沈家带来荣耀的，那沈宁却是有儒家封门楣的，怎叫背弃呢？而且你出去看一看，听一听，四处都在说沈宁小姐是下不出蛋的老母鸡。”说到最后，牡丹抬手捂嘴，扑哧笑了声。荷叶以及几个婢子都跟着笑起来：“你才是老母鸡，你全家都是老母鸡。当初要不是小姐，你早就沦为娼妓了，哪里轮得到你现在来狗仗人势的颐指气使？”采莲狠下心来扑过去，一口咬在了牡丹的大腿，硬是隔着衣料咬开了牡丹腿上的皮肉。啊呀！牡丹跌倒在地，疼得惨叫连连。荷叶急忙抬手去打采莲，一颗石子精准无误地砸在了荷叶的手腕，砸得腕骨似要裂开般的痛。荷叶下意识地扭头看去，却见沈宁从门内徐徐走了出来，身旁还跟着个衣着朴素背着刀的少女。那少女手里把玩着一堆石子，戏谑地望着荷叶。牡丹之流，宁小姐。荷叶拧了个半天才完整的喊出来。牡丹、采莲等人都看向了沈宁。沈宁面无表情的道：“欢欢，关门。”陈欢欢健步如飞，直接把大院的门给关上。荷叶问：“宁小姐关门做什么？”“关门打狗。”沈宁波澜不惊的眸平静地注视着荷叶，说话时露出了个灿然的笑颜，却叫荷叶的血液浸着冰冷般的惧意。第37章，阿宁堂姐好大的威风啊！荷叶红唇微张，哆哆嗦嗦了半晌，吐不出一个字来。沈宁，你敢！腿部被咬的牡丹瞪着眼睛，如见杀父仇人般，咬着牙怒视高阶之上的沈宁。我们可是如玉小姐身边的人，纵然有错，也轮不到你来教训，更何况我们无错。荷叶随即反应过来，情绪跟着高涨，说的是我们是如玉小姐派来送请柬的，谁敢放肆？说罢，瞪向周围的婢子，都愣着做什么？还不开门回去？婢子们就要去把门打开。谁敢？骤然一声暴喝响起，砰！却见陈欢欢拔出几背后方比人还要高的刀，双手握刀，一刀斩在地面，直接裂开了缝。微风掀起陈欢欢额前的碎发，露出一双浅棕色且薄凉如冬雪的眼睛。想要出去，先问问我的刀。陈欢欢勾着唇斜睨过去，年纪不大，一身气势却是震慑到了清幽堂。沈宁赞赏地望了眼陈欢欢。这时五公子沈修白一推开门，就看到陈欢欢清瘦却又坚韧的身影，眸底流转起涟漪的波澜。五公子，你来了。荷叶望见沈修白，眼睛快要冒出光来，生生的挤出了几滴眼泪。哪还有刚才的嚣张跋扈，只剩下楚楚动人的可怜哽咽。宁小姐她也不知发了什么疯，我们好心好意的过来送请柬，她却想关起门来，还用这么大的刀吓唬我们。五公子，你且看这刀，岂不是要吓死我们这些什么都不懂的婢女？沈修白看见荷叶的矫揉造作，就甚感头疼，不耐烦的皱了皱眉。吓死便吓死了，沈家又不是出不起棺材钱，你这不还没被吓死，就上赶着给自己哭丧吗？荷叶惊得瞳孔微缩。沈宁好笑地望着荷叶的伤心模样，他这位五哥刚籍贯时就让上京城内不少的女孩们神魂颠倒，奈何生了一张好嘴。故有传言，沈家五少静若画仙，动如疯狗，说起话来甚是独绝，叫人不得不敬而远之。清幽堂的其他婢女搬来了一张檀木桌，放在院子里烹茶。沈宁坐在桌前，端起茶杯，好整以暇地望着颇为狼狈的荷叶、牡丹等人，最后目光淡淡地扫过了红着眼睛低着头的采莲。采莲咬唇：“小姐，对不起，是奴婢错了。小姐总让她凡事不要去逞强，
特别是争那无谓的口舌之勇。他还以为自己长进了，没想到又跟人掐起来。奴婢做错，丢脸的始终是主子。哪里错了？沈宁问。奴婢，采莲语无伦次。荷叶笑出了声，原来宁小姐这般通情达理，做错就做错了，也没什么大事。采莲妹妹啊，你给我们几个磕3个响头，我们就原谅你了。采莲低着头，紧咬着下嘴唇，一言不发。牡丹腿部皮肉绽开的血还染在采莲的唇边。欢欢，教采莲正确做法是什么？沈宁茶杯浮水，淡漠如风地道。是。陈欢欢拖着刀往前走向荷叶。第38章，紫金武堂的朋友来自大雁北部。他走一步，荷叶便退一步，直到荷叶退无可退，瞪着眼睛说：你做什么？你还想杀了我不成？你没听到宁小姐的话吗？她让你跪下来给我们磕头道歉。啪！陈欢欢一巴掌甩在了荷叶的脸庞，砸得荷叶头昏眼花，脑子嗡鸣。这自幼习武之人的一掌，非什么人都能承受的。荷叶的脸颊顿时发红渗血，嘴角也溢出了一丝血迹。你敢打我？荷叶瞪目。打的就是你。陈欢欢冷笑，反手一掌打在了荷叶的另一边脸颊。区奴才也敢在清幽堂放肆？谁给你的胆子，敢在宁小姐面前无礼？荷叶捂着渗血的脸说，我是带如玉小姐来送请柬的。太子妃请了燕京学宫的宗师李衡阳给各大世家的后辈讲学，如玉小姐与太子妃关系甚好，特地为宁小姐争取了一个名额。你们如此待我，如玉小姐绝不会放过你们的。等如玉小姐做了皇子妃，你们都得去街上乞讨去。你的意思是说，是如玉小姐让你故意在宁小姐面前放肆无礼的？陈欢欢问。难道这就是未来皇子妃的礼数？如你市井刁妇一般的刻薄，也不怕传出去遭人耻笑？不是如玉小姐。荷叶连忙否认。既然不是，那就是你这做奴才的擅自违背主子的意愿，来我清幽堂以下犯上。采莲，按照家规，该当何论啊？陈欢欢的声音陡然拔高。采莲睁着水滴滴的2只眼睛有些茫然，随即反应过来，连忙高兴地道：欢欢姑娘，按照神府家规，该杖则10下，并且罚俸半月。很好。陈欢欢唇边扯开了笑。采莲，取杖棍来。沈宁纤长如玉的手轻托着线条，棱角流畅而完美的侧脸，美眸含笑地望向了陈欢欢，满意陈欢欢的做法以及与他之间的默契。他想要重新在上京立足，完成儿时的夙愿，身边就要有越来越多的可用之人，直到他能一呼百应，平步青云。陈欢欢没什么家世，却是个难得的可造之才，虽为习武之女，但有缜密的心思。这是阿宁从哪寻来的婢子？以前怎么没见过？沈修白坐在了桌前，漫不经心地问。是紫金武堂的朋友，来自大雁北部。沈宁解释道。陈欢欢晃了晃神，侧目朝沈宁看去，心脏微微颤动，好似多了一丝不同的情绪。朋友2字如烈日下的暖流，融化了他心事的冰川一角。牡丹见他失神，双手就要去掐陈欢欢的脖子。陈欢欢一记鞭腿甩在牡丹的侧脑，五指抓住了牡丹的衣襟，直接把牡丹的脑袋往墙上砸得头破血流。他的狠厉凶色叫荷叶等婢女俱是瞠目结舌，倒抽冷气，不敢再有所放肆。采莲这会儿连班带拖的搞来了2条长凳和杖棍。陈欢欢提着牡丹绑在了长凳上，接过杖棍就要打去。清幽堂的大院门外，声音尖利而戏谑：阿宁堂姐，好大的威风啊，打我的人也不问问我同意吗？第39章，因被休弃而疯癫。沈如玉在众人的簇拥之下，光鲜亮丽地踏入了清幽堂。望见荷叶、牡丹被绑在长凳的模样，怒火中烧，恼然地扫向了悠哉坐在桌前饮茶的沈宁。我今天迎接皇家贵客，你却敢私下动刑殴打本小姐的婢女，沈宁，你好大的胆子！沈如玉眉梢一挑，杏眸微眯，白皙的小脸满是愠怒之色。在她身旁簇拥的有一男一女，身穿锦衣华服，都用皇家御用的凤凰金线绣着祥云纹路。沈宁不疾不徐地饮着茶，眼角余光扫向了那2位皇家贵客。早年间他去过不少次的宫廷，对这2人倒有些印象。乃是九皇子燕长林的表妹与表兄，祖家借了九皇子生母芳菲的事，在这燕京混了个一官半职。虽不是什么权势威猛的官职，但挨着天界身份，寻常人等是不敢得罪的。还不住手！那位表哥是个怜香惜玉的人儿，见不得荷叶、牡丹受苦的样儿。荷叶被迫与长凳亲密接触，闻声睁大了水雾朦胧的眼睛，可怜兮兮地望过去，泪水犹如断线的珠子从荷叶红红的眼眶掉落而出，当真是个我见犹怜的委屈模样，叫人怎能不心生怜爱之情？荷叶、牡丹2位婢子寻思着，有皇家人出面，沈宁断断不敢打他们。
沈如玉也是持着这样的想法，他特地派荷叶、牡丹过来挑衅，为的就是两位来往亲密的皇家人能够教训一番沈宁。砰！沈宁手中的茶杯压在了檀木桌面，面无表情地发出了一个声打。是。陈欢欢手中棍棒猛地砸在了荷叶的臀部，看似随心所欲的一棍，实则运满了力道。纵然成年男人都很难扛下一棍，更何况是在沈如玉身边养尊处优的婢女呢？采莲拿起了另一根棍子，用尽全力猛砸在牡丹的身上。这笔账，这份怨，他早就想算了。3年来，荷叶、牡丹私下不知刁难了他多少次，他担心小姐，故而从来都不提。如今时来运转，岂能还由得他们欺了去？啊呀！荷叶痛苦到面红耳赤，一棍落下之际，仰头嘶吼，太阳穴和额角爆红的同时，凸起了几条青筋，略显狰狞阴翳，将那位表哥吓了一跳，不由往后退了一步。7、8棍下来，从牡丹、荷叶臀部渗出来的鲜血，隐隐染红了上等质地的衣料。沈如玉气鼓鼓地瞪着眼睛，旋即压下怒气，低声道：“陈莲公子，陈夏姑娘，阿宁堂姐野蛮粗鄙，因被休妻而疯癫，还望二位别往心里去。难怪被休，要我是男子，娶了这山野村妇，我也休了。”陈夏鄙夷地瞧着气定神闲的沈宁，不屑地闷哼了一声：“如玉小姐，你就是太良善了，竟还给此人一封请柬，浪费了个名额。”陈莲鄙夷地道：“他毕竟曾是衡阳宗师的徒儿，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他，是为了衡阳宗师。”沈如玉滚圆的眼睛瞪向沈宁：“阿宁堂姐。”后面的话还没说出来，就被沈宁给打断了。只见陈欢欢和采莲刚好打完第10棍，沈宁笑盈盈地望向沈如玉，云淡风轻的迎客：“如玉堂妹，你来了。”沈如玉嘴角狂抽，险些被气得一佛出窍2佛升天。他这个大活人分明已经来了大半天，这厮故作不知，显然就是膈应他的。第40章，半点茶水不及西岭之苦。如玉堂妹带了贵客来，应该提前知会一声。沈宁懒懒一抬手：“诸位，请入座。什么垃圾破茶？陈夏是从小在家被宠大的，锦衣玉食、香车宝马，茶都是喝贡品，从来都瞧不上别人家的东西。”沈宁不急不缓地道：“这茶沈家独有，入口偏苦涩，过咽如烈火炙烤，有提神之效。沈家太祖在西岭之战时，粮食紧缺，没有援军，靠着当地称之为雉草的野草和树皮坚挺半月，并成功守住西岭。后来沈祖归京，带来大量晒干的雉草，制作成茶，从而警醒后世之人。”他一面说，一面有条不紊地沏茶。玄宗皇帝得闻此事，赞不绝口，甚至一度要前朝后宫都尝一尝这制茶。且说半点茶水不及西岭野草之苦，沈君精神可嘉，值得朝野钦佩。陈夏姑娘，这就是你口中的垃圾和破茶，说我沈家制茶不好是小，若让人觉得你陈家心有不轨，对天界圣上和玄宗皇帝不敬，你们陈家有几个脑袋够砍的呢？说话时言笑晏晏，轻描淡写，不经意的让陈家兄妹脸色大变。宁小姐，你误会了，我家妹妹不是这个意思。陈莲连忙道：“是与不是，我沈宁说了不算。”沈宁把沏好的2杯新茶盏推到桌前，冷声道：“喝茶。”言简意赅的2个字，语气虽温和，却透着不容置疑的态度。陈夏眉头紧皱，陈莲给了妹妹一个眼神，拽着她过去喝茶。他清楚，这杯茶必须得喝。沈如玉却是茫然的很。他们共有3人入座，桌上却只放置着2杯新茶。看来沈宁是要故意刁难他，让他自己让婢子去沏茶。3人心思各异，而在他们即将入座的瞬间，沈宁结意微垂，陡然沉声喝道：“跪下！”陈莲兄妹被喝得云里雾里，面面相觑。陈夏实在是受不了一个弃妇对他吆五喝六，还让他跪下，刚要抬手指着沈宁的鼻子破口大骂，就见沈宁往后一靠，缓抬眼帘，戏谑地望向了出现在视野之中的沈如玉。“沈如玉，我让你跪下，听见了吗？”沈如玉瞳眸紧缩，难以置信地望着对他颐指气使的沈宁，袖衫之下的双手死死地攥紧，眼睛瞬间爬满红色的血丝，恨与怒火近乎吞噬了他的理智。至于下魔鬼在灵魂深处张牙舞爪的咆哮。沈宁！沈如玉目红怒吼：“我可是九皇子的未婚妻，未来的皇子妃，给你跪下，你配吗？成为皇子妃前，最首要的是先做个人。”沈宁此话的言下之意，是指沈如玉非人哉，把本就怒不可遏的沈如玉给气得够呛。“你……”沈如玉指向沈宁：“岂敢！”沈宁指腹摩挲着杯盏表面的桃花纹路，有条不紊地说：“你1日未出嫁，1日便是沈家女儿，沈家有责任和义务把你教导的人模人样，规规矩矩，才能把你送到皇家去。陈家2位贵客是外人，不知制茶情有可原，
你身为沈家小姐，连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和精神都忘了，便是罪该万死。让你跪下，以示对你的宽恕。第41章，累了就多跪会儿吧。沈如玉面露狠色，不甘且固执，高贵如她，怎堪给一介弃妇跪下？你是想自己跪，还是作为堂姐的我来帮你一把？沈宁轻呷了一口茶水，只不过我的人下手比较重，如玉堂妹就没那么舒坦了。沈修白观望了许久，嗓音温润的说道：我与九皇子有几分交情，九皇子虽然年纪不大，但为人正直，圣上因此赞赏有加。如玉，若你既不知制茶之珍贵，也没有知错就改的品质，我看你也没资格嫁给九皇子，给沈家丢脸了。我会即刻请求父亲与九皇子退掉这门亲事。你敢？你看我敢不敢？沈修白笑得如春晓之风，你大可试试。沈如玉紧绷如琴弦的浑身，正小幅度高频率的抖动如筛糠。备受屈辱万分羞耻的她，不情不愿地屈膝跪了下来。她仰起头，记住沈宁谈笑饮茶的虚伪脸孔，记住沈宁的眉目。来日等她成为了皇子妃，她定要撕了这张脸，毁了这弃妇的一身甲骨，以报今日之仇，泄此刻之恨。沈宁状若察觉不到沈如玉的憎恨，与陈家二位品茶言欢，沈府处理家事，让二位见笑了。不见笑，不见笑。陈连皮笑若不笑，对这位沈府小姐，顾家弃妇多有忌惮。相比起沈如玉那任由人拿捏的性子，沈宁平静的像是暴风雨降临的前夜，让人琢磨不透，高深的宛如藏在血色云雾下千百丈的深海。陈小姐不爱喝这茶吗？沈宁问道。陈夏脸色一僵，挤出了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经过沈宁那么一通说，这制茶就算是茅厕里的脏东西，他也得忍气吞声的喝下去啊，大有种不喝不是大宴人的感觉。陈夏憋屈的很，捧起茶杯一鼓作气的喝完，忍住想要呕吐的冲动，生生的朝沈宁强颜欢笑。爱喝，我很爱喝。即使如此，欢欢、采莲去给陈小姐包一些制茶吧。好，奴婢这就去。采莲拉着陈欢欢走出去，把制草交给陈欢欢后，自己前去三春山找魏老医师。小姐要的答复，她得趁早从三春山得到。清幽堂庭院深深，氛围空前的诡异。如玉堂妹，累了吧？沈宁浅笑。沈如玉还以为沈宁这贱妇终于知道得罪未来的皇子妃是不明智的举动了，刚想揉着膝盖站起来，却见沈宁继续说：累了就多跪会儿吧。沈如玉，陈家兄妹。沈修白坐在檀木桌旁，憋笑憋到脸部差点抽筋。自家妹妹这话里话外的拐弯抹说，让沈如玉措手不及了，连她都觉得够绝。过了会儿，沈修白的眼神深了几分，微微抿紧削薄的唇，琥珀般的眸底倒映出沈宁棱角流畅的侧脸。父亲的眉梢总是染上愁色，不说也知道，父亲是觉得宁妹与过去不同了，不如当年的意气风发，也不如当年的有棱有角，反而做事瞻前顾后，不似沈家好郎。此刻沈修白才知，宁妹依旧是那个风华正茂冠、绝上惊的宁妹，只是如今的她更多了一份内敛低调之下的成熟。第42章，打蛇打7寸，对症下猛药。沈宁，你！沈如玉恼怒之下，瞪着沈宁，即将破口大骂。沈宁打断了沈如玉的话：如玉堂妹，可是渴了。闻言，沈如玉的骂声戛然而止，目光急急地落在沈宁手中的茶壶上。制茶虽然难喝，但是解渴呀。沈宁握着茶壶的手往前一推，沈如玉看得直咽口水。就在他以为沈宁要把茶水给他喝的时候，却见沈宁手腕微转，茶壶向下，茶水倾泻而出，都倒在了地上。沈宁一本正经的道：陈家2位贵客跟前，堂妹跪地受罚，知时偷饮茶水，岂非是毫无礼数？堂妹岂不是白跪了？堂姐都是为了你好，你莫要介怀，须知贵在你身，痛在我心。陈家兄妹嘴角狂抽，心情颇为凌乱，无语的同时赶忙多喝了几口茶水来压压惊。沈如玉瞧着沈宁那睁眼说瞎话的模样，险些气得吐血。这厮3年顾府的生活丢掉了沈家风骨不说，倒是学会了厚颜无耻，还痛在他心。他是没发现沈宁有丝毫的痛苦。沈如玉揉了揉膝盖以上的部位，恨铁不成钢的看了看荷叶、牡丹和满院子的婢女。她如今惨状，与那兰琴不相上下，可惜沈家无人知晓，婢子们也都出不去，没法为他请救兵来。上苍好似听到了他的求救之声，便见父亲沈国海和妹妹沈如花带着北渊、王艳云撤走了进来。同降的还有沈家大伯所出的几个后辈。姐姐，10来岁的沈如花与姐姐沈如玉的感情很好，见到一向高傲自持的姐姐竟然跪在清幽堂，眼睛顿时就红了，狠狠地瞪着沈宁，仿若面对血海深仇的仇人般，指着对方恶狠狠地问：你这个毒妇，你凭什么欺负我姐姐？上京城内谁不知道你沈宁是没人要的贱妇？当初既然敢断绝关系，离开沈家，
现在怎么又舔着脸回来我沈府，还敢欺负我阿姐？沈宁从容不迫地喝着茶，淡漠地望着张牙舞爪的女孩。沈如花是在外地出生的，回京的途中染了病，医师说多半会落下残疾，于是她被盗了长街，自生自灭。沈国山听闻此事，带着长子沈金峰找了全城，才在郊外的乱葬岗找到了沈如花。后来沈如花就养在沈国山和郑蔷薇的膝下，他们把沈如花照料得很好，每日都请医师看。沈如花时常会跟在沈宁的身边喊着阿姐阿姐。沈如花经常往清幽堂跑，说要成为像沈宁阿姐一样的人，还要沈宁教导她枪法。沈宁也认认真真的教了。后来三叔那两口子见沈如花是个健全人，还生得很有姿色，就把沈如花给要了回去。想到此处，沈宁落下杯盏，唇角勾起了一抹淡淡的笑容，并非自嘲的笑，而是物是人非的无奈罢了。沈宁！沈国海怒喝：我女是未来的皇子妃，你怎敢让她受如此大辱？你这个孽障！既然二兄他不好好教导你，那不妨就让三叔我来代行长辈之职，好好的教你做人。沈国海穿着一袭藏青色的宽大袍子，气势汹汹地冲向沈宁，手掌缓缓抬起，仿佛随时能给沈宁一巴掌似的，让人不禁怀疑，若他手中有把刀的话，沈宁便即将要被大卸八块。沈修白眉头一皱，露出微愠之色。沈宁轻轻按住捂胸，不疾不徐地倒了一杯制茶，就在沈国山走来的时候，将茶杯放到了沈国海的手中。我倒是谁呢？原来是三叔来了。沈宁笑盈盈的道：三叔来清幽堂，也不知差下人知会侄女一声，若不然的话，早便备好三叔最喜欢的梅子酒和桃花酥了。沈国海浑身僵住，一大把年纪的他陡然领会到了伸手不打笑脸人的真正含义。他看着下意识握住茶杯的手，有一瞬间的茫然，这手不该砸在沈宁的脸上吗？沈宁笑似春风，紧接着又道：三叔快快入座，就当来自己家，何必与我这般生疏客气？沈国海眨了眨几下眼睛，屁股刚坐上了椅子，似是想起什么般，触电似的弹起来，指向沈如玉，瞪着沈宁喝道：沈宁，如玉阿妹怎么还跪着呢？也不知爱惜自己的身体。沈宁脸不红心不跳的道，这施施然且又厚颜的样子，叫陈家兄妹大跌眼镜，也让沈国海目瞪口呆。特别是沈如玉，仿若置身于梦里。沈宁又道：哦，我想起来了，三叔，你莫怪如玉阿妹，她也是没能分辨出制茶，不能体会当年先祖之苦，故而愧疚难当，自甘受罚。如玉她不仅是在静思己过，也是为了给三叔您祈福。听说民间受挫的子孙跪地忏悔到子夜，能让父亲大人长命百岁。民间当真有这么个说法？沈国海问。有的。燕云彻身旁的侍卫时期说道：我家乡在西部偏远地带，村上就流传这么个说法。听说啊，隔壁村一个犯错的女儿没能跪到子夜，他那健硕如牛的父亲一下子就成了个病老鬼，可邪乎了。沈国海陷入了沉思。沈宁唇角微勾，眉梢轻挑，眸底倒映出沈国海纠结的眉目神情。正所谓打蛇打七寸，对症下猛药。沈国海此人胆小如鼠，欺软怕硬，且是个见风使舵的人。抛开这些不说，沈国海一生最是迷信鬼神之说，惧怕邪门之事。爹！沈如玉泪眼汪汪，双手捧着膝盖，可怜兮兮的看向自家父亲。不过是迷信罢了。再说要跪，我也需去自家院子里跪，在堂姐家跪，算什么事？十七当即说道：可别，这里面啊大有学问，跪地位置不能移动，否则就是对神佛的不敬，会被反噬的。反噬？沈国海问。是啊。十七点头，似个有学问的老先生般，老气横秋地说：对神佛不敬之人，可是要下18层地狱的。沈国海不禁打了个寒战，连忙看向沈如玉，说道：如玉，忍一忍，今天很快就过去了，等到了晚上，让五婶给你炖个燕窝补补身子。沈如玉愕然地望向怕死的父亲。第43章，眼里哪还有他这位三叔？爹，怎地这般不懂事？你就不想你爹活久点吗？沈国海恼怒地道：非要你爹下18层地狱才行。沈如玉一时语塞，好半晌都说不出话，愤愤不平地看了几眼笑饮制茶的沈宁。三叔莫要动怒，喝点茶消消火，我想如玉也不是故意的。沈宁浅浅一笑。沈国海看了眼沈宁，为人父3年倒是长进了不少，知道在长辈面前要恭顺谦和了。3年前的沈宁那就是脱缰的野马，这上京城压根不够他野的，得去西北广袤的大草原去放浪形骸。沈宁从小骄傲得很，对这位俗气的三叔一向不放在眼里。如今见沈宁有了妇道人家的府邸姿态，沈国海甚是满意。过了会儿，沈国海的屁股又从椅子上触电般弹起来，
手掌朝脑门上一拍，对被晾在一旁的燕云彻卑躬屈膝：“瞧我这糊涂脑子，王爷，您快请坐。”沈国海拉开了一把椅子，还横狗腿的捻着袖子，在干净锃亮的椅上擦了擦，才弯腰伸手请燕云彻入座。燕云彻淡淡的发出一个音，冷峻的像料撬寒冬的一抔血。身后的17等人见状，连忙把椅子拉得更开，铺上王府独有的狐狸绒毯，又拿出北渊王专用的流光杯盏，并且还有2个抱着琴的面纱女走出来，纤纤玉手当即拨动琴弦，宛如天籁的琴音回荡在清幽堂。燕云彻这才优雅地坐在椅上，一双长腿桀骜地架在桌面，鲜红的衣袍翻飞，假寐似的半垂着眼皮，尽是皇家贵族的慵懒金贵。沈宁见此浮夸的一幕，嘴角扯了扯，脸皮也跟着略微的抖动。都愣着做什么？沈宁还不给王爷行礼？沈国海喝道：“至于沈如玉，就好生跪着吧。”他还真怕沈如玉起身行礼，把他这位爹给诅咒进地府了。不必了。燕云彻轻摆了摆手，那缓缓抬起的手在深秋的阳光下透着一种冷调的白，手指瘦长如上等之玉，好看又惹眼。本王为人朴素，罪民同乐，既不喜骄奢之风，也厌恶虚伪礼仪。众人瞠目结舌，宛如听到什么天方夜谭。朴素，不喜骄奢之风，偏生这话还是从上京城最奢靡华贵的王爷嘴里说出来的，当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臣下瞧着北渊王那张恍若天人的脸，只觉得怦然心动，又是分外的遗憾。要不是北渊王太过于声色犬马，没个好名声，他当真会爱慕此人。燕云彻微微偏头，眉眼含着灿若星辰的笑：“沈小姐，我们又见面了。不知王爷前来沈府，所为何事？”沈修白问道。修白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沈国海瞪目：“王爷来沈府，一定得有事才行吗？王爷那是器重于你三叔我，才愿意高抬贵族来沈家喝茶。”沈国海在酒楼喝酒，与燕云彻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自诩是这世上不可多得的忘年之交。上京城谁人不知北渊王阴晴不定，喜怒无常，他随口邀请燕云彻进府，燕云彻竟真的就点头答应了，还说要日日来沈家喝酒下棋。沈国海感动的就差涕泗横流了。听闻沈小姐子金武堂斋的榜首，恭喜！燕云彻摇晃着流光酒壶：“多谢王爷。”沈宁心里疑惑的很，这燕云彻怎么能跟沈国海混到一起去？沈国海更是不爽了。北渊王左一个沈小姐，右一个沈小姐的，眼里哪还有他这位沈三叔？王爷，沈国海扯过话题：“我家酒窖收藏着50年的花雕酒，王爷若是不嫌弃的话，去我那寿天堂共饮美酒。”寿天堂原名叫做霁月堂，沈国海觉得难听，挥笔方遒改了寿天2字，寓意与寿与天齐。好。燕云彻应罢，笑望着沈宁：“沈小姐，可否借一步说话？”沈国海才沾沾自喜，就被燕云彻的一声“沈小姐”给浇灭了全部的热情，极其不忿地望着沈宁。沈宁将三叔的脸部变化尽收眼底，实在是头疼得很。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后院的女人们在争风吃醋呢。五兄抓住了沈宁的手臂，笑望着燕云彻，礼貌地道：“王爷有什么直说即可，舍妹怕生，还望王爷海涵。若本王不海涵呢？”燕云彻戏谑的笑，含笑的眉目尽着几分危险之色。五兄，沈宁压低声音拽了拽沈修白的袖袍，方才款款起身，略行了行礼：“王爷，请吧。”燕云彻此人极其难缠，与之打交道需分外小心。沈国海则是一副深宫怨腹痛失所爱的表情。沈宁与燕云彻进入清幽堂的主屋，拉开了一段距离，一身的冷淡疏离。沈小姐似乎欠本王东西，至今尚未归还。燕云彻道。沈宁愚钝，不知王爷是何意思。闻言，燕云彻逼近了几分。沈宁步步后退：“王爷，还请自重。”直到沈宁的脊背抵在了墙上，便拢起了眉，漠然的开口。燕云彻缓缓靠近，彼此灼热的呼吸好似都能听见。沈宁双手握拳，极力的遏制住将这男人给摔死的冲动。忽而，男子低低的笑了，长指将沈宁发上一片枯黄的落叶取下，并给沈宁看：“沈小姐的下人真不细心，连这都没发现。”沈宁结意微颤，呼出的气深了几分，如丛林的小兽，满怀戒备地望着步步逼近的猎人。“还请王爷指点所欠之物。”沈小姐当真贵人多忘事。燕云彻把玩着落叶，懒洋洋地道：“沈小姐衣裳被撕裂后，在本王房中换了本王留给本来王妃的衣裳，可还记得？”沈宁感情这王爷惦记着那一件衣裳，只是这话从燕云彻的嘴里说出来，怎么感觉他们好似在富贵别院干了什么似的？他回府后需要考虑的事情太多，还真就把富贵别院的衣裳给忘了。再这说来，
他也没想到上京城内最是纸醉金迷的富贵王爷会惦记着那一件衣裳。抱歉，沈宁镇定的道，我并不知道那是王爷的房间，也不知道是留给未来北渊王妃的衣裳，稍后我便会还上。原是如此。燕云撤笑，本王还以为沈小姐愿意当我北渊王府的王妃呢。第44章，表情怪异，宛若便秘。话落，沈宁不期然地撞入了那一双含笑的眼眸，如妖孽的狐狸般，虽依旧的风流和玩世不恭，语气却藏着无比的认真。王爷深盼美人如云，这般言说，折杀我了。沈宁结意微颤，梳理冷淡地道，北渊王与人说话都喜欢靠得这么近吗？难怪赫连老师傅见到王爷总是表情怪异，宛若便秘。燕云彻，他在嘲讽他连老人家都不放过吗？衣裳已经洗了，稍后我会送到富贵别院。沈宁低声说，而且我刚与顾将军解除了夫妻关系不足1月，按照礼法来说，王爷不该与我走动如此之近，若是玷污了王爷的清誉，那就是我的不是了。燕云彻讳莫如深的眸瞥见他的冷漠，眼底骤浮出血色的沉痛，稍纵即逝过，便燃起了笑意，漫不经心地道，本王早已声名狼藉，何来的清誉？说罢径直往外走。沈宁盯着他的背影蹙眉，所欠之物尚未归还，且不要了，本王看起来很缺钱吗？男人恣意郎当，说走就走，比来时多了几许冰冷，话语也如闹别扭的孩子。沈宁迷茫地留在原地，施施然地耸了耸肩，按道这天界之子就是喜怒无常，阴晴不定，说要归还的是他，不要的也还是他。沈宁轻呼了口气，整理了下鬓角的乱发，方才回到清幽堂的院子。沈国海见王爷出来，笑如菊花般迎了上去，王爷，我刚想起来家中有绝版的武林曲谱，王爷可会感兴趣？燕云彻这位爷像是吃了枪药般，不忿地望向了沈国海，本王跟你很熟。沈国海目瞪口呆，宛若被丢弃的深宫怨妇般，不可置信地望着翻脸不认人的燕云彻。燕云彻看向陈夏，陈夏娇羞地低下了头，两颊是少女情窦初开的绯红。王爷，他娇软开口，姑娘这发簪是前年的样式了，本王别院的婢子都不用，陈府竟已落魄如斯了吗？陈夏把杏眸瞪得滚圆，逐渐因委屈而汇聚出水雾，泪珠欲落未落的挂在下眼睫，委屈极了。燕云彻又望向了陈莲，把陈莲吓得瑟瑟发抖。陈大公子的发冠歪了些许，似那的痞流氓，出门前该多照照镜子。是，王爷教训的是。陈莲忙不迭地站起，颔首低头之际，两手不忘去摆正自己的发冠。如玉姑娘，你和小九的婚约是本王亲自做媒，若你还是我行我素，肆意妄为，罔顾礼法，那本王既然能给你这门亲事，也能亲手毁了去。当年燕玄宗靠沈家打下江山根基，在开国建朝之后，当着天下万民和文武百官的面说过燕家铭记此等恩情，皇家与沈家每一代都要连赢2位，各出一子一女。九皇子的生母兰贵妃曾私下想要沈宁作为儿媳，和九皇子燕长龄成婚。恰逢燕云彻时隔多年再次回京入宫，和当今圣上下棋，说要一手包办燕长龄的婚事。随即沈如玉变成了九皇子的未婚妻。兰贵妃原是不满，然而得知沈宁将要嫁给顾颖南，变得作罢，彻底放下心中念想。第45章，魏父能不能活到100岁就靠你了。自从沈如玉无意得知自己引以为傲的婚事最早选定的人竟是沈宁，故而对沈宁多有敌意。这些沈宁也是不知情的。王爷，如玉知错了，往后定会遵守礼法规矩，绝不失礼。沈如玉苍白着脸匍匐在地，身体高频率的颤抖着，卑微的出声道，还请北渊王源谅如玉这一次。在沈家3房一脉被前面2房压得死死的，父亲沈国海也是个不思进取，只会混吃等死的，每天神神叨叨的像个神棍，若不攀得高枝，他沈如玉将永无出头之日。燕云彻宛如个煞神，须臾就痛斥了4个人。当他走向侍卫时期的2条腿简直如筛糠般抖动着。回去领罚。燕云彻面无表情，似活阎罗。为何呀，王爷，属下今儿个可没犯错。今日的太阳这般圆，圆的烦人，不是你的错，是谁的错？燕云彻理所当然的道。清幽堂大院，众人连气都不敢喘一个。北渊王这等姿态，俨然是路过的狗都得被训斥几下，谁敢招惹？属下知错了。17捏了吧唧，内心接着哀嚎。他最大的错就是不该来到这个世界，早知生活艰难，不如早点憋死在娘胎得了。燕云彻的眼角余光清扫沈宁，一脚踹翻了地上的脚蹬，甩甩偌大的袖袍，哼哧哼哧的往外走。目睹全过程的沈修白再一次被燕云彻刷新了观念。沈宁瞅着那暴力躁郁似狂犬的男子渐行渐远，心情颇为凌乱，嘴角轻抽了几下。总的来说，这也是好事。
沈家和北渊王府来往过于密切，只会埋下祸端。沈宁，你到底跟王爷说了什么？沈国海呵斥，王爷对你三叔我那是疼爱有加，忘年之交，是不是你心生嫉妒，因而从中作梗，破坏我与王爷深厚如铁的感情？沈宁瞧着沈国海眉飞色舞、惟妙惟肖的神情，心平气和地道：三叔，你也一大把年纪了，虽不长家，且也该知分寸，懂进退。我可是你的三叔，还轮得到你来说教？沈国海顿感颜面扫地，怒喝，并非说教，而是忠告。沈宁直言，当初祖母让三叔去读书，可三叔偏要去放猪，如今才不知侄女话里话外的用心良苦。这里是清幽堂，三叔若要来喝茶饮酒，须说叔侄感情，侄女欢迎之至。若三叔要闹事，休怪侄女避堂谢客了。你敢！沈国海说完，立即就心虚了。若是旁人，倒会给他3分薄面。这沈宁还真敢！年幼之时就做过带着人捅破他房屋楼顶瓦片的事情来。三叔，你我都是自家人，又何必动怒？喝茶。沈宁烹茶淡语，喝什么劳什子的茶？沈国海鼻孔朝天，哼道：你这清幽堂，无事一刻都不想待了。沈国海只觉得如坐针毡，哪哪都不舒服，就连清幽堂的青石板地隔着靴子都在烫脚。女儿沈如玉抓住他灰褐色的袖袍，爹。沈国海温声道：如玉乖，好生跪着，让人看看我沈国海的女儿有多知礼数。言罢，俯身而来，用手掌掩嘴，朝着沈如玉做贼似的低声说：乖女儿，女儿乖，为父能不能活到100岁，可就靠你今晚了。沈如玉一脸绝望，满腔怒气像是打在棉花上，软而无力。第46章，也不知哪个缺德之人想出来的。沈小姐，天色不早，我们兄妹2人就先回去了。陈莲起身作揖，也是觉得头皮发麻，若非不合礼数，都想脚底抹油似的溜走了。2位慢走。听闻沈小姐子金武堂的秋季考核拔得头筹，恭喜恭喜。陈莲讪讪笑了几声，带着妹妹逃也似的离开沈府。走出沈府大门，抬手抹了一把冷汗，并低声告诫陈夏：阿妹，日后见到沈宁，定要绕道而行，切记不可得罪此人。一介弃妇，有何了不得？陈夏冷哼。陈莲则有些担心和忌惮地看向了沈家的牌匾。清幽堂。沈国海虽已离去，沈如花却留下来陪姐姐沈如玉。他怒视沈宁，红着眼说：沈宁，你太让我失望了，曾经的你不是这样咄咄逼人的，你现在变了，变得恶毒，变得让我不认识了。数年来，沈宁听得最多的话就是他变了，不是变。沈宁慢条斯理地端起茶杯，轻呷了一口，淡淡地望着沈如花说：是我本就恶毒人，你至今才看得清罢了。你真让我失望。沈如花哽咽：你如今这样，倒不如死在顾家。1年前，沈宁在顾家生了一场大病，险些就熬不过去，好在他挺了下来。你说的对。沈宁放下茶盏，朝沈如花露出了一个笑。沈如花看着他脸上的笑，心里却堵得慌。末了。沈宁不动声色的浅声道：很可惜，阎王也不敢收我的命，我还就死不了。沈如花微微张大了嫣红的唇，跪好了。沈宁起身俯瞰着沈如玉，还有好些个时辰到子夜，一刻都不能少。你们若当真是姊妹情深的话，也不必说些虚情假意的话，互相陪着跪即可，又何必在我面前假惺惺？跪就跪。沈如花倒也硬气，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两手搀扶着自己的姐姐。沈宁吃了声，走回到屋内去看书。如花，阿宁是你的阿姐，她大你小，再有下次，必当家法伺候。沈修白愠怒道：修白哥哥，你难道不觉得她不似从前，像变了个人？她没变，变的是你不知天高地厚的眼睛，以及你那忘恩负义的心。沈修白拂袖而去。若非阿宁归家不宜，闹出太多声势浩大的事来，今日他定饶不了沈如花。奈何沈如花年纪尚小，阿宁在外3年，想要重新立足，非一朝一夕之事，得徐徐图之。屋内，沈宁靠在窗前的椅上，含笑地望了眼五哥的身影，便继续垂眸看书，等待采莲从三春山回来。夜晚风大，陈欢欢给沈宁披了一件外袍，多点了一盏烛灯。3更天的时候，采莲推开门，风尘仆仆地回来。小姐，我问到了。采莲接过陈欢欢递来的热茶，猛灌了一口。沈宁把书放下。采莲说：老医师说了，顾将军并非先天不举，而是后天不举，此话何意？沈宁眸光一闪，诧然地问：后天不举，这倒是一件新鲜的事儿。据说顾将军应当是被人下药了。采莲咂舌，这招也太阴损歹毒了吧，也不知哪个缺德之人想出来的。却说此时正在望月楼懒洋洋撸狗的燕云彻，冷不丁又打了个喷嚏。第47章，他有一双不算好看的手。
下药。沈宁微眯明眸，细细思量，顾颖南早年得罪了不少人，许是仇家做的，能做的神不知鬼不觉，并且让满城医师都缄口不提，定然是上京非富即贵之家。对了，魏老先生可有说过那奇香？采莲点头如捣蒜。老先生说，后天中毒不举的男人，西岐的迷迭灵香能暂时解开不解之症。而传闻西岐皇室的女子自小就以迷迭灵香的水来沐浴，故而传出西岐皇女玉体生香的说法。那就对上了。沈宁垂下睫翼，淡淡的笑着。难怪顾颖南和蓝莲芝边境战场一相见就去玩什么活色生香的游戏了，根本之原因就出在这里。但不管顾颖南是否被下药，这一点永远都不可原谅。得知顾颖南不举之时，他未曾后退半步，而在顾颖南遇到蓝莲之后，却是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他。小姐，采莲有些担心，毕竟他曾亲眼见证过沈宁炙热如阳的感情。沈宁原以为自己会疼，莫想到过去这么久，竟然说释怀就释怀，反而期待往后的每一天。沈小姐，太子妃的设宴可要去？陈欢欢问。这怕是鸿门宴？去，当然要去。莫说鸿门宴，就是生死宴也得去。去见一见昔日那群见风使舵、落井下石的朋友。他重回沈家，自不可能躲在红墙绿瓦内，靠父母兄长的庇护过一辈子。他已错过3年，不能再错过余生。次日傍晚，斜阳漫天，太子妃在储君名下的青鸾凌空庄上宴请诸位世家后辈听李衡阳的讲学。凌空庄建筑恢宏，亭台楼阁，处处俱是雅致之景。九皇子殿下也是为衡阳宗师而来吗？陈夏拉着兄长陈莲一下马车，就看见燕长林进入青鸾庄。燕长林回头望见陈夏，伸出手揉了揉陈夏的头，耸了耸肩，无奈地道：父皇他非要我来，总怪我平日里既不看圣人之书，跟着大儒学习，也对骑射兵法不感兴趣，便希望我能在衡阳宗师的点化之下开了窍通。他郁闷得很，便紧接着道：你说父皇脑子里都在想什么？我又不是储君，江山社稷之事自然有太子。他日封地镇守边关有5兄，识文写字学富5车的有7皇兄，文武双全雄韬武略的更有2皇兄。我想想，清闲福何错之有？九皇子切不可胡言。陈莲压低嗓音传到皇上耳边，九皇子又要挨板子了。燕长林撇了撇嘴，似是想到了什么，问：听说沈家的宁小姐也会来？根据小道消息，顾颖南将会带着蓝莲芝出现在青鸾庄，作为蓝莲芝首次且正式的亮相。更何况沈宁曾还是李衡阳宗师唯一的爱徒，这错综复杂的关系比西瓜还大的八卦，是他来青鸾庄唯一的动力。沈如玉、沈如花两姐妹正满心欢愉地走向九皇子，就听到了九皇子关切的问话。扬起的嘴角顿时就垮了下去，拉着个脸像是奔丧似的。长林哥哥当真关心沈宁阿姐？沈如玉阴阳怪气地道。燕长林听不懂这弦外之音，耿直地说：是啊，宁小姐秋季考核拿了第1，我还没跟她道一声恭喜呢。沈如玉的面色黑如锅底，骤泛起难看的铁青之色，又有几分委屈，导致眼闪泪花，以至于袖衫下的一双纤纤玉手用尽力道攥成了拳头。燕长林道：如玉不必这么感动，日后我还会更关心宁小姐的。他还以为沈家堂姊妹情比金坚，沈如玉因此感动到无以复加呢。皇兄惯会打趣儿。不远处传来一道莺歌般清亮的声音：紫金武堂内都是一群不学无术的人，若说武学排行，那群人都在最末流。沈宁作为沈家100年武将之后，又曾被先皇和父皇相继夸赞过，拿个紫金的考核第1，九皇兄怎生恭喜？这应当是沈家的耻辱吧。来人华服着身，穿的姹紫嫣红，几乎把所有明艳的颜色都穿在了身上，分明眉目还很青涩，年纪轻轻的却挂了一脑袋的珠光宝气，宛如行走的太阳，满头珠玉，斜插步摇流苏簪，摇摇晃晃的啷当作响，还刺啦啦的晃人眼球。排行12的明华公主燕玲珑被众星拱月般的簇拥着出现，似那迎风盛开的牡丹，行为举止一颦一笑都彰显着富贵2字。而围绕在12公主的青年和姑娘们，曾经都是在燕京学宫跟在沈宁后边的那些人。除此之外，还有顾颖南、蓝莲芝2位。明华公主所言甚是。一位折扇轻摇、俊秀肤白的青年说道：作为衡阳宗师以前的爱徒，纵然结束了师徒关系，此番作为和成绩也实在是太丢衡阳宗师的脸了。沈如花赞同道：传去别国，丢的是大燕朝的脸呢。明华公主身边的人七嘴八舌，并肆无忌惮的言谈。我府上的李婶出去买菜，听人说现在坊间都说什么好母鸡就得日日下蛋，不会下蛋的老母鸡只能被宰了。这话说的让我们宁小姐情意何堪。哎，想到当初我与宁小姐同楼饮酒，骑马过郊原，就觉得晦气。她今年的岁数是18吧，那还是比土鸡要好看的。
再好看也不过是锦南哥不要的东西。这群作为曾经和沈宁交情最深的朋友，如今话说的一个比一个难听，不似权贵名门的孩子，倒像是市经上的长舌妇。沈如玉听着这些话，满含笑意。这会子，沈家的马车停下，偌大的马车垂着厚实的布帘，在一群华丽的马车之中，这一辆马车颇显得陈旧，有种难言的历史感。沈修白和沈青山兄弟俩人分别走了下来，一左一右的拉开了后帘。沈宁身穿素净的长裙，未施粉黛，挽着最简单的发髻，只斜插着一根旧年的流苏玉簪。她款款走下马车，在深秋的日晖下，白得宛若生光。只是她有一双不算好看的手，那是习武练枪15年，并洗手做羹汤3年的手。尽管如此，却依旧如月光般的白。白到晃眼。第48章，君二公子当真是个孝子，别往心里去。沈修白压低声音道：“沈宁按捺住想要冲过去大干一架的沈青山，随即攥着弟弟的手，和沈修白同步走向了明华公主。燕长林等人款款行了个礼，端地是落落大方，不卑不亢。而后望向了明华身后的紫袍青年，语气平淡道：“君二公子当真是个孝子，竟当众夸赞令母是个会下蛋的好母鸡，如此孝行，感动天地。沈宁，你怎能侮辱家母？”君二公子咬牙切齿：“原来是侮辱啊！君二公子不解释，我还真不知晓呢。”沈宁郑重其事地拍了拍君二公子的肩膀，语重心长的道：“人生苦短，且行且珍惜。正所谓百善孝为先，君二公子与令母有何过不去的节呢？何须这般在众目睽睽之下去侮辱令母？”君二公子的话原是想侮辱沈宁，却不曾想沈宁的嘴比之3年前伶俐了不少，黑的都能说成白的了。沈宁见君二公子哑口无言，又气到不行，唇角轻勾起了若有似无的弧度。眼前的大多数人都是他3年前的旧友，曾几何时一起喝过酒，骑过马，如今却不得不针锋相对。沈宁连起了思绪，眸光冰冷地望向了一袭霓裳如开屏孔雀般的明艳少女李长月。你既说当年骑马饮酒是晦气之色，足以见得贵人多忘事。李长月下意识就对沈宁有长伴多时的恐惧感，瑟瑟地往后退了退。沈宁，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看来长月姑娘忘了当初为何我去郊外玩，对我端茶送水，揉肩捏腿，甚至还长跪了3个时辰，我才心慈手软，待你一程，才让你有机会接触到明华公主。沈宁说到了这里，语气的尾音拖到很长，还低沉了不少，问：长月姑娘莫非是在说明华公主晦气？那你可真是狗胆包天啊！我没有。李长月吓得脸庞煞白到毫无血色，着急到几乎快哭出来了。明华公主，我……啪！明华公主反手一掌，直接甩到了李长月的面庞，手指上熠熠生辉且尖锐的护指刮过李长月细嫩的皮肤，登时留下了几道清晰可见的血痕。李长月抬手捂脸，又吃痛地放下了手，低头一看，手上有些刺目的血迹。他惊恐地望向了明华公主，忙不迭地跪下来，低着头说：“明华公主，长月并无此意啊，是他沈宁曲解了长月的意思。”明华公主好整以暇地把玩着精致的护指，淡漠地扫了眼李长月，不长眼的东西也敢在本公主面前作祟，这次饶了你，再有下次敢乱说话，本公主定是拔了你的舌头丢去喂狗。沈宁不动声色，面无表情，心如明镜似的，清楚明华公主这是在杀鸡儆猴，一派威风都是做给他看。是。李长月接连磕头数十下，公主教训的是，长月下回再也不敢了。哼！明华公主傲然地轻哼了一声，方才正眼看向沈宁。数年前的她亲眼目睹皇室中人和权贵世家的年轻一辈都喜欢跟在沈宁身边，那时她还是个备受冷落的公主，祈求父皇的宠爱，可恨连父皇都对沈宁赞不绝口。不过短短的3年，她与沈宁便如清晨浊水了。她要高高在上的俯瞰着沦为泥潭浊水的沈宁。沈宁，好久不见。明华公主笑着说道：“听说燕京学宫暂不收你，你怎么不与本公主说一声？本公主可为你帮忙说情，毕竟你也不是贩夫走卒的女儿，而是沈家所出，怎能在紫金武堂与那些三教九流混到一起去呢？不知道的还以为沈家没落，怪我大燕皇室苛待沈家呢。”明华公主慎言。沈宁缓抬右手，食指放在唇前，做了个噤声的动作。明华公主蹙眉。沈宁，燕玄宗幼年之时是王府车夫的儿子，也就是公主口中的贩夫走卒。燕玄宗推翻前朝登基的那日，对着大燕的文武百官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车夫之子也可称帝。”后世大燕皇室若有负于天下人，他盼望有英雄群起，推翻荒道。公主这话可是大不敬的话。沈宁，
你以为你一张嘴就能颠倒黑白，胡说是非吗？本公主不是吓大的。明华公主喝道。公主当然不是吓大的。沈宁言笑晏晏，只是公主在冷宫长大，如今的万千宠爱来之不易，我这是担心公主因一时的失言而断送了后半生的荣华富贵。跟着明华公主的李长月、君二公子、沈如玉等人闻言，俱是精神一振。明华公主最大的忌讳就是在冷宫生活的那些年，活的怕是连街边乞丐都不如。上回有个权贵之女无意提了一嘴，不出3日就溺死在湖边，她沈宁怎么敢呢？蓝莲枝看着沈宁，有些出神。顾影南抿紧了唇瓣，谁也不知他垂下的眼眸里藏着怎样危险的暗潮。明华公主直直地盯着沈宁看，默不作声了很久。她还真不敢继续斗嘴扯大不敬的话题。原来只知沈家沈宁一手破云枪出神入法，是上京奇才。明华公主挤出了个笑，还以为3年过去，沈小姐会丧失斗志无颜面见世人。我当沈小姐怎么敢来凌空庄子，原来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沉寂3年练了一张好嘴啊。哪里，若论斗志，自是比不上千金之躯万顷斗志的公主。明华公主闻言，眉梢高高抬起，露出自在的笑容。她还以为沈宁是故意在恭维谄媚，却不想沈宁接下来的话叫她恼怒不已。跟公主从冷宫走出的励志故事相比，我沈宁又算得了什么呢？沈宁笑盈盈的道。明华公主憎恨的看着她的笑脸。冷宫，她此生最恨最耻辱的过往。沈宁，明华公主拔高了声音。公主不必激动感动，也不必如此兴奋，沈宁都是肺腑之言，由衷的钦佩公主殿下。沈宁的话让明华公主犹如一拳打在棉花之上，软而无力。第49章，西二街的茶馆便宜又实惠。明华公主深吸了一口气，疯狂遏制住想要把沈宁笑脸给撕碎的冲动。沈修白稍稍低头，薄唇轻扬起好看的弧度，眼底流露出温柔宠溺的笑意。沈青山更是对自家阿姐崇拜不已，竟能把难缠的明华公主耍得团团转。太子妃怕是在里头望眼欲穿，诸位也别在外面站着了，快进凌空庄吧。燕长林见氛围不对劲，赶紧出来打了圆场。明华公主嗤笑：九皇兄，你可真会怜香惜玉，留下这么一句话就趾高气昂地步入凌空庄子，从头到尾都是大喇喇的珠光宝气。他随口所说却叫沈如玉听者有意，不由多看了几眼沈宁，心里满是忌惮之色。众人心思各异地踏入雕梁画栋的凌空庄，传出了欢笑之声。却说凌空庄大门正对面的楼阁高处，雅座静谧，茶烟袅袅。周老丞相亲呷了一口烫热的茶水，笑望着坐在对面故作镇定的老将军，悠悠开口道：沈老兄不是一贯看不上这流云茶楼的铺张浪费，如今怎么有闲情雅致，邀我在这里饮茶？喝茶就喝茶，废话怎么这么多？这么贵的茶都堵不住你的嘴吗？沈国山极其肉疼地望着桌上香飘满屋的茶水，肉疼到心都在滴血，板着脸皱起眉说：这茶水莫不是镶了金子，卖得这么贵，倒不如直接去钱庄抢钱得了。周老丞相笑呵呵地捋了捋胡须：沈老兄既不喜欢这里，我们就换个地方吧。西二街的茶馆不错，便宜还实惠。笑话，本将看起来很廉价吗？本将一生航战无数场，九死一生保家卫国，喝2盏贵如黄金的茶，享受一下怎么了？沈国山端坐着，举手抬足都是武将的铁血气势，下颌微抬，摆出一副睥睨江湖的阔气。周老丞相笑的像只老狐狸，既是如此，那再上2盅茶吧，要流云茶楼最好的茶叶。是。茶馆的侍者忙去取茶叶。沈国山张了张嘴，欲言又止，心底里把周老丞相的祖宗18代都咒骂了个遍。老兄，周老丞相好似察觉不到沈国山的怨气，目光透过窗棂望向了流云茶楼对面的凌空庄，意有所指地道：我还以为阿宁要受欺负了，没想到明华公主在他手上都讨不到好。谁关心他受不受欺负了？沈国山牛饮1盅茶。是，你不关心，我关心行了吧？周老丞相了然于心，也不揭破。沈国山闷哼了2声，眼角余光却始终在朝凌空庄的方向看去。那道纤瘦的身影逆着光渐行渐远。他问：老周，我不算是个称职的父亲吧？这个答案得由阿宁告诉你。凌空庄内有一条绵长的湖，湖的中心有一块宽阔的空地，正是切磋比试用的舞场，还有几处雅致的亭子。太子妃年纪轻轻就有雍容华贵和母仪天下的端庄，笑脸相迎众人，介绍道：诸位，李衡阳宗师就在湖心岛的亭上等待诸位，还请与我一同乘船前往湖心岛，共听衡阳宗师的讲学。明华公主、沈如花等人闻言，既朝湖心岛的方向看了看，又下意识地望了望沈宁。沈宁当初是李衡阳唯一的徒弟，
李衡阳还说要把沈宁培养成女宗师，成为新的传奇。后来师徒决裂，满城风雨，是是非非都由旁观者说了去。太子妃循着视线看向沈宁，浅浅的笑了声。说起来的，沈宁小姐还是衡阳宗师的徒弟呢。皇嫂是过去的徒弟。明华公主提醒道，现在她和衡阳宗师什么关系都没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徒关系一场。且不说各种感情，就论衡阳宗师当年对沈宁小姐的赞不绝口，就足以说明沈宁小姐的天资。沈宁小姐莫要往心里去。太子妃道。沈宁轻点琴手，算是礼貌性的回应了。明华公主撇撇嘴，也没跟太子妃对着来。毕竟太子妃跟当今皇后是同一个祖家，明华公主再是刁蛮任性，也不得不为之忌惮。我们何时乘船去武场亭？燕长林迫不及待地问。他倒不会对李衡阳感兴趣，只是好奇时隔3年，李衡阳、沈宁这对师徒相见时的神情。别急，还需等一人。等人？谁啊？来了。太子妃侧眸的同时，众人都跟着他的视线看了过去。皇叔！明华公主兴奋不已，满眼都只有那个一袭红袍、桀骜邪肆的男人。与其他刻板的皇室宗亲不同的是，他充满了野性，像草原上的狼，人间最炙热的风。明华公主如见情郎般毫不矜持地快步过去，想要挽住燕云彻的胳膊，撅着嘴嘟哝道：“先前我问皇叔来不来凌空庄，皇叔说不来，原来是想给明华一个惊喜啊！我就知道皇叔最疼明华了。”燕云彻修长洁白的手掌抵在明华公主的额头，硬是让明华公主在原地扑腾踏步，没靠近他一下。皇叔！明华公主娇嗔，还提着裙摆转了个圈儿。新做的羽裙好看吗？俗气！燕云彻眉头一皱，什么审美？明华公主眨巴了2下眼睛。燕云彻，不过也能理解，像你皇叔我这样审美高雅的人，也是如稀世珍宝般绝无仅有。众人若说这富贵晶莹的俗气，明华公主在燕云彻这大燕第一大俗人面前，怕是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吧。沈宁好笑地勾了勾唇。沈青山拽着他的衣角凑过来，小声叨叨：“他若是审美高雅，这世上就没高雅之人了。还好如此俗人不是我们沈家的人，不然我可得羞愧至死，无颜面见上京城的弟兄们。”沈宁耸了耸肩：“皇叔真坏，就知道取笑人家。”明华公主跺了跺脚，那嗲里嗲气的声音和矫揉造作的姿态，让沈宁和在场众人都深感头皮发麻。听说你前几日得了风寒，离远点儿，可别传染给了本王的千金之躯。燕云彻淡漠地拉开距离，明华公主却如被五雷轰顶般伤心欲绝地咬着粉嫩的下嘴唇。第50章一叶扁舟误水行。明华公主难受的眼睛都红了一圈。公主莫要叨扰了北渊皇叔。太子妃徐徐而至，清雅间莞尔一笑：“皇叔能来凌空庄，我与太子不胜荣幸。太子呢？”燕云彻慢条斯理地整理袖口，不急不缓地问。太子妃道：“皇宫有急召，太子不久前进了宫，还请皇叔委屈1、2，与我们同乘竹舟入湖心岛。进入凌空庄湖心岛的武场亭，需要乘坐特制的竹舟而去。深秋时分，湖面雾色朦胧，只依稀可见武场亭的轮廓，若隐若现的神秘和一叶扁舟误水行，才是此间最大的魅力和雅致。本王做人从不委屈。”闻言，太子妃张了张嘴，实在是猜不透北渊王的话中意思。四周众人亦都是云山雾罩的不明所以。不多时，就见满地都是倒抽冷气的声音。众人朝湖畔的左侧看去，秋雾缭绕，一艘奢靡富贵的大船缓缓靠近。船上有好几处雅座，摆满了美酒佳肴，就算日上3竿，船面还挂着华贵的琉璃灯。除此之外，甚至镶嵌着许多硕大的宝石和流苏镶成垂条下来的东珠，流光璀璨，金色夺目。侍卫17从船上走下，朝燕云彻行礼道：“王爷，请上船。”这些世家公子们都如没见过世面般，一个个都惊得张大了嘴，似可塞进个鸭蛋。啊，这君二公子喉结滚动，猛咽口水，人和人之间的差别简直比人和猪之间的差距还大。哥，我也想坐这个船。陈夏拽着兄长陈莲的衣裳，看得心动不已。陈莲也没想到，这北渊王肆意到了这种地步，左右去个湖心岛而已，就算是当今天子，也不会动用这般奢侈的宝石船吧？阿姐，好俗。沈青山撇了撇嘴，语气带了点酸味。沈宁抬手轻摸了摸鼻子，饶是沉着冷静如他，也被北渊王的特立独行和富贵行为给整个嘴角抽搐了好几下。你看什么？明华公主许是察觉到了沈宁的眼神，挑眉嗤笑：“我皇叔的宝船，岂是你这双凡眼能够看的？”沈青山气不打一处来，就要往前争辩，被沈宁一手拽到了身后。而被明华公主甩了一巴掌的李长月，眼见着有戴罪立功的机会，便盛气凌人地瞪着沈宁说道：“沈宁，
众所周知，北渊王爷最疼我们公主了，这可是北渊王爷特的给公主准备的惊喜，你就好好嫉妒着吧。像你这样的下堂弃妇，是断断享受不到的。沈青山从沈宁的背后探出了个脑袋，李长月，若我没记错的话，你娘刚生你的时候就被休妻了，还是你娘跪了几天又哭又闹的，你爹才重新收她进府？大雁虽以武为重，孝道却是百道之首。你娘知道你这个不孝女在外头这般诋毁她吗？我没有。李长月甩袖就要抬手去打沈青山的脑壳子的，沈青山不甘示弱的伸长了脖子，你敢打小爷一下，小爷要你吃不了兜着走。李长月的手就要砸下来，却被沈宁利落的钳制住了腕部。他抬起眼帘，对上了一双冰寒的眸子。动我沈家的人，你配吗？沈宁面色如霜，冷声道：李长月，你当我沈宁死了？李长月想要把手抽回，却被沈宁紧抓着。沈宁用的是左手，力道却极其的大。沈宁，放肆！明华公主喝道。我沈宁自出生时向来就是放肆，明华公主也年纪不小了，至今方才知道吗？那还真是在冷宫待久了，孤陋寡闻了。话音才落，沈宁面朝明华公主咧开嘴，灿然一笑，不似往日的冷静淡然，多了一抹浓烈的张扬。你！明华公主的声音高到尖锐，沈宁直接喝声打断。明华公主几次三番为李长月出头，难道说是明华公主你指使他李长月来殴打我幼弟的？明华公主，是你吗？明华公主被堵得哑口无言，不敢认下这个罪名。放肆！本公主岂会做出这种事？那就是他李长月目无法纪，不可一世，既不守大雁行律，又不遵孝道。我作为青山的阿姐，教训他两句何错之有？沈宁松开了李长月的手，冷睨着他说：李长月，再有下次，就不是教训两句这么简单了。李长月揉了揉发疼的手腕，眼睛含泪，可怜兮兮的看向了明华公主。见明华公主没有出头的打算，李长月便吸了吸鼻子，默不作声的低下了头。这一场闹剧让湖畔的公子小姐们又惊又吓，特别是君二公子这群从前喜欢跟在沈宁背后的人，都还以为数年时光磨平了沈宁的棱角。沈青山扬起脑袋，眨了眨药石般水滴滴的眼眸，狂切又炙热的盯着阿姐看。阿姐，沈宁偏头，语气温柔如水。你真好看，日后我要娶像阿姐一样好看的女子。胡闹！沈宁口吻嗔怪，美眸却漾起了对弟弟宠溺的笑。哼，我不管，我就要阿姐这样的媳妇。沈青山哼哼唧唧的道，肉嘟嘟的脸煞是可爱。沈宁眉角眼梢的笑跟着浓郁了许多。沈修白见姐弟俩的互动，唇角轻勾了勾。大哥沈金峰和其他哥哥离开上京城是为了守住沈家，临走前都交代过他，保护好沈家还有家外的宁妹。思及此，沈修白侧眸看了眼顾景南，发现顾影南在偷偷看向沈宁，并捕捉到了那眼神里稍纵即逝的惊艳。沈修白的眼底渐渐浮起了偏执和冷厉的血色，随即又缓缓地掩盖住，恢复了往日的陌上君子，温润如玉。皇叔！明华公主见燕云彻还没上船，就以为真如李长月所说的那样，是先抑后扬，只为给她的大大的惊喜。她满怀欢愉雀跃的提裙走上金华耀眼的宝船，才刚刚靠近，就被冷酷的侍卫伸手挡住。侍卫时期诞生道：明华公主，这是王爷的船，还请你另行逐舟。为何？你也知道，时期为难地说，王爷这人爱干净，有洁癖，自己的东西不喜外人沾染半分。第51章，我会成为大雁第一武将。洁癖？这不明摆着说他明华公主是个脏东西。明华公主咬紧牙关，连忙走向即将上船的燕云彻。皇叔，明华也要坐这个船吗？明华要吗？听不懂人话是吗？燕云彻驻足，神情冷得像冰，眼底偶有厉色闪过，望向明华公主的眸光就像是断头台的刽子手，冷血地俯瞰着该死的蝼蚁。那一刹，明华公主宛若堕进冰窖，浑身僵住，四肢百骸里的血液都在渐冷。世家公子小姐们也再一次地体会到了北渊王的喜怒无常，俱都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个。明华公主咽下这份委屈，回到竹舟所在的河畔。李长月小心翼翼地开口：公主。明华公主扯开脸皮笑：李长月，你很好，敢戏耍本公主。明华公主，我真以为那是北渊王给您的惊喜，我也没想到他。李长月急得语无伦次，吓到边哭边说：没想到是吧？明华公主笑了，没想到的是你也敢拿出来误导本公主。这一下李长月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做梦都没想到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当然清楚明华公主现在没严惩他，完全是因为北渊王还看着，不愿露出凶煞的一面。
等这次衡阳宗师的讲学结束，明华公主有的是办法去折磨他。明华公主冷哼了一声，在婢子的搀扶下踏上了竹舟。太子妃长袖轻拂，嗓音温和的道：“诸位，上竹舟吧，千金一刻，莫要让衡阳宗师等久了。”众人纷纷踏上竹舟，乘舟行雾，前往湖心岛武场亭。阿宁，与我共乘一舟吧。顾影南突兀的出声。沈青山唰的一下冲到了沈宁的跟前，伸出双手将沈宁护住，如见血海深仇之人，狠狠地瞪视着顾影南。顾影南笑：“青山都长这么高了，数年前还只是个小哭包呢。我长高与否和你有什么关系？我警告你，离我阿姐远一点，否则等我长大了，你就不会有安生的日子过。”沈青山眼珠子一转，望向了顾影南身旁的蓝莲枝：“你就是大齐的永安公主吧？红缨枪玩的不怎么样，抢男人的本事倒是厉害。如若这就是你们大齐公主该有的教养，今日我沈青山也算是开了见识。”他憎恶顾景南，憎恶永安公主，憎恶每一个辜负阿姐的人。大人的事，小孩不要掺和。顾影南拢了拢眉，事关两国，青山还需慎言。两国？两国什么？沈青山反问。都是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罢了。难道不要她这倒贴的公主，我大燕王朝就会前功尽弃，功亏一篑？将国事和江山社稷都系于一个女人身上，是你为江者的无能罢了。沈青山头一次发现，原来自己还能这样口齿伶俐。顾影南额头青筋隐现，太阳穴突突的狂跳，快要失去了耐心。沈青山目光炯炯有神，透出了钢铁般坚定的光泽，直视着顾影南道：“顾将军，听好了，我沈青山会长大，到时我会成为大燕第一武将。顾将军见到我，可要学会绕着走。”“好，我等你为你阿姐出气的那日。”顾影南说：“等你长大，就会明白武将的用心良苦和不容易。”青山，上周。沈修白横眉冷道：“在家时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废话多说无益。”是。沈青山软了下去，不再那么咄咄逼人。修白兄！顾影南喊住了将要上舟的沈修白，张了张嘴，欲言又止，千千万万的言语都堵在咽喉，难以诉说。他与沈修白是同龄之人，还在燕京学宫时，那些个王孙权贵都结伴同行，不愿搭理寒门出身的他。那会儿他被人痛揍一顿，正是深夜，颓废萎靡地坐在地上。沈修白提着酒壶在他面前晃了晃，他一愣，接过酒壶与沈修白喝了个精光。他能与沈宁相识，也是通过沈修白。后来沈宁与沈家断绝关系，所有人都不喜欢他，就只有沈修白什么话都没说，给他送了一壶酒。顾将军如今是大红人，功勋实际光宗耀祖，沈某担不起顾将军一声修白兄。沈修白冷漠的道：“你可是在怪我？”顾影南急促：“我以为你能理解我的。”沈修白背对着顾影南的低低的笑了声，旋即回眸笑去，嘲讽地道：“我能理解数年前的赤诚少年，并不能理解如今香车宝马金骨馔玉的白眼狼。”顾影南的双手下意识紧紧的攥紧。“景南兄！”沈修白上周雾色愈发的浓，他忽而朝顾景南喊了一声。顾影南连忙抬起眼帘，欣喜的看过去，湖上烟雾遮住了沈修白的身影。沈修白道：“我此生最后悔的事，就是理解当年的你，害我阿妹遇人不淑，让我沈家的金枝玉叶吃了数年不该吃的苦。”竹舟载着人离开湖畔，进入更深的雾里。顾影南的心口却像是插了一把钢刀，疼得他快喘不过气来了。竹舟之上，沈修白失落地低下了头：“阿宁，对不起。五哥，你对得起任何人，是我年幼无知没见识，怨不得旁人。”沈宁安慰道。沈修白心疼地望着妹妹。汪！犬吠之声让兄妹几人严肃的氛围迅速瓦解。沈宁抬眸看向侧边，北渊王奢侈华贵的宝船出现在竹舟边，竹舟在对比下显得磕碜又寒酸。白毛大狗趴在船边，露出个毛茸茸的脑袋，宝蓝色的眼睛格外好看，正开心的张嘴吐着舌头，像是在对沈宁笑，又很激动地喊了一声：“汪！阿姐，这大狗狗好可爱。”沈青山眼睛一亮。沈修白平了平眉：“沈小姐，看来本王的狗很喜欢你。”船边秀气慵懒的身影，清雅金贵的以来，眼尾缱绻含着笑意，又因天生上挑而多了一丝若有似无的邪。汪汪汪！白毛大狗摇头晃脑地喊：“王爷，他在说什么？”沈青山好奇地问。燕云彻垂眸望沈宁的眼睛，嗓音低沉的道：“他说，他虽与顾将军同名，但狗品是大燕境内一等一的好，希望本王邀沈小姐同船游湖。”沈青山、白毛大狗就喊了3声，会有这么多的内容咩？第52章，顾人情，盼顾人。王爷真会说笑。沈宁不冷不淡的道：“看来沈小姐是要拒绝我们家的蠢狗了。”燕云彻伸出修长如玉的手，
轻轻地摸了摸白毛大狗毛茸茸的头部。蠢狗，听见了吗？沈小姐不喜欢你，不愿与你同乘一船。啊呜！白毛大狗朝天长啸了一声，惊得沈家三姐弟都目瞪口呆。沈青山都结巴了，他真的是狗不是狼吗？砰！白毛大狗用头去撞宝船边沿的栏杆，摆出一副伤心欲绝的模样。叶云彻无奈地道：“沈小姐，看到了吧？难道王爷觉得阿宁上船，他就会开心了？”沈修白警惕地盯着叶云彻的眼睛。古书上说，猫狗都是不开灵智的，他们的想法多数是人们的先入为主。叶云彻颀长的身影玉立在雾蒙蒙的船上，满船的华彩熠熠，衬得他比那硕大一颗的宝石还要耀眼夺目。他在雾色之中低低地笑了一声，嗓音如芙蓉泣露般的好听，知玉般的手揉了揉白毛大狗。别闹了，沈小姐愿意陪你。这句话宛如定海神针般，将那闹腾许久的狗儿瞬间贴了符似的安静下来，变戏法似的趴在栏杆，朝沈宁吐舌头傻笑，黑滴滴的眼睛满怀期待地盯着沈宁看。沈宁张了张嘴，人狗相望，竟是无言以对。沈修白眉头皱的宛如打了个死结，仇视地盯着那乐呵呵的白毛大狗看，心中腹诽：这狗随其主，与那北渊王一样的让人讨厌。沈小姐，请吧。叶云彻懒懒散散地张开了手，桀骜的眉目和气质透出了一股漫不经心下的随性惬意。阿姐，去王爷的船上，你以前不是最喜欢狗狗的吗？沈青山拽着沈宁的衣角晃来晃去，去吗？我想和他玩。沈宁幼年时养过一条狗，喜爱得很，去燕京学宫都要带上，却不知被谁在学宫大院架着锅炖了。数年时间都没有找出杀狗凶手。砰！白毛大狗又一脑袋撞在了栏杆。好，上船。沈宁想到自己从前养的狗，于心不忍，便点头应下。沈青山开心到手舞足蹈，手脚并用地爬上了船。燕云彻朝下方的沈宁伸出了手，谢了，王爷。沈修白把手搭在燕云彻的掌心，猛地一抓，借力跃上，稍稍用力过猛，就扑在了燕云彻的怀中。燕云彻的眉梢高高挑起，沈修白随即来到船边，朝沈宁伸手，眯起一双狐狸眼：阿宁，上来。沈宁抓住五哥的手跃到了尽显富贵的宝船，他还没站稳，就见那巨大的白毛狗扑入了沈宁的怀里，不停地用头蹭沈宁。不许动！沈宁轻喝了一声，白毛大狗当真一动不动，只对着沈宁吐舌头，笑起来的时候眼睛里好似有星星。伸左手！沈宁再道。白毛大狗立即抬起了左爪子。沈宁坐下！白毛大狗照做。沈宁趴下打滚，白毛大狗就滚到了沈宁的腿边。这种训狗的熟悉感让沈宁的眼睛有些红。以后就叫你大白吧。沈宁蹲下来，笑容灿烂地张开了双手。大白横冲直撞地扑进了沈宁怀里。沈宁抱住柔软又毛乎乎的大白，双手上上下下地摸来摸去，触感喜欢到不行。船头，北渊王府的两个侍卫如门神般地站着。侍卫16用胳膊肘撞了撞17，悄然的道：还真是邪了门了，这狗除了王爷外，对谁都凶神恶煞的，怎么这么听沈小姐的？莫非17？莫非什么？16，你想想看，当初顾颖南求娶沈小姐，挨了多少军棍，怎么可能移情别恋？所以我想，莫非是顾颖南和大狗互换了灵魂？17，这私当的王府的侍卫还真是屈才了，真该去坊间写话本，说不能因此发家致富，成为人生赢家。叮，缥缈脱俗的琴音破雾而至。沈宁起身望向了湖心岛，湖水清冷，大雾的中心有穿着灰袍的老人坐在庭前抚琴，每一道琴声都像是光穿破黑暗，对着肮脏人世的救赎。婉转片刻，却又大气磅礴，非金戈铁马的杀戮，而是万千涓流入海来的大气。而这正是一代宗师李衡阳的胸怀。沈青山和白毛大狗一起趴在栏杆，用同样纯粹无邪的眼睛看向越来越近的湖心岛。衡阳宗主的故人琴是江湖就有女宗师所赠，10年来不曾见衡阳宗师抚过琴，今儿真有耳福，是不是大白？沈青山扭过头咧开嘴笑，白毛大狗转头看来也跟着笑。燕云彻道：故人琴，盼故人，沈小姐可知这故人是谁？沈宁微合上双眸，浓密纤长的结意轻轻地颤动着，月辉穿透深浓的大雾，映在他白皙的面庞。燕云彻薄红的唇角轻勾了勾，许是有些失态，很快就把不自觉的笑容给压了下去。故人。沈宁半抬眼帘，多了分清冷的慵懒。沉吟半晌，才看着近距离的燕云彻，含笑说道：或许衡阳宗师是在盼望王爷你。我曾听说王爷幼年之际颇为淘气，屁股都被衡阳宗师打开了花。燕云彻
噗嗤，沈修白才刚刚端起琉璃桌上的清茶，饮了一口，就全部喷洒了出来。沈青山和大白抱作一团，笑得合不拢嘴。叶云彻的脸色当即黑如墨汁，阴沉的叫人害怕。他虚眯起狭长的冷眸，单手扶在沈宁身后的栏上，俯身凑近了几分，贴在沈宁侧脸边说话的时候，唇畔一张一合，不经意地擦过了沈宁的耳畔。陈年旧事都记得这么清楚，难道说沈小姐对本王娇贵的臀部感兴趣？娇贵的臀部，嗨嗨嗨嗨！闻言，沈宁被自己的口水给呛得脑子嗡鸣空白。在遇见叶云彻之前，他当真想象不出世上的男儿并非只有坦然磊落的君子，还有像北渊王这样人比花椒比狐还要骚气千百倍的男子。叶云彻凝视着他深如骨潭的眼眸，藏着遏制不住的笑意。他低声说：“沈小姐，王爷到了。”16欢欢喜喜地走进内屋，神色骤然僵住。叶云彻，滚！16，好嘞，再滚慢一点，屁股开花的人，他就是他了。他就说17怎么好心让他来喊王爷，原来是挖了坑等着埋他。王爷方才想说什么？沈宁侧目问道。没什么。叶云彻说：“湖心岛到了，沈小姐下船吧。”宝石船停在湖心岛旁。明华公主、沈如花、陈夏这群世家公子小姐和太子妃早就到了武场亭。陈夏伸长了脖子去看，不应该啊，王爷的船不是先出发的吗？怎么比我们还慢到呢？君二公子露出高深莫测的神情。陈小姐，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若在彼岸大海，我们的小竹舟肯定是比不上王爷的大船，在这小小的湖面，当然是竹舟占尽优势，反而是大船束手束脚。陈夏恍然大悟，他左看右看，灵光一闪，问：“沈家的宁小姐呢？”李长月道：“我来的时候看见一个竹舟空荡荡的无人，漂浮在湖面，该不会宁小姐他们出了什么事吧？而且我听说弃妇回娘家会给家里带来厄运和不幸。”阴森森的风刮来，四周众人不约而同地打了个冷战，多数人都在忍着窃喜的心情。就在这时，沈宁牵着大白从宝石船的踏板走下。第53章，疯起来堪比野兽的病态之人。沈宁，谁允许你从皇叔船上下来的？明华公主急躁地踏步向前，缀满珠玉鎏金链子的手愠怒地指向了沈宁：“你竟还敢玷污皇叔家的狗！要是狗出了什么事，把你卖了，怕是都赔不起。本王让他来的，你有问题？”暗含危险厉色的声音响起，紧张的压迫感也随之而来。但见沈宁身后的宝石船上穿着宽大红袍的男人出现在踏板的顶端，他居高临下的睥睨着又惊又怔的明华公主，厉声道：“明华，惊扰了本王的贵客，本王看你是想重回冷宫了。”冷宫二字让明华公主如遭雷击，好看的星眸顿时涌满了水雾光泽。皇叔，明华年纪小，童言无忌，都还没定性呢，莫与小孩一般见识。太子妃忙来解围。年纪小？叶云彻冷嗤，圣上如他这般大时，已经建功立业，救国救民了，年纪小就能随意无礼的话，还要礼法国法作甚？太子妃见叶云彻真动怒了，想到太子曾经与他说过，叶云彻是个疯起来堪比野兽的病态之人，年幼时就活吃过一头狼。明华，太子妃在明华公主的身侧，压低声音提醒：“还不快向皇叔道歉！”明华公主吸了吸通红的鼻子，往前走了几步，垂下插满布摇簪子的头，小声的道歉：“皇叔，对不起，是明华冲撞了皇叔。”叶云彻却是丝毫的不领情。侍卫17道：“明华公主，你冲撞的是沈小姐。”沈宁。明华公主猛地抬头，怒气涌过四肢百骸，浑身都像是插满了倒刺。她乞求地望着叶云彻。叶云彻一动不动，如高高在上的神，与九霄俯瞰人世。明华公主咬了咬下嘴唇，眼睛也越来越红，满腔憋屈的她心不甘情不愿地走进了沈宁。汪！大白护在沈宁的面前，对着明华公主龇牙咧嘴的，倒真有点山野狼王的架势。明华公主吓得往后退了几步，等回过神来，便对这狗恨之入骨。她平日里没少讨好过这只傻狗，她却连狗的毛都没碰过一下。请沈小姐原谅本公主的失礼之处。明华公主咬碎牙和苦往肚子里灌。沈宁微微一笑，公主的言行举止代表的是大燕皇室，若一举一动没有皇家礼仪，俱如市井泼妇，怕是要让大齐的永安公主误会我们大燕。明华公主的指甲都快要掐进手心的皮肉。沈宁牵着狗与明华公主擦肩而过之际，都能看到明华公主脸上因咬牙切齿而狰狞的样子。后侧的宝石船上，沈青山道：“五哥，王爷真好，我以前不该听信那些流言蜚语，误以为王爷是个糟糕透顶的人。”青山，记住五哥说的话，
燕云彻是好是坏跟沈家没关系，更和你阿姐没关系。沈修白警告道，日后离他远一点，他比你我想象的都要危险。危险？沈青山迷茫地望了眼燕云彻，只觉得好事亲切，不见得有什么危险。他正欲反驳，一抬头对上了沈修白像是淬了冰霜似的面庞，认真严肃的如同换了个人。沈青山的心脏咯噔猛跳，而后乖乖的点了点头。沈修白看向沈宁和大白的背影，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青山，五哥，阿宁已经碰过一次南墙撞的头破血流，丢了半条命，下半辈子她可以不嫁，但不能嫁错。人生经不起第二次的失败，特别是一个女人，面对所谓的情爱与婚事，在这男尊女卑的时代，就如孤注一掷的赌徒。沈青山还小，听得云里雾里，半懵半懂。当我长大了，会养阿姐的。沈青山为了表示自己的坚定，右手还半握拳的挥动了几下。沈修白看见弟弟天真无邪的孩子气，收起满脸的冷峻，温润如玉的笑了笑。诸位，太子妃抬手一指，扬声道：“听见了琴声吗？衡阳宗师就在前面的白鹤亭抚琴。”闻言，众人的注意力都放到了一代宗师李衡阳的身上。沈如玉步步紧随九皇紫燕长陵，乍眼看去，好的就像如胶似漆般恩爱。他回头看向遛狗的沈宁，沈宁阿姐，别担心，衡阳宗师当初虽然厌弃你，但时隔这么久了，毕竟师徒一场，衡阳宗师不会把你拒之门外的。这么一说，更让人好奇于这对师徒的重逢了。臣下想要说些什么，被兄长陈连用眼神给制止住。君二公子笑道：“沈小姐不必将此事放在心上，衡阳宗师这几年也没少收徒儿，我看白鹤亭上就有他的大徒弟宋清玉陪伴在侧。”沈宁听得清清楚楚，君二公子是在刻意挖苦他。李衡阳宗师早年拒绝收徒，后来说他是唯一的弟子，再后来收了好些个徒弟。汪！大白扑腾一下冲向了君二公子，君二公子脚步一个趔趄，随即下意识开逃。大白一口咬在了他的臀部，皮肉被撕咬的痛感让君二公子不顾形象，面红脖子粗的仰头惨叫。大白！沈宁低呼。大白失控发狂，咬到牙齿都带着血。沈宁的声音如清流，洗涤他的狂躁暴力。他松开了君二公子，君二公子捂着冒血的臀部急到跳脚，另一只手怒指大白，恶狠狠道：“死狗，敢咬本公子，本公子今晚就把你炖了当下酒菜。”哦，你是想要炖本王的狗吗？燕云彻缱绻慵懒的声线多了一丝让人难以忽视的杀气。君二公子瞳眸骤然一缩，惊恐地看向了燕云彻。他虽然知道燕云彻身边有一条狗名为景兰，却不知沈宁的这条狗是北渊王府的。前不久燕云彻为爱犬在望月楼举办的盛宴，君家只去了长子，他还没份。君二公子，你说炖狗多无趣，炖人才有意思，是吧？燕云彻笑着说话，笑容却不及眼底，双眸只有一片凛冽的冰寒。王爷！君二公子双腿发软的瘫倒在地，浑身的毛发都因惊惧而倒竖起来，悚然地盯着燕云彻看。第54章，丢脸到连狗都不如的顾影男。王爷，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君二公子两股战战，涕泗横流，匍匐在地哀嚎道：“我真不知道那是王爷家的贵犬，我要知道，给我100个胆子，也不敢说出这样狂妄的话来。贵犬不是喜欢咬我吗？王爷，随便咬，随便咬，只要你不把我炖了，怎么都成。”说着说着，趴在地上撅起了个屁股，用另一边没被咬过的地方朝向了大白。狗狗乖，狗狗好，快来咬，给你咬。君二公子讨好的哀求。此情此景，此人此话，犹如辣椒水灌进了眼球，叫人深感不适的同时，眼睛还火辣辣的疼。哦！大白嫌弃的往后退，边退还边狂吠，最后忍不住干呕出声。沈宁安慰的摸了摸大白，目光却落在燕云彻的身上。这个男人，祥云经文的软靴贵气逼人，停在了君二公子的面前。君二公子的视线顺着那一双软靴朝上看，撞入了男人厉色纵横的眼眸。王爷！君二公子的声音还带着些哭腔。燕云彻一脚踩在君二公子的侧脸，迫使君二公子的另一侧面庞与大地亲密的接触。君二公子连动都不敢动一下，更不敢发出任何的声音。燕云彻的软靴在其侧脸踩了3下，每一下都很重。他逆着背进泥泞的君二公子道：“日后见到本王的爱犬，记得行跪拜之礼。”是，王爷教训的事，我一定铭记于心。君二公子艰难地道。燕云彻嗤了一声，优雅缓慢地收回了腿。李长月、沈如花之流早便知晓燕云彻行事狂妄张扬，桀骜难以驯服，还是个阴晴不定的主，却没想到北渊王嚣张恐怖到了这种程度。君二公子父亲可是当朝的兵部尚书，
响当当的大官。燕云彻说踹就踹，将人贬得连狗都不如，简直是奇耻大辱。丢了这样的脸，军尚书一家以后还怎么在上京立足？四下里都是屏住呼吸，即便震撼于燕云彻的暴力，却都不敢吱一声的。汪汪汪！带着撒娇语气的犬吠声，在这静谧的长空显得格外突出。大白一边叫，一边用2只前腿去扒拉沈宁，好似在要抱抱。沈宁听懂了大白的意思，只是大白，你这么胖，这么重，我抱不动。沈宁郑重的道：“这狗都比半大的人儿都要重了，多抱几次，他右手的旧伤就得再次复发。”汪汪汪汪汪！大白摇头如捣蒜，又去用前腿扒拉沈宁。听好，你已经是大狗了，需要独立。沈宁像是教育小孩般正儿八经的说。噗嗤，燕长林一时没有忍住笑出了声。沈小姐当真有趣，对狗导向跟对人一样认真。沈如玉浑身都紧绷成了一根弦，防贼似的防着沈宁。狗是万兽之中最通灵性的。沈宁笑着说。被教训过的大白颓废的垂着头。好吧，就一会儿。沈宁张开了手，大白猛地抬头，嘴里还吐着舌头，直接扑入了沈宁的怀中。沈宁稳稳当当的接住了大白。大白欣喜若狂的都不像是一条狗了。白鹤亭旁，夜雨雾色之中，红袍似火的燕云彻看向那一人一狗的眼神之中多了些温柔如水的宠溺，如那月色清辉般姣好。故人琴音骤然止住，白鹤亭四面闲挂的血色薄纱随风而动，颇有一种难言的意蕴。慕名前来的世家儿女等候许久，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衡阳宗师弹完琴，便会开始他的武学讲解。宗师的讲学既要千载难逢的机会，还要有不菲的财力。一双白似雪、凝如翡玉般的手缓缓拨动着雪纱，众人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观看。雪纱后的白鹤亭逐步走出了一位身穿青衣、面如冠玉的青年。青年的腰间别着一只玉箫，身后交叉背着2把锋利的长剑。青玉公子，太子妃款款行礼。宋青玉，衡阳宗师座下的首席大弟子。衡阳宗师是要讲学了吗？太子妃问。宋青玉点头，讲学前家师要见一个人。何人？沈宁，沈小姐。一双双目光不约而同地会向了沈宁。沈宁正抱着一个看起来比自己还要宽大的狗当儿子哄。顾影南反客为主地问：衡阳宗师可有说过为何要单独见沈宁？家师之事，宋某从不过问，还请顾将军见谅。宋青玉道。沈宁沉思了会儿，抱着狗便要进白鹤亭。阿宁，我陪你去。顾影南道：当初你是为了我才与衡阳宗师断了师徒关系，如今衡阳宗师训责你，我有责任。你看起来相当的骄傲。沈宁嘲笑。顾影南，你是不是一直把这些都当成是你炫耀的资本，你的战利品？那我还得跟你说清楚了，我年少叛逆，天生有反骨，才会与沈家与衡阳宗师不愉快，并非是为了你顾影南。那时就算为了一条狗，我也会反骨在身，叛逆而为。他说的顾影南面色如灰，举步轻摇地踏入了白鹤亭。刹那间，顾影南作为大将军，颜面尽失，尊严全无，眼睛里快要冒火光。君二公子鼻青脸肿的疼痛，却有几分沾沾自喜。不管怎么说，这凌空庄的宗师讲学里，丢脸到连狗都不如的人不知他一个，还有顾将军呢。回去挨的板子估计能少些。白鹤亭上，只闻“的一下，沈宁便把体重巨大的大白放在了椅上。旧师李衡阳坐在桌前，望见一只大狗，眉峰跟着抖动了好几下。站在李衡阳身后的女弟子是个年纪上小的女孩，眼睛就没从大白的身上挪开过。晚辈沈宁见过衡阳宗师。沈宁拱手，礼貌了不少。李衡阳淡淡道：来，下一盘。桌上放置的不是围棋，而是古形象棋。沈宁悠悠坐下。故人相见，没有针锋相对，如流水般平和。李衡阳下完一棋，道：象棋大有讲究，既如兵法，也似处事。有人愿为王称霸天下，有人是马飞天走地。沈宁，你呢？你是什么？沈宁并只推了个足字。晚辈此生愿为走卒，步履虽缓，却不会后退一步。李衡阳拿起的手蓦地僵住，庭外的风吹来，掀起了他鬓间灰白的发。第55章，戍边征战3年，立下赫赫军功。走卒啊！李衡阳若有所思，低声自喃。好一会儿，笑出了声，乐呵地道：你与北渊王却是选了同样的棋。王爷，他也走卒，不过开局就将了老夫的军。李衡阳说到这里，无奈地摇了摇头。沈宁闻言却是诧然，实在想不出燕云彻那是怎么个下法。李衡阳见他迷惘，便解惑道：他说他的走卒与世上庸人截然不同，要打破万恶的世俗章法，
从而成为一步登天的人中龙凤，故而回回与他下棋都是他赢。沈宁低低的笑出了声，这般倦狂无章法的棋道，确实像是燕云彻那等人能干出来的事。伤好了吗？李衡阳问。沈宁波澜不兴的眸底泛起了一丝丝的涟漪，放在桌面的手长指轻轻拳起。李衡阳、灵珠，立在后头的女弟子梳着尽显俏皮可爱的飞仙髻，水蓝色的华衣附身，衬得肌肤雪白。灵珠嗯了一声，拿出了2个晶莹剔透的药瓶，放在了沈宁跟前的桌面。沈小姐，这是师傅这几年来出入江湖，游历北木山和神农海，特地寻来的药水，能根治沈小姐右手的旧伤。至于另一瓶的药水，是专门针对烫伤后遗症的。灵珠细心地为沈宁介绍。沈宁轻点了点头，红唇轻勾，宗师知道我与顾影南的事了。上京城，何人不知女子修夫第一人？李衡阳拂袖哼道：下去吧，莫听信了灵珠小丫头的话，以为那药水是我为你寻的，不过是旁人不要的，丢了也是丢了，倒不如送你，还算是物尽其用。沈宁面庞含笑，从容淡然地收下了2瓶药水。小老头还是像从前那样，性子拧巴得很，能直言的话非要拐弯抹角。为了把2瓶药水送出去，还要办一个武道讲学。殊不知数年前李衡阳拒绝讲学的时候，挥袖说过，所谓讲学就是冠冕堂皇的坑蒙拐骗，假仁假义伪君子做的事，我李衡阳此生绝不讲学。想到这里，沈宁眉眼间的笑容温和了许多。他妥善地存放好药水，向李衡阳弯腰做了作揖，才准备走出白鹤亭。沈宁，李衡阳苍老的声线从后边传来。沈宁步伐顿住，原地不动。李衡阳说，当初怎么走出去，如今就怎么走回来，要昂首挺胸，也要堂堂正正。好。沈宁的声音轻到几乎听不见。他深吸了一口气，跨步离开白鹤亭。瘦了。李衡阳叹息。灵珠眨巴眼睛，不理解地问：师傅，你老人家明明很想大师姐，为何不认？为了一个男人而放弃师傅的人，为师凭何去想？李衡阳冷哼。汪！趴在椅上的大白忽而叫了声，随后在师徒的注视之下，趾高气昂，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灵珠耸耸肩，撇撇嘴，对师傅的口是心非看破不说破。白鹤亭外都在猜测李衡阳为何要单独见沈宁。明华公主道：以本公主对衡阳宗师的了解，衡阳宗师定是去训斥沈宁了。沈如玉，数年前沈宁堂姐为了顾将军背负逆女和不孝徒的骂名，几载时光都难以洗涮干净，而今全城都在取笑沈宁，顾将军却是抱得美人归，真让人不禁唏嘘。他虽厌恶沈宁事事都压自己一头，但沈宁怎么说都是沈家人，顾影南的所作所为依旧让他不齿。顾影南扯了扯唇，皮笑肉不笑：如玉小姐莫要误会，本将也是为了大燕。好一句为了大燕。沈如玉拍了拍手掌，看来大燕没了你顾影南，怕是得亡国了呢。如玉小姐慎言，这可是掉脑袋的话。顾影南脸色一白，骤然喝道。沈如玉自知失言，也不再多说什么。这会儿，沈宁拂开雪纱，从白鹤亭徐徐走出。顾影南走来：衡阳宗师训斥了你吗？起风了，你也是的，出门怎么不知多穿2件衣裳，披个披风也好。你身子一向不好，就算不在顾府，也得照顾好自己。沈宁不知顾影南是为了展现他的重情重义，从而不让人说闲话，还是虚伪惯了，才做出这令人恶心的姿态。景兰，他轻轻地唤了声。顾影南眼前一亮，心中大喜。他便知晓，一个会为了他放弃荣华富贵的女人，怎么可能对他决绝？虽然2人已经和离，但在顾影南的潜意识里，沈宁一直都是他的女人。我们走吧。沈宁又道。好。顾影南眉开眼笑，就要去抓住沈宁的手，却见沈宁伸手接过了大白嘴里咬着的绳子，牵着大白施然地走进人群之中，吝啬于多给顾影南一个眼神。那一霎，顾影南心如刀割。蓝莲芝从始至终都是沉默寡言的，他远远地望着自己心中英勇无比的男子，竟会去做这种热脸贴冷屁股的事，黛眉淡淡的蹙起。沈小姐不愧是将门之后。明华公主笑道：本公主听说被衡阳宗师训斥过的人，多数都会被吓哭，沈小姐却这般的淡然处置，本公主佩服。哪里，公主不必佩服，多努把力，加把劲，你也能做到的。沈宁一面撸狗，一面笑盈盈地说。明华公主的嘴角轻抽了好几下，这厮还真当自己是在夸赞她。明华就从未见过这般厚颜无耻的女人。现在的沈宁，比之数年前风华关绝上京的沈家千金更加的让人讨厌了。太子妃和宋清玉低语了几声，便拂袖朝众人说道：诸位，请入武场，衡阳宗师将要讲学了。一席话
叫人沸腾如水。众人陆陆续续的进入舞场，灵珠将白鹤亭四面垂下的雪纱都挽了起来，雾色未消，却足以看清衡阳宗师的庐山真面目。叮！衡阳宗师枯老的手随意的拨弄了下琴弦，发出一道闲散懒倦的音。本座听闻顾将军戍边征战3年，立下赫赫军功，哪位是镇国将军啊？无数双眼睛都望向了顾颖南，顾颖南的呼吸都跟着急促了起来。若能被李衡阳看中，成为李衡阳的弟子，他来日的地位只会水涨船高，拥有无限的风光。第56章，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呢？顾颖南似要拜见皇帝般，甩了甩两手的袖子，又整理了下束发的玉冠，方才昂首挺胸的往前走了几步，清了清嗓子，昂声道：“晚辈正是镇国将军顾颖南。”沈宁眼皮子跟着跳了一下，顿感不忍直视。时间还真是个好东西，让曾经纯粹清俊的少年郎成了如今这般模样。又或者说，他原就是如此，怪他瞎了一双眼吧。沈小姐，当初怎么就看上了这么个男人？燕云彻不知何时来了沈宁的身旁，压低嗓音问道：“我看上谁，似乎与王爷无关。”沈宁拉开了点距离。燕云彻摸了摸下巴：“沈小姐似乎很厌恶本王，自小我行我素惯了，还请王爷见谅。”沈小姐，燕云彻离得近了一些，认真又深沉地说：“不要厌恶本王。”那低低的嗓音像是充满了魅惑，特别是男人讳莫如深的眼眸，像是藏着沉寂的无量深海，海面折射好看的月色星辉。沈宁差点要以为这位爷对自己有意思的时候，就见燕云彻挺起了身子，双手松松垮垮地交错在胸前，一本正经的道：“厌恶本王的人通常会倒大霉，沈老将军就你这么个女儿，本王可得照料1、2才好。”沈宁，难怪世人私底下都说北渊王病的不轻。大白，咬他！沈宁面无表情的道。大白瑟瑟地望着燕云彻，耷拉下一双耳朵，缩着脖子可怜兮兮地看向沈宁。燕云彻好笑地勾了勾唇，沉声道：“沈小姐不爱借势而为，何不自己来咬？”沈宁，北渊王和他的狗一个比一个棘手。燕云彻发现沈宁的耳根子滚烫发红，以拳抵唇，低低地笑了笑。那侧，李衡阳又拨动了下琴弦，问：“大齐惨败，顾将军功不可没，本座愿闻其详。”顾颖南此生最大的功勋就是和大齐的战事，他事无巨细地说起了这3年来的种种，详细地讲述着他是如何英勇神武拿下大齐的。在他的言辞里，他就像是从天而降的战神，使那大齐功亏一篑。然而在场的人压根就没听进去，甚至觉得可笑至极。特别是蓝莲芝脸上的血色像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抽干了，他血红着双眸，极其失望和痛心地望着侃侃而谈的顾颖南，看他以胜利者的姿态何等骄傲得意地诉说着大齐的衰败没落。蓝莲芝的心像是裂开了一道口子般的疼痛。彼时顾颖南明明与他说的是万般无奈才行军作战讨伐大齐，实际上看到大齐生灵涂炭是自责不已。晚辈拿下淮安城，城民多有不服，晚辈只用了7日就让城民心服口服。非但如此，晚辈还从淮安城主的手中拿到了东皇城的地形图，由此奠定了我们胜利的基础，并让征战时间缩短了半年之久。否则的话，晚辈此刻怕是还在与大齐对战。顾颖南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沉浸在自己胜利的喜悦之中。沈宁侧眸，不咸不淡地扫了眼蓝莲芝。蓝莲芝眉头紧蹙，眼睛红得可怕，双手攥成了拳，就连双肩都在抖动。淮安城被顾景南屠了城，城主一家7口，最小的孩子尚在襁褓之中，胸口都插着一把剑。顾颖南曾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甚至还朝他下跪发誓。可笑的是，他当真信了顾颖南有苦难言的立场。他闭上眼睛，2行清泪涌出，咽喉尽是苦涩和疼痛的感觉，好似1000万根钢针扎破了他的喉管，鲜血往下流淌，浇盖在他岌岌可危的心脏。擦一下吧。蓝莲芝闻声，蓦地睁开了眸子，他看到一只缠绕着旧疤的手，手上是干干净净的帕子。他不解地望向朝自己走来的沈宁，问：为什么？世上之事千变万化，一如人心，难以琢磨。沈宁唇角微掀，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呢？蓝莲芝张了张嘴，终究是缄默。他盯着那帕子看了许久，便接过来擦了擦泪。抱歉，我不该自私自利，自以为是的抢了属于你的男人，是我该谢谢你。谢我？蓝莲芝愈发茫然，他以为沈宁恨极了他，恨不得把他挫骨扬灰。这世上的妻子，有谁能够心平气和的与旁人共享一个男人呢？何况他从顾颖南的口中，从上京百姓的嘴里听到了沈宁当年的故事。为了这段感情，沈宁所付出的
只会比他蓝莲枝更多。永安公主替我收了这世上最不值钱的垃圾，可不得谢吗？沈宁说的轻描淡写。蓝莲枝缩了缩眸子，脑内的观念和思想都受到了惊涛骇浪的冲击。他蓝莲枝看上的男人，该是世上一等一的英雄，不该是垃圾。可他又不得不承认，如今所认识的顾影南渐渐变得陌生了。帕子送你了，沈宁说道。你孤身一人来千里之外的他乡，身边既无亲朋好友，也无故土的归宿感。若在上京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可来沈府或是紫金武堂找我。这一番话戳进了蓝莲枝的灵魂深处。数月前，他以为情爱是不顾一切的飞蛾扑火，为了对方不惜所有。而今来到陌生之地，看着陌生的人们，才知情爱在烟火面前是那样的不堪一击。谢谢，沈小姐。客气了。沈宁端地是落落大方，坦坦荡荡的回到大白的身边，看向蓝莲枝和顾影南的眼神多了一抹深意。他从不宽宏大量之人，顾影南还想顺顺利利的迎娶大齐永安公主，成为母子二人炫耀的谈资，那可就太不公平了。李衡阳特地让顾影南讲解征战之事，目的有二：一是为了让蓝莲枝认清此人，二也是让顾影南成为众矢之的。果不其然，顾影南夸夸其谈了半个时辰后，终于有人耐不住性子了，问：我们到底是来听衡阳宗师讲学，还是听顾将军讲故事的？顾影南怎么拿下大齐，大家都心知肚明，平日里都不戳破，可要他们辛苦一趟来不厌其烦的听，那不是为男人吗？沈宁心情大好，蹲下身子将大白抱在怀中，对着大白的脸蹭了蹭。大白，叫姐姐。汪汪。可嗨嗨。燕云彻直接被呛得接连咳嗽。大白是他儿子，喊沈宁为姐姐，这是什么乱七八糟该死的辈分。第57章，一步步把顾影南推进坟墓。燕云彻眉头一皱，不容置疑的道：不可叫姐姐。沈宁疑惑的看向他，为何？败坏纲纪常理，有违世俗常规。燕云彻说的一本正经，好似在商谈关乎江山社稷的国事。沈宁甚是无语的望着这位爷。北渊王爱子大白在望月楼大办宴席的时候，怎么没想到败坏纲纪常理？好，不叫姐姐，大白，叫爷爷。沈宁双手薅了把触感柔软舒适的狗毛，软乎乎的让人心头阴霾尽散。汪汪。燕云彻脚步一个趔趄，险些摔倒，咬紧牙关，不忿地看着占他便宜想当他爹的沈宁。徒弟素裙着身的女子，纤细修长的手抱着大白，扬起脸看见他吃瘪的神情，笑得灿若星辰，清丽的面颊明媚而动人，唇红齿白的好似画中仙。燕云彻的那一点不忿瞬间便烟消云散，好似看到了当年那恣意张扬的女孩。沈宁也发觉自己失了礼数，连忙收起笑站起来，把狗绳递给了燕云彻。王爷，大白很好，我也该狗归原主了。男子沉默半晌，才缓缓抬起冷白如玉的手，接过狗绳时，指腹不经意地扫过沈宁掌心，犹如电流从掌心沿着腕部往上扩散，酥酥麻麻的细痒，似是荡起了一江涟漪。沈宁迅速收回了自己的手，往前走了几步，挤进了人群。顾将军还要讲到何时？有人压抑着沉怒问道。沈如玉蹙眉，难不成要听他讲完3年行军的种种细节不成？太子妃，既是衡阳宗师要顾将军说，我们便多听听。沈如玉撇撇嘴，小声嘟哝：衡阳宗师不过一丝一丝，顾将军却不懂得适可而止。人群中还有富家子弟听得昏昏欲睡，没了半点精神头，上下2只眼皮互相打架的难舍难分。天色渐深，顾影南说道，口干舌燥照样乐此不疲，还自我感觉良好的拂袖作揖。衡阳宗师，这就是晚辈3年行军的过程。挺好。李衡阳道，顾将军果然是寒门贵子，英雄出少年。这样吧，本座将灵珠许配给你。江灵珠，李衡阳坐下年纪最小的徒弟，乃是江湖上鼎鼎有名清风宗长老的千金。顾影南的心脏霎时跳到了嗓子眼，就算竭力的遏制，唇角也止不住的上扬。他若能同时娶清风宗长老之女和大齐的9公主，那他整个顾氏一族都要跟着鸡犬升天了。他顾影南也将成为上京城中最炙手可热的人物。怎么不愿意？李衡阳问。愿意，晚辈当然愿意。顾影南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完全忽视了不远处的蓝莲枝。李衡阳又道，顾将军，你也知道，灵珠不仅是本座的徒儿，还是清风宗江长老的独女，她若出嫁，必须风风光光，更既不做平妻，更不当小妾，要嫁就得是明媒正娶的正妻。正妻好，这都是应该的，晚辈若要娶灵珠姑娘，肯定会拿出正妻之位。顾影南不假思索的开口，说的是斩钉截铁。顾将军，起来白鹤亭一叙。李衡阳说，诸位暂时在武场等候。晚辈不胜荣幸。顾影南将要踏上白鹤亭，蓝莲枝一步而来，
抓住了顾影南的手腕，摇了摇头，不要去。顾影南把蓝莲芝带到旁边，低声道：“莲芝，我是为了我们的未来着想，并非是有二心。沈宁为正妻，压我一头，我能接受，他凭什么？”蓝莲之眼闪泪光：“景南哥哥，沈宁离府后，你说过我便是你唯一的妻子，如今这又算什么？莲芝，名分地位都是身外之物，巨如过眼云烟，就算江灵珠是正妻，她也得不到我的心。我会把我全部的宠爱都给你，你一向都很懂事，如今怎么也和沈宁一样满身反骨？”顾影南大掌托着蓝莲芝，薄唇亲吻掉蓝莲芝眼睫的泪珠：“乖，懂事点。”蓝莲芝侧目看他迫不及待地走向白鹤亭，泪水夺眶而出，没入了下颌。他自嘲的苦笑。时至如今，方才知晓当日他满怀憧憬走进顾府，沈宁究竟承受了什么？白鹤亭，顾影南抱拳颔首：“衡阳宗师，就是你，让沈宁连本座这个师傅都不要了。”李衡阳端起茶杯喝了口。这件事的确是沈宁不对，当时我已经劝过他了，但衡阳宗师也知道沈宁一直是那个性子，决定了的事，10头牛都拉不回来。顾影南的额角溢出了些许冷汗。这么说来，李衡阳拖长了尾音，都是沈宁的错了。晚辈也有错，没能阻止他荒唐做事，是晚辈不对。顾影南惴惴不安的道，眼角余光悄然的扫视着一侧的江灵珠。江灵珠虽无闭月羞花之色，却是五官精致，干净白净，肌肤吹弹可破，小腰盈盈一握，如碧玉般叫人挪不开眼。江灵珠冷冷的看着顾影南，唇边扯开了嘲讽的笑。顾将军。李衡阳将靠在桌旁一把沉重的刀丢给了顾影南。顾影南下意识伸出双手去接那刀，却是往后退了几步。心惊，好重的刀！李衡阳不愧是一代宗师，这么重的刀，随便一只手就能轻松拿起。这是苍龙刀，重190斤。你既要娶灵珠为正妻，便让本座看看你的根骨。你若能挥动100下，就算是根骨绝佳了。李衡阳道。顾影南咬紧牙关的挥刀到面红耳赤，臂骨仿佛都要裂开。为了求娶佳人，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每当他忍耐不住的时候，就会去看一看白鹤亭外的沈宁。到时他2位佳人在怀，又得李衡阳的青睐，沈宁肯定的悔不当初。沈宁唇角微扬，望向顾影南的眸子只有如水的薄凉。衡阳宗师再一步步把顾影南推进坟墓。顾影南殊不知是在自找死路。沈小姐。宋清玉微笑：“宋某敬佩沈家世代英勇，近来对枪法一道颇有研究，得空之时可否前去沈府求教沈小姐指点1、2？”没问题。沈宁点点头。后边侍卫17打了个寒战，小心翼翼地转过头，便看到自家王爷阴沉如墨的俊脸。第58章还没开始就结束了。17咽了咽口水，吓得噤若寒蝉，不敢多说一个字。燕云彻与大白对视了眼，缓缓地松开了狗绳。数年前听闻沈小姐再也不拿枪了，宋某因此伤怀颇久。宋清玉温声说：“如今得知沈小姐重直破云枪，由衷的为沈小姐高兴。宋某相信沈小姐定能成为上乘高手，名冠大燕。宋公子谬赞，我现在的浅显枪法，在宋公子绝品剑客面前不值一提。”沈宁不急不缓的道。沈宋清玉才说一个字，就被汪的一声给生生的打断了。大白咬着狗绳挤进了2人之间，面向沈宁的时候，还不忘用肥硕的臀部拱着宋清玉的腿，把宋清玉挤远了些。这狗好通灵性。宋清玉惊叹，北渊王的爱犬，那定是犬中极品。沈宁接过狗绳，回头朝燕云彻看去，也不知17做了什么，被燕云彻劈头盖脸的教训。宋清玉问：“沈小姐与北渊王很熟吗？”“与北渊王不熟，与他的爱犬倒有几分交情。”沈宁掩去了眼底的锋芒，漫不经心的道：“宋公子何出此问？”这些日子，北渊王动辄便给上京各大世家送药，宋某那里也收到了2次，都是珍贵难寻的上等好药，且回回都符合沈小姐的伤。宋某还以为王爷这是讨沈小姐欢心的好手段了。看来宋某多想了。宋清玉话里的意思，沈宁不是没想过。但北渊王作为先皇最疼爱的孩子，当今圣上最喜欢的弟弟，行事风格向来浮夸出格。王爷皇室中人，身旁贵女不计其数，又怎会讨我的欢心？沈宁皮笑肉不笑的应付。砰！白鹤亭内，苍龙刀砸在地上，发出了轰然如雷的声响。顾影南终于挥完了100下的苍龙刀。人群里议论纷纷，多是诟病。搞什么？顾将军就算想要显摆，也不必如此夸张吧？感情我们几个都是他顾影南的陪衬，上京谁人不想博得衡阳宗师的青睐？但顾将军今日之举实在是太过了。顾影南气喘吁吁，抬手擦了把汗。江灵珠端来一杯茶水，将军请用茶。有劳江姑娘了。
顾影南接过紫砂杯，在江灵珠的身上闻到了一股诱人的清香。不错，顾将军，本座很看好你。李衡阳摆了摆手，天色不早，且先下去吧。顾影南一股脑的把茶水饮干，将紫砂杯偷偷藏起，恭恭敬敬的行了个礼，才挺直脊背走出了白鹤亭。不多时，李衡阳就背着琴从白鹤亭的另一边离开。衡阳宗师这是去哪了？沈如玉问。江灵珠款款走下，微抬下颌，朗声道：“衡阳宗师疲了，诸位请回。”众人面面相觑，呆若木鸡。他们辛苦而来，李衡阳的宗师讲学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吗？太子妃的脸上也挂不住，看着自鸣得意的顾影南，心头多了几分厌恶。顾影南这么做，实在是不把东宫储君放在眼里。顾将军能得宗师的器重，恭喜。太子妃的声音有些冷。顾将军扩声道：“我还得好生感谢太子妃才对。”太子妃扯着唇僵笑，歉意地望向了怨声载道的宾客们。本宫已经派人去取凌空庄毒酿的红梅酒，诸位回时，每人都可带一壶红梅酒回府。作为储君的正妃，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在场的宾客们多多少少都会给太子妃一个面子，却也会记下顾影南的仇。沈宁出神地望着李衡阳消失的方向，面庞流露出了会心的笑容。阿宁，顾影南道：“你莫要太过伤心，有机会的话，我会带你去见衡阳宗师，修复你们二人的感情。”沈宁看了眼顾景南的右臂，淡漠自若地说：“顾将军，你摔跤过吗？”“什么？你猜多高的地方才能把人摔死？”顾影南的瞳眸骤然一缩，呼吸紧跟着急促。那一刻，沈宁陌生到让他害怕。沈宁淬着寒芒的视线掠过顾影南右臂，然后与沈修白、沈青山走向湖畔。“阿姐。”沈青山问：“适才的话是什么意思？”他的手多半是废了。沈宁原先师出李衡阳，自然清楚这把苍龙刀。李衡阳每日只让他挥10下，多一下都不行。只因苍龙刀的起源并非是用来杀人，而是训练。武学大家魏公年轻时铸造苍龙刀，放入了不少苗疆的蛊虫碎粉和西域毒藤。挥刀之际，苗疆蛊粉、西域毒藤两相结合下，再加上汗水秘籍，能使五体潜能发挥到极致。诚然，都是带毒的危险东西，若是挥动过多，就会中毒。更何况苍龙刀那么重，顾影南为了面子强撑，右臂不废才怪。沈青山歪着脑袋，全然不懂顾影南好端端的手怎么就废了。“宋公子！”沈宁喊住了乘坐竹舟的宋清玉。宋清玉回眸一笑，温文尔雅：“沈小姐，不知公子的竹舟可否多乘3人？”宋某乐意之至。沈家3兄妹步入了宋清玉的竹舟。“王爷，我们也该回去了。”17殷勤的道。燕云侧望着沈宁丽在竹舟渐行渐远，沉郁的斜睨了17：“本王允许你说话了吗？”17如霜打的茄子耷拉着脑袋，心里直嘀咕：不知王爷今夜是怎么了，脾气差了许多。燕云撤袖袍一甩，和垂着耳朵频频回头看向沈宁的大白，沿着踏板走上了船。人在狂躁，狗在郁闷，看起来心情都很糟糕。沈宁乘竹舟没了一会儿，就听到剧烈的划水声。只见那一艘富贵华丽的宝石船逐渐逼近，一人一狗都在栏前。大白怒火冲冲地怒视着宋清玉，燕云彻妖孽微醺的眸如降下来的夜色。宋清玉看了眼龇牙咧嘴的狗，硬着头皮行礼：“王爷。”旋即宝石船一骑绝尘般迅速驶离。宋清玉摸了摸鼻子，悻悻地笑道：“宋某似乎从未得罪过北渊王和他的爱犬，怎么感觉北渊王对在下充满敌意？”第59章养狗千日，用狗一时。沈修白望了眼沈宁道：“北渊王赤天指地，连皇上都压不住，有敌意的人如过江之鲫，谁知我明儿个是不是得被他指着鼻子痛骂？”说来也是。宋清玉爽朗地笑了2声。深秋的风从湖上过，吹散了入目的雾。竹舟停畔，众人提着太子妃所赠的红梅酒各回个家。莲枝，你最爱喝酒了，这红梅酒独一无二，世间好酒。顾影南讨好道。蓝莲枝不言，却在顾影南走后，低头看着肃静的帕子而发呆。沈宁走上马车之际，目光一闪，抬眸望向凌空庄对面流云茶楼的2楼窗棂，正悄悄观察的沈国山做贼似得，触电般迅速背过身子，夺走了周老丞相手中的杯盏，一饮而尽。“阿姐，你在看什么？”沈青山梗着脖子去瞧，并未发现什么有趣的玩意儿。看着天真好，永远都不会塌下来。沈宁含笑上了马车。沈青山皱紧眉头，思前想后也不明白，连星星都没的夜空有啥好的？阿姐定然是被那顾影南荼毒的，连审美都丢掉了。回府之后，沈宁练了一个时辰的枪法，才沐浴更衣。“小姐，之前用了王爷的药，就伤好了许多，再加上这神药，就能根治了。”
采莲户若珍宝地捧着李衡阳所赠的药水，眼睛红了一大圈，小心翼翼地为沈宁的右手上药。沈宁低头扫过右手旧伤，脑子里出现了李衡阳说的话。李衡阳是希望他伤好拳之后，靠真本事进入燕京学宫，然后从军。沈家如今在上京的地位不算好，5个哥哥4个都在边缘之地。上留在府邸的沈修白因20生过一场大病，体质不好，不适合习武。至于沈青山，年纪还小，等他成长到能独当一面，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沈家却等不起了。翌日，熟睡的沈宁是被一团毛乎乎的东西给拱醒的，刚睁眼就对上了大白憨憨的一张脸，还在床榻自由自在地翻了个滚儿，随后又翻回来撞入了沈宁的怀里。沈宁差点以为自己还在梦里。大白不在王府，竟在他的床榻，说书先生都不敢这般编吧。他坐起身来，一眼看到了半敞开的窗户，便知晓了个大概。大白，沈宁你循着味道进来的？大白咕噜一下，在沈宁的怀中撒泼打滚。沈宁只当大白极具人性，与他有特别的缘分。殊不知昨晚后半夜，燕云彻牵着大白到了沈府偏院的狗洞前，缓缓地松开了狗绳。17百思不得其解，王爷这是作甚？妖孽的男子似运筹帷幄的帝王露出了神秘莫测的高深表情。他说：养狗1000日，用狗1时。17，他有时是真不知道王爷的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东西，但他可以肯定的是，装的东西肯定都是不正常的。沈府3房，寿天堂。沈国海满脸褶子，笑得如迎风绽放的菊花，鞍前马后的伺候着北渊王这位主。王爷，这就是那武林曲谱，纵观全大宴，只此一份。沈国海捧着泛黄的曲谱，恭恭敬敬道：来人，取我那价值万金的8仙过海鸾凤神通琴来。鸾凤琴是沈家的祖传之物，沈国海为了彰显华贵，特地重取了个名字。燕云彻进入长寿堂的正屋，慵懒如猫地坐在了主位，神情看起来有些郁。王爷可有烦心之事？沈国海倍感关心地问。有。坐在古琴前的沈国海当即拍桌而起，面色严肃而认真地喊道：我沈国海愿为王爷分忧，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不知王爷为何事而烦忧？燕云彻，本王府邸的爱犬丢了。沈国海，17瞅着沈国海一言难尽的表情，憋笑憋到脖子都红了。王爷放心，此事交给我身上，掘地3尺我都会找出来。沈国海拍着胸脯保证道，他这一生从未被人认可过。幼年时，父亲偏爱二哥沈国山，母亲喜欢斯文儒雅的大哥，反倒是他文不成武不就，活得很尴尬。他就靠着北渊王让他能在沈国山面前扬眉吐气，挺胸抬背。沈国山被邀请来时，就看到一把大年纪的沈国海似那献媚的歌妓般为北渊王弹琴取乐，中途还不忘挑起眼梢，得意地瞥向了他的这位二哥。沈国山头疼欲裂，忍着耐心给北渊王行了个礼，想杀了沈国海的心都有，特别是看向沈国海的眼神比刀子还要锋利。这个蠢东西压根不知沈家今日之处境如履薄冰，举步维艰，与北渊王交好无益，于是自掘坟墓。北渊王跟圣上的感情再好，也不能与武将有关系，被别有用心之人看了去大做文章，那就是结党营私的大罪。沈国海一改往日的软弱怂包，非但不怕，一双老手弹得更加卖力，像是在给沈国山宣战。他清楚，这个强了他半辈子的二哥，如今在嫉妒他。王爷，大白找到了。16件不如飞而至。在哪？17佯装不知的急问。在清幽堂，与沈小姐在一起呢。啪嗒，沈国海手下的琴弦断了一根，悲愤地看着沈国山。燕云彻摇开了一把精致华美的玉骨扇，腰间别着一壶琉璃酒，颀长的身影懒懒散散地往外走。沈国山眼神深邃地紧盯着燕云彻的背影看，陷入了沉思之中。沈国山，你居心叵测！沈国海的嚎叫拉回了沈国山，你就是嫉妒我，怕我被王爷器重，从而让你二房抬不起头来。沈国山，你什么都有了，还要跟我抢北渊王，你太恶毒了！你以为和北渊王来往密切是什么好事吗？沈家兵权上交，但麒麟军不看虎符，只看沈家，天子之怒你能承受住几分？你想找死我不会拦着，你要嫌慢我，甚至可以拔刀送你一程。但你听好了，你若敢拿着沈家上下500口人的性命去赌你浅薄无知的虚荣心，我不仅能把你扫地出门，还能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再也过不了如今风光的日子。沈国山满面雷霆威严，摔碎茶杯，沉怒大喝。第60章骄阳似火落秋枝。沈国海对二哥的害怕是从娘胎里就带来的，他搭着个头，不敢去看沈国山的眼睛，只撇着嘴说：我和王爷那可是忘年之交，跟天子之怒有何关系？
难不成天子觉得他的弟弟被我抢了？沈国山看着天真的弟弟，怒到极致，竟是发笑。他这个弟弟就是被保护的太好了，没吃过什么人间疾苦，不知道帝王心术，一天到晚就想着怎么才能睡一觉就能实现丰功伟业，再不济就是被江湖术士骗去花钱买长寿丹，生怕哪天两眼一闭就见阎王了。你沈国海武将之后，前半生蠢材一个碌碌无为，都以为你是个只会弹琴喝酒的废物。沈国山冷笑，但你近几年又是把女儿嫁给了九皇子，又和北渊王关系密切，而且你应该清楚吧，九皇子和如玉的婚事是北渊王举荐的。你要圣上怎么想你？是否觉得你韬光养晦多年，就为了有朝一日谋反？谋反，那可是掉脑袋的大罪。沈国海毛骨悚然，脊背发寒到颤抖，喉部狂吞口水。沈国山甩袖哼了一声，看向了骄阳似火落秋枝的庭院，眼里全都是浓浓的担心。他倒是不怕沈国海这里有他坐镇出不了什么大事，怕就怕北渊王来寿天堂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弯弯绕绕就为了去沈宁的清幽堂。清幽堂院，沈宁拿着刚做的沙包往长空一丢，还没坠落到地，就被飞跃起来的大白精准叼住。大白摇着屁股，屁颠屁颠的把沙包放到沈宁手上，沈宁又丢了出去。周而复始几次，大白累得直吐舌头，怎么都不肯动了。大白，过来。沈宁缓缓蹲下，张开了双手。大白如一道闪电，猛地扑向沈宁，冲得沈宁坐在地上，将大白抱了个满怀。大白一直用头拱着沈宁，让沈宁低头咧开嘴开怀的笑。院门外，石七刚要扯一嗓子喊人，燕云彻随意抬手止住了侍卫接下来的话语声。他也不再往前走半步，就这般远远地注视着他，听着他的笑声和胸腔内怦然的心动声。是一瞬弹指，也是天荒，就好似许多年前的三春山上初雪纷纷如柳絮，一身红衣的女孩赤着双足在雪地狂奔大笑。后来女孩捧着红梅找他，却是惊得红梅掉地，小手轻轻拽着他的衣角，问大哥哥可不可以不走？阿宁，忘了我吧，忘了吧，忘了吧。晨风在岭东的雪满山，遗失了那比青阳还要浓烈的红。沈宁抱着大白，下意识警觉地看向院外，捕捉到了男子冷眸深处的哀伤沉痛。王爷怎么来了？沈宁明知故问。来看大白。燕云彻说。沈宁把狗绳递给了燕云彻，日后还请王爷看好大白，在我这里还好，若是走丢他处，落到了肉贩子的手上，那就是桌上的一盘菜。大白喜欢沈小姐，不算走丢，严格说算是来寻他的。爷爷，爷爷。沈宁险些被自己的口水给呛到，这多少有些不合适，那日是我的无心之言。大白是一条好狗，沈小姐的话他都会认真记下。燕云彻意味深长的道。沈宁挪开了目光，思考如何让燕云彻早点把大白带回王府。哇，大白，你来看我了吗？沈青山一进院子，就如一匹野马，扑着大白在地上打了好几个滚，玩了足足一上午，大白才跟着燕云彻回府。只不过到了第二天，走丢的狗直奔清幽堂，不多时那厚颜无耻的主子也跟着来了。好在再过一日就要去紫金武堂了。是夜，秋风瑟瑟，燕云彻因召入宫，和当今圣上元和皇帝共品家宴，并下棋到了深夜。元和皇帝闲暇时只随意的穿着白衣，外头披着一件玄色的龙纹披风。他和燕云彻的眉目有些像，气质却截然不同。燕云彻的母亲曾是第一美人，堪称倾国倾城，燕云彻的姿色连女人都比不上，因眼梢天生自然的绯红，浑然而成的妖媚。元和皇帝则清风浩然，循循儒雅，笑起来的时候还有些兄长的和蔼。他随性地靠在榻上，把玩着手中的黑白棋子，不经意地问：这2日你时常去沈家？燕云彻玩味的道：臣弟的爱犬与沈小姐有缘，总是偷跑出去找沈小姐玩，不听话的狗就炖了吧。元和皇帝展露笑颜，目光看向燕云彻的时候，手里的棋子精准无误地落在棋盘之上。云彻，你又输了。清晨，曙光破晓，璀璨的光辉逐渐洒落在繁花似锦武学昌盛的紫金武堂。沈宁一行人乘坐马车来到紫金武堂，邓伯斐先生特来迎接。又见面了，沈姑娘。伯斐先生神采奕奕，看来是有喜事了。是天大喜事，今早得到的消息，紫金武堂的外地学生往后的10年能和上京本土人一样安然无恙地居住在上京，还能和本地学生一样去从军行商。邓伯斐由衷的高兴。在这以前，上京对外地学生的标准很高，毕竟资源就那么点儿，没办法和上京人一视同仁。这是好事。沈宁微微一笑。对了，邓伯斐问，听说你在凌空庄见了衡阳宗师？见了一面。衡阳宗师对你可还好？你也知道，衡阳宗师一直是个倔脾气。沈宁淡淡说道，并没有透太多的底。
沈小姐，到了，这是黄武阁，日后你习武的地方。紫金武堂分为天地玄黄四阁，四大阁楼呈环形占据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四阁之间的场地是一方巨大的比武台，而四阁的后边多为学生居住的地方。沈宁也在思考，是每日按时回沈府，还是住在紫金武堂，偶尔回去。黄武阁内的武堂学生们都在热火朝天地聊着不知从哪条街听来的趣事。当沈宁带着陈欢欢和彩莲走进黄武阁时，黄武阁顿时鸦雀无声，一双双眼睛带着探究，仔细地打量审视着沈宁。第61章，不过是验世中验己。黄武阁内都是从遥远外地辛苦而来的人，他们大多数都凭借着一腔热血踏足上京城。进入上京城方才知晓权贵世家阶级分明，柴门难出贵子，故而郁郁不得志的少年们失了冲天的魄力，丢了曾经的自己，逐渐酒足饭囊，混吃等死。所以他们从骨子里厌恶沈宁这样不知人间疾苦的世家女。沈姑娘，过些日子黄武阁和凤鸣武堂有个点到即止的切磋，你暂时接任黄武阁的阁主一职。邓伯斐道：黄武阁暂时交给你了，平日里赫连老先生会来为你们讲学。好。沈宁轻点了点头。邓伯斐走后，坐在黄武阁的黎书成轻轻地打了个招呼：沈小姐，那天谢谢了。黎兄客气。沈宁微笑，眸光环顾了一圈。黄武阁很大，能容纳200人，学生们穿的都是粗衣，至少寥寥数几的人穿的还算可以。沈小姐，这是黄武阁阁主的位置，你且请坐。一个笑起来有梨窝和虎牙，穿着普通衣裳的少年笑着殷勤地给沈宁拉开了青檀椅。他低头之时，眼底划过一道阴鸷的光，周围的学生们都像是在期待什么似的注视着沈宁。小姐，陈欢欢看出了里面的名堂，想要去检查青檀椅。沈宁伸出手将他拦住，在无数双眼睛盯着的情况下，施施然地坐了下来。啊！彩莲低呼了一声，吓得往后退，又急忙朝前去护住沈宁。只见一条通体发黑的蛇从椅子底部爬出，窜到了沈宁的身上，张开嘴就要咬。少年惊呼：我奶奶说过，不祥的人会招来这种蛇，那你奶奶有没有说过愚蠢之人必将作茧自缚？沈宁两手擒住蛇的7寸，往两侧一掰，直接把蛇掰开，往少年身上丢去。你奶奶又可知以为会来上京大有作为的你，不想着如何努力奋斗，却是心术不正，玩这些上不得台面的小把戏。蛇的鲜血溅在少年叶静熙的衣袍，叶静熙往后退了几步，惶惶地跌倒在地。他被人扶起时，用通红的眼睛憎恶地仇视着沈宁。奋斗？像你这样的人，好意思说奋斗吗？你生来就是沈家小姐，养尊处优，天之娇女，可懂得我们忍饥挨饿长大的人的苦。你站在高山之巅，你能看到人世间最美好的风景，却看不到山底下苦海行舟的百姓。我呸！谁都能说这句话，就你不能，你们这群世家儿女都不配。这样的一番话说到了许多人的心坎里去。沈小姐，努力不过笑谈。一个眉目清秀却有刀疤的女子冷笑。我等努力，终其一生都赶不上你们与生俱来的拥有。就拿燕京学宫来说，外地学生屈指可数，不是吗？所以你们想在我的身上找回扬眉吐气的快感？沈宁问道。那我问你们一句，如若站在这里的是北渊王，是明华公主，是太子妃，是兵权还没交之前的沈家，你们还敢这么做吗？众人缄默了。他们不敢。蔑视皇权，那可是诛九族的大罪。他们如今的肆无忌惮，也是因为沈家交出兵权，而他沈宁又是一介弃妇。陈欢欢嗤之以鼻：我看不起你们，看不起你们对久居高位之人诚惶诚恐卑如狗，对能欺负的人，只要有欺负的机会就往死里欺负。这样的你们和你们所讨厌的达官显贵之人有什么区别？不过是验世中验己罢了。那凭什么他沈宁第一次来黄武阁就能拿到阁主的位置？叶静熙不服地问：还不是仗着沈家的身份关系？因为他比你们每一个人都名副其实。站起来说话的不是旁人，是黎书成。试问诸位，平心而论，修夫所成的5步流火，你们能承受吗？黄武阁落针可闻。二问诸位，作为掌骨断裂过的武者，亦是绝望时刻，他亦能破茧成蝶，为何你们就不行？三问诸位，勋贵世家100年来几代人的努力，凭什么靠你们怨天尤人的混日子就能超越？凭什么？我黎氏一族在前朝时风光显贵，出过3位皇后，朝代更迭，黎氏落魄，不复当日威风。我黎书成活得艰难险阻，却不厌恨大燕朝。为什么？因为我知前朝民生艰苦到易子而食，前朝皇帝荒淫无道，在金銮殿上与群臣戏玩贵妃。非但如此，他视律法为儿戏，视江山社稷为无物，
视线百姓生命如草芥，还与群臣杀人取乐。若无玄宗皇帝的起义，若无沈家先祖的马革裹尸，舍生取义，哪还有我们在这里谈话的机会？沈家先祖为百姓而战，百姓的子孙却在欺负他的后代。你们很好，字字铿锵有力，落地有声。黎书成眼睛泛红到有泪光闪烁。沈小姐，我失礼了。随即坐下，撇过头看向了窗外。叶静熙、刀疤女子以及一众学生舞者都说不出话了，因为黎书成的每一个字都是事实。沈宁多看了眼黎书成，能字里行间感受到了黎书成的侠义之心。说这么多，能改变他是弃妇，是燕京学宫不要的事实吗？沈宁左侧的少女穿着所有人之中料子最好的衣裳，戏谑的道：“不过是没男人要，才来紫金武堂。不过紫金武堂本就末流，上京城众所周知，我们紫金是什么垃圾都收的，也不稀奇，对吗？书成公子，你可知这垃圾的父母通常被称之为什么吗？”少女名为柳慧，说到最后，眼睛眯起来笑。她的实力在黄武阁上游，原想一争阁主之位来独领风骚，不曾想半路杀出了个沈宁，叫他意难平，怒难息。砰！沉闷的巨声如当头一棒，沈宁一脚踹在桌上，将桌子撞向了柳慧。沈宁，你想做什么？柳慧手掌拍桌，怒目站起。咻的一声，沈宁骤拔破云枪，刺破长空，抵在了柳慧的咽喉。额前碎发轻轻晃动，缓慢抬起的眸里似有血色的光乍现。他低声道：“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试试。”第62章大宴第一起手。从顾府走出后，沈宁只真正意义上动过2次怒，一是凌空庄，李长月愤然之下要长官沈青山；其二便是眼前的少女侮辱自己父母之时，家人是他毕生的底线。柳慧咽了咽口水，寒意从足底直冲到天灵盖，起了满身的鸡皮疙瘩。他拼命地屏住呼吸，生怕沈宁失手要了他的命。外强中干的人儿，往往最是不堪一击。怎么不说了？沈宁问，手中的破云枪又往前了些许，锋锐的枪尖擦过少女细嫩的肌肤，引起阵阵战栗。我是垃圾！柳慧快要哭了出来。沈宁利落飒爽地收回长枪，手腕微转，用力之际，将斩亮的破云枪直插在了旁侧的地上，冷声道：“阁主之位，谁若想要，尽管来与我舞台一战，只要能赢了我，随时拱手让出；若是没有，就闭上嘴，少说话，多做事。”100、200人看了看锋芒毕露的破云枪，又看了看散发着武将之后气势的沈宁，都不再开口说话。黄武阁外，赫连远山双眉雪发，捋了把黄须，自在无声地笑了笑。他还以为沈宁会被这群人给唬住。赫连远山理了理心情，清了清嗓子，收起面颊的笑，板着脸负手身后走进了黄武阁。闹什么闹？在天武阁时就听到了你们的吵杂之声，不想学了就滚回去，紫金武堂不养闲人。赫连远山严厉地道：“你们是老夫带过最糟糕的一批。”黎书成，学生在，你来说说为何要重武学？黎书成朗朗说来：“天分6国，纷争不断。50年前，吾女创下5帝大国，有7位大宗师镇守，强压各国，每年朝贡。不属于各国管辖的地方，统称为江湖。江湖以学女成马首是瞻，武道造诣高的人比比皆是，前狼后虎，居安思危。因此，大兴武学是大势所趋。”很好。赫连远山点点头。武学起初兴盛于江湖，后来蔓延到各国。像你们这样的都是3流武者，玄武阁2流，第5阁1流。到了最顶尖的天武阁，那就被称为后天高手。后天之上还有先天，先天之后就是宗师，而最厉害的当属大宗师。说到这大宗师，赫连远山便是口若悬河。大雁龙象榜都是吴国的高手，说到这榜首之人，那可就有的说了。7年前，一位神秘剑客挑战大雁强者，3天之间血洗龙象榜，成为了大雁第1高手。只是很可惜，还不知道这人是谁，也不知老朽临死之前能不能见上一面。听说是位大宗师呢，还有人说是雪女跟舞女争着抢的男宠。赫连远山摸了摸自己饱经沧桑的老脸，叹息：要说老朽年轻的时候，那也是俊俏白嫩，想来不会比那大雁第1高手生得差。再说，话音声戛然而止。赫连远山颇为尴尬地望着一群石化的学生，讪讪地笑了2声，忽又冷着脸喝道：“一个个的不好好想着怎么报效大雁，对师长年轻时候浪里白花、风华绝代的故事这么关心做什么？讨打！”沈宁，众人，这不是师长您自己要讲的吗？学生们那叫一个冤。沈宁端坐着，脑子里却出现了7年前的画面。拿下大雁第1高手位置的黑衣男子，戴着特制的面具，
面具上雕刻着彼岸花的图腾，煞是好看。沈宁在长街纵马回府，与高墙之上一路狂奔的男子对视了眼，他看到了男子的那一双眸子，狭长妖邪，有着摄人心魄的魅力。只可惜后来再也没见到此人了。沈宁沉下心来，继续听赫连远山的讲课。可恨的是，赫连远山讲着讲着就会扯远了，不知不觉说到自己府上养的狸猫有多可爱，自家夫人从年轻时就聒噪泼辣，还有自己那不成器的儿子就喜欢喝花酒。学生们听得那是风中凌乱，无语至极。之后，沈宁让彩莲回府拿了些衣物来紫金武堂，他的手也好得差不多了，想一门心思的钻研枪法武道。等完全守好之后，就能回到3年前的水平，成为一流武者，进入的武阁。接下来的数日，沈宁每日都在重复着枯燥又有趣的武堂生活，没了北渊王和他的狗，生活显然清静了许多。直到第5日，赫连远山说：“诸位，紫金武堂将加一门奇学。”奇？柳慧疑惑地问：“我们是习武的，又不是要学琴棋书画，要不你来当这师长？”赫连远山瞪着眼睛，揪着胡须反问：“干脆紫金武堂也给你算了。”柳慧缩了缩脖子，悻悻地闭上嘴。这是武堂的决定，而且武堂为你们巡大宴第一旗手来教导。圣上讲究武学，要劳逸结合，就先在黄武阁试试奇学吧，稍后就会有旗手来教导你们。师长，能不能跟我们透露下，那旗手是怎样的？叶静熙好奇地问。老朽只能说，与老朽年轻之时一样的俊美诱人，秀色可餐。黄武阁诡异地静默了下去。赫连远山捋着胡须，笑呵呵地走出去。不用讲学，他乐得自在，寻思着偷摸回去跟狸猫玩呢。一会儿后，死一般寂的黄武阁外响起了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沈宁周边的学生们都伸长了脖子往外看，想知道赫连远山说的第一旗手会是谁。沈小姐，你觉得会是谁？陈欢欢问。是谁都行。沈宁翻看了一页古书，惬意轻松地说。而当他看见来人时，整个人都僵住了，面上的惬意之色几乎如潮汐般褪去。黄武阁内满地都是倒抽冷气的声音。柳慧一下子就被那慵懒如妖孽的男子给吸引了去。男子似是刚睡醒，狭长的眸子惺惺忪忪，如绸的发不像寻常男子那样一丝不苟，而是随性所欲的披着。跟在他后边的狗见到沈宁就汪了一声。沈宁，实话，依着燕云彻那种打破规则耍赖都要赢的棋路和下法，4舍5入，还真算是大雁第一旗手。第63章，并未察觉到那一刻的如芒在背。他踩着满室的流光走近，与嫣红如血的长袍相得益彰，俊美妖孽的脸庞和如画般的眉目，叫黄武阁的学生们眼底都涌现出了惊艳之色。北渊王，3日前在考核之地见过燕云彻的学生，当即都认了出来。众人面面相觑，大跌眼镜。像他们这等身份的人，或许从生到死都很难与皇室宗亲说上话。柳慧眸光泛起了晶亮的光，红唇轻轻张开，一双白嫩的手轻轻地攥紧了腿上的衣料。她若能嫁进北渊王府的话，哪怕是个妾，传回家里那都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很显然，紫金武堂给不了好的出路，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今日沈宁会当着同伴们的面让他颜面尽失，不就是因为家事压他一筹吗？柳慧遏制住了内心的激动，和周围的学生们一样局促地站起，都想要行礼，却不知该如何行礼。陈欢欢冷笑了一声，满眼的不屑，怎么不拿出刚才的气焰了？都是一群狐假虎威，只会趋炎附势的东西。我今日不是王爷，只是紫金武堂的骑师，诸位不必多礼。燕云彻扫了眼17就捧着个大盒子走了上去，盒子打开，是数日前被沈宁掰断的死蛇。叶静熙之流倒吸了一口冷气，作为师长就有教导之责，沈宁还有你，站起来。燕云彻指向叶静熙的时候，眼里的幽冷几乎让叶静熙的4肢百骸都在发冷，无端的恐惧感从心脏朝头顶扩散，直叫他头皮发麻。燕云彻负手而立，神色冷峻的道：上京城的武堂，从燕京学宫到紫金武堂，都要遵守同样的规矩和武训，还有大雁的律法。据本王所知，20年前的燕京学宫有一位私下放蛇咬人者，全族都被流放了3000里。沈宁，你来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身为武将之后，又在上京长大，若知错犯错，当罪加一等。当然，若是有人对你做了什么，你如实说来，本王必将他亲自提上断头台，亲自斩首示众。最后的尾音宛若平地惊雷，震耳欲聋。叶静熙浑身抖了下，小脸煞白。而参与了这场纷争的同伴们，额角都溢出了冷汗，紧张兮兮地盯着沈宁看。他们的生死算是系在了沈宁的身上，适才又都闹得不欢而散。沈宁有报仇的机会，肯定不会放过他们每一个人。
何况这死蛇很有可能是沈宁特地交给王爷，背后告了他们一状。汗水渗透而出，浸湿了叶静熙等人背部的衣料。王爷，沉默良久的沈宁终于开口说话。叶静熙屏住呼吸，握紧双拳往下听。这蛇是我带来玩的，一不小心没控制力道，就玩死了。作为阁主，我代黄武阁上下感谢王爷对我们的关心与厚爱。沈宁作揖道。叶静熙扭过头，不可置信地看着编造了谎话的沈宁。黄武阁的众学生心情颇为复杂。坐吧。燕云彻抬抬手，门外的17就把棋盘架子拿来，竖在众人面前。作为棋师，我将教你们最伟大最复杂的棋。这样一说，就都来了兴趣，猜测高高在上的北渊王会教出什么伟大的棋。而当燕云彻将5个黑棋连成斜边一排的时候，黄武阁静得可怕，每个学生都傻眼了。燕云彻要教的是五子棋，部分学生甚至怀疑自己看错了，闭上眼睛用手揉了揉再重新睁开，可恨看到的还是那该死的五子棋。燕云彻如狐狸般一笑，我相信我的学生们日后都会是世上最伟大的棋手。黄武阁学生日后棋道大会，别人比的都是高深莫测的围棋，行兵布阵的象棋，就他们傻乎乎的玩五子棋。想到那画面，众人就不寒而栗。王爷，柳慧扬起脸笑着说道，我在家时最喜欢和父亲玩五子棋了，父亲还说过，柳慧啊，你长大了一定要好好发扬五子棋，让那些庸俗的人知道五子棋的精妙乐趣所在。沈宁漫不经心地翻了一页书。你叫柳慧？燕云彻问。柳慧的杏眸炙热如火，她微低着头莞尔一笑，又悄悄抬眸含羞带怯地望向了燕云彻，最后把玩着垂落在肩前的一缕青丝，点了点头，轻声道，是，柳慧是小女子的名讳。距离柳慧很近的一位魁梧壮汉给柳慧惊得双手抱拳，四处去摸自己的鸡皮疙瘩。难听。燕云彻说。柳慧。扑哧，那魁梧汉子笑得口水从牙缝之中喷出，用拳头捶腿捧腹大笑。原先都在憋笑，被壮汉这般一笑，就都破功了。黄武阁此起彼伏如海浪的笑声都影响到了其他3个武阁。柳慧红着眼睛低下了头。王爷。有人笑到忘乎所以时，不带脑子的来了一句，听说王爷身边美人如云，可否跟我等说说如何让美人死心塌地的爱上自己。说完反应过来，当即给自己的嘴来了一巴掌。柳慧抓紧机会呵斥，这不是胡闹吗？再说你动动手指都能想明白，王爷风流倜傥，英俊潇洒，又是天界贵子，哪个女子不喜欢？王二狗，你是不是有心仪的女子？要我说，这男女之间的感情事情，我们在座的都是未经人事的姑娘少年，哪能晓得啊？沈小姐，你是成过亲的人，尝试过的东西比我们多，应该懂得很多，能跟我们说说吗？柳慧笑盈盈地问。沈宁慢慢地放下了书卷，他侧过眸，淡漠地望向喋喋不休笑容虚伪的柳慧。大宴虽重武轻文，但繁文礼节却是必不可少。在女子贞操清白比天还大的时代，当着200人的面讨论此事，无异于是在羞辱她。燕云彻的眸底骤闪过狠厉的杀气，而等着沈宁出洋相的柳慧并未察觉到那一刻的如芒在背。柳慧，你怎么就这么恬不知耻？叶静熙把桌上的书卷砸到了柳慧的身上去，吼道，一个姑娘家张口闭口都是些不知羞耻的话，你不要脸，你爹娘你祖宗都不要脸了吗？第64章拖出去乱棍打死。柳慧没想到和她交好的叶静熙会为了沈宁用书卷砸她。叶静熙，你发什么疯？我有说错什么吗？柳慧倔强地反问。你先前还一口一个弃妇的喊着，如今偏偏提男女之事，柳慧，你就算居心叵测，也别太明显了吧？叶静熙不想欠沈宁的人情，为沈宁出气，就当是归还方才的人情了。你，柳慧，过来。燕云彻的声音打断了2人激烈的争辩。末了。柳慧心下一喜，得意地看了看叶静熙，扭着腰做作地走到燕云彻的面前。他软声说，王爷需要我做什么吗？本王需要你去死。砰！燕云彻阴翳狠厉地说罢，高抬起修长的腿，一脚踹在柳慧的腹部，把柳慧踹得宛如断线风筝般飞了出去。柳慧砸碎了几张青檀桌，趴在一地狼藉之中，摔得脏腑仿佛都要裂开般。他用发麻的手撑着地，抬头看向了燕云彻，才燃起的爱慕之火瞬间就被冰冷的现实熄灭。17，属下在，拖出去，乱棍打死。燕云彻慢条斯理地整着袖口，说话时眼烧的红愈发的明显。不，柳慧竭力地瞪大了盛满惊恐之色的眼睛，浑身都在发颤。王爷，要不要知会武堂一声？17问道。打死个人而已，不必。燕云彻眉梢轻挑起，目光阴沉地注视着柳慧。
而被燕云彻盯上的柳慧，好似在与死神。他终于明白，北渊王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他竟在前一刻还妄想嫁给这个杀人如麻的疯子。17难过的看了眼燕云彻，男人冰凉的指尖再不受控制的颤动。跟在北渊王身边多年的他，当然清楚王爷的病。每次犯病之时，都会有人被折磨而死。直到望月楼建起来后，王爷的病也好了很多，最近更像是个正常人。他恨死了眼前的柳慧，因为他不在乎陌生人的死活，只在乎王爷。属下领命。17办起正事来绝不马虎，冷着脸粗鲁地提着柳慧往外走。柳慧一路挣扎，慌乱之中抓住了沈宁的衣角。沈小姐，救救我！求你救救我！救救我好不好？柳慧眼中含泪，惊慌地喊道。沈宁是她现如今唯一的救命稻草了。柳慧泪水流下，凄声喊：沈小姐，你帮我求求王爷，让他放我一命。我柳慧为你做牛做马，为奴为婢，都心甘情愿。沈宁面色淡漠如水，心下思量权衡。事情的起因是柳慧针对他，若闹到了死人的地步，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元和皇帝若注意了此事，沈家的处境就更难了。而且依大验律法柳会罪不致死，若因此而死，且不说燕云彻是否受罚，坊间对燕云彻的诋毁只怕会变本加厉。总而言之，他想讨账收拾柳慧有很多种办法，但绝不能是这种会带来麻烦和祸患的死法。王爷，他看着北渊王的眼睛，缓缓出声。还没说出接下来的话，燕云彻便拂袖道：罢了，你的血还不配弄脏王府的棍子。17把柳慧丢到了一边，似觉得晦气，对着手哈了口气，再搓一搓。燕云彻转身走出了黄武阁，沈宁看着他颀长的身影一步一步被格外的逆光吞噬掉。方才有那么一刻，他觉得燕云彻的眼神像濒临死亡的野兽，咆哮着，怒吼着，撕咬着，却也在祈求着，祈求活下来的渺然希望。沈小姐，叶静熙、刀疤女子、魁梧壮汉，还有那个叫王二狗的，都到了沈宁的面前。沈宁问：有事？几人抱拳弯腰。叶静熙说：对不起，先前的事是我们做的不对，都过去了。沈宁继续翻书，叶静熙也不想打扰到沈宁的心情，便悄悄然地退下。傍晚，几人相邀喝酒，叶静熙猛灌了一口酒，用力地擦了擦嘴，红着眼睛说：我觉得陈欢欢看不起我们是对的，我也看不起我们，可不是吗？刀疤女仰头痛饮，我们敢戏弄沈宁，却在北渊王面前大气都不敢出，算哪门子的英雄好汉？魁梧壮汉没心没肺的嘿嘿喝酒，嘿嘿笑，今朝有酒今朝醉，管他2、5、6、7、8。王二狗小声的叨叨：我觉得沈小姐挺好，柳慧那么对她，她都保下了柳慧的命。几人提着廉价的酒，摇摇晃晃回住所的时候，路过了黄武阁。黄武阁里还点燃着一盏烛火灯，沈宁就坐在那里，安静的看着书，看了一会儿就会拿破云枪出来练。都这么晚了，沈小姐还在看书练枪吗？刀疤女眉头皱紧。王二狗说：我记得沈小姐和陈欢欢每日都是最早来的，但具体多早我不知道。叶静熙来得最早，走得最晚，身为世家女，吃得苦中苦，我们却饮酒消愁，荒度时光，还要笑她曾经的遇人不淑。话音落下，他自嘲地笑了笑。陈欢欢说的对，活该他看不起我们，走了。少年摆了摆手，走进夜色深处。王二狗问：去哪里？等等我。醒酒睡觉，争取明日比他来得更早。刀疤女多看了沈宁几眼，才轻手轻脚地离开。上京城，望月楼，月上柳梢，星辰四海。燕云彻提着酒坐在窗台，远远地望向了将军府的练武场。像从前那样，还有一个人在练枪，只不过换了个人了。他不叫沈宁，他叫蓝莲芝。啪嗒一声，燕云彻把窗户关上，满脸的不忿欲色，在沉怒狂躁的边缘。王爷，17快步而至，把这窗户用钉子封死，不要让本王看见他再打开。是，属下这就来封死。17封窗之际，透过缝隙看到了月下练枪的一道身影。蓝莲芝收枪落地，笑望着走过来的顾荣。顾荣给他带了很多糕点和水壶。这几日，顾颖南总是去衡阳宗师和江灵珠的那里。顾荣是他在顾家仅剩的温暖了。莲芝，来歇歇，吃点东西垫垫肚子，不吃饱怎么能行呢？谢谢娘。莲芝啊，娘跟你说一句心里话，女孩子家的别总是舞刀弄枪的，这种事交给景南来就好了。你接下来就想着过安心日子，和景南赶紧生个大胖小子。蓝莲芝的脸色陡然一变，甜腻的糕点瞬间就食之无味，如同嚼蜡。第65章，许久未曾宠幸大白。次日晨曦，住在紫金武堂的王二狗、叶静熙之流，在5更天的时候就去了黄武阁。王二狗笑道：金个儿，
定是我们来的最早，要让他沈小姐好好的大吃一惊，对我们发生改观。然而，当他们来时，远远的就看到了黄五阁泛黄的烛火以及火光映照的身影。沈宁和陈欢欢坐在铜牌看书，偶尔互相讨论武学。似是察觉到了什么，沈宁扭头朝门外看了过去，看到了垂头丧气的几个人。沈小姐，欢欢姑娘，你们何时到的？魁梧男问。4更天。沈宁漫不经心地翻了一页，问：怎么了？魁梧男双手抓头怨愤地嗷了一嗓子：你难道就不知道累的吗？若终日念叨着累，不累也会觉得精疲力尽。沈宁笑道：若有信念的话，再累也不觉得苦。沈小姐说的对，人要有信念，我现在就觉得自己有了信念。王二狗激情地道。魁梧男问：你有了什么信念？王二狗：我要娶银双楼的头牌姑娘。魁梧男。沈宁收回视线，继而把注意力放在用功上。这段时间，他的体能和枪法明显进步了很多。天亮以后，黄五阁的学生们都懒懒散散的入阁，柳慧是最后一个到的，来时还打着哈欠，显然忘记了昨日生死一线的惊心动魄。陈欢欢蹙眉，这柳慧看得让人讨厌，多提防点他。沈宁连头都没抬，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肯定会另想后招。陈欢欢低声道：我还以为你可怜他。不是可怜。沈宁摇头，事情与我有关，就是与沈家有关。沈家可以杀人，但那杀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陈欢欢恍惚了会儿，面庞露出了一抹笑。半晌，赫连远山提着一壶热水进了黄五阁。到了下午，就是燕云彻教人下五子棋。五子棋虽然枯燥，但北渊王风神玉朗，宛若高岭之花的容貌却是叫人赏心悦目。因而倒也没那么枯燥了。就是经过昨日柳会之事后，众人也不敢肆无忌惮，与燕云彻说话都是小心翼翼的。沈宁则无心看五子棋，既要研究兵法武学，还要看诗书。武学精进的同时，知识的储备量也要跟上，才不会成为有勇无谋的匹夫之流。沈宁！燕云彻沉怒的声音在头顶响起。沈宁放下书，抬眸迷茫地望向了燕云彻。男人不期然地撞入了那一双黝黑似曜石般的眸子，清澈纯粹，还有几分历经沧桑的荒芜和依旧坚守本心的固执。燕云彻呼吸一滞，神情稍柔，随即又沉着脸说：本王的五子棋很无聊吗？以至于你还去看旁的书？不无聊。沈宁垂着睫翼说：王爷误会了，我正是听了你的棋术，因此灵智大开，血液沸腾，且斗志昂扬，方才去看其他书的。他们应该感谢王爷的点拨，才有机会得到宠幸。叶静熙这些人听着他脸不红心不跳的睁眼说瞎话，一个个的大跌眼镜，风中凌乱。话说回来，他们还以为沈宁是相当沉稳寡言的无趣之人，如今才觉得他也有趣了。燕云彻听得飘飘然，得意之情就要显露出来，很快便被他讹诈了。继而冷着脸道：你跟本王出来。哦。沈宁收拾书带上。燕云彻：不准带书。好的。沈宁无奈地走了出去，不知道这位爷又抽了哪门子的风。他总不能靠燕云彻的五子棋去守护沈家吧？有好戏看了。柳慧笑眯眯地憋着坏，伸长了脑袋凑到人堆：你们说王爷会怎么惩处他？她是沈家小姐，应该不至于被乱棍打死。刀疤女子黛眉一皱：柳慧，昨日沈小姐才救了你，她那是为了当好人。柳慧撇撇嘴：她就算不救，王爷也不会真杀了我的，只是气话罢了。她知道是这样，才故意说好话。柳慧从前跟这群人的关系很好，放蛇欺负沈宁的鬼点子也是她想出来的。静熙，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你最爱吃的桂花糕。柳慧殷勤地把桂花糕放到叶静熙的桌上，试图关系复原到从前。叶静熙一手挥掉了桂花糕，冷眼睨着他：我不吃你的东西，我嫌恶心。柳慧没有感恩之情。他们有。柳慧咬着牙手起笑，满面阴翳地瞪着叶静熙：我懂了，你们自己不能出人头地，就想去巴结沈宁是吧？你们还真以为跟着他混能有什么好日子？我实话告诉你们吧，我昨晚得到的消息，衡阳宗师不认他，还把女徒儿嫁给了顾将军，他还得罪了明华公主。你们动动脑子好好想。黄武阁外，沈宁跟着燕云彻走到了长廊的尽头，从那里能够看到富贵别院姹紫嫣红的花。沈宁停下来，背靠着墙，从袖间抽出了一卷书翻页看。燕云彻：沈小姐，不准看书。不看书，看你。沈宁反问。燕云彻讳莫如深的眸子里瞬间涌现了心花怒放的喜色和期许，然而下一刻就又颓废萎靡了下去。只见沈宁自言自语说：那我还是看大白吧。他蹲下来摸了摸大白的头：大白，最近怎么瘦了？想你想的。燕云彻直言不讳的道，话里话外看似说大白，实则意味不明。
以至于两人之间的氛围浓稠后重了些许。沈宁摸着大白的手微微一僵，旋即微笑道：“大白，多吃，胖点好。”燕云彻，沈小姐许久未曾宠幸大白，大白吃不下。王爷，我在跟大白说话。沈宁恼道：“本王在替大白与你说话。”燕云彻固执地看着他，知子莫若父，本王得为大白最近的销售负责。沈宁，两人对视了许久，氛围更是怪异，像是有炽热的焰火在燃烧，又好似天光天降未亮时的暧昧。沈小姐，燕云彻忽而深情地开口。沈宁心口一颤，脑子里思索了许多拒绝燕云彻的话。正当他想着用哪一句措辞堵住燕云彻的求爱时，燕云彻再次开口：“本王的伍子棋真的有那么没意思吗？”沈宁，感情是他想太多了。第66章，永远死在这一刻。王爷，我们能不能不提伍子棋了？他现在听到伍子棋都有点郁闷了。那提什么？燕云彻无辜地望着他。我们之间为何非要提点什么呢？沈宁反问道。燕云彻忽而沉默了下去，那一瞬间，他的眼底好似潜藏着哀伤。沈宁察觉到男人身上的情绪，攥了攥衣袖，想说什么，终究是默了下去。沈小姐，燕云彻行至栏前，负手而立，眺望着百花深处，背对着他说：“陪陪本王吧。今日是我母亲的忌日，许多年前，她是上京城唯一的角色。她很好。”男人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可到了嘴边，总有些笨拙和犹豫，与往日的桀骜不羁全然不同。沈宁看着男人的背影，抿紧了嫣红的薄唇。可以吗？燕云彻回头看他，低声问道。王爷。男人以为他会拒绝，他却晃了晃手中的书。那我可以看书吗？男人讶然到有些呆，随即点头，可以。好。就这样，他们一个看书，一个看他。沈小姐。沈宁又翻了一页，注意力都放在了书上。只是男人久久没回应他，又过了很久，才冷不丁喊：“沈小姐。”长廊尽头，依旧彼此沉默，就连大白都觉得有些尴尬。他又喊：“沈王爷。”沈宁打断了他：“你好吵，你知道吗？”哦。燕云彻和大白一起低下了头。沈宁无奈地继续看书。燕云彻唇畔挽起，含着温润的笑意。他像是藏在流火之下的绯玉，只有穿过那炽烈的流火，才能看到他独一无二的温柔。燕云彻看见风掀起女子鬓间碎乱的青丝，为她增添了书卷慵懒气。风里有富贵别院的花香。如果可以的话，他愿意死在这一刻，他就能永远留在这一刻，留住他。许久，久到日落西山，傍晚黄昏的暗红色余晖洒落在这座初冬将至的城。沈宁把书放回了袖间，准备打道回府。沈小姐，明日见。燕云彻对他露出了笑。别笑了，有些傻。沈宁摸摸大白，就往回走。数步后，他顿足停下，回眸望向了燕云彻，问：“王爷，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不可否认的是，他并不排斥燕云彻，甚至还有些难以言喻的亲切感。这份亲切感似曾相识。燕云彻沉吟了许久，摇头：“没有。想来也是，王爷，忘了跟你说了，你的伍子棋太枯燥乏味了。”沈宁笑着离去，速度很快，快到有一种久违的活泼。他的稚嫩与活泼，还有南训的性格，都死在了他曾喜欢上顾影南的第一年。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了燕云彻的视野里，燕云彻还站在原地盯着他消失的方向看了许久。北渊王和他的狗同幅度垂头丧气的在角落里。大白，汪，你娘不要你了！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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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武阁，柳慧频频朝半敞开的门那处看去，见沈宁久久未归，窃喜地勾起了嘴角。听见回来的脚步声，柳慧登时故作认真地翻看着桌上的书，眼角余光，时不时地往门外瞅。沈小姐，王爷没欺负你吧？柳慧问。王爷为何要欺负我？沈宁居高临下地望着他，沉声反问。柳慧讪讪地笑，没欺负就好。沈宁敛起神色，拿过破云枪，走到最前面，用枪的底部重重敲了几下地，才让趴睡的、交头接耳的、发呆的、玩手指的众人都精神一振，齐刷刷地朝沈宁看去。8日后，我们与凤鸣武堂有一场切磋，届时很多上京百姓和其他武堂的弟子都会前去旁观。除此之外，还有沈老将军、北渊王、顾将军、兵部的人都会在，表现好的话可以博个前途。说完，并没想象中的欢呼声，每个人都吊儿郎当的，俨然是破罐子破摔了。沈小姐，反正都打不过，你也不要瞎操心了。整个上京都知道黄武阁最糟糕差劲了，而黄武阁的学生都是别人登天的踏脚石吗？说得对，踏脚石就要有踏脚石的感悟。沈小姐，
你刚来紫金武堂，你不知道我们黄武阁每回都输得很难看，被人揍得很惨，所以你也别管了，到时候打不过投降就是了。沈宁听着那些自暴自弃的话，眼底波澜不兴地看向了粗衣少年叶静熙，你来说。叶静熙起身，我愿意试试。我也愿意。刀疤女子面无表情地站起，叶静熙偷偷发狠地瞪着魁梧男和王二狗，这两人就是不肯起身。沈宁再问，还有人愿意吗？无人回应。柳慧偷着乐呢。两个武堂的比试可不是一两个人就够的，有单人搏斗，还有行兵布阵，前者倒也罢了，后者是需要数量累积的。赫连远山把切磋之事全权交给沈宁，他就等着沈宁在切磋之日丢人现眼。可以告诉我是因为什么吗？沈宁问道。默人愿意说，他们只想验视。沈宁有的是耐心等下去，是因为他在叶静熙和刀疤女子的身上看到了这群人的希望。沈小姐，魁梧男微红着眼睛说，我们的兵器都被凤鸣武堂的人给拿走了，他们抢过我们很多东西，以欺负我们为乐，他们也不算什么显赫的世家，但人嘛，在这世上柴门之子难出头，官大一级都要压死人呢，这也正常。没告诉武堂的人吗？沈宁问道。有什么用呢？王二狗苦笑，我们只要一出武堂，就会被别的武堂武者盯上，拿走值钱的东西，还威胁我们。而且这种切磋真的会点到即止吗？对，若是碰上燕京学宫，他们会点到即止，碰到我们这种命不值钱的，他们会往死里打，我们打不过，真的打不过。沈小姐，我们也怕他们啊。刀疤女叹，之前紫金武堂有个师兄叫做陈福生的，就是性格桀骜，打伤了一个军家的孩子，就被砍断双手丢出城了，听说家里的亲人都遭受牵连，惨得很。而且没有证据指向军家，就只能自认倒霉呗。黄武阁每个人都低着头，就像他们早已料定结局的人生，是永远的抬不起头。沉默又沉默，良久，沈宁忽而道，我会帮你们把兵器拿回来，到时候都给我参战切磋。一个个人蓦地抬头，一双双眼睛陡然看向了持枪的他。第67章，因为我已经是二流武者了。沈宁好似看不见那些异样的眼神，提着枪回到了清潭椅。沈小姐，王二狗犹豫了一会儿，说，凤鸣武堂的小霸王是兵部尚书的三公子，他在各武堂里很吃得开，还是一流强者。我知道了。沈宁面无表情道。王二狗欲言又止，黄武阁的其他人也不知道说什么话，看到沈宁轻描淡写的带过，都以为嘴上说说，便在惊了一颤后不再放在心上。一个人的顶峰是在出生那一刻就注定了的，但这一天不知是为什么，到了天黑的时候，竟不似以往一哄而散，有一半的学生留了下来。外头远处，赫连远山与邓伯斐并肩而行，眺望着黄武阁耀眼的烛火以及烛光倒映出的百余位的身影。远山兄，我没想到你会让沈宁来全权处理切磋比武之事。邓伯斐诧异地道，那些柴门武者是沈宁的试金石，沈宁又何尝不是他们的试金石？赫连远山捋了捋胡须，长叹，凤鸣小霸王的事我们怎能不知，但别的武堂很多都不收三流武者，就算收的话，半年之内没能成为二流武者，就得收拾东西滚回老家，把他们留在上京，就已经是我们最大的努力了。邓伯斐又何尝不知，三流武者最下乘，紫金武堂的没落就是收了太多的三流武者，而这些留下来的人却又不珍惜这机会，反而在怨声之中度日。邓伯斐深深地望着赫连远山。赫连远山曾拒绝了燕京学宫的邀请，而留在了紫金武堂，放弃了大好的名利富贵，就是为了那群柴门出身的人们。伯妃啊，你说他们还有的救吗？赫连远山说，紫金武堂只能留他们3年，再没出息就得送走了。这些年我们送走了多少人？他永远忘不掉那些学生斗志昂扬的来，年轻又蓬勃，3年之后消沉颓废的离开，就像是亲眼目睹着花凋零在春日，作为满怀抱负的师长的他却又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望着花败，回家提一壶浊酒对着狸猫，叹这世道最恨穷和若没道理。我们救不了，或许有些人可以救。邓伯斐借着烛光望向你100位留下来的学生笑，至少这是个好的开始，好不好？8日后就知道了。赫连远山叹息着远去。黄武阁，沈宁似是察觉到了什么，侧眸望向了窗外，隐约能够看到的2道身影。夜深时分，他背着枪回到了住的地方，吩咐采莲道，明日去府邸找一下武哥，我要军三的行踪。采莲，要不奴婢现在就去吧。不了，夜色已深，路上不安全。沈宁洗去了一身的疲惫，回到住所睡下时，多看了眼同住陈欢欢，问，今日在黄武阁怎么心不在焉的？陈欢欢目光躲闪着摇摇头，没什么，可能是水土不服，不太舒服。
他不愿说，沈宁也不逼问，便道：“明日让采莲给你煎药，有什么事的话与我说就行。”陈欢欢强挤出了一个笑：“好。”采莲伺候着沈宁，将衡阳宗师所赠的药水涂在右手，方才去盖灭烛火，屋子瞬间黑沉沉了下来。右手传来了火辣辣和凉飕飕交织的感觉。黑暗中的沈宁勾了勾唇角，等到明日的时候，他的手就完全好了。沈宁渐渐闭上了眼睛，睡觉的时候，脑海里、梦里都是沈家枪法的一招一式，从纸上谈兵到真枪实干，像走马灯般轮番出现着。次日，沈宁似更天准时起来去黄武阁，就看到了有50来人和他同行。天还没亮，是墨蓝色的灰暗，就连空气都带着些潮湿，刮来的风更是冷得很。王二狗骄傲地抬起下颌，哼哧哼哧地说：“沈小姐，莫以为就你会努力。”沈宁浅浅地笑了笑：“有不懂的可以问我，大家都是三流，谁不比谁高贵？我们不会的，难道你就会吗？”魁梧男撇着嘴边说边走，边走边往刀疤女的肩膀上蹭，被刀疤女子给皱着眉嫌弃地撞开了。沈宁耸耸肩，并不在意。回到黄武阁后，魁梧男挠着头跟刀疤女讨论激发不了内力的问题。内力是二流武者的基础条件，也就是说，内力越高的人实力越强。到了大宗师，内力浑厚到有龙象之力，还能运转进剑刃里面。沈宁背对着他们，漫不经心地说道：“气沉丹田的时候，四肢放松，不要刻意去沉气，尝试着轻松换气。”魁梧男闭上眼睛试了试，还真有点茅塞顿开的效果。春，刀疤女子冷哼道：“沈小姐5岁的时候就是二流武者了，李青葵，你可别在沈小姐面前丢人现眼了。”李青葵惭愧地低下了头，复又大喇喇地问：“沈小姐，我听先生说，内力倒退到3流的人，一辈子都得是3流。他也没什么坏心眼，就是实打实的蠢。”这话问完，四周的空气冷到好似都能凝结出冰花了。叶静熙悄悄瞪了眼李青葵，心中腹诽这厮简直是蠢得无可救药了。沈小姐，青葵哥他今日起得太早了，不知怎么就把脑子拉在了住所。你别往心里去，我们都相信你可以成为二流武者，甚至是更高。叶静熙连忙给李青葵收拾烂局。无妨。沈宁长腿一扫，回身之际右掌迅速打出，10步开外的李青葵身上的衣裳被掌风吹动。他揉了揉手，用最平淡的语气说：“因为我已经是二流武者了。”众人震惊不已，满地都是倒抽冷气的声音，部分人还惊得把眼睛瞪到滚圆。李青葵为了防止自己摔倒，连忙扶住了桌角，心情复杂凌乱地注视着沈宁。沈宁摊摊手，转回身子，等待赫连远山来黄武阁。之后的几日，沈宁都在黄武阁重复同样的日子。每日的下午，燕云彻都会来，唯独大雨倾盆、雷鸣电闪的那一日，久久不见燕云彻的身影。第68章药苦。黄武阁纷纷讨论道：“王爷今日怕是不来了吧？许是天气太差了。”还别说，虽然王爷来的第一天让人有些害怕，其实王爷还挺有意思的。王爷的狗也很有趣，不过那狗的名字究竟是景兰还是大白啊？不知。沈宁听着那些话，多看了2眼窗外。雨下得很大，积雨冲破窗棂，树枝在风中翻滚，拍打在黄武阁的长廊。赫连远山和邓伯斐忙着把窗户关上，身上都弄得湿透了。都去住处歇着吧，今日好好休息，稍后伯飞先生请你们吃饭。赫连远山老奸巨猾的一笑。邓伯斐他终于知道自己总是攒不起积蓄了，都是被赫连远山这老狐狸给害的。沈宁起身往外走的时候，发现陈欢欢在发呆，低喊了声：“欢欢，雨太大，该回去了。”啊，好，我这就回去。陈欢欢忙收拾东西。沈宁皱了皱眉，看了陈欢欢好一会儿，还是决定让采莲多留一下。阴霾漫天，骤闪过锃亮的电光，轰轰轰轰，随即便是滚滚而来的万钧雷声。等打了好一阵的雷，众人才匆匆回到住所。沈宁将要回去之时，便看到一人逆着大雨而来，是熟悉的人，北渊王的贴身侍卫17。17满脸的水，分不清是眼泪还是雨水。他看见沈宁的那一刻，宛如将死之人看到了生的希望，连忙拽住了沈宁的臂膀：“沈小姐，你跟我去一趟北渊王府好不好？就一会儿，就一下就行。”采莲用手去拍打17的手背：“做什么？放开我们家小姐！沈小姐，你要不去的话，我怕王爷出事。”17吸了吸鼻子，哽咽地说。沈宁眼底划过不明之色，而后冷淡的道：“我与王爷并无关系，我不会去的。17，你回去吧，我也该回了。”扑通，17屈膝跪了下来，仰头哀求：“沈小姐，我求你了，每逢雷雨天，王爷就像是渡劫，昨晚他发烧到现在还没好，这次的渡劫他更难熬了。”沈宁的指尖微微颤动了会儿，
逐渐的合拢，握紧成了拳头。他把衣摆从17的手中抽出，决然的转身就走。王爷母妃去世的时候也是雷雨天，这是王爷的心结，看在太妃年轻时为沈家解围的份上，就求你看一眼王爷吧。17说到最后，声音都沙哑了。沈宁停了下来，沉吟片刻后吩咐采莲道：采莲，你回到住所，换上我的衣裳，躺在床上，我以你的身份去一趟北渊王府。小姐务必谨慎小心，采莲等你回来。17灰暗的眼里终于浮现了喜色，我就知道沈小姐你是不会弃王爷不顾的。昨晚发烧的时候，燕云彻迷迷糊糊吐出沈宁的字眼，17便明白了王爷为何要健忘月楼，又为何要黏着沈小姐。而当今日雷雨降临的时候，燕云彻狂躁如野兽，任何人进入他的屋子都会被赶走。他甚至还用钉子钉上了所有的门窗，说进入此屋的人格杀勿论。17实在是担心燕云彻的状况，才会擅自做主来找沈宁。到了王府，17说道：沈小姐能来帮忙，17永生铭记此恩，日后若有用得到的地方，17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沈家欠苏太妃恩情，我应该来的。沈小姐，王爷就在这座殿宇里面，门窗都封上了，我去找个锤子来开门。不用了。沈宁走到门前，直接一脚踹了上去，钉子依旧纹丝未动。砰！又一脚力道更重，嵌入门的钉子逐渐的松动。砰砰砰砰砰！沈宁内力尽满，一脚又一脚的踹门。17看着沈宁这踹门时的彪悍，一时语塞，冷不丁的滚动喉结，狂咽口水，不由想到日后王爷若是娶了沈小姐的话被暴揍的场景。17脖子发凉的同时，竟然还有几分期待。叔弟，17瞳眸紧缩，定睛望着沈宁，实话愕然了好半晌，才惊道：沈小姐，你已经是二流武者了。砰砰砰砰砰砰，回应他的只有踹门声。17瞧着摇摇欲晃快要踹掉的门，脚底抹油桃也似的溜走了。他既不是王爷的白月光，更不是王爷的朱砂痣，沈小姐能活命，他可就不好说了。因此17有多远跑多远，连吃奶的劲儿都用出来了。砰啪，两道声响出现，门被沈宁彻底踹开了。殿内因四周的窗户都被封死了，又因这雷雨天的阴沉死气，导致殿宇之内四处都是灰暗的，只有被沈宁踹开的门透出了几许微光。他从光中走近，看到了角落里的男人。男人穿着宽大的红袍，就那样随性的穿着，满地都是歪歪斜斜的酒壶和碎片。本王不是说了，不准任何人进来。17，你是想死吗？燕云彻又猛灌了一壶酒，他想把自己喝醉，忘掉了脑子里的血雨腥风，也忘掉和那年一样的雷雨天。然而当他逆向来人时，看见染着微光的女子和那张刻进了灵魂的脸，男人有一瞬的手足无措。沈小姐。燕云彻红着眼，额头滚烫又昏沉，他竭力的去看清，嗓音低沉又嘶哑。沈宁不言，默默地捡起了地上的酒壶碎片。燕云彻不再喝酒，就那样的看着他。末了。沈宁走至燕云彻的跟前，蹲下来，手掌抚在燕云彻的额头，似被火烧了一样。王爷，你该吃药了。沈宁迈步的刹那，男人抓住了他的手，血红的眼睛就那样看着他，似丛林深处的妖精。我不要吃药。他说药苦。随后又咬牙切齿恨恨地强调了一句：本王最讨厌苦的东西。沈宁低头看着被握住的手，他的手很凉，凉得像水。男人的手却因高烧滚烫如火，灼着他手掌的肌肤。沈宁无奈，只好先安抚燕云彻的情绪。那先不吃药，你去睡会儿，我扶你过去。沈宁把他拽了起来，男人却是把全身的力气压在他的身上。他用了些力气才把燕云彻放在床榻。男人躺下的时候，拽着他的手一个用力，他便扑入了男人的怀里。第69章，像照顾儿子一样照顾好王爷。浓郁的烈酒味道和毒鼠与男人的冷竹清香互相交织着的扑入了沈宁的鼻尖。沈宁心内猛地一颤，双手撑着就要起来，腰部的地方却被男人强而有力的臂膀环绕住。北渊王，还请自重。沈宁咬着牙发声。别吵。男人在他耳畔哑声说，别推开我。沈宁浑身都在发颤，脑海里被各种情绪包围，宛如闯门外歇斯底里的狂风骤雨，似乎要摧垮这座屹立了千百年的古老的城池。但该死的是，燕云彻的力量格外强悍，死死地钳制着他，让他窒息的同时几近沉溺在那滚烫的温度里。他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酝酿了一番措辞，才开口道：王爷，那天的雷也像现在这般大。男人结意轻轻地颤动着，低声开口道：那天我亲手斩了我母亲的首级。沈宁浑身僵住，起了一身的冷意。他蓦地朝燕云彻看去，男人泛起暗潮血雾的眼睛，像是深不可测的古潭般藏匿着阴郁狠厉，
和极端偏执。苏太妃仙逝的那天，燕云彻不过才7岁，一个7岁的孩子亲手斩首母亲，这是何等的丧心病狂！但沈宁在男人充满悲痛的眸子里，却看到了大雨雷霆之中，孩子抱着母亲的残身，对着苍天哭到声嘶力竭，哭掉了半条命。传闻中，苏太妃是病重而死，而传闻又说，苏太妃死之前的燕云彻天赋异禀，有战神之风姿，是紫气东来的帝王相。但从那1年之后，燕云彻逐渐的声名狼藉，老一辈的百姓们多数都在惋惜一代神童沦为不堪入目的庸才。所以，北渊王7岁的那年发生了什么，现在的沈宁还不得而知。他见男人身上的温度又高了一层，脑子都像是快被烧坏了，只当燕云彻是把自己当成母亲了，便似哄小孩般低声安慰道：“乖，没事了，没事了，一切都过去了。”女子的话语声宛如一股清流，荡平了男人心底快要扭曲掉灵魂的暴躁和挥之不去的血雨。真的吗？他问。真的。沈宁微笑着说：“信我。”眼见着男人完全平复下来，沈宁便把自己的身子从他的身上挪开。不准走。男人却紧顾着他，语气是上位者的威严，眼睛却像是山林中受伤的小兽般看着他。我不走，但你总得让我换个姿势，好不好？沈宁哄道。男人点点头。沈宁在床榻换了个姿势，背对着他。过了一会儿，男人附身而来，长臂再次搭在了他的腰间，背部是炙热的灼烧感，似有一点星星之火穿过衣料，点燃他薄嫩的肌肤。不仅如此，男人还曲着腿架在了他的腿上，直接把他缠抱得无路可逃了。王爷，沈宁试探性地道：“你再不喝药，就得烧坏脑子，成为傻子了。我去给你煎药。”不喝。你若不想我去煎药的话，我去喊17可好？不喝。沈宁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再次不厌其烦地道：“我很快就回来。”不要。燕云彻。沈宁蓦地回身，一巴掌砸在了男人的脑门。听话，不听话，把你卖了换钱去喝花酒。男人眨巴了2下好看的眼睛，颇有些无辜，还带着些猛地看他。沈宁行云流水的从床榻走下，理了理紊乱的发，平稳了下呼吸，才踏出屋门。17。沈宁走出长廊喊道。17连蹦带跳的出现，着急地问：“沈小姐，怎么样？王爷如何了？高烧不退，有药吗？”沈宁皱眉，他现在需要退烧。对了，这王府怎么空荡荡的，除了你和王爷就没别的人了？王爷有很多的别院和府邸，那些个地方都很热闹，就北渊王府，只有我才能陪着王爷。17说道。药一直在煎，我这就端来。17匆匆往小厨房跑，几步后在廊前停下，回头看向沈宁的时候，露出了干干净净的笑。沈小姐，谢谢你，你人真好。沈宁横着脸冷声道：“还不快去？”是，属下这就去。17欢快的离去。一会儿后，沈宁接过17送来的药，重新回去殿宇的时候，还不忘跟17说：“门被我踹得掉地上了，你去修下门就可以休息了。王爷这边先交给我，有什么事我就喊你。一切都听沈小姐吩咐。”17说完，眼珠子滴溜溜的一转，凑过来问：“原来沈小姐也这般关心我家王爷？我家王爷可真有福气。”沈宁刻板严肃又认真地说：“我会像照顾儿子一样照顾好王爷。”17脸上如娇花灿烂的笑容逐渐的凝固住。沈宁踏入殿宇，坐在床榻上。燕云彻一闻到药味，就滚到了床榻的最里边。“我不喝药，死也不喝。”他固执地道。“喝不喝？不喝。”沈宁伸手过去，直接揪住了男人的耳朵，再问：“喝不喝？”燕云彻：“喝。”做好了。哦。沈宁一勺一勺的喂给他。两人没再说什么话。男人喝药跟吃毒似的，看得沈宁眉心狂跳，再好的性子也要磨没了。不过此刻他倒也有种趁他病要他命的错觉。药喝到一半，男人忽然盯着他右手的疤看，问：“疼吗？”沈宁的动作僵住，整个人宛如画面定格了般。当初顾颖南得罪了五皇子，五皇子派刺客去杀顾景南，关键时刻他推开顾颖南，自己的右手却被刺客手中的刀斩开。是的，展开了，从食指和中指中间沿掌骨展开。沈宁低下头，轻垂下浓密漆黑的睫翼，唇边绽开了一抹苦笑。他这些天干净利落的走，说着斩钉截铁的话，做那一往无前的事。许多人甚至在怀疑他当初轰轰烈烈的架是假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当泪水不往外流的时候，心脏就会淌着沉痛的血泪。怨吗？恨吗？他怨，他恨，但能怎么办？生活得继续，人活着有一口气就得朝前看，哪怕装进了棺材里去活埋，他也得爬出来啊！因为他真的很想活下去，活得漂漂亮亮，把丢掉的支离破碎的尊严都捡回来，拼凑到完整。忽而
男人滚烫的手握住了他拿着汤匙的腕部，往前一带后，温热的唇轻贴在了他右手手背的伤疤之上。第70章，这般好的睡眠，幼年三春山也有过。刹那间，一股电流沿着手掌到了沈宁的心口，在胸腔处引起了一阵阵的战栗，呼吸霎时紧跟着急促，脑袋好似被男人传染了般，昏昏沉沉的又发热。随即，他不动声色地把手抽回，舀了一勺黑苦的药水喂给了北渊王。燕云彻喝了一口，说：“小时候觉得药苦的时候，母亲都会给我备一份蜜饯。”沈宁又给他喂。男人喝了便问：“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子？”“我喜欢大白那样的。”“他是狗？”“那也是狗中龙凤。”男人也不知生哪门子的闷气，闷闷不乐地喝着药。沈宁把药喂好，将碗放在一边。男人问：“你要走了吗？”“我……”轰隆隆轰轰，窗外电光闪烁，雷声炸裂，黑沉沉的云把天压得看不见光，让人胸口像是有巨石般顶着。他朝燕云彻看去的时候，又在燕云彻看到了极端的偏执，仿佛是要毁天灭地杀人屠城般的邪恶。“我不走。”闻言，男人的情绪被控制住，怔了一会儿，便向沈宁伸出了手。沈宁盯着他的手掌看了许久，便无奈地把自己的手放了上去。男人一拉，他便卷入了锦被之下，用背部对着燕云彻，是他最后的倔强。竟使沈宁不断地给自己灌输积极的思想：“我是他娘，我是他娘。不过，就算是他娘，关系也不至于如此。算了，就当是个傻儿子吧。”踹掉的门不知何时被17修好了，还关得严严实实，整座冷清的殿宇是密不透风的暗。他听到了彼此的呼吸声，也从脊背感受到了男人的心跳。沈宁以为自己会很厌恶，倒不是，但他没有，甚至安心地睡了下去。这一觉睡了很久很久，但也是自沈宁顾府的日子里睡得最好的一次。这么些天以来，他卯足了劲的拼命，想把过去的荒废都补上来，每日压根睡不了多久，就算睡觉梦里也不忘书中的文字和枪法招式。像这般好的睡眠，他年幼时在三春山上的时候也有过。沈宁醒来的时候，外头的风雨雷电都已经停下，上京城恢复了往日的安宁，只是这昏暗无光的屋子里还分不清楚外面的白昼天黑。他惺惺忪忪地睁开眼睛，察觉到腰间的手，沈宁的瞌睡瞬间没了，人也立即变得清醒。扭过头的刹那，刚好看到了男人放大的俊脸。平日里只能远观，看他挺拔笔直的身影走路时跟个风流的纨绔公子似的，如今近距离的看才知燕云彻生的有多好看。皮肤宛若羊脂玉般，削薄的唇是浅红色的，纤长的睫翼在眼睑之下盖出了淡淡的阴影。熟睡时的他少了点妖邪之气，多了些安详与温和。沈宁摸了摸燕云彻的额头，发现他退烧了，便用2只手指去提燕云彻放在自己腰上的手。“别动。”男人说罢，还在睡的他像是抱着个娃娃似的，迷迷糊糊的把沈宁带入了胸膛，然后紧紧抱着。沈宁不得已的时候，唇畔不经意的贴到了男人的锁骨。“王爷！”他低低的喊。男人睡得很沉，没回应他。但好在燕云彻没多久，双手的力道就减少了。他连忙脱离男人的怀抱，用此生最快的速度溜之大吉。外面已经到了晚上。沈宁思索了会儿时间，寻思着他白天来的，休息到晚上也差不多。直到17神出鬼没的过来说：“沈小姐，这2天1夜辛苦你了。”“2天1夜？”“是啊，都过一个晚上加一个白天了。王爷的烧退了吗？”17急问。沈宁闭上眼睛，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艰难的点了点头。“那就好，那就好。”17兴奋的像个猴儿。沈宁扶额，一把抓住了快要走的17的后衣襟，“送我回紫荆，以采莲的身份。”“啊，我差点忘了这么重要的事，真是该死。沈小姐，我这就送你回去。”17殷勤地道。眼前这位稍不注意就要成为北渊王府的女主人，他可不得多多巴结嘛。王府殿宇内，几乎在沈宁离开的下一刻，躺在床榻上的俊美男子便缓缓地睁开了双眼。他慵懒如午后的猫，抬起修长如玉的手，指腹轻触锁骨的位置，幽邃的眸底流露出了一丝深意。黄武阁住所处，采莲急得团团转。这一间房被柳慧带着人给围住了，还有紫荆武堂的几个师长们都在，里面就包括了赫连远山和邓伯斐。柳慧，不得胡闹！邓伯斐皱眉冷喝。我没胡闹，我真看到了。柳慧忙道：“二位先生，我确实在昨日看到了沈宁和一个男人离开了武堂，但陈欢欢却说沈小姐卧病在床，还拒不见客。要是见沈家的父亲兄长或是顾将军，堂堂正正就好，何必多此一举？说明是做贼心虚，他在跟野男人行苟且之事。苟且之事对于一个女人的清誉来说是怎样的存在？柳慧，你难道不知道吗？”陈欢欢站在门前，摊开双手，想进屋子，可以从我陈欢欢的尸体上踏过去。宁小姐说了不想见任何人，
我就绝不会让任何人打扰到小姐。叶静熙瞪向柳慧，沈小姐救你一命，你却恩将仇报，我呸！我叶静熙为曾经有你这么个朋友而感到羞耻。够了，都散了吧，让沈小姐好好休息，谁都不要去打扰沈小姐。赫连远山喝道。此事如若就这么算了，就是坐实沈小姐的罪名了。柳慧咬着牙说，她在附近观察了很久，料定了沈宁没回来才敢这么做。而且这里是3楼，沈宁就算赶回来也进不去。她的目的就是让沈宁声名狼藉，把他赶出黄武阁。彩莲在门内都要哭出来了。啪嗒，窗户被打开，沈宁从外面爬进来。小姐，小姐你终于来了，不对，这里可是3楼啊。彩莲打开窗户往外面看，吓得心惊肉跳。有几个借力攀爬的点，别说3楼，10楼也能上来。沈宁摸了摸彩莲的头，安慰着她，随即开始换衣服。楼底17张着嘴看向3楼的窗户，咽了咽口水，竖起大拇指，自言自语道：王妃功夫了得。门外，柳慧，你闹够了没？黄武阁的刀疤女子一把攥住了柳慧的衣襟，将其提起抵在了墙上。沈小姐要休息，你是听不懂人话吗？是休息还是什么？开个门不就知道了？连先生都到了，他沈宁不开门就是做贼心虚，就是不在里面，在外面私会别的男人。嘎吱一声，一双冷白的双手将紧闭的屋门打开。沈宁悠悠冷冷地看向了柳慧，柳小姐，听说你在找我。第71章不急，来日方长且慢慢玩。沈宁，柳慧面色大变，张大了嘴，见鬼似的望向了一身清冷的沈宁，怎么是你？不然会是谁？沈宁冷笑一声反问道，柳慧，我给你脸了是吗？柳慧对上沈宁的视线，自身做贼心虚的她狂咽口水，却还是强词夺理道，你肯定是刚刚从窗户那里爬上来的。沈宁眉梢一挑，双手环胸倚靠着门楣，淡淡道，我虽不知你何出此言，但你现在当着大家伙的面给我爬上3楼，从窗户溜进来，我便认了你的说辞。怎么不敢去了？柳慧顿时哑口无言，四周充满异样和讥讽的目光，让她如过街老鼠般浑身不适。然而3楼之高，岂能徒手爬上？你肯定借助了绳索、铁爪钩等工具。柳慧改口道，铁爪钩势必会留下痕迹，一查便知。沈宁说，你未经查证，仅凭着一张嘴就想肆意诋毁人，世上可没这么简单的事。既然都惊动了这么多人，要玩就玩一场大的。这样吧，我拿项上人头陪你来玩，若在里面找到铁爪钩痕迹，我即刻伸手一处，若是不然，你柳慧的人头就得是我破云枪下的亡魂了。诸位先生，来，里边请茶。他说的坦坦荡荡，端地是大大方方，侧身一让，纤长手臂展开，做了个请的姿势。门外众人不论是为谁说话的，又或者是单纯来围观闹剧的，此时此刻都被女子的狠绝给惊到了。赫连远山斜睨了眼额头轻汗的柳慧，心生一计，便和邓伯斐悄然对视了眼，随即便见两人做事要往里面走。赫连远山姿势重大，又发生在紫金武堂，老朽岂有视而不见之理？就这么说了，让老朽去看一看有没有铁爪钩的痕迹。哎，邓伯斐循循儒雅，长叹了一口气，复又自言自语道，这手心手背都是肉，都是武堂的学生，掉谁的脑袋，为人师长都会看不下去。轰地挨一下，一道身影急冲而来，慌慌张张地摊开双手挡住了两位师长的去路。柳慧的脸庞像抽干了血色一样的白。怎么了？赫连远山故作不知地问。二位先生，不查了，不查了，是我看错了人，误会了沈小姐，我该打。啪！柳慧也是个狠人，一巴掌就甩在了自己的脸上。既是如此，便就罢了。赫连远山老神自在地捋着胡须。邓伯斐意味深长地道，做错事不可怕，可怕的是一错再错，最后再无回头之路，落得个万劫不复的下场，就是咎由自取了。行了，都围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散了！围观的学生们都作鸟兽散。柳慧竭力迈动打颤的腿。后方传来沈宁清脆的嗓音，等等。柳慧回眸看他，还有何事？邓伯斐问。我来黄武阁第一天，柳慧他唆使叶敬熙、王二狗等人用蛇咬我，当日还对沈家列祖出言不逊，今日又企图构陷于我。柳慧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学生沈宁请求武堂先生们把这等心思不正之人扫地出门。沈宁作揖颔首，说的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数罪并发，当然要柳慧吃不了兜着走。害人者恒被害之。叶敬熙几人的眼神交流了一下，俱都出声作证。学生叶敬熙愿为沈小姐的话担保。学生王二狗已经不止一次听到柳慧侮辱沈老将军了。不是这样的，你们凭什么污蔑我？柳慧没想到局势竟被反转，还来得如此之快。先生们，我是清白无辜的，你们可要相信我。赫连远山挥了挥手，两名身材魁梧的武者
便出来把柳慧拿下。此事武堂会彻查，不冤枉任何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别有用心的坏人。赫连远山望着沈宁说道：“若事情当真如沈小姐所说，武堂就会即刻执行。”有劳了。沈宁行礼道。赫连远山处事之时雷厉风行，干净利落，俨然不见素日的慈祥和蔼。他踏步走时，武者便架着柳慧直接拖走。沈宁，你就是个弃妇，顶破了天也是没男人要的女人。叶静熙，你们当他的走狗不会有好下场的。柳慧挣扎着被拖行下去，发出了刻薄的尖声。沈宁对此无动于衷，伸了个懒腰往回走。王二狗喊：“沈小姐。”凤鸣武堂的事你不要处理了，我怕对你不好，凤鸣武堂那边的人不好惹的。知道了。沈宁回到屋中，床榻不疾不徐地擦拭着破云枪，眼底泛过了一丝冷意。时隔数年，他的右手终于好全，虽然没能回到巅峰时期的实力，但也足够了。人活着有个奔头就足够了。陈欢欢和彩莲进来后，一起把住所的门给关上。小姐，刚才真是有惊无险，差点着了他柳慧的道。彩莲扶着胸口顺气。沈宁，柳慧家在华城柳县，是县官之女，她敢一而再再而三的叫板沈家，背后怕是有人撑腰。是纳兰夫人吗？不是，纳兰长嫂最近估计会消停一段日子。沈宁细细思索，忽而露出了一抹笑，与其说是有人撑腰，倒不如说她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蠢驴。若背后真有人精心布局的话，绝对是很棘手的难题。眼下看来，柳慧倒像是听了人的怂恿，在没拿到对方半分好处的情况下，独自当个出头鸟。那会是谁呢？彩莲疑惑地问。总会露出狐狸尾巴的，不急，来日方长，且慢慢玩。沈宁一面擦拭着破云枪，一面看向了坐在对床的陈欢欢。陈欢欢好几次看着他欲言又止，脸色也很差劲。想说就说吧，若能一起扛的事，又何必独自揽下？沈宁缓缓道。陈欢欢的眼睛红了一圈，随即扑通跪在了沈宁的面前，仰头看着沈宁说：“我父亲酗酒又赌博，把我卖给了当地的富商，我誓死不从，挣扎着逃出了城，一路北上来京。可我不想的是，凤鸣武堂的君三公子前几日找到我，说是我父亲把我卖给了他，还有拿出了信物和字据，上面有我父亲的手印，他要我做他的丫鬟婢子，通房的那种。又是君家三公子。”沈宁眯起黝黑的眸，擦拭破云枪的动作一顿。第72章，一记回马枪如笔走龙蛇。沈宁把陈欢欢扶起问：“欢欢，你确定是你父亲吗？”千真万确。陈欢欢点头，随即低垂着眉眼道：“其实我当众和他断绝过关系，可他不认账，说我骨子里流着他的血，这辈子都是他的女儿，只要我还活着，就要管他管到死。”沈宁沉吟了一会儿，又问：“你母亲呢？”“我9岁那年的冬天，母亲去湖边浣纱，淹死在湖里，打捞起来的时候，身体都肿了。”陈欢欢耷拉着头，他很喜欢沈小姐。这件事原不想麻烦本就处在风口浪尖的沈宁，但他走投无路了。“我记得你说过家住明月城，我记得明月城那边江河很多，大部分的人水性很好，你确定是淹死的？”沈宁问道。陈欢欢心口猛地一颤，那年他还小，只知母亲死相凄惨。母亲去世的前几日，时常被父亲殴打，起因是母亲不满他和村里的寡妇走得很近。陈欢欢犹豫了。世上之事都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陈欢欢的脑子里不停闪现最后一次看到母亲尸体的画面。彩莲，给欢欢倒一杯热茶。沈宁拍了拍陈欢欢的肩膀，与凤鸣武堂切磋前，你留在紫荆哪里都不要去，这件事你放下，安心修你的刀法，剩下的事交给我。沈小姐。陈欢欢哽咽。一路北上，见多了人心险恶，世态炎凉，而沈小姐独独不一样。沈宁微微一笑，天塌下来了还有我，不怕。陈欢欢咧开嘴笑，眼睛却越来越红。一刻后，沈宁和彩莲一并出门。他安排了彩莲去找一趟五哥，查一查陈欢欢的事，自己则提着破云枪去另一个地方。小姐，你要去哪里？彩莲在分岔路问道。凤鸣武堂。彩莲怔了怔，便赶去沈府。而在沈宁离开黄武阁的路上，巷口的酒馆里坐着叶静熙、刀疤女4个人。魁梧男眼睛一亮说：“那不是沈小姐吗？她要去哪里？你怎么跟柳慧似的？沈小姐去哪里都跟你没关系好吗？”叶静熙不耐烦地道。等等，刀疤女眉头一皱，前面那条路好像是凤鸣武堂的方向。倏然间，几人都停住喝酒，一阵默然后，俱都起身，拉远距离跟上了沈宁。他们4人都忌惮凤鸣武堂的那一伙人，巴不得离得越远越好。可这巷口酒馆的酒是上京城最便宜的一家了，虽然掺了水，他们也喝得乐得自在。而前方拐口的路尽头，
就是凤鸣武堂的所在地。凤鸣武堂的东家就是君三公子的父亲，兵部军尚书。君三公子君光祖虽是妾室所生的庶子，但生了一张巧嘴，深得君尚书的喜欢。此时君光祖压根不见尚书之子的风华，活脱脱的像是个二流子，拉着10几个狐朋狗友，喝着酒过着街，俨然比山大王还山大王。光祖公子，数日后和皇武阁的切磋，你父亲也会来，到时候公子可要好好表现。一个贼眉鼠眼的少年弓着腰溜须拍马道：“听说沈宁是皇武阁的阁主，到时候把他打趴下，让他跪下来哭爹喊娘的求饶，想想就兴奋啊！”另一个粉裙少女贴着君光祖哼道：“沈家千金，武将之女，给我们光祖提鞋都不配。”君光祖的手习惯性的狠狠掐了把粉裙女的臀部，那上了切磋台，就让他沈宁给小爷我舔鞋吧。顿了顿，狞笑道：“我二哥前些日子在凌空庄上被羞辱的连狗都不如，我不敢去惹北渊王，还动不了他区区一个沈宁吗？”粉裙女抚着君光祖的胸口说：“公子莫气，那沈宁左右不过是个没男人娶的女子，沈家嫡女混成这样也是够可怜了，小爷大可发发慈悲，收她当个小妾，也是他沈家几世修来的福气了。”君光祖想到沈宁那张脸，瞬间起了些歹心。睡这些只会阿谀奉承的女人，久了反而没劲。像沈宁那样是个的酱骨头，才能让人心里满足。他倒也能明白顾影南当时得意洋洋的心理了，是吗？君光祖，数年未见，长本事了呀，赶来闹我成妾了。忽然而来的声音叫众人的议论声纷纷止住。君光祖和同伴们不约而同的循声望去，却见斜阳漫天，余晖洒在古道。那素衣凛冽的女子手执一把比人还长的枪，枪闪寒芒似有雷霆乍现，晚霞笼在她身。她戏谑的睨着君光祖：“沈宁。”君光祖一眼就认出来了，比起当年多了一份沉淀的稳重。就是你爷爷沈家沈宁。沈宁提着枪步步往前，一面走一面说：“听说你吞了我皇武阁不少的兵器和钱财，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就靠你信口雌黄的一张嘴，你有证据吗？否则就是污蔑。”君光祖收起神色，冷静自持的喝道：“沈宁，这是凤鸣的地盘，你胆敢放肆，我要你有来无回，都愣着做什么？还不给我上！一个手都废了女人，你们怕他做什么？”待愣住的众人俱都将沈宁包围，只有那粉裙女子还留在君光祖身边，哼哼唧唧地说：“公子，这就是传闻中的沈家小姐，不过如此吗？”君光祖冷嗤：“我们的人了都是二流的强者，弄死他还不就像是弄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他沈宁不过是个……”话说到了一半戛然而止，但见沈宁长枪一挑，横扫而出，划破了10余人的肩甲衣裳，腹部温热内力游走沈宁全身。枪尖点地之时，沈宁飞身横掠，脚踩着那些人的脸庞而过，下一刻等于身影如魅，犹似疾风，瞬间横穿人群。其枪法刁钻，招式狠辣迅速，并不落下风。二流武者！君光祖震惊道：“这怎么可能？不仅是普通的二流武者，还是最上乘的那种，对战这么多人还游刃有余，那也太可怕了吧！”他好似看到了许多年前一袭红衣大放异彩，上京沈家的天才少女。同时沈宁身影如风，迅速掠过，一记回马枪如笔走龙蛇，最后双足稳稳落地之际，破云枪的枪尖指在了君光祖的眉心，半哑着声一字一字缓缓道：“我说，把皇武阁的东西交出来。”远处躲着看的4人已是目瞪口呆。王二狗，大奎，我的血怎么开始沸腾了？李青奎，娘的，老子也是，浑身都在痒痒，都想去跟他们干一架了。第73章，被扫地出门的感觉如何？沈宁，有话好好说。君光祖瞬间怂到不行，眉心传来的凉意让他冷汗潸潸的。东西我都还给你，都还给你，让你身边这女的去处理。沈宁扫了眼腿不发软的粉裙女叶静熙，别躲着了，出来跟他去取东西，全部不差的送回了皇武阁再来。叶静熙几人诧异的互相对视，他们的动作都很小心，没想到沈宁早就发现了他们。收到！叶静熙毫不犹豫的走了出来，无视掉君光祖威胁的眼神，冷冽冽的望向了粉裙女。走吧。粉裙女犹豫怯懦的看向君光祖，君光祖闭着眼咬牙说：“还不快去！”是，你们跟我来。粉裙女向左侧走，叶静熙几个立即亦步亦趋的跟上。沈小姐，我们好歹是旧相识一场，何必闹得这么难看呢？君光祖扯着脸皮露出了难看的笑。旧相识？沈宁攥紧了枪柄，戏谑地道：“你是说今日想纳我为妾的旧相识，还是3年前第一个对我落井下石的旧相识呢？”君光祖讪讪的不再说话，开始煎熬又漫长的等待，每一刻的时间流逝都像是被放在架子上烤的鸭子。许久过去，叶静熙这些人终于去而复返。沈小姐，
东西都拿回来了，就放在黄武阁。沈家姑奶奶，现在总可以放过我了吧？东西都还给你们黄武阁了。君光祖站的腿都在发麻。臣父的字据和信物给我。沈宁并未急着收枪，君光祖目光躲闪，正欲装作不知，怎料沈宁手中的枪二话不说就刺破他眉心的皮肤，若再往前骨头都会被贯穿。原就不是英雄好汉的他，哪能经得住这般下？当即颤抖着手从身上掏出了陈欢欢的信物证据。沈宁拿到这些，并未觉得万事大吉。他跟君光祖的梁子早就结下了，而君光祖盯上了陈欢欢，既有陈父的证据，就说明君光祖拿捏了陈父。他暂时性的威胁，不过是给五哥拖延出调查的时间。沈宁单手收好东西，冷声道：“君光祖，你从前就该知道我这个人记仇，从今夜开始，你一举一动的行踪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最好夹紧尾巴做人，否则你在上京是没好日子过了。”这番言语是话里有话。他不确定柳慧背后的人到底是谁，但如若是君光祖的话，那他此刻留下的话就会是柳慧的祸端。君光祖被他盯得毛骨悚然，脑子里却在高速运转，思考起沈宁的话中含义。都回黄武阁吧。沈宁收起破云枪，带着叶静熙四人回了紫金武堂。沈小姐，刚刚你那枪法是怎么做到的？太厉害了！回去的时候，王二狗围上来惊叹。李清奎说，看到他君三公子被羞辱，我这心里咋就这么痛快呢？行了呀，你们两个别在沈小姐面前丢脸了，马上就是凤鸣武堂的切磋，去不去？你们给一句准话。刀疤女说，去，肯定是要去的，这不得给沈小姐撑撑腰。王二狗嬉皮笑脸的。李清奎，得了吧，你去丢脸还差不多。几人心情大好，在沈宁身边嬉语打闹。紫金武堂的大门处，两名武者架着柳慧往外走。柳慧见自己最好的朋友们如今都在沈宁身边，恨得牙痒痒，眼睛当即红了一大圈。两方碰面之时，沈宁停步，架着柳慧的武者说道：“沈小姐，武堂已经查实，柳慧在武堂有多处不正之风，如今武堂决定把她赶出紫金，在紫金除名。”是沈宁意料之外的答案。沈宁袖衫之下的手长指轻轻环绕着一根白丝，这白丝是从他袖口抽出来的。随即不经意地抚了抚柳慧的发，将那白丝稳稳勾在了柳慧花里胡哨的步摇之上。多行不义必自毙，柳姑娘被扫地出门的感觉如何？沈宁淡淡地问。柳慧恶狠狠地瞪着他。沈宁、叶静熙、李清奎，你们真以为我柳慧要走投无路吗？真以为离了这紫金武堂我就什么都不是了？我告诉你们，我今日所受的欺负，来日我会千百倍的讨回来。沈小姐，我祝沈家高楼永立，最好不要轻他，否则失去了家世的你心血，还不如我这等人呢。见你吉言，沈府姬福之家必是永垂不朽。等着吧。柳慧冷哼了几声，眼底爬起了恨意，被紫金武堂推搡着赶了出去。叶静熙时不时地看向落魄在长街人群的柳慧，轻叹：2年前我们就认识了，那时候的他明明很好的。刀疤女双手环胸，不以为意道：“你也说了，那是2年前。”李清奎点头如捣蒜：“2年前我们出道上京，街头巷尾听到的还都是沈小姐与顾将军。”声音猛地止住，其余3人都恨铁不成钢地瞪了眼李清奎，再小心翼翼地看向沈宁。沈宁已是举步轻摇地离开，神色平静，不见半点的涟漪，好似那顾影南是个无关紧要的人般。只是提起这顾影南，恰好沈宁明日要去一趟顾家，这3年顾家的钱财都他赚来的，当然不能便宜了顾荣母子。之所以拖到明日，除了这是个大日子外，也是为了给顾荣留出下手的时间，去把他所赚之物给占为己有。住所处，陈欢欢拿到字据信物的时候，眼泪夺眶而出，就要跪下去，却被沈宁一把抓住了肩膀。世人都道男儿膝下有黄金，却不知女儿膝下有的是天地无极，山高海阔。沈宁正色道。陈欢欢吸了吸鼻子，恍然间震撼于这一番完全违背了世道言论的话，心脏像被狠狠击了一下。而这时，王二狗和李清奎敲锣打鼓的去每个住处，把学生们都喊到了黄武阁。王二狗，老子刚好梦到跟织女在鹊桥相见，刚要拉拉小手，就被你这缺德的罗生给喊醒。你要不在黄武阁道个清楚明白，我跟你没完。好好的又不知道犯什么病，干嘛呀？这是来黄武阁做甚啊？有山珍海味吃，还是有美酒佳人啊？就是。长廊上响起此起彼伏的怨声载道。当学生们出现在黄武阁，看到满地的兵器、钱袋子还有各种熟悉的物件时，都齐齐的愣住了。第74章，觥筹交错瞬无声。砰！回神了，都给我回神了。王二狗又敲了下锣面，震醒了众人，笑眯眯地道：“还傻愣着干嘛？快把你们各自的东西收好。”有人问：“这是内君三公子良心发现送来的？想什么呢？做你的春秋美梦，你们怎么丢掉的？
沈小姐就怎么拿着破云枪给你抢回来的？王二狗的语气相当自豪，话匣一打开就没完没了，却说当时一人从天而降，孤身拦住君三公子10几个壮汉的去路，一把破云枪耍得虎虎生威，把他们打得那是落花流水，狗血淋头，不忍直视呢。李清奎嘴角狂抽，捧腹大笑，直言这厮不去做说书先生，真他娘屈才了。众人面面相觑，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时，脑海里浮现出那道清冷的身影，心绪逐渐的复杂起来。有人手捧旧物，热泪盈眶；有人油然而生出了一股敬意。黄武阁上下气象，书弟焕然一新。却说柳慧被赶出紫金武堂后，去了繁华地段的解忧楼。他熟悉的报出了一串桃花流水等字眼的暗语，便有小侍神神秘地来领着他去了2楼最东边的雅房。柳姑娘来了。小侍敲门道：让她进来。柳慧推门而入，看见君光祖身上还挂着个粉裙女子，登时嫉妒地红了一双眼睛。公子。柳慧背对着他们关门的同时深吸了一口气，而后笑靥如花地迎了过去，顺势就坐在了君光祖的腿上。人家可想你了。哦，是吗？牵肠挂肚的想。柳慧媚眼如丝，以后公子在哪，柳慧就在哪。粉裙女瞪着柳慧皱紧了眉，哼道：柳慧姑娘整日要在紫金武堂，哪能时时刻刻陪着公子？我离开了紫金，从此生是公子的人，死是公子的魂。柳慧软弱柔仪的手缠绕住了君光祖的脖颈，身体更是五谷般瘫在他的怀里，让君光祖恰好望见了步摇上的那一根白丝。沈宁今日穿的衣裳是素锦缎子，而这根白丝恰好也是素锦丝，又加上沈宁临走前别有深意的话，这让君光祖不得不多想柳慧倒戈向了沈宁。公子。柳慧嗓音娇软：难道连你也不要我了吗？君光祖粗力的手蓦地用力掐住了柳慧的下颌，用力到柳慧感到生疼地皱紧眉头，并轻吸了一口冷气。男人的手越来越用力，他在柳慧耳边喝着热气，低声道：本公子当然得要你。柳慧大喜，只要有君光祖撑腰，让沈宁成为过街老鼠，便会是指日可待之事。砰！君光祖呼而攥着柳慧的下颌，使他的头部撞向了桌子，疼得柳慧泪眼飞溅。须臾，男人附身而至，满脸的阴狠毒辣，像个刽子手，眼底还有被人背叛时的滔天愤怒。柳慧瞪大到极致的眸子盛满了恐惧之色，男人阴恻恻的脸庞在他的眼底无限放大。翌日的4更天，沈宁从藏书阁拿了一本鬼行兵阵的书去黄武阁。这一次和以往不同的是，当他带着陈欢欢、采莲踏足的时候，黄武阁不再是空无一人，相反，清坛以前都坐满了学生。沈阁主，我们都是你的人，不日后的凤鸣比武，定不会丢你沈宁的脸。李清奎道。其他人纷纷应声附和。沈宁笑了笑，把鬼行兵阵打开到一半，讲解里面的兵法和布阵之说。凤鸣武堂的人都会强盛一些，我们布阵之时要暂避其锋芒，攻其薄弱的点，以此来获得巧胜。沈宁款款道来。黄武阁的学生们全神贯注，专心致志，都听得很认真。天边露出一丝微光时，赫连远山从远处观望着黄武阁的光火，苍老的脸庞展露了笑，高兴的甚至想去找北渊王下棋。午时，赫连远山在北渊王府看着下棋没个章法、厚颜无耻的燕云彻，恨不得给自己的脸来一巴掌，不明白自己跑来这鬼地方受虐是要做什么。而沈宁也把鬼行兵阵讲解的差不多了，一行3人坐上马车前往顾府。顾荣一大早的就穿得富贵还身，在卖菜的巷子口与那群老相识们打招呼。曾经顾荣也在这里摆过摊子，但如今可不一样了。他顾荣的儿子不仅休了个武将之女，还要娶宗门长老千金，在那个永安公主为妾，这可是无上的殊荣啊！顾夫人家中可是有了喜事，今儿精气神竟这么好？卖鱼的人问道。旁侧卖菜的说：这可就是你孤陋寡闻了，没听说吗？那什么宗的什么女，上赶着要嫁给顾将军呢？顾荣身边的侍女纠正道：是清风宗开宗长老江长河之女江灵珠。啊，对，就是这么说的。卖菜的婶儿看着顾荣羡慕道：荣姐，你真是生了个好儿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哪像我们为了解决温饱起早贪黑还混不了几个钱。你说盼着生儿成龙吧，我那儿子又好吃懒做，不文不武，都是命，还是荣姐命好，有那么个好儿子。是啊，我们黑水街的人谁不羡慕荣姐？荣姐人也好，都发家了，还经常来看我们。顾荣很享受四面八方充满崇拜和嫉恨的视线，仿佛自己是高高在上的王母娘娘般，高傲地俯瞰着那群为了讨生计而卑微忙碌的人们。他左逛逛，右看看，慢悠悠享受着昔日朋友们的注视。顾夫人，听说沈宁回了沈家，还去了武堂？那卖鱼之人好奇地问。他对我儿爱得死去活来，如今也不过是闹点别扭罢了。顾荣大气地道。
说的是她虽是沈老将军的爱女，但永安公主、清风宗贵女哪个比她差了？这女人啊，嫁了人回娘家闹2天的别扭，到时候你们给个台阶下，她就乖乖回去了，还不得和永安公主姐妹相称。不过啊，蓉姐，沈家认了沈宁这么个女儿，还不得认顾将军半个儿子，你顾家有鸿福啊！顾荣傲气地抬起下颌，露出故作出来的雍容之笑。蓉姐今日怎地买这么多？是要庆祝吗？是女回，今日啊，是我家老夫人寿辰呢，上京城里有名的人儿都得来我们顾家，那可得祝蓉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了。顾荣端着许久不变的笑，磨磨蹭蹭享受了好久的恭维谄媚，才乘坐奢华的马车，在一众注视之中回了顾府。顾家上下都在忙活顾荣的寿辰，从上午开始就有客人陆陆续续的进府。午时正式开席，满堂宾客都是达官贵人，纷纷举杯敬顾荣和顾颖南。忽的，小侍匆匆忙忙、跌跌撞撞的进来，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有事快说。顾颖南皱眉道：“那个沈宁沈小姐来了。”骤然间，觥筹交错的四周静谧到落针可闻。第75章春分得意马蹄疾。沈宁，顾颖南手执酒杯，神色晦暗不明，眼眸深处却透出了几许亮光。红光满面的顾荣更是大喜，含笑的给小侍使了眼色，还不快请阿宁入府。母子俩人心照不宣，都想到了一处去。顾荣压低嗓音道：“儿啊，娘说的可对，这有脾性的女人亮一亮性子才会变好。”说到这里，顾荣摸了摸自己的右脸，距离上回被郑蔷薇打过了好些天，但每每想起都感觉隐隐作痛。他并非宽宏大度之人，等沈宁回府，他自有办法把这些账收回。还是母亲有远见。相较之下，顾颖南的心境略有不同，频频看向宴外的地方，哪怕很不想承认，也不得不说沈宁是惊艳了他年少的白月光。无数次难熬的时候，只要想到沈宁，他都能咬咬牙坚挺下去。初次去外征战，沙场金戈铁马，血雨腥风，他总想着家中那道温婉如水的身影。顾将军，恭喜！官媒就有陆家州，也是处理沈宁二人和黎之事的人，此刻举杯进来，恭喜将军与夫人重修旧好，恩如如初。顾颖南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笑着回应陆家州的同时，脑海里却在盘算着顾家的3个女人地位要如何安排才好。蓝莲芝虽说是大齐公主，但今时不同往日，大齐皇室已无旧时的辉煌。且不说蓝莲芝孤身一人来大宴，尚未成亲就与他有了夫妻之时，家又远在大齐，只能养他鼻息生存。沈宁毕竟是他的原配妻子，是第一个让他怦然心动的人，但江灵珠又师从李衡阳，李衡阳却不喜沈宁。这般想着，沈宁便出现在了顾家宴请宾客的大院，四周张灯结彩，明红色的寿字挂得尤为瞩目。而不远处的宾客们道目光俱都汇聚而来，又私下交流了好一番。这沈宁平日里说的多决绝，实际上不就那么一回事。你们看，这就是来给顾老夫人献殷勤了。我听说之前几年，顾老夫人把那沈宁收拾得服服帖帖，说来也是趣事儿。沈宁她莫不是以为走个5步流火能把顾将军吓到？想不到吧？顾将军非但没舍弃大齐公主，还多了个江姑娘。蓝莲之离得近些，大概能听到宾客们口中的言谈。他远远地望着逆光而来的沈宁，一声不吭地抿紧了唇瓣。顾府以东的望月楼上，王爷王爷，17突地嚎了一嗓子。身着血红华服的男子正躺在贵妃榻上假寐，闻言懒洋洋地睁开了眸子，看向17的时候，叫17脊背发冷。大白趴在贵妃榻的边上，舒适地眯起了眼睛。沈小姐去顾家了。17急道：“哎，该不会是回心转意了吧？那我家王爷岂不是要孤独终老了？”大白噌的一下，眼睛瞪得像铜铃。和本王有关系吗？燕云彻眉梢一挑，滚下去。哦，属下滚了。17奄奄地走出去，脑子却是犹如乱麻般捋不清了。他还以为王爷会对沈小姐的事百般上心，当然这些都是发生在沈小姐休夫之后。如若王爷的望月楼是为沈小姐而建，可顾景南不在3年里，王爷从来都是在望月楼喝酒到天明，只遥遥赏月，而不看近观，甚至连北渊王府的车马都会避开顾家。17愈想愈不明白，难道他把未来王妃压在沈小姐的身上是错的？屋内，贵妃榻上的男子斜卧在窗台，从望月楼的高处迎着风，睥睨着顾家宴席之中身影素雅的一人。汪！大白喊完，2只爪子便也扒在窗前，毛茸茸的大脑袋和黑滴滴圆溜溜的眼眸努力朝外去看。燕云侧身出手薅了把大白的头，姓顾的是不是很讨厌？汪！本王和他掉进水里，你娘会救谁？汪汪！男子眉开眼笑，说得对，肯定是要先救本王的。汪汪汪汪！你想去顾家，那便去吧，本王不反对。顾府艳阳高照，一派喜气。
阿宁，你还能记着为娘的寿辰，为娘的心里啊，暖得很。顾荣眼含热泪，抬手轻轻地擦拭着眼尾。好孩子，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也没什么隔夜仇。为娘就知道你是能理解景南的。沈宁淡淡地扫着顾荣面庞惟妙惟肖的表情，就连他目睹了顾荣的为人后，都差点以为是自己多想了。四下的宾客们颇为动容，毕竟郑蔷薇打顾荣的事都传开了。顾荣受这般的奇耻大辱，非但不怨沈宁，还把她当亲女儿。谁见了不得说一句，他顾荣有海纳百川的容人之心，是个不容易的母亲，把儿子培养得如此优秀。顾将军若不优秀，又怎会让三个风华正好的贵女都削尖了脑袋往顾府挤呢？顾荣又道：阿宁，听说这段时间你都住在紫金武堂，武堂再好也比不上家，每日习武且是辛苦。魏娘在厨房里给你炖了极品燕窝，就盼着你今日会来给你补补身子。蓝莲枝听得此话，嗤笑了一声，那极品燕窝分明是给江灵珠炖的，只不过江灵珠今日有事不能来顾府罢了。顾老夫人说完了吗？沈宁淡淡道：阿宁，这是你娘，你怎么对长辈说话的？顾颖南眉头一皱，长辈娘？沈宁嗤之以鼻，冷声反问：我娘是大燕一品诰命夫人，年轻时在江湖上行侠仗义，救人无数，甚至惊动了彼时雪女城的城主。不知顾大将军所说的娘指的是哪一个？顾荣母子的脸色瞬间变得很差，沈宁三言两语便在众目睽睽之下让顾家颜面扫地。特别是顾荣，他只见过郑蔷薇2次，3年前顾颖南成亲前，郑蔷薇气度雍容端庄，对比之下他宛若跳梁小丑，以至于儿子凯旋得了钱财之后，他也想把自己打扮成那样的贵妇人。第2次便是前段时间坐着马车来顾家，二话不说就动起了手。沈宁！顾颖南大喝，额头青筋暴起。沈宁神色泰然，如若顾将军说的是顾老夫人的话，那我早就与你结束夫妻关系，你的母亲与我沈宁有何干系？顾荣忙道：怪我，今日高兴便多唠叨了2句。阿宁，你快入座吧。我的意思是，你说完了便该轮到我说了，入座大可不必。我今日前来顾家，是要回我这3年为顾家赚的每一分钱财。沈宁！顾荣容色大变，声音又尖又细。第76章，便看善恶到头是谁被天打雷劈。这几年里，顾颖南刚走的时候，沈宁点了破云枪，拿到一笔钱财，除开顾家的支用以外，便开了好些个铺子。那些铺子最初因为地段很差，价钱便特别实惠，没想到不过半年就逐渐的繁华，生意越做越好，钱财便滚滚入账。除此之外，沈宁的厨艺了得，闲暇时每隔半月就会研究新的菜式，高价卖给解忧楼。后来沈宁赚了钱，把破云枪去典当铺拿回来。顾荣瞧着好大一笔的出账，肉疼地说：阿宁，反正你的右手不能用了，这枪就不要了吧。如若沈家重视的话，他们到时候也会典当回来的。这也是沈宁第一次对顾荣有疏离之心的时候。顾荣不懂，枪对于他来说是什么，而不能使枪又是为了什么。沈宁掏空半个家底，把破云枪赎了回来。后来他用左手练枪，有了些长进，便去钱庄帮人收债，好些次生死一线，却也有了很大一笔收入。光靠这3样，便让顾家蒸蒸日上。没清楚吗？采莲在沈宁身后哼道：我家小姐是要把该有的东西拿回去的。从休夫后，采莲便也第一次回到顾府。说没有感情是假的，但扬眉吐气的感觉更真更好。他偏是不喜欢欺负过小姐的人还能混得风生水起，而一腔真心为狗的赤诚之人却要举步维艰。凭什么？不该是这么个世道。顾颖南摇摇头，大失所望地看着沈宁，讥讽道：沈宁，我不曾想是你这般俗气的人，若我当年知晓你竟满心满眼都是钱财，你什么？你不会看上我是吗？我竟不知你何来的脸面，竟敢谈当年顾颖南是什么货色。不过我年少无知，一时眼瞎看错了人，你还真敢挑3拣4了。沈宁心平气和的笑，眼梢却漫开了一抹红。你在外3年，你母亲生了一场病，把你的俸禄都用完了，这个府里的新鲜东西有哪几个是出自你手？你说得出来吗？你说不出来。沈宁踏步往前，双眸锐利，嗓音浑厚而有力道：因为都跟你顾颖南没关系。顾荣听到跟顾家钱财相关的事，哪还坐得住，也维持不了他的大度端庄。沈宁，我给你3分颜色，也是看在沈家将军上，要不然我是大将军，岂容你指着鼻子骂？我将军府岂容你来放肆？你既这般不识好歹，我也没必要对你和颜悦色。顾家钱财都是我儿顾颖南的，跟你半点干系都没。顾荣愤怒又自信地道：我告诉你，大可去查，顾家钱财都是我儿的。沈宁离开的这段日子里，顾荣也没闲着，把铺子卖掉了，将所有的钱财以和离后顾家的名义存入了神风钱庄。
沈宁，别妄想拿走不属于你的1分钱，都会遭天打雷劈的。顾荣右手一挥，张扬道：“当着众贵客的面，我劝你收敛点，你不要脸皮，我顾家可是要脸的。”沈宁笑了，笑得张扬又明媚。秋末和煦的光穿过冷冽的风落在他的瞳眸，增添了一丝颜彩。啪啪啪，他一下又一下地拍着手掌，眸子噙着笑意，如看大厦将倾般嘲讽地瞥着顾荣。说得对，沈宁笑道：“世道轮回，善恶有报，不信抬头看，且看苍天绕过谁。”越往后说，沈宁脸上的笑容就一点点的消失，冷得像一块冰，周身气质锋芒毕露，似那刀剑出鞘。采莲，他低声一喝。采莲行礼喊：“奴婢在。”把东西拿来，让黑水街的顾老夫人好好见见世面，长长见识，也让来顾府的诸位贵客好好瞧清楚，善恶到头是谁被天打雷劈。我沈宁自小到大，行事作风虽张扬过，但不曾见不得人过。我光明磊落，行端作正，我倒要看看这九霄神雷如何来砸死我。字字铿锵有力，落地有声，张扬肆意似如平地惊雷，又如洪钟，长鸣叫众宾客如雷贯耳，灵魂为之一颤。宾客之中的李长月、君家公子等人呼吸好似一致。此院的高墙之外，沈修白双手环胸，背部靠墙，抬头看了看天，真好，此等破颜遮不住这浩然天光，真好。终于又看到了那个风华绝代的妹妹，她的骨子里有着不会被浊世磨灭的极致张扬。五哥，旁侧小小的沈青山咧开嘴露出个小虎牙，好想快快长大，用拳头砸顾景南的脑门。沈修白低低的笑了声，眼睛却湿润了些许。五哥，你怎么哭了？沙子进了眼睛，你哭什么？沈青山泪流满面，吸了吸鼻子，攥紧拳头说：“我也是沙子进眼睛了。”兄弟俩默契的对视了眼，俱都在笑，是高兴未来的光明璀璨，也是心疼那个女子过去的坚韧。大院里，采莲把背着的包袱打开，里面有账簿，还有些不同的字句。顾荣紧皱着眉，万分忌惮地盯着包袱里的东西看，心里陡然升起了一股不好的预感，猛然间直冲向了天灵盖。沈宁慢条斯理地打开账簿，缓声道：“这账簿是北苑长街第一家铺子的账簿，剩下几家铺子的账簿都在这里，所赚的每1分钱和支出都记在上面了。”蓦地又从采莲怀里拿了个一张字据。顾老夫人，这字据上记着，你重病之时花的钱财都是顾颖南的俸禄，此事一查即知，很明白的。还有这2个簿子是另外2个地方的进账啊，还有这个字据是当初买那几家铺子的时候立下的。顾老夫人，您忘了吗？所以说，你这些日子卖我沈宁的家产是何用意啊？顾荣慌了，他没想到沈宁武将之女竟会事无巨细到这种程度。沈宁，你莫要欺我母亲，按照大燕律法，丈夫和妻子是可以平分钱财的，像我这样有功勋在身的人，还可以得7成钱财，大不了给你3成。什么叫卖你的家产？顾颖南还算聪明。顾荣忙不迭点头，松了口气，狠狠瞪向沈宁，咬牙道：“对，成亲之后的钱财都是你和景南的，并非是你沈宁的。”众人听到这里，神色便是各异，但很显然的是，沈宁占不到理，最多拿回3成，都已经算是顾家仁慈了。是吗？沈宁低低的笑，旋即黝黑的眸子望向了顾家母子，忽而说道：“可我沈宁当初购买铺子的钱财，是我从沈家借的，过期不还，那就是沈家的东西，轮得到你们来卖吗？”言罢，修长的双指从包袱里捡起了一张欠条字据，第77章，好男儿当志在四方。借款字据上清楚明白地写着数年前找沈家借了一笔钱购买铺子，还钱期限是1年，若逾期不还，便是铺子易主。浅显易懂的道理，白纸黑字的写着，落款有沈宁和沈修白的名字，名字上方则是兄妹2人的画押。顾荣不可置信地望着眼前的这张欠条，那年购买铺子的钱分明是沈宁点当破云枪得来的，正因破云枪属于沈宁的嫁妆，依大燕律法，嫁妆不属于夫妻2人的共同持有，故而顾荣为了让沈宁1分钱都得不到，在卖铺子的时候和店主做了个假账，以远远超出市面上的高价卖给了下一任店主，实际上是把沈宁这些年赚来的钱都经过下一任店主的手，以买卖的方式转回到了自己的手上。这么一来，就没他沈宁什么事了。毕竟众所周知的是，铺子的事明面上一直都是顾荣在打理，一切都将顺理成章。然而沈宁的一张借条击毁了顾荣所有的假设畅想。若字据属实的话，1分钱都拿不到的不是沈宁，而是他儿顾颖南。不可能，这不可能！顾荣一把从沈宁的手中夺过了字据，
3下5除2撕成了碎纸，塞进自己口中，吞进了腹部。什么字据？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字据？顾荣狞笑着说，他绝不会让沈宁得偿所愿的。神风钱庄里以转卖铺子汇聚的钱财，差不多是顾府的全部家当了。元和皇帝虽赏赐了一些价值不菲的好东西，可那是御赐之物，不可卖掉的。往后顾颖南的前程还需要钱财去打点，更别提娶江灵珠那样的媳妇需要准备多少聘礼。不行，绝对不行，他的钱财怎能被沈宁抢走？沈宁摇头叹息，同情地看着顾荣，讥讽地道：顾老夫人精明一世，算盘从黑水街开始打起，难道没看明白吗？你所吞掉的字据，纸虽是陈年旧纸，墨水却是很新的。你什么意思啊？顾荣反问，无比警惕地盯着沈宁看。他一直以为沈宁是个一根筋的耿直之人，却不想有这么多花花肠子。沈宁唇角微扬，这些账簿字据是我修复之后趁闲暇时手抄的一份，至于真的那一份，已经送进官府了。你私卖沈家店铺，把钱私藏在神风钱庄，这可是犯罪之事。顾老夫人身为顾将军的母亲，难道连最基本的大雁律法都不懂吗？顾荣的脸色越来越白，看着沈宁的眼睛泛起了恨意涌动的红，还有一股瘆得慌的寒意从足底冲上了四肢百骸的经络。他怎么都没想到，数年前和他谈笑风生、亲如母女的沈宁，竟然会为了防他去找沈家的人写一张字条。又或许说，那时的沈宁又怎会想到数年后的今日，顾荣会按面的方式转卖店铺？时至现在，顾荣才恍然大悟，为何沈宁会全身心的信任他，由他来料理铺子的事情。因为沈宁捏着他的死穴，他却还不自知。沈宁淡淡的瞥着在大寿之日穿一身绫罗绸缎的顾荣，逐渐的万念俱灰。他当掉破云枪的那天，心如刀割，气血般的疼痛。顾荣爱不释手的抱着一大箱子的钱财，那日是他3年里唯一一次找五哥沈修白，为的就是打下这张借条。只因沈宁都规划好了，等铺子有起色后，专心从解忧楼和帮人催债赚钱。至于铺子，他得全权让顾荣负责打理。若后面万事太平，这一张字据就是最没用的纸。但如若有了意外，就是沈宁迎着逆风来扭转乾坤的关键。顾家大院的宾客们已是惊得瞠目结舌，一双双看向那道素色身影的眼睛里藏着深深的佩服和敬意。有宾客叹，这得是多深的城府和心计啊，太可怕了。埋头猛吃的何子健是在武堂秋季考核时与沈宁碰过面的那一位。他从碗里抬起了头，回话道：原来保护自己也能用有心计和可怕来形容。那人讪讪的不再说话。何子健的父亲眉头一皱，狠狠地瞪了眼何子健。沈宁。顾颖南沉默良久，终于再次出声。他血红着的眼睛蕴满了热泪，好似承受了锥心刺骨的疼痛。他咬着牙恨恨地道：我以为我们曾经是坦诚的，原来你对我从未坦诚过，从未。你口口声声在家辛苦，却满腹的算计，算计我，算计我的母亲。你的意思是说，我当初嫁你是为了算计你？沈宁笑着问。我沈府家大业大，何须算计连小门小户都称不上的顾家？顾将军，做人要厚道，莫要太抬举自己，更别为了不愿还钱，似戏子般在这里惺惺作态，掉几滴饿狼的眼泪。你当真就是个好人了？好男儿志在四方，头顶天脚踏地，需要钱财就靠自己的双手辛勤去赚，而非是惦记旁人的。难道顾将军不曾听说君子不吃嗟来之食这句话吗？沈宁面含微笑，端地是不动如山，与顾家母子气节的对比，他云淡风轻的好似一幅山水画。末了，他注视着顾颖南的时候，蓦地轻轻一抬手，采莲和陈欢欢顿时心领神会，两人气势大开，走向宴席当中。让一让，让一让。采莲对着李长月喊道：麻烦姑娘挪一下贵臀，这椅子是我家小姐的。陈欢欢则如个土匪般一记鞭腿横踹掉了那高高挂起的红色寿字。沈宁，这些是顾家的钱财，你有什么资格动？顾荣瞪圆了眼睛，喊道声嘶力竭：顾老夫人听说过收债吗？沈宁浅笑，听闻老夫人把铺子卖了天价，而没把这笔钱还出来之前，你顾府的任何东西都是用来还钱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莫不是觉得自己儿子外出3年，一朝为将，自认为高人一等，就可罔顾礼法道义，做出那厚颜无耻的肆无忌惮之事来？沈宁！顾颖南大怒，怒吼出声的同时，脚掌踏地，一群士兵登时气势汹汹而来。你沈宁仗着沈家之女的身份，来我将军府打家劫舍，与本将无礼，本将可将你擒拿先斩后奏。来人，把他拿下，取本将的刀来！顾颖南一怒之下，脑子并未权衡利弊，多想什么，只恨不得立即当众找回自己作为男人的颜面。蓝莲枝看到顾颖南眼底杀气的那一刻，指尖冒着冬夜江潭般的凉气，微微的颤动着。
第78章，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蓝莲芝甚至觉得那一抹杀气是朝他而来的。他睁大了眼眸，只觉得顾影南万分的陌生。此刻唯利是图、想刀斩发气的顾影南，与他在沙场所遇的大将军截然不同。彼时，他看着那在马背之上风华正茂的顾影南，便以为是天底下最好的男儿。他甚至不惜去面对那些流言蜚语，还不等西岐和大雁交谈婚姻之事，就与顾影南私定终生。将军，士兵取刀而至，一把赤灵刀，乍眼看去便有虎虎生威之感。士兵们把此地团团围住，特别是沈宁几人。沈宁不为所动，目光凛冽地望着持刀的男人。给本将拿下他！顾影南在何？士兵们亮出寒芒闪烁的剑刃，不约而同奔向了沈宁。沈宁脊背挺得笔直如劲松，赤手空拳地往前踏出一步之时，一身素衣无风自吹，眉然领色气势待发，赫然冷声喝道：“谁敢！”顾影南的顾家军士兵们竟是停在原地，竟都不再往前动了，只有那些个兵器还指向沈宁。沈宁眉梢一挑，满面的秋寒冷意，他不惧不怕地往前走，走向士兵们手中的剑刃。他走一步，士兵们便退一步。数步后，沈宁出现在顾影南的面前，想杀我，顾将军，你还不够格呢。顾影南攥着刀柄的手青筋暴起，恶狠狠地瞪着近在咫尺的沈宁。昔日夫妻，而今好像有血海深仇。顾影南恨不得一刀将眼前的女子给劈了。他用了那么多年，才有今时今日的地位。从前最懂他的人，却总是拆他的台，让他总是颜面无存，沦为上京的笑话。他有一颗光宗耀祖的心，旁人不知他为了此刻的风光艰苦奋斗了多少年，沈宁却是知道的呀。沈宁，顾影南赤红的双目宛若鹰鸷一般。而就在此时，一名顾家侍卫从府外快步而来。将军，做什么？顾影南深红的眼睛瞪目看去，把那侍卫吓得心跳好似都停止了。沈老将军，沈老将军怎么了？沈老将军带着3000府兵把府邸外包围了。侍卫急道：“那3000府兵都是上过很多回战场的，当初惨烈的北幽之战、皇城之战，还有翠微山一战，这3场战争被大雁子民称之为100年来最惨烈之战。而能从这几场战争里活下来的人，都是敢跟阎王抢生死簿的老将。正因如此，沈家给出兵权，上交虎符，把麒麟军给了皇家之后，留下来的3000府兵被世人称之为3000杀，十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3000府兵可诛邪佞，杀妖孽，振沈家之风。”顾影南听到这话，腿都在软了。适才的嚣张气焰几乎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不见。他放下了刀，阔步匆匆走向府外。就见3000老兵如长河，围的顾府是严严实实。为首的老人白发苍苍，褶皱颇多，身穿一身军装盔甲，坐在高头大马之上。那雄姿英发，目如雷霆，上京成名健壮，颅内顿生数字：“沈家战神，宝刀未老。”沈老将军这是？顾影南触道。沈国山气势磅礴地坐在马背，灰浊的眸翕睨了眼顾景南，不咸不淡地说：“年纪大了，带着老兄弟们出门溜溜马，散散步，活动活动筋骨。顾将军难道有什么意见？”他哪敢有意见？这些个老将都是跟着沈国山走南闯北，征战无数场的人，淌过血河，见过人骨，行过残垣的老将们，身上都有铁血的气势，非顾景南一个新晋将军可比。散步，骑马。顾影南额头冷汗四溢，哪能不明白这措辞背后的意思，实则是在给女儿挺腰。沈国山后边的几个老将笑着打趣儿：“老将军，你看你把这毛头小子吓成什么样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要把这顾府给踏平了。顾将军还是太年轻了，没见过老将军这等阵仗。人啊，还是得活久点，才能什么都去看一看。这点阵仗算什么？当初姓邱的那个杂碎，在翠微山一战的时候，直接被老将军把脑袋挑起挂军旗上。还有北幽之战的那个谁来着，直接被老将军踩爆了脑袋。我如今想起来啊，都不寒而栗呢。哎，顾将军，还别说，你这脑袋跟那被踩爆的脑袋很是相似。”顾影南几乎惊得毛骨悚然，一刹那后脑勺发冷的感觉像被沈国山踩爆了一般。汪！犬吠之声不合时宜的响起。东边那侧俊美无愁的男子牵着又大又壮的狗儿出现在众人的视野。北渊王。沈国山道：“恕沈某和沈家府兵不得下马相迎。”这般的无礼是沈国山故意而为之，一是为了震慑顾影南，他连王爷都不放在眼里，何况一个毫无根基的顾影南。至于其二，也是和北渊王拉开关系。北渊王虽是元和皇帝最疼爱的弟弟，但是当年先皇最主意为储君的人选，
并非是现在的元和皇帝，而是年纪还小的北渊王。帝王之心深不可测，正所谓伴君如伴虎，步步皆小心，否则就是九族尽灭不得善终的下场。沈国山深知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燕云彻含笑说道：“沈老将军腿脚有救急，又是大燕之重臣，不必行什么礼。而且本王就是闲来无事遛遛狗。景兰，还不快向沈老将军问好！”汪汪！大白很兴奋地道。沈国山瞧着那狗，却觉得恍然。许多年前，红衣明艳的女孩带着抱着一只瘦瘦弱弱的小狗到他的面前，说：“小白，这是我爹爹，大燕的战神，吴国的脊梁，你可知晓？日后见到我爹，得多加讨好，知道吗？”嗷嗷！小狗的叫声是奶声奶气的。沈国山的眉目温和了几许。他年幼时被狗咬过，曾最讨厌犬类牲口，但后来他时常趁女儿不在，偷摸着去亲幽堂逗狗玩。每回从周老丞相那里回来，都会给小白带些好吃的，整得周老丞相吹胡子瞪眼睛的恼道：“你沈家养的狗，却吃我周府的粮，沈老兄，我看你才是真的狗，奸诈如斯，非人哉！”至于顾颖南，听到景兰二字的时候，就已神色大变。四周的围观者们心里却都是疑惑不解：这遛狗的王爷，遛马的战神，怎么都溜来顾府了？嗨，还真是新鲜事儿。第79章，征战几十载，睡过死人堆，孤身走坟山。这狗倒是有趣。沈国山捋了捋胡须，眉目温和地扫了眼大白。大白许是听懂了沈国山话中的夸奖之意，竟兴奋地吐着舌头，摇着尾巴，围绕沈国山坐下的红枣马转了好几圈。身后3000杀府兵的老将们见此场景，倒是觉得万分稀奇了。沈国山那满腔的气势不怒自威，征战几十载，睡过死人堆，孤身走坟山，连山野间的狼都害怕他身上的血腥和雷霆气势。这狗非但不怕，还与沈国山格外的亲近。老将问道：“王爷，此犬名为景兰吗？”“好名字啊，太适合他了。”顾颖南听到这话，脸色绿到不能再绿了。这已经不是在打他的脸那么简单，就是把他的脸面放在地上狠狠地踹。血汗拼搏这么多年，竟是混得跟狗平起平坐。沈国山道：“顾将军。”沈老将军顾颖南在世愤然怨恨，也只得忍气吞声，恭恭敬敬地向高头大马之上的老人拱起了双手。燕齐纷争3年征战，辛苦了。沈国山道：“听闻这3年，吾儿沈金峰去过你那边几次，可有此事？”霎时，顾颖南心惊肉跳的抬眸望着老将军，老人却是气定神闲，泰然又自在。是有这么回事。顾颖南弱弱地道。老人似笑非笑，大齐出了个行兵的鬼才，被称之为定海大将，刀法不仅出神入化，行兵布阵更是多次以少胜多。顾将军初次与之交战，可是吃了好些亏，不曾想后面竟能反败为胜。顾将军却有谋略英勇。顾颖南背部的衣裳彻底被汗水给打湿了。西岐的定海大将当时把他打得节节败退，不出3月就夺回了几座城。正当顾颖南焦头烂额、夜夜难眠之时，沈金峰忙里偷闲，赶到来燕齐交战之地，出谋划策，为其渡过了难关。那会儿恰逢第一次与蓝莲之交战，顾颖南又受了伤。为振军心，沈金峰戴上面具，以他的身份击退了敌国的定海大将和永安公主蓝莲之。后来顾颖南由衷的感谢。沈金峰拍了拍顾颖南的肩膀：“你终归是我妹夫，六妹刚出生就夭折了，而我们几个如今也只剩下这么一个妹妹。景南，别怪沈家，沈家从未不接受你，只是有些事需要时间去证明。你且看10年后，你顾颖南若成为大燕之脊梁，我沈家儿郎不说为你鞍前马后，但绝对有你一呼百应。”顾颖南虽感动于沈金峰的雪中送炭之情，却丝毫不信后半段话里沈家会对他好。临走时，边境大雪纷飞，皓月清澈落在远方的沙漠。沈金峰抱了抱他，一人一剑跃回了马背之上。他说：“景南，别负我阿妹，别让她伤心。她是重感情之人，每回伤心都不会大哭大闹，而是闷在心里。你是他看上的人，我们都相信他的眼光。”沈金峰踏马航风，孑然奔入夜。星月之光洒落在了他的身上。顾颖南看他渐行渐远，无比的钦佩这位大舅哥。后来大燕子民都把沈金峰的出谋划策都归功于顾颖南。顾颖南从归巢以来就享受着这场战争胜利带给他的荣耀，而这一刻他虚得很，还是做贼心虚的。嘘，沈老将军。顾颖南欲言又止，万般的话到了嘴边却不知如何说出口，甚至不敢直视老人那双仿佛能洞悉人心般的眼睛。头皮发麻的感觉让他几乎潜意识以为老将军已经看穿了他皮囊之下的灵魂。听说顾将军的家人青睐，恭喜恭喜。沈国山笑道。
顾影南墙挤出了一个笑。这会儿，陈欢欢和采莲把宾客们的桌椅都搬到了府门之外。那些个宾客站在一边，浑身都很不自在。他们参加过诸多喜宴，还头一次被收了桌椅的。陈欢欢习武之人威猛许多，一手一张桌子不说，肩膀、臂弯都还挂着椅子。院墙外的沈修白被弟弟沈青山拽着，悄咪咪的看，就看到这非一般彪悍的少女。哥，沈青山咽了咽口水，你说日后谁会娶了这般的女子？沈修白深邃温润的眸光顺着日晖落下的地方看向了那干净利落的陈欢欢。她挺温柔的。沈修白低声道。沈青山险些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他左看右看，陈欢欢都跟温柔不搭边，不知自家五哥是什么样的眼神。沈青山哼哼唧唧的耸了耸肩，砰的一下溅起了尘灰。陈欢欢把身上的东西丢出来后，看见沈老将军、北渊王，忙不迭上去行了个礼，最后还给顾影南行了个礼，问顾将军，你不是要先斩后奏斩了我家小姐吗？冒昧的问一句，要等到何时呢？话音落下，四周的空气好似都凝固了起来，恐怖的压迫感、窒息感瞬间弥漫到了顾影南这里。顾将军想斩了小女？沈国山问。沈老将军，都是误会。顾影南焦灼地解释，是阿宁他不分青红皂白就来。顾影南的身后，燕云撤高抬起修长的腿，一脚踹到了顾影南的臀部，使得顾影南往前栽去，栽的方向刚好是沈国山那边。燕云撤惊道，顾将军有话好好说，你何故对沈老将军动起手来？沈家老将一声喝，顾影南要行刺老将军，快保护好老将军。叔弟，老将们骑着马将长街堵住，一部分围住沈国山，一部分下马对顾影南拳打脚踢，一边打还一边说，顾将军你糊涂啊，怎可对老将军动手？一边踹还一边喊，快拦住顾将军。打累了还顺带擦擦汗，感叹，哎，年纪大了不服老就是不行，顾将军一个人就差点把我们这群老东西给干得进棺材了。陈欢欢看的是目瞪口呆，他明明看到的是这些府兵老当益壮，精神矍铄，反观那顾影南鼻青脸肿的抱头倒地，被打得都没法张口辩解。汪汪汪汪汪汪！大白的喊叫声宛若是在摇旗呐喊。燕云彻走到一边，摇摇头道，太可怕了，吓死本王了。旁侧的沈国山。第80章，大宴上京需要像你这样的好官。顾影南被揍得差不多的时候，官府的人刚好就来了，见北渊王、沈老将军都在，差点都站不稳。沈国山望着官府来人，中气十足的道，事关两府，诸位秉公办理即可。是。官府之人毕恭毕敬的低下了头，着手处理顾荣转卖沈家店铺的事，因此还扯出了神风钱庄以及后来购买店铺的新任店家。那位店主名为陆有才，是上京人士，商贾起家，却出了个仕途亨通的好儿子，正是顾影南的手足之交，官媒大人陆家洲。陆有才跟着官府的人进了顾家大院，顾荣宛若看见了救命稻草，恨不得拼尽全力去抓住。有才老兄，你快告诉他们，那家店铺总共是卖了多少钱？顾荣急道，只要陆有才往少了说，顾荣就能保住神风钱庄里的钱财。陆家洲道，爹，你快说啊，都是他沈宁胡扯的，那几个铺子哪值得了上万两的白银？而且我们家哪有那么多钱？这上万两白银是沈宁3年所赚，都汇聚到了转卖铺子这一处。家洲说的对，那几个铺子哪能值这么多钱呢？顾荣使劲儿给陆有才使眼色，铺子是他送给陆有才的，除此之外还送了许多的礼。至于所谓陆有才购买铺子的万两银子，也是他把积蓄送过去，再假装买回来。沈宁侧眸看去，作揖含笑道，陆前辈，实话实说即可，我们都是大燕子民，深受大燕律法庇护。陆有才可是个人精，当即就听出了沈宁的弦外之音。他若守法，大燕律法就是他的避风港；他若不守，大燕律法就是他的断头台。怪就怪顾荣太自私太着急了，为了营造出天价铺子的假象，四处都留下了铁证，不曾说成了砸自己脚的石头。陆有才沉了沉嗓子说，顾老夫人，我是真金实银买的铺子，你怎么忘得这么快？是，那几个铺子按价值来说确实值不了万两银子，但我听前段时间的风水师说，那几家铺子有紫气东来之迹象，能护佑子孙。我陆家几代为商，好不容易出了这么个有前程的好儿子，莫说万两银子，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要那铺子的风水。爹，你哪来的那么多钱？陆家洲问。陆有才神秘莫测的笑道，家洲，都是为父早年和你娘从商赚的钱，我们担心钱庄不安全，就一直埋在院子的土堆下，不告诉你是觉得你作为一个清官，实在不宜被这些万恶的铜臭味沾染了。
顾家从商的账簿还留在仓库，随时都可验明。顾荣的神情一寸寸的皲裂出了绝望之色，他不可置信地望着胡说八道的陆有才。那1万两白银分明是他趁夜黑风高送给陆有才，第二日又转卖铺子拿回来送到神风钱庄的。陆有才怎么能睁着眼睛说瞎话？你简直是一派胡言！顾荣气到用手去抓陆有才的脸，指甲把陆有才的脸都给划伤了。陆有才往后退去，摊开手无奈道：顾老夫人，你就算把我活生生打死，也改变不了事实啊！青天白日，3尺神明，我陆有才一生积德行善，是端端正正的信佛之人，怎敢当着关老爷的面说假话？事情越闹越大，最后闹到了上京府衙，由府衙大人亲自审理。陆有才依旧是原来的措辞。顾荣在府衙里跪在地上拍着腿叫苦连天：天老爷啊，沈宁这恶妇佛口蛇心，满腹算计，一直觊觎着我顾家的家产。陆有才则把从商时的陈年旧簿拿出来递交给府衙大人。除此之外，还有转卖店铺时的字据，有顾荣的签字画押，做不得假。沈宁那里的账簿、借款字据也一并交给了府衙大人。此案很好审理，府衙大人几乎是门亲儿。他不由多看了眼顾荣旁侧站立的沈宁，女子素衣着身，似冬日的一缕风，幽夜的一帘月。从始至终，他都没说什么话，像是随遇而安，静候天命般的等待着府衙大人的判案结果。身穿官服的府衙大人刚要说出判案结果，却见下属匆匆而至，附耳过来，低声道：明华公主方才托人来话了，说顾将军劳苦功高，大人莫要寒了天下人的心。此话不言而喻，是想让他站在顾荣那边。府衙大人压低声音问：沈老将军带着府兵去了顾府，却没来府衙？下属摇头：没来，不过北渊王的狗来了。府衙大人：狗？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本官知道了。府衙大人摆了摆手，下属便退了下去。府衙门外停着2辆马车，左边一辆富贵奢华，里面坐着穿金戴银的明华公主。李长月为其捏腿揉手，谄媚地道：有公主出马，结果不言而喻了。明华公主冷笑了一声，自傲地抬起了下颌。北边的马车在人群之中显得古朴而低调，厚重的帘子遮去了里面的身影。沈家老夫人正蔷薇坐在里头闭目养神，手中缓慢地转动着一串佛珠。沈家虽给顾颖南施压，却并未来府衙兴风作浪。府衙大人从心底里钦佩沈家老将的正气，他是柴门出身之人，步步艰辛到了今日的位置。有道是柴门难出贵子，确实也是如此。当时他想要失意低迷，想要离开上京，是沈老将军找他谈了一次话。沈国山说：大雁，上京需要好官，需要像你这样的好官。因而彼时的他便留了下来，从此大展宏图，一鸣惊人。府衙大人回过神来，拍案一声，惊得顾荣都不敢大哭大闹了。顾荣，你转卖铺子所得的1万两白银都要还给沈家，还有除铺子以外，3年来顾家所进钱财要分出5成给沈宁，这是属于他的。顾荣直接瘫倒坐在了地上，脸色当即煞白如纸张。这样的判案结果，意思就是说他在神风钱庄所存的1万两银子都要给沈宁以外，还欠沈宁很多钱，相当于是把沈宁在解忧楼和催债时赚的钱分出一半，大概是2000两白银。顾荣两眼一黑，当场在府衙昏厥了过去。沈宁却看向了陆有才，真正的得力之人当属眼前的老狐狸陆有才了。第81章，骑兵纵马过街奔入夜。判案结束后，陆有才朝沈宁拱了拱手，笑眯眯地道：沈小姐，恭喜赢了此案，该是同喜才对。沈宁浅笑，回得漫不经心。陆有才从中免费得了几个铺子，但在外头看来，陆有才是花高价买的。此案惊动了上京城，算是闹得风风雨雨，大街小巷都会闲谈这件事。而上至勋贵世家，下到布衣百姓，都颇尽风水之说。铺子的真实价值已经不重要了，日后有的是冤大头去花万银购买此铺，谁见了不得说一声老奸巨猾。顾荣在陆有才面前，那点子算计都是小孩子过家家的。陆有才怔了怔，和善地笑道：若吾儿加州能因铺子风水而平步青云，陆家也算是有大喜事了。会的。沈宁敷衍的回应，临走前看了眼晕厥过后被抬走的顾荣，半眯起了狭长的凤眸。小姐，老夫人说今晚有家宴，让你回府呢。采莲低声道。沈宁点头，我知道了。他望着人群之后的那一辆马车，似乎能看到慈眉善目的母亲，便展露开了笑颜。却说陆有才那边回府之后，被自家儿子官媒陆家州指着鼻子说道：爹，景南是我的朋友，你这么做岂非是陷我于不义之地？日后还让我如何去面对景南？你一介官媒，他一方武将，若非必要，有什么见的？陆有才吹了口滚烫的热茶，不疾不徐地抿了一口，享受地啧了声。陆家州双目发红：爹，
等来日景南关图更上一层楼，他娶了永安公主和灵珠姑娘，看你怎么去巴结顾老夫人。顾家大厦将倾，徒有虚名的东西，高楼坍塌也不过是一瞬间的事，你懂什么？陆有才摇摇头，恨铁不成钢的看着自家儿子，你呀，就是眼皮子太浅。那顾影难见一丝牵，清风宗长老是脑子被驴踢了，才会把女儿嫁给这种男人。他所谓的功勋实际，那是跟沈家息息相关的，若无沈家，能有他顾影南的今朝？可恨他顾影南目光短浅，看不清。你呀，日后最好少跟他来往。陆家洲实在是听不懂父亲的话，其父放下半杯茶盏，缓声说来：做人你得学着你爹我顾沈两家博弈，不管谁赢，我都是得利之人。你爹我虽是奸商，但作为男人，此生只娶你娘一人，比他顾影南强多了。你也别看那沈宁是个女儿家，就看轻了她。正因是女儿家，在某些事上，她所面对的风浪远超你的想象，而她能这般冷静睿智，顾府充其量是她的鼓掌之物。我不求你去攀高枝，但也别把沈家得罪太狠了。陆家洲听的是似懂非懂。陆父走至窗前，遥望夜色，背对着他叹：上京的水深着呢。沈宁，你会不得好死的。顾府，顾荣做着噩梦惊醒，身上的衣裳全被汗打湿，他恶狠狠地瞪着眼睛，满面的狰狞扭曲。你这么做，你会遭报应，你沈家都得遭报应。你这个毒妇，迟早要下地狱去见阎罗。蓝莲枝端着药汤，神色不明地坐在床榻边。这是安神宁心的药，你先把药喝了。蓝莲枝喂药道。顾荣一手把汤碗甩掉，眼珠子似乎要从眼眶爆出来。徒弟，他慌慌张张地掀开锦被往下走。我的钱，我得去神风钱庄把我的钱拿回来。蓝莲枝沉着脸说：不用去了，钱庄里的顾家积蓄都被府衙的人拿走，送给沈家了。顾荣如遭雷击般不可置信地回头看，泪水狂流而出，颤颤巍巍的手紧攥住蓝莲枝的袖子。莲枝，你是骗我的，对不对？快跟娘说，你是骗我的。傍晚府衙来人通知顾家，必须在半月之内把欠沈宁的2000两银子还给沈宁，但顾家没有钱了。他看见顾荣的脸正在一寸寸的被绝望覆盖。啊！最后顾荣抱头尖叫：我儿是大将军，大将军啊！顾荣泪流满面，我要去找衡阳宗师，还要去找灵珠姑娘，他们肯定会为顾家出气的。蓝莲枝朝声说：李衡阳一代宗师，灵珠姑娘眼高于顶，若此刻前去灰头土脸的求人，他们还看得起顾景南，还会青睐于顾影南吗？对，莲枝你说的对，现在当务之急是沉得住气。景南在哪？他怎么不来看我？顾荣红着眼问。蓝莲枝，顾影南情急之下丧失理智，欲对沈老将军动手，被沈府3000杀揍的肋条断了几根，身上各处都有伤。顾荣闻言差点再度晕厥。若在平常，他肯定会察觉到蓝莲枝疏离冷漠的态度，而此刻他只想着自己儿子，慌慌张张穿好衣裳，便急着跑去顾影南的屋子，看见躺在床上脸上没个人样的顾影南，直接就哭出了声来。娘！顾影南艰难地将2只眼睛睁开了细缝，虚弱地喊了一声。顾荣握住儿子的手，哭声道：儿啊，沈家太狠了，太狠了，他们都没有心，怎么能这么对我们母子？沈宁她这个贱妇，景南别怕，没有男人会要她的，就算是沈家的女儿又怎样，也不过是我儿不要的人。提到沈宁，顾影南的心便又痛又恨的。你是大将军，是风风光光的大将军。顾荣宽慰道。这会儿婢女双手捧着托盘从外边进来，托盘上面盖着长形的红绸。婢女低头颔首说：将军，老夫人，这是灵珠姑娘送来的百年灵芝和人参，都是大补的好药。顾荣眼前一亮，快都去给将军炖了。景南，你看你那未过门的媳妇多好。莲芝呢？顾影南问。顾荣，她能做什么？又不能跟灵珠这样送来补药，说的好听是大齐的公主，却也不能凑出点钱为你解燃眉之急。门外蓝莲之四肢内流淌的血液都沁着凛冬的寒意，有一瞬间他迷茫无措到觉得自己是个笑话。蓝莲之自嘲地笑了笑，低头看了严沈宁的手帕，旋即如行尸走肉般去了最偏僻的院子。他爬上屋檐，坐在顶上遥望明月。而这时一列骑兵从城门外沿着长街一路往前，恰好路过了蓝莲之左手边的长道。沈大公子今夜这般是归心似箭啊！有一名骑兵打趣儿道。第82章磨刀霍霍荣宴堂。那可不，沈将军新婚燕尔时离开的上京，据说媳妇儿的小手都没牵呢，一去就是2年，能不着急吗？众骑兵大笑。蓝莲枝头顶皓月清辉，闻声回眸看去，却见长道悠悠，夜色尽头，一支浩浩荡荡的骑兵气势凛冽，轰然而至。为首的男子身穿盔甲，腰挎长刀，麦色的皮肤多了一丝铁血阳刚之气。他如黑曜石般的双眸坚毅地直视前方，
仿佛不惧妖魔鬼怪。战马的速度很快，快到带起了一阵阵的风。而这一人一马，好似平原上最野的人儿。当这支骑兵与蓝莲之将竟擦肩而过，往前直冲后，蓝莲之便看到了他们的背影。忽而，蓝莲之站了起来，瞳眸蓦地一缩，那背影似曾相识。当初两军交战，他狂妄无边，不顾平西大将的阻拦，去挑衅敌方将军，却不想被一招解决。对方的刀抵在他的咽喉，但没有杀了他，而是说：“你走吧。”他问：“为什么？”他回：“本将的刀，一不斩废物，二不斩女人，刚好你二者皆有。”言罢，提刀骑马，英姿勃发地往回走。今夜蓝莲之眼前的背影与昔日所见重叠在一起，竟是那般的相像。这不可能，他低声自语，红了眼眶，不停告诉自己只是个错觉罢了。天下为将者不计其数，几分背影的相似，应当是情有可原之事。夜色深深月如钩，几许初冬的风沿着枯黄的枝桠潜入院。阿宁，郑蔷薇把神风钱庄的钱票交到了沈宁的手里，这些都是你过去3年辛苦所赚，你该好好拿着，而且你也需要用钱，不够用的时候就跟娘说。沈宁点了点头，示意采莲把银票收下，并道：过几日紫金和凤鸣武堂的切磋，胜者的奖品是长寿珠冠和将公亲手种植采摘的姜花茶，到时候娘亲可得收下。你呀，就这么料定自己会赢？郑蔷薇含笑问道。我想赢。沈宁坚定地说。郑蔷薇瞧着沈宁松了口气，相比起前段时间初回府邸的沈宁，如今眉飞色舞的略显神采，让郑蔷薇是打心底里的高兴。小姐，陈欢欢跨步而来，说：我刚刚去看了，黄武阁的学生们都有在好好的练习，而且精进了许多。郑蔷薇瞧见陈欢欢，眸子亮了一亮，便问：这位就是陈姑娘了吧？紫金黄武阁学生陈欢欢，见过沈老夫人。陈欢欢低头行礼道：这名字取得好，是晚辈母亲所取，做母亲的便希望你一生欢喜，平安无忧，女孩子家的韶华正好，该多笑笑。陈欢欢蓦地抬眸，深深地望着郑蔷薇，好似刹那间被戳中了灵魂里最柔软的地方，眼眶便红了些许。良久，少女重重点头，嗯了一声，便扬起脸，扯开了欢喜的笑容。沈修白一进清幽堂，就看见了月色下少女由衷的笑，眼梢边却漫开了一抹红，既温柔又倔强，她像是攀岩的凌霄花，与这上京城的娇花们全然不同。五哥，你来了。沈宁微微一笑，荣宴堂那边都上好了菜，白日里都通知好了大伯和三叔家的人，这会儿可以过去了。沈修白说。郑蔷薇问：你爹呢？拿刀去了。陈欢欢陡然眨巴了2下眼睛，沈宁却是抿紧了唇瓣。郑蔷薇看了眼沈宁，笑而不语。夜色又深了几许，沈家荣宴堂好是热闹，沈家三脉的人都聚集起了，这人也太多了。沈宁堂妹沈如花在父亲身边不悦地撇着嘴，这还叫人多啊？沈国海说，当初你小姑若非离家出走，音讯全无，这会儿估计人更多。沈家小姑算是沈家禁忌般的存在，沈家老家主还活着的时候，最不愿听到小女儿的名字。沈如花皱眉，既不逢年过节，也没不是什么大日子，二伯他好端端的摆什么家宴？沈国海用手敲了下女儿的头部，能不要钱吃这么多大鱼大肉，不吃白不吃，等会儿多吃点。沈家的人儿都陆陆续续进了荣宴堂，围在偌大的桌前坐下。纳兰晴虽说先前受了惩罚，这会儿却是热情洋溢的去左右逢源，望见沈宁几个进来，忙不迭上前招呼着：阿宁，今儿的事嫂子都听说了，可累坏了吧？那府衙大人判得漂亮，他顾家是怎么敢做出偷卖沈家铺子的事来，还卖了1万两银子，真黑的心肠。这番热切的话，每个字都是在给沈宁下绊子。纳兰晴一口一个偷卖沈家铺子，是想把那一笔钱划入沈家。不用他往下说，就有沈家大伯的妻子沈大娘接过话茬说：1万两银子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阿宁真是个好孩子，为沈家带来了这么多钱。沈如花问：沈宁堂姐，顾家来的钱在哪里呢？陈欢欢听得直皱眉头。顾家是黑心的人，沈家大房和3房却也好不到哪里去，一辈子都是靠西市2房沈国山的血为生，却从未有过感激之情。钱在哪里，就用不着诸位关心了。我非志同，不至于连钱都守不住。沈宁淡淡地道。沈大娘等人还要说话，就听见外头响起了咔嚓咔嚓的声音。那是什么声音？沈如玉问。沈国海吓得躲在了2个女儿的背后。郑蔷薇从容地道：国山的刀有些钝了，这会子在磨刀，声音有些大，诸位莫要介意，若是介意的话，我就去跟国山说一声。郑蔷薇做事就要走，吓得够呛的沈大娘当即拽住了郑蔷薇，强挤出了一个笑容说：不介意，不介意，
我们都不介意。咔嚓嚓咔嚓，磨刀之声再起，众人听得浑身都不自在，特别是脖子那里凉飕飕的，总感觉沈国山的刀随时会把他们的项上人头给斩了一般。这谁还感到一声是非？纳兰晴却是红了双目，恨恨地多看了眼沈宁。他还以为沈国山不喜欢沈宁这个女儿，却没想到桩桩件件的事，沈国山都为这个女儿尽心尽力。相比之下，他这个长媳就是再怎么努力都入不了沈国山夫妻俩眼睛的外人。忽然间，沈宁清澈平静的双眸与纳兰晴对视了眼，纳兰晴脸庞扯了扯，几乎瞬间就堆满了笑。沈宁故作不知的浅浅一笑，咔嚓咔嚓咔嚓，磨刀声四起，众人坐立难安。沈国山提着锋利的刀大步流星走进来，问：怎么都不动筷子？是饭不好吃还是酒不好喝？众人，那磨刀声跟黑白无常来催魂索命似的，谁还挂记着吃啊？第83章，沈国山从小就能打。荣彦堂霎时便静默到落针可闻，众人俱是起身相迎沈国山，却也都一言不发。这些年，大房和三房虽然私底下有不少的小动作，但是正儿八经面对沈国山都不敢多说什么。沈国山不仅是大燕的老战神，也是沈家的顶梁柱，而沈家之所以不分家，也源自于沈家的祖训。二伯，青涩稚嫩的沈如花说道：你是沈家的脊梁，你没来，这自然是饭不好吃，酒也不好喝了，还如何动筷？如花说的对，沈家大娘笑着出声：二弟，你快入座，也别卖关子了，快告诉我等今日为何设家宴。沈家众人默契地看向了沈国山，都在等家宴的答案，还以为沈家是有什么不得了的大喜事呢。砰的一声，只见沈国山把手里暗红色的刀猛地插进了地面，众人瞅着整个刀尖都没入了大理石的深处，四下里再次诡异地沉寂着。没什么。沈国山一甩宽大的袖袍，入座之后，炯炯有神的双目扫视了眼这一大家子的人，方才缓声说道：阿宁出嫁3年后感情不和，休夫回府，回府将近2个月，这段时间府内府外杂七杂八的声音，本将当然有所耳闻。这次的家宴是为阿宁接风洗尘，洗去过去3年的晦气，也是为你等洗一洗那不中用的眼睛。听到是为沈宁设宴，沈家众人眼神交汇，心思各异。纳兰晴的手更是缓缓地握紧成了拳头，而后他嫣然一笑道：街头巷尾什么声音都有，好的坏的纵有人去说，父亲何必去管，当时多注意注意自己的身体才行。金峰作为长子不在家，我身为长媳，定要对二老的身体负责。阿宁也是我的妹妹，关于此事，我也会竭尽全力而为。纳兰晴的弦外之音，一是想告诉沈国山他堵不住天下悠悠之口，二也是在提醒沈金峰和他才是这个家的长子长媳，用老祖宗的话来说，那就是沈家的根都在他两口子的身上。啪！沈国山的手掌朝桌上一拍，惊得纳兰晴不由自主地打了个抖，他的结翼也因惊吓而颤动，呼吸加急之时，诧异地望着面露威严的沈国山。街头巷尾有什么声音，本将管不到，但在本府，在沈家就不允许这些声音的出现。沈国山瞪目喝道：沈宁，她是我沈国山的女儿，这个家只要1日还是我沈国山当家，你等就1日不能对她说3道4。不管她今时今日是何地位，不论这个世道是什么样的世道，谁敢跟沈宁过不去，就是跟我沈国山过不去，动坏心思前也得问问本将的刀答不答应。说罢，那一只不有刀痕且是枯老的手攥住了刀柄，直接把长刀给提了起来，放在桌上，震了桌上的碗筷都颤动了数下。四周沈家的人更是噤若寒蝉，脊背发寒，不敢多说一个字儿。沈国山继而道：沈家是武将世家，辅佐过2朝皇帝，沈家先祖沈雷弃商从武，靠2把柴刀打出威名，从军后更是在马背上打天下。如今沈国山这个名字能在大燕有威，靠的不是别的，靠的是我这一身的伤，靠的是这把刀。现在年纪大了，老了，半只脚踩进棺材板了，做人做事不如年轻那会儿，但还是那一句话，我沈国山不兴玩什么阴谋算计，就喜欢真刀实枪的打。沈宁安安静静地坐在桌前，眼眶泛起了一抹红，唇角却是往上轻轻地扬起，心间有暖流四溢，融化了他灵魂深处的冰川。做什么呢？这是？三房沈国海悻悻地道：孩子们都在说什么道啊打呀，不是吓唬孩子吗？心底里却在腹诽：行行行，知道你沈国山从小就能打，从10来岁到耳今头发都白了，就不能换一套说辞吗？沈家孩子若都是这把禁不住下的废物，那沈家早就完了。沈国山冷笑，沈国海眼观鼻鼻关心的不说话，心里却在骂娘，这厮就是故意嘲讽他。上京城和沈家，谁人不知他沈国海是从小被沈国山打到大的？他不服，他也从小不服到大。沈国山扫视了一圈，再次开口道：沈宁，
她不是别家的人，是堂堂正正的沈家女儿。诸位可有异议？众人瞅了瞅那把刀，还真不敢有异议。沈国山摆明了，谁要有异议，直接一刀碎了。沈国山又道：都是一家人，诸位有什么就直说，我这人一向慈善和气，很好说话的。沈宁闻言无奈，又无声的笑了。众人嘴角轻抽，摇头如拨浪鼓。沈家大娘说：阿宁是沈家货真价实的千金小姐，这还能有假不成？这孩子是我自小看着长大的，谁要欺负他，我可是第一个不答应。其余人纷纷道：二叔，我从小就喜欢沈宁堂姐了。阿宁自幼就是风采卓绝、名冠上京的姑娘，一直为我们沈家长脸。阿宁堂妹，听说你最近住在紫金武堂，你也真是的，那地方哪能有家里好？沈宁浅浅一笑，敷衍的回应。沈国海道：沈宁啊，今儿府衙和顾家那里的事我都听说了，你这孩子还算是有脑子的，还知道打什么欠条。可惜我没过去看到那顾荣的脸色，我借了五哥的钱，打下欠条也是理所当然之事。沈宁说的滴水不漏，他既是众矢之的，所说的话每一个字都会被拿去大做文章，小心谨慎点总是好的。而沈家众人虽然你一言我一语的缓和了氛围，实际上桌子周围依旧弥漫着一股杀气。沈家人也只敢用眼角余光却愁板着脸的当家之人沈国山，桌上还摆着沈国山的那把开山刀，让人是毫无食欲，以至于沈国山不动筷，其余人等俱是正襟危坐，外加强颜欢笑。郑蔷薇笑了一声，把桌上的开山刀移走，又用筷子夹菜放在了沈国山的碗里。好了，既是为阿宁设的家宴，就该多吃点。你没看见青山的肚子都叫了好几轮吗？沈青山摸着圆滚滚的肚子，脸红的低下了头。沈国山哼了声，才拿起筷子，冷声道：拿筷。众人整齐划一的拿筷子。沈国山，夹菜吃啊。众人再次整齐划一的夹菜，也不看是什么菜，就直往嘴里塞。纳兰晴吃了2口，便放下碗筷，用帕子擦了擦嘴角的油渍道：父亲母亲，有一件事忘了跟你们说。第84章，阿宁大哥为你骄傲。沈宁漫不经心地吃着饭菜，多看了纳兰晴2眼。郑蔷薇道：既是忘了说，就别提了，晚点再说吧，不急于这一时半会儿的。沈家大娘弟妹，你就让他说吧。纳兰这孩子心眼好着呢，你家金风娶了这么好的姑娘，那是我们沈家祖上冒青烟，有大福气。郑蔷薇冷着脸放下碗筷，既是要说，那就好好说。纳兰晴皮笑肉不笑的扯了扯脸皮。是这样的，江湖上不是有个大名鼎鼎的沈家，与我们上京沈家是有着同一个祖宗，正因那一次沈家有人分家去了江湖闯荡，沈家才有了不分家的祖训。听说江湖那边打算分出个堂主还是什么的位置，由上京沈府来挑选圣人人选。纳兰晴笑着说，而且麒麟军虽然给了皇家，但圣上不也说了，副统领的职位还是沈家的。你想说什么？郑蔷薇问。儿媳想说的是，金风戍边一去2年，圣上因大齐的归降而高兴，让金风回京，这副统领的位置没人比金风更合适了。至于派去给江湖沈家当堂主的人选，也可以是金风，又不是非要过去，只是挂个名罢了。如此一来，金风也不用长年累月的吃戍边之苦，能常年在上京照顾二老。纳兰晴特地挑在这种场合把话说出来，为的就是逼沈家二老做出主意。更何况沈金风作为长子，就该有长子的好处。戍边之苦，沈金风能受得了，他却难以吃下这守活寡的苦。她想自己的丈夫，想到梦里的一语，字字声声都是沈金风。沈国山的脸色瞬间沉了下去，郑蔷薇看着纳兰晴的眼神更是如刀子般锋利。至于大房、3房的人，眼咕噜一转，都在权衡着利益。麒麟军副统领的位置，他们可都是垂涎3尺。沈宁饮了一口茶，眸色薄凉地扫过纳兰晴。纳兰晴只看得见副统领的位置，却看不见这个位置背后的万丈深渊。正如刀尖跳舞，稍有不慎，便是血流成河，万劫不复之地。沈家大娘笑着说：说起来，我家这大儿子按年龄来算，比金风大好些岁，是沈家的长孙呢。他早年走南闯北，又时常研读兵书，不管是去江湖当堂主，还是去麒麟军做副统领，都是不二人选。纳兰晴的脸色当即就变了。郑蔷薇嘲讽地望着急功力切的纳兰晴，自以为是天衣无缝的说辞，实际上在座的哪个不是人精？也就只有沈国山的那把开山刀，才能镇得住这些乌烟瘴气。在此之前，纳兰晴还每日都在巴结着沈家大娘，两人走得格外的近，好的似母女般。这会儿，纳兰晴不善地说：大娘，若论实力，你儿比得上金风吗？提起丈夫沈金风，她抬着下颌，甚是骄傲。比不比得上，由不得你说了算。沈家大娘与之撕破脸挖苦道：纳兰，你莫不是身边没个男人，有些耐不住，才想方设法的要让金风回来吧？
此番言语让纳兰晴羞愧难当。纳兰晴咬牙切齿，瞪眼急道：“我所说的话都是金风的意思，你们不管金风在外的死活，我作为他的妻子，难道还能不管，不去心疼吗？”郑蔷薇指腹缓慢地摩挲着杯盏的纹路，眼底泛起了一丝丝寒意。纳兰晴这话摆明了是在逼他和沈国山出面，而这件事远不如纳兰晴所想的那么简单。是吗？既是我的意思，那我怎么不知道我沈金风有这个意思？门外骤响起一道让沈宁倍感熟悉的声音，心头仿佛都为之震颤了一下。从小到大，大哥都是对他百般的好。沈宁袖衫下的长指轻拳，微红着眸子循声望了过去，却见荣艳堂紧闭的屋门骤然被推开，男子身穿盔甲，带来了初冬的寒冽冷气。相比起数年前双白色的皮肤，如今黑了不少，也坚毅了不少，浑身上下多了些坚韧的气势。那双宛若黑曜石般的眼睛，波澜不兴地环视着荣艳堂家宴里的每一个人，最后锁定在了沈宁的身上，眉头狠狠地一皱：“怎么瘦了？”数年前他最爱掐沈宁的肉，虽说不上是胖，但是有肉的，不似现在清瘦得很，而他又不爱粉黛，清汤寡水的不见脂粉颜色。沈宁微笑：“5个每日都逼着我吃肉，过些日子就胖了，逼得不够狠，该打。”沈金风道：“好，饭后我就等大哥来打。”沈修白笑着说。自从沈金风出现的一刹，满屋的人都惊得呆讷住，特别是纳兰晴，他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的望着那踏风而来的男人，再也挪不开了眼睛。比起当年，如今的他多了一丝让人悸动的硬朗。可让他愤恨的是，沈金风回来说的第一句话不是对他，而是对沈宁的。这世上哪有男人会把妹妹看得比自己心爱的妻子还重要呢？大哥，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我还以为要一段日子呢。沈青山问。沈金风把腰上的剑的给了侍卫，踏步走了进来。府邸下人立马多加了个椅子，多添了一双碗筷。纳兰晴还来不及说让沈金风坐自己身边，就见沈金风自己提过了下人手里的椅子，放到了沈宁的身边。顾家的事我已经知道了。沈金风说。大哥，抱歉。沈宁扯着唇红着眼笑。沈金风摸了摸他的头，跟你大哥说抱歉，看来是胆子大了，不怕军棍伺候。人生在世，又非神仙，哪能事事都做好，路路都走对，人心隔肚皮，谁又能一眼看清？这般正常之事，何来的抱歉？是他顾景南无福，留不住我沈家的有福之女。至于修夫的事，做得很漂亮，这才该是沈家女儿该有的气魄。他若有情，便生死相随，无怨无悔；他若无情，便弃了休了一刀两断，不回头看。阿宁，你很好，大哥为你骄傲。几乎是一瞬之间，沈宁的眼眶都漫起了红，鼻腔咽喉更是酸涩的疼。第85章杀了他。大哥，阿姐可厉害了，都重新习武了，还通过了紫金武堂的秋季考核，如今是黄武阁的阁主呢。沈青山兴奋地说道。过几日紫金与凤鸣切磋，大哥你来的真是时候。手好了。沈金风望了眼沈宁的右手，手背有着一条很深的疤痕。他依稀记得数年前沈宁的右手掌骨被刀斩裂，竟还不顾自己的伤势去擒刺客，因此才知晓是五皇子派的人。他的手伤成那样，还让医师先治疗顾影南。不管日后道路的尽头会是怎样，但在过去的年少里，沈宁曾捧着满腔的真心，赴汤蹈火地走向顾影南。那年沈金风也见过顾影南，少年志向远大，虽家道中落，寒门之子，谈吐坚确，都是建功立业。而今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不是人变了，只是人在落魄和富有的两种阶段会有着不一样的人生态度罢了。好的差不多了。沈宁点点头说，边关距离上京很远，大哥一路辛苦了。不辛苦。沈金风端起桌上的杯盏，喝了一口醇香的热酒，旋即问道，修白，顾景南在何处？大哥要做什么？沈宁问道。杀了他。沈金风半垂着眼睫，周身的杀气使沈家的众人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个。沈宁精神一振，忙按捺住自家大哥。他当然清楚沈金风的说一不二，若真让他出了这扇门，顾影南的命绝对会交代在他的剑下。但顾影南左右也是个将军，贸然杀死，只会让沈金风背负罪名，锒铛下狱。一命换一命，也不是这么个换法。郑蔷薇看着沈金风，心内长长的叹了一口气。知子莫若母。沈金风的心或许早已死在2年前娶纳兰晴的那个晚上，又或许是死在叶倾城离开上京的那一天。从此之后，都是如行尸走肉般的苟活。大哥，不可！沈宁万分隐忍的哑声说道。顾影南还不配弄脏了大哥的剑。沈金风看着坐在自己旁侧的妹妹，看到了那一双眼睛深处的痛色，便收起浑身的气势，轻松自在的一笑。大哥逗你玩的，怎么还像小时候一样就当真了？
吃饭多吃点肉，像青山那样小小年纪就挺着个圆肚子，多可爱。沈宁展露笑颜，眸子灿烂若星。沈青山撇撇嘴，得，又来个说教他的，爹他动不动就要揍我一顿，我不吃的厚实点，怎么抗住他老人家的拳头？沈青山哼哧哼哧地说，使荣宴堂凝重的氛围轻松了不少。桌前的沈家人俱是忍俊不禁，纳兰晴则眼睛发红地看着沈金峰。从头到尾，这个男人，她名义上的丈夫都不曾看他一眼。若非沈宁拦着，还要不管不顾去杀了顾影南，那他纳兰晴岂不是成了罪犯之妻？他后怕到心口，又慌又冷的。纳兰晴深吸了一口气，面庞堆上了标志的笑容。阿宁，你大哥最疼爱你了，日后在外头受了委屈，就跟你大哥说。那顾影南真是坏透了，负我阿宁的一往情深，这种不喜爱自己妻子，心里还想着别的女人的男人，便是祖上无德，品行有亏。按常理来说，这一番话是没任何问题的，偏偏戳中了沈金峰的痛处。砰！郑蔷薇的杯盏朝桌上猛地一压，纳兰晴茫然且忌惮地望向了郑蔷薇。这满桌的饭菜都堵不住你的嘴吗？郑蔷薇喝道，不想吃的话，这顿饭你也别吃了，去宗祠好好的跪着，反省反省一下你自己。纳兰晴结意猛然颤动，睁大了眸子，委屈可怜地望向郑蔷薇。下去。郑蔷薇面色若冰，高声问，是你自己去，还是要我送你去？虽说郑蔷薇打心底里喜欢叶倾城，但自从纳兰晴嫁进沈家，二老却从未苛待过纳兰晴。近2个月也是一忍再忍，如今终是忍无可忍，当众驳了纳兰晴的面子，要纳兰晴颜面尽扫的难堪。二娘，纳兰嫂子向来是个热心肠的，又没坏心。沈如花嘟嘟嘴说，那你陪她一起去宗祠跪着。郑蔷薇冷眼看他，还不快去？沈如花薄红的樱唇微微张开，涩涩地看着郑蔷薇。沈国海拿个特大的瓷碗，1粒米都没装，用筷子夹满了最贵的菜，累得如山般高。最后把碗放在沈如花的怀里，低声道，去宗祠跪的时候别忘了吃饱肚子。沈如花愤愤不平的，但还是接过了碗筷，和纳兰晴一同走出荣宴堂，前往沈家宗祠。纳兰晴满怀歉意地道，如花堂妹，是我这做嫂子的不好，让你跟着受罪了。你还不好？还要怎么好？沈如花哼声道，我还不知道他们，其实就是没把你当自己人罢了，都还只记着叶倾城呢。叶倾城！听到这个名字的瞬间，纳兰晴浑身的毛发几乎倒竖了起来，牙齿紧紧地咬着。夜色中，眼眸里迸射出了极恨的光。这个人就像是一把刀子，永生永世都插在他的心口。他回头看向热闹的荣宴堂，透过将要合上的门，看向了那个完全不在乎他的男人。末了，失落地走进宗祠。许久后，荣宴堂的家宴也结束了，大房、3房的人都松了口气，不再如从前那般颇多嘲讽，路过沈宁身边都会寒暄几句。阿宁啊，听说凤鸣武堂和你切磋的人是军光祖，去把他打个落花流水。我们阿宁真是出色，巾帼不让须眉，女子中的表率，这大雁修夫第1人可是如雷贯耳。你呀，太瘦了，定要好好将养，把身子给养回来。沈宁心中清楚，百无一用就是虚假的表面关心。阿宁。沈金峰提着2壶酒，笑了笑，跟大哥去喝一个。好。沈宁眉开眼笑，我不喝多。沈家几兄妹就属他酒量最差，还最爱喝，如今年长几岁，便也懂得克制了。沈金峰点点头，走时又喊，修白、青山还不跟上，都去陪阿宁喝个痛快。来嘞。沈青山用手一擦嘴上的油，然后在臀部上抹了2下，便屁颠屁颠的跟上。荣宴堂只剩下沈国山二老，金峰还想着那孩子。沈国山无奈，是啊。郑蔷薇望着窗外深浓的夜色，感叹道，沈家不仅出武将，还个个都是情种，用情至深，若所遇良人是好事，遇人不淑却是大劫。哎，二老为沈家，为儿女，操碎了心。第86章，沈小姐，你喝醉了。夜雨楼是沈宁从小到大跟哥哥们偷喝烈酒的地方，回回都是沈宁似一匹脱缰的野马，呼朋唤友，带着哥哥们前去夜雨楼，最后喝得烂醉，被几个哥哥扛着送回府。能被送回府还算好的，有时喝多了，去燕京学宫把权贵之子都给暴揍一顿。别致幽静的雅座，桌上地下摆满了一坛坛的酒。沈金峰道，阿宁、修白，以前就你们2个的酒量最差，让为兄看看，士别3日，要不要刮目相看？沈青山眉头紧皱，满目哀怨地望着自己面前的果子酒，懊恼地道，大哥，我都不是小孩了，我不要喝这种女人才喝的酒，我要喝烈酒，等你娶媳妇了再喝也不迟。沈金峰说。沈青山抬手一指，五哥也没娶媳妇，他凭什么喝？凭我是你五哥。
沈修白笑盈盈地道。沈宁望着两位兄长和还没长大的弟弟，久违的感觉再度涌上心头，似是扫开了他的阴霾和压抑，让他又见欢愉。他拆开酒坛的封口，仰头便是痛饮，用夜雨楼最烈的酒水洗涤掉最是年少的感情。要是老二老三和老四还在上京，便就好了。沈金峰长叹了一口气，提着酒来到窗前，低头看到了一辆究极富贵华丽的马车，一看就知道是北渊王府的那一位。他收回视线，饮了饮酒，继而又道：年幼之时，我时常跟着夜雨楼说书先生学鬼故事，趁父母不注意，和你们几个凑到一个房间，将鬼故事讲给你们听，都吓得就躲在被子里瑟瑟发抖。就阿宁正儿八经得来一句世上本无鬼，只要不做亏心事。那个时候他就觉得他沈金峰的妹妹日后必有一番成就，哪怕沈宁嫁进顾府，他依旧如此觉得。他认为顾家四四方方的庭院遮不住他妹妹的大志。沈修白喝酒说道：是啊，那会儿阿宁天不怕地不怕，爹都奈何不了他，也就大哥你能把他治得服服帖帖。言罢，他又牛饮烈酒。至今为止，他都觉得沈宁这3年的错付原因在他。他一口接一口地喝着。沈宁一坛酒见底，便重新拆了一坛，不知不觉便是第3坛。酒意上头，面颊冲着绯红。他抱着酒坛敬向了眼前的花瓶：大哥，我敬你一杯，喝了这杯酒，咱俩各论各的，我叫你大哥，你管我叫爹。噗嗤，沈青山直接一口果酒喷了出来。小心翼翼地去看沈金峰的脸色，却见沈金峰倚窗而立，非但不怒，眉眼还挂着宠溺的笑。沈金峰可谓是用心良苦，他清楚就算天塌了的事，沈宁都会憋在心里，长此以往下去定不是什么好事。而喝酒是沈宁唯一的发泄方式，偏生又是个酒量差的。这会儿又见沈宁伸出手抱住了那花瓶，哭道：大哥，一别多年，你矮了好多。啪嗒，花瓶碎了。沈宁蹲下来，红着眼说：你怎么没了？沈金峰朗声大笑。就在这时，他在夜晚的长街看到了一道戴着白色斗笠的身影行走在人群之中。那身影，倾城。修白，金山，我出去一趟，等我回来。沈金峰翻窗而过，脚掌踏得身轻如燕，急起几落间便是飞檐走壁，迅步跟上那道进了解忧楼的身影。夜雨楼里，喝多了的沈修白盘膝而坐，自言自语的嘟囔：娶媳妇？娶什么媳妇？我像是娶媳妇的人吗？沈宁则伤心的望着碎成了一地的大哥。沈青山趁大哥不在，蹑手蹑脚的到了酒坛边，坐在地上就呼呼大喝，那是越喝越好喝。半坛子酒尽腹，沈青山就觉得天旋地转，眼冒金星，一双圆溜溜的眼珠子成了滑稽的斗鸡眼，随即两眼发黑，一头栽倒在地，还不忘舔着嘴唇说：好喝，再来，爷爷还要喝。很显然，这个家没有沈金峰是不行的。沈宁把地上的大哥一片一片的捡起来：大哥，你走吧，这个家我会照顾好。他步履晃荡，语气格外的认真，还朝放在桌上的花瓶碎片拜了3下。沈宁一手一坛的酒，摇摇晃晃，不知怎的就出了门，边喝边走，脑子虽昏沉，肚子里也烧得疼，但心里舒畅到心旷神怡，豁然开朗。沈小姐，守在门外的17看到拐角的沈宁，惊得脱口而出：你怎么在这？天，你喝了多少酒？身后的雅座内，燕云彻的面前坐着4、5个头戴斗笠的人儿。王爷，京东那边恐生异变，今日到此为止。斗笠人的谈话才刚刚开始，就已经被燕云彻给强行结束了。众人面面相觑，诧异得很。明日再谈。3个呼吸全都给本王消失。男人说的漫不经心，带着一股与生俱来的威压和逼迫感，让人视如被恶猴般的窒息。斗笠人们虽都不解，但动作很迅速，俱都屏住了呼吸，身如鬼魅般翻窗而过，穿梭进了茫茫黑夜。嘎吱，燕云彻一双瘦长洁白的手将屋门打开，就见沈宁把一坛酒递给了17、16是吧？想喝酒是吗？我也不是小气的人，来给你分一坛。你面对北渊王那样的男人，很辛苦吧？真可怜。沈宁宽慰的用手拍了拍17的肩膀：别难过，一辈子也没多长，忍忍就过去了。下辈子别让他当主子了，脾气不好，审美还不行，还不知道好好喝药，不乖。17看到燕云彻，当场就吓得腿软了。他赶忙把酒坛还给沈宁，又用帕子擦了擦被沈宁碰过的肩膀，对着燕云彻就差哭出声来了：王爷，属下也不知道这沈小姐怎么喝了酒就变了个人似的，属下真没跟沈小姐抱怨过王爷。沈小姐她是酒后胡言。酒后胡言？燕云彻问：难道不是酒后吐真言？17真想找块豆腐撞死自己。燕云彻狭长好看的凤眸波澜不兴地看向了沈宁，逐渐泛起了丝丝的涟漪。沈宁这会儿觉得没趣，
正欲去往其他的地方。他阔步走过去，大手一挥，将女人拦腰抱起，低声说：“沈小姐，你喝醉了。”酒的后劲很大，沈宁越来越晕乎，适才还能模糊看到17。这会儿他竭力地睁大眼睛，好似只能在扭曲的虚空看到一粒星芒。他怀里抱着酒，抬手去抓星星，柔软的指腹却是碰到了男人的眼睛。第87章，可别再口出什么狂言。真好看。燕云彻怀中的女人醉意正酣，笑时水盈盈的眸子透着一层诱人的雾色，尤其是双颊的绯色，如天边绚烂的晚霞，白里透红的娇气，才符合她这个年纪该有的神采，而非如松山积雪般的清冷，时刻端着拒人千里之外的墨，似乎抵触旁人去接近她千锤百炼的灵魂。燕云彻如沐春风般，眉眼柔似秋水微光。接下来沈宁又说：“弄死弄碎，丢进血河尸堆，就更好看了。”燕云彻，17，求求这位姑奶奶，可别再口出什么狂言了。沈宁半垂着眼睛，自嘲地勾了勾唇。他在说星辰，也是在嘲自己。曾高悬9天后破碎狼狈跌进泥泞。燕云彻察觉到他眉眼的落寞，眉峰轻轻一蹙，抱着他去了夜雨楼最高楼之中甚是隐秘的雅座。那个位置千金难买，世家权贵卯足了劲，费尽心思都进不去。17欲言又止，最终还是默然。高楼雅座是除了王爷以外谁都没能进去的禁区，就算是他也不得随意靠近。雅座内静谧别致，清雅有韵，点着一盏琉璃烛火灯。燕云彻把沈宁放在榻上，沈宁便借着那烛火灯望着燕云彻的眼睛说：“你知道吗？我幼年时也见过这般好看的星星。那年大雪封山，我第一次看见星辰奔我而来。有些尘封在最深处的记忆，或许只有在酩酊大醉时才会抹开灰尘，开启那么一角。”他眼睛湿润，结意轻颤，哽声说：“人都是会走的，星辰也会离我而去，只有我的枪才会不离不弃的陪伴我一生至终老。你走吧，我长大了，我不爱看星星了。”沈宁闭上眼睛，一滴泪从眼梢流下。酒劲上头不断循环的都是三春山的每一幕。燕云彻抿唇不言，心口阵阵地发疼。他这一生有太多的身不由己。那年被10名大宗师追杀的他，不得已离开三春山，恐给沈家带来灭门之灾。后来燕云彻处理完自身的麻烦事，重回上京，却看着她嫁给了另一个人。数年来，他如陌路之人，不曾打扰过，只独自在望月楼饮酒看夜也看他。彼时燕云彻让魏老先生再配了一副药，无声无息地送给了顾颖南。1年就1年，他会用法子把顾颖南送上最高处，也要看顾景南是否身处何位，都会待他如一。顾颖南选了讨伐大齐的路，其中有沈老将军的妥协，不乏有他的助阵。若非如此，那些个盯着这个位置的将军，岂不是要把顾颖南生吞活剥了？3年后，燕云彻看他决然休夫，月下舞枪，焉能不痛？沈小姐，抱歉，是本王不好。他将锦被拽来，轻轻地附在了沈宁的身上。他还记得那年小小的女孩见到他时说：“大哥哥，你的眼睛就像天上的星辰一样好看。”思及此，男人不自觉地勾了勾唇。榻上的沈宁一双手捧着酒坛，喝了个精光。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他低低的笑，丢掉酒坛，又拿起了另一坛的酒。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无二三。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罢了，又喝。笑到极致的道：“莫愁千里路，自有到来风。”大白，来跟爷爷喝酒，别学着北渊王欠揍的样子。沈宁一把勾住了燕云彻的脖颈，将酒水洒在了他的脸上。当狗没什么不好的。沈宁叹道。燕云彻，他瞧着沈宁又要喝掉剩下的半坛酒，从沈宁手中夺过酒坛放在了桌上。沈宁皱眉，双手就要去把酒坛抢回来，嘴里还嘟哝道：“夺人所爱，不是好犬。”这怕是燕云彻此生头一回被人骂是狗，还不止一次的骂。燕云彻双手攥住他两侧的腕部，抵在榻上，愠怒道：“不准喝了。”沈宁安静下来，睁大了眸子去看近在咫尺的俊脸，怎么看都是个大白。他歪着头一笑，亲在大白的脸上。男人感受到唇部的柔软，眸光猛地颤动，下意识抵住了女人的唇，似是情不自禁，也似燎原之火不可止。就在理智被焚烧殆尽的前一刻，燕云彻清醒了过来，富有威胁地说道：“下回再喝酒，本王就把大白阉了。”然而榻上的女子听不真切，似觉得有些热，一脚把身上的锦被踹掉，还道：“小二，上酒，要京中最好的酒。”燕云彻无奈地道：“好，给你上。”随即让人熬了醒酒汤，一口一口地喂给沈宁。
虽不至于让沈宁清醒，但次日也不会因宿醉而头疼。不好喝，沈宁说。好喝，他安慰着又送了一口，再尝尝。沈宁摇头，还是不好喝。那换一个酒，你试试。燕云彻继续喂道。就这样半哄半骗的喂了一碗的醒酒汤。沈宁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睡去时，手里还拽着燕云彻的衣角。燕云彻低头看着女子不安的小手，唇角轻勾了勾，安慰道：好，不走。如此，女子睡得很安详，整个人都是放松的状态。沈小姐，燕云彻轻声喊。无人回应他。许久，燕云彻才自言自语地道：本王比大白俊多了。大白作为一条狗烟，能与上京美男相提并论。他似说给夜晚的风听，眼里漾着浅浅的笑意。长街边解忧楼，沈金峰似疯了般一间房一间房的去看，再也找不到那道身影，就像是从未出现过。最后他失魂落魄的回到夜雨楼的雅座，就看见满地的酒坛，喝醉得不省人事的沈修白、沈青山兄弟二人。阿宁呢？沈金峰摇醒沈修白。沈修白说：大哥，我不娶媳妇。沈金峰也质问他们两个无望，只得自己去找。沈宁一喝酒就判若两人，焉知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沈金峰更怕遇到坏人。沈公子可是在找沈小姐？燕云彻横抱着阿宁出现在沈金峰的视线。沈金峰语塞，却见自家妹妹的手还攥着燕云彻的衣袖。第88章，世上的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沈金峰皱了皱眉，跨步过去要接回自己的妹妹，奈何酒后不争气的妹妹还拽着任王爷的袖子。而在梦里的沈宁深陷大海之中，拼了命的去抓住唯一的救命稻草。王爷，沈金峰道：你不该回京，更不该招惹阿宁。燕云彻默然不语。沈金峰又道：孩童无忌，三春山上说的话，王爷别往心里去。三春山的事，沈家如今只有他知道，这么多年他只口未提。当初魏老先生给沈宁配了药，让沈宁忘记了三春山上的那个人。沈金峰也是后来才明白，山上那位与他言谈甚欢的知己好友，妹妹一见到就会笑的男子，是先皇最小的儿子北渊王。女儿家的婚事向来不可行将踏错，一步错就是一生的怨。他不愿再用数年的时间去测验人世间最飘忽不定的心。我知道。燕云彻心平气和地说。罢了，过去的都过去了，也终将会过去。我的妹妹我会照顾好，我不会再让世上的任何一个人来以爱为名去伤害她，不管那个人是谁，有多大的权势。沈金峰把沈宁抱了回去，硬是将燕云彻的袖子从沈宁的手中一点一点地扯开，边走还边说：阿宁，记好了，这世上的男人没一个是好东西的，包括他自己。燕云彻在原地停留了许久，直到17走来，将一件厚实的黑色大氅披在了燕云彻的身上。王爷，你一贯怕冷，今夜比往日冷一些，该多注意点。17似个老妈子般。你有过喜欢的人吗？燕云彻问。17绞尽脑汁想了很久，摇头如拨浪鼓。也是，没女人会喜欢你。17欲哭无泪，怎么好端端的又遭主子嘲讽了？翌日，沈宁在清幽堂醒来，脑子不似以往宿醉般的疼痛，但怎么都想不起酒醉后的事。不过以他沉稳的性子，大概是安安静静的大睡了一场，不会做什么给大哥丢脸的事。这般想着，沈宁还煞有介事的轻点了点头。小姐，你醒了，这些都是大少爷吩咐厨房做的，说是要看你全部吃完。采莲含笑道。沈宁不看还好，一看旁侧小桌子上堆满了极品燕窝，各种格式的肉和汤，忽而觉得人生又多了一丝了不得的阴霾。他深深的叹了口气。大哥还是记忆里让他又爱又恨的大哥。大哥呢？沈宁问道。奉旨进宫了。采莲端来燕窝说，黄武阁那里有欢欢把持着，小姐不要担心，来喝汤。沈宁眉峰抖动了好几下，挣扎半晌，最终还是张嘴喝汤。他还真怕大哥下朝回府后做出更夸张的事来。纳兰琴在宗祠跪了一夜，等到天亮才被丫鬟扶着回屋。他躺在床榻，小玉跪在边上给他掐揉双腿，心疼地说：夫人，你为这个家操碎了心，老夫人怎么这样？自家亲女儿一回来就这样待你。大少爷也是的，都不帮你说一句话。早晨我还听到大房三房的丫鬟婢子嘲讽夫人您呢。不用说，纳兰琴也知道那些人说的话会有多难听。金峰昨晚回房睡了吗？纳兰琴更关心这个。一说这个奴婢旧气，大少爷回府的第一晚，竟和沈宁他们去夜雨楼喝酒了。奴婢可第一次看见跟自己嫂子抢哥哥的小姑子，她看不住自己的男人，就得把别人的男人抢了吗？难怪顾影南夷遇见永安公主就把她抛诸脑后，要我是顾将军，我也不要她。小玉不忿地说了一堆。纳兰琴垂下的双手紧紧地攥成了拳头。小玉哽咽地说：
小姐，你都为大公子他失去了一个孩子，他怎么能这样对你？纳兰晴是未婚先孕嫁进沈府的，只可惜没多久就被沈青山第三声锣惊四方。若无志气，纵有他靠沈家力量的保驾护航，终究也是薄弱如纸，不堪一击。唯有先的志气，才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所需要的，就是这么一批突破自我枷锁而奋发的人。沈小姐，又见面了。军光祖笑眯眯地看向了沈宁，全然忘了前不久所受的屈辱。其兄长军二公子已经迫不及待地等着沈宁出糗了。沈宁淡漠如丝，浅扫了眼军光祖身后的女人。女人身穿黛蓝色襦裙，头上虽戴着遮脸的斗笠，但沈宁依稀能从身影之中辨别出是被赶出紫金武堂的柳慧。柳慧透过斗笠薄纱，望向了对面远处的那道身影。陈欢欢看见军光祖的瞬间，眼里迸发出了一丝怒光和恨意。是啊，又见面了。沈宁淡淡回道，唇角勾起的弧度带着极致的冷。军光祖许是发现陈欢欢在看自己，眼底深处闪烁着算计的光泽，旋即问道：赫连师傅，伯飞先生，你们紫金武堂该不会就来这么点人吧？我听人说沈小姐还特地为黄武阁的学生买了200余的内甲，还以为黄武阁学生都会来呢。不过黄武阁一向如此，倒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啊，对了，我来给沈小姐和赫连先生介绍一下，我们凤鸣武堂的新弟子。军光祖刚说完，就见身畔的柳慧心领神会的踏前一步，抬起手缓慢地摘下了头上的斗笠，露出了还算清秀的一张脸。柳慧，赫连先生半眯起灰浊的眸子，一双枯老的手狠狠地攥紧了。2年前，柳慧被上京的每个武堂拒之门外，就连紫金武堂的春季考核都没能通过。柳慧找到了赫连远山的家，每天都跪在门外，见到赫连远山时不服气地说：赫连师傅，给我一个机会，我他日能成为大燕首屈一指的女将军，会给紫金带来最大的荣耀，成为武堂的支柱。赫连远山不同意，柳慧每日就带2份干粮，在赫连府前练武。后来赫连远山许是被他的坚毅所感动了，不顾众人的反对，把他带进了武堂。起初1年柳慧做得很好，让赫连远山骄傲又自豪。最近半年来，柳慧却像是被下了降头似的，每日消极丧气，特别的颓废。因此赫连远山在秋季考核再见到沈宁的时候多了几分敌意。如今赫连远山深深地叹了口气，失望地看着站在军光祖身边的柳慧，实在是难以把眼前趾高气昂的人与2年前固执求武的女孩联系在一起。柳慧作为被紫金武堂赶出去的学生，如今出现在凤鸣武堂，会给来比武台的紫金学生带来很差的效果。叶静熙和萧初晨看到柳慧在对面的时候，眼睛里似乎要冒出火光来。看来诸位很意外吗？军光祖欣赏着这些人的神情变化，露出了满意的笑。柳慧微抬起下颌，似高人一等般说：做了凤鸣的学生，我才知过去的生活和想法有多么的糟糕差劲。不必管他。沈宁淡声道：他怎么有脸说这样的话？叶静熙红着眼说：当初是赫连老师傅力排众议把他留下的，还说他必会成才，如今碌碌无为，倒也罢了，学生们都这样，但他不知道军光祖对凤鸣的学生都做了些什么吗？他怎么能在今日沦为军光祖的走狗？或许他早就成了军光祖的人。沈宁了然说着。叶静熙忽而怔住，萧初晨拧起了眉，眸子像淬了冰一样扫向柳慧。难怪他的行踪有时候会让人琢磨不透。萧初晨冷笑。叶静熙就要去找柳慧理论，却被沈宁攥住了胳膊。多说无益就是废话，这是比武场，靠的是真本事。既然不喜欢他，就拿出你的实力，让他知道你作为紫金学生也能在上京昂首挺胸的立足。沈宁提醒道：废话要是多了，本事就会变少。叶静熙正欲说话，就见破锣嗓子一声，吸引了比武场四周无数人的注意力。北渊王道，2列人浩浩荡荡而来，华丽奢侈的轿辇四方都衔着金丝罗织而成的薄纱。靠在轿辇上的男子金贵清雅，俊美如妖孽的脸庞，有一双极其好看的眸子，仿若映入了皎皎月色，偏生又似凛冬的雪，浸着彻骨的冰寒。当他看到抓着少年胳膊的那一只手时，这份寒意更是运到了极致，似欲破冰搅风雪。而围观者们见此，不禁脊背一寒，机械般循着燕云彻的目光看过去，落定在了紫金武堂的所在地，不由心想：看吧，就连北渊王这等放浪形骸的人儿，都看不起紫金武堂，觉得来者甚少了。17却是一惊一乍，如大白似的眼睛瞪得像铜铃。这般待遇，可是连他家王爷都没有过。王爷，就等你了。军尚书笑道：今日之舞，当真是热闹。如今王爷也到了，这比武切磋，时机恰好，也当开始。军尚书给了手下的人一个眼神，手下便去了比武场斜侧面的锣前。3声锣定，便是比武之初，不允许比武学生再入场了。周围的人不由看向了沈宁。
不禁唏嘘。当年沈宁振臂一呼，上京的英才都在他身边围着，而今去了紫金武堂不说，还就这么几个人，连师长的数量都不如，当真是苛碜落魄。沈宁察觉到四下充满异样的目光，平静地擦着枪。就算身后并无多少人，只要是他的战场，哪怕仅仅只是个切磋，他也不会后退一步。沈小姐，你要当心手，等会儿使枪的时候小心些。君二公子好心地说，引来一阵低低的笑声。咚！第一声锣震天响。柳慧双手环胸，骄傲地在君光祖身旁，嘲讽地望着对面。咚！第二声锣破长风。即将砸下第三声锣的时候，却见比武场西边的尽头，群人足步踏地，溅起灰尘，踏出了轰然如闷雷的响动声。200位身穿比武内甲的紫金学生，拿着各式各样的新旧兵器，竭力地迈动双腿，狂奔而来。咚！第三声锣金四方。第91章紫金陈欢欢，奉明君光祖。初冬的阳光有几分乍然的暖意，落在每一个年轻学生的面孔之上，自一双双清亮坚毅、带着红的眸子，折射出几许破茧成蝶的微光。沈宁擦枪的动作一顿，微风掀起他鬓间的碎发，浅红色的唇勾起了淡淡的笑。他清楚，这些学生几乎靠着向死而生的意志力，才赶来这比武场。个人生死不过血溅5步，大丈夫掉了脑袋也就碗大的疤。但君光祖用家人来威胁，即是又蠢又坏，更让黄武阁学生寸步难行。然而习武之人原就把头系在裤腰带上走悬崖，若是柴门出身，就得带着全家去拼、去闯、去杀出一条血路。唯有如此，身后家人才不会是永远的软肋，而会成为他们心底里最坚硬的盔甲。他们也别无选择，不管往前走还是往后退，位高者都不会放过他们。皇权至上，武学当道，家破人亡不过是顷刻间的事。沈宁深知这一点，普通人家如此，沈家亦如此。对面柳辉怔了怔，眉头紧紧地皱起，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他在黄武阁待了2年，当然知道这些学生有多消沉，有多怕死。君光祖半眯起眼睛，有意思。诸位师长，沈阁主，很抱歉，我们来晚了。王二狗红着眼睛说，来了就好，来了就好。赫连远山笑了笑，背过身用手背拭去了泪痕。李清奎用手拍了拍胸脯的内甲，发出铿铿的响声。沈小姐，等以后被埋进土了，我李清奎都要穿着这内甲去见阎罗。沈宁无奈笑道，胡说什么话。李清奎咧开嘴憨憨的笑。萧初晨一脚踹在李清奎的臀部，好你个李清奎，玩我们是吧？叶静熙狠狠瞪他，好玩吗？人家这不是来了吗？李清奎揉着臀部说。王二狗笑，都怪大奎生得这么壮，走路还慢，我们才来晚了。对，都怪我，怪我。李清奎笑着宽慰萧初晨，姑奶奶别生气了。萧初晨展露笑意时，眼睛浮上了一点的红。黄武阁学生何在？沈宁忽而喊道。李清奎从叶静熙的手里接过武堂旗子，用力猛插在地上，和所有人的一同踏步于地，发出整齐的响声。黄武阁学生应到231人，实到231人，愿随阁主把他奉明武堂打个落花流水。李清奎扯着嗓子喊到面红脖子粗。沈宁挑起了一侧的眉梢，手执长枪往前迈出一步，眼神冷冽地看向了君光祖。君三公子，让你失望了，我黄武阁学生一个不少，一个不少。柳慧神色陡然一变，这话俨然是在把他的颜面踩在足底下摩擦。士别3日，确实该刮目相看。君光祖朗声笑，没想到沈小姐一声令下，就有黄武阁的学生为你马首是瞻。不过这不禁让君某想到，多年前沈小姐你长枪所至，纵马所过，可都是有上京贵子贵女们的身影啊。这话说的倒是有水平，弦外之音都是在贬低黄武阁的学生们。沈宁身后虽有230位学生，却都不如当初的王孙贵族，严重打击了黄武阁的士气。当然也有你君三公子的身影。沈宁似笑非笑，给君光祖堵得一肚子的气。君光祖撇头看见顾颖南，眼珠子一转，说道，顾将军当真是辛苦了，受伤在榻，都不忘来比武场。顾颖南一直在看着沈宁，听见君光祖的话，缓慢的摆摆手，都是为圣上效命，本将也是想多挑几个人才。诸位，这次比武切磋分为2种，一种是个人切磋，第2种则是多人比武。3声锣定，先是个人切磋，采用3局2胜制。至于3场切磋的人选，各自武堂选定之后，把名字交给北渊王即可。沈阁主，对方2流武者比我们的多。叶静熙蹙眉，所谓的切磋比武，如若个人战和多人比武1胜1负打成平手的话，就会默契的延长一场，各选出最强的人出来应战一决胜负。我去。陈欢欢说，我从明月城到上京打过不少架，也交手过2流强手，打得不分伯仲，
最近我的实力也增长了不少，有一战之力。还有我。李大奎低声道。至于最后一个，小宁，就你吧。赫连远山看向了沈宁，沈宁一怔，便点点头。邓伯斐写下名字，分为3次递给北渊王。凤鸣武堂那边的老师傅中山还手执符沉像的道士，把名字给了北渊王后，哼声对邓伯斐道：伯妃啊，你说这种毫无悬念的切磋有何意义？你子金武堂黄武阁对我凤鸣武堂的黄武殿虽都是黄武学生，但实力悬殊，庸碌之人快马加鞭也追不上。我觉得你们那的学生也怪可怜的，听说明年都要离开上京了吧？这样好了，我也认识不少人，给他们介绍介绍点活儿。我这人啊，一直都是很有善心的。不说话是会死吗？轿辇上的男儿眉峰一皱，冷如皎月的眸爬满了血雾封天般的厉色。四山野的万兽之王看向中山海的眼神和说话的语气，有一种吃人的狠厉。中山海的手抖了下，臂弯的拂尘差点掉下去，好在他颤颤巍巍的手及时抓住。王爷。中山海的嘴唇都在哆嗦。男人半垂下鸦语般的结意，淡声说：滚吧。中山海咽了咽口水，不敢有一个字的怨言，吓得屁滚尿流的回到凤鸣武堂的区域。邓伯斐嘲讽地看着中山海，继而向北渊王作揖颔首地行礼，方才走了回去。众人都下意识地看向了燕云彻，那是瘦长白净、骨节分明的一双手，优雅而缓慢地拆开了中山海和邓伯斐送来的2张纸，将上边写着的名字领声道出：紫金陈欢欢，凤鸣君光祖。沈小姐，我过去了。陈欢欢说。沈宁点头道：正常发挥就好。陈欢欢对战军光祖的话有5成的胜算。军光祖就是个纨绔公子，武学造诣不高，二流武者徒有虚名，但陈欢欢的实战经验很丰富。赐教。陈欢欢跃到舞台，抱拳行礼后直接拔刀砍向军光祖，刀法强悍凌厉，是简单粗暴的快很准，力量的爆发让舞台外的人都惊了一惊。陈欢欢正一路高歌前进，把军光祖逼到了死角。这时凤鸣武堂学生的后面走出了一道身影，他就那么一喊：欢欢女儿，爹来看你了。陈欢欢拿着刀的手猛地一颤。第92章沈阁主，大奎不给你丢脸。陈欢欢扭头看去，瞳眸紧缩。说话的中年男人穿着最破旧的衣裳，才40来岁就半白了头发，许是终日醉酒，流连床子，既无精神气儿，眼睛还像是有浑浊的水儿。欢欢，你看，我带你娘来看你了。陈高打开包袱，是陈欢欢母亲的灵牌。他一边用发黑的手抚摸灵牌，一边流着泪说：莲啊，我们的女儿有大出息了，你泉下有知，一定要高高兴兴的，知道吗？一股寒意冲向陈欢欢的4肢百骸，他满身的血液凉得像是灌入了冰霜。他究极厌恶这个自称是他父亲却从未履行过父亲职责的男人。他的脑子里无限回放着母亲从水里打捞上来死不瞑目的尸体，母亲的眼睛在瞪着他。武道之事稍有疏忽就是节节败退。砰！军光祖见机一脚踹在了陈欢欢的腹部，陈欢欢被踹得背部砸地，滚到了不远处，就连常年带在身边的刀都脱离了手。真以为自己了不得了，适才小爷我不过是让你几招罢了。军光祖嗤笑。欢欢！萧初晨大喊，把刀拿起来。对，快把刀拿起来啊！李青奎歇斯底里的大喊。欢欢，快站起来啊！陈高跟着喊，你娘在天上看着你呢，你要争气啊！沈宁冷漠地望着陈高手里的灵牌，陈高每一句看似关心的话，都是把陈欢欢推进地狱的魔爪，而这就是陈高的目的，也是军光祖的目的。偏生陈高作为陈欢欢的父亲，带着母亲的灵牌来，像是为陈欢欢好，无法阻拦这个行为。赫连远山蹙起花白的眉，刀离手，胜负定，认输吧。沈宁沉声道：欢欢听我的，认输。沈小姐。叶静熙眼睛发红，很是不服。明明陈欢欢能战胜军光祖的，若非其父出来，紫金黄武阁会拿下漂亮的一战，而这一战至关重要。3局2胜的话，他们见识过沈宁的实力，沈宁的胜算很大。陈欢欢是所有学生里面实战经验最多的，这一场若输了的话，黄武阁的个人赛几乎直接败北。李青奎在黄武阁实力还可以，但凤鸣武堂个人实力最强的2个人都还没出战，而且认输需要舞台上参加切磋的比武者才能说。认输2个字刺激到了陈欢欢，他努力让自己清醒过来，从发上拔下簪子，一簪子扎在了军光祖的大腿，血液顿时往外溢。啊！军光祖痛苦的低吼，随即一脚发狠地踩在陈欢欢的脸上。军光祖将簪子从大腿拔出的左手，虎口处有一块被咬的疤痕。陈欢欢进入上京城的第1天就被他看上了，不仅把他骂了一顿，还在他的手上给狠狠咬了一口。
看着倔强反骨的女人在自己的足下痛苦，军光祖心里是何等的快感，都忘记了腿上的疼痛。啪砰，军光祖又一脚踩到了陈欢欢的脸上。他还专门踩陈欢欢的嘴，就是为了不让陈欢欢说出投降的话。踩到陈欢欢下巴脱臼，完全不能开口了，然后去踹陈欢欢的身子，一脚一脚又一脚，当牲口一样。沈宁咬牙道：“军光祖，我们紫金认输。”中山还甩着拂尘说：“沈小姐，认输不是这么个认法，得他陈欢欢亲口说。他哪里还能说话？你这不是强词夺理吗？”赫连远山拂袖大怒。中山还耸了耸肩：“那就是你们的问题了。”噗嗤，最后一脚，军光祖踹在陈欢欢的腹部，踹得陈欢欢上半身拱起了些许，口中吐出的鲜血宛若血雾般。陈欢欢的脸上都是淋漓的鲜血。军光祖一手拽住陈欢欢头发朝地上撞：“不是要认输吗？认输啊，说啊，怎么不说了呢？连认输的勇气都没吗？”他大声喊。陈欢欢的眼睛发红，浑身都在颤抖。嗨！军尚书端坐太师椅，以拳抵唇，轻咳了一声。收到父亲提醒的军光祖也知道不能真把人打死了，就揪着陈欢欢的脖颈把他丢出了舞台，并一剑斩断了陈欢欢落在舞台的刀。陈欢欢被丢出舞台的刹那，骏马上的绿衫青年掠出，双手抱住了陈欢欢，再缓缓落地。陈欢欢竭力地睁开被血水模糊的眼睛，看到了沈修白的近乎完美的侧脸轮廓。军光祖如个胜利者，站在舞台俯瞰沈宁：“沈小姐，你的人不怎么样。”沈宁看了眼伤得很重的陈欢欢，面无表情的道：“伯飞先生，把第二场应战之人名字送过去吧。”转而对着李清奎说：“大奎，上去之后直接认输，不要打。可是，听我的没错，大丈夫能屈能伸，该认输的时候果断认输也是好男儿所为。”沈宁皱眉道。李清奎目光一闪，便点头应下：“王爷，该宣布第二场的人了。”军尚书温和笑道。燕云彻冷厉阴鸷的眸色浅浅的扫了眼军尚书，便说：“李清奎，秋雷。”秋雷是个货真价实的二流武者，也是凤鸣黄武殿第2强的学生。他和李清奎一样，生得壮实，雄赳赳气昂昂的，与李清奎不相上下。紫金的女人不行了，男人就来了吗？秋雷手执双刀，嘲讽地道：“大奎。”沈宁喊了声，他要李清奎认输。秋雷来到舞台展现的那把双刀是江湖上的名刀，一把刀对于一个战士来说也是输赢的关键。沈阁主，大奎不给你丢脸。我是沈阁主的人，是沈家沈宁器重的人，我就算是死在这里也不会认输。沈宁的心脏猛地一颤，看向李清奎的眼睛里多了一丝热意。他睁大了眸子，咬牙许久，狠声道：“好，那就像个男子汉一样去打，去打得痛痛快快。”他的双手紧攥成拳，眼中有热泪滚烫。既然拉不回这头犟驴，那就放手任他去战。李清奎大笑着站上秋雷，内力稍逊，刀法不够精进，兵器更不如对方的吹毛断发。接连3次刀刀相碰后，第4次，秋雷的双刀斩了下来，斩在李清奎祖传的刀上，留下了2个很深的豁口。砰砰砰！秋雷手执双刀高举在落，继而连斩3下，使那2个豁口越来越深，几近斩断。李清奎连忙收刀，秋雷如法炮制第一战般，双刀挑过李清奎的身上，足足35刀，每一刀都差点碰到骨头，也刚好符合比武切磋的规矩。李清奎就是不肯认输，身上都像个血人了，倒下许多次都再次站了起来。沈宁的眼睛爬满了几道血丝。80刀后，秋雷双刀往下依旧是割裂李清奎的皮肉，但节节败退的李清奎像是疯了一样，突然抱住了秋雷，任由双刀贯穿自己2侧的肩胛骨。他趁这个机会死死地抱着秋雷一起滚了下去。四周一片寂静，这样的结果是平手。这李清奎真不怕自己的身体废了。军光祖眼神阴冷，秋雷后知后觉才知道李清奎故意让他掉以轻心，就是为了和他打成平手。他一怒之下把卡在李清奎2侧肩胛骨的双刀拔了出来，鲜血流出溅在了他的脸上。李清奎疼得仰头大喊大叫。叶敬熙、王二狗、萧初尘等人连爬带跑的过去，流着泪把李清奎扶回。沈阁主，对不住。李清奎眼含热泪，我还是没能赢。沈宁看着他一身的血伤，胸腔内团着燎原之火。你已经做得够好了。他哑声说，剩下的交给我吧，伯飞先生，劳烦你给大奎上一下药。他深吸了一口气，把破云枪递给了采莲，赤手空拳走向舞台，手掌一拍，翻身上了舞台。众人见此都是一愣，随即便恍然大悟，看来紫金第3场派出的人是沈宁了。只不过军尚书提醒道：“沈小姐，你的兵器没带。”
对付凤鸣黄武殿没用的废物们，还需要什么兵器？尚书当真是抬举他们。沈宁立在舞台，斜睨下去，冷声喝道：“也别等王爷开尊口了，凤鸣第3场对战的废物，直接给我滚上来吧！”陈欢欢、李清奎，他们是怎么受的伤，他就要怎么样讨回来。第93章，世上从未有过春雪。沈小姐果真是江门虎女，而今一见，更甚传闻。随着浑厚低沉的嗓音响起，但见凤鸣舞堂之中走出了一个精瘦的男子。男子鬓若刀裁，长眉入鬓，狭长的丹凤眸隐隐有阴鸷之气。他的身后交叉背着2把双刀，见沈宁赤手空拳，作为男人的他便把双刀取出丢到了一边。双刀流起源于南黄大国的春雪一派，俗称春雪秋家。双刀流残暴到刀刀见骨，视人为牲口，执刀之人犹如屠夫杀人如麻。传闻春雪起兮，屠夫所命。走上舞台的男人正是凤鸣舞堂黄武殿之中实力最高的一个人，同样也是秋雷的同胞兄长秋双斩。鄙人秋双斩父母起名是望鄙人兴盛双刀流，让春雪秋家之名再辉煌于江湖。秋双斩边走边说，双斩之名便是希望刀如人名，双斩不留情，刀下只有亡灵之血，而无敌人残喘之息。秋双斩的眼睛和说话时浑身的气势透着一股屠夫的血腥阴绝。这就是你凤鸣舞堂的做派？赫连远山指着舞台上的秋双斩大怒，这秋双斩分明是你凤鸣舞堂玄武殿的学生，怎么能带黄武殿上舞台切磋？中山海捋了捋胡须，气定神闲地道：“远山兄，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作为武堂的师长，怎能不关心上京各家武堂之事？前不久，双斩他以下犯上，惹恼了凤鸣老师傅，因此被贬到了黄武殿。如今作为黄武殿学生来参战，你说合乎情理吗？合乎规矩吗？也合乎。既是如此，远山兄这又是闹的哪门子脾气？若是输不起，就别切磋了，索性聚在一起赏天赏地得了。”赫连远山怒到不行，邓伯斐及紫金武堂的一众师长脸上都挂不住了。从军光祖到秋雷，再到今的秋双斩，都是在给紫金下绊子。紫金黄武阁学生的整体实力本就偏弱，对方还使这么几个阴招，的确是合乎规矩。叶静熙忽而高声道：“中山海笑，你看你们学生也这般觉得吧？”叶静熙又道：“不过若凤鸣对战的是最好的燕京学宫，怕是做不出这么多合乎规矩的事情来吧？”中山海等人脸色齐齐一变，事情确实如此。像这样的阴招，各大武堂之间都想得出，但彼此的武堂有地位，学生有身份，都讲究和气生财，所以啊，柿子还是得找软的捏。紫金黄武阁的200学生们都在不甘地囔囔着，他们不愿再看到沈宁重蹈覆辙，走陈欢欢2人的老路。这秋双斩都是2流强者里面的顶尖了，而沈宁才刚刚到2流。听闻秋双斩还在江湖上宰杀过人，这2流与2流之间也是有巨大的差别。我们不同意。王二狗带着紫金的学生用尽吃奶的劲儿喊到面红耳赤，瞪着眼睛又气又恼。沈宁抬眸看向了对面的秋双斩，随即缓声道：“开始吧。”所有的声音都停了下来，目光皆落定在他身。赫连远山皱眉：“小宁莫要冲动，既是合乎规矩，那就是合情合理的比武切磋。”沈宁勾唇一笑：“阿宁。”顾影南担心地道：“不可意气用事，你连2流都不是，如何应战？”沈宁阴沉沉的眸冷冽似霜地瞥了眼顾景南。紫金黄武阁的学生和凤鸣军光族等人都齐齐望向说话的顾影南。顾影南端坐轮椅，自持着所谓的风度，还以为这些学生都是在钦佩他，竟还能关心沈宁，却不知学生们看顾景南的眼神就像是看隔壁村的二傻子。萧初晨冷声道：“顾将军，沈阁主今已是2流强者，就不劳烦将军关心了。”沈青山在马背上笑：“顾将军说话之前不三思，关心人也不知多打听打听，真不知这数年是怎么跟定海大将周旋的，该不会击退定海之人是另有其人吧？”沈青山年纪小，不知世事险恶，大哥沈金峰帮顾影南渡过难关的事，他更不清楚。他只是单纯看这位前姐夫不爽，不仅用最大的恶意揣测，能对2句的时候，自然也不会嘴下留情。但说者随遇，听者却是有心。顾影南面色如灰，骤生出心虚，蓝莲枝放在轮椅上的手微微一颤，结意也跟着轻轻抖动。另有其人4个字盘旋脑海，久久挥之不去。那一战让他对顾影南一见钟情，方才有了后来的事。轰的一声，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却见秋双斩的脚掌朝地上一踏，足下舞台瞬间裂开了几道宛如蛛网般的缝。他低低一笑，阴恻恻地看向沈宁：“沈小姐，武学之事不分男女，邱某可是连女人都打的，
沈小姐若是怕吃皮肉之苦，就早早认输，好过让沈老将军心疼。凤鸣武堂对待沈宁，自不会像对待陈欢欢和李青葵那样。沈老将军，郑蔷薇老夫人带着3个儿郎在旁边看着呢。但只要沈宁认输，沈家这脸就没处搁了。围观者们看见秋霜斩的力量，都轻吸了一口气，同时也为沈宁捏了一把汗。紫金的学生心脏更是跳到了嗓子眼，忧心忡忡都写在脸上。春雪秋家的后辈，废话已经这么多了吗？倒真是一倍不如一倍。对付你，我不仅不用兵器，还不需要眼睛。就在众人不理解这话的意思时，沈宁撕开袖衫一截，绑住了自己的眼睛，在后脑勺打了个结。此举无异于是羞辱秋霜斩。秋霜斩骤然一怒，直接狂奔而出，蕴满内力的一拳似猛虎下山，直接打向了沈宁的脸。风吹草动传入耳，沈宁不需要去看，直接侧头就惊险又敏捷地躲过了这一拳。秋霜斩第2拳接踵而至，砸向沈宁的面孔。沈宁再次一侧，秋霜斩连连往前，双拳如雨点落下。沈宁后退之时，就算不用眼睛，也能在短时间精准无误地躲过秋霜斩的每一拳。秋霜斩趁沈宁不注意，一脚踹向沈宁的腹部。倏然间，沈宁脚掌踏得腾空而起，落下之际恰好踩在了秋霜斩的头部。风过无声，他淡淡道：春雪秋家现在只出废物了吗？哦，是我忘了，这世上从未有过春雪，你秋家也不过昙花一现，真可怜啊。第94章，沈宁是个疯子。他踩在秋霜斩头顶之上，用着最平淡的语气说出了极尽嘲讽的话语：找死！秋霜斩瞬间失去理智，他引以为傲的就是秋家，他最意难平的也是秋家的没落。沈宁所说的话就像是钢刀扎在了他的身上。秋霜斩狞笑道：沈小姐当日义无反顾嫁人，可又知今日之惨况？他意图摧毁掉沈宁的理智。说罢，双手朝上伸去，就要抓住沈宁的脚踝。沈宁借力一蹬，同时一脚踹在了秋霜斩的面门，而后徐徐落地。秋霜斩迎面就来，出手时压低声音说：陈欢欢和李青葵得废了吧，他们这么崇拜你，很可惜跟错了人就是这样的下场，他们还真活该。对了，把陈高带来的主意是我出的，也是我让我弟弟砍人见血不伤骨的。沈小姐，你说谁才是废物呢？你武将之女，沈家重臣，高高在上又如何？顾影南还不是弃你如草芥，连睡都不想睡你，怕是睡腻了吧？再好的女人也就这样。他的嗓音很小，只有沈宁听得见。轿辇上的燕云彻缓缓垂下了漆黑如墨的结翼，遮住了雾沉沉的眸子。秋霜斩所说的话，对于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女人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他就等沈宁崩溃，趁其不备下重手，只恨沈宁的轻功太好，宛若飞燕清风，却不曾想到沈宁趁他说话之际，拔掉了发上的簪子，一簪狠狠地扎进了秋霜斩的右侧眼睛，血液溅出，秋霜斩惨叫连连。他捂着眼睛倒退，用剩下的一只眼睛看向了沈宁。沈宁缠木的白缎上染上了几滴血，血珠并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晕染开。秋霜斩，沈宁勾唇一笑：你忘了，女人都是会带簪子的。四下都是倒抽冷气的声音。住手！军光祖大怒：住什么手？有哪一条规矩说不能呲眼睛了？叶静熙反问。军光祖恶狠狠瞪着叶静熙，叶静熙和紫金学生们都狠狠瞪了回去。沈宁，好，你这个毒妇，我也不必看在沈老将军的面子上对你手下留情了。秋霜斩撕下一截袖衫，把自己的右眼绑住，气沉丹田，运转四肢，盛怒之下速度快若闪电奔向沈宁。他满目杀气似欲迸发为实质，进攻如狂风暴雨，愈发猛烈。沈宁站立不动，染血的白绸缓缓地落下。他一手抓住白绸，迈动双腿奔向秋霜斩。自他头顶翻空而去的时候，双手用白缠死死地缠绕住了秋霜斩的脖子，内力灌满双足。他用力全力在秋霜斩的身后拉紧白绸。秋霜斩反手一掌打在沈宁的腹部，低吼：去死！刺了！白绸撕裂断开。秋霜斩迎面来，沈宁再次发狠地往前冲去，身子悬空而起，一脚踹在了秋霜斩被簪子刺过的右眼，一连12踩，使得鲜血从眼眶狂溢而出。秋霜斩低吼，双手抓住沈宁高高举起，用力地摔在地上。他一脚要踩到沈宁的身上，沈宁翻滚而起，一拳砸在了秋霜斩的右眼。不管秋霜斩如何对付他，他就直攻秋霜斩的右眼，遮眼的布条瞬间血淋淋的，这眼球几乎被踹爆了。秋霜斩再也承受不住眼睛的疼痛，用双手去护着眼睛。
沈宁右腿高抬，膝盖如铁撞在了邱双展的腹部。邱双展往后退时，双手还在护着眼睛。沈宁将别在腰部的簪子取下，直接扎到了邱双展的身上。簪子避开邱双展的骨头部位，沿着血肉扎下去。邱双展要用双手去护住骨头的时候，沈宁的簪子再次扎进了邱双展的右眼。这般的狠厉血腥，宛如屠夫对待他刀下的猪狗，看得众人渗满了寒气。一些年纪小的女孩直接吓得低喊了声，用手紧紧地护住眼睛，不敢去看。这一刻，他们看着沈宁的眼睛多了一丝恐惧。邱双展意识到，从自己没护住眼睛的那一刻开始就落败了，继续打下去就是陈欢欢和李青葵的下场。我认。梳子还没出来，沈宁横来一脚踹在了邱双展的嘴巴。你说什么？他问的时候，眼睛漫开了一抹红，唇边似有残忍的笑意。这样的神情，17惊了一跳。他在王爷犯病的时候看到同样的眼神，像是极端的疯子，似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怎么会？17咽了咽口水，认输。砰！不等邱双展把话说完，沈宁一脚猛踹了过去。他攥着邱双展的头发，问：认什么？邱双展刚张开嘴，沈宁拽着他的头发，过肩摔后猛砸在地。说啊，不是要说吗？怎么不说了？是春雪邱家的人不会说话，还是凤鸣的废物张不了嘴？沈宁扯着唇问，学着军光祖的样子，一脚踹向了邱双展。不过他踹的是眼睛，隔着布料把邱双展的右眼踹成了残渣。随即半跪下来，学着邱雷的刀法，用簪子一簪一簪扎在了邱双展的身上。这边动静越是大越是惨烈，舞台周围的看客就越安静越惊悚。军二公子喉结滚动，恐惧迎上心头，忽而觉得过去所受的屈辱跟这么一比不算什么了。他不敢再找沈宁的麻烦，沈宁就是个疯子。李青葵躺在竹床被医师们治疗着，他不愿被抬走，他不愿沉睡，他要睁大眼睛看着，脸上的表情复杂到又哭又笑。那侧沈修白还抱着陈欢欢，要走的时候，陈欢欢攥着他的衣料说：我要看下去。他看见沈宁把前面2战的屈辱都讨了回来，2行泪水从眼眶滑出。吴公子，他泪眼婆娑地问：我是不是个废物？不是。沈修白望着舞台，淡声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不同的恐惧，就好似他夜夜梦魇，总是梦到自己把沈宁推进深渊的画面。跌倒不可怕，失败不可怕，恐惧也不可怕。沈修白道：可怕的是跌倒了就起不来，失败了就万念俱灰，一辈子都活在恐惧之中，都迈不过去。陈欢欢泪如雨下。顾影南望着舞台的那一幕，非但没感到害怕，眼底还涌现了狂热之色，心也跟着怦然颤动。舞台，砰！沈宁又一簪子扎在了邱双展的左眼，他泛起血色的眸，氤氲着狠厉之色，宛如饿狼般看着邱双展。我说了，不要小看女人。他攥着邱双展的头发，把邱双展提起，在其耳边轻声说：他之所以不带破云枪，目的就是为了邱双展强撑男子气概而放下双刀。他先前能打过顾影南，是因为了解顾影南的招式思路，而顾影南也没对他真正意义上动手。可这邱双展却不同了，因而失去了双刀的邱双展战力会减少1/3。啪！军尚书拍案，沉声道：沈宁，你违规了。违规？华盖马车的后石帘子被掀开，一身军装盔甲的沈国山走了下来。军尚书，本将问你是哪里违规了？沈国山直视军尚书的眼睛，压迫感如暴风雨，碾压向了军尚书。第95章，那么猛的邱双展都被打成筛子了。军尚书对上沈老将军的一双眼，倏然间心惊肉体，适才的嚣张气焰瞬间消失成烟，脸庞之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堆满了友好的笑容。沈老将军，春雪邱家虽已没落，但当年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君上书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朝廷也好，江湖也罢，皆行君子之道，赶尽杀绝并非君子所为。沈小姐，她是老将军您的女儿，我这也不希望别人都把中庸武将世家的沈府认定为心狠手辣之人。邱双展眼睛一毁，再切磋比武下去。说完了吗？沈国山问。君上书怔住，嘴皮子动了好几下，才道：说完了。说完了就可以闭嘴了。沈国山嗓音雄浑，满是中气十足的劲。君上书欲言又止，还是忍不住道：沈老将军，君上书，你今日的废话可有点多。沈国山喝道：我沈家若不心狠手辣，哪有你今日的指手画脚？适才陈欢欢、李青葵2位紫金学生受伤之时，怎么不见君上书你道貌岸然，口谈君子之道？如今扯什么君子之道，不是放狗屁是什么？君上书要是不服，大可吵到金銮殿上去，让圣上来主持大局，
且看孰是孰非，何为君子之道？字字句句轰炸而来，把君尚书堵得哑口无言不说，脸色也如锅底般难看。爹！君光祖急道：“闭嘴吧你！”君尚书懊恼地皱起眉头，横了眼君光祖。砰！沈宁一脚踹得秋霜斩面目全非，簪子在君尚书二人对话的时候就扎穿了秋霜斩的舌头。他的身上、面颊等多处地方都有晕染开的鲜血，乍眼看去像是唯一从修罗场走出的活人。沈宁一把攥住了秋霜斩的头发，面无表情地拖着秋霜斩巨大而魁梧的身体，步履缓慢平稳地前行到舞台正北面的边沿。舞台以北的前方正好是君尚书监舞的地方。秋霜斩拖行过的地上，在舞台画出了深红色的血迹。沈宁抬手擦了擦侧脸的血迹，却使脸上的血糊了一大片，一双眼眸平静如海地注视着君尚书。君尚书眉头紧蹙，与之对视的霎时却是如坐针毡般。君尚书适才说什么，晚辈并未听清，劳烦君尚书再说一遍。他明明语气温和，淡如清风，可偏偏这一幕的画面堪称是惊悚。他的手甚至还抓着秋霜斩的头发，遮住秋霜斩一只眼睛的布料早就掉落了，露在外的一双眼睛堪称血肉模糊，让人看得触目惊心，简直是晚上会做噩梦的程度。嗨！沈国山以拳抵唇，沉咳了声。君尚书，他寻思着自己上辈子是欠这父女俩人的。没什么。君尚书看着沈宁的眼睛说，纵是比武切磋，也别太累了。凤鸣武者，紫金学生。一时之间，敌对的、同边的都沉默了。有劳君尚书关心了。沈宁说罢，无端一脚发狠地踹到了秋霜斩的面孔，冷声道：“君尚书跟你说话呢，没听到是吗？怎么不说话？当真是胆大包天，岂敢对尚书大人无礼？”随后用一双覆满鲜血的手对着君尚书作揖低头：“尚书大人莫要见怪。”君尚书，嗨，他也是无法开口说话，焉能怪他？沈宁大人此言差矣，他若对尚书大人心存敬意，敬重大宴礼法的话，就算是死了，也得给我从棺材板里爬出来给大人行礼。众人听得那是目瞪口呆。君光祖之流更是被一口气堵得似要归西。这段时间的沈宁沉默寡言，性情平淡，都以为他已无当年之张扬，却不知狠劲更胜以往。当年一袭红衣艳绝上京，而今白装五杀凤鸣。沈宁，你不要欺人太甚！秋霜斩的弟弟秋雷终是忍无可忍，瞪目大喊道，额头、手背青筋狠狠抱起，眼睛里的血丝粒如刃片。沈宁眯了眯眸子，轻挑起了一侧的眉，望见秋雷，眼梢间的红又弥漫了许多。他把簪子从秋霜斩的口中拔出，疼得秋霜斩浑身发颤，抖如筛糠。秋霜斩从最初的愤怒到如今只余下万分的惊恐。沈宁压根就不是人，是会活吃人的厉鬼。沈宁在秋霜斩部分还算干净的衣料擦拭掉簪子上的血迹，一面擦一面说：“欺人太甚的前提是欺的是人，可你们兄弟二人貌似与人不沾边。我累了，你自己滚下去吧，在我想杀了你之前。”失去了一双眼半条命的秋霜斩连惨叫的力气都没了，而听到沈宁话的他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一点一点的往前爬到五体的尽头，不管不顾的滚落下去。秋雷抱住遍体鳞伤的兄长，向野兽低吼出声。沈宁独自站立在舞台之上，望见紫金学生的时候，他平缓地露出了笑：“我们没输。”一阵死寂过后，爆发出狂欢的声音，个个都如过大年般的高兴，更有甚者喜极而泣。李清奎热泪盈眶，放心地晕了过去。医师们好一阵忙活。陈欢欢不再抓着沈修白的衣襟，沈修白抱着他走向竹床，请医师们治疗。却说凤鸣武堂的学生俱是面如死灰。最后一场个人站下来，凤鸣武堂的斗志士气荡然无存。没说，我们紫金没说。王二狗喊道歇斯底里。萧初沉面含笑意，和众多学生一样，在看向沈宁的时候，好似有了更细微的变化。旁人不理解紫金学生鬼哭狼嚎的做什么，但却会永远记住舞台上的那一幕，血腥残忍，永远是最吸引人眼球的。燕云彻躺靠在娇辇，浅浅的抬眸，笑意连连散开。那一刻，他温润如玉，灿若星辰，周身似有华光流转，红得惊艳四然。最后缓缓宣布着结果：比舞台个人战，紫金、凤鸣平手，1输1平1胜，自是平局。在想什么？16见17神情古怪，问道。17默然不语。他当然不会告诉16，他在想自家王爷抗奏与否。那么猛的秋霜斩都被打成筛子了，自家王爷从不习武，照这么个打法，能有几年活头？17纠结地眉毛都打了死结，把16看的五官都皱了起来。第96章，
安心睡一觉，醒来便是万事大吉。沈宁走下舞台，去竹床那边看了看李青葵和陈欢欢的情况，并道：“劳烦诸位，定要给他们用最好的药。”李青葵昏厥了过去，陈欢欢尚有理智，嘴唇颤着想要开口说话。沈宁坐在竹床边上，食指轻抵在陈欢欢的唇：“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好好歇着，其他的事不要管，也不要想。”陈欢欢被沈修白抱在怀中，迟迟都没放下来。沈宁多看了眼自家五哥，并未多说什么。安心睡一觉，醒来便是万事大吉。沈宁浅声道。陈欢欢亦不再咬牙坚持，缓和上了双眸。而就在这时，陈高抱着王妻的灵牌走来：“欢欢，你还好吗？爹爹来看你了。”陈欢欢刚要睁开眼睛，就见沈修白温柔的大掌附在了他的眼睫，让他深陷于黑暗，却带来了与众不同的光明。沈宁默然问道：“你是何人？”“我是陈欢欢的父亲啊。”陈高说。“来人，把这个扰乱秩序、冒充陈欢欢父亲的人给我带下去。欢欢出生于明月城，父亲也在明月城，岂由得你来颠三倒四，乱做人妇？”沈宁冷嗤道。适才陈高在凤鸣武堂的范围不好动手，但陈高敢不知死活的来这边，那主动权就不在凤鸣武堂了。王二狗和萧初晨并肩而来，动作迅速的擒住了陈高。“我真是他爹啊！你们干什么？放开我！都这个时候了，还想当人爹呢？我呸！”王二狗啐了一口，和萧初晨一起把陈高拽到燕云车的轿辇前。“见到王爷还不下跪！”萧初晨踹在陈高膝盖的后侧，踹得陈高膝盖弯曲，身子往前扑去。王妻灵牌从陈高怀中飞出去时，萧初晨出手迅速，稳稳当当的接住了灵牌。王二狗行礼之后道：“王爷，此人冒充紫金学生的父亲，恐是居心叵测。自从他出现后，陈欢欢就失了定力。像我们这样穷苦人家的孩子，父母在遥远的家乡，他突然冒出来，实在是可恶。还请王爷为紫金学生做主。”王二狗两人都很聪明，当机立断就要请北渊王做主，就是不愿把陈高放回凤鸣武堂和君尚书那里。王爷啊！君光祖慌了，就要去阻止，君尚书狠狠掐了一把他，疼得他低呼了声。而后便见君尚书对着北渊王讪讪的笑，犬子是太崇拜王爷了，看见王爷惊喜雀跃，难免有所失态。燕云彻淡淡的收回眼神，也没开口说什么，就抬了抬白皙的右手。16心领神会，一步过去，打晕了陈高，绑丢在了后边。却说皇宫御书房内，元和皇帝穿着随性洒脱的坐在了龙首案牍前，接过老太监弓腰递来的茶盏。戴着恶鬼面具的黑衣人就单膝跪在元和皇帝的旁边，一一讲述比武台的来龙去脉。元和皇帝轻抿了一口热茶，紫金前2场，北渊王都没出手。黑衣人：“王爷旁观监武，不曾阻止。”元和皇帝摆摆手，黑衣人身轻如燕，悄无声息地掠出了御书房。不多时，又一位黑衣人进来，呈上了一叠泛黄的纸，纸上的字龙飞凤舞，充满了囚禁。黑衣人单膝跪地道：“回禀皇上，定幽的人来了消息，神农谷老神医也在来的路上，今晚就能抵达上京。”定幽是北渊王燕云彻的封地。元和皇帝翻看案牍上的泛黄纸页，不疾不徐地道：“云彻在定幽这么多年，都没人看到过他习武，看来确实是朕多想了。云彻是朕最疼爱的弟弟，他若习武，又怎会特意瞒着朕这个皇兄呢？”元和皇帝和蔼的面庞，笑意渐深。他靠在龙椅，爽朗的大笑了几声。上京比武场，紫金、凤鸣都在准备多人战，兵法阵法、士气意志、凝聚力、默契感，都是多人战取胜的关键。两大武堂各派出200人，各执一面武堂旗帜，率先夺得对方旗帜的武堂胜之。呵呵，凤鸣武堂整齐划一的200人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喝声，气势威猛，如万钧之雷。中山海骄傲自在地道：“深海是黄武殿默契最强的学生，他们同吃同住，潜心修习数年，虽还在黄武殿，但已不输玄武殿了。前不久骁骑将军看上了他们，说他们如无量深海，不可测之，未来无穷。”深海队的每个学生实力都很平均，组合在一起就是一股拧不断的力量。而这一场是定胜负的关键。至于延长的第3局个人战，除非是前2场1胜1负，方才延长。第1场和局的话，就看第2场的多人战了。沈阁主，你拿旗帜吗？萧初晨问。我们这里，你的实力最强，旗帜在你手上，我们都安心。你拿。沈宁从采莲的手中接过了破云枪。我拿。萧初晨诧然，摇了摇头。我怕是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你不行？沈宁一手执枪，一手拍了拍萧初晨的肩膀，去试试吧，试试才知道你将会面对什么，又会怎么去做。萧初晨欲言又止，犹豫再三，点头抱拳道：初晨定不辱命。
一场切磋，倒像是上战场般的无畏英勇和不顾一切。旁观的明华公主在轿辇上百无聊赖的抬起手打了个哈欠，都是些没见过世面的小家子，一场切磋连定不辱命都说出来了，当真是好笑。公主所言甚是，这群人可是连小门小户都称不上，多是乡野山间的出身。李长月谄媚地道。明华公主冷哼了一声，眸光潋滟飘忽到了燕云彻的身上，瞬间柔情似水。若非知晓皇叔会在，她何至于来看这些无聊的人？李长月躬声道：公主殿下，凤鸣的深海实力非同小可，绝非紫金那群乌合之众可比。哦，明华公主当即来了兴趣，她倒想看一看紫金败北时的沈宁会是何等的表情，可否还能维持着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的泰然。第97章，沈小姐，大海是无量的。至关重要的是，明华公主想让燕云彻看到沈宁的落魄，看穿沈宁的真面目。呵呵呵，凤鸣黄武殿的深海队爆发出雷鸣般的声响，气势磅礴，如潜龙出海。军光祖作为领队之人，对着不远处的沈宁说道：沈小姐，大海是无量的，山间涓流岂能与无量之海争辉？他相当的自信，这不是个人战，而是深海队引以为傲的多人战。深海队是军家着力培养的人，日后都会有大出息。若能在此刻战胜沈家的女儿，绝对能鼓舞人心。至于秋霜斩的下场，虽然很可惜，但若能拿下比武的胜利，那就是值得的。砰！锣声响的刹那，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武堂切磋却给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错觉。越来越多的武堂学生闻讯而来，有紫金武堂内选5格、第5格的学生，还有其他武堂的人儿。昔日沈宁所在的燕京学宫的青年才俊们，更是在解忧楼大喝特喝，听下属传来的比武消息。有人叹之，想不到啊，沈宁竟能拿下秋霜斩，放在以前，此等人给他提鞋都不配。然今时不同往日，而今的沈宁已非当日的沈小姐。说来也是，若不是秋霜斩轻敌，上了沈宁的道，自作聪明的丢掉了他一贯引以为傲的双刀，何至于沦落至此？不过时隔数年，沈宁的心更狠了点。被男人抛弃过的女人能不狠话？话说回来，赵公子，数年前你可是心仪沈宁的。你也说了，那是数年前，数年前谁不心仪沈家女？但当初有多心仪，如今就有多厌恶。纵比实为无质瑰宝，今朝也不过如草上灰。身穿锦衣华服的青年们，生的多是一表人才，说出的话却比刀子还要锐利。唯一人沉默不言。他披着黑色的大氅，面庞冷峻如冰，泼墨般的双眸随意一扫，就似有高山倾塌般的压迫感。剑眉凌厉，眼瞳极其的深邃，偏偏眼梢的一点泪痣，让他多了阅历群星、俯瞰万里山川的孤独感。男子面无表情地歪着头，手里把玩着鎏金镶珠的杯盏。末了，杯盏落桌，砰的一声，让众人都沉默了下来，看向男子的眼神颇为忌惮。我不喜欢话多的人，仅仅一句话，就叫满屋的人如被恶猴般窒息。傍晚时分，火烧云漫天，斜阳余晖倾洒在上京城，有种神秘的朦胧美。比武台上，两方武堂已是如火如荼，皆已在展开阵型。呵呵，深海队的学生们声声低吼，壮大气势。相较之下，紫金学生软而无力。沈宁一边持枪示意紫金学生展开阵法，一边观察深海队。沈阁主，那是什么阵？王二狗低声问。长虹贯日，长蛇阵。沈宁只看了眼，便笃定地答道。果不其然，深海队的学生宛若长蛇般一圈圈地盘起。人与人之间的间隔就好似经过了精密的计算，这是他们纯靠感觉和默契就能到达的准确度。军光祖作为深海首领，自然是长蛇阵的蛇手，在最中心的地方高举着白金色的旗帜，他被保护得完好，急切期待着深海长蛇阵让他扬眉吐气的时刻。新仇旧账累加在一起，让他的胜负欲如一锅开水沸腾到了极致，久久难凉。舞台北面，军尚书旁边新搬来的太师椅上坐着阔步而来的沈国山。他笑了笑说，沈老将军，你曾是最了解长蛇阵的人，觉得此阵如何？沈国山淡淡地望着舞台，尚可。他虽偏心于沈宁，也不得不说深海队的长蛇阵很漂亮，显然是下过一番苦功的。军尚书给沈国山倒了杯茶，胜败乃兵家常事。他的话很有意思。沈国山并没打算喝茶，而是直盯着舞台看。以他对沈宁的了解，当秋霜斩扔掉双刀，就注定失败。但多人战不好说，想要赢下深海队可不是什么简单之事。轿辇旁，16疑惑地问沈小姐，这是何阵？看样子像是二龙阵法。17看得认真凝重，仿佛自己也在舞台之上，但这二龙阵有些溃散，
长蛇如巨蟒出击，蛇尾百合形成的攻势极其强悍，二龙阵难以抵挡，执旗者也很容易被长蛇绞杀。是啊，沈小姐那边有点危险了。16夫又安慰自己，不过沈小姐也很厉害了，黄武阁本就是一盘散沙，还是每隔3年就换一次沙。沈小姐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他们对二龙阵有这样的理解，已经很了不起了，就算输了也不丢脸。17点头，说的是刚才秋霜斩那一战，足以让沈小姐威名远播了。说话时还悄咪咪地看着自己王爷。燕云彻靠在轿辇半垂着眸，似是对万物山水都不感兴趣般，就那样平淡无波澜地望着舞台。舞台的局势变化确实如16、17以及军尚书等人所预料的那样，二龙阵雏形在完美的长蛇阵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很快，紫金学生的站位就已经溃散了。深海队护住蛇首的军光祖为首，蛇尾4剑出鞘围攻，攻守兼备，大开大合杀四方。沈宁的双龙阵的方位全部乱了。李长月笑道：“明华公主虽不了解这些阵法，但听得懂李长月说的人话，摸着指甲轻勾了勾嫣红的唇。看来快结束了。”明华公主的心情大好。等等，李长月瞳眸一缩，诧然地望着舞台。怎么了？明华公主疑惑不解地拧了拧眉。李长月呼吸微滞，却是不说话，直直地盯着舞台。舞台之上，被击溃站位的紫金学生并未溃不成军，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兵阵。君上书手一抖，茶杯里的茶水全都溢出。君二公子错愕地道：“紫金黄武阁的阵法从来都不是双龙阵，而是这个阵法。这是什么阵？”北斗七星阵。沈国山与燕云彻几乎在同时低语。适才那群还认为即将结束而准备归家的人，瞬间精神抖擞，两眼如炬。第98章，胜败乃兵家常事。顷刻间，风声如沙，带来初冬最犀利的寒气。紫金学生被打落的兵阵骤形成了北斗七星阵，200学生形成无垠宇宙，浩瀚星河里高悬着的7颗星辰。其中，萧初晨独自一人执旗在第1个方位，沈宁也是一个人第7个方位，两人一前一后裹住200学生。深海队的学生们愣住，还没见过这般变阵法的。不过，萧初晨手里的旗帜就像是一块滴油的大肥肉，实在是太吸引他们了。军光祖一声令下，示意之后，深海队的蛇尾再次摆动，撞向北斗七星阵，欲擒萧初晨和他的紫金旗帜。就在这时，萧初晨如星宿更迭，引入群星，一人犹如流星划过长空，提枪快速穿过，大有横刀立马的气势。沈宁顺换到第1个星位，2套枪法如龙。这时，紫金学生们的方位再次改变，形成了双龙阵。沈宁为一条龙，紫金学生也为一条龙。而沈宁的破云枪竟在关键时刻收回，狂奔而出汇入阵法，竟再次成了北斗七星阵，双阵合一。军尚书猛地站了起来。夜幕降临，双龙翱翔天际，汇入九霄，分散为星。这样一来，深海队的蛇尾就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沈宁长枪挑地，借力腾空而过。与此同时，北斗七星阵对长蛇阵发出了视死如归般的猛烈攻击。沈宁踩着人头狂奔往前，朝军光祖而去。深海队的人直接丢弃阵法秩序来保护军光祖。破阵！萧初晨高举旗帜，沉声大喊：“破！破！破！”紫金学生们的志气节节攀升，声音交叠在一起，如清空雷霆，又好似海面上的龙卷风，搅得这深海不得安宁。快！蛇阵，摆好蛇阵，不要管我！军光祖大喊。沈宁这一招是孤身潜入敌营，看似擒主将，实则是声东击西。长蛇阵溃不成军，北斗七星攻势猛烈，深海队咬紧牙关在摆阵型。而这时，沈宁枪挑凤鸣旗帜，含笑望着逐渐绝望的军光祖：“你错了，我的目的不是击散阵型，而是你。”刺啦一声，旗帜破裂。军光祖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望着手上高扬的旗帜，蓦地一寸寸地看向了沈宁。这时，深海队的无数兵器犹如天罗地网，指在了沈宁的身上，似乎能随时把沈宁的身躯给贯穿。他却眉目冷淡，面庞漠然，不见半分胆怯，就好似天山未见世俗的一抔雪。深海无量，有人乘风破浪去彼岸，而有的人，他轻掀红唇，挑起眉梢，说会死在海底。你说了。沈宁戏谑地道：“多人战的比武切磋，又不是真正的战场，只要掠夺或毁灭掉对方的旗帜就行。你真就不怕死？”军光祖咬牙问道。那么多兵器指着沈宁，沈宁竟都不害怕一下。怕死就不是沈家人。沈宁眸扫四方，沉声说：“当然，
我就站在这里，也要你们有那个胆来杀我。你们谁敢？这话就像是一旦激起千层浪，给每一个学生都带来了深深的震撼。而被深海队兵器所指的身影，似可顶天立地。深海队学生恼羞成怒，咬牙切齿，已经有人的眼睛里迸发出杀意，可确确实实没有一人敢真的下杀手。轮椅之上，顾影南的呼吸越来越急促，那道身影就像是似火骄阳，而他是被骄阳照开的夜色。啪嗒，军尚书手里的茶杯落在了桌上，茶水从里面溢出。沈国山老气横秋的沉着冷静，不疾不徐地扶正了军尚书的茶杯，重新给军尚书斟了一杯茶，又拍了拍军尚书的肩膀，豪迈大气地安慰道：“胜败乃兵家常事，军尚书共勉之。”话罢，大笑了2声，看向舞台，都还处在那里做什么？深海队的学生立马收起兵器，甚至不敢去直视沈国山的眼睛。王爷，快宣布比武切磋的结果，快呀快呀！16级道。燕云彻似星芒涌动般的眸看向了舞台上的他，随即众人期待之下说道：“今日的比武切磋，紫金圣之16，把皇兄恩赏的东西送到沈老将军那里，就劳烦沈老将军代本王分发奖赏了。”17皱了皱眉，这是沈小姐漂亮的翻身仗，是沉寂数年后第一次夺得的桂冠荣誉，所蕴含的意义是不同的，无穷的。他还以为自家王爷会亲自把荣耀交到沈小姐的手上。17有些失落地低下了头。16则屁颠屁颠把马车牵到了沈老将军的旁边，并从里面拿了皇家特制的金武发冠出来。众人看见金武发冠，登时就挪不开了眼睛。这金武发冠象征着被皇家认可的实力，1年至多不会送出3个，而年年都花落雁金学宫。凤鸣武堂见此都垂头丧气的，后悔没再加把劲。16说道：“金武发冠是奖赏给圣方武堂表现最好的学生，这马车里还有许多的御赐之物，都是给圣方武堂的。除此之外，圣上还跟我们王爷说了，圣方武堂的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得到皇家特铸的兵器，早已运来比武场了，就在外头，学生们可以自由分支。”皇家兵器！紫金武堂的学生们猩红着双目，热泪盈眶的互相抱着。沈阁主，你是金武发冠当之无愧的佩戴者。萧初晨说。众学生纷纷点头。凤鸣武堂的学生们都如丧家之犬，灰溜溜地走下了舞台。沈国山手捧着金武发冠，沿象牙台阶步上舞台。沈宁望向父亲，微微一笑。2代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让他充实又温暖。沈国山始终都板着脸，是个说一不二的严父。他穿着盔甲走到沈宁的面前，双手捧着金武发冠，佩戴在了沈宁的发上。做得很好，沈国山说道。沈宁的眼眶越来越红，唇角也愈发上扬。他知道父亲对自己深厚的感情，但这份认可却是独一无二的。他要父亲认可，要成为父亲的骄傲和沈家的支柱。他要用1000万倍的努力来弥补曾经走错的路。父母早已头发花白，没有太多的时间等他慢慢的成长，他只能挥洒血与汗，加强努力，缩短时间，不为当初的名冠上京，只为父亲的认可。沈国山背过身往下走去，转身的一瞬间，眼眶就已红了。夕阳垂落，沈宁左侧的红色眼梢落下了一行清泪。沈小姐，太好了，太好了！王二狗高兴上了头，像孩子一样擦拭眼泪，不能哭，老子还要去挑选兵器，还要给大奎和欢欢挑呢。众学生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挑选兵器了。然而不多时，沈国山拿着兵器走上了舞台，他亲自把每一个兵器都送到了每一个学生的手中，就像是递交荣耀一般，而非让学生们去马车前如赶集般挑选。这一幕让紫金学生们鼻腔微酸，眼睛也红得不行。第99章，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荣耀非沈宁一人所得，是黄武阁学生们齐心协力共创下的辉煌。他们自个儿去挑选兵器，和由沈国山来分发是完全不同的。沈国山将一把寒芒闪烁的剑给了王二狗，再拿出了一把刀递给王二狗，这是李清奎的，由你转交。王二狗捧着刀剑满目的热泪。沈老将军不但把兵器交到他们的手上，还在监武观战之时记住了每一个学生的喜好。是。王二狗咧着嘴笑。沈国山一一分完兵器，深深望了眼这些学生，大雁能有诸位，本将甚是欣慰，甚是自豪。一个人的起点低，可怕的是颓废不前。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能在这条路上走多远，就意味着在多少个孤独的夜里挥洒了多少的血汗。沈国山缓步走下了舞台，罡风刷刷，黄武阁学生们齐齐伸出了双手，向沈老将军的背影抱拳颔首。从此，这苍老却矫健的身影是他们心目中永不坍塌的定海神针。沈宁淡淡的笑着，笑容汇入眼底，
眸子映着光，带有金武王冠的她，一身素衣染着血，是别样的好看。她也是打心底里的高兴。17望见沈宁眼底的笑，近乎在霎时间就恍然大悟，明白了王爷的用心良苦。沈小姐嫁给顾家，落魄3年之久，顾颖南荣归上京，却是弃妻不顾。沈国山为爱女痛心，沈小姐为此黯然神伤。而在亲手为女儿戴上金武发冠的那一刻，就是他们父女携手走出阴霾之际。17从未见过沈小姐笑得这般自在由衷。凤鸣输了。明华公主眉头紧蹙，眼神冰冷锋利地看向了李长月。李长月面纱下的嘴唇都在因恐惧而哆嗦着。他也没想到短时间内，沈宁所率领的黄武阁竟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双阵合一，阵中之阵，连他都看得惊了又惊。公主，李长月吓得都要哭了。他只盼望巴结明华公主，能让李家都鸡犬升天，却不想这明华公主是个性子阴毒的，脾气糟糕透顶，动辄便对他打骂。仔细想来，当初跟着沈宁的时候，沈宁对他不说亲如姐妹，但也多加照拂，还在时常指点他的武学。那段时日也是他武学进步最快的日子。思及此，李长月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再看向的沈宁多了些复杂之色。沈宁好似永远都是这样，作为沈家天之娇女也罢，还是如今紫金的学生，她都像太阳一样，都照亮他身后的那批人。哪怕在最狼狈的时候，她也是脊背挺得最直的那一刻轻松。罢了。明华公主抬手优雅的轻抚鬓边的发，眸光微不可察地看了眼燕云彻，低声说：“怕是皇叔也厌恶这般毒辣无情的女子，都不想与她有近距离的接触，竟让沈老将军去给她戴金武发冠。”说话的时候，眉角眼梢都是止不住的笑意，可见明华公主的心情很好。李长月随之重重地松了口气。沈宁，恭喜！君尚书微笑道。君尚书，同喜。君尚书含笑的神情蓦地僵住，众人一时微怔。同喜？同哪门子的喜？凤鸣武堂的后台就是君尚书，派出去切磋比武的还是君尚书家的三公子，他喜什么？沈宁似是察觉到了君尚书的疑惑，便娓娓说道：大越王朝的燕大国师说过，失败是成功他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于某些人而言，失败等同成功。想必令公子日后会无穷的可能性，说不定也能达到大宗师的成就。那君尚书就是培养出大宗师的父亲了，这不就是同喜吗？君尚书的脸瞬间垮了下去，一会儿黑得很，一会儿是铁青色，几个瞬息间可谓是精彩纷呈。沈宁这嘶明摆着是当众嘲讽他教子无方，可恨话里话外挑不出什么毛病。那本官就借沈小姐吉言了。君尚书不动声色的就来了心思，顾将军，沈小姐今日的表现堪称一鸣惊人，连你都没想到吧？他想把顾颖南给拽下来，毕竟顾颖南被沈家府将揍了一顿，还因钱财之事闹上公堂，母亲顾荣差点下狱，这不得对沈宁恨之入骨，明里暗里去阴阳怪气的嘲讽，让沈宁下不了台。更何况情敌见面，分外眼红，这大齐的永安公主和沈家之女不得掐一把。如此，君尚书的心情才能转好些，眼里多了点期许之色。蓝莲枝推着顾颖南前来，目光都落在沈宁身上，朝着沈宁浅浅一笑。沈宁对他点点头。君尚书，阿宁，今日的你很美。顾颖南眼里狂热又痴迷。君尚书，萧初晨和王二狗原本都在欣赏着兵器，闻言冲了过去，护崽似的在沈宁的左右两侧警惕提防的看着顾颖南。沈宁则对顾颖南蹙起了眉。顾颖南坐在轮椅，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在舞台大放异彩的沈宁，才是让顾颖南一见钟情的心动，而非只会在后院洗衣做饭的女人。就好似在沙场骑马执枪为大齐而战的公主，才是让顾颖南情陷沉醉的开始，而非是在上京城中被摘去羽翼的善妒女人。她还是她，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永远热爱着光鲜亮丽的女子，却不愿接受光鲜亮丽下的半点尘埃。阿宁，过些日子就是你的生辰了，跟我回家吧，你住的地方每天都有人打扫，很干净，随时都等你回来。说到这里，顾颖南的心口有些疼痛。有些夜晚，他轻饮独对在沈宁的房间，闭着眼睛感受沈宁过去的日日夜夜。顾将军当真是深情之人，竟还能记住沈小姐的生辰。明华公主笑道：话说回来，顾将军和沈小姐是天作之合，当年的佳话连我都感动。这夫妻啊，就是床头吵架床尾和，没什么过不去的坎。俗话说得好，宁拆10座庙，不毁一桩婚。今生夫妻是前世修来的缘分，可不能留下遗憾。明华公主的推波助澜，让围观者们都以为沈宁会回顾家，而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所谓和离，女子再是强硬，男人哄2句就会满心欢喜的回去。轿辇上，红色华服着身的北渊王
懒懒地抬着鸦羽似的结翼，那一双眼睛似暗潮涌动的深海，平静而汹涌。第100章，是不是到了解甲归田的年纪？顾将军，沈小姐这般情深意重的女子，你可得好好珍惜，莫要再让沈小姐恼火了。李长乐道。军尚书也说，本官年轻时也与剑内有过不欢之时，那一家人两口子难免有些磕磕碰碰的。萧初晨和王二狗互相对视，都在彼此的眼里看到了同样的默契。若沈小姐要与顾颖南一刀两断，他们定会护好沈小姐；但若沈小姐要旧情复燃，他们虽不喜顾景南的为人，却也不会多加阻拦。顾颖南向沈宁伸出了手，满目都是期待。他以为沈宁会像从前那样坚定的、孤独的走向一无所有的他。蓝莲枝放在轮椅上的双手缓缓地攥紧了些，左侧胸膛传来的疼痛开裂到四肢百骸，锥心般的感觉，如溺水的人将被海妖拖拽到海底。原来那日顾府初见，沈宁是这样痛的，或许比这还痛吧。顾将军，沈宁垂眸冷冽地看着他，好马尚且不吃回头草，你要我回头与垃圾携手与共下半生，倒不如让我沈宁死在方才的舞台，被万刀穿心。如若是开玩笑的话，还请顾将军把话收回，因为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还让人觉得甚是恶心。话落，看向军尚书，又道：尚书大人，你也说了是一家人两口子，可我与他顾颖南并非是一家人，吾乃沈家女，而非顾家妇。既然许多人都在，我想我有必要强调一遍。或许有很多人觉得，就算是女子休夫，在根深蒂固的观念里，依旧是被休的那一方，但休就是休，不是和离，不是被休，是休弃年少无知所见的垃圾，是一拍两散，是一刀两断，是从此再无半点瓜葛。谁年少不知眼界短浅又无知，就像谁的幼年都被狗咬过一遍。年少无知，我认了；被休被弃，我不认。沈宁声声有力，掷地有声。他越说，顾颖南的脸色就越是难看。蓝莲枝的眸子轻轻一缩，结翼缓缓地颤。阿宁，顾颖南要伸出手去拉他。顾将军，还请自重。沈宁后退一步，萧初晨、王二狗顿时护在前边。沈青山、沈金峰骑马而至，黄武阁学生踏前一步，站在沈宁的身后。顾颖南深吸了口气，心里也慌得厉害。他难受又郁闷，脑袋也昏昏沉沉的，就感觉他将要失去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一般。沈宁问：知道为何人为何要自重吗？顾颖南心口猛跳，喜上眉梢，呼吸都跟着加深了许多，还以为沈宁这是欲擒故纵，挑起话端与他再续前缘。因为沈宁略微俯身，眼眸深浓的像是化不开的夜色，声线阴哑低沉，不自重的人是会下地狱的。顾颖南身躯一震，瞳孔放大了不少，却见沈宁振臂而挥，带着人浩浩荡荡的归去。顾颖南垂放在膝上的手用力地攥紧成了拳头，充满恨意和滔天之怒的眼眸，充血发红，像猎狗一样的可怕。大哥，沈宁站在高头大马前，沈金峰低低一笑，将一件披风盖了沈宁的身上。走了，回家好好饱腹一顿，再打起精神去见明日的朝阳。好，回家。沈宁笑着，眉眼漾起了光，一如未出嫁时的他。但仔细一想，他也还年轻，还风华正茂，不该在世人的唾沫和失败的感情里暗哑死去。他该绽放蓬勃，该冒着敢死的劲儿，迎着狂风冬雪向阳而生。沈小姐，我们明日紫金舞堂再见。萧初晨行了个礼。沈家饭菜有多，诸位何不一道过去吃个痛快？人多，胃口也好。沈金峰道：我们可以吗？王二狗讷讷的。沈家那可是两朝元老，开国武将之家，为什么不可以？沈金峰反问道。王二狗语无伦次，结结巴巴道不出完整的话。还是萧初晨沉得住气，拱手低头道：沈大公子，我等是担心胃口太大，吃太多，大公子可否介意？沈金峰不介意。那我等就得好好的胡吃海喝了。萧初晨回头看去，震声问：好不好？好。黄武阁学生们兴奋地道。于是黄武阁学生和沈家人都陆陆续续准备回府邸。郑蔷薇牵着一匹马走来，说：虽不如你当年所骑的烈风驹，但是我与你父亲一同挑选的，试试吧。母亲还想看到纵马张扬的桀骜女儿。沈宁点点头，长枪点地，身影如电光跃然到了灰色马驹的背部。他一手持枪，一手拽紧缰绳，几乎不用熟悉的过程，驾的一声，灰色马驹就电光火石的疾驰而去。走！沈金峰喊道。俱都跟了上去。顾颖南看着灰驹和他渐行渐远，好似有扎进血肉深处的一根刺，又缓缓地剥离掉他的身体。锦南，
蓝莲芝忽然说：“回去吧。”顾影南闭上眼睛，不断地告诉自己，蓝莲芝和江灵珠都不比沈宁差。蓝莲芝浑身冷得像一块冰，看着顾影南的眼神已无往日的崇拜和温情。他看着沈金峰消失的方向，有片刻的恍惚，这背影太像了。教撵纳策，16叹道：“沈小姐这般人，估计不会再与世上任何的男子成婚了。”17，16侧过头问：“你觉得呢？”17闭着眼睛，眉峰抖动了好几下。16总觉得有点瘆得慌，如芒在背的感觉，浑身都不自在。好半晌才下意识地抬起头看向轿辇上的男人，呆呆地问：“王爷，你也觉得是吧？”16，燕云彻清鲜薄红的唇，属下在。你是不是到了该解甲归田告老还乡的年纪？燕云彻漫不经心地道。16两眼茫然，如云山雾里。他连媳妇都没娶，儿子还没生，怎么就提前退休了呢？末了，16悟了。王爷当真是对他疼爱有加，定是心疼他东奔西走，劳累过度。17瞅着16变了又变，最后沾沾自喜的脸色，心内叹道：做一个死而不自知的年纪，有时也不失为一件坏事。这会儿皇宫来人，请北渊王去一趟皇宫，16的退休之事方才不了了之。第101章，云彻最爱山楂奶露板栗酥。上京皇宫，青鹿殿，四面环空，垂挂薄纱珠玉，缀着几缕迎风的流苏。云彻，你来的正好，神农谷的老神医正在为朕诊脉。元和皇帝大笑出声，招了招手：“老神医，给云彻也看一看，朕的这个皇帝打小身子骨就不好，幼年时生一场病，父王无微不至的照顾他，连早朝都忘了去。皇兄又在拿我说笑了。”燕云彻迈动修长的双腿走进青鹿殿，略带几分桀骜少年气，和煦爽朗的不似平日所见，仿若寻常人家的幼弟，怎能是说笑？元和皇帝说道：“云彻怕是忘了，那年朕的生辰，父王原先说好了来朕这边，却不想到了晚上陪皇帝你微服出宫游玩了。”兄弟两人谈笑风生，一团和气，但伺候在元和皇帝身边的老太监和宫女们都察觉到了铺天盖地而来的压迫感。元和皇帝笑望着燕云彻：“臣弟是陪父王出宫去给皇兄挑选生辰之礼。”燕云彻说的随心所欲，举手抬足都是惬意。他坐下之际，穿着灰色大袍的老神医便来到燕云彻的面前。燕云彻不带犹豫地伸出了手，老神医指腹抵在男人的脉搏，闭目感受了好一会儿，才把手移开，微微一惊地说：“老朽曾听闻，大燕的皇子之中，皇子云彻有大宗师之资，不出20年必成大宗师。没想到王爷的体内竟无半点的内力，甚至气虚体弱，需要好生将养才是。”老神医颇为唏嘘，未来的大宗师尚未崛起，就成了个废物草包王爷。要知道，当年大燕子民还有江湖上的侠客都对他寄予厚望，还以为他会是史上最年轻的大宗师呢。燕云彻淡淡的笑：“习武之事需刻苦勤勉，本王既是天生的享福之人，又何必多做那无用功？常言背靠大树好乘凉，本王有皇兄护着，既不愁吃穿，还能以权压人，当然得好好享福。皇兄，你说是吧？你呀。”元和皇帝的语气充满了宠溺，随即道：“大齐送来了几个美人，如花似玉，倾城之色，你且看看有没有喜欢的，还是皇兄了解我的爱美之心。”燕云彻笑着走出了青鹿殿。当他背对着青鹿殿门的刹那，半隐在夜色的面孔瞬间收起了全部的笑容，眸色渐而锋利冷厉，如一头走过乱葬岗独行在山脉的孤狼。确定吗？青鹿殿里，元和皇帝把玩着酒杯问。老神医行礼，神色严肃地道：“老朽可用爱徒的项上人头起誓，北渊王绝无半点学武的可能。若他这身子能习武的话，神医谷的医师们都能去修仙了。”哦，元和皇帝轻叹了一口气，惋惜道：“那真是太可惜了。”随即看向了毕恭毕敬不敢有半点疏忽的老太监，吩咐御膳房将东元今年的贡品写餐顿了，给云彻好好补补。云彻最爱喝山楂奶露，吃板栗酥，切不可忘了。夜深露重的，你且去给云彻多拿一件外袍，莫让他受了寒气。还不快去！云彻若着了风寒，朕唯你是问。老太监卑躬屈膝，弯着腰点头数下，马不停蹄就去处理元和皇帝所吩咐的事儿。皇宫里的人看元和皇帝不翻嫔妃侍寝的牌子，也不去皇后那里诉着，便知是皇帝最疼爱的北渊王来了。这兄弟俩人感情好的，让后宫里的不少妃子都心里泛酸。犹记得前2年圣眷正浓的某个妃子一时飘忽得意，嘴了燕云彻2句，不曾想元和皇帝当场一巴掌甩来，即刻将他打入冷宫。帝王的无情让所有嫔妃都瑟瑟发抖。是夜，月明星稀，晚风朗朗，上京城的大街小巷都在讨论白日李子金
凤鸣2大5汤的切磋及沈宁今日的表现。酒楼里的说书先生扇子一开，酒杯一洒，描绘的是有声有色，栩栩如生。却见双龙阵溃不成军之时，说时迟那时快，黄武学生变换身法站位，就这么一变呐，竟成了北斗七星阵。只见北斗七星首尾交换，沈宁枪出如龙指倒蛇手，说书先生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众人听的是津津有味，如痴如醉。有人手拍桌子，惊叹道：“妙妙啊！不愧是沈老将军的女儿沈小姐，没想到鄙人今生还能目睹沈小姐重新执枪，今夜定要好好喝上一喝。”有人感叹心生欢愉，有人喝着茶不屑一顾，轻蔑的冷哼了声。夜晚的沈家和这繁华的上京城一样，是灯火通明的。黄武阁的学生们汇聚在此，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王二狗狼吞虎咽，大声说：“这是我来上京2年吃的最饱的一顿，最好的酒了。还别说，这没有掺水的酒，就是好喝，就是痛快。”萧初晨饮着酒，笑了笑：“瞧瞧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沈家的酒，那能掺水吗？看不起谁呢？”沈青山一桌一桌的走，每去一桌都会说一句。青山再次谢过诸位对阿姐的喜欢。小小年纪，不知何为爱屋及乌，只想着能有更多的人疼爱他的阿姐。沈宁心情大好，提着酒壶就要喝上一杯，还没入口就被沈金峰一把夺了去，换了一壶果酒。喝这个。沈宁大哥，果酒是小孩才喝的玩意儿，看不起谁呢？沈金峰，在大哥这里，不论你多大，不论过去多少年，你日日都是小孩。沈宁忽而一怔，旋即勾着唇笑，仰头喝着小孩的果酒。学生们都在狂欢。他把果酒喝完，便去了一趟厨房，然后让采莲带上东西，去了父母居住的地方。娘，这个是长寿猪冠，有天界的祥瑞之气，你可得好好带着。还有这姜花茶，恰好冬日到了，可以驱寒。元和皇帝的赏赐之物里，沈宁只拿了长寿猪冠和姜花茶送给母亲。好，好，魏娘都很喜欢。郑蔷薇笑得合不拢嘴。哼！沈国山负手而立，微微抬起下颌，活像是旁人欠他几万两黄金似的。小老头的脸儿臭得很。第102章，上京一绝清汤面，男女不分沈三叔。沈宁不自觉地抬手摸了摸鼻子。哼！沈国山又哼了一声。郑蔷薇双手扶着头上的长寿猪冠，满怀笑意地望向丈夫。国山，你瞧，好看吗？还行。沈国山面无表情地说。郑蔷薇又拿了一包姜花茶，温和一笑：“你若想吃，就跟我说，我让人给你煮。”沈国山他瞅着自家妻子那眉眼含笑的神情，总觉得有遏制不住的得意。得意便得意吧，这几年来，要么以泪洗面，要么无法安然入睡，头发一把一把的掉。他也好久没见郑蔷薇这般笑过了。沈宁，沈国山沉声喊道：“女儿在。”沈宁低下了头。还有话要说吗？沈国山问。没话说，就回去吧。郑蔷薇嘴角一抽，恨铁不成钢的暗瞪了瞪沈国山。这老家伙有话就不会好好说吗？分明就是想有问沈宁有没有给他准备礼物，怎么话到嘴边就这么刺耳？末了，女儿告退。沈宁淡淡然的往外走，一身清冷四月娇娇。沈国山张了张嘴，气得就差揪掉自己的胡须了，瞪着沈宁的背影欲言又止，面部都涨红了许多，一大把年纪的人儿偏生，似个要人哄的小孩。若死于沈老将军刀下的敌军，得知大雁战神私下是这番模样，怕事情至九幽黄泉也多有不服。你呀！郑蔷薇瞅着他憋屈到说不出话，气鼓鼓的，只知道瞪眼睛，无奈一指，可就闷着吧你。谁说本将想要东西了？沈国山气结。郑蔷薇嘴硬的老东西，一点都不如年轻时的可爱了。嘎吱，屋门再次被沈宁打开。沈国山收起表情，端坐在椅上，板着一张脸，严肃到像上战场般看着走进来的沈宁。爹！沈宁将一个红绸锦盒递给了沈国山，御赐之物里有个翡翠扳指，我觉得很适合你。沈国山愣了一下，爹若不喜欢的话，我就送给三叔了。刚才我还看见他外面溜达呢。沈宁还没把锦盒收起，就见父亲把锦盒收下，并道：“他一个死老头，要这么好的东西做甚？”爹说的是。沈宁眉开眼笑，随即拍拍手，采莲端着2碗清汤面走进来。老将军，老夫人，这是小姐方才做的，小姐的厨艺很好，而这清汤面是上京一绝，快趁热吃吃看。采莲笑着说。沈国山看着托盘之上还冒着热气的2碗清汤面，倏然间如鲠在喉。沈宁莞尔一笑，父亲不爱山珍海味，最爱吃清汤面，因而沈宁最拿手的就是这清汤面。看似简单，实则面与面之间大有不同。最无奈的是，他学会做饭这么多年，父母还是第一次尝到他的手艺。来，吃面。
沈国山大笑了声，当即开始大口大口的吃面。好吃吗？沈宁问。还行。沈国山3下5除2就吃完了，问还有吗？锅里还有，剩来。好。沈宁笑望着父亲一下，干了3碗面。临走前，沈宁步至玄关处停下，回眸望向沈国山，爹，你该多笑笑，老臭着一张脸，难看死了。沈国山瞪大了眼睛，好半晌才憋出一句，好你个沈宁，翅膀硬了，胆儿肥了是不是？沈宁撇撇嘴，耸耸肩，笑时眼眸如月牙般，旋即拉着采莲就走，快跑，大老虎要吃人了。从前小小的他每次都喜欢惹恼沈国山，再拽着采莲溜得比兔子还快。沈国山神情恍惚了会儿，哈哈大笑几声，便端起碗来，将剩下的面汤一饮而尽。蔷薇，他放下碗筷，喊了一声，怎么了？这日子怎么就越来越有奔头了呢？郑蔷薇笑而不语。沈国山继续叹息着说，真想多活些年头啊，人怎么就这么不经老？就算是大雁的战神，也逃不出生老病死的定律。哎，院外沈宁拉着采莲一出去，就看到了鬼鬼祟祟做贼似的三叔沈国海。沈国海正东张西望，冷不丁的看见了沈宁，当即负手于身后，摆了老师傅的姿态。阿宁啊，沈国海说，有一句话，三叔不知当不当讲，既是不当讲，那就不要讲了。沈宁收起笑，冷得像寒霜。沈国海瞪目，怎么说话的？我可是你三叔。沈宁眉头微皱，那三叔觉得我该怎么说话？是倒立着跟你说话，还是拿着枪跟你说话？还是……行，别说了，怕了你了。沈国海抬起手来，掌心朝对着沈宁，而后鬼头鬼脑的凑过来，小声问道：“那个圣上是不是赏了你长寿猪冠来着？我怎么没看到？”沈宁当即知道了沈国海的贼心。三叔，那长寿猪冠是女人所佩戴的，长寿的事，那是苍天的事，怎么还分男女？这就是你的不懂事了。沈国海哼道：“给三叔瞧瞧呗，你难道不觉得那长寿猪冠的气质与你三叔我相当的匹配？不觉得？而且那已经送给了我的母亲，三叔想要去求九皇子或者你的老相好北渊王。夜色不早，阿宁告辞了，三叔也该早些回去歇着，可别被当成贼给抓起来了。”沈宁不顾沈国海的伤心欲绝，径直走出了沈国海的视野。沈国海脑袋跺了跺脚。翌日天明，却说沈国山喊了些个老友，在周老丞相的府上小聚。周老丞相无奈道：“沈老兄，你愈发不厚道了，你宴请宾客，怎地是我周家出钱出酒？你也觉得本将的翠玉戒很好看是吧？”沈国山扬起了手，叹道：“圣上也真是的，赏这么多东西给阿宁做什么？这女儿家就是小家子的气，还非要本将带上。”周老丞相，众老友，不嘚瑟是会死吗？萧齐老将军心里酸溜溜的，见沈国山还带着个碗来，便疑惑的问：“国山兄，你倒是为周老丞相着想，还特地带了个碗来。昨晚阿宁给本将做的清汤面，本将吃了好几碗，你们给本将看看，这碗的大小合适吗？”萧齐老将军，众老友差点被沈国山气得白发冲冠。第103章，我想知道倾城阿姐的事。萧齐大将军吹胡子瞪眼睛的，哼哧哼哧的说：“不就有个女儿，显摆给谁看呢？”对了，沈国山眉峰一横，面色凝重而严肃。怎么了？有人问。且等一下。沈国山蓦地起身，火急火燎的走了，又火急火燎的回来，手里捧着的托盘还神秘兮兮的盖着一层红绸，一双双眼睛都看向了沈国山手里的托盘，充满了好奇。沈老兄，别卖关子了，快给人看看里面是什么。周老丞相问道。沈国山笑着抽掉了红绸，砰的一下就把托盘压在了桌上，静置于托盘之上的是一个熠熠生辉的金武发冠。沈国山、蔷薇总说这发冠好看，你们觉得呢？众人他们觉得自己交友不慎，老来才会被沈国山欺负。沈国山很满意众人的神情，这金武发冠可是趁沈宁去黄武阁休息的时候偷摸着进清幽堂拿走的。不过话说回来，这皇家赏的东西就是好，瞧瞧这多精致啊！沈国山自顾自地说：“当然也要长得好才行，好在阿宁随我，长得不说倾国倾城，却也差不了太多。”于是乎，周老丞相府的老友们被沈国山给折磨了一整日。不管众人说到哪里，沈国山都能拐到那翠玉戒和金武发冠上去，实在不济还有那空荡荡的碗。众老友懊恼气结之时，却也有几分欣慰。沈宁算是他们看着长大的，都盼望沈宁能有建功立业的那天。酒过3巡，萧齐老将军面部涨红：“国山兄，还记得吗？小宁5岁那年，豪言壮志说来日长大要成为一品大将军。林家那位将军听说之后，
在下朝时当众耻笑，说女儿能顶个屁用！好家伙，你直接就把他揍得3个月都下不了榻。沈国山笑了笑，一口酒劲味，是啊，他那个脸肿得跟本将这个碗似的。周老丞相等人再说下去，他们怕是忍不住对这小老头暴揍一顿。到了晚上，一向千杯不醉的沈国山喝得烂醉，被兄弟几个送回了沈家。沈宁刚好乘坐马车从黄武阁回到府邸，李清奎和陈欢欢都住在沈家养着伤，需要个7、8日才能好。沈宁，沈国山看见他，骤然扯着嗓子喊。沈宁站在10步开外的地方，都能闻到浓郁的酒味。叫爹！沈国山似管理将士般的语气喝道。沈宁失笑，无奈摊手道：爹，小宁，国山兄喝多了，你快扶他回府吧。骁骑大将军说：好。沈宁和采莲连忙把父亲扶住。忽而骁骑大将军喊道：小宁！沈宁回头：陈叔，比武场的事我们都听说了，你发挥得很好，来日想必会更好，我们几个老家伙可都等着以后再对你刮目相看。骁骑大将军笑道。沈宁一怔，微笑着点头：我会的。对了，这碗你拿着。骁骑大将军把干干净净的碗给了沈宁，嘴里还在埋怨嘀咕着：国山兄也真是的，不就是吃了一碗清汤面，还非得把我们几个喊上嘚瑟着，非要让我们看你送他的翠玉戒和那顶金五发冠。沈宁的心里犹如冰川之上骤淌过了一道暖流，是温暖的，发热的，是黑夜降临时荒芜冰川里唯一的光。给诸位叔叔伯伯添麻烦了。沈宁略微颔首，是添麻烦，耳朵都起劳茧子了。骁骑大将军摆摆手，跟着众人一同回去。沈宁目送他们远行入夜，便扶着父亲回了府。沈国山非要抱着那个碗，沈宁只得由着最后耍小性子的爹。寻思着还好他虽然酒量差，但酒品好，喝醉了也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爹，你喝多了，东西让我来拿。沈宁说道。沈国山摇头。沈宁眉头一皱，语气凶了点：给我。沈国山当即就把碗还给了他。拈了一会儿，沈国山突地说：昨晚的清汤面是我这一生里吃过最好的面。沈宁微微怔住，旋即扬起了唇角，眼眶里却尽是诗意。阿宁日后经常给你做。这世上大多数的女人不曾给父母做过几顿饭，却给别人的父母、别人的儿子做了无数顿还讨不到好。世皆如此，例外只在少数人。沈家二老居住的明秋堂还点燃着一盏夜灯，夜灯下放着一张躺椅，沈老夫人靠在躺椅上，身上盖着宝蓝色的绒毯，闭目小憩着。听见响动声，她才缓缓地睁开眼睛，和婢女一起过去。喝这么多酒也不知伤身。郑蔷薇拧着眉说。沈宁和郑蔷薇把沈国山扶回榻上，问娘：我想知道倾城阿姐的事。听见倾城2字，郑蔷薇给沈国山盖上颈背的手顿了一息，方才继续。郑蔷薇绕过屏风走到正堂，坐下来道：倾城是个好孩子，当时我和你爹都在准备金风与他的婚事了，但没多久，纳兰家的人带着纳兰琴找上了门，说是怀了你哥的孩子。原来在那数月前，他与你哥……说到最后叹了口气。纳兰一家说话的时候被倾城听见了。纳兰琴跪在倾城面前，金风是死活不同意，是倾城劝的他。沈宁蹙眉，兄长的为人他还是清楚的，和叶倾城之间的感情更是情比金坚，宛若磐石。沈宁问：大哥当真做了让倾城阿姐伤心的事？魏娘当时和你一样不信，认为这是纳兰家做的局。郑蔷薇喝了口茶：爷儿，我当天就让影子去查了。影子君是沈家私下培养的一批人，活在世上除了明面上的光耀，还要有点安身立命的手段才行。查出什么了？查出来的和纳兰琴所说8、9不离10。那天国山教训了你哥一顿，你哥被太子那些人拉去喝酒，那酒又不是寻常酒，是最烈的东篱酒。你哥喝醉了拦不住，非要自己回府，却是误入了纳兰琴在城郊外的屋子。第104章独一无二叶倾城。这事儿虽说是无心之失，但确确实实也怪你哥。他既已许诺给倾城，就算后来是喝酒误事，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而为娘再不喜欢纳兰，但她毕竟是个姑娘家，这个世道，女子的贞操是大过天的事，未婚先孕4个字是会吃人的。郑蔷薇叹息了一声，这是左右为难的一件事。我也查过了，纳兰琴她并未有其他的算计。郑蔷薇说，金风就只有一个，自不可能让倾城做妾，就算是平妻也是对她的侮辱。沈家的男儿是从不纳妾的，可纳兰那边怀有沈家的骨肉，若非他做局，当然不能置之不理。你应当记得，恰逢当时你爹被几个军机大臣联名弹劾，
说是叛国，还是周老丞相那些人力保你爹拖延时间才反将一军。正是多事之秋，若让人知道沈家长子连亲生孩子都不要，让人未婚先孕还弃之不理，沈家历代用血肉拼出的名声都将会毁于一旦。郑蔷薇又喝了一口茶，想到叶倾城，心里就很不是滋味，总觉得沈家亏欠那孩子的。若非有纳兰晴的事，沈金峰会与叶倾城结为夫妇，或许还会生个大胖小子。所以倾城阿姐既为顾全沈家，也因痛心，就远走他乡了。沈宁问道。郑蔷薇点头，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向三皇子示好，说压根就不喜欢你哥，他故意的。沈宁眉峰轻蹙，大哥对倾城阿姐的感情并非是私下里的，而是明目张胆的，闹得全城皆知的，甚至当时还闹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嫁人就嫁沈金峰。若大哥娶了纳兰晴，也会被有心人戳脊梁骨，说大哥三心二意，破坏沈家传统，误了祖训。倾城阿姐故意向他人示好，情愿自己被千夫所指，说是水性杨花，也不想大哥处境困难。事实如你所说，倾城那孩子都到了那种时候，还为你大哥着想。郑蔷薇哽咽，深吸了一口气，红着眼看向沈宁。阿宁，是沈家无福，不能娶来这般好的儿媳。沈宁为母亲拭去眼尾的泪痕，浅声安慰了好久。郑蔷薇母女不知道的是，纳兰晴时常拿孩子刺激叶倾城，还说倾城姐，等孩子出生了就叫你干娘如何？你有没有觉得这习武之人就是不一般？你该不会还没和金峰他？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你们感情这么好，早就……倾城姐，我和金峰大婚那天，你一定要来，你要不来，我肯定会遗憾的。听说你绣工很好，可以帮我和金峰绣一件喜袍吗？每一个字都是扎进叶倾城心脏的钢刀。沈家长子大婚那天，叶倾城在城门闭合的前一刻出了上京城，却说沈宁等郑蔷薇入睡后才回到清幽堂，满脑子里都是纳兰晴的事。他一边思考，一边练习枪法到深夜。沈家大大小小的院子里，多数都熄灭了灯，唯有纳兰晴的那一间久久不灭。夫人，睡吧。小玉心疼地说，你都熬了好多个夜，可要仔细身子。他呢？纳兰晴身穿白色里衣，披着一件外袍，靠在枕边。不用说，小玉也知道纳兰晴指的是沈金峰。大公子他还没回来，估计回来也是在五公子那里睡。又是这样吗？纳兰晴熬红了一双眸子，眼睑下的灰青色被灯火照得甚是明显。我这个样子在民间叫做守活寡吧？纳兰晴问他，是吗？小玉连连摇头，不是这样的，夫人，大公子他只是……别安慰我了。纳兰晴眉头紧紧地蹙起，双手绞着手帕。半晌，他穿好衣裳，被小玉搀扶着去大门那边等着。后半夜的时候，沈金峰终于回来了。金峰，纳兰晴颤着声喊道。沈金峰看向了他，这是沈金峰回府后第一次正视他。纳兰晴心跳得很快，似打雷般，都快要从胸口跳出来了。有事？沈金峰问。我们回去谈，好吗？有事就在这里说。关于叶倾城的事，你确定要在这里说？纳兰晴咬着牙说，眼睛红了一大圈。而在听到叶倾城的刹那，沈金峰冷淡的表情均裂开了焦急之色。走！他大步流星地往前走，根本就没管弱不禁风的纳兰晴。回到堂屋，两人双双坐下，小玉识趣地出去，并把屋门给带拢上。倾城怎么了？沈金峰问。有一件事我忘了跟你说，这2年我也在犹豫，到底要不要跟你说。事关倾城姐的清誉，她又是你最爱的人，我不敢乱言，但好一日不说，我这心里便一日不痛快。说，我还没怀孕前，有一次在荷花巷见到倾城姐私下上了三皇子的马车，孤男寡女，谁知会做出什么伤风败？砰！沈金峰一掌拍在桌上，内力浑厚散发而出，整张桌子应声而碎。他紧皱着眉，面无表情的道：纳兰晴，我的耐心是有限的，我真的看见了，我是你的妻子，你为何就不信我？你若再诋毁旁人一句，那你就再也不是我名义上的妻子了。沈金峰起身就走，身后纳兰晴扑来，紧紧地抱住了他，侧脸贴在他的后背，泪如雨下。金峰，不要走，我已经2年都没见过你了，就连我们孩子的忌日你都不肯来，我是做错了什么？你这般怨我，我对你的喜欢从来不比对叶倾城少啊。沈金峰的双手抓住他两侧的腕部，将他掰开后回过身来，正对着他，一字一字地说道：叶倾城是叶倾城，上京大宴，人世间独一无二的叶倾城，不要拿你跟他相提并论。我曾认为你有几分善心，可敬你几分，但当我得知你曾对倾城说过那些话的时候，我便不会再敬你半分。叶倾城走后，他才在叶倾城的侍女那里知道，
纳兰晴每日都说了些什么。即便是这样，叶倾城都还在为他着想，去给三皇子示好。第105章血杀令出，地府门开。世上总有无解之题，譬如沈金峰所面临的。他想两全，最却难两全。哪有那么好的事，既对得住年少喜爱的姑娘，又对得住酒后的乱世？叶倾城离开上京的那一天，把他的心和灵魂带走了。沈家长媳的身份却给了纳兰晴。当时他只当自己谁都对不住，但他止不住的对纳兰晴心生怨意，只因纳兰晴用那些话来刺激他的此生最爱。金峰，纳兰晴摇头落泪，你为何就是不肯相信我呢？我真没有乱说过话。若在当年，我或许将信将疑，但在现在，我当全然信之，就因为你刚才都还在试图污蔑他。沈金峰咬牙道：三皇子乃天子之二，比我沈金峰好1000万倍，他就算与三皇子在一起，那也是天造地设的般配，何来的伤风败俗？纳兰晴，当初娶你之前，我说过，我们或许会有夫妻名分，但永远不会有夫妻之实。你或许以为时间会改变一切，但沈家男儿所说过的话、发过的誓，不会随时间而改变。纳兰晴浑身都浸着冷意，就好似在料峭寒冬沉溺浸结了冰的江水，然后一点一点的窒息，也在一点一点的死去。她绝望地看着冷血无情的丈夫，难以想象这些冰冷的话语会从丈夫的嘴里说出来。金峰，我是你的妻子，你唯一的妻子。你指责顾景南的时候，可有想过，我也如沈宁那般被丈夫伤透了心？别提阿宁，你不配。沈金峰冷笑，你来沈家不久，就给了你管事的权利，从未苛待过你。我人在边关，俸禄都给了你，你却私下去贴补你的兄长，就连沈家的钱你也拿了不少。你以为沈家不知道吗？只是不愿揭穿你罢了。话已至此，你我之间也不必虚与委蛇。往后的日子里，你若安分守己，你该有的，沈家不会亏待你。你若私下再做出格的事，我沈金峰就算被大燕上下的百姓们骂是无情无义之人，也要休一回气。他甩袖离去。纳兰晴惊慌失措中，死死地抓住了沈金峰的袖衫。金峰，我错了，别不要我。你忘了，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孩子。这世上没有第二个沈宁，被休掉的女人该怎么存活？在沈家，就算再不受待见，那也是堂堂的夫人，吃穿用度都是最好的。回到娘家，那也风风光光，在其他几个姊妹面前把头抬得高高的。而且这些年，纳兰一族因为和沈家结了亲家的缘故，节节攀升，而今摊销往来都是非富即贵之流。沈金峰的衣袖从他用尽力气的手里缓慢地抽出，直到完全抽掉，纳兰晴便往前滑倒，往前栽在了地上。金峰，金峰，他的声线都在颤抖，是伤心欲绝之余的害怕。沈金峰大步流星地向夜里走去，没有丝毫的停留，甚至都不回头再看一眼额角磕到了桌角的纳兰晴。纳兰晴歇斯底里的一拳一拳砸在地上，使得手背破了皮，血迹往外渗透而出。夫人，小玉匆匆而来，看见这一幕，连忙哭着把纳兰晴扶起来。夫人要当心自己的手啊，平日夫人最喜欢的就是这一双手了。纳兰晴起身之后，看见小玉比从前多带了一根发簪，年轻细嫩的皮肤似乎吹弹可破，不需要涂脂抹粉就有种唇红齿白的清秀感，乃像是她年纪或许不算大，但因为2年来的郁结于心，长夜难眠，眉角眼梢都沧桑了许多。他拔掉了小玉的簪子，丢到了地上，在大公子面前这般花枝招展，我真是养了个白眼狼。小玉一惊，忙不迭跪在地上求饶认错。到了第2日的白天，纳兰晴才允许他站起来。至于离开纳兰晴视野的沈金峰，也没去武帝沈修白那里蹭睡，而是去了北渊王府，硬把熟睡的燕云彻给喊醒。做什么？燕云彻睡眼惺忪地问。陪我喝酒。就像是在三春山上那样，两人互为知己，时常喝醉到天明。不喝。燕云彻转身就走，却吩咐17道去望月楼把西域的幽冥醉拿来。沈金峰看着燕云彻的背影，沉默了良久，最后跟上。两人到了王府的屋檐上，喝着西域最烈的幽冥醉。沈金峰，我一直有个问题，当时想问，但也没多大的意思了。时过境迁，终究是物是人非，人生书卷里也不是每一个问题都有相对应的答案，更多的是无解。我为何离开三春山是吗？燕云彻问。沈金峰猛灌了一口酒，是，有人花钱买我的命，被10个大宗师追杀了。燕云彻提着酒坛，遥望着月色。今晚的夜并无星辰点缀，让人压抑且闷得慌。大宗师？10个？沈金峰拿着酒壶的手都跟着抖了下。大宗师是什么概念？一人可抵万军，劈山断海不在话下。宗师级以上的武者是大国与江湖里顶尖的存在，大宗师就更恐怖了。沈金峰似是想到了什么，诧然道：
难道说那年的血杀令是对你下的？血杀令算是世上最高的追杀令，血杀令出，地府门开，无往不胜。但这么多年，血杀令就只有一次失败。世上的人把大宗师尊称为最接近神的存在，话语虽然夸张，但也能大宗师的身份地位以及实力有多么的崇高浑厚。而只有那一次失败的血杀令从大宗师手下活过的神秘之人，则被传成了神。燕云彻点了点头。沈金峰问：你是怎么做到的？莫说10个大宗师了，就算是一个宗师都能轻而易举地咬断他沈金峰的脖子。他难以想象燕云彻是怎么活下来的。燕云彻饮了一口幽冥醉，遥望着星空，忽而扭头答非所问地道：本王在极北之地救下了一名女子。沈金峰压根就不想听这个，只想知道燕云彻是怎么存活下来的。那个女子，他说她叫叶倾城。砰！沈金峰的酒坛从手中滑落，从王府的屋檐滚了下去，重重的摔裂，酒水从坛子碎片溢出。第106章，叶倾城。他魂牵梦绕了好多个日夜的名字，是脑海里久久徘徊散不去的身影。他在哪？沈金峰脱口出的问道。俊脸之上交错着复杂的神情，一双剑眸泛起了痛楚的红。大概是在带孩子吧。燕云彻慢条斯理的喝酒，平平淡淡地道：带孩子。沈金峰浑身的力气好似被全部抽干，咽喉深处蔓延了一丝苦涩，3两言语似若五雷轰顶，心口的痛感更是一发不可收拾。而他本该是世上最没资格伤心难过的，却遏制不住悲从心来，便无所顾忌的重新开了一坛酒，试图把自己彻底灌醉。本王瞧着那两孩子生得一模一样，大概是龙凤胎。燕云彻又道。沈金峰痛饮完了半坛酒，眼眶愈发的红，右手则死死地扣着左胸膛处心脏的地方，钝痛感一阵阵如海浪般传到了掌心。当初得知那兰情怀有身孕的他，也是这样的心痛吗？或许比他痛千千万万倍。他的孩子应当会像他一样好看。沈金峰满口都是苦涩的味道。燕云彻眉梢一挑，本王何时说了是他的孩子？沈金峰，啪嗒，又一坛子酒从王府的屋檐滑落，恰好砸到了17的脑袋上，疼得17双手抱头，龇牙咧嘴的寻思着这沈家闻名遐迩的大公子，怎地酒品比沈小姐还差？苏澈，你敢耍我？沈金峰捕捉到了燕云彻眼底的笑意，自认为还算沉着稳重的他恼到不行，瞪着燕云彻下意识的凶道。话说出口的刹那，檐上的2人都愣了一愣。苏澈是燕云彻在三春山的化名，这个名字沈金峰已经很久都不提及了，还以为早就尘封到了记忆的最深处，并囚上了一层牢牢的枷锁，任谁都打不开。沈金峰有些不自在地看向了别处。燕云彻似笑非笑，沉吟了一会儿，便道：那2个孩子家在极北之地，父母被江湖上的宗门追杀，叶倾城冒死救下2个孩子，东躲西藏，最后还是逃不过对方的追杀。我是在这时遇到他的，他女扮男装，化名叶枫，走南去北，医治过许多贫苦的人。叶枫，叶倾城与沈金峰，他从未忘记过他，只是再也回不去了。傲从骨中生，他有他的固执与倔强。叶家之女绝不会与旁人共侍一夫，更不屑于玩任何在男人面前争宠的戏码。沈金峰放下酒坛，仰头靠下，平躺在了屋檐之上，一双眼眸紧盯着黑夜里的月看。许久，他问：后来呢？后来，叶云彻眺望上京城延绵展开的轮廓，继而说道：他远行他乡，带着那2个无父无母的孩子，继续治病救人，救的是穷苦之人。他说过，那2个孩子没有家人，而他此生不嫁人不生子，便把自己当成那2个孩子的母亲。后来江湖上传的白衣圣手，说的就是他。不嫁人不生子，这几个字眼深深地刺痛了沈金峰的心。他闭上眼睛，把自己当作冰冷的尸体，没有灵魂的躯壳，静静地躺着，静静地欣赏着此夜的月光。至少他与远方的心上人普照着同一片月光。是我辜负了他。沈金峰低声自嘲：我曾还怨怪你，却不想自己连你都不如。你起码是被大宗师追杀，而我是酒后误事。沈兄，燕云彻眼眸深邃如潭，看向了他。你觉得你是个会酒后误事的人吗？酒后误事是世上许许多多人来掩盖自己内心丑陋的一个借口。燕云彻从不信这4个字，只因如若是他的话，纵饮万杯烈酒，也不会对旁的女子动情。王爷这是何意？沈金峰陷入了沉思，指尖划过凉意。他并不觉得自己会酒后误事，但事实摆在眼前的时候，他就不得不认。彼时他也不是没有思考过，只是那兰琴怀孕的月份对得上，他也确实误闯了那兰家的房子，但要如何自圆其说才行？
难道纳兰晴早就知道他会出现，并且还与另外的男人怀了孩子？这太荒唐了！若非证据确凿，他不会从这方面去羞辱纳兰晴。燕云彻却是不再说话，沉默地喝着烈酒，眸光所至是沈府的方向。天光尚未破晓之际，沈府清幽堂的沈宁早早的就在院中练习枪法，采莲则去给李清奎、陈欢欢熬药。曙光洒下的时候，纳兰晴来了清幽堂庭院，眼睛红了好大一圈，还有些略微的肿。阿宁，纳兰晴手里提着食盒，将其放在庭院的石桌上。我给你炖了点汤，给你补补身子。你大哥总是说你太瘦了，我觉得也是。纳兰晴的手缠绕着血色的软布，还隐隐往外渗透出了新鲜的血迹。长嫂费心了。沈宁收枪问：长嫂的手是怎么了？丫鬟小玉道：夫人她一晚上都没睡，熬了几个时辰的汤，还被烫伤了。纳兰晴横了他一眼：不就是个烫伤？你与阿宁说那么多做什么？随即温柔地笑望着沈宁：阿宁，来喝汤，尝尝味道怎么样？你还喜欢吗？沈宁神色淡淡的注视着这一幕，便是了然于心，故作关怀地道：长嫂太不当心了，日后这些事就让旁人来做，你好生歇着就行。我吃太多也没什么作用，习武之人每日强身健体的量太大了，一学起又废寝忘食，那更得好好吃点东西。纳兰晴急道：阿宁该不会是怕我下毒吧？绝无可能之事，你看，我吃给你看。纳兰晴盛了一碗汤，一口气喝光，并献给沈宁瞧：阿宁，我们是一家人，我不会害你的。长嫂多想了，我怎么会认为长嫂下毒？沈宁放心的盛了碗汤，不疾不徐的喝了口。纳兰晴展露笑颜，犹豫了会儿，握住沈宁的手说：阿宁，比武场我虽没去，但也听到了些风声。我查过了，那日出现在比武场的男人叫做陈高，名月城修县人，确实是陈欢欢的父亲。你去请王爷把他放出来吧。沈宁喝汤的动作一顿，结义半垂，掩去了眸底的深意。第107章，偶尔折杀一次也无伤大雅。沈宁看着纳兰晴满脸的期许和热情，沉默的说不出一个字。从他进府开始，纳兰晴用的手段，说的话语都太过于明显。与母亲聊起叶倾城之事后，他总在想是否为纳兰晴做的局，但连影子都查不出来的局，可称为天衣无缝。以纳兰晴的行人处事，做得出来吗？想不到长嫂对那人的事情这般关心。沈宁浅浅的笑着，不动声色的放下了汤碗。他能感受到纳兰晴的诚心，可见这汤是纳兰晴去炖的，并未嫁借下人之手，因为太难喝了。你把欢欢当成自己的妹妹来看待，她的事我肯定会上心的。纳兰晴又给沈宁盛满了汤。只不过我与北渊王不熟，王府的事情我不太好插手。至于那人是否为欢欢的父亲，我想王爷会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沈宁不咸不淡地道：长嫂若等不及的话，就让小玉去王府催一催好了。小玉面色一变，纳兰晴的脸上也有几分挂不住。去王府催王爷做事，还是喜怒不定的北渊王，这不是嫌自己命太长了吗？纳兰晴扯着脸皮讪讪的笑：那还是算了，我也只是担心若真为欢欢的父亲，会在王府吃罪。阿宁，你别多想，嫂子没别的时间，前段时间嫂子确实做了些让你不高兴的事，但古人说得好，知错就改，善莫大焉。嫂子现在都已经知道错了，而且说着就又抓住了沈宁的腕部。嫂子一直觉得跟你有话说，你也是嫁过人的人，应当知晓嫂子的心情。你大哥近日都不去我那里，我真怕他跟顾影南一样带回来个女子。沈宁半垂着结意，缓缓地把手拉了回来，冷淡地道：长嫂拿我沈家大哥与顾影南相比，可这是在羞辱大哥。阿宁，我不是这个意思。采莲送客。沈宁面无表情，眸光凛冽。恰逢采莲回到庭院，看见纳兰晴的刹那，瞬间提防起来，摊开了手，皱着眉头说：纳兰夫人请回吧。纳兰晴欲言又止，见沈宁主仆态度强硬，只得悻悻地离去。才刚走出清幽堂，就见采莲将食盒提出来递给纳兰晴：纳兰夫人，我家小姐说了，近来见夫人头发稀疏，您才该多补补。纳兰晴皱紧眉头，勉强挤出了一个笑，示意小玉把食盒接上。采莲回到庭院，擦了擦小手，撇撇嘴道：黄鼠狼拜年，没安好心。知道没安好心就行了，不必针锋相对。沈宁手捧着书，眉峰淡淡的蹙起。且不说纳兰晴做局与否，只要他当初腹中孩子的父亲是沈金峰，哪怕是他机关算尽得来的沈家也必须的人。沈宁最近才知晓，那个孩子是因为沈青山而没了的。采莲，去把青山喊来。是。不多时，沈青山睡眼惺忪的来了清幽堂，打着哈欠说：阿姐，你怎么跟爹那糟老头子一样不讲人情了？青山，我问你，当时长嫂的孩子究竟是怎么没的？沈宁开门见山的问。
沈青山顿时睡意全无，整个人也沉闷了许多，垂头丧气地坐在石桌前，喝了口茶，才娓娓道来。纳兰晴嫁进沈家后，沈青山虽然更喜欢叶倾城，但也喜欢纳兰晴肚子里的孩子。某日，他邀请了许多玩伴来沈家演武场比划比划，他正得意的时候没有注意，推倒了纳兰晴。纳兰晴提着糕点来看他们，糕点摔得满地都是。他当时捂着腹部，惨叫连连，红着眼喊：“我的孩子，孩子！”沈青山手足无措地立在演武场上，煞白着一张脸，惊恐地看着纳兰晴腿边的衣料米开了血迹，那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红，后来无数次出现在沈青山的梦里。说到这个，沈青山的额头一了汗：“阿姐，我把大哥的孩子弄死了。”沈青山眼睛湿润：“我是杀人的凶手，我杀了我的亲侄子，要不是我当时的疏忽，他就会长大，还会喊我小叔叔。长嫂很关心你。”沈宁问道：“他还去演武场特地给你送吃的的？”沈青山吸了吸鼻子，点点头：“长嫂从进府开始就很关心我，经常去看我。”沈青山以前的武学造诣很好，但经过这件事后非常的排斥武学。末了，沈宁又宽慰了沈青山几句，才开始思考当年之事。纳兰晴是母凭子贵近的沈家，他相当清楚这个孩子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应当更加的谨慎小心才对，又怎会去演武场那般危险的地方？他想，这个问题郑蔷薇也有想过，调查过，肯定是没有什么纰漏，才不了了之。沈宁半眯起眸子，仔仔细细地思量了好一瞬，才道：“让五哥去查一查君上舒家和纳兰一族最近有没有联系，特别是纳兰晴的那个兄长。”采莲点点头，快步去找了沈修白。去的时候步伐都是欢快轻松的，连蹦带跳的样子煞是可爱。他在无人的地方理了理衣襟，才敲响沈修白的院门。侍从回道：“采莲姑娘，五公子在欢欢姑娘那里。陈欢欢住在东南院里疗伤。”“那我去欢欢姑娘那里找五公子。”采莲咧着嘴笑。东南院内，沈修白正在给陈欢欢喂药。采莲推开门进来，见此场景，眸子泛起了亮光。五公子就连喂药时的模样都这般好看。他将沈宁交代的事重复了一遍。沈修白点头道：“我会去查的，让阿宁放心。”陈欢欢瞧见采莲，宛若遇到了救星，虚弱地说：“采莲，你帮我喂药吧。”采莲看看沈修白，又看了看陈欢欢，眨巴眨巴两下眼睛。让五公子喂药，那可是天大的福气，欢欢当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清幽堂还有事儿呢，我就先回去了。采莲给陈欢欢使了使眼色，就脚底抹油似得走了。欢欢不知福气，他可得好好的推波助澜。陈欢欢无奈地合上了眸子。沈修白问：“你不喜欢我喂药？”“公子喂药是折杀我了，偶尔折杀一次也无伤大雅。”沈修白又一勺的药递到陈欢欢的嘴边：“喝药。”第107章，喝药的时候不要说话。陈欢欢只得把药喝下，只是沈修白的喂法慢得堪称离谱，一勺里面只有指甲盖大小的药，硬是多喂了几次，还美名其曰这样不烫。“五公子。”陈欢欢忽而出声：“你很闲吗？闲得来给一个不算熟的女子喂药？还是说上京城的权贵之子都这么闲？喝药的时候不要说话。”沈修白说。陈欢欢默然地喝着药。沈修白问：“欢欢，你喜欢哪一种的男子？”“再喝药，不想说话。”陈欢欢闷声道。沈修白他倒也体会了一遍何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陈欢欢结意轻垂，双手轻轻地攥着颈背，不语时脑海里无限重复比武场发生的一切，以及父亲抱着母亲灵牌的样子。母亲死在湖里的那一天是修宪的庙会，他和母亲早早约好了，定要一起去看庙会。但那天因为父母发生争执还大打出手的缘故，他就不愿去了。如若他执意去看庙会，或把母亲留在家里，或陪母亲一起去湖边，母亲是不是就不会走了？陈欢欢深吸了一口气，他给沈宁小姐丢脸了，也给亡故的母亲丢了脸。“吴公子，能帮我一个忙吗？”“什么忙？”“帮我把我母亲的灵牌给我，再给我画一幅我父亲的画像。”“好。”沈修白猜到了他要做什么，但并未阻止。有些坎无法让旁人帮忙的，只有自己跨过去，才能像凤凰涅槃那样获得新生。之后的日子里，沈宁子金武堂和沈家两头跑。黄武阁的学生们进步神速，武堂则把二流武者的沈宁提到了玄武阁。玄武阁内只有30多个学生，若放在凤鸣这些武堂，二流玄武级别的学生至少有500-600个，而这就是紫金与其他武堂的差距。教导玄武阁的老师是邓伯斐先生。这日清晨，邓伯斐把沈宁带到了玄武阁，介绍道：“沈宁沈小姐，我想诸位都很熟了吧？玄武阁的39人，精神抖擞的，那当然是熟了。比武场一战，我紫金武堂大出风采，焉能不熟？还好当时我去看了，沈小姐
对战秋双斩的那一场堪称精彩，又让人痛快。听说啊，那秋双斩完全不能学武了，还是个失去了双眼的瞎子。哎，我心里咋就这么舒服呢？博飞先生，我是不是太没良心了？邓伯斐哭笑不得地望着这群调皮捣蛋的学生。沈小姐，莫要介意，这群人就是没规没矩惯了，都是性情中人。沈宁微微一笑。林秋，玄武阁的阁主。邓伯斐道，他快要到一流武者了，是玄武阁内最强的人。林秋，日后要多加照拂沈小姐，知道吗？得嘞。少年生的眉清目秀，站起来笑道，不过以沈小姐的天赋，应当是她多加照拂我才对。说着给沈宁做了作揖，低头颔首，日后就多麻烦沈小姐了。林公子客气了。沈宁缓缓拱手，环顾四周，打量了一番玄武阁。玄武阁从壁面到摆设都是古色古香的，仰头看去，天顶还有四兽之一朱雀的浮雕图腾，乍眼望去，栩栩如生，宛若当真有神兽朱雀破壁而出，悬飞于空。朱雀是大雁的守护兽，也象征大雁子民的信仰。传闻神兽朱雀会守护着大雁的每一个子民，因而在百姓的心目中，朱雀是和神灵等同的存在，各地还在设朱雀庙用来祭拜。邓伯斐顺着沈宁的眼睛看向天顶，说道，朱雀刀、青龙剑、白虎鞭、玄武枪被称之为神兵神器，分别在大雁、雪女城、武帝国和北星王朝。如今已经没了北星王朝的踪迹，就连神器玄武枪也都消失不见了。林秋说道，朱雀刀在沈小姐的家中呢。玄武阁的学生们眼里都浮起了好奇之色。邓伯斐笑了笑，朱雀刀是玄宗皇帝当年赏赐给沈家的，除非后世有人的功勋能够盖过沈家，否则的话，朱雀刀将永远在沈家流传。得朱雀刀者为世间真英雄也，那是沈家的无上荣耀，意味着沈家是大雁的定海神针，也是江山社稷的脊梁。大雁今日的太平，少不了沈家当年的舍生取义。马革裹尸，沈小姐是沈家后辈，我等应当敬重。林秋郑重地道。其余人纷纷点头。沈家先祖为天下大义而九死一生，是为将者应当做的事。先祖若能看见今日的和亲海晏、太平盛世，定会万分欣慰。沈宁淡淡地道。听得此话，邓伯斐赞赏地看了眼沈宁。不骄不躁，方能长远。有学生直言道，保家卫国虽是为将者的本分，但受其庇护之人却不可理所当然，应时常敬畏，时常缅怀。沈宁不得不承认，这一刹他的心被狠狠地颤动了一下。他想，沈家先祖得知后世有人能说出这番话，便觉得当年的视死如归是值得的。而后沈宁坐在了林秋的旁边，听邓伯斐先生讲课。邓伯斐的讲课别有一番意思，不仅仅是讲武学，更是讲故事，融会贯通，使人茅塞顿开，增益。讲课结束的时候，学生们把沈宁围了个团团转，让沈宁讲解双龙阵和北斗七星阵的奥义所在。沈宁嫣然一笑，侃侃而谈，将阵法秘诀全部道出。玄武阁的学生里，就只有一位学生始终都是沉默的，是个瘦削的男人，靠在窗边坐，皮肤白到病态，却有鲜血一样红的嘴唇。他叫江森，他总是看着窗外，谁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林秋说他与世界格格不入，他是个异类。沈宁收回了看向江森的眼神，继续和林秋登天讲解阵法。傍晚，他与彩莲乘坐马车回到沈府，大哥五哥和沈青山都在院子里等他，还有个纳兰晴。纳兰晴为了见到沈金峰，只要他在府邸，不管在哪里，他听到了风声就会来。阿姐，你看五哥的画，丑死了。沈青山指着石桌上的画作，眯着眼睛笑道。没眼光。沈修白冷哼。沈宁走进院子里，和兄长弟弟讨论画作。没一会儿，就见沈府下人来报，大公子宁小姐，大齐的永安宫主要来府上，说是拜见大公子和宁小姐。纳兰晴当即警觉了起来，不由靠近了沈金峰几步。第108章，大雁沈家，如雷贯耳。永安公主。沈修白蹙起了眉，眸底的冷意愈发凛冽。让他走，沈家不欢迎他。沈青山直言不讳地道，当我沈家是什么地方，想来就来吗？虽说沈宁阿姐致辞的主要原因在于顾颖南，但作为沈宁家人的他们，自然不愿意给蓝莲之好脸色。让他进来吧。沈宁淡淡道。沈青山嘟哝，阿姐不碍事。沈宁笑着揉了揉沈青山的发，见沈宁当真是风轻云淡，不起半分涟漪，沈青山才撇着嘴就此作罢。不一会儿，就见下人带着蓝莲枝进了清幽堂。蓝莲枝的身边连个婢女都没，比起沈宁初见她时，眉间多了些化不开的忧愁，整个人也不再容光焕发，清简了许多。但毕竟是大齐皇室的公主，哪怕大齐作为战败国，
蓝莲芝的行止依旧有皇室公主该有的姿态。永安公主，沈宁轻抬起眼帘。沈小姐。蓝莲芝还背着她最爱的那一把红缨枪，却不似初入上京城时那般心高气傲。不知公主来沈府是为何事？沈宁问道。想问沈大公子一句话。蓝莲芝侧眸看向了沈金峰。沈大公子，恕我冒昧，我想问你在戍边之时，可曾有去过雁齐交战之地，就是大雁对战定海大将的那一战？公主说笑了，吾奉圣上之命镇守西北边关，又怎会擅自离营去往雁齐交战之地？沈金峰道。蓝莲之略有失望地低下了头，她紧抿着唇，漆黑浓密的结意轻轻地颤动着。公主，纳兰晴道，我夫君从来都是规矩的人。说到夫君的时候，咬字特别的重，仿佛在警告什么。纳兰夫人说的是我打扰了。蓝莲芝看向沈宁，说了一声告辞，便转身往庭院外走去，背影在阳光下萧瑟又落寞。永安公主，沈金峰忽而喊。蓝莲芝脚步顿住，回眸看去。你可知沈家的武学训诫？还请公子明示。一不斩废物，二不杀女人。似是一时激起千层浪般，蓝莲芝微红的眼里渐渐凝聚了水色。她微笑地看着沈金峰，双手轻轻地握成了拳。大雁沈家，如雷贯耳。蓝莲芝提着枪，一寸寸地转过身去，缓慢的步伐往外走，泪水瞬间夺眶而出。原来是他看错了人，一意孤行的自以为是，伤害了喜爱之人的妹妹。这一刻，说是肝肠寸断也不为过。他靠满腔孤勇来的上京，他以为有金银水宝，然一旦走错了路，就会永远与自己最爱的风景失之交臂。走出沈家，回到顾府，他把自己关在房间很久很久。他哭着笑出了声，望着铜镜里憔悴的自己，只觉得分外的陌生。还记得许多年前，大齐皇室的小公主握着比自己还高的枪，骄傲地说：“父王，儿臣日后要成为大齐的脊梁。”永安醉得震心，哈哈哈！父王的笑声久久徘徊在自己的脑海里。2个时辰后，他想法子托人去要了避子汤的药方，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沈府清幽堂，纳兰晴不悦地道：“这大齐的永安公主真叫人喜欢不起来，既抢了我们阿宁的夫君，还敢恬不知耻地上门。金峰，你方才就不该与他多费口舌。”纳兰晴很有危机感。蓝莲芝看沈金峰的眼神，让他犹如百爪扰心般难受。纳兰，沈金峰低声开口：“夫君。”纳兰晴眉眼缱绻，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沈金峰，有时少说点话也是一种美德。他坐在石凳之上，看着蓝莲芝消失的方向，久久都没能回神。从蓝莲芝问话的时候，沈金峰便猜出了个8、9不离十。兴许蓝莲芝与顾影南的感情起源于那一战。纳兰晴抿了抿唇，看着沈金峰欲言又止，循着男人的视线往外看，是院门的方向。纳兰晴当时恼到不行。永安公主虽说住在顾家，但还没完成婚事，就不算是夫妻。纳兰晴又道：“阿宁，你听说了吗？前段时间大街小巷都在传呢，说是永安公主不知检点，与顾将军在马车内苟合，那场面简直就是活色生香。”他这话一出，清幽堂的人齐齐脸色大变。且不说沈家从来都不会用私事来羞辱任何一个女子，沈宁曾经毕竟是顾影南的妻子，哪怕如今已经毫无关系，这件事对她的伤害绝对不会小。纳兰晴说这话只顾着自己的想法，压根没有考虑过沈宁的心情。长嫂非学那些长舌妇的吗？沈修白问，言下之意是在说纳兰晴也是长舌妇。纳兰晴脸色变了又变，后知后觉反应过来，道：“阿宁，嫂子指示，我回房睡了。”沈宁起身走进房中，沈金峰3兄弟相约去喝酒，没一个人搭理纳兰晴。夫人，他们怎么都这样？小玉不忿地道：“他们从来都没把我当成过家人。”纳兰晴叹了口气，要不是大哥他捅了个大窟窿，我又何至于巴结沈宁呢？现如今沈家上下谁还敢欺沈宁？先前都以为沈宁武学废了，沈家二老都不看重他，又是个弃妇。看清局势后，这些人竟隔3差5的去清幽堂送东西，反倒是纳兰晴那里门庭冷落。纳兰晴把手上的镯子和发簪都取下来交给了小玉，吩咐道：“先把这些拿去卖了，能换多少钱是多少钱，剩下的我再想办法。”奴婢这就去办。纳兰晴看着紧闭的房门，入骨的恨意涌上了眸子。他的大好人生在这段时间天翻地覆，而这一切都是从沈宁回府开始。沈宁，你为什么要回来？何不死在外面？屋内窗户闭合，沈宁透过窗户的间隙往外看，看见了纳兰晴阴翳的双眸。他低下头，从袖子里抽出了卷起的纸，这是五哥带来的。打开之后，
上方写着纳兰秦大哥纳兰成近来和君三公子君光祖往来密切的事。第109章，这是什么万恶的世道？从今年开春时，纳兰成就与君三公子来往密切，多次饮酒作乐，宿在上京最大的青楼咏春馆。除此之外，君三公子还经常把咏春馆的姑娘带回家。纳兰成购置了许多的别院庄子，就连纳兰府邸都重新修葺了一下，比原来的大了2倍不止。沈宁微微眯起眸子，旋即把纸放在烛火上烧，做了灰烬。纳兰家绝对是有问题的。沈家对纳兰请给娘家的贴补，向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都在可控的范围内，但绝对满足不了纳兰家如今的规模。而且纳兰家表现在人前的财产就以这般惹眼，那背后不为人知的钱财又有多少，又是源自于何处？沈宁拿起一卷书，坐到了椅子上。纳兰成就算有问题，也没法一时之间拔出。现在最让他关心的是北渊王府那里。陈欢欢的父亲被燕云彻带回了王府，至今却没个消息。王府的办事效率着实有点低。沈宁喝了口茶，心中腹诽道：翌日5更天的时候，北渊王府的侍卫17跑了一趟清幽堂，说沈小姐，比武场上那日被带走的男人查得有些眉目了，王爷请你过去一趟。沈宁点点头，这回他是坐着沈家马车，大大方方去北渊王府的。陈高就关在北渊王府的暗室，身上挨了好多鞭，每一鞭都皮开肉绽的。阴森的暗室就只有几缕微光，陈灰还在光里浮动，空中流动着刺鼻的血腥味。沈宁来时就看见燕云彻随性的坐着，竟还有闲情雅致喝醉，看见他还晃了晃精致奢华的酒杯。沈小姐，来一杯吗？不了。沈宁直接问，查的怎么样了？是陈欢欢的父亲不假。燕云彻说，不过还查出了一件事，陈欢欢母亲的死因。沈宁淡漠地问。17的眼睛唰的一下就亮了，沈小姐这都能知道？洗水之人死在湖边本就是个笑话，可能会有这样的事，但概率太小。沈宁说道，我也是随意猜测罢了。从陈欢欢在紫金武堂与他提起这件事开始，他的心底里就藏了个疑云，而亲耳得知真相之后，看着陈高的眼神多了一丝狠意。是多么恶毒的人才能对同床共枕为自己生儿育女的发妻下此死手，竟还有脸抱着对方的灵牌受君光祖的唆使去比武场刺激陈欢欢。沈宁走到陈高的面前问，你后悔过吗？陈高的眼睛都被血水糊得睁不开了，听到沈宁的话，疼痛难挨的他想到了往事种种。后悔。他沙哑着声音说，他后悔没在干净利落点，让上京的这群人顺藤摸瓜查到了证据。他后悔来上京城了，否则没人知道他杀过人。17鄙夷地道，他还懂得后悔？我呸！他是为了别的女人把自己妻子推进湖里的，为了防止妻子上岸，还下水去把人按着，等人没了气息自己再逃走。原因就是因为他妻子辱骂了跟他有一腿的女人。按照大燕律法，蓄意谋杀者当处之以斩刑。沈宁眉头紧皱，看着眼前的陈高，恨不得亲手将此人斩了。不要！陈高用尽力气喊道。沈宁后退了几步，欢欢的伤还没好全，让他坐轮椅来一趟吧，属下去请欢欢姑娘就好了。沈小姐，你且歇着。17的脚步很麻利。燕云彻道，沈小姐坐。沈宁坐在了燕云彻的旁边，微微闭上了双眸，头疼的抬手轻揉了揉眉心，让欢欢知道真相，总好过蒙在鼓里，把错误都归咎给自己。说到底，他虽然恨陈高，但毕竟斩断骨头连着筋，骨血亲情非3言2语可以说清，他还是对陈高有一线希望。如今绝望也好，人啊，只有彻底绝望了，才能触底反弹。当然，也有死在谷底逆境的。他希望陈欢欢是前者。忽而，一双瘦长洁白的手指腹浸着凉意，轻轻地按揉着他两侧的太阳穴。沈宁浑身僵住，结意轻颤了下，却没睁开眼睛，放在衣把上的手指间略微的蜷缩。王爷，本王年幼时每回头风发作，母妃就会这样为本王按揉，本王学得了1、2，沈小姐不如把本王当成你爹。沈宁拥有这样的爹，确定不是做噩梦吗？不过苏太妃生前帮过沈家一把，燕云彻是她的独子，沈宁并不讨厌。而且自从那日去了北渊王府后，时常想到燕云彻亲手斩杀母亲，以及时常犯病的模样，知晓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来推测燕云彻。古书上说，像这样童年受到过创伤的人，会永远活在童年的阴影里，循环往复的折磨自己，直到最后一口气。简单来说，就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思及此，沈宁的心里泛起了母爱的柔意。燕云彻许是想借助按揉太阳穴来思念魂归九幽的母亲。那侧陈高竭力地睁开眼睛，好不容易稍稍看清了点，却是几近吐血。
他在那里半只脚踩到了阎罗王的枕侧，那两人竟在打情骂俏，这是什么万恶的世道？陈高内心长吁一声，苍天不公，不公啊！第110章，你的手很冷凉到我了。暗室血香，悠悠无光，似是与世隔绝的方外之地。沈宁始终合着双眸，感到来自两侧太阳穴轻重有致的力感，轻抿了明浅红色的唇，忽然出声：“王爷。”男人的声音是从来没有过的温柔，略带几分低沉的磁性。你的手很冷，凉到我了。叶云彻按揉他太阳穴的双手蓦地一顿，面色的温和荡然无存，只剩下狂风暴雨般的阴郁。他郁闷地挪开了自己的手，浑身上下仿佛都在透露自己有情绪了，闷闷不乐地坐在了一边，颇为孤独地饮着酒。沈宁缓缓地睁开了眸子，唇角不自觉地上扬，宛若点漆的眸子漾起了丝丝的笑意。但很快反应过来的他便收起了笑，冷着脸开口：“王爷，干嘛？”“谢了。”叶云彻侧眸朝他看去，有些不自在地收回了视线，小事一桩。沈宁执起桌上的酒，才刚送到嘴边，便是皱了皱眉。果酒。他又拿起了叶云彻面前的酒壶，打开一闻，分明是烈酒的醇香。叶云彻似是察觉到了他的心思，如玉般的长指轻触了触鼻尖，故作镇定地道：“果酒比较适合女子，烈酒伤身伤脾。想不到王爷还是这般细心之人。”沈宁放下酒壶，玩味地道。叶云彻抿着薄红的唇，默然着不再说话。不细心不行，沈宁的酒品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若是遇到不怀好意的人，后果便是不堪设想。时间缓缓流逝，两人坐在暗室，欣赏着陈高身上的伤口鼓鼓的往外冒血，有一搭没一搭的喝着酒，直到17把陈欢欢和沈修白带来。陈欢欢的伤虽然好了些，但不能离他太久，时刻需要有人扶着。沈修白是扶他的人。路上17就已经把陈高当年的罪行说出。“欢欢，是你吗？”陈高被血水浸过的视线模糊地看到了陈欢欢。“是我呀，爹。”陈欢欢对着他笑，眸子里的红像是涌上了刺目的血水般，滔天的怒和恨意在胸腔翻江倒海，随时喷薄而出。“你是爹唯一的女儿，爹只是一时犯了错，一时鬼迷心窍，是失手而已，并非真的要害死你娘。欢欢，你能理解爹的对吧？你的身上可是流着爹的血啊。”陈高一面吐血一面说，声线都在是发颤的。陈欢欢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胸腔剧烈起伏，如一星燎原之火，点燃了他的五脏六腑。“陈高，你没有心，没有心。”陈欢欢回头看向沈宁和叶云彻：“王爷，沈小姐，大燕律法他是斩首之刑，能让我来吗？”沈宁眸光一闪，犹豫了少顷，最终还是沉默下来，由陈欢欢自己做出这个选择。“在北渊王府，你随意。”叶云彻懒声道。“欢欢。”沈修白蹙眉，他担心陈欢欢走出了一个死胡同，又掉进了另一个阴暗的漩涡。“我没事。”陈欢欢说，“我要给我娘报仇雪恨，我要她九泉之下死而瞑目。”陈高慌了，他竭力地瞪大双目，惊恐地望着陈欢欢。“陈欢欢，我可是你爹啊！我陈欢欢只有娘没有爹，从你把我娘推进湖开始，你就不是我爹了。”陈欢欢恶狠狠地瞪着他，双手染上鲜血，抓紧了陈高的衣襟。“陈高，你这个杀人凶手，你杀妻卖女连人都不是，地府鬼神都不会放过你的，你没有资格跟我说话，没有，去了地下，你这个连头都没有的断头鬼，不要想着还能攀我娘的高枝。陈高，去死吧，去死！”叶云彻放下酒杯，起身向沈宁伸出了手：“沈小姐，陪本王出去走走。”沈宁与沈修白对视了眼，而后忽视掉了叶云彻的手，起身与他走出暗室。17便在暗室的兵器架里找了一把对比之下不算重的断头刀，递给陈欢欢：“欢欢姑娘，你有伤在身，断头刀都很重，且要注意。”陈欢欢咬着牙，双手抓住了刀柄，发狠地瞪着陈高：“欢欢，不要不要，我是你爹，我是你爹啊！”陈高吓傻了，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他不想死，他还想活着。眼见着陈欢欢毫不犹豫并毫不留情，陈高狠毒地咒骂道：“陈欢欢，你这个毒妇，你这个贱人，跟你娘一样，都是下贱胚子！你……”咔嚓，刺了，鲜血喷洒在陈欢欢的脸上。这一刀用尽了陈欢欢全部的力气，他身子摇摇晃晃地跌倒。沈修白及时地抱住了他。男人担心地看向怀中少女，满脸鲜血的陈欢欢却对他露出了一个笑：“真好啊，我娘泉下有知，不会难过了。”泪水顺着眼尾流出，与陈高的鲜血混合在一起，没入了鬓间。难过到极致的同时，他笑到极致。17在旁咽了咽口水，断头的事他见过不少，但这砍死亲生父亲的还是头一遭。王府的北庭院有一个藤蔓做的秋千，正午初冬的日头刚刚好。
叶云彻说：“沈小姐，试试。”沈宁年幼之时最爱荡秋千，哥哥们轮流给她推，能荡得很高，仿佛一伸出手就可以抓到太阳般。不了，小孩子才喜欢荡秋千。沈宁淡淡道：“沈小姐不就是小孩？”闻言，沈宁下意识地看向了男人的眼睛。叶云彻又说：“在沈老将军的眼里，沈小姐不就是小孩？在家父的眼里，我是逆女。”沈宁近乎脱口而出。叶云彻如果他会死在上京，定是被沈宁给噎死的。沈宁耸耸肩，转而朝暗室的方向看去。若他回头的话，便能看到男人眼底一扫而过的失落。这秋千是他亲手做的，从木材到藤蔓都是他精心挑选，然后分工制作。沈宁说：“明月城是偏远之地，欢欢所在的修县更是偏僻，也难为军光祖他煞费苦心来这么一下了。陈欢欢出来上京的时候，扫了军光祖的心，因而被军光祖给盯上了。”叶云彻解释道：“那倒也说得过去。”沈宁声音冷了几分，不过就这一个理由，只怕还是不够，想必除了欢欢得罪过他以外，他在明月城修县还有别的目的。17一来就听到了沈宁的话，当下五体投地，心叹沈小姐真是神了。第111章，这是一场鸿门宴。叶云彻看向沈宁的眼神愈发的深邃。本王的人在明月城调查陈高杀妻之时，看到了50多起失踪案，失踪的人大多数都是9到13岁的女孩、男孩。失踪？沈宁皱眉，只怕不是失踪，明月城的县衙如何处理的？归咎给了贼寇，多数草草结案。不过本王让人复刻了卷宗送来，和君家有关系？沈宁敏锐地问道。有3起失踪案发生在军光祖派人去接陈高的时候，这不足以断定和君家有关系，但明月城的新任县令是监察御史宋应举荐的，而军尚书前段时间与监察御史吵得摔杯砸碗，后说老死不相往来，但实际上每隔3个月二人都会通一封书信。经过叶云彻这么一说，沈宁便有了底。一件事或许证明不了什么，但几件事串联在一起都和君家脱离不了关系，就说明君家是有问题的。沈宁不由多看了眼叶云彻，上京城都传北渊王是绣花枕头，但能够查到这么多，绝对有属于他自己的一股势力。叶云彻绝非像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纸醉金迷、香车宝马都是用来迷惑外人的。监察御史据说为人正直不阿，是两袖清风、兢兢业业的好官。沈宁轻声说道。谁知道呢？叶云彻浑身都透着懒洋洋的，眼里浮着雾色，略带几许薄凉，好似对这世上的生老病死、更朝换代都不关心。沈宁扭头望向17，欢欢怎么样？气血攻心，又拿了太重的刀，昏厥了过去。不过沈小姐放心，五公子已经把欢欢姑娘安置在王府，神农谷的老神医会给她治疗，五公子还陪在身侧，不会有什么大事。那就好。沈宁点了点头，想到陈高，脑子里闪过了一点狠色。小姐，16带着采莲过来。采莲一路小跑，气喘吁吁的，脚下一崴，直接面朝的往前栽了下去。距离他最近的17伸出手将采莲扶住，并道：“采莲姑娘当心点，要是划破了脸，可就怪吓人的。”你才吓人！哼！采莲轻哼了声，喘了2口气，才拿出个烫金的帖子递给了沈宁。小姐，君三公子在解忧楼宴请了许多人，有许多都是小姐您的旧友，还有燕京学宫的同伴。君三公子说此酒宴是为了庆祝你重修武学。小姐，我们要去吗？去，当然要去，不仅要去，还得给君三公子备上一份大礼。沈宁勾唇一笑：17，随我去暗室。得嘞。17笑眯眯的跟上，看都没看自家王爷一眼，那架势模样倒像是沈宁身边的随从。16疑惑地看着忽然狗腿的17，寻思着这不像是17的性子啊。他又扭过头，便看到自家王爷阴沉着一张脸，都快要滴出墨汁来了。王爷，别跟17那厮一般见识，他也真是的，连谁是主子都忘记了，不就见沈小姐生得好看些吗？16哼唧哼唧的，试图趁17不走，拉近与王爷的关系，却不知自家王爷的脑子里把沈宁喊走的军光祖已是死人一个了。不说话是会死吗？叶云彻冷冷地看了他眼，随即迈步而去，徒留下16一人在原地，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疑惑得很。解忧楼最大的雅座内坐满了人，有作为东家的军三公子军光祖，以及其兄长军二公子军光耀。此外，老熟人李长月、顾影南、蓝莲枝都在，还有许多的旧友，几乎每一个都是沈宁认识的。军光祖甚至还把衡阳宗师的徒弟江灵珠请了过来。对此，军光祖那是相当的骄傲，因为他听说顾影南都不一定能见到江灵珠。江灵珠闭门修武，鲜少见人，不管多少人热情而至，都会被江灵珠拒之门外。军光祖笑看着江灵珠，神色之中有几分谄媚，心里又升起了些许的不爽。
都怪衡阳宗师乱点鸳鸯谱，否则的话，他定能得到家人的心。要不然江灵珠怎么会来解忧楼入席？定是对他有不错的好感。灵珠姑娘是江湖中人，一看就有侠女之风。君光祖道。江灵珠轻轻点头，水滴滴的眸子却悄然地看向门外，像是在等什么般。顾影南自从那日比武台后，每天都对沈宁魂牵梦绕，脑子里总会出现自己对沈宁一见钟情，又怎么俘获芳心。又想到沈宁的修夫，他的心都在滴血。然而这些阴霾在见到江灵珠时都烟消云散的殆尽了。江姑娘铁定是为了他来解忧楼的，这份情谊他不能辜负。灵珠怎么不多穿些衣裳？冬日里风很冷。顾影南说。君光祖，顾将军，你既这般体贴，怎么没发现永安公主穿的也很单薄呢？顾影南面色发黑，差到了极致。蓝莲之神色淡淡如月下水，对此并无任何的波澜，而是抬眸看向了紧闭的门。解忧楼雅座的群人里面都在杂七杂八的说着话，只有一个人沉默寡言的坐在床边。他披着大氅，俊美无愁的脸庞线条流畅，薄唇时而抿着，冷峻的面上有一双深邃如墨的眼瞳，哪怕不说话也无法让人忽视掉他的存在。顾影南颇为尴尬，便朝他敬了一杯酒。楚小侯爷，顾某敬你一杯。不喝。楚爷压根不给面子。不过君光祖之流都习惯了楚爷的性子。顾影南觉得自己作为凯旋的将军，被一个世子这般轻贱，实在是不甘。他只得自己把酒喝了，然后和众人一起陷入了漫长的等待。就等沈宁一个了。君光祖的眼里闪过了狠厉之意。比武台上他颜面大师不说，回到府上还被父亲打了板子，简直是奇耻大辱。这回他要让沈宁声名狼藉，千夫所指。雅座里面的旧友之中，有几个男人从前爱慕沈宁，如今他会给他们创造机会，给过去的爱慕来一个完满的结尾。顾影南虽不知道君光祖到底要做什么，但他清楚君光祖会针对沈宁。这是一场鸿门宴，他会等沈宁跪地求饶的时候，再如天神降临，给沈宁一个当他妻子的机会。嘎吱，雅座的雕花双门打开，第112章，干干净净一身白，神采扬金上京。倏然间，雅座四处的一双双眼睛都看向缓缓朝两侧敞开的雕花红木门。门后，一主一仆渐渐出现。采莲面颊圆润，眸光流转间宛若秋水潋滟，俏皮又可爱。身着素净白衣胜似雪的沈宁面无表情，走廊的风将衣摆微微掀起，他的手里提着一个方方正正的锦缎盒子，眸色宛如淬了寒芒般淡淡扫过满屋的人，唇角旋即勾着了笑，眉梢轻挑，缓声道：“诸位都在呢，沈小姐可真让我们好等。”李长月道。君二公子笑眯眯地说：“是啊，就等阿宁小姐你呢。”其余人等纷纷出声。比武台上那一战，阿宁大放异彩，一鸣惊人，听闻还进到了紫金武堂的玄武阁呢，恭喜恭喜啊！阿宁，快入座，给你备了果酒。沈宁听到果酒二字，眉峰不由抖动了两下。顾影南、君光祖之流齐齐目不转睛地盯着沈宁看，以至于忽视了江灵珠和蓝莲之微变幻的神色和目光。沈小姐，比武台上，我君光祖是心服口服，双阵合一的北斗双龙，就一个字，绝。君光祖虚伪的眉目含着笑，注意力放在了沈宁手上提着的锦盒。沈小姐，这三公子做东请客，我怎么能两手空空的来？当然是给三公子备了一份大礼。沈宁神色凛冽，将锦盒丢给了君光祖。君光祖双手抱住锦盒，而后将其打开，看见的是陈高血淋淋的头颅，当即吓得一魂出窍，二魂升天，整张脸煞是苍白到毫无血色，双瞳更如放射状的外扩，惊悚到了极点的他下意识的尖叫一声，把锦盒抛了出去。带血的锦盒掉落在地，陈高的头颅碗若蹴鞠般掉在桌上，而后滚落在地，直接滑到了沈宁的脚边。桌边的世家公子小姐们吓得惊慌失措，花容失色，叫声此起彼伏，如海浪高涨。沈宁一脚将头颅踩住，戏谑地看向了君光祖：“怎么，君三公子不喜欢这个礼物？”沈宁，君光祖拍桌而起，怒指沈宁喝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当然就是什么意思。”沈宁把话挑明了说：“陈高虽有女儿，却不配为人父亲。你费尽心思远去明月城将她带来，又藏着掖着暂时不发，就为等比舞台上刺激陈欢欢尚书之子就这样的德性。纵然他不是个好父亲，你作为沈家之后，岂能干出杀人的事情来？陈高之妻失足落水而死，至今才查出是被他陈高害死，血债血偿天经地义，他不死谁死？君三公子为一个杀人罪犯说话，敢问你是何居心？”沈宁将陈高的头颅踹到了君光祖的脸上，而后袖衫一拂，往前跨步而去，端坐在桌前，空杯朝桌上一压，发出沉闷之声，随即便道：“
上酒。解忧楼侍者战战兢兢慌了神，被沈宁的一声喝拉回了现实，忙上前躬身给沈宁倒了一杯果酒。沈宁，军光祖声嘶力竭。沈宁偏头，优雅喝酒。对上沈宁那暗潮涌动的眸子，军光祖喉结滚动，狂咽口水，双手止不住的狂颤，眸子也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红。李长月道：“沈小姐，纵然陈高有罪，也不可私下杀人斩首啊，这不是僭越吗？证据确凿，若是定罪，我沈家持有朱雀刀，什么肮脏邪祟，斩不得。”沈宁挑眉反问，问的李长月哑口无言，问的满是死寂，落针可闻。朱雀刀上可斩昏君之手，下可诛奸佞之心。旁人要走流程，沈家无需这一套。两朝世家，开国武将，有的是这份底气。若非麒麟军兵权上交，这些个日子里，过往旧友们又岂敢欺沈家战神的女儿？上流阶级说白了就是看人下菜的墙头草。风光时一呼百应多的是谄媚之徒，落魄时少不得落井下石幸灾乐祸，个个似如过年般的高兴雀跃。江灵珠红唇紧抿，杏眸倒映着那道熠熠生辉的身影，透着武将后裔的铁血。蓝莲枝的面庞浮现了淡淡的笑意。诸位还站着做什么？沈宁环视了一圈，被头颅惊吓的众人俱都坐回了原位。军光祖浑身都在发抖，对着军家侍卫连胸带合，闭上眼睛道：“还不快去把那脏东西处理了！”侍卫们也被这一幕害住，后知后觉地去处理头颅。沈宁慢条斯理地喝着果酒，眸色微沉。他这么做的原因有三：一是给上京旧友来个杀鸡儆猴；二是将北渊王府和陈欢欢摘除在外；至于其三，就是给军尚书和监察御史来个障眼法，让人以为他痛恨陈高杀妻到丧失理智，不会注意明月城女孩的失踪案件。否则的话，在没完全的把握前，打草惊蛇容易生出没必要的祸端。啪啪啪，清脆的拍掌声响起，一下一下的很有节奏。靠在窗边的楚叶拍了几下手后，起身缓慢地走向了桌前。小七，好久不见。楚叶举杯隔空敬道。沈宁端起果酒杯盏，好久不见，楚小侯爷。沈宁在沈家排行第7，前面除了5个哥哥，还有一个姐姐，可惜六姐走得早，母亲说左肩有个蔷薇花胎记，而是哥哥们喜欢喊他小七。楚小侯爷听到了就整日小七的喊。楚叶一口饮尽，唇边噙着清淡的笑，恭喜你走对了路，日后莫要在眼下看错人，我会伤心的。顾影南脸色骤变。沈宁喝完酒，淡声道：人总不至于在同一个坑里摔倒，无意不愿重蹈覆辙，错一次是无知，错2次3次就是活该。挺好。楚叶大摇大摆地坐下，周围的人儿都有点怕他。军光祖一直在给约好的那几个男人使眼色，用力过猛到眼皮跟抽筋了似的。那几个男人们来时还都兴致高昂，这会儿蔫了吧唧的，全当没看见军光祖的暗示，都在闷头喝酒吃菜，心里只把军光祖的祖宗18代给骂了个底朝天。娘的，军光祖不是坑他们吗？这沈宁今日能提着陈高的头来喝酒，明日就能把他们的脑袋串成糖葫芦，谁他娘还敢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若非军光祖再三保证又极尽怂恿，他们也不会鬼迷心窍想到那些个肮脏的东西。军光祖眼皮抽抽的爬满晕色，恼怒的快把后槽牙给咬碎了。楚叶深邃的眸光落定在一袭白衣的女子身上，如今她干干净净一身白，不需要往日的红妆点缀，就已神采飞扬，惊艳上京。第113章，彼时高山流水潺潺之音。这一顿饭吃的众人是心惊肉跳，淡淡的血腥味弥漫在酒味醇香和各系菜香之中，引人不适，让人想要作呕。历历在目的还是陈高头颅的场景，只要一想就毛骨悚然。军光祖夹了2筷子，只觉得味同嚼蜡，难以下咽。李长月找了个话题，马上就是过年了，公宴的时候还会让各个武堂的优秀学生过去展开一场午宴，听说还邀请了江湖上的宗门和别国的使者来看呢。沈小姐，我很期待你。军二公子道。长月莫不是忘了往年的公午宴，紫金武堂都不参加的，实力太低，会在别国面前给自己丢脸的。砰！楚叶的酒杯猛地朝桌上一砸，桌面突如其来的震荡和沉闷的声响，叫众人的声音戛然而止，俱都朝他看了过去。小后前不久听闻了一件奇事，说来给大家笑笑。什么奇事？军二公子问道。楚叶唇角一勾，深沉冷郁的眸底是泼墨般的黑，渐浮起了清浅的嘲讽。他戏弄道：是说前不久的青鸾凌空庄上，有人学着狗的样子，好事滑稽，听闻是权贵之后，就不知道是哪家的权贵，有这么个为祖上长脸的东西。小后当真想带诸位去看看他家的祖坟冒的是青烟还是黑烟。军二公子脸色大变。
楚小侯爷话里丢脸的人不就是他吗？这件事导致他好些天都不想出门，但大家伙儿都是背后说道，这楚叶倒好，直接当面提及，还一派故作不知。顾颖南眉头一皱，楚叶这话分明是为维护沈宁，他自是不信一个弃妇能让定北侯府的小侯爷看上。然最让顾颖南郁郁寡欢的是，他和沈宁从未有过夫妻之实，这是他前半生里最大的遗憾了。君二公子，你知道我说的那位是哪家公子吗？楚叶认真地问。君二公子就差当场哭出声来，话到嘴边全然道不出去，整个人杵在那里就像是个没得感情的木头。楚叶见此也懒得说去，抬眸看向了沈宁，直视对面沈宁的眼睛。小妻，如今可有心上人？楚叶问道。沈宁动作一顿，黛眉轻蹙，不知怎地想起了燕云彻为他按揉太阳穴的场景。男人的手虽是凉的，但不可否认，那很舒服。楚叶见他停顿沉吟，眸色顿时暗淡。末了，沈宁云淡风轻地道：没有。他才从一段失败的感情里走出来，自不可能转头就好了伤疤忘记痛，见个男人就想着儿女情长。若是如此的话，重修武学就没了意义。那就好。楚叶的指腹缓慢地摩挲着酒杯，言简意赅的三个字却是让人浮想联翩。顾颖南顿感一根钢针扎在了自己的脏腑，隐隐的作痛又在逐渐窒息。小侯爷也到了该娶妻的年纪。顾颖南道：本将可为小侯爷说媒。楚叶眸色晦暗不明，悠悠冷冷地扫过了话里有话的顾颖南，反问：顾将军可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顾颖南疑惑：小侯爷这是何意？与你有关的女人，我嫌脏。楚叶挑起了一侧的眉梢，似笑非笑地看着表情劲儿崩塌的顾颖南。顾颖南正在发怒的边缘，便见楚叶举杯友好地敬向了他，弄得顾颖南云山雾绕般迷茫，寻思着楚小侯爷这是在跟他先兵后礼。顾颖南犹豫着要不要举杯回敬去一笑泯恩仇。楚叶之父定北侯是跟着当朝圣上自幼长大的，曾几次救援和皇帝于水火之中，因而废了一双腿儿，落下终生残疾。最终顾颖南还是决定伸出手去拿酒杯，就见楚叶说道：这一杯酒，尽顾将军的建议思迁，让小后还有机会爱慕沈小姐。沈宁眉峰蓦地一跳，旋即不动声色，继续喝着手中的果酒。他悄然地看了眼楚叶，抿紧了浅红的唇瓣。楚叶是他的旧友之一，算是谈得上话的知己。彼时高山流水，潺潺之音，楚叶抚琴他舞腔，从未察觉到楚叶对他有意。后来沈宁出嫁，楚叶送了10大箱的珠宝首饰，但都被他退了回去。因此顾荣还郁闷了好久，把那些珠宝换成钱财，他都能放下手里的活儿，直接养老了。再后来两人没了联系，从先前的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相逢也只是点到即止的一笑。采莲闻言则是警铃大作，提防地看着楚叶。除了沈家的男人，这世上的男人10有8九都是坏东西。他不愿自家小姐再承受一遍苦，他陪小姐走了一路，只有他清楚那些个日日夜夜的小姐付出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采莲也承认，数年前的顾颖南是和现在不一样的。少年虽未身穿锦衣华服，往来虽无王孙贵族，但他是迎风而立的野草，命虽贱，人不轻，有着远大的志向，是怀揣着一腔赤诚之心，意气风发的寒门贵子啊！想到这里，采莲的眼睛又红了。曾经他是那么的喜欢顾颖南，可他终是负了自家小姐。小侯爷莫不是说笑？顾景南气结。定北侯府一字千金，从不说笑。楚叶沉声道：只要沈小姐嫁，我楚叶便娶，是8抬大轿，凤冠霞帔的明媒正娶。我定北侯府别的没有，就是钱多，赶下这大宴第一聘。顾颖南额角翼出了汗珠。楚叶此话暗讽他当初一个穷酸小子，什么都拿不出来。他恨，他若非家道中落，他若出生在王孙贵族，又何至于那般？李长月坐在旁侧，绞尽脑汁都想不明白。楚叶又道：抱歉，惊扰了沈小姐。无妨。沈宁看着楚叶的眼睛，想从里面看出些什么。他不知这话是真是假，但若是真的，他得把自己的意思表明清楚。当然此刻不说是顾全了楚叶的颜面，若直接说出来，楚叶会沦为他人的笑柄。而且楚叶很有可能是为了给过去的知己找回场子，才这般明目张胆的示爱，只为了让他面上好过些。第114章，王爷，沈小姐来了。解忧楼酒宴，最后是不欢而散。沈宁不愿多待，是第一个离开雅座的人。楚叶接连跟了出去，两人一前一后的离开，像是提前约定了般，深深地刺激着顾颖南的眼睛。他为了找寻心理安慰，扭头看向了江灵珠，强挤出了一个笑。灵珠姑娘，家母一直念叨着你，可要去府上看看。不了，师傅有训，我还要练习功法。江灵珠起身就走，干净利落的样子让军公祖愈发断定，
灵珠姑娘是为了他才来的解忧楼。顾影南还要挽留，奈何连江灵珠的衣角都没能碰到。江灵珠走至长廊的时候，正好看到沈宁的身影从拐角消失。她眼睛晶亮晶亮的如淬了寒星般的好看，紧抿起了嫣红的薄唇，袖衫下的双手微微的蜷缩起。大师姐，灵珠不会让你白白受委屈的。解忧楼外，楚叶站在马车前看向沈宁，小七，我的马病入膏肓了，可否搭一程？沈宁看向楚家那精神抖擞的高头大马，唇边扯开了笑，看起来确实是病得不轻。楚小侯爷，请吧。楚叶撩开帘子进了马车里边，如去自己家般的轻松自在，望着随后进来的沈宁说道：小七是我在上京唯一的朋友，一而不愿旁人为小七一时的眼瞎说三道四。谢了。沈宁低低一笑，果然如他所想，楚叶是为了给他出气。这几年还好吗？沈宁转移了话题。不好，你呢？我也不好。两人相视一笑，好似回到了年少无忧无虑的日子里。采莲，魏老先生何时到上京？沈宁复又问道。每年的12月初，三春山的魏老先生都会下山来京，据沈家为沈国山正蔷薇二老把脉，查看身体情况。应当是今日，晚些我们回府就能看到魏老先生了。采莲回道。楚叶从主仆二人的对话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问：小七此刻不回府，可是有别的去处？北渊王府，陈高的首级就是从王府带来的，血腥味沾染了王府，我该过去道一声谢。沈宁如实相告，5哥和我的朋友也在王府。楚叶见他说的毫无保留，眉眼染上了几分笑意。他忽而道：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什么？沈宁疑惑地问。顾家庭院求不住9天的凤凰。楚小侯爷，凤凰可是用来形容皇后的，小心治你大不敬之罪。放心，皇后未有顺风耳，听不到宫门外的窃窃私语声。沈宁瞧着他那样，浅浅地笑了笑。采莲却一直提防地瞪着楚叶。从前是他年少无知，掉以轻心了，日后定要打起12精神来好好把关。莫说定北侯的儿子了，就算是皇室宗亲，他也不觉得能配得上自家小姐。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这叫情人眼里出西施。想到这儿，采莲嘿嘿地笑出了声。沈宁和楚叶都惊奇地看着表情变幻莫测，时而如沙场征战，时而兴高采烈的小丫头。许久，马车在北渊王府前停下，沈宁开口道：小侯爷，定北侯府还在前面，我让车夫送你过去。不了。楚叶披着纯黑的大氅走下，打量着的北渊王府的同时，出声道：许久未见17皇叔，择日不如撞日，我也该登门拜访一下17皇叔了。定北侯楚家虽不是皇室宗亲，但因定北侯和元和皇帝是生死之际的手足情，楚叶面对皇家人也有着如皇子般的定位，久而久之，便也随波逐流的跟着众皇子们喊一声17皇叔。也好。沈宁并未多想，而是进入王府去见陈欢欢、沈修白。屋子里，陈欢欢已经醒了，却是沉默平静到可怕，好似先前的弑父之人并不是他。沈修白坐在床边给他喂药。王爷，沈小姐来了。17兴奋地道。16鄙夷地看着17那没见过世面，跟没见过女人似的样子。来不就来了，就算是皇帝来了，自家王爷也不会多给什么眼神。叶云彻迫不及待的回眸，就看到两人并肩而来，一黑一白，好似天作之合，郎才女貌，煞是惹眼，说是赏心悦目也不为过。一个白的素净，一个黑的纯粹。谁让你来了？叶云彻冷冷地看着楚叶，嗓音清冽地道：小后与小七一道来的。楚叶波澜不兴地回道：小七？叶云彻眉头皱紧，周身似有冷风骤过。楚叶解释道：小七就是沈小姐沈宁，她在家中排行第7，小后一直是这么喊的。话说回来，一路上与小七相谈甚欢，忘了给17皇叔备礼，还请17皇叔莫要见怪。小七，17皇叔人很好的，不会怪我，你不要担心。小侯爷一口一个的17皇叔，叫叶云彻的眉心直突突。他分明风华正茂的大好年纪，硬是给楚叶喊成了老东西，偏生转头就去喊沈宁为小七，这辈分差的叶云彻都想关门放狗了。滚！叶云彻趁着脸道。楚叶倒也不把自己当外人，一面嘀咕17皇叔是让谁滚，一面坐在了边上。叶云彻。沈宁则观察了下陈欢欢，见陈欢欢状态很好，便放下心来。叶云彻道：老神医给他开了几个方子，有治疗比舞台落下的伤，还有安神的。沈宁点点头，烦请王爷代我谢一声老神医。老神医开完方子后，又不知道溜哪里去了。17东张西望的。上京城年华街的某处酒馆里，两个年纪相仿的老头儿衣着朴素的喝着酒。老魏啊，这么多年你还在三春山守着？神农谷老神医喝了口酒，享受的啧啧两声。真的不来神农谷？
老神医又问：三春山是我的家，山上埋着老朽的亡妻，他一向怕黑，老朽哪里都不会去。魏老先生说罢，问道：前辈为何会来上京？别提了，先去皇宫，后去北渊王府，这两兄弟一个比一个难缠。说到这北渊王府，魏老先生不由想到顾影南的不举之政，他以拳抵唇，干咳了2声。他活这么大，还第一次见这般奇怪的事儿。前后2个人接连让他配个不举的方子，前是燕云彻，后是楚小侯爷。思及此，魏老先生暗暗同情了一把顾影南，随即想到顾影南的心性不定和移情别恋，又收回了那少得可怜的同情。第115章择日不如撞日。酒过3巡，俩小老头的脸都是红扑扑的。魏老先生背起了行囊，道一声告辞。此生，老神医看着他的背影，又喊了一声。魏子生脚步顿住，随即缓缓地回头看他。老神医酩酊大醉，说：不如把弟媳的坟搬迁到神医谷去，长夜漫漫，你亦能作伴左右。不了。魏老先生摆了摆手，你那神医谷四季如冬，老朽怕冻坏了我那婆娘。言罢，大步流星地走出酒馆，引入年华街的车水马龙，与这上京城的众生相融为一化。老神医又喝了口酒，摇摇头无奈道：痴情误人，痴情误人啊。他低声感叹许久，蓦地拍桌起，怒得吹胡子瞪眼睛的指向酒馆外大喝：欣慰的，你还没给酒钱呢。傍晚，北渊王府门外，沈宁等人陆陆续续的上了马车。夕阳西下，火烧云漫天，暗红的余晖洒在错落有致的古老城池。小七，送我一程。楚叶没皮没脸的跟了上来。坐上马车的时候，小侯爷还朝着外头的北渊王挑了挑眉。车夫刚要拉紧缰绳，就见帘子一撩，燕云彻屈身降跪，坐进了马车的里边，折扇晃当一开，正经地道：本王许久未见沈三爷子，甚是想念，择日不如撞日，这会儿就去与他下下棋吧。择日不如撞日。沈宁听着这话，看看燕云彻，又看了看楚叶，心内长叹一声，这俩人还真是旗鼓相当的天作之合。不算大的沈家马车承受着不属于他的委屈，里边坐满了人。适才还昏昏欲睡的车夫顿时精神抖擞，眼睛发亮，御马之时更是比往常卖力不少。他和这一车人平均算下来，都是属于上京城的风流人物啊。马车绕了半圈，在定北侯府停下，待楚叶下车之后，才沿着长街大道回到沈家。沈家三叔沈国海近日找二嫂郑蔷薇要那一顶长寿珠冠，却是惨遭无情的拒绝，因而食欲不振，精神萎靡，直到下人来报：三老爷，北渊王来了，说要与您下棋呢。适才还面色青灰的沈三叔，一个鲤鱼打挺起了身，理了理衣裳，又梳了梳发丝，苍老的脸上浮满了笑。哈哈哈哈！吾与王爷那是棋盘上的交情。那沈宁空有匹夫之勇而无内涵，不似我沈某人，年纪虽大，却像陈年的酒，香啊！下人们看着自言自语的沈三叔，俱都低下了头，疯狂遏制住因为憋笑而要抽搐的嘴角。沈国海全然把二哥沈国山的话给抛诸脑后了。他全当二哥是嫉妒他得到了北渊王的器重。清幽堂内，沈青山和不知何时来了沈府的大白玩作一团。沈金峰坐在石桌前，一手端着茶杯，一手捧着兵书，看得全神贯注。大哥，知道爹在哪吗？沈宁问道。他回来的有些晚，本想给沈国山做点新的菜式。这3年的枯燥乏味也不算一无所获，起码让他从十指不沾阳春水到厨艺了得。监察御史宋应来府拜访，带了治疗父亲腿骨的伤药。沈金峰叹道：父亲年迈，腿骨又有旧疾，不好拿兵器了。不过他也一把年纪，不至于再上战场。如今各地又都是一片祥和，但每逢阴雨天，骨头里面就会头痛难耐。偏偏那监察御史求来的方子能顶用。监察御史跟父亲很熟，常年喝酒，算是谈得上话的关系。沈金峰放下书卷：你对监察御史感兴趣？家里来人，总要清楚点才好。也是小心驶得万年船。沈金峰笑道：数年不见，阿宁长大了。大哥。沈宁犹豫少顷，便道：我想查一查长嫂那兰琴的事。大哥面上的笑容几乎在刹那间就已全部的凝固住，而后应声好。沈宁附在他的耳边，以掌挡之，低声说了些什么，就见他眉头紧蹙的点了点头。不一会儿后，就见燕云彻出现在清幽堂的庭院，并道：大白回府了。大白当即到了燕云彻的身边，吐着舌头蹭了又蹭，还躺在足边露出肚皮打滚。沈宁侧眸看去，只见燕云彻的身后还跟着个脸色很差的小老头。这小老头不是旁人，正是他的三叔。沈国海狠狠地瞪着大白：棋还没下，王爷就来接狗了。他与此狗有不共戴天之仇。大白是个极通人性的犬，他好似察觉到了沈国海的敌意，撒泼打滚了好半晌，
出院的时候横冲直撞，硬是把沈国海撞得摔倒在地。可怜他一把老骨头，遭这样罪。燕云彻看了眼沈宁，便懒洋洋地跟上了大白。还是沈青山把三叔扶起来，还不忘说：“三叔你也真是的，挡着刀干吗？好了吧，摔跤了吧？你这混球，到底我是你三叔，还是那大白是你叔？”沈国海瞪着眼睛，揉了揉腰，懊恼到不行。这一爹，不知道要少活几年，得多吃点补药才对。青山，监察御史今日是不是来了？我刚才看到了他的侍卫在府里。来了，和我爹谈话呢。快扶三叔过去。监察御史宋应虽跟医药搭不到边，但宋应的岳丈家在大雁北部，是距离境外神农谷最近，也是医药最好的地方。沈国海觉得自己被那狗害得快要死了，得找宋应讨点药方子才行。沈青山哦了一声，不情不愿地扶着沈国海去见宋应。三叔一贯这样，永远都是长不大的老小孩。沈金峰无奈，被保护太好了的人是这样。沈宁坐下之际，倒了2杯清茶。沈家都是马背上的功夫，出生入死得来的功勋。父辈的3兄弟里，大伯公文，父亲尚武，唯有三叔被保护得最好。这么多年没什么磕磕碰碰，最大的坎坷就是被沈国山打到大。但除此之外，他就是温室里的花朵，一天闲得没事干，就研究怎么延年益寿，企图在寿命方面超过2位哥哥。第116章，老战神最小的女儿。后面几日，沈宁去紫金武堂去的勤，不仅和玄武阁的人打成一片，也经常去黄武阁指导。每回他去黄武阁的时候，200来个学生们都好似过大年般的开心，学习起来一个比一个认真。短短的时间里，每个学生都进步很大。即便紫金武堂的排名在末流，即便上京城还是阶级森严权贵当道，但他们焕然一新，只余下奋发图强的斗志昂扬了。某日，沈宁乘坐马车去往紫金武堂的时候，路过吵杂的街道。采莲掀开小窗口的帘子，眸光亮晶晶的朝外看去：“小姐，你看，有人街头卖野。”沈宁正在看书，闻言跟着采莲的视线看向了马车外边的街道。一群人将街侧边围成了一个圈，圈子里的人穿着纯黑的衣裳，脸上还戴着青面獠牙的恶鬼面具。那人躺在长凳上，胸腔方面着一块巨石，旁侧还有一方大锤，锤边上白纸黑字写着：“1两银子，可亲手来砸一下。”原先众人交头接耳，指指点点，对这都不感兴趣，但不知是谁看到了面具人的耳洞，低呼：“这是个女人。”而后众人都排着队儿来抡锤子，每一下都不带怜香惜玉，而是恨不得用尽吃奶的劲儿。沈宁马车路过的时候，女人胸上的巨石已经被砸了8、9下，而这一下是第10次。锤子落定，她的唇角溢出了一口血，虽被恶鬼面具挡住了，却沿着下颌线流到了脖颈。小姐，她好可怜啊！采莲泪眼汪汪，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难事，否则怎么会出来耍杂技呢？沈宁抿着唇默然不语，眸光落定在那人的身上，最后狠狠地蹙起了眉头。就在第11个人准备交钱抡锤子的时候，女人先掉了身上的10块，哑声说：“每天只砸10下，多的钱不赚。你这小娘子倒是有趣，都沦落这般田地了，还会想着不赚钱吗？有钱赚，没命花，终归也是白搭。”女人头晕目眩，喉咙感到心甜，似有血液在涌上来。她将鲜血吞咽了回去，喘着气收拾东西打道回府。弯腰之际，却有一方帕子掉落下来，帕上绣着冰清玉洁的海棠花。小姐，那不是你的帕子吗？采莲眨巴眨巴眼睛，觉得这个世界太过于玄乎。街边，蓝莲枝蹲下去，伸出手去捡帕子，一只脚掌踩在了的手背，还用力的摩擦扭动了几下。她仰起头，只看到一个男人的肥头大耳，低头看着她笑了笑，手里把玩着1两银子。小娘子，你是看不起我吗？怎么到我这里了，你就要打道回府了？我说了，我每日只砸10下，多一下都不行。如果你想砸，明日带着银子来就是。蓝莲知道，你若不信，大可去问问西街的人，昨日我是在西街卖艺，随便一问就知道我没有骗人。这石头、锤子，还有我这人，都是实打实的。正因如此，每日最多才能扛10下。若非他遭受了10下的锤子，又何至于连眼前这油滴滴的男人都弄不过？顾家还欠着沈宁的钱财，顾荣又吝啬的要命。顾颖南每日不是喝酒喊着沈宁的名字，就是想着和江灵珠的婚期。他不愿再寄人篱下，更不能回到大齐皇室，他要自力更生。啧。张田武手拿银子，一下一下砸在了蓝莲枝的面具之上。你当小爷很好糊弄是吗？不想挨锤子？行，把你这面具摘了。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小娘子究竟是有多见不得人，才会戴着面具出来行事？该不会是那青楼里染了病的妓吧？我不是妓。蓝莲枝大喝：“把你的脚松开，否则我饶不了你！”
哟，绕不了小爷。张田武直接就去摘蓝莲芝的面具，小爷倒要看看你这小娘子到底长得什么样。蓝莲芝剩下的一只手抓住张田武的衣襟，用尽剩下的力气将他过肩后摔倒在地，随后也不顾自己的右手是否疼痛，把地上的海棠帕子捡起来。见帕子有些脏了，面具下的眼睛顿时发红，咽喉也酸痛无比。他回过头，恨恨地注视着张田武：“你该死！”张田武叫了好几下，反应过来道：“快，别让他逃了，大家伙儿都看着呀！去扒了他的面具，张爷我重重有赏，有大赏！”这么一来，还在犹豫不前的围观者们，俱如洪水猛兽般蜂拥而上，将蓝莲芝团团围住。阴影来临前的霎时，蓝莲芝第一时间把帕子收好，放在最贴近心脏的地方。他闭着眼睛，双手紧抱着面具。“你们在做什么？”一道冷喝之声裹挟着凶冷的愠怒响起，众人顿时停住，齐齐回头看向说话之人。来者一袭白衣似雪，眉目冷淡，黝黑的眸似有雷霆大作，寒芒四起。就在闹事者们互相对视一头雾水的时候，采莲往前踏出一步，扬起下颌道：“我家小姐乃是沈家沈宁，老战神最小的女儿。”听到沈家和战神，部分人吓得腿都软了。张田武也没想到会踢到个多管闲事的铁板，来了个恶人先告状：“沈小姐，这卖艺的人不讲道义，不够坦然，只知欺诈我们老百姓，我们是心有不平，想要讨回公道，才想把他的面具掀了。”张田武是刚来上京的富商，放在小地方是富甲一方，但在上京城什么都不是，只能欺负街头卖艺的人，面对有身份的人，那可是比谁都谄媚狗腿。蓝莲芝眸光微微颤动，沈宁二话不说，一脚如钢铁踹在张田武的膝盖。张田武身体往前栽倒，膝盖直接跪了下去。沈宁的右脚踩在张田武的肩膀，略微俯身，对着张田武的脸拍了几下，冷声问：“你是觉得我双目失明，还是耳聋了？”“没有。”张田武慌慌张张的摇头，冷汗潸潸的往下流。“即使没有，谁给你的胆子，在我面前颠倒是非，混乱黑白？”第117章，无人听他心里三两声。“沈小姐，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向你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做了。”张田武吓得都带着哭腔，丝毫不敢叫嚣放肆，怂得比任何人都快。其他的围观者们都脚底抹油似得，想要悄然开溜，便以为会万事大吉。采莲往前一站，就两手叉腰，犯了错以为逃走就行的话，诸位是不是太小瞧沈家了？众人咽了咽口水，互相对视几眼，随即都围着沈宁重复着没意义的道歉。沈宁眉头微皱：“你们该道歉的人不是我。”张田武带头去到了蓝莲芝身边，想招法的认错。“姑娘，我们都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们吧。”诸如此类的话数不胜数。蓝莲芝淡淡的看着他们：“你们走吧。”“是，多谢姑娘，多谢姑娘。”众人屁滚尿流的走，适才还被围堵的街边顿时显得空旷了不少。“沈小姐，谢谢。”蓝莲知道。采莲歪着头眨了眨眼睛，总觉得这声音好似熟悉，但太过于沙哑，一时半会儿他还真想不起来在哪里听到过。“走了。”沈宁施然的回身，遇上马车之时，回头看向了蓝莲芝：“神风钱庄缺个打手，有兴趣的话过去报我名字，虽也辛苦赚血汗钱，但起码有命花。”话音落下的刹那，马车帘子垂下，遮住了沈宁素白清雅的身影。蓝莲芝凝视着马车渐行渐远，心口微微地震颤着。良久，冬日清冽的寒风从道路的尽头席卷而来，掀起了他的衣衫和马尾发梢。他缓缓地抬起手，摘下了恶鬼面具，嘴角溢出的鲜血半干，猩红的眼眶流出了两行泪。蓝莲芝颔首的同时，将拿着面具的右手放在了左侧的胸膛。他以大齐皇室和军队最高格的礼仪的恭送沈家马车的远行。“沈宁，如若我们自幼相识，如若我们沙场相逢，如若我们不曾遇见顾影南，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父王说过，世上因果循环，随风而动，万般万象俱有之，唯独没有如若二字。”他笑着自冬日的街道抬起了头，滑落的泪水没入了上扬的唇角。世人匆匆如山海，无人听他心里三两声。“小姐，他是谁啊？”马车上，采莲还是没忍住问道。“永安公主。”沈宁闭目小憩，轻声回。采莲一双圆溜溜的眸子惊得睁大好似铜铃，双手还一同捂住了自己的嘴儿。怎么会是他？他不是要和顾将军成亲吗？怎么会沦落？不稀奇。沈宁淡声道。采莲冷静过后便想明白了，根本原因出在顾影南的身上，确实也不稀奇，只嘟哝了一句：“小姐当真是好心，竟还让他去神风钱庄当打手赚钱。”采莲哼哼唧唧的。沈宁哭笑不得的捏了捏采莲的脸，疼得采莲龇牙咧嘴，嗷嗷大叫。沈宁无奈耸肩，他也并非是好心之人。
只是那日兰莲枝来府拜访，还点名了沈金峰，让他不得不多想。两人的对话含糊其辞，却也能顺藤摸瓜想到些什么。顾荣母子都以为沈家太过于狠心，但她作为沈家女儿，当然清楚自家的父亲兄长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放弃自己的。燕齐之战与定海大将的一战至关重要，最开始顾影南接连碰灰，是后来才扭转乾坤，反败为胜的。而那段时间里，足以让沈金峰违抗戍边军令，去一趟燕齐之战的清风关。如若蓝莲枝是错认沈金峰为顾影南，那当真是阴差阳错，不好说。沈宁掀开马车帘子往外看，长街深深，人群熙熙攘攘，已然不见那用胸口碎大石来赚钱的齐国公主了。采莲，他低声说，日后挑选夫婿，我可得好好给你把关。采莲面颊微红，脑子里出现沈修白的光风霁月，旋即抱住了沈宁的胳膊。奴婢才不嫁人，奴婢要陪小姐一辈子，不，一辈子不够，要好多好多个一辈子要。沈宁失笑，指腹轻点了下采莲，宠溺地叹道：“你呀，紫金武堂。”赫连远山等候已久，见到沈宁眼前一亮：“小宁啊，你可算来了，出事了，出大事了。出了什么事？”沈宁眉头紧蹙，正色问道：“老先生莫急，慢慢说。”赫连远山焦急地道：“黄武阁和玄武阁的学生都死了。”沈宁呼吸微蹙：“死了？怎么可能？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是死在哪里？是死于刀枪剑戟，还是中毒，亦或者是自枪而死？出事地可有蛛丝马迹，一个活口都没吗？此事有没上告给府衙？”一通话连轰带炸的下来，把赫连远山老人家都给问得发懵，不知要如何回答了。先别说了，快随我来。可怜赫连远山一大把年纪，还奔跑起来。沈宁和采莲焦急担心地跟着他去到了黄武阁。随后沈宁瞧着风平浪静的黄武阁，越想越不对劲。就在里面，赫连远山说。沈宁皱紧眉头，狐疑地看了小老头一眼，怀疑有诈，总觉得有些诡谲儿。他镇定地把门推开，就见紫金武堂内天地玄黄4个5个的学生都聚在里头，对着他笑。林秋露出2颗小虎牙，眼睛弯成了月牙儿，却见他高声喊道：“沈小姐，生辰快乐！”沈宁微微怔住，神情恍惚。生辰？他已3年不曾过生辰了，都快忘了这个特殊的日子。生辰快乐，沈小姐！学生们像是提前商量过了般，异口同声地道。外头白日里炸开了许多的烟花，许多学生们蜂拥而来，将他团团围住，把他高高抬起，丢到了空中，又稳稳当当地接住，然后再次抛了上去，又再接住。10几下后，沈宁腿部颇为发软地站着，随手抓住了萧初晨的肩膀，才让自己清明过来。叶静熙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面条过来：“我们给沈小姐煮的长寿面，沈小姐可得好好吃了。沈小姐，你的生辰虽然是在明天，但明天肯定有家人陪你，因而我们跟远山老师傅商量，今日的沈小姐是我们的。叫什么沈小姐，听起来怪娇娇滴滴的，要我说啊，叫沈爷、沈哥、老大都比那好。”王二狗道：“只要不叫大狗、三狗就行。”萧初晨眉梢轻跳：“王二狗，死娘们嘲讽谁呢？要不是打不过的话，他早就动手了。罢了，君子动口不动手，他王二狗是君子捏。”第118章，头上花枝，岁岁年年。远山老先生竟也由着他们胡闹。沈宁笑折接过长寿面，看向这群学生的眼神颇为宠溺。说起来，大多数的武堂学生们都与他一般大，相差不了多少岁，这般口吻倒显得像是个成熟年长的长辈了。这哪是胡闹，是孩子们的真心实意，他们都很喜欢你。赫连远山道：“可惜今日北渊王没来，否则定拉着他一起来胡闹，想必他也是不会拒绝的。”沈宁缩着面，听到北渊王的时候，清亮的眸光看向了门外，看到大片大片的烟花直冲云霄。只要今日在武堂的学生们几乎都过来了，把原先空旷的黄武阁挤得密密麻麻都是人。相较于其他人的热闹，玄武阁的江森板着脸沉默寡言的，依旧坐在窗边看向外面。江森，来嘛来嘛。玄武阁主林秋双手合十放在胸前：“别烦我。”江森起身就往外走，因动静过大，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全部的人都收起了笑，有些怔地看着江森。沈宁。江森走到沈宁面前，语气不好地喊道。叶静熙这些人都围住了沈宁，警惕地看着来者不善的他。生辰愉快。言罢，臭着一张脸离开了黄武阁。江森的身后响起了满满的笑声。沈宁微微勾起唇角，看着少年的背影湮灭在和煦的冬日之光。诸位，赫连远山见众人热闹过了，便开始说正事。前些日子，我们与凤鸣武堂的比武切磋，大胜凤鸣，于是一向派发给凤鸣武堂的任务将发给我们紫金了。若表现出色的话，过年的公午宴，
我们也去露一手。先生可知是什么任务？沈宁问道。据说北幽地带有叛军，和前朝有关。赫连远山看向了黎书成，书成，你是前朝黎家之子，这次的事你不能参与。黎书成掩去眉间的落寞之色，嗓音温润地道：这样也好，我还怕去了，到时候洗不清自己呢。只要你待在紫金武堂就没事。赫连远山随即道：小宁，紫金武堂的实力底蕴不比其他，人数也少，因而天地玄黄四大五阁的人都任你差遣。这次我们运气很好，和燕京学宫一起，还有一部分麒麟军的人。麒麟军。闻言，众人都看向了沈宁。麒麟军是沈家曾经的军队，燕京学宫又是沈宁过去的所在地。沈宁好似不知个中的关系，冷静自持地问：何时出发？3日后。好。紫金武堂的学生们俱都是满脸的郑重。这次的外出决定了他们是否能参加公武宴，哪怕只参加一次，并无功勋实际，回到家乡之后也能光宗耀祖啊。而光宗耀祖4字就足以让人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了。3日的时间能让学生们充分的准备，也能让沈宁在家安心过一个生辰。这是他从出嫁到回家在父母边上过的第一个生辰。沈家就算交出了兵权，底蕴依旧浑厚，老战神的威名也还是在的。郑蔷薇从前一日下午开始就着手操办了沈宁的生辰宴，邀请了4方来客，还邀请了江湖上的沈家。江湖、大雁两系沈家都同是沈雷老祖之后。老战神神府张灯结彩，燃鞭放炮，好是热闹。那规格之大让人咂舌，谁不得说一声沈家二老当真是把女儿往心里宠呢？这天，顾荣又去了黑水街买菜，他依旧打扮的富贵雍容，被侍女搀扶着从马车走下。大家伙今日的生意可真是好，顾荣笑着说道。只因摊饭前的菜都已空空无几了。那可不，卖鱼的说，沈家小姐今日的生辰，特让我送这城外猎来的鱼过去。我一去，那可不得了，要不然怎么能叫老战神呢？那气派是我等只能仰视的。卖菜的摊主笑眯眯地道：沈家的老夫人出手那叫个阔绰，还说以后的菜都能送去沈家。都送去沈家？顾荣皱眉：不行，从明天开始送给顾府。顾老夫人，不是我们瞧不起你，那沈老夫人可是出高价的，做人嘛，怎么会跟钱过不去呢？你说是吗？那我出2倍。顾老夫人都这么说了，我们怎么会不同意呢？摊贩们喜逐颜开，心里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大不了他们再低价去城外的贩子那里买菜，然后转手卖给顾家。沈、顾两家的钱都赚，何乐而不为呢？顾荣则握紧了双手，不愤到胸腔里都有气。他在那些达官显贵面前做低服小不入流，都觉得他乡野低俗。他只能在黑水街找存在感，从这些菜贩子的眼睛里看到羡慕嫉妒，他就还是高高在上的顾老夫人。沈家清晨的时候，沈宁都还在睡觉。正所谓劳逸结合，事半功倍。生辰的这日，他便让自己轻松自在些。睡得迷迷糊糊的途中，一大坨柔软又毛乎乎的东西正挤对着他。这熟悉的感觉让沈宁下意识地睁开了眼睛，当即就对上了大白亮晶晶的一双狗眼。大白欢快地打滚，好似被洗过了一遍般，浑身都是干净发白的。大白用头使劲拱着沈宁的腹部，一会儿又在沈宁的胸前蹭了蹭，仿佛在说许久不见沈小姐，想死狗了。沈宁勾了勾唇，双手薅了大白。好舒服的触感。他多薅了几遍，忽而发现大白的脖子上似乎挂着别的东西，就藏着细细长长又浓密的白色毛发里。大白，别动。他一声话罢，纤细的双手去扒开毛发，看见了一张方正的宣纸，黑色笔墨龙飞凤舞，力透纸背，笔锋利落到犹如狂刀出鞘，写道：头上花枝，岁岁年年，大白他爷勿念。沈宁怕是只有北渊王府的那一位才能道出大白他爷这般话来了。这位爷就连助人生辰都是与众不同的。他将宣纸和绑在狗脖子上的细绳取下，而后将其妥善的存放好。第119章，阿姐莫嫁，青山伺候你一辈子。小姐，客人们都要到了。采莲身影匆匆的进了屋子里，看到大白的时候惊了一下，旋即双手并上，使劲的挽狗。大白，算你有良心。采莲笑嘻嘻地道。她虽是沈宁的婢女，但一路相伴的患难之情，让她很多时候都不必讲究府邸的规矩。而今她在沈府，也不如刚来那般遭人挤兑。沈宁一面换衣，一面问道：刚才我听到了长嫂身边那个叫做小玉丫鬟的声音，她说要给清幽堂塞几个使唤丫鬟，说纳兰夫人觉得我们清幽堂太冷清了。采莲哼道：恐怕是派人过来监视大少爷的动静呢。沈宁半眯起黝黑的眸子，随手将一只簪子斜插进发间。她的发髻是松松垮垮的，
略带几分慵懒闲散。不只是监视大哥，也是监视我们。沈宁冷冷淡淡地问，他最近可有什么动向？譬如钱财方面，又譬如与纳兰家有关。彩莲支着脑袋想了一会儿，眼睛微亮，小姐，前些日子我看到他和一个男人拉拉扯扯，而且还鬼鬼祟祟的，那男人的身形和纳兰夫人的大哥纳兰成有些像呢。我只当他们兄妹二人有什么矛盾，并没多想，这会儿觉得很可疑。沈宁敛了敛神色，将彩莲所说尽收眼底，而后挑了个胭脂红的长裙，总归是生辰之日，穿的喜庆点，父母辈的瞧着也心里高兴。纳兰晴来后眼睛一亮，阿宁，还是红色适合你。沈宁自纳兰晴空荡荡的手腕和简单的发髻上一扫，不动声色地道，长嫂近日怎么穿的这般素？今日既是高朋满座，若被人瞧了去，怕是会以为沈家苛待长嫂。纳兰晴有一瞬间的慌张，但很快就被他给遏制住了，扯着唇讪讪的笑道，今儿个是阿宁的生辰，我这做长嫂的怎能抢了阿宁的风头？沈宁了然于心，却也不再多说。以他对纳兰晴的理解，自不会放弃掉人前显贵的机会。虽不说如明华公主穿金戴银、珠光宝气那般夸张，却也要体现老战神常席的端庄身份。长嫂，沈宁欲言又止。阿宁想说什么？前段时日我与顾荣闹上府衙，他那里还欠我几千两的银子，你说我该要回来吗？要，当然得要。纳兰晴咽了咽口水，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再说了，是他欠我们沈家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沈宁一脸为难地道，但我曾与他朝夕相处数年之久，既有这层关系在，再加上已经讨回了一笔钱，心里总是怪过意不去的。长嫂，要不就算了，沈家目前也不缺这个钱，而且我实在是不好登门了。阿宁，你怎么能这么想？若是不然，嫂子我替你去要，会不会太麻烦长嫂了？不麻烦，不麻烦。说起来，我还没正儿八经的给嫂子买过什么东西，不如这样吧，那从顾家讨回来的钱，就全当我买了礼送给嫂子。沈宁试探性的问。纳兰晴双眼放光，喜不自胜。阿宁这般体贴，长嫂是盛情难却。你放心，他顾荣绝对会把钱吐出来。沈宁温婉一笑，冬日暖阳洒在他的眼睫，细碎的微光没入了古檀般冰冷深邃的眼底。阿姐，沈青山端着一碗汤面来，快让一让，让一让，烫死小爷了。他把汤面放在桌上，还掏出了2个红鸡蛋。阿姐，娘亲和大哥还有5哥一同忙活的，这面汤是用鱼汤熬制的，意味着年年有余。这红鸡蛋是红红火火的意思。阿姐，快把这碗年年有余红红火火鱼汤面给吃了。纳兰晴嫉妒的眼睛都要红了。郑蔷薇对她是很不错，但哪能这么好？果然呢，亲生的就是亲生的。他这一个外人做得再好又怎么样？沈宁坐下来喝汤吃面，眸光一闪，问道：这鱼是黑水街买的？阿姐，神了！沈青山惊讶道：你怎么知道？顾荣时常去黑水街买菜，沈宁又做了3年的饭菜，这菜与菜之间的细微差距还是能感受到的。猜的。沈宁微微一笑，阿姐从小就聪明。沈青山挫败道：同一个娘胎里出来的，怎么我就这么笨？沈宁笑着揉了揉沈青山的头，你不是笨，你只是率真英勇，有一颗赤子之心，对你而言比什么都重要。彩莲似懂非懂。纳兰晴几次3番想要插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正盘算着怎么这顾荣讨钱的时候，沈青山忽而说道：阿姐，长嫂，前回大哥喝醉了酒，说有倾城阿姐的消息了。沈宁当即看向了纳兰晴，小孩子心思没那么多弯弯绕绕。当初纳兰晴来府说与叶倾城情同姐妹，后来叶倾城离开上京，纳兰晴还伤心的掉了几颗眼泪。沈青山见此便信以为真。阿嫂，你脸色怎么了？怎么这么难看？沈青山不解地问。没什么。纳兰晴摇头道：嫂子只是太高兴了，还以为此生再也见不到他了，因而高兴过头了。沈青山嗓音颇为青涩的宽慰：阿嫂，莫要难过，我觉得倾城阿姐很快就会回来了，到时候你们一起在沈家多好啊。这番话说罢，纳兰晴的脸色直接白得不能再白。彩莲嘴角猛地一抽，无语地瞅着沈青山，小少爷怎么会比他还蠢呢？沈青山又道：阿嫂，倾城阿姐和大哥成婚的时候，你可是最重要的人，到时候定要由你来操办。纳兰晴、沈宁、青山。沈宁把汤碗递给沈青山，我吃完了，帮忙送回去吧。我这天生就是跑腿的命儿。沈青山捏了会儿，又扯开嘴笑，不过能为阿姐跑腿，我荣幸之至。阿姐日后莫要嫁人了，让我伺候你一辈子，日后娶个10几个媳妇一起伺候你。沈宁被言语幼稚天真却又极其认真的弟弟给逗笑了。第120章，一抹嫣红胜百花。阿宁，前院事儿多，我也去帮帮忙。
纳兰晴再难待下去，话音落下之际就慌慌张张的走了。沈宁侧眸看去，看他跌跌撞撞似落荒而逃。纳兰晴心里清楚得很，只要叶倾城一回来，他如今的夫人位置就不保了。小姐，采莲迷茫地问，顾荣欠我们的钱，为何就不要了，还给纳兰夫人？沈宁指腹摩挲着茶杯，淡声道，当然是花钱看大戏。闻声，采莲云里雾里的百思不得其解。沈宁望向清幽堂外浮动的云，拢了拢身上的绒毛大氅。今年的冬天没往年那么冷了。沈家大院高朋满座，宾至如归，来者俱是达官妇人、王孙贵族。大宴的战神多出在沈家，如今大宴城中唯一的老战神亲自携帖宴请诸宾，哪有不来的道理？还有不少人花高价去买生辰宴后作废的请帖，不求见老将军一面，只为了收藏。这有女儿的人就是好啊。周老成向捋了捋胡须，笑容可掬道，看我们的老战神这笑的哟。沈国山收起了咧开的牙，板着脸问，本将有笑吗？有吗？是，你没笑。萧齐将军笑道，笑的是我们，行了吧？沈国山哼了声，不跟他们一般见识。监察御史送印代理过来，朝几位做了作揖，下官难得与诸位一聚，也算是沾了阿宁的光了。沈国山见到监察御史格外的热情，一边利落的收了礼，一边皱眉喝道，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就不能学周老丞相的，厚着一张脸就来了。正在捋胡须的周老丞相听到这话，险些把自己养了多年的胡须给一把揪秃了。沈老将军，九皇子叶长林带着明华公主在内的几个皇子和公主就来了。沈国山拱起了布满褶皱和刀疤的手，诸位皇子公主能来，我沈府蓬荜生辉。这一日的沈家不同于往常的寂寥，是热闹的，也是磅礴恢宏的。沈家府邸就像是上京城的寂寥，老战神和麒麟君之名在民间比皇家的天子之威还高。大燕子民都知，这个世上是没有神的，如果有，那定是出在沈家。沈家丝竹声声，红绸漫天，喜庆之气吹散了今年凛冬的冷寒。府邸南侧僻静的小巷子里停着顾家的马车，顾颖南不知怎么了，鬼使神差的就要来这里。他的手里捧着一壶酒，隔空竟向沈家高墙苍凉一笑，低吟，阿宁生辰快乐。他垂下了结义，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泛红的眼睛落下了泪。旋即又咬着牙低声问，为何非要背叛我？经母亲旁敲侧击的提醒，顾颖南才恍然大悟。沈宁之所以会决绝的离开他，或许是早就与楚叶暗通款曲了。顾颖南将酒壶里的酒一口饮尽，说，走。顾将军去哪里？车夫忐忑地问。去灵珠所住的地方，他有的是美娇娘，还都是未婚的。永安公主兰莲芝也是未经人事的，最好的贞操给了他，将灵珠直接就倒贴他，他何必伤怀于一个绝情的负心女人呢？大院内觥筹交错，酒香四溢。萧齐将军道，沈老将军，该让我们的小寿星出来了。沈国山笑着吩咐下人，快去请小姐。过了会儿，沈国山收起笑，狠狠地瞪着萧齐大将军，有什么笑的？萧齐大将军，酒宴里沈国海一直在督促小女儿沈如花多吃点，等让荷叶牡丹去把剩饭剩菜打包好，这么好的饭菜扔掉就太可惜了。古人言，剩饭剩菜不易于长寿安康，这些饭菜就给女儿老婆们吃吧，他自己另开小灶吃点新鲜的好了。沈如花倍感丢脸，并未有这么个奇葩父亲而感到羞耻，烦闷地道，知道了。姐姐沈如玉则一直在给九皇子眉目传情，即便九皇子压根没注意，反而一心扑去各家的秘闻和八卦上。沈如玉眉目传情了好一会儿，觉得有些疲乏，便喝了一口汤，再继续传情，传到眼皮都在止不住的跳动。旋即沈如玉心中一喜，自言自语低声道，左眼跳急，看来我的好日子才刚开始。最后一个字说出，沈宁就出现在了宾客中。人未到，升先至。沈家小妻沈宁在此先谢过诸位的远道而来了。听到这话，众人们俱都循声望去，心里痒痒得很。当年的沈宁意气风发，鲜衣怒马，而现在他会是何等模样？上京的诸多权贵隔了数年再见，算是头一回了。特别是各家的夫人、千金、青年才俊的妻子们。礼部侍郎家的大儿媳哼哼道，沈老将军过于夸张了，这不是上赶着爹份吗？这哪是生辰宴，分明是来让人看沈宁笑话的。侍郎的长子曾也围在沈宁身边，还当众表达过爱慕之情，这件事他是知道的，岂能笑言相对？当然还有他不知道的，君光祖在解忧楼做东的宴，就是和她丈夫等人密谋如何欺负沈宁。他喝了口酒，又道，若我家大郎当时愿意娶她的话，他也不至于沦落至此。我家大郎那可是好男人啊。
众人只觉得这辈子都没如此的无语过。究竟是侍郎之子不愿娶，还是沈宁不愿嫁？诸人心里都似明镜般，有那么一部分的女人都和他有着一样的心思，只不过都聪明的藏在心里，脸上却是笑得娇艳欲滴。须知他们或是夫妻相敬如宾羡煞旁人，或是同床异梦婚姻不幸，而沈宁这般人凭什么过得比他们还要好，还要风光？沈宁应该低贱到泥潭里，和这世上许许多多被休妻的女人一样，或是疯癫，或是自戕，总之没好日子过。但现实偏偏不同。19岁的沈宁沉静自持，有一双很好看的眼睛。她身穿胭脂色的长裙，外头还披着彰显贵气的大氅，围绕在脖颈的血色绒毛被风吹得微微抖动。沈宁挽着墨黑如绸的发，鲜艳的红衬得她明媚而又清丽。她还是她，一抹嫣红胜百花的她。明华公主攥紧了掌心的酒杯，呼吸骤然一滞，有着莫名的危机感。转念想到燕云彻对沈宁的生辰毫不在乎，进来都不来，浑身便松弛了下来。庸俗！他见四方宾客皆惊艳，便唇动无声，没入风。第121章上京双绝云挽歌。沈宁踏足宴客大院，就看到了铺道的红毯和四处悬挂的红绸，煞是喜庆。这位便是老战神的千金了。人群里响起一道中气十足、略带几分威严的女声。沈宁缓缓地抬起眼帘，循声看了过去。说话之人年过半百，是安国公的折妻燕老夫人，却不似其他贵夫人般有着精心雕琢的打扮，只简单披着黑色大氅，隐隐有几分气势散发而出，眉间的英气让人不由想到巾帼不让须眉。燕夫人早年行军，能3进3出取敌人之首级，脾气火爆，颇为狂躁，有话要说，绝对憋不到第二天，看人不爽也做不到伪善相迎。郑蔷薇拄着拐杖，微微一笑，4两拨千斤地温声道：“燕老夫人一手9环斩骨刀，那可是让列国都头皮发麻的。阿宁以后要多与老夫人学习1、2。燕老夫人的原姓是梁，后因杀敌无数，立下显赫功劳，被先皇赐予国姓燕字。沙场征战都是掉脑袋的事，宁小姐莫要向我这老太婆学习了，怕就怕不惊吓。”燕老夫人傲慢地道，手里一根先皇赏赐的金蝉拐杖，说话时有一股内敛的杀气，能够直接震烁周边之人的灵魂。郑蔷薇看着软硬不吃油盐不进的燕老夫人，紧皱起了花白的眉。她与燕老夫人有几分交情，但也清楚此人是一根筋的。阿宁生辰之际，她不愿看到不愉快之事，让燕老夫人失望了。沈宁毫不怯弱地直视燕老夫人的眼睛，不卑不亢地诞声道：“沈家女儿还真不是吓大的，那不妨让诸君看看沈家女儿的胆量。”燕老夫人道：“吾的9环斩骨刀共有81式，招招成风，衍生刀气，敌寇歹人都闻之色变。斩人骨，吾只需1刀，刀至骨断；斩兽骨也只需1刀，让猛兽身首异处。因而吾年轻之际有燕1刀之称。”周老丞相拧眉，生辰之喜，燕老君是要让沈府见血吗？骁骑大将军点头道：“阿宁还只是个孩子，燕老君这是作甚？”监察御史宋应说：“燕老夫人，请三思。”无数声音响起，燕老夫人不屑一顾，眼睛犀利如鹰隼，直勾勾地盯着沈宁看。她似要看穿沈宁的灵魂，可偏偏风来风去，酒过酒香，她自风轻云淡，气定神闲到叫人懊恼。燕老夫人对沈宁的不喜都写在了脸上。她这辈子最看不上的，就是为了男人连家人都不要的女子，被男人丢掉了才知道回家。而这段时间，明华公主之流多来拜访，口语之间道尽了沈宁的不是，说着沈宁空有其表，靠着父母宠爱在沈家胡作非为。除此之外，最让燕老夫人讨厌的是，自家孙女曾与沈宁是闺中好友，一同在燕京学宫追逐武道，偏偏沈宁脑子抽了要去嫁人。他家孙女志向远大，天赋异禀，有望继承他的9环斩骨刀。燕老夫人就怕如今沈宁重归沈家府邸，又跟自己孙女玩到一起去，把那上午好学的嫡孙女给带坏了。哼，燕老夫人谁的面子都不给，我何时说要沈家见血了？我81式刀法可与皮肤有毫厘之距，只要81式后他沈宁一步未动，我便收回适才所说。骁骑大将军的眉头都皱成了一个川字了。虽说不是真的会伤到沈宁，但这老娘们刀法凌厉，又贴着人脸打，饶是他这等阅历丰富的老将都会徒儿打战，更别说一个不足20岁的小女娃了。沈宁并未开口说话，众人只当他是怕了。他也没看向燕老夫人，而是看向了与燕老夫人同席的一个女子。女子和她年纪一般大，19来岁。和满院的姹紫嫣红不同，女子未施粉黛，只穿一身黑色的劲装，神情冷漠的像敷了一层寒霜。她叫云婉歌，安国公的嫡孙女，是与沈宁自幼相识最好的姐妹。彼时他们打扮成男儿模样，
大摇大摆走进咏春馆，被沈家大哥二个抓小鸡似的拎回了家。后来夜色正浓，酒过三巡，云婉哥勾着他的肩膀说：“阿宁，阿宁，我要成为这世上第一女将，不是大雁，是这个世界的第一女将。那我呢？”沈宁啜着果酒问：“那你是第一，我愿屈之为第二。”好，一言为定。他们也曾豪言壮志，似欲在铁马江湖一展宏图，长大后要去沙场歼敌，去贫困之地救民于水火。总而言之，天高海阔，九霄云外，装不满他们满腔的抱负。这些志向里，唯独没有相夫教子，唯独没有嫁人之后残羹剩饭草草一生。两个人相伴的路，只剩下云婉哥一个人走了。沈宁的眼睛有些痛，他总是对不住这些他最想对得住的人。燕老夫人，郑蔷薇不悦地拧起了眉。他自不愿女儿受委屈，奈何话未说完，就被沈宁清冽的嗓音给打断。晚辈沈宁愿意一试。郑蔷薇蓦地看向沈宁，有些不赞同。她身为母亲，肯定是认可女儿的，但正因为她了解燕老夫人刀法的锋利逼人，才不赞同。让她去。这回说话的人是沈国山。沈宁回头看去，父亲白发苍苍，比同龄人苍老许多，却是笑道：“这么好的训练机会，阿宁可要好好抓紧，若不然来日上赶着要燕老君给你陪练，他那一把老骨头都拿不动刀了。”燕老夫人不善地瞪了眼沈国山，旋即用苍老的手朝桌上一拍：“去取老身的九环斩骨刀来！”一声喝，似雷霆。燕老夫人用浑浊有威严的眼睛扫向了沈宁，女子面不改色，淡淡然的如初。婉哥姐姐，这沈宁当真不怕死？同桌的几个小辈巴结地凑到了云婉哥的身边。云婉哥面色冷峻，薄唇紧抿，一双凤眸毫无温情地注视着前方那道许久不见的身影。当初他沈宁有幸与婉哥姐姐齐名，并称之为上京双绝，如今啧，给我们阿姐提鞋都不配了哟。又一个少年笑嘻嘻地讨好道。第122章，大宗师之威出现沈家。自打沈宁出嫁之后，就没人敢在云婉哥的身边提沈宁二字。安国公府上上下下都道是云婉哥厌恶极了沈宁，如今依旧这么认为。云婉哥半眯起了黑墨般的眸子，眼底倒映出冬日大院的那一点胭脂红。他的眉头淡淡蹙起，神色愈发的冷若寒冰。不多时，3名侍卫捧着一把长刀来，此刀正是燕老夫人扬名四海之刀——九环斩骨刀。燕老夫人跨步而至，面色严肃地看向了沈宁。那让3位侍卫都腿软手抖的刀，他轻轻松松抓住刀柄，一把提起，叫周边离得近些的人倒抽了好几口冷气。三叔沈国海以手掩嘴，窃喜了2声。看沈宁出糗，能让他的身体顺出去一口浊气。沈家大房的人心思各异，有人巴不得沈宁丑态百出，也有人觉得事关沈家颜面，希望燕老君手下留情。至于其余人等，多是都能想象得到沈宁担惊受怕的场景。明华公主与众皇子、公主在一块儿，笑眯眯地望着沈宁，问旁侧燕长林：“九兄，你怎么看？”沈宁小姐有过人之处，但燕老君81式斩骨刀法，纵然不破皮肉，也能把人吓得灵魂出窍。燕长林凝色，认真地分析道：“骁骑大将军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当初偏生与燕老君对着来，吓得半夜都没能回魂儿。当然，时隔多年，话语意思有些夸张了，但也相差不了太多。燕老君之厉害，是老一辈们都有目共睹的。”沈宁往前踏出了一步，披身的大长颈跟着晃动。他由李地做了作揖，颔首道：“燕老夫人，请赐教。”好个初生牛犊！燕老夫人刀斩长空，虎虎生威，苍老的手腕转动，一股力量喷薄而出，游走到了九环斩骨刀。随即便响起了刀鸣声，仔细听去，宛如山野林间的猛虎在长啸。传闻唯有刀中之王才能震出虎啸刀鸣，这一出手，年轻小孩都能知道燕老夫人的底蕴了。距离越近的，听到那虎啸刀鸣之声，脸色齐齐一变。虎啸刀鸣，直通灵魂。心智不坚定者，听多了容易失心疯。燕老夫人仔细观察着沈宁的变化，女子她身姿绰约，波澜不惊。斩骨刀法第一式。燕老夫人陡然出刀，直接斩向了沈宁的面门。出刀之凌厉刁钻，带起罡风阵阵，刀气凛凛。众人呼吸一滞，心脏都跳到了嗓子眼，似是身临其境般，目不转睛地盯着沈家大院的一老一少。斩骨刀刃骤然停下，与沈宁鼻尖的距离是小刀连光都透不出来的缝隙。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眉头也不皱，自是巍然而立，不动如山，双眸平静地望着燕老夫人。燕老夫人心头骤颤，偏就不信这个邪了，重新出刀，刀锋凌厉劈向沈宁的天灵盖。虎啸刀鸣再次响起，刀气冰冷，直扑往下，能让沈宁的头皮生凉。
他依旧是神色泰然。若第一次是侥幸的话，那么第二次、第三次就是实力了。燕老夫人80是齐齐耍下，刀锋、钢锋打在沈宁的皮肤上都有些疼。最后一式，断手刀法。沈宁，你为男人而离家出走，不顾父母之心情，你不配为沈家的女儿。老身今日就要你身首异处，魂归九幽，跟10殿阎罗忏悔去。燕老夫人周身杀意展开，叫人大惊失色。完了，这老娘们疯了！骁骑大将军气的就要起身去阻挡。沈国山一手抓住骁骑大将军的肩膀，将其按了下去。燕老夫人最后一刀，震惊满院人，有人捂着眼睛不敢去看血溅当场，有人从指缝里偷偷观看，想要欣赏沈宁的人头落地。斩骨刀瞬间横劈而出，贴着沈宁的脖子，生生地停下。沈宁缓抬双手，作揖之际朗声道：“晚辈沈宁，感谢燕老夫人赐教。”满院寂静如斯，只响起女子的铿锵之声。随即众人陷入了深思，扪心自问，若被燕老夫人赐教的是他们能像沈宁这样面不改色，一步都不动一下吗？答案是不能的。他们连骁骑大将军都不如。燕老夫人还没把自己的刀从沈宁脖边拿下来，她睁大了浑浊的眸子，诧然地望着处变不惊的沈宁，最后问道：“你不怕我真杀了你？”最后一刀落下前，她故意说话，就是想要击破沈宁的心理防线，让沈宁以为她真的会下死手。不怕。沈宁如实回答。燕老夫人收刀冷哼，又想说沈家女儿不是吓大的。非也。沈宁结意轻抬，眸光清澈而又坚定，旋即口齿清晰，缓声说道：“燕老夫人杀人无数，9环斩骨刀扬名大燕内外，但晚辈心知肚明，燕老夫人的刀只斩天下作恶之人，犯我大燕国土之敌，并不会草芥人命，斩我行端作正的沈家女。我不怕，是因我相信燕老夫人不会真让我身首异处。”他不恼不怒，只那么风轻云淡的微微一笑，心平气和道出的话，却让燕老夫人心头大震。燕老夫人深深地盯着沈宁看，良久，飒爽地笑出了声，说的是：“我的斩骨刀下不会有冤魂。”他把刀递给了那3个侍卫，看向沈国山，正蔷薇时，发现沈国山不知道哪来的毛病，又是理了理袖口，又是抬了抬下颌，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叫人当真是无言以对，嘴角狂抽。这老东西，燕老君怎么样？沈国山问。尚可。燕老夫人哼道。骁骑大将军则在怀疑人生，曾被吓得差点灵魂出窍的他，顿感羞愧无边。燕老夫人多看了眼沈宁，她纵然不喜这小妮子，但必须得由衷的承认，小妮子心性不错。这般想来，又很惋惜，若非与顾影南的孽缘耽搁数年，如今怕是会与他家婉哥一样从军了。燕老夫人就要回身之际，却见地动山摇，沈家房屋都在抖动，黑云遮日，威严四散，犹如平地惊雷般，叫人心惊肉跳。燕老夫人脸色一变，这等气势是大宗师？大燕怎么会有大宗师？又是因何而来沈家？大宗师，武学之巅，连列国的皇帝都不放在眼里。四面八方传来诡异的笑声。大燕沈家办喜事，不知阁下姓甚名谁，为何而来？沈宁当即一步往前，伸出手将燕老夫人护在了身后，皱起眉头，目光紧盯着高墙四方。燕老夫人看着护在自己身前的手，神情有一瞬的恍惚，再看向沈宁的侧脸时，眸子里少了点咄咄逼人。第123章翠微山战，昆仑主将赵宗辉。黑云压城，威势惊人，叫沈家府邸内的所有人心头都为之一震。四面八方的笑声持续了好一会儿才止住。沉默半晌后，似有悠远而苍老之声从遥远之地传来：“故人沈国山，好久不见，你可想到30年后，本该粉肿枯骨的我，还会出现在你的面前？”说到最后，又是极致的大笑声。沈宁心头猛地颤动。30年前，最为轰动的就是翠微山一战。翠微山位于大燕神武关的关口，又因地势易守难攻，常年得利，关口宛若苍龙盘踞，镇守着大燕境内四通八达的天星城。翠微山相当于是神武关的神山，守护着山后的大燕子民。彼时，大燕内忧外患，南岭国乘胜追击大燕，一路杀人放火屠城。眼见翠微山和神武关即将失守，战神沈国山带着麒麟军迎南而上。那一战，麒麟军死伤无数，南岭国更是惨淡，最后几乎是2败俱伤的情况下守住了神武关。神武关口，翠微山下，麒麟军的阴魂行走在血河之上。那一日，尸骨如山，险胜的沈国山遍体鳞伤，跪在血河，抱着弟兄们的残肢，哭到撕心裂肺。是你？沈家大院，沈国山缓缓地站起了身来，他两眼通红道：“赵宗辉，你还活着？”“是啊，我还活着，我还成了大宗师。”“沈国山，你杀我麾下昆仑军，
如今我来为弟兄们报仇雪恨了。赵宗辉的声音响彻在众人的颅腔之中。大宗师，一人可抵万军，一人可破一城。大雁境内却无能与之相匹敌的大宗师，纵然使用车轮战术，也是要无数人的鲜血。沈宁瞳眸紧缩，呼吸微蹙。燕老夫人，斩骨刀借我一用。燕老夫人闻言，刚要说那刀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拿的，就见沈宁自那3名侍卫的手上双手接过了斩骨刀。他皱了皱花白的眉，看着沈宁的背影，心里多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意味。沈宁双手提着9环斩骨刀，走到了大院的最中间，抬眸直视上方长空。赵宗辉，我祁邻军多少英雄死于你的手下，国仇家恨，该是我沈家来论，怎么就轮到你这个罪魁祸首来论了？昆仑军副将左清明当年想放长线钓大鱼，走迂回之策拿下神武关，是你争强斗狠，过于自负，当众口出狂言，不出7日拿下我神武关，害死昆仑军的人是你赵宗辉，算不到我沈家头上。我沈家麒麟军保家卫国，镇守翠微山，何错之有？何错之有？他字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血红着双目，说的众人又惊又慌。惹怒了大宗师，这满院子都不会有一个活口啊！虽说大宗师之间有不成文的规矩，不能肆意进入各国逞强欺弱，更不能残害妇孺老人和为将者，否则会被诸多大宗师制裁。很显然，赵宗辉只想报当年之仇，已经不在乎事后是否会被大宗师们制裁了。明华公主瞪目看向沈宁，咬了咬牙，她想死也别拉着我们啊！部分人和明华公主的心思差不多，而养在府邸的3000杀老将府兵们听到沈宁之声，不知怎地就热泪盈眶了。他们都是从翠微山活着走出的人。府邸之外，脚步声秩序整齐而有力量。麒麟军得知大宗师降临燕京沈家，俱都不顾上头的眼色，直接抗了命令。今朝他们与沈家老战神同生死。靠近之时，听到沈宁的那一番话，麒麟士兵们都顿足停下，互相对视，沉默着，却也笑了。笑时眼睛是红的。沈家有后如此，他们应当自豪骄傲。哪怕如今的他们不属于沈家了，但他们的心里只有一座山，那便是沈国山。放肆！赵宗辉的声音再度响起，他尚未现身，便猛然暴喝。暴喝的瞬间，尽显大宗师的威势。噗嗤！沈宁一口鲜血狂吐了出去，他却不惧反笑：怎么，我说错了吗？不是你赵宗辉夜郎自大，不把昆仑副将之话放在耳里，昆仑军会尽数丧命翠微山吗？我麒麟军的士兵死的难道就比你昆仑军少了？不，我们死的人更多。怎么，你南岭昆仑士兵的命是命，而我大雁沈家麒麟战士的命就不是命了？你害死了昆仑军，却要死不承认。你以为如今成为大宗师能报仇雪恨了，到头来不过是苟且偷生罢了。纵然他人你下地府，怎有脸去面对葬身翠微山的10万昆仑军？沈宁慌了，拼着不怕死的胆，他不知要怎么样才能在大宗师的手底扭转乾坤。他只能尝试着攻击赵宗辉的精神，并且努力的拖延时间。年幼时总是父亲护着他，就连最近都是父亲为他保驾护航。如今他也想用这薄弱之躯护父亲一回，因为他清楚以沈国山的为人，绝不会给大雁带来灾难，会孤身去面对大宗师。这就是他大雁战神，他沈宁的父亲。阿宁，沈国山的声线有些颤。沈宁回头看了他一眼，而后高举起9环斩骨刀，猛地往下挥砍，裂开了大院之地。赵宗辉，沈家铁骨铮铮，不怕死，既不如人死便死了，但你休想把昆仑军之死的罪案在我沈家头上。罪该万死的是你赵宗辉，而你就算成为了一代大宗师又如何？你始终不敢面对你的过错，只知道推卸责任。老朽要撕烂你的嘴！来啊，来杀了我！你杀了我，堵住我的嘴又如何？你堵不住这天下的悠悠众口，堵不住公道自在人心的是非分明。来日青史留名的只会是我沈家，而无你赵宗辉。你听到了吧？地府里昆仑战士的哀鸣，听到了南岭国百姓对你的口诛笔伐吧？你在他们眼里不是战神，不是英雄，是国之害虫，是使南岭国衰败的毒蛇。沈家之人，麒麟战士，生是豪杰，死为鬼雄，非你赵宗辉说了算。他咧着嘴笑着，似亡命之徒最后一刻的疯癫，用尽力气去守护住自己的家。暗处的赵宗辉却感到头疼欲裂，女子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刀刃割开他的颅腔。第124章，凭一口怒气，苟且偷生30年。倏然间，好像有千万把的刀刃在赵宗辉的头颅里用力的搅动。赵宗辉头疼到面色惨白，浑身冒汗，过往种种是历历在目。
他自小重视兄弟情谊，也遇到了那么一伙人，陪着他从籍籍无名到正一品的威武大将军，掌12万昆仑军。昆仑军乃是南岭国的脊柱，他洋洋得意，大口喝酒，认为一统列国是指日可待之事。他带着人从大燕边境一路斩杀到神武关，以为胜利唾手可得，却不知前功尽弃。他活命的机会，还是因为副将左清明冒死顶替他而得到的。从始至终，左清明都没怪过他，但他寝食难安，午夜梦回之际，都是年少相逢的豪言壮志和最后神武关外的尸骨满山。他输得一无所有。他凭着一口怒气，苟且偷生30年，修得了大宗师。无知的沈家女，是你沈家害死我昆仑军的！怒吼之声从四面八方而来。沈宁身躯微颤，血从口涌，但被他直接吞了下去。沈国山、沈金峰等人一步而来，将他给扶住。是与不是，你心中已有了答案，不是吗？沈宁咧着嘴笑，削薄的唇染着血色而嫣红，红的妖冶，红的惊艳。阿宁，大人的事让大人来解决。沈国山语重心长道。老人看着女儿的眼睛里有自豪感，还有更多的心疼。沈宁的手紧攥着父亲的衣袖，眼睛越来越红，脑子里高速旋转，要如何对付大宗师才行。赵宗辉来的突然，沈家毫无准备，对方又是大宗师这样的级别，别怪自己。老人苍老的手摸了摸沈宁的发，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别什么事都怪自己。沈宁咬着牙摇头，他才回府不足3月，还没给父亲尽过孝心。父亲绝对不能有事。阿宁、麒麟军、沈家都交给你了。不，我不要，我不要。沈宁死死地抓着沈国山的袖衫，怎么都不肯松开。爹一大把年纪，活够了。沈国山笑了笑，又揉了揉女儿的发，踏步往前走，望向四方，风轻云淡地道：赵宗辉，你我的恩怨就由你我来解决吧。沈宁突然脑袋涌上1000万分的刺痛，刺痛的感知里，他的记忆像是一盏晶莹剔透的白玉杯，被打碎成了无数染血的碎片。他看到了丢失的一片。小时候，他好像也感受到过大宗师的威压，不，那威压是赵宗辉的10倍之多，但他始终想不起是哪段时间，就像梦里的残影盘。他睁大眼睛看着父亲的背影，脑子里灵光乍现。是了，只要请求雪女城和武帝国帮忙即可。他来拖延时间，或有一线生机。雪女城和武帝国都会制裁这类大宗师的。沈宁扭头道：五哥，去找影子，再去一趟北渊王府，分别去往雪女城和武帝国请人过来。他不知燕云彻隐藏了多少的实力，但影子和北渊王府是他目前为止能够想到速度最快的，哪怕是病急乱投医，也要医呀。沈国山，你终于不再躲在女儿的身后了。赵宗辉笑，他的头好疼啊。这会儿，众人仰头看去，只见象牙眼角之上出现了一道苍老的身影，他的身后背着2把交叉的刀，周身虎虎生威，风声凛冽，那等肃杀之气让人不敢直视。沈国山的实力放在武道，归属于半步宗师，意思就是说，距离宗师只剩下半步而已。但他一生功勋，所向披靡，有的是以少胜多的传奇之战。是不是虎父无犬女？沈国山反问道。这番问话把赵宗辉和众人都问住了。世上之人面对大宗师的追杀，哪个不是吓得屁滚尿流，如断脊之犬？他倒是好，言谈闲事，怡然自得间，竟还颇有几分自鸣得意。砰！沈国山脚掌猛地踩地，身影掠上了高岩之上。他赤手空拳的负手而立，淡淡然地望着赵宗辉：你若只与本将一人战之，或许还能名垂千古，但你若伤我大燕百姓，你觉得日旷于下的南岭国距离国破家亡之日还有多时？赵宗辉清楚沈国山是大燕老战神，他将其杀之，自己也会不得善终，被其他大宗师追杀。有些大宗师私下偷练稀释他人力量的功法，而还有些宗门和南岭周边列国早就蠢蠢欲动了，得闻此事，从而便有了出师之名，去蚕食瓜分掉南岭。不过赵宗辉来大燕，为的就是沈国山的项上人头，双刀斩之，人头落地，他便会离开这个地方。咔嚓咔嚓，赵宗辉双手放在两侧的肩胛之后，攥住了2把刀柄，分别将2把锋利的刀给抽了出来。刀刃出鞘之声，听得人头皮发麻。沈国山，无要用你的人头之血来祭我尸骨难寒的昆仑战士们。大宗师对付半步宗师，只需要个拔刀的瞬间。沈宁牙眦欲裂，爬满了血丝，浑身都在发颤。麒麟军3000杀，沈金峰以至于骁骑大将军这些人都心急如焚，想要做些什么，但大宗师杀人是瞬息之间的事，他们又能做什么？不！沈宁尾音发颤，落音之际，却见沈国山的背后从檐下往上掠出了一道漆黑的身影。男子的墨发飞舞在长空之上，
宛若天人之姿，手执一把寒芒闪烁的星辰剑。众人只见剑花狂婉，宛若星芒闪烁，而后听到咔嚓一声，却见他只一剑，便在同时间斩断了赵宗辉手中的2把刀。黑衣男子戴着精致的面具，踏风而起，衣袍翻飞，顷刻间就到了赵宗辉的身后。赵宗辉的脖颈出现了一道血线，而沈云的剑却是干干净净的锋利。身后，黑袍男子嗓音冷冽如冰山泉水道：“龙象榜首沈云，来助老战神朱迪。”赵宗辉一寸寸的扭过头，脖颈的血液宛如泉涌，他瞪大眼睛，不可置信地望着眼前的男子。怎么可能？大雁龙象榜的榜首怎么会在上京城内？与此同时，沈家府邸的里里外外都已沸腾如滚烫的热水。第125章，再也遮不住我大雁的骄阳似火。龙象榜首于大雁而言，无异于是最神秘的存在，谁都不知道他从何方而来，又将去往何方。大雁对他来说又意味着什么？若国破家亡之际，他又是否会为大雁出头？谁也不知。只知当年一夜之间便以大宗师之名响彻上京城，然后杳无音信，就好似从未出现过。现如今见他一剑拿下赵宗辉，周围的青年们热血沸腾，眼里闪耀着憧憬未来的光亮。那一剑的风采便让人清楚的是，龙象榜首沈云会为大燕而战，且大宗师与大宗师之间也有着巨大的差距。沈宁远远地望着岩上的人，目光平淡而悠远。7年前他见过这位大宗师，是依旧如初的身形。砰！赵宗辉的身体从屋檐滚落到了地上，鲜血挥洒在长空，恰似神来之笔在无形作画。沈云阁下久仰大名。沈国山两手抱拳，满脸的凝重严肃，语气低沉道：“今日相助之恩，沈家必不敢忘。”男子收剑回鞘，淡声说：“若非老战神带领麒麟军守住了神武关，又何来今日安定的大燕王朝？沈某不过尽本分之事，何来的恩情一说？大燕老战神若死于这等猪狗之辈的手中，那便是大燕的悲哀。”沈国山闻言颇为触动，但还是说道：“一码事归一码事，沈家是寄情之人。”沈云缓缓地侧过头，看向了沈家大院，目光落在红绸之上，便问：“沈家今日有喜？小女沈宁的生辰日。”沈国山道：“小宁过来见过大宗师。”沈宁见过沈大宗师。沈宁插刀作揖说罢，拧起了眉峰，怎么觉得这话听起来甚是绕口？男子黑袍微掀，身形秀气挺拔，喉间溢开了一抹轻笑，面具下的双眸清澈的像是山间溪水。沈小姐，生辰愉快。沈宁微微一怔，抬眸朝檐上看去，却见大宗师的轻功了得宛若流风回雪，飘飘然两息之间就已消失不见，且带动了四周的长风，使得一朵开在别院花园的12月枣花茶恰巧落在了沈宁的发间，衬得她愈发明媚，惹人注目。众人心里复杂异常。大宗师换而言之是能够摸得到的神明，若能在生辰日得到大宗师的祝福，是多少习武之人的梦。沈宁凝视着男子远去的方向，只看到寒流瑟瑟卷着凋零的花瓣。沈金峰动作利落的带着人处理了赵宗辉，事关南岭国的昆仑军主将，还是要给皇上看一眼的。沈金峰回来时，走到沈国山的身边，附耳道：“爹，麒麟军都来了。”沈国山蹙了蹙眉，问：“麒麟军现任主将来了吗？”“没来。”这才是沈金峰担心的。“可有军令？皇令？”“没有。”“哎。”沈国山叹息：“他们糊涂啊！这不明白着告诉世人，兵权交了又如何？只要沈家一声令下，麒麟军还不是听从号令？”沈宁看了眼窃窃私语的父兄二人，而后吩咐沈青山、采莲等人把剩下的酒备上，随我来。他们带着酒疑惑地跟上沈宁，只见把大院的门大开走了出去，看到无数的麒麟军，麒麟军也都看着他。沈宁已经不是记忆里的小女孩了，出落的亭亭玉立不说，还难得的稳重。青山，倒酒。沈宁喝道。沈青山呆头呆脑的，不知哪来的事，但他最大的好处就是听话照做，给阿姐倒了一杯酒。大院的人们都朝这边看来，3000杀的府兵老将也留意此处。麒麟军战士的眉间有所疑惑。刺了！沈宁掏出匕首，在自己的掌心划过，惊了众人一跳。鲜血顺着伤口流出，他握紧拳头，置放于酒碗的上方，便见掌心鲜血滴落在碗中。他端起酒碗，竟向了犹如山海般密集的麒麟军。翠微山之战是70年来大燕最惨痛的一战，115632人埋骨青山，年纪最小的才12岁。他叫钟帅，有大将之才，若能好好的活下去，现在或许是一代宗师，或是我大燕的一员猛将。麒麟军内有23062位女子，年长者26岁刘如兰战士，年纪最小的15岁叶青儿战士。他们巾帼不让须眉，马革裹尸，舍己为人，是大燕的英雄。这些人里有府邸老将和诸位麒麟军战士的妻子、女儿、战友、兄弟、父亲，血海深仇，
不共戴天。当年战后，剩下的麒麟军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我大雁英雄魂归故里，落叶生根。但路途遥远，阴魂众多，尸体还在路上就已发烂发臭。后来，他们永远的留在翠微山。他们的阴魂镇守在神武关，留在翠微山115632的浩然阴魂气，能挡下万千魑魅魍魉，永远守护着大雁的子孙，遥望着大雁的圣上。普天之下都是圣上的王土，都是我们为将者的家，就算埋在翠微山，也是魂归故里，落叶归根，而非客死他乡当个野鬼。因为有阴魂永镇，因为圣上的天之之气蔓延千万里山河地。如今有人敢在天子脚下作威作福，还是翠微山一战的恶人。诸位战士焉能忍气吞声，焉能看他人冒犯大燕天监？圣上是天，纵然他赵宗辉卧薪尝胆30年练就大宗师的之威，在大燕的天下，在圣上的龙气之下，他也得死。这一杯酒敬诸位战士，赵宗辉已死，血海深仇得报，他妖魔鬼怪的阴霾天再也遮不住我大燕的骄阳似火。他一口饮尽杯中酒，而后将见底的酒碗献给麒麟军看，那一声声似若平地惊雷，震耳发聩，听得麒麟军微微发怔，让3000老将颇为欣慰慈祥。金风啊！沈国山看着女儿的背影，笑了笑：“爹，你妹妹还真是，要么不说话，要么就让别人无话可说。”沈国山满面和蔼之色，看来麒麟军躲过一劫了。沈金风会心了然道：“是啊，躲过一劫了。”沈国山看着沈宁，欣慰时又颇为感伤，想到翠微山下战友们的枯骨，还想到早年夭折的那个孩子。若是没有夭折的话，女儿多随父，怕是会和他和小宁一样生得好看。第126章，就是觉得有点像狗的名字。席间杯盏继续，酒香在溢，掩过了赵宗辉留下的淡淡血腥味。周老丞相笑呵呵地道：“沈老兄，你这女儿不得了，不得了了。”骁骑大将军豪迈笑道：“何止是不得了，有句话叫什么来着？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监察御史宋应，虎父无犬女，果然如此。”接下来夸奖之声并起，不论是由心的还是表里不一的，都在对着笑夸。哪怕心有不爽者，也不得不承认，大宗师出现的那一刻，他们都慌了，更别谈像沈宁这般直面以对。而沈家大院所发生的事，也在顷刻间如秋风卷落叶般传遍了整座上京城，当然也传到了皇宫里的那一位。燕老夫人回到席位之时，看向郑蔷薇道：“你这女儿确实胆大。”见笑了。郑蔷薇语气冷淡。燕老夫人知晓郑蔷薇在与自己生气方才刁难的事，她也不多说什么，坐到自己的位置上，看了眼身边的嫡孙女云婉歌，低声道：“你与沈宁是旧交，既然来了，便多说些话。”不去。听到这回答，燕老夫人皱紧了眉，又压低了嗓音说：“沈宁日后若是从军的话，怕会是你最大的敌手。按他的话来说，整座上京后辈之中，唯沈宁能与自家孙女一较高低，那也挺好。”云婉歌说：“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从军的日子也不至于那么枯燥乏味。”燕老夫人看着云婉歌，欲言又止。安国公府里，就只有云婉歌是被他当作81世斩骨刀法继承人来培养的。他呀，年纪大了，大雁还是需要年轻一辈去守着。沈国山年轻时威震四方，雄赳赳气昂昂，如今不也老得白发苍苍？他们都是一只脚踩进棺材板，枕着生死簿睡的人了。想到这里，燕老夫人侧目去看向回身走来的沈宁。当沈宁朝他看来时，燕老夫人登时收回了目光，还用鼻子出气的哼了一声。沈宁打了个哈欠，几杯酒下去，越来越头晕目眩，天旋地转，不知眼前所见为何物。他咧着嘴一笑，提着半碗酒就要走进席间，说些什么语惊四座的话。好在沈金峰和沈修白有先见之明，都不用开口说话，也不用眼神交流，直接默契地扛走了沈宁。他们相信，再不把这酒品糟糕的人抬走，适才好不容易积攒点的威信，怕是要彻底毁灭了。沈宁被按捺在清幽堂的床榻，他皱了皱眉，问：“干嘛？阿宁，你醉了，得好生歇着。”沈修白头疼道：“沈家五公子，天不怕地不怕，唯独怕这妹妹耍酒疯。”不要。沈宁不悦道：“让厨房煮完安神汤来。”沈金峰吩咐道。采莲屁颠屁颠去了厨房。沈宁又打了个几个哈欠，明明有些疲乏，但他就是不睡。小白，去拿药来。沈金峰看着沈宁左手掌心的刀伤，眼底抹过了心疼之色。好。沈修白扭身就走，脚步却是凝滞了会儿，嘴唇微微张开，好似有话要说。沈金峰问：“怎么了？”沈修白：“没怎么，就是觉得有点像狗的名字。大白，小白。”沈修白难以接受，那狗的名字上还压他一头。沈修白撇撇嘴，抬步就去给沈宁拿药了。嘶吼，
沈宁被强制性上药，又被强制性的喂了安神汤，闹腾了一会儿，方才到头就睡。他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他孤身一人提着血淋淋的枪走在翠微山下，无数阴魂在与他告别。大小姐，麒麟君和大雁就交给你了。梦里他的眼尾颇为湿润。梦外床边的男子温柔地轻拭去了他眼尾的泪痕。男子戴着黑色彼岸花纹的特制面具，纵然看不见本来的眉目，也依稀能够感受到他卓绝如月的气质。他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盼望时间永固在这一瞬。你的梦里出现了谁？他低声问。顾影南乘坐马车约了官媒陆家洲和几个旧时好友去酒楼里喝酒。大宗师赵宗辉来寻仇的事传遍大街小巷，得知来龙去脉的众人，就连以前对沈宁多有偏见的陆家洲也不由赞许道：沈家小姐确实不错。他对顾影南心里是有埋怨的，也不是说顾影南，准确来讲是顾荣。自从沈宁和顾荣的府衙官司结束后，顾荣欺负不到沈宁，仗着自己是大将军的娘亲，经常去陆家叫骂，非要陆家把旺铺交出来。陆家洲和顾影南说过几次，但也没用。他父亲陆有才更不愿意把铺子给顾荣，两家的关系一直都有些僵。左右还是顾荣看不上他这个官媒，毕竟顾影南其他来往的朋友，顾荣可是招待的很好，独独不待见他。是啊，我是没想到沈宁他能面对燕老君的81式斩骨刀法而面不改色，这也就罢了。大宗师出现之时，他竟然还敢痛骂大宗师。他是谁？那可是沈宁。曾几何时，在座你我听到沈宁之名，无不是如雷贯耳。话说回来，楚小侯爷当真喜欢他吗？他毕竟是我们锦南哥不要的女人。话是这么说，但人家是谁？老战神沈国山唯一的女儿。而且有一件事，你们怕是有所不知，我也是这2日听家父说漏了嘴。沈老夫人郑蔷薇有可能是雪女城郑家的输出血脉。还有，麒麟君不是有个副统领的位置给沈家？若是为沈家女婿，这会儿不就可以成为麒麟君之主了吗？这些声音密密麻麻地传入了顾影南的耳中。顾影南深吸了一口气，什么话也不说，就喝着闷酒。但他知道，他的心好痛，是千疮百孔的痛。顾影南垂着眼睫，隐隐有颓废萎靡之态，就是太可惜了。有人说，若沈宁跟锦南哥有个孩子就好了。孩子在哪，母亲的心就在哪。一个孩子拴不住出远门的父亲，但能拴住母亲的一辈子。就算死后，孩子祭拜时还得要求母亲庇护子孙。瞧，多累啊！啪！顾影南手里的酒壶跌落在地，众人看去，但见顾影南眼睛血一样的猩红。第127章，可喜可悲的北渊王的一生。锦南哥，怎么了？有人问道。顾影南摇摇头，恨意从心底里滋生萌发，在逐渐的阴翳扭曲。是啊，若他和阿宁有个孩子就好了。他的呼吸紧跟着急促。他们会有孩子的，对吗？他已非昨日之他，他尝试过了，往后他可以拥有孩子的。傍晚，霞色漫天，日头从半壁暗红的西边渐渐的垂落。御书房，老太监陈喜躬身道：圣上，麒麟军现任主帅统领陈禄章求见。为了麒麟军之事吧。元和皇帝半垂着眼睛，明黄的龙袍颇有帝王之威，他看都不看一眼，喝了口茶说：让他进来吧。是。老太监弯腰离去，时时刻刻都端着恭敬的态度。伴君如伴虎，这5字真言，陈喜他是最有切身体会的。皇上！陈禄章才走进御书房，就直接屈膝跪了下去，先行个大礼，然后怒指虚空，义愤填膺的骂骂咧咧道：那麒麟军好大的胆子啊！他们隶属于皇家军队，我暂任统领之职，不曾想他们压根不把皇上您放在眼里，丝毫不把天界颜面放在眼里，他们的心里就只有沈家。沈家放个屁都是香的，他们闻着味儿就能赶过去。皇上，你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那帮不知死活的东西，让他们知道。话还没说完，就听砰的一声，元和皇帝的茶杯猛砸在桌，震得他脑子一颤。你的意思是说，朕不如沈家的一个屁吗？元和皇帝漫不经心地问。陈禄章顿时心惊肉跳，青筋包满了额头。他乃堂堂武将，9尺男儿，此刻跪在地上，抬袖擦去额角姗姗而流的汗，吞咽了好一会儿的口水，才颤着声说：皇上，臣并无此意，是他沈家太过于嚣张。西昆仑军主将赵宗辉晋升为大宗师，麒麟军对此人是恨之入骨。元和皇帝徐徐道来，平和的语气颇有让人如被扼喉的压迫感。赵宗辉出现于上京地界，他既是找沈老战神讨账，也是在打朕的脸。麒麟军违抗军令出面，是为了朕，为了上京，也是为了大燕。反倒是你作为麒麟统领，进步即刻下达命令，围剿赵宗辉。陈统领，你失职了，那可是大宗师啊，死后什么都能说。大宗师生前谁敢围剿？自然，这些都是陈禄章的心里话。
面对皇上的他，是一点的傲慢都不敢有。吾皇说的是，此事是臣之错，还望吾皇恕罪。陈禄章再次行礼，知错能改，便是好将。朕将麒麟军托付于你，是看重你，也是看重你父亲。但你若管不了麒麟军，倒不如送还给沈家吧。恰好沈家长子也回京了，年后再去戍边。他若有为将之才，陈统领也可多些些，在家中陪陪妻女。元和皇帝是笑着说出这番话的，陈禄章却是倒吸了一口凉气。臣定全力以赴，但凭圣上差遣。他再一次低下了头，心里却是盘算着诸多。麒麟军他是绝对不会给沈家的，只是这帝王之心让他琢磨不透。先前分明有着重他而轻沈氏的意思，正因如此，陈禄章便暗自窃喜，以为自己揣摩透了帝王之心，对待麒麟军便多加放肆。今日圣上的态度却让他开始自我怀疑了。于是乎，陈禄章一出御书房，便问把自己送出来的老太监：“陈公公，你可知圣上所想？”哎，陈喜忙道：“圣上所想，岂是你我能够胡乱揣测的？不过呀，沈家出了个了不得的好女儿。陈将军，洒家还要伺候皇帝，恕不远送了。”沈家的女儿，2个女儿，死了的那个不算，不就是沈宁吗？这姑娘倒是个不安生的，年幼时张牙舞爪，后来非要嫁给个寒门之子，嫁了就算了，还要休夫，回回都闹得满城风雨。这男人嘛，3妻4妾是常态，美人如云才能保家卫国，也就沈国山那个一根筋的，一辈子只拥有过一个女人。陈禄章带着一肚子的疑惑回府，让人彻查此事，知晓了来龙去脉后，便懂皇上的态度为何会转变得如此之大了。沈国山，你还真是有个好女儿。陈禄章阴冷一笑，沈宁敬酒麒麟军的那一番话，直接转移了麒麟军违抗军令的重心，反而把麒麟军说成是为了皇帝。如此一来，皇帝心里自然是千百个高兴，而他也是在赵宗辉死后就迫不及待地进宫求见皇上，还想将沈家一军，没想到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陈禄章一巴掌甩到了自己的脸上，娘的，让你蠢，好好长点教训吧。御书房，陈喜给元和皇帝倒了一杯茶，热度刚好，是元和皇帝喜欢的口感，茶叶也是皇家御用的贡茶。元和皇帝并未喝茶，而是指腹沾着茶水，在龙首案牍上写下了2个字：“你瞧瞧是什么字？”陈喜闻言凑着脑袋看了过去，眼神一闪，跟着道：“沈宁。”没错。元和皇帝道：“沈家沈宁，朕没记错的话，他是不是要在后日动身去北幽处理叛军之事？”正是。后日早朝让他来一趟吧。沈家清幽堂，沈云坐在床榻旁，动作轻缓地握住了沈宁的左手。他将缠在女子掌心伤口的细布一圈一圈地解开，然后拿出自己的药，重新撒了上去，再一圈一圈地缠好。烦死了！沈宁瓮声瓮气地嘟哝了一句，下意识地翻了个身。烦什么？他问。燕云彻，你怎么变成狗了？他又说了一句，显然还是梦话。男子的动作僵住，面具都遮不住他的郁闷。今日他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沈宁的梦里有他，坏消息是沈宁梦里的他是一条狗。良久，男子低低地叹了口气，狗就狗吧，他若为人，是上京第一美男，北渊大宗师；若为狗，那就是狗中第一美犬，狗界之尊。挺好。男人极好的唇线勾起了更好看的弧度。月色轻洒下的时候，他临窗而立，背对着身后的床榻，修长如玉的手摘掉了脸上的面具，露出的俊美容貌赫然是北渊王爷燕云彻的那一张脸。他遥望着皓月，眸色深邃。以前总想着明月奔我而来，后来明月奔狗而去，可喜可悲的北渊王的一生。第128章，多想醉时游仙，醒时杀人。次日3更天，许是喝了安神汤的缘故，沈宁醒来的时候脑子不疼，就有些昏昏沉沉的。睡时他总觉得有人在自己身边老婶子似的叨叨不休，他想可能是自己喝多了的缘故，酒量不好，真是烦人。沈宁懊恼地皱皱眉，他多想千杯不到，当一回酒中仙，醉时游仙，醒时杀人。可惜他的酒量随了母亲郑蔷薇。外头破风升起，刀光刀影，月下萧萧，是有人在练刀。沈宁推开门便看到了练刀的陈欢欢，穿着黑色劲装，拿着比武场时皇上所赐的金刀，一招一式都有澎湃的力量感。好了，沈宁倚靠门楣，笑望着重新振作的陈欢欢。好了。陈欢欢收刀而来，进屋拿了一件大氅披在沈宁的身上。宁爷，腊月冬寒，夜深露重，莫要着了凉气。宁爷，沈宁听着怪别扭的。陈欢欢咧嘴一笑，
采莲说：“黄武阁的学生们现在都这样叫你，我也喜欢。”沈宁坐下来之后，用手支着脑袋，无奈想到：假如陈欢欢是五哥命定的缘分，且二人修成了正果之后，五哥难道也随陈欢欢叫自己爷爷？沈宁不寒而栗的同时，眼底又多了一丝盎然的兴味，眉梢也高高的扬起。夜色深深，烛火悠悠，唯有风过庭院，吹起一冬的萧瑟。陈欢欢仔细地观察着沈宁，忽而发现沈宁比起初见之时多了些张扬的鲜活。大魁伤势也好的差不多了，不过你们按理来说需要静养。沈宁说道：“明日紫金武堂要和燕京学宫的人一起出城前往北幽，你们看看有没有精力去？趁着年轻，多历练总归是好的，但需劳逸结合，还是得以身体为本。”好，陈欢欢点点头，我就是听说了这件事，想去试试。那就这么说了，来，天色还早，我们比划比划。沈宁长手一伸，采莲就默契地把破云枪递给了沈宁，自个儿则一屁股坐在石墩上，两手撑着脸，歪着头看向沈宁，欣赏自家小姐的身姿，并傻乐着。还是沈家的日子好过。采莲咕哝，想到顾荣那虚伪的脸孔，昨日饭菜都要呕出来了。却说顾府宿醉的顾颖南才知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蓝莲芝走了，只留下一封书信。顾将军非我良人，怪我无知，错以为那是年幼时盼望的爱情。好在你我并未成婚，有缘无分便做不成夫妻。大妻女儿蓝莲芝祝愿顾将军与江姑娘举案齐眉，白首一生。蓝莲芝走得很彻底，离开的那一晚，顾府格外的安静。顾颖南烦躁地撕碎了这封信，红着眼睛看向顾荣：“娘，我都说了，莲芝她人生地不熟的，又是异国他乡，你总得多照顾照顾她。”顾荣忙宽慰道：“景南莫急，你也说了，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的，她一个女儿家，虽是公主，还是战败国的公主，来世除了那一把枪，连个值钱的东西都没。就算要讨生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她呀，就是小女人脾气，闹闹性子，盼你在乎。过些日子想通了，自然就会回来。”这般听着，顾颖南的心里顺了几口气。说来也是，沈宁就算和沈家断绝了关系，但家毕竟在上京，蓝莲芝的家可在千里之外的地方，乃至于是更远。娘，顾颖南颓败地躺在床上，我好想阿宁啊。顾荣心里一颤，他很少见到这样萎靡的儿子，别提有多难受了。恰逢此时，下人来道：“顾老夫人，沈家来人了。”顾荣母子俩人都眼前一亮，儿子，是沈宁来看你了。魏娘早就说了，这嫁过人的女人，又不是未出阁的黄花大闺女，有什么傲气的？这不是屁颠屁颠就来找你了，到时候你吊一吊她，莫要太给她脸色。女人都是这样的，她不知道自己儿子有段时间不行的事，只骄傲于沈家和大齐公主，两个人都给了自己儿子。母子俩人兴冲冲的到了大堂，想见的沈宁没见到，只见到沈家的纳兰夫人。我是沈老战神的长媳纳兰晴，原来是长嫂。景南，是沈家长嫂来了。顾荣提醒神色落寞的儿子。不了。纳兰晴微微抬起下颌，你儿已被沈宁休了，这一句长嫂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叫的。明人不说暗话，我纳兰晴今日过来呢，是替我家阿宁收回你顾家所欠的2000两白银。此案是上京府衙大人亲自审理。顾老夫人，顾将军打了胜仗回来，前途光明璀璨，你该不会想让他一辈子都顶着言而无信欠钱不还的头衔吧？说到顾颖南的前程，顾荣那可就万分上心了。沈宁算计之下，把顾家的钱财都拿去了不说，还黑着心肠让顾家倒欠2000两白银。顾荣的肉都在疼，心都在滴血，只得硬着头皮说：“纳兰夫人，给我们点时间，这钱我顾家肯定会补上。限你3日之期，顾家若是不补，我也不介意闹得更难看点。”纳兰晴放下茶杯，在小玉的搀扶下离开了顾家。啪！顾荣猛地摔裂了杯子。沈宁，你好歹毒的心！顾颖南心痛难耐，近乎窒息。他没想到曾经海誓山盟的恋人，竟能恶毒到这种程度，要把他顾家赶尽杀绝才肯罢休吗？次日，紫金武堂和燕京学宫首次在麒麟军的驻京军营会合，明日就要前往北幽，都要在前一日互相熟识下。凛冬晨曦的风有种雾蒙蒙的感觉。沈宁带着天地玄黄4阁的学生们，在赫连远山、邓伯肥等人的注视之下，前往驻京军营。一群中年、老年的老师们登高望远，眉宇之间颇为骄傲。至于沈国山，又来丞相府了，翘着个硕大的屁股，半截身子都快伸窗户往外看了。沈宁和紫金学生们路过的时候，沈国山低低的笑了2声，然后很快又收住了。想笑就放声笑吧，又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周老丞相说：“本将是个斯文的人，你以为都跟你似的，人到中年就没了头发？”周老丞相，这厮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是了，
周老丞相的头发早就秃了，连夜托人去制定了一顶妥帖的假发戴着。这是个秘密，天知地知，他与沈老兄知。第129章第39军宋少卿校尉。12月的上京城，鹅毛大雪纷纷扬扬。第39麒麟军驻京营地，大门展开，一眼望去是极为宽敞的露天之地，来来往往都是身穿盔甲的士兵，腰间挎剑，整齐有序，坚决而又冷硬。燕京学宫的学生们来得最快，学生们穿着燕京学宫的统一服饰，拿着气势威武的兵器，足足有上千之多。领队者是一名约莫17、18的少女，背着一把皓月弓，飒爽英姿，一看便是武将世家之女。琼姐姐，这次跟我们共同执行任务的是沈宁。李长月凑到领队身边，小声的叨叨。陈琼，现麒麟军统领陈禄章的女儿，其爷爷是正一品大将，是大燕的百年世家，祖上跟着沈家推翻前朝暴政，辅佐大燕兴帝，从而名震四方，却起于列国之中。听到沈宁的名字，陈琼皱了皱眉，神色冷淡，薄唇紧抿，久久不发一言。他曾把沈宁当成对手，可惜沈宁在巅峰时期废了右手，不配成为他的对手。不过他还是很欣赏沈宁面对大宗师时的英勇无畏，以及3杯烈酒敬麒麟的铿锵之词。陈琼浅声道：“他来了。”李长月说。随后燕京学宫的学生们朝大门看去，就见到紫金武堂的300多位学生前来。君二公子在人群之中笑着说：“这次前往北幽2大武堂之中，定是以我燕京学宫为首要，他子今来辅佐。”辅佐说的好听，说白了就是工人差遣的命。沈宁淡淡的看了眼燕京学宫的学生，大部分都是老熟人了。沈小姐。陈琼蓦然拱手。沈宁轻点琴手，抱了抱拳：“陈小姐。”就在这时，麒麟军第39军的部分士兵们踏步而来。李长月、君二公子等人眼前一亮，陈琼父亲是整个麒麟军的统领呢。麒麟军又曾归于沈家麾下，如今对陈琼当然得是恭恭敬敬的。麒麟军第39军校尉宋少卿见过沈小姐。宋少卿半握拳，拍拍胸脯，而后弯腰抱拳。身后的士兵们皆跟着行同样的礼。陈琼半眯起了黝黑的眸子：“我乃紫金学生，在这里，诸位算是我的前辈，不该行此礼数。”沈宁回礼道。宋少卿紧接着道：“昨日沈小姐生辰，面临大宗师赵宗辉临危不惧，39军士兵俱闻之钦佩，并感叹虎父无犬女，得闻今日能与沈小姐共同去平北幽之乱，实乃三生有幸。若说麒麟军都有反骨的话，那39军就是反骨中的反骨。他们对陈家陈禄章的态度是最差的，也是最显而易见的。若说过去，他们对沈宁有几分偏见，但昨日沈宁的那一番话，麒麟军都心知肚明。沈宁是在为他们思虑。宋校尉，我只会些纸上谈兵的功夫，北幽之行还得仰仗宋校尉和陈小姐。该给的面子，沈宁还是会给的。他只盼望陈家对麒麟军好些。麒麟军之主是谁都不要紧，只要那个人是对大燕有利，对江山社稷有功，对黎民百姓有心者，信不信沈又有什么重要的呢？在沈宁的暗示下，原先不想理会的宋少卿还是多看了眼陈琼。陈小姐作为燕京学宫的领队之人，想必是极为出色的，有陈小姐在，宋某也会放心许多。一听便是表面上的寒暄，话语里少不了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冷漠疏离。沈宁却是不由多想，麒麟军跟着陈家有3年之久了，若陈家真心待之，何至于这般冷淡？若陈家刁难刻苦，又怎对得起征战四方的麒麟军？沈宁多留了个心眼，我们毕竟都还是学生，没什么实战经验，说到底还是得仰仗宋校尉。陈琼面色不变地道。宋校尉礼貌性应了声，然后便开始讲解了北幽叛军。北幽一带民生富庶，既有优秀的农户，也有不少的商贾，但近日来才得到消息，北幽一带有前朝大夏国的皇家一脉，在2年前去了北幽一带，私下铸造兵器不说，还鼓动人心，私设兵营，狼子野心，是昭然若揭。诸位，北幽乃危险之地，此去北幽，诸位当护好己身。宋少卿又说了许多北幽的相关之事，且操练了下2大武堂的学生，稍待一下他们的默契度。沈宁听着宋少卿所说，薄唇紧紧的抿起。前朝都到了多少年，为何会在最近生出叛军之事？而且还是近2年的时间。沈宁连起思绪，正欲带紫金的学生们回去。沈小姐，且慢！陈琼的一声且慢，喊住了沈宁一行人。沈宁侧眸看他，2大武堂并行北幽，合二为一，融为一体，自不可有二心。按照以往的惯例，都是以燕京学宫为先，想必沈小姐和来自紫金的诸位不会介意吧？陈琼平淡地道，施然就添了几分威压。他薄凉的眸子就那样的看着沈宁。燕京学宫来的是最次的学生们，
当然不包括陈琼。但紫金不同，天地玄黄四阁，大部分的学生们都来了，还来了一个一流强者。是的，紫金天5阁只有3个一流强者，屈指可数。陈小姐，你也说了，是按照以往的惯例，以往我紫金从未参与过此等任务，因而过往不成文的惯例在紫金这里行不通。而在大燕国，东西物件需要明码标价，律法得明明白白的写，不成文的规定终究也是不成文，不成文用坊间的话来说就是不作数。陈小姐，我说的对吗？沈宁情愿紫金武堂单独作战，也绝不会把掌控权交给陈琼。有些礼数面子可以给，但有些原则是不能让步的。只因让了一步，就得让千万步，直到无路可逃。他既作为紫金领队，就得对紫金学生负责到底。难道沈小姐要燕京学宫给紫金做小？陈琼反问。未尝不可。沈宁浅笑一声，这淡淡的话语声，连带着紫金的学生们都被惊住了。作为末流的武堂学生，他们和燕京学宫是云泥之别，岂敢肖想凌驾于燕京学宫之上？第130章，风声静静，雪也悄悄。若我不答应呢？陈琼慢悠悠地说道。我也从不做强人所难之事，那便井水不犯河水。时候不早，陈小姐，告辞了。话音落下，长臂一挥，沈宁便带着紫金学生离开驻京营地。他好生嚣张啊，也不知哪来的底气。李长月跺了跺脚。陈琼斜睨了眼李长月，眉间略带几分桀骜。她是沈家的女儿，自是有底气。你若看她不痛快，适才又为何一声不吭？等人走了再出来说3道4，是鼠辈的做法。我陈琼最是不喜此等人。陈琼甩了甩袖，他自然清楚沈宁风光无限时，李长月跟奴婢一样卑躬屈膝。后来得了明华公主的事，就不把沈宁放在眼里。这样的人，他不敢要，也不屑要。若非履行学宫派发的任务，他连看都不想看一眼。只是让他好奇的是，据他所知，小侯爷楚夜是要出行北幽的，为何最后没了消息？却说驻京营地的西面3楼的廊上，39军校尉宋少卿立在一位灰色长袍的老者身边。老者消瘦，颧骨微凸，静坐在矮桌前，有条不紊地泡着茶，远远地望着踏雪离去的武堂学生。他是沈宁？老者问道。回驻军师的话，正是此女。挺好。过了会儿，老者又问：小宋啊，我们还能重回沈家吗？还能重回当年的风光吗？老战神正值壮年时，统领3军，麒麟军便是其中之一，何等的威风！能的，一定能的。你看大小姐，她这么小，连宗师都不怕。是啊，她还这么小，等她长大，那时老朽已经埋骨她山了吧？老者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老朽还想活着看到大燕国土完整的那日呢。大燕如今的国土虽是完整的，但有部分州县和大城的管理权给了实力最强的雪女城和武帝国。说是管理，其实就是巧取豪夺。宋少卿的神色严肃了许多。沈宁回到了清幽堂，纳兰晴早便等候已久。阿宁，那顾荣答应我了，3日之内就会归还2000两白银，到时候我就给你送来。这是纳兰晴的试探，他想知道沈宁会真的把钱全部给他吗？不必了，若是归还，就是长嫂你的了。沈宁说道。阿宁，不太好吧？我与长嫂是一家人，不必说什么见外的话。那长嫂就代你哥哥道谢了。纳兰晴喜不自胜。2000两白银虽不能完全填补哥哥那蓝城闯下的祸，但也能暂解燃眉之急。沈宁接过采莲递来的热茶，轻抿了一口，不疾不徐道：我这些日子听了些他乡的趣事，长嫂想听吗？愿闻其详。就是遥远的州县里，有一户人家，竟有母亲杀害了自己的亲生儿子，真让人不寒而栗呢。沈宁继续喝茶，半抬着眸子，不经意地打量着纳兰晴的神情。纳兰晴深吸了一口气，瞳孔蓦地紧缩，肩膀也抖了下，但很快他就恢复了镇定。绝不可能，可怜天下父母心，哪有母亲会杀死自己的孩子？纳兰晴着急地道。我想也是。沈宁逐儿放下了见底的茶盏，咬字极重的道：哪有母亲会杀死自己的儿子呢？这可是要遭天谴的，死后还要进入拔舌地狱，永堕痛苦。纳兰晴的周身冒出了一股寒气，他忙找了个借口就走出了清幽堂。沈宁轻抬起下颌，抬手接过了冬日的雪，问一旁的采莲：采莲，你相信善恶有报吗？哼，奴婢才不信，有道是祸害1000年，厄运专挑苦命人，好人都死了，去地狱里得福报吗？是啊，天不赐他报应，自是祸害1000年。天不赐，我来赐。沈宁望着采莲，展露了一抹笑颜，双白色的雪花晶莹剔透，落在了他的眼睫之上。小姐，你真好看，你若是男子，采莲就把身子给你。
沈宁的笑容陡然僵住。一会儿后，沈国山便来了清幽堂。沈宁问：“爹去了周老丞相府，你怎么知道？你派人监视为父了？”沈宁无奈摊手：“周老丞相夜夜难眠，需要日日熏安神香才能入眠。你身上的安神香这么浓，还需要监视吗？”哦，沈国山敷衍道：“那你很聪明。”沈宁嘴角一抽：“父亲来清幽堂有事吗？没事就不能来了。”沈国山哼了哼：“不过他还真有事。宫里来了人，明日你跟为父去早朝吧，皇上要见你，还要在金銮殿上见你。”沈国山的表情颇为复杂，不知这是好事还是坏事。金銮殿上有文武百官，都是难缠的家伙，自家女儿还是个小娃娃呢。好，沈宁平静如水。好，就默了。沈国山错愕不已，自家女儿的心性总是在他的意料之外。沈宁眨巴眨巴两下眼睛，而后拽着沈国山的袖子晃了晃：“爹，我好怕呀，你可要记得保护我。”沈国山：“好吧，这戏太假了，他做这爹的都看不下去。”第二天，沈宁跟着父兄一行3人去了皇宫。驻京大营2大武堂的学生都已到齐，只差一个沈宁。大营外边来了许多燕京学宫的学生们，这些人都是为了捍卫燕京学宫的尊严，给紫荆下马威的。宋校尉，这些紫荆的学生未免太嚣张了，怎能让燕京学宫作小？说的是，燕京学宫在上京武堂里是排列第一的存在，紫荆学生不服陈琼小姐的管教，不服燕京学宫的管教，莫非真把自己当一回事了？那武堂还有排列的必要了吗？倒不如让凤鸣武堂去北幽。而被点名的凤鸣武堂也来驻京大营看热闹了。君三公子君光祖从二哥那里得到了燕京学宫的消息，一大早就带着人过来了。跟在他后边的还有个柳慧，他就喜欢听到这些人对沈宁和紫荆的排斥，由此他能前所未有的满足，也能断定自己加入凤鸣的决定是无比正确的。燕京学宫当之无愧的武堂第一，秦子荆服从学宫管教，秦子荆服从学宫管教。声音越来越统一，震响了一大片。他们瞧见沈宁没来，还当沈宁是怕了。陈琼看着群龙无首的紫荆学生，挑起了一侧的眉，眼底流露出失望之色。他没想到沈宁会是这样的一个怂包。沈宁不要你们了，李长月对着紫荆学生说。紫荆学生虽也疑惑，但很信任沈宁，不会去听李长月的话。都在做什么？宋少卿迈步走来。宋校尉，紫荆学生沈小姐久久不来，是否为临阵脱逃？君二公子问。宋少卿横眉冷对，嗓音低沉：“我刚得到的消息，沈小姐去早朝了，皇上要见沈小姐。你们可是对吾皇的安排有所不满？”书弟，风声静静，雪也悄悄，满地的人儿目瞪口呆，风雪中石化。第131章，那谄媚狗腿之态让人叹为观止。上朝，沈宁，2大武堂的学生，乃至于麒麟军第39军的士兵们都怔愣住了。那金銮大殿可是只有帝王与文武百官以及被钦点的人才能踏足的大宴圣地啊！沈宁并无任何的官职在手，又无功勋傍身，凭什么去？这是燕京学宫的学生们大多数心里的想法。比起家世地位，他们就算部分人比沈宁差，那又如何？他们多数还是未嫁的女儿呢。宋少卿许是知道这些人心中所想，负手而立，神色冷淡，便道：“圣上钦点沈小姐去金銮殿，由老战神和沈大公子亲自陪同。若诸位有意见的话，不妨告诉宋某，宋某他日面见吾皇的时候，也能帮诸位带个话。诸位意下如何呢？”听得此话，这些人心中大惊，开玩笑，谁还敢对宫里的那位有意见？岂不是嫌自己活得太长了吗？于是都夹着尾巴杵在那里，继续喊口号不是，走也不是，颇为尴尬。他们在宋少卿的眼里都是孩子，宋少卿对他们倒没什么偏见，为将者不拘小节，有容人之心，但也有自己的脾性。事关沈家、沈小姐、宋少卿和无数麒麟军士兵们的原则都不会发生改变。大宴只有一个沈家，也只有一个沈宁。老战神年纪大了，不如当年意气风发，因而他们这些人就想带老战神一同守着沈家。金銮殿上，顾影南时不时的往外看，眉头紧紧的蹙起。沈宁来时，文武百官都侧目看了过去，只看到那身影纤纤的女子从逆光里面走进来，普通之流来到这雄伟恢宏、龙威大盛的金銮殿，怕是腿都要软了。而他眉目淡淡，一如既往，端地是波澜不惊的从容。老臣携儿女来殿拜见吾皇，吾皇千岁，千岁，千千岁。这千岁是有讲究的，在雪女城和武帝国声名鹊起前，列国的皇帝都是万岁，从那之后，只有雪女城主和武帝国皇才能当得起万岁，其余列国诸帝只能是千岁之尊。
而更小一点的国家直接成为雪女城和武帝国的部落了。这也是列国修武的根本原因之一。修武便能民富国强，承修兵力，才能让大燕有立足之地。沈宁站在中间，匍匐屈膝下来行跪拜大礼。沈家虽是武将世家，但世家之女从小耳濡目染的熏陶，该会的礼仪是少不得，不用刻意去教导，就刻在了骨子里。更何况他幼年时不知进宫了多少回。元和皇帝直接从金碧辉煌的龙首宝座之上走了下去，一双手抖了抖袖子，而后搀住沈国山的双肩，将沈国山扶了起来。沈老，你是大燕的战神，唯一的战神，先皇和朕不是都说过，你在皇家不必行如此大礼。君臣有别，君是君，臣是臣，沈家是代府左大燕皇室，岂能越了规矩？沈国山道：先皇与圣上青睐于老臣，老臣才是大燕的战神，若无圣上的龙威，老臣又当得起什么战神？沈家虽是武将起家，但最重礼节，君臣相见宛如天与地，皇上要老臣对大燕的天不行礼，这岂不是让老臣痛心？他是个忠臣，是个功高震主的武将，却也是个最守礼数和本分的将军。自从沈国山把兵权陆续交出去后，来金銮殿的次数就屈指可数了。大燕有沈老这样的将军，是大燕之福啊！元和皇帝听其肺腑之言，感动到热泪盈眶，看见沈国山满头灰白的发，转身失去了眼尾的泪痕。文武百官俱感动于这明君忠臣的一幕，越是年轻的官员感慨越深。沈宁和沈金峰都还跪在地上，两人跪得笔直，神情平静到如无风无雨的海面。你们这两孩子也是耿直，朕没叫你们起来，就打算这么一直跪着吗？元和皇帝笑道。沈金峰依旧跪地作揖道：皇上一刻不叫，臣自是一刻不起；一日不叫，就一日不起。若一直不叫呢？元和皇帝问。那便长跪不起。元和皇帝大笑出声，用手拍了拍沈国山的肩膀：沈老啊，不愧是沈家长子，随你。你就是阿宁吧？上回见你还是在齐历年的公午宴上，你作为燕京学宫的榜首学生，好事风光，那破云枪的风采，朕至今都还记得。元和皇帝道：你兄长有长跪不起论，你且说说你的看法。沈宁已然站起，他抬起眼眸直视元和皇帝泛着红的眼睛。元和皇帝也在看他，半会儿都没个动静。金銮殿的画面好似定格，时间仿佛停留，文武百官是大气儿都不敢喘一个。周老丞相双手拢袖，狐疑地看了看沈宁，脸上的表情好是精彩。这沈宁莫非要在金銮殿上显露出他的一身反骨？沈宁此人连大宗师都敢指着鼻子骂。周老丞相想了想沈宁骂元和皇帝的场景，顿时打了个激灵，不寒而栗。顾影南结意之下的眼睛抹开了一丝冰冷。就在众官员胡思乱想之际，沈宁直接再次行了个端端正正的跪拜大礼，而后方才徐徐道来：能够拜见吾皇，是臣女的百世修来的福气，是臣女三生有幸。莫说金銮殿上，平日在家中，臣女在旭日东升之时，朝着皇宫的方向行跪拜之礼，只因圣上是臣女最为崇拜的九五之尊。他拔高了声，嗓音格外的嘹亮，似有回响般，喊得一些老臣脑瓜子嗡嗡的。周老丞相目瞪口呆，他是没想到这沈宁平日里刚正不阿的，这会儿竟跟个小狐狸似的，拍起马屁来那也是不含糊啊。那谄媚狗腿之态让他这等老狐狸都叹为观止，暗暗竖起了大拇指。只是沈宁欲言又止。只是什么？臣女还有个小小的请求，恳请圣上允之。哈哈，说来听听。元和对这位沈宁来了浓厚的兴趣。传言他脑子不好，与父母决裂，要死要活的去嫁人。第132章，拍马屁比修武学文还要难。传言他踏舞不留火，进自金武堂，怒斥大宗师，欲火星生。但种种传闻都和金銮殿上所见之他万般不同。沈宁咧着嘴笑了笑，眸子里流转着狡黠之色，乍然看去鲜活可人，倒真像是山野林间的小狐狸。顾影难看得吃了，被羞后的他每回看到沈宁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被他所吸引。皇上，请允许臣女多跪一会儿。沈宁拱起了双手，还把腰弯得很低，语气格外的认真深沉，又无比的虔诚。周老丞相扯了扯脸皮，惊奇地看着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沈宁，严重怀疑这可还是那个提着刀怒斥大宗师就差骂娘的沈宁了。骁骑大将军、军尚书等人也是瞠目结舌，呆若木鸡。狗腿的官员他们见得多了，一天下来不知要打多少回交道，可狗腿到此等登峰造极之境的人，端的还理所当然，仿佛在面对一件多么浩然长虹的正义之事般，他们还从未见过，心底直呼稀奇。沈金峰低垂下了头，沉着沧桑，不似少年勇的他，在金銮殿憋笑憋到直抽抽，差点一口气没抬上来。
沈国山瞧着女儿那狗腿的样子，嘴角不禁一抽。元和皇帝双手负于身后，盯着沈宁看了半晌，发出了爽朗有力的大笑之声。好，朕便与你多跪会儿，不过跪久了，朕不心疼，你父兄也得心疼。来人，取朕的龙图软垫来。元和皇帝虽知谄媚之语或许言不由衷，但好听的话，人人都想听。皇帝虽在万人之上，却也在世俗之中，就终究免不了俗念。更何况沈宁面对大宗师都不给好脸色，却屡次给他拍马屁，那定不是等闲的马屁，正深得元和皇帝的心。陈喜亲自把龙团软垫拿来，放在沈宁的身下，沈宁直接跪了下去。众人的神色流露出了诸多的复杂。狗腿谄媚到不卑不亢，他还当真是千古第一人。元和皇帝沿着金色的台阶往上走，坐到了尊贵的龙首宝座之上，很满意的看着沈宁。这孩子比沈国山、沈金峰少了些坚毅，多了点圆滑，而这才是他所需要的。沈宁，朕听说你在沈家大院破口大骂大宗师赵宗辉，回皇上的话确有其事，你当真不怕？不怕，左右他也死了，总不得爬上来找臣女的麻烦。再者，大宴有皇上的真龙之气庇护，地下的妖魔鬼怪、肮脏邪祟之物又岂敢近身？众文武百官沉默了，更有甚者，几个书卷气浓郁的年轻人一副学到了的表情。元和皇帝亦开了一抹轻笑，兴味盎然地望着沈宁，漫不经心地出声道：沈家有女，才气出众，可有欢喜之人？你尽管道来，纵然是皇室宗亲，朕也亲自为你赐婚。回皇上的话，臣女不愿成亲，男人只会耽误臣女修武的速度，臣女只想修习枪法，保护皇上左右。你既说朕有真龙护体，又说朕需要你的保护，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元和皇帝说的慢条斯理，但从喉间道出的每个字，不经意间散发着凛冽森严的气息，浮现着肃杀般的危险。沈宁气定神闲，从容不迫道：圣上是真龙天子，自当有真龙护体，臣女所做便是不让任何人靠近圣上的真龙之气。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配。沈宁扬起了脸，神采奕奕，眉飞色舞的，含着清浅自在的笑意，黝黑的眸坊若要溢出光来。元和皇帝听得此话，大笑出声：好一个沈宁，赏，朕重重有赏。你想要什么赏赐，尽管说出来，臣女只要一个赏赐，愿皇上福如东海，寿与天齐。文武百官们，纵然沈宁生的过分美丽，他们也想用老奸巨猾这样的词来形容这样一个美人儿。周老成相斜眼看了看沈国山，沈国山抬着下颌，身子嘚瑟地晃了两下。有时人们不得不承认，拍马屁比习武学文还难。他们只是嫉妒他的阿宁。庸俗的男人们！周老成相仿佛猜到了沈国山的心中所想，嘴角轻轻地扯了扯。之后，沈宁一直跪在龙团软垫上，元和皇帝还是赏赐了许多的好东西，譬如浮光锦和飞跃沙座的霓裳，譬如他国送来的宝珠。总而言之，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最后，那龙团软垫都被沈宁讨了去，美名其曰要时常在家朝着皇宫的方向跪着，惹得元和皇帝频频大笑。沈宁，你是沈家之后，平定北幽自是不在话下。朕相信你，有你作为此次出行北幽之列的主将，暂时统领麒麟军第39军和紫金、燕京两大学宫。若此事圆满完成，麒麟军空闲的少统领一位，便由你来接管。元和皇帝把话说完的时候，金碧辉煌的大殿，群人立足，却都面面相觑。顾影南的眼睛骤然一缩，呼吸急促之时，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沈宁看。此刻的沈宁就好似当年炽热的太阳，是神坛上的皓月，在遥远的地方俯瞰着他，让他心澎湃、颤抖又向往之。下朝后，顾影南欲言又止，他还想着上前说些什么，转瞬就见周老丞相、骁骑大将军这些人就先一步过去开口了：小宁，今日殿上所言，叫人刮目相看啊！骁骑大将军惊道：想不到你这样的小宁。果然是虎父无犬女。周老丞相又斜眼去看沈国山，沈国山是个粗人，也不拐弯抹角。你要喜欢的话，可以让阿宁教教你儿子。拍马屁？不了，犬子担不起，担不起啊！周老丞相脸色一变，吓得赶忙说道。沈国山捋着血色胡须大笑，笑声传得很远。他的女儿不管做什么都是一等一的好。等上了沈家马车后，沈国山第一件事就是对沈宁说：你爹我这辈子没拍过的马屁，都被你一天拍完了。他也是年迈了，打不动了，顾虑的多了，说话才会婉转。想不到生的女儿有一张巧嘴，跟他那死去多年的老子倒是有些相似。沈宁，爹是在夸他呢，还在夸他呢，这是个值得让人深思的问题。第133章，来世19年，后来又后来。沈国山瞅着女儿那懊恼无奈的样子，自己眼底则溢出了点点笑意。
这孩子比起刚回府邸的时候，不知不觉多了鲜活气，不再是沉闷冷傲的，总把心事和委屈藏在皮囊深处，不让任何人触及。如今的几分张扬活力，像是从前未出嫁时的孩子。沈金峰也察觉到了这一点，由衷的感到高兴。但纳兰晴就不高兴了。正因独自吞下顾荣2000两白银而高兴的纳兰晴，笑捧着顾家刚送来的钱财，倏然间晴天霹雳。她攥紧了手，红了一双青眸。少统领位置该是金峰的，她只是个女人啊，金峰才是长子。大小姐真自私。小玉拱火道。却说明华公主、燕长林和公主皇子们聚在一起，讨论沈宁上朝的事。明华公主的人来报，回公主，金銮殿上沈宁一直长跪不起。明华公主勾着唇笑，抚摸着自己涂满扣丹的红色指甲，还以为是光耀门楣的体面事儿，没想到是在丢人现眼。姗姗来迟的二公主极尽盛气，向来就与明华公主不对付。皇妹此言差矣。二公主道：沈宁她虽是长跪不起，但却是自请而跪，非父皇责罚。而且父皇是让她跪在龙团软垫上，事后还把龙团软垫上赐给了沈宁。明华公主的脸色瞬间差了下去，闷哼了几声，眼神飘忽了一圈，趁人不注意，狠狠地瞪视了几眼来报的侍卫。冬日的暖阳穿破上京城的大雪，细碎的洒落。沈家马车停在了驻京营地，麒麟39军、紫金、燕京两大武堂的学生都看向了徐徐而入的马车。沈宁和沈金峰先走了下来，随后各在一边扶着沈国山。沈老将军，宋少卿连忙上前行礼。军中士兵和武堂学生俱都拱手弯腰。北幽叛军之事，本将也听了些，事关叛军，不容小觑，务必安然归来。沈国山语重心长道：是。众人齐声喝。随即皇宫来人宣读圣上旨意，由沈宁为主将，长出师北幽之军的将印。沈宁在无数道目光诧然的注视之下，接过了将印，跪地抬手，高呼吾皇千岁。陈喜笑道：年关将近，还望诸位能在公武宴前归来。圣上说了，若兵力不够，随时让临近北幽驻守江淮州的袁将军支援。吾等叩谢皇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之君，放个屁都是皇恩浩荡，此乃众所周知的道理。沈宁骑上母亲在比武场送的马，披上战甲，手执破云枪，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出城而去。营地外，剩下的燕京学生们互相对视，眉目低垂，多有失落之色。还想让陈琼率领两大武堂，没想到沈宁直接连其邻军都一起率领了。沈国山停在这些人的面前，众人连忙恭恭敬敬地道一声老战神。沈国山说道：生而为人，又逢太平盛世，是荣幸之事。武学之路光辉璀璨，吸引人海，诸位年纪还小，还都是风华正茂的好年纪，切不可把路走窄了。旋即长子沈金峰扶着沈国山上了马车，留下学生们在风雪里思索着老战神的话。我们错了吗？有人问。沈宁并非恶人，我们何必咄咄逼人？又多了一道声音。其实我还挺佩服他的，就凭他修夫便足以警醒天下的女子。大多数人不过是随波逐流罢了，风在哪里，低洼在哪里，哪里便有他们。而当独立思考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真心想做那些事，说那些话吗？上京城的雪又大了，但许多的平民百姓都穿着厚实的衣裳，拖家带口的到了道路两侧。北幽叛军不算什么大仗，但沈宁作为主将却是个新鲜稀奇的事儿。2个月前，许多百姓还围观在10里长街，看他走5步流火。如今看他带领5000人出城剿灭叛军，人群里有普通臣民，也有达官显赫坐高楼。这沈小姐倒真是气运了得，想做什么就能做到。什么气运？分明是实力。紫金武堂再差，那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进去的。说得不错，等你敢去当着大宗师的面骂一句，再来说这种话吧。不过时间过得可真快啊！沈小姐来世19年，我总能在这条街上看到她，看到不同的她。幼年鲜衣怒马，青涩稚嫩，初显桀骜。后来极尽张扬，总是骑着马带着人去喝酒打猎，笑声传在长街。再后来，她一人一仆一长枪，身穿嫁衣去顾府。高楼雅座之上，早就离开了驻京大营的军光组，邀了纳兰秦的长兄纳兰成来喝酒吃肉。纳兰成穿着白色华服，在军光组面前恭恭敬敬的，时而说些让军光组高兴的话。两人从高处俯瞰着长街上的沈宁，是何等的风光。军光组冷哼了声，就怕他有命去，没命回了。尚书家二公子也在里面。纳兰成问。军光组淡淡应罢，喝了口酒。今日喊你过来，也没别的事，介绍个人给你认识。不知是哪位大家？
顾将军，顾影南。纳兰成愣了愣，这不就是被沈宁休了的那个男人吗？说起来，他是沈宁长嫂的长兄，与顾影南四舍五入也算是一家人了。顾影南失魂落魄地推开门进来，他来的比较慢，是因为多看了会儿沈宁。顾兄，我给你介绍一人。军光祖起身相迎，纳兰成接跟着起身。顾影南强挤出了个礼貌的笑容，而在军光祖介绍完之后，他的脸色瞬间沉了下去。这位是纳兰家的大少爷纳兰成，就是沈金峰妻子的大哥。军光祖言简意赅地说道。顾影南紧皱着眉头，他托人去顾府打听才知道，原来沈宁早就不追究了那一笔钱，是纳兰晴自告奋勇要来的。顾将军大名如雷贯耳，幸会幸会。纳兰成堆起了虚伪的笑，忙不迭地做了作揖。第134章，祝你此行北幽旗开得胜。顾影南满肚子的气，以沈宁犀利的性格，不去追究那2000两白银，就说明对他余情未了。他原可以借着所谓的欠债接近沈宁，却不想被纳兰晴给活生生的折断。非但如此，上回和沈宁在府衙的官司本就把顾府给掏空了，他就一个新晋武将，又没世家底蕴，哪来那么多的钱财？这2000两白银大部分都是借的，还变卖了个父亲留下的东西，只值500两银子，可那是他从前吃不起饭情愿饿死都不会变卖的遗物。顾将军怎么了？军光祖疑惑地问。纳兰成也迷茫，顾影南看他的眼神怪瘆人的，他寻思着是沈宁修的顾影南，又不是他纳兰成修的，就算恨屋及乌，也不至于恨到他的份上吧。没事，这几天身体不太好。顾影南道。他与军光祖的关系因上回在解忧楼争江灵珠的关注而变僵了，但坊间有一句话说得好，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他和军光祖就是朋友，更别谈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了。军光祖有赚钱的门道，但他愿为了身外钱财自降身份与军光祖打交道，并不说明他愿意接受纳兰成。久闻顾将军今日一见，果然更甚传闻。纳兰成并不介意顾影南恃才不友好的态度，纳兰公子也风华过人。顾影成微微一笑，日后他会让纳兰成知道，有他顾影南便无纳兰成的立足之地。敢来他顾府要钱，怎么可能不付出代价？沈宁坐在马背之上，一手握着缰绳，一手拿着长枪。路过解忧楼的时候，想到军光祖，唇角微微的勾起。顾影南与军光祖迟早会勾结在一起，他让纳兰晴去催债，既是为了让穷不得已的顾影南加快速度进了军光祖的蛇鼠之窝，也是让这一窝蛇鼠黑吃黑被反噬罢了。军队走出大开的城门之后，身后罡风升起，骤然间仿若连流动的风雪都已凝滞了。沈宁眸光一闪，而后勒紧缰绳停住了马，缓缓的回眸看向了城墙之上，却见一袭黑衣身影颀长的男子不知何时立于城墙。他戴着依旧的面具，一双波澜不兴的眸子似如皎皎月色，沉静地注视着下方的沈宁。腰间的星辰剑流光潋滟，惹人眼球。风雪萧萧下降之时，唯独错开了他。他身边5丈的距离以内不见半点的风雪。沈云的出现吸引了无数人的注意力，随即全城沸腾，人心热情比炎炎夏日都还要火热几分。3日不到的时间，大宗师沈云便出现了足足2次。梦想成为大宗师的少年郎们都拼了命地朝城墙那边跑去，只会一睹大宗师的风采，一眼足以为余生。陈琼、李长月、宋少卿在内的5000人都回头看向城墙之巅，看向那风华绝代的一道身影。陈琼眸光微闪，微服炙热之色。沈宁是大宗师沈云。君二公子提醒道。我知道，我还没瞎。沈宁淡淡回。君二公子。沈宁遥遥与之对视，微微抿紧了嫣红的唇。擦擦。男子忽而拔剑，黑袍翻飞之际，身轻如雁踏空而掠行于寒风之中，一道剑光宛如炽烈的太阳冲天而去。剑锋所至，破风升起，爆破之响如烟花爆竹，噼里啪啦的。沈小姐，沈某祝你此行北幽旗开得胜，震慑余孽。剑光之中，男子恍若天神，徐徐降落。他执剑作揖缓声说道，嗓音温润而好听，恰如玉碎气露，让人心中舒畅，烦闷全消，如听古琴奏于雪山之巅。是以上京城再度沸腾如快要烧毁的热锅。大宗师以星辰剑为沈宁助导开路，此等殊荣，万里无一。是了，他字字只提沈小姐，而非剩下的5000人。晚辈沈宁，谢过沈大宗师。沈宁话音落下之际，振臂而挥，驾了一声，便率领5000军前往北幽。城墙上的男子却是拧起了眉，仿若钻牛角尖般死抠着晚辈那2个字眼。解忧楼正在和军光祖、纳兰成商榷事情的顾影南
知晓沈云亲自为沈宁一剑开路，心脏猛地缩了下。纳兰成并未察觉到顾影南的变化，而是惊讶道：“沈云大宗师这么多年只出现了一次，而今年竟是短短数日出现了2次还都和沈宁说话了。”军光祖点头：“是啊，一次助沈宁生辰，这一次又助沈宁旗开得胜。”军光祖越说越是设想大胆，他该不会对沈宁有意思吧？不可能！顾影南握紧拳头，斩钉截铁地道：“绝无可能。”为何？试问二位，你们会娶一个成过婚的女子吗？这般一说，两人便都理解了，更加断定沈云不可能爱慕沈宁。大宗师万人之上的厉害，什么样的女人没有？沈宁何许人也？成过婚的，这个世上有几个男人会去爱慕一个成过婚的女人？顾景南冷嗤。军光祖二人连连点头。退一万步说，就算成过婚而无夫妻之实的女人，只要有头有脸的男人都不会要，这是他们根深蒂固的思想，这也是顾影南笃定蓝莲芝还会回来的底气之一。沈宁也就罢了，蓝莲芝身子都给了他，此生都与他捆绑在一起。当然，若能有个孩子就更好了，那便意味着捆绑得更紧密了。沈宁的5000人军离开城郊后，直奔北幽一带而去，坐下的都是好马，一日下来，正常速度就能行100里地。这次燕京学宫派出来的学生们，都是没怎么出城执行过任务的，更别提是600里外的北幽。至于紫金武堂的学生，因为常年垫底，那就更无参加任务的可能了。部分学生们骑马久了，臀部生疼，还有些人颠得脑袋发晕，想吐。刚开始还好，时间久了压根忍不了。50里地后便是叫苦连天，而叫苦的没有麒麟军，也没有紫金学生，都是燕京学宫的人。他们怨声载道：“停！沈宁，你要我们死吗？”君二公子眼冒金星，双手狂揉着大腿，疼得他都要哭了。凡事都是这样，要么不敢多说什么，要么就是有人开头，便有数不清宛如浪潮般的声音接踵而来。对啊，我们要休息了，这样下去我们都得死。沈宁，哪有你这样当主将的？你就是故意的，要报复我们。沈宁眉峰压低了几分，问：没多久前不是歇过了吗？反正我们现在就是要休息，要停下来。君二公子扯着嗓子喊，许多人跟他一起喊，反倒是陈琼没多说什么。校尉宋少卿眉头皱了皱，他们这些从军的，若为骑兵，就算腿部磨得血肉模糊了，也不会喊一声疼。他担心地看了眼沈宁，军心不齐是大忌，沈宁作为主将，不管发生了什么，最后都得担责的。第135章，有事偏颇的事，只能偷偷的干。宋少卿身后的盔甲士兵就要开口说话替沈宁解围，宋少卿却是给了一个凌厉的眼神将其拦住。剿灭叛军并非易事，作为主将更非易事，人要沉稳，肩要担责。相比起其他战争，这又像是小打小闹。若沈宁连小打小闹都接受不了，日后如何统领麒麟军？以能力服人才是众望所归，而不是靠与生俱来的沈字。宋少卿唇部紧紧抿起，看向沈宁的眼神里忧心更甚。不走了。又一人直接翻身下马，这人是大理寺少卿之子甄远，生得魁梧壮实一身肉，实际上见不得半点风雨。权贵子女的武学多数是花拳绣腿，就算同为2流强者，遇到江湖上的人，那就不出3招便是死路一条。甄远一屁股坐在了山野间的石墩上，其他人都纷纷下马，喝水的喝水，吃干粮的吃干粮，唉声叹气的还在继续唉声叹气。沈小姐，李清奎欲言又止。沈宁把枪放在马背的带上，自己跃了下去，大步流星地走向了甄远。甄远正嫌弃嘴里的干粮难吃的要命，不如家中顿顿山珍海味来的香味可口。沈宁挡住细碎的阳光，阴影覆盖下来时，甄远抬起了眼睛看他。好吃吗？沈宁问。不好吃。甄远如实回。那吃完了吗？还没。甄远说，沈宁，我们是人，不是牲口。砰！沈宁一脚直接踹到了甄远的身上，把甄远踹得人仰马翻，直接栽倒在地，摔得脑袋嗡鸣作响，半晌都没能恢复过来。沈宁，你干什么？君二公子之流齐齐起身，更有甚者，拔出了兵器。紫金学生们见此，直接拿出锋刃，翻身下马，毫不犹豫地对上燕京学生。萧初晨舔了舔唇，脸上的刀疤让人瘆得慌。他戏谑地笑道：要打就真刀真枪的打，反正我们贱命一条，比不得诸位的贵气，就算死在这定南坡也无所谓。陈欢欢握着大刀，面色冷酷凛冽。比武台上他怯弱了一次，但往后余生，只要沈宁一句话，他定会拼了这条命，这把刀。燕京的学生们还真不想跟紫金拼命，
两方对峙不相上下，仿若陷入了僵局。而麒麟军既无沈宁之命，也无校尉宋少卿之令，都是旁观的状态。武堂学生打架，他们不能帮任何一方。有失偏颇的事，不能干得太明显，只能偷偷的干。这是宋少卿生而为人悟出来的大道理，并奉若为真言。甄远咬着牙站起了身。刚才他无万全准备，方才被沈宁偷袭。他与沈宁都是二流强手，实力难分伯仲才对。如今他聚精会神，全力以赴，恶狠狠地瞪着沈宁，像一匹肿胀的饿狼。沈宁，我告诉你，我不是吃素的，可以走了吗？沈宁问道。不走，死也不走。那你……沈宁悠悠抬眸，嗓音低沉，眸光死寂，如深潭地盯着甄远看。去死好了！声线森森，仿若阴司来的淬魂之音。甄远如被扼喉般。沈宁横起一脚，一记鞭腿砸在了甄远的侧脑，内力雄浑，劲道威猛，似有钢铁之力。这一砸，让甄远口吐鲜血如洒雾，眼睛猛地紧缩，充满了不可置信。沈宁不过一个二流而已，怎么会有这样强的劲道？吃完了吗？沈宁再问。可还不等甄远开口说话，沈宁直接攥着甄远的头发往树干上撞，同时右侧膝盖高高的顶起，宛若巨石，猛然砸在了甄远的腹部。噗嗤，甄远又吐出了一口血液。沈宁的声音响在他的耳畔：“还能走吗？”能走。甄远浑身发颤，语无伦次地说。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沈宁真的会杀死他。沈宁侧眸看向军光耀、李长月之流：“你们呢？是留在这里，还是继续赶路？我这人，诸位应当知晓，是很好说话的，诸位从心便可。”很好说话。一众燕京学宫们面面相觑，他们瞅了瞅微微一笑的沈宁，又瞅了瞅捂着脖子吐血不止的甄远，陷入了很长的沉默。良久，都默默地上了马，不敢再有过多的抱怨，否则的话必然是下一个甄远。只是他们没想到沈宁会这般嚣张狂妄，又非比武台上竟敢出手伤人。沈宁等学生们都上了马背，才慢条斯理地整理着自己的袖口，不疾不徐地缓声开口：“我知道北幽距离上京600里地，光是赶路就需要马不停歇的整整5天，就算歇歇也没有太多的时间。但叛军之事可大可小，若任由叛军发展下去，我大燕危矣，到时内忧外患。若战火延绵到了上京，可还有我与诸位的安生日子？年关将至，难道诸位都不想在年前回京？”听到这里，有耷拉着脑袋的燕京学生仰起了头。我想在年前回家，我从小到大都在上京，从未在外地过过年。我也是。年前回家，越来越多的人振作了起来。是不是很苦、很累、很疼？但这才50里路。沈宁问道。但你们的人生又有多少里路？500里、5000里，还是5万里？难道你们只想止步眼前的50里路？你们费尽心思的修武，就是为了混吃等死？你们跟着我去北幽，难道是为了跟叛军谈笑风生，坐下来喝酒饮茶谈古聊今？我紫金的学生们家世虽不如你们，但若论坚毅，你们比得上他们吗？燕京学生们的脑袋又低垂了下去，就连军光耀都有些不自在。确实如沈宁所说，紫金武堂的学生们一个喊累的都没。宋校尉，沈小姐有老战神之风啊！先前想要出手的人由衷叹道：“什么沈小姐？她是神主将。”说得对，是神主将。众人都已陆陆续续上马，唯独沈宁还站着。他弯下身，把地上还没吃过的干粮捡起来，在身上擦了擦干粮，就塞进了自己的粮食袋里。宋少卿见状，眼神一闪。第136章300里地，别有用心一场火。麒麟军士兵们面庞多了一丝赞赏，紫金武堂的学生们则觉得选择追随沈宁是多么正确的一件事。沈宁收好了干粮，站在甄远士才坐过的石墩，朗声说道：“我是沈宁，此行北幽5000人军的主将，我将带领诸位剿灭叛军，也将带诸位在年前回到上京。休整完毕，就地起步，出发！”话音落下，脚掌踏地，身轻如燕帆飞到了马背之上。他走在了前边，然后是宋少卿校尉和陈家陈琼。学生们和士兵们闻言，血液都有丝丝的沸腾，随即都齐声道：“出发！出发！”5000人军的速度经此一事后都提高了不少。陈琼训练有素地骑在马背上，作为武将之女的她，自然要甩出旁人一大截。她看着前方沈宁的背影，眸色深邃幽冷了几分。12月初，冬雪飘飘，大雁南边的地界，空气里的冷有一股彻骨的湿气，就算穿着厚实的盔甲，依旧冻得浑身发硬。5000人军行至300里地的时候，被一场山火挡住了前进的路。怎么办？着火了！李长月低声喊。
军光耀说：“还能怎么办？铁定是灭火再过去啊！”沈宁回头看去，眼睛盯着军光耀看，内心思忖着：军尚书何等精明之人，怎么生了这么个儿子？山火难灭是众所周知之事，他们一行人徒手要怎么灭？宋校尉怎么办？骑兵王重进问道。宋少卿皱紧了眉头，望向山火之处的眼睛跳动着粼粼的火光。那毁天灭地的火色是附近原住民的灾难，也是5000人军的坎坷。大冬日的怎么会有山火？李清奎道：“可恨这冬日之雪灭不掉大火，12月的风反而把山火吹得更旺了。若是不灭的话，附近的州县会损伤更多。但灭火谈何容易？”陈欢欢点头，若真把时间放在了灭火之上，北幽叛军闻得风声，定会想出应对之策，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这场山火来得太不是时候了，就好像老天都在阻拦他们，帮助叛军似的。绕道行吧，旁侧有一条小道，只不过这样绕路，我们得多行2日的时间。陈琼开口道：“但当下我们别无他法了，只能如此。绕道是个法子。”王重进点头，宋少卿则朝沈宁抱拳，问道：“沈主将如何说？”“不能绕道。”沈宁说话语气是不容置疑。“为何不能？”王重进反问。这山火显而易见是他人所设之陷阱，若对方是为了拖延时间的话，既能设下一个陷阱，为何不能设下第2个陷阱？纵火之人料定我们会绕道而走，特设下陷阱，我们岂非瓮中之鳖，为他人之鱼肉任人宰割？所以不能绕道。沈宁嗓音凛冽地道：“还有一个想法，他并未说出来。若他就这样走了，火势凶猛，蔓延到附近的城市，害死百姓的话，被有心人上奏吾皇，大做文章的话，够他吃一壶了。毕竟，就算下令绕道的不是他，但主将是他。到时候山火弥漫，烧死了百姓，陷阱又害死了武堂学生，他有何颜面回到上京？”此时，距离此山最近的华城高高耸立楼上，有2人互相饮茶，其中一人戴着斗笠，听声音颇为年迈，斗笠之下也露出了几许头发。沈家的女儿似乎走进了死胡同，这可真难办啊！老者饮了口清茶，随即放下茶盏：“你说他会怎么办呢？”老者对面的是个消瘦的青年，皮肤有种病态的白，青衫着身，虽是弱不禁风之躯，但眼神很清明。青年眺望视野尽头的山火，在大雪里摇曳，似国破家亡时公主跳的最后一支舞。他会灭火。青年说道：“是啊，能想到灭火这一层，他属实算聪明了。但灭火需要多久的时间？有这么久的时间，北幽早就人去成空了。”老者捋了捋胡须，笑道：“上京传来的消息，沈宁由圣上钦点上朝，却只会拍马屁，全无沈家的骨气。”老者起身，将半场的窗户拨得完全敞开，大风大雪灌入，斗笠摇摇晃晃。老者大笑：“一个只会拍马屁的女人，洗衣做饭磨面任性3年的女人，她能做什么？沈家完了。沈国山全力倾注于此女的身上，沈家不完，谁完？”老者伸出手去触摸风雪，让这场火烧得更猛烈些吧，让那些庸俗的人都死在这个冬天好了，他们也配看到明年的春日。老者嗓音阴沉森然，忽而癫狂地笑了。青年抿唇不语，只盯着山火看，最后温柔一笑，附和道：“他们不配。”那侧5000人军出现了不同的意见，陈琼依旧持有自己的观点：“沈宁，我们只能绕道行，若真是有人放火，大不了我们绕得更远。但你有没有想过，对方放火不是为了让我们绕道行，而是为了让我们灭火，从而给北幽拖延时间呢？”沈宁眉头紧蹙，眼前的山火确实是个棘手的事情，不管怎么走，路都是错的。陈琼所说的，沈宁自己也想过，留下来灭火，用了更长的时间，就更上对方的当了。陈琼小姐言之有理，绕道是我们的必行之路。王重进道，好些个麒麟军士兵也跟着王重进认可陈琼。火势愈发炽烈，沈宁似是想到了什么，脑海里灵光一闪，他想到短时间的灭火之法了。沈宁扭头看向陈琼、王重进，若北幽真要拖延时间放此山火的话，绕道之路增加几日时间就成功了，更别提沿途的陷阱让你们继续滞留。王重进道：“我们能杀过去？”“杀？对方任由你杀，我们可是麒麟军第39军，谁拦得住我们？”“麒麟军是什么？”沈宁大喝。王重进沉默下来，但心情多有不爽。他虽敬畏老战神，却是不认可沈宁的处事，太磨蹭了。宋校尉，你留下来在这里原地等候，黄武阁的200余人跟我去山上灭火。”沈宁说道：“不出半日，我必灭火。”王重进笑了，动了绕道的心思。陈琼也不是会听话的主儿。沈宁手执长枪斩向长空，发出了一个爆破般的响动声，
响声恰好震在王崇进的耳边，震得好一阵耳鸣才慢慢的清醒了。当他看向沈宁的时候，沈宁赫然道：“吾以行军主将的身份命令你们，不得绕道，否则军法处置，此乃军令，言出必行。黄五阁学生，都跟我走！”沈宁大喝，提枪骑马继续往前。陈欢欢、萧初晨等200位黄五阁学生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他们骑马向大火纷燃的地方走去。把火折子给我，沈宁说道。好嘞。李清奎递来后问沈小姐：“你要火折子做什么？”点火。沈宁说罢，众人心中大惊，这火已经够大了，怎么还要点火？沈小姐是嫌火不够大吗？特地再加一把火。众人面面相觑，百思不得其解。沈宁并未过多解释，而是翻身下了马。第137章，提前祭奠一下沈家的断头日。沈小姐，你想做什么？李清奎欲言又止，终究还是忍不住问出了心中疑惑。点火。沈宁如实回答，并还在全神贯注地去找适合点火的位置。李清奎的腿儿一软，差点脚步一个趔趄给滚下去。点火。李清奎甚至怀疑自己是听错了，狂咽口水，难以置信地望着一本正经的沈宁。黄五阁学生之一的叶静熙眉头紧蹙，欲言又止，思量着沈小姐莫非是想不开了，故而想让山火来得更旺盛一点。众人的心理活动可谓是精彩纷呈，陈二狗之流内心挣扎纠结了好久，最后豁了出去，用脚跺地。娘的，放火就放火，烧山就烧山，拼了他娘的，人不疯狂枉少年，烧吧，让山火来得更猛烈吧。沈小姐，莫说放火烧山了，纵是偷鸡摸狗，我们也跟着你。对于世上的某些人而言，若是自愿选择了追随者，那就是一辈子的事，就算栽了，他们也认了，毕竟比武台上他们也风光过。沈宁听到王二狗的公鸭嗓子，吵得甚是头疼，无奈的回头看去，见王二狗一副即将英勇赴死的决绝模样，无语到嘴角狂抽。谁说我要烧山了？还有偷鸡摸狗是什么？王二狗，你能不能想点好的？沈宁说罢，众人还没来得及庆幸自己是多想了，就见沈宁转身之际，将火折子点开，直接纵起了火。众人沉默了，他们也不愿多想，但沈宁的所作所为让人不得不多想啊。往后退点。沈宁骑马带着人往回走。沈小姐，这要烧死了路过的人，我们可都是从犯啊。李清奎说。不会死的。沈宁笃定道，目光一片坚毅。他骑马离去时，被他点起的火迅速燃起。沈宁回头看去，漆黑的眸子里跳动着妖娆的火光，随即紧紧地抿起了唇。敌人放火，若是拖延时间从北幽撤退也就罢了，怕就怕是另有所图。此事迫在眉睫，时间比金银财宝还要珍贵。下方行军。众人都在商榷着对策，直到有人惊恐道：“火，是火，沈宁放火了！”听到这话的时候，许多人甚至还没反应过来话中的含义，直到无数人仰头看去，只见第二波火迅速燃起，还在往上走，而那起火点就是沈宁所留之地。沈宁在干什么？王崇进大吼：“他还知道自己是沈家的女儿，是我们此次行军北幽的主将吗？他疯了不成？”陈琼眉头紧紧蹙起，再等等，等他回来。他虽不赞同沈宁作为主将的决策，但同为武将之女，他知道沈宁不会害人。这会儿就连宋少卿想帮沈宁说话，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不相信那日以刀猎掌、歃血饮酒的沈小姐会做出这等事情来。沈宁，军光耀大喝：“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此时沈宁带着人快骑回来，回道：“我自然知道。你竟还这么理直气壮。”李长月瞪大了眼睛。紫金武堂的其他人想要说话，但看着渐渐燃起的山火，底气又没那么足。二次放火烧山是事实，他们就算心底里相信沈宁，却是不知该如何反驳才好。划线高楼之上，一老一少饮茶博弈，怡然自得，好事轻松，与那边的山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随即便有探子来报，老者蟒袍着身，颇为清瘦，两侧颧骨甚是突出，一双眼睛暗闪金芒。他长袖一扫，饮茶道：“说吧，沈宁如何了？”探子：“沈宁在山上放了火。”老者和青年俱是一愣，互相对视之际，都在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浓浓的不可置信。哈哈哈哈！老者放下杯盏，大笑出声：“天助我也，天助我也！”还以为是个韬光养晦的奇才，没想到真是个庸才，竟做出此等离经叛道之事来。若火里死了几百上千个人，就是他沈宁所为，到时候金銮殿上好好参上一本，他沈家便是大厦将倾，大厦将倾啊！老者笑到眼泪飞溅，宛若个疯子。探子单膝跪在地上，还保持着做拱手的姿势，看向老者的眼睛里充斥着深深的恐惧之色。长伯，
青年不似老者情绪激烈，反而格外的平静。他的眼睛恰如一汪江水，平静的不起半点涟漪，琥珀般的眸子里倒映出跃动的火色。青年满脸的深沉，总觉得不对劲，这不是沈家之女会做出的事。难道是他说了假话？老者漫不经心地看了眼跪地的探子，探子陡然诚惶诚恐，忐忑不安，直接匍匐在地，砰砰砰就是3个响头。属下所言句句属实，不知属下一人看到，还请常伯明察。看到了吧，他不会说假话，也不敢。是你啊，太谨慎了。老者说道，虽说沈宁幼年有经世之才，但中道夭折的天才多了去了，譬如那北渊王燕云彻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当年天机大师周游列国，行至大燕皇城，见屁点大的北渊王都说是有大宗师之才。你且看那北渊王香车宝马奢无度，沉迷于温香软玉的美色，不思民间疾苦，武道造诣更是一片空白，那就是个废物。你看他成为大宗师了吗？所以啊，这沈宁与他不过半斤八两，年少岁月都是昙花一现罢了。盛放到极致后，就是漫长的枯萎和凋零，哪还能更上一层楼？想到这里，常伯心情大好。来人，上酒，提前祭奠一下沈家的断头日。话音落下，常伯的面颊扯开了病态般的笑。不多时，又一个探子来报，常伯已然喝下了7杯酒，胸有成竹，了然于心道：火势怎么样了？又大了吧？火被灭了。啪嗒，酒杯摔下，碎裂成了渣。老者直接伸出了双手，狠狠地攥住了探子的衣襟。火灭了？怎么可能灭了？是被谁灭的？大人，真的灭了，是被沈宁放的第2波火灭的。以火灭火，前所未有。第138章，何人放火烧山岚行军之路？探子几乎窒息，老者浑身僵住。青年半眯起琥珀似的眸子，遥遥望向画线外的山头，火色渐渐变弱，直到完全消失，止于下一片剧烈烧灼过后的黑烟。有意思。青年面庞浮现温柔的笑，眼睛里却只有冰冷的肃杀。换主将，换主将。却说5000人行军，原都争议颇多，王崇敬甚至还提出了换主将的合理要求。直到他们紧张的去观望两火相撞，脑子里甚至都已经在想之后要如何的痛斥沈宁了，却不曾想眼见着那2股火就要相撞缠上，形成更大的威力，却在快要相撞的时候，火势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此等事堪称绝无仅有，纵然是亲眼所见，众人都怀疑自己做梦与否。火灭了！宋少卿惊喜道：火灭了，灭了！李清奎怔愣过后，振臂狂喊，欢喜之色就如燎原的星火，快速弥漫到了每一张脸上。就连之前苦大仇深的王崇敬都憨憨笑得像个二傻子。适才，谁说要换主将？沈宁偏头慢悠悠地道，似笑非笑地望着王崇敬。王崇敬顿时肃然起敬，哪还敢多说什么？这人倒也是个汉子，直接弓腰道：换主将是我提出来的，是我不知沈主将的良苦用心，请沈主将军法处置，千万不要给我面子。宋校尉，属下在。蔑视主将，关键时刻祸乱军心，还要更换圣上钦点的行军主将，数罪并罚，按照军规要如何处置？宋校尉恨铁不成钢地看了眼王崇敬，有几分于心不忍，但不多，犹豫了会儿便道：沈主将，这些罪名至少要300军棍。砰！王崇敬腿软了，快要摔倒的时候，赶忙抓住了沈宁坐下马脸，却被马儿抬蹄蹬了一脚。王崇敬都要哭了。300军棍，怕是连亲娘都认不出他线条优美引以为傲的屁股了。沈宁的脑子里想到了顾颖南的500军棍，当年顾颖南为了证明对他的好，自愿在沈家在麒麟军营领取500军棍。顾荣为此哭天喊地，但沈宁清楚得很，说是500军棍，那放的水啊，比护城河还多。沈家的好是润物细无声的，在萧瑟秋风里，在朦胧细雨里，唯独不在虚伪的言语里。顾颖南不懂，他永远不懂沈家的好，这是沈宁最难以跨过的一道坎，也是他之所以能那么狠厉的断情绝爱。除了自身爱憎分明的性子以外，还有就是沈家接受了这个女婿，但顾颖南让沈家失望了，让他的父母双亲和兄长们都失望了。沈宁深吸了一口气，他的神色越来越冷，就如同王崇敬的腿越来越软，抖得越来越快，明明都带着哭腔，还硬气地咬着牙关大叫：请沈主将惩罚属下。吵死了！沈宁忽而懒声开口。王崇敬眨眨眼睛，颇为惴惴不安地看着高头大马上的沈宁，隐隐觉得沈宁这份闲适之余的压迫感，隐隐与老战神有点相似。王崇敬还真不敢说话了，怕军棍蹭蹭蹭地往上涨，下不为例。就在王崇敬等着挨揍的时候，却见沈宁悠悠说罢，
从身上撕扯开了一点衣料。他把水壶里的水倒在布料上，然后绑在自己的脸上，将口鼻都给遮住。山火虽然灭了，但还有些余火，余火好灭，只要通知附近州县的官员就行。沈宁说道。陈琼自告奋勇，我愿独自前往华县禀明此事，让他们来处理余火。灭火之事，沈宁做得极其完美。他既不是主将，无法发挥出自己的大将之才，便要在其他的地方剑走偏锋，搏一个出色了得，以便他日回京时也能光耀陈家门楣，而非看他沈宁一人风光。不行，沈宁直接说道，并且给其他人下令，撕下布料，把口鼻遮住，于太阳落山之前务必横穿此山。沈宁，陈琼恼怒，难道连一个立功的机会都不肯给他？沈宁见所有人都准备撕衣料后，才缓缓地看向了颇为愠怒的陈琼。你也猜到了，放火之人是为了拖延时间。你说他们拖延时间是要干嘛？你不知，我也不知，但能笃定的是江山社稷对黎民百姓不利的事，既要放火烧山拦行军之路。沈宁拿出低头，指出了上方的一座山，但距离陂城更近，山头更大的白玉山岂非更适合放火？而且白玉山的地形，若是起了山火，我们连绕道的机会都没了，不是吗？陈琼恍然大悟，你的意思是说，之所以放火此山，是因为距离此山最近的华县有帮凶？此事只是我的一个推测，并非绝对，但出门在外，小心驶得万年船。若真是我所想的那样，你去华县无异于羊入虎口，死路一条。沈宁说道，去反方向的柳叶县吧，虽然会多点脚程，但我希望大家都安然无恙的回去，一个都不能少，跟命相比，多走些路不算什么。陈琼眸光微闪，结意猛颤，双手缓缓地握紧了几分。沈宁把一袋钱财和一些干粮和水给了陈琼，路上小心。言简意赅的4个字，却沉重如山般。好。陈琼收下了所有的东西，孤身一人骑马去往柳叶县求灭余火。这些余火他们不是不能灭，但他们不能再拖延了。距离北幽还有300里地，必须尽快赶到。沈宁隐隐察觉北幽之行比想象中的更棘手，但更让他担心的是生活在北幽附近的普通百姓。沈宁，陈琼忽而喊道。沈宁回头看去，只见陈琼笑了笑，我会尽快赶去北幽。好，我们真的能年前回去吗？陈琼又问。经过沈宁的分析，他感到了一阵后怕。他意识到了，这伙叛军比想象中的还要可怕。这次的武堂任务是在悬崖峭壁上行走，一个不小心就是粉身碎骨之地。能。闻言，陈琼的眼睛多了一抹红和决然的刚毅，然后快行骏马直奔柳叶县。沈宁振臂一挥，率领行军横穿焦山，眼里更是钢铁般的坚毅。第139章，等会遭天谴的呀。大火过后，浓烟未散，风里都是烧焦的味道，只有用沾水的布料捂住口鼻，才能安全的过山。就连骏马的口鼻之上都绑了撕扯下来的布料。穿过此山，便只有200多里地到北幽境内。众人始终是百思不得其解。王崇进想了1天1夜都没想明白，最后在休整时，顶着2个吓人的黑眼圈，憔悴地问：沈主将，那火你到底是怎么灭的？点燃第2把火，不该火势更大吗？众人都竖起了耳朵去听，悄悄然地看过来。即便是宋少卿，也不由多望了几眼沈宁，颇像是在等待答案般。沈宁正在掰着干粮吃，闻言就着水把最后一口干粮吞下去，才说：具体原因我也说不上来，但我在顾家的3年里，去给神风钱庄做过打手，又一次去郊外讨钱的时候，正好碰到一次山火。那次的山火跟着比起来有点小，而有个人无意中点燃一把火，情况与我们所见颇为相似。我当时也以为会燃起更大的火，没想到反而灭了火，因而此次出现山火的时候，我就学以致用，如法炮制，这就奇了怪了。众人面面相觑，绞尽脑汁都想不明白。不过部分人敏锐地抓到了另一个重点。王崇进泪眼汪汪地开口，脸上还有个异常明显的马蹄儿印。沈主将当真辛苦，竟还去给神风钱庄当过打手。沈宁对上王崇进的眼睛，顿时头皮发麻，心底里升起了一阵恶寒，默默地挪开了些距离。有钱赚的事，算什么辛苦？沈宁浅浅地笑了笑，天下之大，辛苦的人何时多了去了，何人不辛苦？何人又不是为了碎银几两而奔波一生？相较之下，我曾衣食无忧过，也曾由衷的快乐过，就已是人生无憾的幸运了。更何况别人能做的事情，为何我沈宁做不得？紫金武堂的学生们陷入了沉思之中。麒麟军的诸多士兵互相对视着，再看向沈宁的眼神多了些钦佩。这样的话或许不足以打动王孙贵族，但能让他们为之动容。字字平淡，
却都是肺腑之语。燕京学宫的一名女子问沈主将：“如若人生能够从头再来，你还会选择当初一样的路吗？”沈宁默了良久，他缓缓站起，垂眸笑望着说话的女子：“我沈宁的人生没有从头再来的说法，走了就是走了，幻想从头再来是懦夫的行为。他不要从头再来，他要吸取着前车之鉴，然后好好的走以后的路。人生路漫漫，并非只有一段路程，而是无数条路程的汇总，形成波澜壮阔的浩瀚。”女子微微张开嘴，正愣住。众人听得此话，多有沉思。5000行军之中，不管是多大的人，又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总做过错事，走过错路，做过错的决定，也总在夜半三更盼望着，若能从头再来多好，他们能走得更好，选择得更对。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逃避？唯有拥有了直面过去的勇气，才能化为动力去面对未知的将来。沈主将说得对，宋少卿笑道：“继续出发吧。”沈宁淡淡说罢，众人都整齐统一的上马。这段路程，光是赶路对于燕京学生来说就很苦很累，但不知为何，他们从一开始的抗拒，到后面慢慢的接受，并还在苦中作乐。若是疲乏了，王崇进还会高歌一曲，唱着家乡的曲调，众人听不懂，只觉得怪好听的。紫金武堂的队列里边，骑在马背上的江森、玄武阁学生时而看着沈宁的背影发呆。林秋见状，就会骑着马过去，用剑鞘戳一戳江森，时常惹得江森翻白眼。数日后，距离北幽还有20里地时，行军蓄势待发，学生们紧张到不行，迎着东风掌心还直冒汗。沈主将，我们直接进入北幽清扫叛军吗？王崇进眼底燃起了火色，他热血沸腾，满身战意，已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再等等，沈宁眉头紧皱，按理来说，北幽会有人来接应我们，你们在此等候，我先去北幽城探探虚实。你一个人去？不行，这太危险了。宋少卿当即反驳道：“宋校尉，他们就交给你了。”沈宁沉声说：“我轻装上路，快去快回，反而能降低危险。这里不是停军的地方，左3里地的地势和树木很适合停军休整，我很快就会回来。”不行，军光耀皱眉：“沈宁，你就算为了博取军功，也不必做到这种地步吧？此乃军令，将士在外，军令如山，旁人不知轻重。你作为兵部尚书的次子，难道也不知分寸吗？”沈宁，军光耀，你再敢多说一个字，我就把你衣服扒了，让你围绕北幽跑3圈。军光耀瑟瑟发抖，一个字都不敢说了，只是那欲言又止的神情让人哭笑不得。沈宁态度坚决，其余人也不再阻拦。他摸了摸马首，一人一马一枪直奔北幽，速度快到宛若流星追月。众人见状，那叫个瞠目结舌，方才明白，原来沈宁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是特意压低了速度。军光耀一巴掌拍在自己马上，人被欺负就算了，马也不如别人，这匹马里就你吃的最多，你都不知道何谓羞愧吗？众人却说沈宁行至5里地的时候，在一个林里发现10几个骑兵正在追杀一个逃犯，那些骑兵身上穿的都是正统军的铁甲。沈宁并未急着出去，而是藏在林后静观其变。只见那逃犯摔得人仰马翻，只能徒手往前爬，爬过的地上留下了深红的血迹。陈长命，我看你还怎么逃？骑兵之首大笑道。陈长命遍体鳞伤，自知绝路，不再逃跑，而是凄声大喊：“尔等烧杀奸佞北幽百姓，尔等会遭天谴的呀！那就看看是谁先遭天谴吧。”骑兵首领大笑，拔出大刀就要斩向了陈长命的天灵盖。倏地，马匹嘶鸣之声响起，与此同时，一杆长枪锋芒闪烁，寒光凛冽，直接贯穿骑兵首领的眉心。第140章，做不了长命之人，有愧于父母赐名。破云枪直插在了骑兵首领的眉心，横于半空。一匹马掠过，一只手重新握住了枪柄。沈宁把破云枪抽了出来，鲜血飞溅而出。什么人？剩下的骑兵反应过来，拔出凛冽的大刀，瞪目陈声，骤然喝道：“要尔等狗命的人！”沈宁说罢，一手勒紧缰绳，控制着坐下战马，一手握枪横扫而出，枪法凌厉，如雷霆绽放，以破竹之势挑断了一人的脖颈。其他人的大刀砍来之际，沈宁猛地往后躺下，紧贴着马背的同时，出枪刺向了另一人的马。马儿疼的把骑兵摔了下去。沈宁直接抓紧机会，一枪穿过那人的眼睛。骑兵们身上的铁甲和头盔都太过坚硬，难以一击毙命。沈宁以少对多，就必须攻对方的薄弱点。找死！另一位骑兵骑马过来，张嘴大喝，手中的刀玉将沈宁腰斩。沈宁直接借力腾空而起，一枪刺进他的口中，直抵咽喉，任由鲜血从其嘴里溢出，染红了他的枪尖。
随后一记回马枪如笔走龙蛇，动作行云流水，又让一位骑兵见血。接下来的多个回合，枪枪见血，招招致命。只有一位歪了头盔的骑兵见情势不对，调转马头就要往北幽城逃去。沈宁面无表情丢出了手中的枪，破云枪从后方脖颈穿过。啊！最后一人痛苦的惨叫从马背上跌了下来。奄奄一息的陈长命倒在血泊里，瞪大眼睛望着这一幕。那些骑兵虽然都不是一流的高手，但也是北幽军中响当当的人物。不过这么短的时间就被一名女子全部解决了。沈宁二话不说就走到了陈长命的身边，半跪下来将陈长命的上半身扶起，将止血丹喂给陈长命的时候快速说道：我是奉圣上之命讨伐前朝叛军的主将沈宁，请问北幽城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嗨！陈长命胸脯滚动，口吐鲜血，把沈宁喂的药连着粘稠的血液一起吐了出来。沈宁，男人脑子里骤然想到了老战神所在的大雁沈家。陈长命充血的眼睛里泛起了诗意。屠城。陈长命瞪着眼睛，艰难地说：北幽屠城，北幽叛军在屠城6日了。沈宁瞳眸紧缩，浑身冒出了一股寒气。山火拖延他们的目的，就是陈长命此刻所说。北幽叛军屠城，北幽当地的驻军呢？沈宁着急地问道。叛变。沈宁眼底一片死灰，从刚刚那几个骑兵追杀陈长命的时候，他就该想到的。行军那里有一事，我带你去疗伤。他欲要将陈长命抱起，却被陈长命颤颤巍巍的手抓住了腕部。沈宁红着湿润的眼睛不解地看向陈长命，医师很厉害的，路不长，就几里地，能治好你的。陈长命带血的手依旧抓住沈宁的腕部。无命已绝，快去救他们。陈长命丝毫没有求生的欲望了，他的父母、妻子、孩儿都被前朝叛军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折磨致死。他活着的最后一个想法就是把北幽的消息带出去。如今陈长命的心愿已然完成，可恨他陈长命做不了长命之人，有愧于父母赐名。沈宁的手都在发抖，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此等事，以往都是史书上和父母兄长的讲说里了解的。沈宁从马背上的袋子里拿出绳子，把陈长命绑在了自己的背上，而后执枪背人，骑着母亲送的马往回走。沈主将，陈长命耷拉在沈宁的背后，有气无力的出声，眼泪和嘴角的血液一起往外流，然后没入在了两侧的大风里。我在。沈宁目视前方，不断的加快速度。老战神，是你什么人？沈国山是我的父亲。沈宁的眼眶越来越红，别睡，我带你去看医师，很快了。真好啊。陈长命笑了，笑着靠在沈宁的背部，眼神一点一点的涣散，眼皮不断的往下垂。他的五脏六腑都是钻心刺骨的痛感，像是被火烧，被钢针扎，而在极端的痛苦里还有困意来袭。他要睡个好觉了，临睡前能见到老战神的女儿，他无憾了，他安心了。沈家是大雁的脊梁，有沈家在，那群叛军定然不能得逞。沈宁回头看了眼，喊道：别睡啊，不要睡，听到没？不要睡，这是军令。陈长命安静地闭上眼睛，浑身的生机被剥离。沈宁的泪珠从眼眶流出，没入了长风之中。他背着陈长命的尸体过5里地，终于回到了5000人行军停军休整的营地。众人看见身上多处染血的沈宁和被他绑在了一起的陈长命，都已愣住。快啊！行军医师在哪里？快来救人，快来救他！沈宁几乎从马背上翻滚下去，宋少卿和王重进分别在两侧把他扶住，这才没让他摔跤。宋少卿脸色骤然一变，心里隐隐有不好的预感。行军医师赶忙而来，自陈长命的鼻息一探，便道：沈主将，他已经死了。他是谁？宋少卿问道。死了。沈宁的腿一软，即便早已知道，但在亲耳听到行军医师说的时候，腿还是软了一下。但他清楚，现在最重要的是北幽之事。宋校尉，北幽叛军在屠城，驻军士兵全都叛变，已是第6日了。此人名为陈长命，我不知他是什么身份，只知是北幽人。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在5里地外的林间被北幽叛军骑兵追杀。沈宁一鼓作气地说完，紧紧地攥住了宋校尉的手臂。叛军屠城。宋少卿脸色惨白如纸，士兵们心情沉重。紫金、燕京2大武堂的学生们何曾见过这等架势，都还以为执行任务就苦点累点罢了。这是他们现实中距离屠城和血腥最近的一次。第141章，赢得生前身后名。不可能，这绝不可能！大理石少卿之子甄远大声喊道：怎么不可能？
沈宁侧目反问：“真远，北幽驻军的将领是我的堂哥，他怎么会叛变大燕？怎么会？定是这个叫陈长命的人胡说八道。他不是胡说。君光耀说，此人我识得，虽然看不清本来样貌了，但他手背之上黑色的蝴蝶胎记没有变过。他叫陈长命，是北幽人，很多年前想来上京加入麒麟军，却突然打道回府，说是家中母亲生了一场大病，自古忠孝难两全，若是从军就无法在父母膝下尽孝，若是回去照顾父母就不能从军报效大燕。这是他当时说的话，我恰好看见，故而印象深刻。我相信他说的北幽驻军已经叛变，若是如此的话，我们5000人军远远不够，必须去附近州县请求援军。君光耀的眼睛有些红，咽喉酸痛地看着陈长命的尸体。他对陈长命印象深刻，还有2个原因：一来陈长命是他见过从军之人里年纪最大的，但陈长命却是最斗志昂扬的。那会儿的他在阳光下格外的澎湃，血液里都燃着保家卫国的火。二来也是因为陈长命介绍起自己时说，北幽的老先生说过，他定会是长命之人。江淮州的驻军将领袁将军统领了5万员家军。沈宁说道：“若请他们出马的话，能够镇压北幽叛军。”李长月站起来说：“我去。”他的脸色很白，眸光有些闪烁，不敢直视沈宁的眼睛。沈宁一眼看穿了李长月的心思，定然是害怕了北幽屠城之事，担心自己的身家性命，因而想借请援军的由头离开，好早日回到上京城做自己安稳的日子。沈宁浅吸了一口气：“你们都是初次接触这类的事，还是让麒麟军的士兵去吧。”旋即不顾李长月寸寸发挥的脸色表情，转而看向了宋少卿：“宋校尉，你对麒麟39军最为了解，就由你指派人去江淮州请袁将军。”张合在。宋少卿点点头，直接喊出了一个士兵的名字：“属下在。”“你的骑术最好，就由你去江淮州请袁将军支援我们。”“是。”张合在骑上骏马，展开了地形图，直接一路往东去江淮州的地方。江淮州距离北幽城就只有70里路，脚程好的快行军1日便能到。沈主将，宋校尉，那我们呢？君光耀问。沈宁蹙起了眉头，北幽城内的具体情况还不知晓，先等一等，不可贸然攻城。宋校尉道：“北幽城内有2万的驻军，还不知有多少前朝叛军，加在一起的数量不清楚。对方之所以会在数日前放火烧山拦行军之路，大概是知道我们的情况了。敌暗我明的局势对我们很不利，怕了吗？”沈宁扭头看向他们，2大武堂的学生们都沉默了。说不怕是假的，就算是紫金武堂的学生，他们出身于柴门世家，且胸怀大志，但真的能完全不怕吗？世上人海茫茫，众生无数，又有几人能够直面死亡，能够仰天大笑，向死而去？然而行军路难，最难的是士气萎靡，便是偃旗息鼓，未战先败之象。我不怕。陈欢欢抱着刀站了起来，红着眼睛说：“我生来就被父亲厌恶是赔钱货，我的母亲被我父亲为了别的女人活活害死，而我曾经有无数次能够保护母亲的机会，但我没能做到。我曾经没能保护好我的母亲，但剩下的这条命，但愿还能保护我的大燕，保护大燕的子民，也算我陈欢欢人穷志不穷，这人生之路没有白走。他日去了地府见阎罗，我陈欢欢也能骄傲地说一声自己是沈主江的人。”陈欢欢对着沈宁微微一笑：“比武台上，我软弱不堪，丢了沈小姐的脸。今天我不会再软弱，也不会再退缩，我大魁也不怕。”李青魁伤都没完全好全，大笑着说：“我这一身膘肥体壮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杀敌冲锋。说真的，我做过无数个杀敌的梦，但都没真刀实枪的干过。李家后辈不是孬种。”王二狗在犹豫。萧初晨抱着剑出声：“沈主将，听说像我们这样的死在战场，都会追封个将军什么的，还会把荣耀和钱财送去故乡，可有此事？”“确有此事。”“那还犹豫什么？”萧初晨脚掌猛地踩地，拔出了锋利的剑。荣归故里的机会，家人拿钱的机会就在眼前，都在他娘的犹豫什么？我自幼就是被遗弃在山间的孤儿，如今只剩下一个养父，还是个脖子。他吃苦了半生，也该让他享享福，为我骄傲一次了。干！跟着沈主将干他娘的一票大的！”王二狗毫不犹豫。紫金武堂的所有学生们都燃起了斗志，都选择了视死如归的北幽之行。怕死吗？怕。甘心吗？不甘心。但若跟他们说荣归故里，光宗耀祖，跟他们说赢得生前身后名，那就是怕也要上，死也要死出个人样来。紫金学生们的斗志让燕京学生们都看傻了眼，他们这种家财万贯、衣食无忧的贵家子弟无法理解这些人的想法，但情绪和热血是会感染的。最末流的紫金武堂都要卯足了劲去干。
他们作为燕京学宫的学生，又有何颜面临阵脱逃？虽然有几个一心之人，但更多的人都绝对走下去，打下去。吾乃兵部尚书的二公子，岂会做那该死的逃兵，丢大雁兵部之脸？君光耀的目光有多坚毅，拿着剑的手就有多抖。沈宁不由多看了眼君光耀，宋少卿的脸上流露出了一丝欣慰之色。麒麟军的士兵们都深受震撼，这群孩子真让人喜欢的很呐。好，不怕死就好。沈宁扯开了笑，然后背过身去，解开了身上的绳子往前走。众人都疑惑不解地望着沈宁，不知沈宁要做什么。第142章，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沈宁解开绳子后，背部的陈长命就掉了下来，他及时地扶住了陈长命，而后把陈长命放在了一边，自己拿出了一把匕首，准备刨个坟坑出来。就在这会儿，他眸光一闪，看到了陈长命右侧的袖袍破裂，臂膀那里有红痕，错综复杂的旧伤，就伤像是作画一样，很有纹理，而且还让沈宁有点熟悉。他用匕首将陈长命的右臂袖衫完完全全挑破后，就看到陈长命的右臂上是用刀子刻下的麒麟图腾，那是麒麟军的象征。麒麟军士兵们见此都呆愣住了。陈长命从小听着沈家的故事长大，父母长辈们都说战神沈家两朝世家，笑的不是大燕皇帝，也不是前朝的大夏，笑的是黎民百姓，忠的不是大燕之国，而是这片土地。他们只忠以天下为己任的明君。沈国山3岁开武时，5岁练枪法，12岁就能带军上战场，杀得敌人片甲不留，行兵布阵，英雄气概，皆视为将之表率。陈长命最想加入的就是麒麟军，他想死在战场，死在捍卫大燕的风暴里，任由敌人的钢刀将他扎成刺猬，他也是地狱一鬼雄。后来他终究没能成为麒麟军的士兵之一，没能上战场杀敌，却死在了自己人的刀剑之下。他的通风报信是在北幽百姓和一些尚有人性的士兵的帮助之下，是无数人用血肉之躯帮他拖延的时间。四下里血腥味流动，寒风渐起，轻飘飘的雪花落在陈长命的发上，像是在安抚死去的他。凛冬12月很冷，但5000人行军，从士兵到学生的心都被愤怒之火燃烧起来了。宋少卿、许氏察觉到了沈宁的意图，也单膝跪了下来，用自己的刀挖土。王崇进热泪滚滚，流满整张脸，一边吸着鼻子，一边拿着兵器挖出个坟坑。越来越多的士兵和学生过来挖土，很快就挖出了个坟坑的样子。沈宁把陈长命的尸体放了进去，再用双手把泥土堆了上去。众人都开始用双手堆土，一抔一抔的土撒在陈长命冰冷的尸体之上。沈宁侧过头看向了一脸认真的君光耀，很意外吗？君光耀扭头问。有点儿。沈宁勾着唇，还以为你是个怂包，毕竟你从小到大都是个怂包。怎么，只需你沈宁当英雄做好汉，我君光耀就只能是怂包孬种？我也要做一次英雄好汉给你看。君光耀说。那就先控制一下你的手吧。沈宁淡淡的看着君光耀发抖的手。我不是怕吗？君光耀眼睛发红。我还想回家过年呢，我都跟我娘亲说好了的，明年要娶好几个媳妇，娶了姑娘要负责到底，否则就别说是跟过我沈宁的人。沈宁冷淡道。君光耀哼了一声。不多时，一个小坟堆出现了，是无名的坟。沈宁站了起来，以水带酒洒在坟堆。陈先生，等我们活着回来，给你弄个像样的墓，竖个奢华的碑。今天吾以沈家之女，暂任麒麟39军主将的身份，收北幽城长命为麒麟军士兵。陈战友，一路好走。麒麟军陈长命，一路好走。沈宁一声大过一声，最后一声时，他闭上眼睛，弯下了腰。他敬重每一个为国为民竭尽全力的人。麒麟军陈长命，一路好走。宋少卿、王崇进、陈欢欢等人异口同声。简略地处理完了陈长命的后事，沈宁拿出了一张巨大的地形图。宋少卿等人都跟着他围在地形图前。沈宁说道：江淮州的袁家军骑术最好，都是快行兵，而且他们的战马是江淮特供的流光驹，速度会很快。若是顺利的话，张合再来去1日半的时间就行了。我们既无攻城之底蕴，但也不能坐以待毙，时间多拖1日，北幽城民就会死伤数千，乃至于是更多。我们得想办法阻止他们。沈宁压下陈长命之死带给自己的悲壮情绪，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找回该有的理智，去思考对敌之策。小时候，父亲说过，不管面对怎样的艰难险境，陷入了如何的绝望之中，只要有绝对的理智，有一颗想要赢的心，就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不要急，会有办法的。我们只有5000人，还有1000多个是从未上过战场的武堂学生。李长月道：这能有什么办法？沈宁蓦地问：
谁有奏乐的东西？奏乐？沈宁还有心思奏乐？众人呆了。我有一支碧玉笛。江森说道。声音大吗？大。可以。江森，等等你负责吹笛。沈宁发号施令道。吹笛？李长月惊。沈宁。话还没说完，陈欢欢走过去，一脚把李长月踹得摔倒在地。主将的名讳岂是你能直呼的？请你记住，他是沈主将。陈欢欢喝道。李长月咬牙切齿，灰头土脸的爬起来。沈主将，你让紫金玄武阁的江森去吹笛，恕我不能理解。不只是他，大多数的人都不能理解。但有了山火之事后，都不会直接否定沈宁，却都也在等沈宁的回答。沈宁指向了地形图，指付点在北幽城外。北幽城外有一大片林，我们来时应该不难发现，冬日的早晨会有大雾。大雾起时，我们散在林间，抖动林叶。届时，江森吹笛，我独自前去城下，与之谈判。只要能拖延1日半，拖延到援军到来，就能无限降低北幽百姓的死亡数量。众人闻言，心惊于沈宁的胆大包天。明知北幽城叛军横行，刀剑无眼，人心狠毒，万般血腥是因屠城而起，他竟敢一人过去谈判，他怎么敢的？惊诧的同时，更多的是震撼、佩服。平心而论，他们就算有个这个想法，也没这个胆量。沈主将，这很危险。宋少卿道：如今的北幽就是地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第143章，那就向死而去，陈家不出鼠辈。宋少卿怔愣住，他侧过眸，深深地注视着女子的侧颜。说话时的沈宁是宁和平静的，没有激烈澎湃，却让人感受到了如山海般的震撼。沈宁低垂着浓密漆黑的眼睫，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望着陈长命的无名孤坟，眼眶又红了几许。周围的士兵、学生们都看了过来，三言两语便大为震撼。若寻常人说这种话，他们只当是玩笑，是戏言，又或是涉世未深的少年满腔热血，自以为能拯救众生。然而当沈宁用最平淡的语气把话说出来时，他们信了。纵然摆在眼前的是通往地狱之路，沈宁也会毫不犹豫地走下去。这会儿，许多人想起了传遍市井的一番话：这天底下任何人都有退路，唯独沈家的人不会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永远可以相信沈家。沈家既是大燕的脊梁，也是百姓们精神上的支柱和定海神针。按刚才说的做，今晚把需要的都准备一下。沈宁淡声道：等到我们去北幽城的时候，张合在估计已经到了袁将军那里，袁家军过来北幽只需要1日的时间。因而我们只要坚持到明日晚上，就能等来袁家军的支援，届时便可反将北幽义军，救北幽百姓于水火之中。是！众人齐声喝道，士气迅速大增，如燎原之火。今晚把该吃的都吃饱了。沈宁再道：是。沈宁唇角微勾，眸光扫过每一个没有退缩的人。李长月忽而问道：沈主将，如若袁家军没来支援呢？这个问题沈宁不是没有想过，只是行军已无路可走，没有如若。宋少卿大声喝道：李长月，你不要扰乱军心，纵然有这个可能，也不能明说，只会让士气萎靡，从而节节衰退。沈宁淡淡的笑了笑，说：宋校尉别吓到了孩子们。宋少卿颔首低头应了声，话音落下之际，脑子里便一阵嗡鸣。说起来，沈宁虽嫁过一次人，但年纪不算大的。武堂学生是孩子，他沈宁作为学生之一，又何尝不是？沈宁走到人群之中，还是决定如实相告。李长月所说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或许会有种种原因导致援军不能及时到，又或许我们不会有援军。诸位可还记得神武关翠微山一战，当时的麒麟军并未有援军，非但如此，粮草也远远不够，都以为此战必败，但麒麟军胜了。诸位不管有没有援军，计划依旧。怕死的，想走的，现在就走吧。沈宁声淡如风，却无一人离开。李长月犹豫再三，还是走了出来。之后又有陆陆续续几个燕京学宫的学生走出来，加上李长月，共有6个人。沈主将，我们真不想死啊！我们害怕，太害怕了。若我们落到了叛军的手里，那简直连18层地狱都不如，叛军肯定会把我们活活折磨到死的。沈宁不言，最后薄唇微掀，冷淡地道：滚吧！多谢沈主将，多谢沈主将。李长月几个赶忙骑上骏马，沿着来时的方向回去。大雪依旧，却是分道扬镳。沈主将，当真就让他们走了？王崇敬问。乱我军心者，留下来也是祸患，不过比想象中的好，才这么几个。沈宁道：逃兵者会被踢出学宫武堂，而在行军之中作为逃兵，日后再无从军之可能。除此之外，
他们还需要接受军棍责罚。此时不罚，是因为时间宝贵，浪费在他们的身上实在是太不值得。沈主将说的是。却说作为逃兵的李长月等人逃离了好一段路程，才松了口气。此次离京，方知京外的可怕。那沈宁就是个蠢货，我没想到君光耀、甄远这些人也跟被下了降头似的愚不可及。是啊，他们竟然还想跟着沈宁那个疯子去攻城，对方会相信这样的把戏吗？等待的就只有死路一条。长月妹妹，还好你够聪明，问了下援军问题，也够胆子大的，带头离阵，否则我们几个一时半会儿还没这个勇气。可不是吗？刚才还真被沈宁和紫金武堂的那群废物给糊弄了。几人逃离了一段路程，恰好遇到了骑马沿东往北幽方向而去的陈琼。怎么回事？陈琼皱眉问道。柳叶县的县令带人去灭了余火，你们不是在北幽吗？怎么往回走了？剩下的人呢？李长月几个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了一遍，然后说：陈琼阿姐，跟我们回京吧，我们回上京就能把此事告知给圣上了，到时候几十万兵马必然能踏平北幽叛军。废物东西！陈琼冷喝，等你到了上京，北幽城百姓就都死的一个都不剩了，有脸做逃兵，还敢喊我一起？尔等废物，岂知我陈家不出逃兵？李长月被陈琼骂得脸色惨白，眉头紧蹙，低着头也不敢多说一个字。陈家是能够跟沈家分庭抗礼的武将世家，他李家冲破了天，顶多就算个二流世家。我也是为了陈琼阿姐好。为我好？陈琼冷笑，你李长月何德何能，敢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好？废物就是废物，上京风水，白养活了你们这群人。滚吧，有多远滚多远。你们总是看不起沈宁，我也不惜沈宁，但跟沈宁相比，你们算是个什么东西？陈琼一气呵成说完，提着兵器骑马直奔北幽。李长月忍不住回头大喊：叛军已成死局，北幽已是死路，陈琼阿姐你去了会死的。那我陈琼就向死而去，有什么怕的？陈家不出鼠辈，小门小户就是小门小户，尽是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果然人就是怕对比，对比之下最讨厌的沈宁竟是怎么看怎么顺眼了。李长月气得在心底里暗骂道：那你们就都去死好了，活着的人才是最后的赢家。第144章北幽城，血雨峰，饮一盏美人酒。陈琼与沈宁会合的时候已是子夜时分了。来了。沈宁喝了口水，从容地问，就像是闲话家常。陈琼看着沈宁身上染血的地方，淡淡回：来了。遇到李长月了？遇到了。陈琼坐下来一起吃干粮。宋少卿却心惊于沈宁的观察力，就因陈琼不多过问什么，就断定是遇到了李长月他们。他们跟你说了明日的规划吗？说了。怎么看？到时我跟你一起去。沈宁侧目诧然地望着陈琼。陈琼朝他伸出了手：我渴了，水在路上喝完了，在附近溪边舀的水。沈宁把水袋丢给了陈琼，陈琼一把接过了水袋，直接仰头喝了好多口，喝到过瘾，才把快要见底的水袋还给了沈宁。谢了。客气。不远处，甄远、君光耀这些人鬼头鬼脑地凑在一起，时不时朝沈宁那边看。陈家虽然早年是跟着沈家闯出来的，最早是兄弟世家，关系情比金坚，两家也来往密切，宛若亲人般。后来许氏跟利益挂钩，两家走得越来越远，特别是沈家的老战神和陈府的老将军，原来的过命交情，英雄相惜，如今颇有种老死不相往来的意味。再加上陈琼是陈家这一辈最杰出的武者，且行军主将是沈宁，不拔刀相向，扯头发打得死去活来，都对不起这错综复杂且绕口的关系。可让甄远等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两人的氛围竟有种诡异的和谐。看什么？陈琼横眉冷对。没什么，没什么。甄远眼观鼻鼻关心的啃干粮。君光耀吹着口哨，眼神左右飘忽。陈琼冷笑了一声。长夜漫漫，行军睡不了几个时辰，2更天的时候都醒了过来，前往20里开外的北幽城。冬雪纷纷席卷苍茫之地，大雾起息，欲要封天。行军骑马奔走，穿梭于雾色之中，一双双疲惫的眼睛透出了前所未有的坚毅。却说北幽城内，四处的空气都流动着浓郁刺鼻的鲜血味儿，长街两侧到处都是残尸，许多妇女死时甚至衣不蔽体，倒在血泊的他们死不瞑目。商户们都成了叛军奴役的对象，像牲口一样的活着。起初叛军只收钱，到了后来叛军开始杀人，百姓们诚惶诚恐，却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凄惨、绝望、恐怖、惊悚，无数种情绪交汇于北幽城内。北幽驻军陆前舟年过40，正在和叛军头子吕春喝酒吃肉。陆将军，这可是上等的美人酒。吕春拿出了一坛新酒。美人酒
顾名思义，是以未经人事的美人之血酿造而成，处子之血都是带着香味的。吕春笑道：“唯有将军亲自品尝，才知个中的美妙。”吕春32立的年纪，生得仪表堂堂，有循循儒雅的气质，是个相当沉稳的人。且不说性子，就谈面相，脸颊两侧有点肉，就算不说话的时候，都给人敦厚的感觉。难以想象，屠城之事最后的主谋就是这位吕春。陆将军喝了一口美人酒，并未直接吞咽下去，而是闭着眼睛微抬下颌，享受着酒的醇香和血的腥味在唇齿间炸开的感觉。那一刻的口感简直妙不可言。好酒，好酒！陆将军大笑道。啪啪啪！吕春拍了拍手，侍卫们端着一坛坛美人酒出现，足足有7、8坛。美人酒着实珍贵，且不说美人难寻，光是酿造过程就复杂到堪比天书了。暂时只得这么几坛，全都送给了陆将军。之后若是还有，必然给府上送来。吕春缓声道。陆将军豪迈摆手，吕军师能有此心，足矣，足矣。没错，北幽叛军头子正是驻军的军师。如今这驻军将领陆前舟也算是跟吕春并列叛军头子了。陆前舟似是想到了什么，问道：“吕军师，我听说幼女之血可炼蛊丹，蛊丹能让人80来岁都威猛，依旧如17、18岁的少年郎，可有此事？”古书上确实有说，但至于真假就不得而知了。那书本就是一本野谈，算不得什么大家之作。吕春回道：“那书上还说婴儿蛊、幼女血可得长生呢，还说什么开天路，你说是真是假？不都是些杂谈？说的是，本将也糊涂了。”陆前舟大笑：“陆将军可对公主有兴趣？”吕春忽而问道。陆前舟：“吕军师此话何意？”吕春高深莫测一笑：“永安公主蓝莲芝。”说罢，吕春拍了拍手，侍卫便把蓝莲芝给带了上来。蓝莲芝被五花大绑着，脸上还有几道血红的刀口。她衣衫褴褛，狼狈又落魄，发红的眼睛狠狠地瞪视着陆前舟和吕春。她离开顾府后，就拿着街头卖艺赚的钱，住在上京最便宜的客栈里。每日她都会作为打手去帮神风钱庄讨债。她是神风钱庄最卖命的打手。神风钱庄的管事说，她和之前的沈宁一样卖命。蓝莲芝为了赚更多的钱，特地来北幽附近一带收钱，没想到碰见了吕春。这就是大齐的永安公主。陆前舟震惊，说不心动是假的。蓝莲芝的容貌算不得倾城之色，但也算是如花似玉，惹人心疼。对于陆前舟这种人而言，更想征服蓝莲芝的桀骜，那样才有成就感。吕春喝了口酒，可惜没了清白，不是个纯儿，便宜那顾影南了。吕春笑望着蓝莲芝：“永安公主，我们都算老熟人了，你不必紧张。”吕春早年间是在大齐的，是出了名的算命师，还因此被请去了大齐皇宫，给大齐皇推算天机星图。那时吕春对蓝莲芝一见钟情，有所心动，可惜蓝莲芝是高高在上的公主，竟连一个眼神都不想给她。故而此次在北幽相遇的时候，吕春一眼就认出来了她。非但如此，还要看昔日孤傲的女人如何在泥泞里挣扎求生。第145章，一曲空城，她在雪中笑。吕春踏步走了过来，蹲下身子，抽掉了蓝莲芝嘴里的布条，用粗粝的手抚摸着蓝莲芝的脸颊。蓝莲芝虽参加了多次的燕齐之战，皮肤却不粗糙，反而有点水嫩，触感是极好的。吕春狠狠地掐了一把蓝莲芝面颊的肉，都这个时候了，永安公主，你还装什么烈女？你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说好听点是个公主，说难听点就是个破鞋。你作为一国公主，竟在马车之上与那顾影南厮混，大齐的脸都要被你丢尽了。你说说看，若你在大齐的父皇得知你在上京的所作所为，会如何想？说到了最后，吕春狞笑出声，掐着蓝莲芝脸颊的手用尽了力道，任由锋利的指甲割破了蓝莲芝的皮肤，割得蓝莲芝面部生疼。但她深红如血的眼睛里没有恐惧怯弱，只有刻骨的恨和愤怒。我呸！蓝莲芝吐了口唾沫在吕春的脸上。吕春抬手有条不紊地摸了把自己的脸，一点一点地抹干净。一介水性杨花的贱女，还想在我面前装清高吗？蓝莲芝，这里不是大齐，你也没得选了。顾影南可救不了你，今日我必会给你一个永世难忘的夜晚。吕春父又拍了拍手，侍卫们陆陆续续进来。吕春，蓝莲芝咬牙道：“我永远的看不起你，瞧不上你。别说我沦落至此，就算我为纪为娼，都不会多看你一眼，因为你不配，不配。”蓝莲芝看着走进来的侍卫，近乎癫狂的绝望，也多了些自暴自弃。他的人生已经烂透了，从当初的惊鸿一瞥开始就烂透了。他不该参加那一场战争，不该看到那个忘不掉的身影，不该义无反顾地和顾影南来到大宴。他曾怀揣着对爱情的向往
和无限美好的憧憬。来大雁的路程虽远，但他满心欢喜。他听说过沈宁的事，纵然如此，他还是义无反顾。事到如今，他只能用活该二字鞭挞自己。他曾想仗剑天涯，成为一代侠女，最后却只能被钉在耻辱柱上，让后世之人唾骂，死在世人诟病的口水里。蓝莲枝仰着头大笑出声，笑到眼泪飞溅。他去神风钱庄当打手赚钱是为了什么？为了有个立足之地，为了能够脱离顾影南，在大燕独自安家。如吕春所说，他已残花败柳，何德何能，还能去消降沈金风？他把沈宁伤害成那样，又凭什么妄想去做沈宁的长嫂？吕春，放心，我就算千人整万人睡，我也看不上你。蓝莲枝的笑刺痛了吕春的眼睛，他一脚踩在蓝莲枝的侧脸，迫使蓝莲枝另一边的侧脸紧紧地贴在冰冷的地上。吕春居高临下的俯瞰着他，脚掌不断地用力扭动，冷眼看着血液从蓝莲枝的口鼻里溢出。那吕某可就要好好欣赏下永安公主是怎么被千人整万人睡的了。吕春说到最后，平和的笑。出来。随着吕春把话说完，就见2名画师从屏风后走出。蓝莲枝的眼睛陡然紧缩到了极致，浑身都在战栗。吕春很满意的看着他，末了问道：永安公主，你说我让画师把你的花容月貌记录下来，烧去大旗，你的父皇、皇兄他们若是看到，脸上的表情该是何等的精彩呢？蓝莲枝惨白的脸上覆满了惊恐之色。2位画师诚惶诚恐，颤颤巍巍的手已然落笔。蓝莲枝的双瞳几乎失去了所有的焦距，一寸寸的破败，直到万念俱灰。哎，吕军师，陆将军看不下去了，这永安公主可是上了美人榜的，对待美人应当怜香惜玉才对。陆将军说的是。吕春含笑，慢慢的挪开了自己脚掌。而就在这一瞬间，蓝莲枝用头猛撞旁边的柱子，还不等他撞上去，就被陆将军给拦住。陆将军攥着他的衣襟，将他提起，叹声道：大好的年华，公主怎能寻死？放心，本将是怜香惜玉之人，对待公主这样的美人，当然不会粗鲁。陆将军侧目看去，冷声道：你们几个还不过来伺候好公主？你们也太看不起大齐的公主了，就这么点人，哪够我们公主享受的？去，把外面的人都给我喊进来了。蓝莲枝呼吸急促，惊惧不已，她疯狂地摇着头：不，我是大齐的公主，你们……话尚未说完，就被陆将军拖到了案牍上，笑着问：渴了吧？都不必去外头如厕了，这不是有个新茅厕吗？随着陆将军说完，越来越多的人进来，蓝莲枝体内的鲜血都是冰冷的。最后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砰！一个花瓶砸在了蓝莲枝的头上，砸得他头破血流。他艰难地睁开了眸子，对上陆前舟冰冷无情的眼睛：本将允许你闭眼了吗？你再看不起本将？区区大齐不过是个战败国，你还真当自己是公主了？蓝莲枝已经听不清陆前舟说的是什么了，脑子嗡嗡明明的，在痛苦里回想自己这糟糕透顶的几年。他扯着唇自嘲的苦笑，如砧板上任人宰割的鱼肉，等着那些讨厌的人逐步逼近他，撕裂他，而他无能为力。就在此时，外面骤然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来人一面急跑，一面大声喊道：陆将军，吕军师，敌军来了！满屋荒唐顿时止住。扫兴！陆前舟皱紧了眉头。敌军来了？吕春皱眉，可知敌方主将是何人？沈家，沈宁。那一刻，蓝莲枝的眼睛逐渐的恢复了焦距，他睁大了赤红的眸子，难以置信地望着来报的守卫，泪珠宛若断线的珠玉，从眼眶里簌簌地往下落。屋内的陆前舟等人的重心都放到了沈宁的身上，并未注意到蓝莲枝的神情变化。陆前舟一时之间没能反应过来，下意识地问：沈宁？沈宁是何人？守卫回道：沈家老战神沈国山和蔷薇夫人的第7个孩子。陆前舟似是想到了什么，说：可是将顾影南休了的那人？正是。守卫颔首。沈宁休夫之事，如秋风卷落叶般传得很远很远。吕春侧眸嘲讽地看了眼蓝莲枝，而后道：上京的5000人行军试图来北幽剿灭叛军，领兵之人正是这沈宁，还是圣上亲自下旨由他作为主将来领兵的。但他5000人也敢来攻北幽之城，莫过于是滑天下之大稽，无异于为羊入虎口。守卫又道：暂时还不知道敌军有多少人，而来城前的人只有2人，主将沈宁以及陈老将军的孙女陈琼。只有2人。沈前舟和吕春互相对视，都在对方的眼里看到了浓浓的震惊之色。若是5000人行军攻城，他们倒是不惧，但只有2人的话，那就值得警惕了。还有呢？吕春皱眉深思，睿智冷静地问道：有敌声响在城前，大雾正浓，敌军潜藏于林间，实在是探不清数量。守卫忙道：
笛声。吕春顿起了警惕之心，沈宁这是做什么？他可知晓北幽城内之事？知晓，还把我们北幽驻军的骑兵尸体放到了城前。那些尸体都是之前出去追陈偿命的，那就有意思了。吕春的喉间漫开了一丝冷笑。走，去城门前看看，本将倒要看看他沈宁演什么牛鬼蛇神的戏码。陆前舟喝罢了一坛子的美人酒，刺激了一下自己，而后大手一挥，骤声喝道：沈宁莫不是把自己当成了女诸葛，跟老子玩空城计？殊不知老子的今日可都是真刀真枪杀出来的。陆前舟拍了拍蓝莲芝的脸，永安公主，算你暂时没福气，得不到本将的恩泽，等本将弄死了那沈宁，回来好好弄你。蓝莲芝听到沈宁的名字，眼睛愈发的红，眸底深处充斥着担心之色。陆将军，吕春徐徐说道，不妨将他带上。陆前舟眉头一皱，疑惑不解地望着吕春。吕春便解释道，永安公主与那沈宁有深仇大恨，曾经共抢一夫，你说这精彩不精彩？精彩。陆前舟读懂了吕春话里的意思，说罢，一手如拽牲口般提着蓝莲芝走向北幽城楼。吕春行走之时，则是陷入了沉思。古有诸葛空城计，一曲琴音，吓退敌方大军。沈宁当真用的是空城计？不多时，一列骏马穿过尸体横堆的长街，来到了城楼之上。天还没完全亮，四处都是雾蒙蒙的，大雪飘扬洒落。北幽一带是银装素裹的白，天地间最干净的纯白之雪，与北幽城内的尸体血腥形成了震撼视觉极其鲜明的对比，宛如古来画师手下最凄美的作品。厮杀屠戮还在继续，刽子手们并未停下。当世界没了规则，最原始的冲动和暴虐占据了每个人的精神，他们忘记了驻军的职责所在，忘乎所以地加入了这一场以血献祭奈何桥的狂欢。兴奋充斥着他们的脑子，大雾愈发的深，并未起很大的风，城门外的林间却时有动静，像是被数万兵马所撼动般。远远看去，只依稀看得到大规模的人影轮廓。城前雾色略薄，能够看清两位女子领立而立，一白一黑，气势冷然，皆不见半分惧色。你就是沈宁？城墙之上传来了陆前舟的声音。当真是虎父无犬女，靠点垃圾兵，带着2个武堂的学生就敢闯我北幽城？你可知我驻守北幽城10余年之久，不是你那没脑子的空城计就能糊弄的，懂吗？尾音2字，陆前舟气沉丹田，内力劲猛，一声怒喝犹如狮吼，甚至掀起了面前的雾色。听到空城计的时候，陈琼心头猛地震颤，而林间刻意鼓动树木的学生和士兵们心里更是凉了一大截。原先还觉得此计可行，却不曾想武将陆前舟能不费吹灰之力一眼识破。陈琼的掌心捏了把汗，左侧胸膛内的血液仿佛都浸着冷意。若非薄雾环绕遮挡，又因距离过远，陆前舟和吕春以及城墙上的弓箭手守卫们能定看到陈琼面上隐隐透着惨白之色。沈宁结翼微垂，黝黑的眼瞳宛若波澜不惊的古潭般，好似沉于雪山之下历经了千万年的久远。突地，他薄唇轻掀，发出了一声嗤笑，随后便见他的唇角愈发上扬，笑声也愈发的夸张了，逐渐变大的笑声传荡在雾色里。在城墙上下，众人心下一惊，眼底都浮现了不解之色，不知沈宁是为何而笑。陆前舟抬起手就要勒令弓箭手们放箭，并肃然地问：沈宁，你说到时候本将拿你被万箭穿心的尸体去问他老战神幻神府的朱雀刀，他可会同意？沈宁并未回答陆前舟的话，依旧在笑，好似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笑得泪水从眼角溢出，他还用手背擦拭去眼尾的泪痕。这一笑把陈琼都笑得有点懵了，不知要做出如何的反应，只得处在原地一动不动。一滴汗沿着陈琼的额角往下流，他闻到了血的味道，顺着雪和雾飘出，仔细闻去，那味道相当浓郁。陈琼想不明白，北幽城内要死多少人才会有这么浓的血腥味？大雪大雾都掩盖不住。箭矢即将离弦，沈宁却是不管不顾，兀自笑着。陆将军，且慢！吕春呼道。陆前舟侧眸，挑起了眉。吕军师何意？先听听他怎么说。吕春垂头往下看，沈宁，你笑什么？我有笑吗？沈宁的笑声宛若变戏法般遮住，不疾不徐，略带几分平稳优雅地擦拭着眼梢的泪。他缓缓地抬起眼帘，眸光幽深地透过冬日的薄雾和阴沉，看向了吕春、陆前舟等人。陆将军所言甚是，我沈宁玩的就是空城计。沈宁大大方方地承认，嗓音微哑，狭长的眸子漫起了一抹绯红，宛若血雾涌动，暗藏着极端的危险。陈琼暗道沈宁疯了，陆前舟和吕春却是变得谨慎。若沈宁装神弄鬼，那还好说，可若是直接承认，显然是别有用心。两人都在沉默地思考沈宁背后的用意。第146章，
江淮州袁家军何在？陆前舟压低声音问吕军师：“这沈宁是什么来头？当真是空城计吗？”不像是。若不是空城计的话，他这又是何意？既然有雄兵相助，为何偏偏只于两人来城前？吕春默然不语，陷入了长久的寂静。雾色逐渐的浓郁，晨曦之光从遥远的东方绽露。吕春轻皱了皱眉，按理来说，沈宁就只有5000人军，若只有5000人的话，他怎么赶来？陈琼如何赶来？那5000人兵马又怎么赶来的？吕春百思不得其解。北幽之事是重中之重，务必小心谨慎。若是耽误了上头的大事，那可就糟糕透顶了。陆前舟往城楼之下的身影看去，试探性地问：“沈宁，说吧，你到底要做什么？”“我要永安公主蓝莲芝。”沈宁怒喝。他脚边是先前杀害陈长命的叛军骑兵的尸体。话音落下之际，一杆银色长枪扎爆了一名骑兵的头颅，血液溅开，染红了冬日的雾色。他将长枪拔出时，鲜血染红了白净的长衣和披风。随后便见他将每一个骑兵的身体都当筛子般扎了好些遍，以至于他的脸上都是死人的血。他舔了舔血液，眼梢的绯红越来越浓，宛若个病态之人。这一举动把陈琼给惊得说不出话来。他侧目看着发疯的沈宁，只觉得自己好似从未认识过对方一般。沈宁，你的冷清冷心之下，到底有着怎样炙热明灭于光火之中的滚烫灵魂？陈琼薄唇紧紧地抿起，呼吸微深。城墙之上，陆前舟、吕春以及一众的守卫们都正愣住。陆前舟偷摸着问：“这沈宁疯了？他要蓝莲芝做什么？”吕春眯起了眸子。沈宁继而发狠的道：“他夺我之爱姓，斥我出顾府，害我沦为全上京城的笑柄。我与顾颖南相识6年，成婚3年，为他顾颖南与父母决裂，从沈家千金沦为一介平庸妇人。他蓝莲芝却在马车之上与顾颖南苟合，我要把他活活的折磨致死，我要一刀一刀割裂掉他的血肉。我要把他的骨头喂给猎犬，将他的脏腑喂给我的战马，我要一口一口将他吃干抹净，方才能解我心头之恨。陆前舟、吕春，把蓝莲芝交给我，我才不管你北幽城杀了多少人，也不管你们2个蛇鼠一窝做了什么，我只要蓝莲芝，只要他一人之命。若不然的话……”沈宁低低的笑了笑，他抬起手来，慢条斯理地擦拭掉了面颊之上深红于雾蒙蒙的血迹，随即缓缓抬眸，悠悠而道：“你北幽叛军俱都烈火烹油，不得好死。”透过雾色看向沈宁眼睛的刹那，陆前舟和吕春都心惊了一下。这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一个疯子，他的所思所想所为都不能用常人的思维去推测。如此，二人便也清楚明白了过来。女人的嫉恨之心，特别是被男人抛弃的女人，通常不会痛恨将自己丢下的男人，而是最恨另一个被称之为狐妹子的女人。把蓝莲芝给他。吕春直接说道。陆前舟点了点头。他们的北幽城就差最后一步，便可大功告成。若沈宁带来的兵马不过，不宜生战。至于吕春，他曾爱而不得，如今亦是因爱生恨。若能把蓝莲芝推下万丈深渊，顺带和沈宁做个交易，何乐而不为呢？吕春一把薅住了蓝莲芝的头发，身体紧贴在蓝莲芝的身上，嘴唇说话的时候每动一下，几乎都擦过了蓝莲芝的耳朵。公主，看看你多遭人嫌，又多遭人恨，相比起沈家小姐，我对你还是太过于仁慈了呀。蓝莲芝浑身发颤，泪珠止不住的往下落。适才将被羞辱时，他都没这般痛苦，如今他的心脏好似一刹那就已千疮百孔。他红着眼睛看向雾里的身影。那日长街，沈宁出手相救，还为他指点迷津，让他找到了求生之路。他走了一遍沈宁当年的路，才走沈宁在家谋生之辛苦，不比他舞刀弄枪来的少。他以为沈宁联系他，如今才知他将沈宁伤到这等程度，又谈何联系？吕春直接将蓝莲芝的衣裳撕裂，把他从城墙之上丢下去的时候，还对沈宁说道：“沈主将，这等烂货，我帮你包了他的遮羞衣，可供将士们享用。那就多谢阁下了。”沈宁一脚踩在蓝莲芝的脸上，居高临下的看过去：“蓝莲芝落到了我的身上，必将你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敢跟我沈宁抢夫君，你就算贵为大齐公主，还不是像蝼蚁一样臣服在我的足底？”说罢，把脚挪开，吩咐道：“陈琼，愣着做什么？还不滚去把他带下去，把他给我活活弄死！”是。陈琼怔了一下，就把蓝莲芝提了起来。蓝莲芝寄到了我的手中，我就不叨扰二位了。沈宁做了作揖。陆前舟等人见沈宁对陈琼态度出奇的差，便是互相对视了眼，心中大为震撼。3年前，沈国山将麒麟军的兵权交给当今圣上，而圣上则让陈老将军的儿子陈禄章来做麒麟军的统领。
陈、沈两家一向不睦，此后更是势同水火。这几年陈家卯足了劲，是要压沈家一头。这陈琼是陈陆章的女儿，陆前舟前些年打过一次交道，傲气得很。陈琼既以沈宁马首是瞻，还这般唯唯诺诺，可见沈宁手中是有不少人。至于这些人从哪里来，就不得而知了。而在战场之上，于行兵之事而言，正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未知才是最可怕凶险的，没人愿意孤注一掷去赌。这陈琼英是心高气傲，他这类人最看不起沈宁这般早早嫁人又早早相离的女人。吕春嗤笑，如今软弱孬种，这沈宁当真来头不小。北幽驻军的副将也立于城墙之上，疑惑地问：既然沈宁来势汹汹，何不让兵马入我北幽之城？他既知北幽屠城之事，又怎敢随意让兵马入北幽？到时候他被打成叛军就算了，沈家的几世英名，精忠卫国，岂非都要毁于一旦？吕春眸光阴鸷，冷声斥道。副将眼神一亮，旋即恍然大悟，露出了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陆前舟用屁股想都能想明白的事，你竟还问出来，日后别说是我陆前舟的人，丢脸。副将讪讪地缩了缩脖子，尴尬而不自在地抓了抓头发，皮笑肉不笑地附和：等等派人去探一下沈宁那边，还是了解的更多才好。吕春说道。副将抱拳：是。却说此时沈宁一行三人走进了大雾之中，沿着林子的方向而去。眼见着后边城墙之上的陆前舟等人完全看不清这里了，沈宁将披风盖在了蓝莲枝的身上。蓝莲枝结一微抖，眸光颤动地注视着沈宁，张了张嘴，却是无法言说，唯有泪水往外狂涌。沈小姐，蓝莲枝低声问，这是？陈琼也有点奇怪，若不如此，那吕春何等聪明之人，陆前舟又虽是个武将，但并非只有匹夫之勇，他胆大心细，熟知兵法谋略一道，岂能骗得过这狼狈为奸的一伙人？沈宁回道。起初他只是想心理博弈，但看到了城墙上的蓝莲枝，便知了新的决策，既能帮蓝莲枝脱险，也能找到更合理合适的说辞。陈琼诧然，你的目的是要帮他？他可是蓝莲枝，他和顾影南如何很重要吗？沈宁反问道。陈琼哑然，却是再一次看不懂沈宁了。非他顾影南丢弃我，是我沈宁舍弃他顾影南，一个垃圾罢了，我何必在乎他的喜怒哀乐？沈宁扶着蓝莲枝往回走，并问道：永安公主，你可是帮神风钱庄来北幽一带讨债，才落入了吕春之手？蓝莲枝惊于沈宁的心细，对沈宁来说倒不是很难猜的事。他当初为了能多赚点钱，经常离京好些个日子，地方越远，欠债之人越难对付，自己最后得到的钱就越多，为生计奔波不可逞。沈宁淡淡道。蓝莲枝紧抿着唇，泪珠夺眶而出。他没想到自己在大宴仅有的数次温暖，都来自于沈宁。蓝莲枝的披风之下，只有一件很薄的亵衣。忽的，有什么东西掉了出来。蓝莲枝惊慌失措，连忙蹲下身子把帕子捡起来。沈宁看见那帕子，眸底有暗芒骤闪而过。他并非同情心泛滥之人，曾也不喜和顾影南携手与共的蓝莲枝。但这个世界并非只有黑白两道颜彩，有时人与人之间的羁绊和矛盾，也非对错二字就能明了。至于陈琼，才看到帕子的那一刻，差点惊得下巴都要掉落在地。那帕子好似是沈宁的。以前沈宁没嫁给顾影南，还在燕京学宫的时候，就只用这样的帕子，还是沈宁自己绣的，绣工不算好，却是独一无二。陈琼沉思之时，亦在风中凌乱，左看看慌张的蓝莲枝，右看看内敛深沉的沈宁，忽而就有些怀疑人生了。事情关系好似都朝荒唐的方向发展而去了，这都叫个什么事啊？陈琼撇了撇嘴，一个帕子罢了，还贴身放着，丢了不就丢了？陈琼故意说，12月的冬天很冷，刺骨的湿冷。蓝莲枝的嘴唇发白，双手也哆哆嗦嗦的，身上起了好几层的鸡皮疙瘩。他将帕子捡起后，才露出了一抹笑，而后似是想到了什么，偷偷藏了起来。我可以丢掉这条命，但绝不会丢掉这个帕子。他说得很坚定，像是说与旁人听。若非沈宁帮忙，他在吕春、陆前舟之流的手中，可想而知会是怎样的不得好死。走了。沈宁浅声道，是一如既往的冷静。陈琼的心情更复杂了，他瞅着沈宁的背影，欲言又止。沈宁如芒在背，只得无奈回头道：生死存亡，北幽城乱，陈小姐的脑子里就只有街头巷尾的密文吗？陈琼耳根子一红，连忙跟上。他哪能不关心北幽之事，偏生眼前这关系太过于奇怪，超乎了他的想象。就连说书的先生都不敢这般编造，才引得了他大部分的注意力。沈主将，宋校尉带着人前来迎接。
适才在城门前，沈宁的声音很高，又用了内力，林子这边也听得见。众人都在想，当真要把蓝莲枝给千刀万剐吗？不曾想这一行3人并无生杀之气。蓝莲枝以为林内至少有数万的兵马，而当他看见只有5000人的行军之后，内心极为震撼。林子里就只有这点人，沈宁竟敢直面北幽城。沈宁吩咐道：“初晨，你和他的身形体格相差不多，把备份的衣裳给永安公主。末了，望向蓝莲枝，这里的干粮和谁也不多，你将就着吃2口，我会给你准备一匹快马。你既是参加过雁齐之战的人，马背上的功夫也不会差。我这里有1袋钱，不多，但够你回上京了。”蓝莲枝望着眼前的钱袋子，摇摇头，裹紧披风往后退了一步：“我不走。”“为何不走？”“我的红缨枪在北幽城，我要拿回来。”蓝莲枝说。“受得住，受得住。”“行。”沈宁不再管蓝莲枝，正准备找宋少卿、王重进这些人谈事，就见众人满面的呆滞。沈宁皱了皱眉，传闻大雁人都洗口舌八卦，如今足以见得真假。行军之时，千钧一发，上到校尉，下到学生脑子里都是些什么？我们先撤进林间深处，北幽那边肯定还会派探子过来，到时候直接杀了，丢到北幽城前震慑吕春。之后，他们定不敢再派人，而我们既能安全应对，北幽城的百姓也能暂免屠戮之苦。宋少卿闻言叹道：“原来沈主将适才在城前就想到了这一步，5000人脑袋都系于我一人之上，不敢不多想。”沈宁面色凝重地道。不多时，果然有好些个探子悄然而至，都是轻功了得的各中好手。可惜5000人行军都极为专注，就等着这瓮中捉鳖的一刻。5个探子的尸体被陈琼骑马丢到了城前。果不其然，吕春不敢再派探子了。傍晚，夕阳西下，江淮州袁家军的支援还没来到，众人焦灼等待。子夜还是没有援军，行军已经头皮发麻。2更天，马匹奔来，一人从马背上摔下，是张何在。宋少卿等人兴奋地迎了上去：“何在？援军何在？”然而看到张何在身后的空荡荡，以及张何在身上的几道箭矢时，心都跟着冷寒了下去。沈宁的心底陡然升起了一股不好的预感。张何在赤红着眼睛说：“袁家军不在江淮州，据说南山出现了山匪，去剿匪去了。我们没有援军。”轰！冬日雪天，有一道无形的雷在众人脑子里炸开，是震耳欲聋的怂。第147章，是人都能退，沈家女儿不可退。陈喜公公不是说了江淮州有袁将军的支援吗？怎么可能没有援军？军光耀大吼出声。宋少卿道：“天不逢时，袁将军竟在这时去剿匪了。”张何在脸色惨白，点头回：“据江淮州的守卫说，袁将军接到军报的前一刻钟，刚好出城剿匪，错失了军报，故而不知北幽叛军之事。袁将军剿匪至今未归，江淮州已经派人去通知袁将军了，但没有个准信。我担心诸位还在等待援军，不知江淮州的真实情况，便不逗留，奔波回北幽之地。”适才还斗志昂扬的行军，这会儿都像是霜打的茄子，彻底蔫了。甄远一屁股坐了下去，边吃干粮边哭：“没有援军怎么打？就靠我们这些人吗？哪能打得过？回上京吧，我还要回家过年呢。这么冷的天，每年冬日我娘都会给我做暖手的小炉子，可暖和了。我要有个3长2短，要我爹我娘可怎么活？我家7代单传，到我这里也就1个儿子，我要死了，岂非让我甄家绝后？”他嚎啕大哭，哭到尽兴，又掰碎了几块干粮去吃，死也要吃饱再说。且不说还能回京过年，当个活人。军光耀的双腿都在打颤，北幽完了呀！回京，即刻回京，回上京去。实在不行，我们去其他地方找援军，总会有的。叛军总能被杀死的。而且北幽屠城已有这么多日了，城内百姓早已死的死，还能死多少呢？沈宁沉默了很久，冷峻的脸庞似是富有寒霜，一双眸子如清月皎皎。沈主将、宋少卿、王重进等人都看向了沈宁，等待着沈宁的决定。沈宁抿紧了唇，久久都一言不发。他扭过头，遥望着北幽城的方向。古老的城池伫立在大雪之中，他听不见雪中的哀鸣，看不见城内的凄惨，但他脑海里久久都挥之不去的是陈长命最后的孤注一掷，那是北幽拼尽全力送出去的希望，还有陈长命身上刻的麒麟图腾，以及陈长命临死之前的轻松。得知沈家沈宁，得知麒麟军将至的轻松，陈长命也好，大燕百姓也罢，都对沈家、对麒麟军有着不容置疑的信任。这一刻很漫长，漫长到沈宁染血的眉宇之间多了些沧桑。何在？他看向了张何在：“你身上的伤从何而来？可是被人追杀？”张何在纵然有伤，但还是抱拳颔首，朝主将行了个礼：“正是被叛军追杀。
你怎么知道那是叛军？沈宁反问。张合在抬眸，无数双眼睛看了过来。随即，张合再回道：属下并未有确凿的证据，但直觉告诉我对方是叛军。如果说对方是江淮州袁将军的人呢？沈宁再次反问。陡然间，满地都是倒抽冷气的声音，有些学生甚至已经毛骨悚然了。有那么一刹那，血液里的冷比外面的冰天雪地还要刻骨，那是来自于人性的博弈。沈宁故作轻松道：当然，谁也不知道追杀者来自何方，正因如此，谁都有可能来追杀你。难道真是袁将军见死不救？难道袁将军也叛变了？军光耀震惊道：不可能啊，我父亲说过，袁将军是刚正不阿的人。一个可能罢了，真相如何，现在的我们谁都说不准。当然，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真相，当务之急是北幽之事。沈宁侧眸看向了蓝莲芝。永安公主，你是从北幽城活着的人，可否将你在北幽看到的一切告知我们？一道道目光俱都汇聚于蓝莲芝的身上。蓝莲芝轻点琴手，而后娓娓道来：北幽城死了半成的人，路上随处可见是尸首，甚至还会侮辱不足10岁的女童。他们还剖开了婴儿骨，想看看婴儿的骨头。他们会看着即将临盆的母亲，用各种惨绝人寰的法子，不让母亲去生孩子，活活难产而死后，去查看里面孩子是否还活着。蓝莲芝将自己看见的都说了出来。他是幸运的，所以他去了鬼门关一趟，竟还能完好无损。今日的北幽城，那就是人间炼狱。蓝莲芝说了一个自己在北幽城所看到的细节。北幽城内有人撕裂衣裳制成锦旗模样，用鲜血写下验字，还有个孩子在母亲的尸体身边，用母亲的血画着不怎么好看的野兽。北幽的叛军问他那是什么野兽，孩子说是麒麟兽，因为母亲生前与他说过，麒麟宋祥瑞，麒麟军会踏破做恶人的首级，他在等麒麟军的到来。孩子把话说完后，北幽叛军就用长枪挑起孩子，作为旗帜挂在长街。5000人行军默然了，只有蓝莲芝清晰的话语声响在众人的耳边。行军士兵和学生只要闭上眼睛，仿佛就能看到北幽城内的惨景，还有半城的百姓。宋少卿说：我们若一走了之，这半城百姓必死无疑；若不走，死的就是半城百姓，外加我们这5000人。有燕京学宫的学生回道。沈宁深吸了一口气，又长叹了一声。他看向了陈琼。你怎么说？沈宁问道。说实在的，我想回上京过年。陈琼杏眸泛红，唇角微微勾起。我是陈禄章之女，还打算成为你麒麟军的统领呢。圣上只给你沈家一个少统领的位置，到时我便是你沈宁的主将，耍一耍大统领的威风。所以我不想死，我要活。沈宁眸色微沉。谁不想活呢？他还想光宗耀一回，他还想在父母膝下尽孝。他沈宁何德何能，有那么好的父母兄长，从小在亲人的关爱之下长大。他还没彻底洗涮掉顾影南给他人生带来的阴霾。但他是沈宁，沈家的女儿，任何人都能退，沈家不能退，沈宁不能退。陈琼又道：但我陈家的女儿生在武将陈家，从小被爷爷教诲，为将之人只有死没有退。但还是那句话，我陈琼想活着，那就宰了北幽那群畜生，再活着回京过年。沈宁立即接过陈琼的话，嗓音铿锵有力，肃杀于风雪之中。第148章，麒麟军第39军，听令！轰！轰！宋少卿当即抱拳，王崇敬紧随其后。麒麟军士兵不约而同地弯腰颔首，拱起双手，数千人的拳掌相碰，打出阵阵罡风和爆响之声。宋少卿沉声道：麒麟军第39军，听令！紫金武堂、天地玄黄4阁的学生们毫不犹豫拱手。紫金学生听神主将之令，他们心中有愤怒之火，愤怒、热血、恨意刺激着他们，勇往直前，向死而去。黄武阁学生王二狗微微一笑，苍凉地说：这是紫金武堂第一次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吾等怎么能做逃兵？当然要圆满完成，才能对得起师长，对得起神主将，对得起即将退休的赫连老先生。燕京学宫的学生还在犹豫。陈琼二话不说，拱手低头：燕京学宫，听主将之令，杀他北幽，救我大燕子民。军光耀、真元几人纷纷抱拳，氛围是连贯性的，就像一点燎原的星星之火，起初并不起眼，但威势很猛，会迅速蔓延到原野的每一寸土地。真远问道：神主将，我们还能回京过年吗？能的。沈宁还是那一句话，我会带你们回去过年。那就够了。真远笑着说：出家人会打诳语，沈家人都不会说谎话。沈宁，我真远信你了，你可别让我真家断子绝孙了。再者，你看我这一身膘肥横肉，那是我娘养了好多年的，我娘说了，是福相，是长命百岁、一世无忧的福相。你娘说的对，是福相。
沈宁的眸子越来越红，回京过年4字，无非就是望梅止渴罢了。而每个人都心如明镜似的。回不去了。军光耀擦了擦泪，这是我第一次跟阎王爷一起过年，不知道地下的规矩跟我们上京一样吗？紫金武堂玄武阁学生之首林秋连忙呸道：呸呸呸，什么阎王爷，什么地下，不要说不吉利的话。沈宁抖掉了破云枪上的血，唇角漫开了一丝笑。与阎王爷过年啊，倒是有趣。他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亲人朋友，甚至还有定国公府燕老夫人的嫡孙女云婉歌，最后竟是一道骚气如狐狸般的身影，富贵到奢靡的人儿。燕云彻，照顾好大白。他在心里无声的嘱咐。沈主将，攻城并非易事，我们要怎么进北幽城？甄远问道。军光耀点头，我们没有攻城之物，难不成爬上去？怕是要被北幽的弓箭手射成筛子了。萧初尘皱了皱眉，若是强行攻城，就算最后把城门破开，我们至少也要死掉70%的人。若能有其他法子打开城门的话，那当然是更好，但太难了。陈欢欢背着刀探，陆前舟何等聪明之人，还有个军师吕春，且都相当谨慎，让他们自己把门打开，怎么可能？最后都看向了沈宁，等待着沈宁的回答。不知不觉中，所有人都把沈宁当成了主心骨，认可了这位暂时接任的主将。沈宁沉吟片刻，当即道：今天都睡个好觉，把剩下的东西都吃了，明早起雾时，宋校尉、陈琼、陈欢欢、萧初尘，你们4人随我去城墙前，让吕春、陆前舟开城门进北幽。到时候北幽城门一旦打开，我们进城之后直接动手。诸位则要在最快的时间里冲进北幽城，跟他们拼杀，背水一战，别无他法。沈宁说罢，众人齐声回是。末了，沈宁看向了蓝莲芝，永安公主，此乃我大燕之事，你是大齐的公主，回去吧。蓝莲芝平了平眉，泛红轻颤的眸子倒映着沈宁冷峻的面庞和深邃又坚毅的眼睛。她好似回到了数年前与沈金峰交战的那一晚，她才发现兄妹俩人的气质竟是这般的相像。我不走。蓝莲芝摇摇头，坚定的拒绝。陈琼说道：沈主将说的对，永安公主，你走吧，若是可以的把北幽之事告知给京都诸人听。蓝莲芝还是摇头，我不会走的。为何？蓝莲芝固执又倔强的回：我的枪丢在了北幽，我要去找回他。在场的行军都听得懂蓝莲芝的弦外之音。话说回来，连被燕国打败的大齐公主都愿为北渊城民出生入死，他们身为大燕上京城，身为大燕的士兵，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冲锋陷阵呢？是夜，风更冷了，刺骨的寒抹不平体内的热血，每个人都吃了一顿饱的，然后好好的睡上一觉。或许这是他们在人间睡的最后一觉，也是最后的一个晚上了。翌日，尚未见天光站于大地之东，就见雾色弥漫于山林之间。行军都已醒来，说是睡了一觉，实则人人都难眠。真远、军光耀他们的眼底挂着浅浅的灰青色，不见疲惫，只见愤然火光跃然于发红的瞳孔。沈宁出发前对着行军说道：诸位，年关将至，大雪封天，北幽起祸乱，战事血未凉，还是那一句话，我们会在来年春日之前回到京都，到时大口喝酒，大口吃肉。他勾唇一笑，手提犹如银月的破云枪，带着宋少卿、萧初尘、陈欢欢以及陈琼4人朝北幽城前走去。数步后，沈宁顿足停下，面朝行军拱手颔首的同时，把腰弯得很低很低。谢了。沈宁永记今日生死不离的相伴之情。他的声音不算大，跟风雪之声交织在了一起，但每个人都听清楚了。随后便见沈宁一行5人直奔北幽城。沈宁直接对北幽城守卫说明了来意，让吕春和陆前舟滚出来，我要见他们2个狗东西。此时城楼之上绑着几10个意图拿着菜刀反杀叛军的北幽城民。陆前舟和吕春正在下棋，赢了的人就能杀死1个城民。沈主将，你此事何意？吕春放下棋子，起身看向城楼之下。何意？沈宁嗤笑，蓝莲芝那狗东西临死之前说你们2人诋毁过我沈宁与顾影南的事。沈主将，你且仔细想想，那蓝莲芝与你势同水火，又对你恨之入骨，这般说实属挑拨，企图你来攻我北幽，从而让我们互相残杀。吕春连忙道。陈琼也说，沈主将，如今有吕军师的话，你总信了吧？那蓝莲芝谎话连篇，哪有真话？纵然吕军师未曾诋毁过我，但这大燕百姓哪一个没有诋毁过我？我恨死了这些人，就因为我看错了人，嫁了个狗东西，这些人就忘记了我沈家祖上的恩德，私下对我的诋毁便如大江大河，数之不尽。沈宁低吼出声，宛若濒临绝望的野兽般。而被绑在城墙之上的北幽子民们听到沈宁的话，
心寒的宛若置身于冰窖之中。他们满眼失望地望着那正在怨天尤人的女子。失落是他们的心声。沈家出此后辈，是他们这一代人无福，是大燕之祸。他们拼尽全力把陈长命送出去的行为，就像是个笑话，天大的笑话啊！第149章，城在人在，城破人亡。吕春听见沈宁宛若野兽般的怒喝之声，微微一怔，旋即和陆前舟对视。沈宁继而悲愤滔天地道：“屠得好，北幽城民就该被屠了。吕军师、陆将军，我想和你们做一个交易。”“什么交易？”陆前舟问。他们都想知道沈宁的葫芦里到底卖着什么药。我要顾颖南的命，我不能以沈家名义去杀顾颖南。家父虽不喜顾颖南的薄情寡性，却因是一代护国战神，不肯做出掉价跌份的事情，不会因为顾颖南的背信弃义就将其斩杀。所以我要你们帮我杀了顾颖南的。二位意下如何？沈宁悠悠抬起眼皮。沈主将，我们与顾将军无冤无仇，而且我们只管北幽之事。陆前舟道：“我把二位当朋友，而今就是二位的待客之道吗？”沈宁怒喝：“我呸！吐唾沫的男人是北幽城民，一个很结实但也遍体鳞伤到浑身不衣变成血色的壮汉。沈家有你，是沈家之耻。沈宁，你不配为沈家女，可恨苍天无眼，让老战神生了你这么个不要脸的女儿。你怎么不去死？你就算死了到了地下，又有何颜面去见沈家的列祖列宗？长命兄弟，你死而有悔，死而有悔啊！叛军屠我北幽，我北幽上有一息可存。沈家出此孽障，是天要亡我北幽啊！天亡我北幽，我北幽该亡，该死啊！”男人说到激动处，涕泗横流整张脸，又哭又笑似疯癫，最后甚至还吐出了一口痛心疾首的怒血。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你是个什么东西？不过是个卑贱的臣民罢了。沈家欠你们的吗？生在沈家欠你们的吗？我生在沈家，既要保家卫国的话，那你等在背后议论我沈宁是非的时候，可有想过我是沈家女儿？尔等罪该万死。说的没错，就是天要亡你北幽，天要亡汝，汝不得不亡。你是个什么东西？一个贱民罢了，也敢说我？吕军师、陆将军，二位，这城门是你自己打开，请我出去看一看，这位胆敢侮辱我的城民，还是让我7万铁骑踏平你北幽呢？沈宁笑得邪肆而又暴虐，像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那等巅峰到让人琢磨不透的极端与固执，就连在他身边的陈琼、宋少卿等人都被惊了一下。就算知晓全部实情的他们，都在怀疑这是不是沈宁原本的模样。吕春二人还在犹豫。二位这等待客之道，沈宁领教。沈宁高高的举起了银色的破云枪，一点寒芒站于城前的薄雾之中。他微微的抬起了下颌，朝着城墙上的这些人露出了笑：“不如一起下地狱吧！杀完你们，屠完北幽，宰了顾颖南那狗东西，我沈宁也算是名垂千古，让后世铭记了。至于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会永远记住我的名字，记住一代枭雄，而非是一个被男人抛弃后孤独无依、遭人诟病的可怜女人。”笑到极致，沈宁的眼眸越来越红，他像是从地下爬出来的厉鬼，让吕春背脊发麻。这人比北幽的刽子手还要可怕。众军听令！沈宁高举长枪，歇斯底里的大喊，那不顾一切的狠厉与冲动，让人不得不警惕。且慢！吕春骤然大喊，而后压低了声音，以最快的速度与陆前舟将军交谈，先稳住沈宁的情绪，让他上来，祸水东引到适才说话的贱民。陆前舟反问道：“若他是故意为了破我们的城门呢？”“不会。”吕春摇摇头，“若他只有5000人军，就算破我城门，也都不过是一群该死的乌合之众，成不了火候。再说了，你真当那些学生们会来北幽找死？若他有7万人军，也不必走这迂回之路，直接攻城的话，北幽必败。”陆前舟，那他要是为了打开城门，减少破城的兵力损失呢？吕春否定道：“若是如此的话，昨日雾起时就该攻城，何必多此一举，等到今日再来呢？他要以这种不费一兵一卒，只论口舌功夫开我北幽城门的话，也该在昨日才对。不过小心驶得万年船，陆将军，开城门时你带着几个精兵跟上，就算对方借此机会攻城，敌方主将不还在我们的手上，他们若是群龙无首，那就是一盘散沙，更不值一提了。因而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我们都不会置身于危险之中。”听到吕春这般说，陆前舟方才放心了。他给了副将一个眼神，示意带上7、8个精兵，然后和一伙守卫共同开城。吕春微笑安抚沈宁的情绪：“沈主将莫急，我们这就为你开城门。北幽有酒名为美人笑，沈将军感兴趣的话，可以喝一口。”闻言，沈宁斜睨一挑眉：“是吗？那本将可得好好尝一尝了。”“沈老将军啊！”被绑在城墙的城民们怒发冲冠，仰头哀嚎：“
你一生英明，南征北战立下赫赫功劳，你出生入死，维护我大燕子民。你马革裹尸九死一生，成就战神之威，却不想出了这么个祸害女儿，败坏沈家英名啊！沈宁，你不配成为沈家的女儿，你不配！这些人骂得正欢，有城墙上的守卫要去阻止这些人。吕春眯了眯眼眸，一个目光扫过去，守卫当即噤若寒蝉。城民们痛心疾首，泪流不止，绝望之色布满了他们的面颊。咔嚓咔嚓，巨大恢宏的2道城门逐渐的打开，偌大的风雪灌入北幽城内，同时浓郁的血腥味充斥进了沈宁等人的鼻腔。陈琼几个差点干呕出声，风的血腥里甚至还有被烧焦的味道。沈宁看着远处摇曳的问光，问道：陆将军，城内为何会有火光？可是在焚尸？哎，焚尸有什么意思？焚烧活人才有意思，都是些贱骨头，死了就死了，一天到晚的叫骂，烦都烦死了。陆前舟道：焚烧活人。沈宁的眼梢愈发的红。宋少卿、萧初晨几人怒不可遏，拼命地遏制着惊涛拍岸般剧烈翻涌的情绪。好玩吗？沈宁问道。那当然是好玩了。陆前舟说，要不是担心沈将军你一身正气，不喜这等事，这火得烧更多人，没想到沈将军是同道中人，早知如此，昨日就该邀沈将军入城欣赏那些贱民的破碎。沈宁不言，他缓缓地抬起眼帘，看向了一处高楼。高楼之上斜插一杆长枪，长间是个小孩的尸体，那孩子左右也就7、8岁的年纪，孩子手里攥着一面用粗布和鲜血做的旌旗，旗面有麒麟图腾，是用血画出来的，都不是正统的画家，一笔一画都是歪歪斜斜的，甚至不像麒麟，有点像燕云车的狗。但麒麟军是刻在沈宁骨子里的信仰，他一眼就能看出那是沈家的麒麟，是这些百姓们心目中的光火。这会儿他看见一个穿着破烂血衣，身上多处见骨道伤的少年，右侧的脚踝处甚至只有骨头没有血肉了。少年他爬到了高楼之上，他从怀里掏出了一面很长的布衣，少年将布衣展开，能够看到一只鲜血火红的麒麟图腾。少年高举旗手，扬起旗帜，歇斯底里的大喊：尔等牲口，害我北幽城民！陆前舟，你不过一介孤儿，吃我北幽百家饭，穿我城内百家衣，你恩将仇报屠北幽城民，老战神不会放过你，沈家不会放过你，麒麟军会踏碎你的骨头，会用你的头颅来祭冬日北幽满城的尸骨未寒。杀了我吧，杀了我吧！你能杀死我，杀死千千万万的我，你踩不断大燕百姓的傲骨，你杀不死北幽城民对大燕的忠心。吾等必会在九泉之下看麒麟铁骑重铸北幽之春。他们相信麒麟军会在春日到来前踏碎叛军们的脊梁。在民间，人们常说，若陷入绝望困境的时候，只要画出麒麟图腾，就会有希望了。少年大扬血色旌旗，热泪从满是鲜血的脸颊流淌下，他只剩下骨头的脚踝看起来触目惊心的。又一个找死的！陆前舟眉头紧皱。是啊，沈宁附和道。徒弟，沈宁攥住破云枪，枪法锋利，直接刺向了陆前舟的眼睛。陆前舟心下一惊，靠着本能躲过了这一枪，但枪尖还是沿着他的太阳穴划出了一条血线。打！沈宁低喝出声。刹那间，只见陈欢欢刀斩守卫，直接横扫一颗头颅出来，鲜血飞溅在他的脸上，他的双手颤抖到冰冷，他的心脏愤怒到痉挛，他的眼睛憎恨地注视着每一个耀武扬威过的叛军。萧初晨剑斩叛军守卫的面棚，鲜血洒在他面颊那侧狰狞可怖的刀疤之上。陈琼直接拔出2把短刀，双刀锋利，见血封喉。宋少卿剑法刁钻毒辣，直捣黄龙。沈宁与拔出大刀的陆前舟缠斗数招之后，身影分离，落在平地之上。却见他目视北幽城内的残肢断骸和血雾封天，用尽毕生之力大喊：今日沈家麒麟军将誓死守卫北幽城民，至死方休。城在人在，城破人亡。陆狗贼，沈家爷爷来斩你的项上狗头了！沈宁蕴满内力的大喝一声，随着风雪激荡传到了很远。少年于高楼热泪盈眶，他在生死之间徘徊，鬼门关里找信仰，凭借着一口怒气坚持到了现在。爹，我等到了，孩儿等到麒麟军了。他望着焚烧活人的火光，笑得眼泪狂涌而出，而后用尽力气摇着手里的麒麟军锦旗，轰！杀！隐于雾林之间的麒麟行军大喊出声。这一刻，不管学生们是来自于紫金武堂还是燕京学宫，他们都是麒麟军，是沈宁的兵。他们愿为北幽百姓抛头颅，洒热血一回，他们愿向死而去光宗耀祖一回。杀！杀！杀死这群狗娘养的叛军！杀了这些畜生！杀呀！
老子跟他们拼了！道道声响，宛若冬日之雷，绽放于城门前。5000人行军卯足了劲，拼了命，迈开双腿朝前一路狂奔。他们提着兵器往前冲，冲进去，杀进去，用血肉之躯搏一缕生机。行军之中还少一人，是张合在。他被人追杀，浑身是伤，原就不适合对战，因而他被派去传递消息了。张合在一路快马加鞭，眼睛通红，不吃不喝的往前去。他要把北幽之事告知给京都。城内，陆前舟和精兵守卫们与沈宁几个展开了搏斗。宋少卿肩上正中2刀，刀刀见骨，血液狂溢。他发了疯往前去，搏命似的拼杀，只为拦住这些人的路，不让他们把城门关上。麒麟军第39军校尉宋少卿会护北幽百姓，直至粉身碎骨，死无葬身。宋少卿大喊到面红耳赤，青筋暴起，目眦欲裂地瞪视着眼前的叛军。陈欢欢、萧初臣更是拼了命的打。沈宁红了眼，独自对上陆前舟还有些吃力。陆前舟杀来一刀，沈宁不顾自己是否被刀砍中，用以命搏命的法子挑起破云枪，刺向了陆前舟的眼睛。陆前舟是北幽的一员猛将，若能斩杀此人，不仅能使士气高涨，他就算是死了也不亏。陆前舟的刀即将斩断沈宁一臂，刀刃落下之际，另一刀顺劈过来，拦住了陆前舟的刀。刀刀相撞，发出让人耳鸣的铿锵爆响。沈宁一枪刺向陆前舟的眼睛，陆前舟反应敏捷，当即躲去。尽管如此，枪也刺破了他的脸颊，挨着骨头割裂皮肉，划出了细微的火花。沈宁侧眸看去，只见挡住陆前舟刀的人正是陈琼。收枪之际，陈琼刚好收刀，两代武将之后互相背对着背，直面于危险。谢了，沈宁低声道。客气。陈琼唇角一勾，眼战金芒。城墙之上，被绑的城民们适才还在骂骂咧咧，这会儿都已目瞪口呆，随即热泪盈眶。而等他们看到只有5000人冲进北幽的时候，心凉了一截，然后燃起了更猛烈的沸腾之火。纵然只有5000人，纵然只有死路一条，也要来北幽城拼命。这就是他们所信仰的麒麟军啊！热泪滚滚流淌，个个8尺男儿在城墙之上泣不成声。他们泪眼模糊地望着冲进城内搏命的士兵与学生们。第150章，能与将军并肩作战，永安无悔。杀！冲！北幽的城门来不及合上，麒麟士兵和武堂学生们总共5000人，用了最快的速度杀进去。北幽有4万的驻军，还都是常年作战、经验丰富的士兵。5000对4万，原就是莫大的悬殊，想赢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是每一个麒麟士兵都在做的事。如今敌方最大的破绽，就是趁住扎北幽的叛军尚未全部到来，能杀多少便是多少。吕春在城墙之上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从头到尾自己都被沈宁给戏耍了。他根本不在乎顾景南的生死，也不在乎民间百姓如何的嘲讽他。他有沈家的铮铮傲骨和与生俱来的气魄，他敢孤身破城门，敢带着区区5000人就来伐他北幽。吕春双手握紧成拳，用力过猛到手背爬出了一条条狰狞的青筋。他咬紧牙关，用赤红到可怕的眼睛愤然地注视着每一个闯进北幽的人。最后他看到了一个让他意外的人，蓝莲芝的手里拿着宋校尉所赠的一把刀，红着眼睛冲进来。曾经与大雁在边关战场针锋相对的他，如今为了保卫大雁子民，不顾自身安危。吕春不可置信地望着蓝莲芝，怎么会？吕春低声喃喃着，就连嘴唇都在发颤。他不信蓝莲芝抢了沈宁的丈夫，沈宁还会放过蓝莲芝，这绝不可能。但事实摆在眼前，他又不得不信。关城门！陆前舟在大喝。吕春紧紧地闭上了眼睛，浓黑的睫羽在快速地颤抖着。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沈宁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把缜密的心思发挥到了极致，计划是何等的精密。此刻想要把城门关上，是何等的难。吕春当下喊道：守住城墙，守住北幽，城门已破，不必再守多做无用之功，不要让他们上来点燃烽火。北幽驻军集结城前，将他们诛杀。他们只有5000人，只有5000人。吕春作为军师多智如妖，是何等聪明之人。他故意大喊只有5000人，不仅自己大喊，还吩咐士兵骑马大喊。他要湮灭麒麟军的威风，提高北幽驻军的士气。此场比消之后，剿灭区区5000人不过是弹指间的事情，但他没想到自己会聪明反被聪明误。北幽城内还有许多的百姓，他们在绝望之中点燃灰烬，找到希望的光火。麒麟军和沈宁的出现，在这个冬日给他们带来了希冀。但当他们听到只有5000人的时候，
心底的震撼根本无法用言语来描述。只有5000人啊，怎么打得过呢？北幽摇摇欲坠，岌岌可危，是将亡的迹象啊！众人耷拉着头颅。一个瘸着腿的中年男人穿着破旧染血的粗衣，他一瘸一拐地走来，振奋地喊道：“沈宁是沈家唯一的女儿，她本可锦衣玉食，富贵荣华享此一生。他们只有5000人，完全不用冲进城来，因为以少敌多是必死的局。但他们还是来了，他们试图把我们还活着的人救出去，哪怕他们会因此葬身此地，我们还有何资格丧失斗志？你们看啊，是麒麟郡。老辈们都说麒麟图腾会带来生的希望，我们有希望了，我们要高兴啊！有人为我们拼命，我们岂能躲在背后像个孬种？”末了，中年男人面红耳赤的歇斯底里大喝道。此时麒麟行军全部进入了城内，负伤的陆前舟趁机溜走，叛军们蜂拥而上。陈琼，沈宁说道：“我们跟这群人拼了，你找机会去点烽火，烽火升天起战事，他城之军必会来到。”是。陈琼喊完，提刀往前冲去。这里下了一场血雨，仅仅1刻钟的时间，沈宁白净的衣裳全红了，是年少那样惊艳了上京的红，他却分不清是敌人的鲜血还是自己的。刺！一把剑刺在他身，沈宁面目发狠，直接一枪从对方的咽喉贯穿。他一脚将敌军守卫的尸体踹开，一手拔出了身上的剑，旋即提枪干净利落地战上北幽的叛军们。他杀死了一个又一个的叛军守卫，他的身上多了一道又一道的伤口。他看见同行10来日的行军士兵和学生们接连倒下，5000战上4万，至少每一个人都要连斩敌军8人才有胜算啊！惨叫声响起，真远厚实的横肉在颤抖，敌人的刀穿过了他的小腹。五个！真远口中不止地吐出了粘稠的鲜血，他瞪着眼睛，颤着声念：他已不顾自己的生死，他用剑砍在了敌人的脸上。六个！真远血红的眼睛流出了源源不断的泪水，恐惧填满了他的心头。他不想死，他要回家。阿娘还在家里等他。阿父说过，他是大理寺少卿唯一的儿子，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他们还说要给他娶媳妇，再生个白白胖胖像他一样善良可爱的儿子，然后延续香火，变成8代单传。当然，如果能儿女成群，那当然再好不过了。噗！2个守卫分别砍向了他。好痛！阿娘，孩儿好痛啊！真远摇摇欲坠，但他不敢倒下。他身上的肉多，他能被多砍几刀。敌人的刀斩在他的肩胛，深入了很多很多。真远忍着剧痛，流着热泪，用刀砍进了那人的胸腔。身后的敌人用剑贯穿了他的胸膛。真远当敌人在身后朝他劈砍第2剑的时候，真远拔出了刀，毫不犹豫扎进了自己的心脏。刀刃从背后穿出了一大截，他直接往后退去，然后把对方压在了地下。与此同时，穿过他身上的剑也穿过了对方的胸膛。阿娘说过，他是个与众不同的胖子，他这一身横肉，上天所赐，是有大用的。鼓，鲜血从真远的咽喉狂涌而出，咕噜咕噜的，让他发不了清晰的声音。他巨大的体重，一声狂飙，把第8个叛军压死了。他睁大了泪光和血光共同四燃的眼睛，在纷乱的人群中去寻找沈宁的身影。他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沈将军，麒麟军第39军真远击杀敌人8个，完成了击杀任务。一片分不清敌我的血洒在了真远的脸上、眼睛上。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眸，血液泯在瞳眸。冬日之光晕染开来，视线变得模糊。生杀的战场忽而变得遥远，所有的声音都越来越远，唯有母亲的声音响在耳畔。母亲的身影出现在光的尽头。我儿真远，日后保不齐是个大将军呢。儿啊，大将军都长你这样的，胖点多好。远远，过年歌。一滴泪从真远的眼尾滑下，洗涤了鬓间的鲜血。阿娘，儿子出息了，儿子杀了8个，儿子的膘肥还压死了1个，儿子有大出息，是大将军。阿娘，儿子回家过年了。真远，军光要歇斯底里的大喊，他红着眼睛流着泪。真远紧闭着眼睛一动不动。死的时候，真远的唇角有温和的笑，好似做了一场美好的梦。真远，沈宁泪眼抹撒，心口猛颤，但面对敌人的斩骨之刀，由不得他多去痛苦难受。他狂压下心底的情绪，将悲伤转化为滔天的愤怒，将怒气和内力结合，汇聚于破云枪，枪挑敌人首级，任由如雨洗涤自己的脸。去死！后侧一名人高马大的叛军守卫张大了嘴，喊到声嘶力竭，
双手高高的举起锋利逼人、寒芒冷冽的长剑，就要狠力地斩向沈宁的后脑勺。沈宁快速取出破云枪，头也不回，直接往后一枪穿过了那人竭力张大的嘴里。下一刻，身轻如燕飞跃而起，拔出长枪往前冲，人挡杀人，魔挡诛魔，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陈琼，跟我走！他率先冲锋，独面敌军百来箭，为陈琼开出一条点燃烽火之路，直逼城墙而去。一支箭矢对准了沈宁，即将射穿沈宁的霎时，就见一道身影猛扑过来，离弦之箭穿过了蓝莲枝的肩胛骨，他嘶的一声倒吸了口凉气。永安！沈宁低吼，能与将军并肩作战一回，永安无悔。蓝莲枝笑着说罢，也不管肩胛骨的长剑，和沈宁一起对战数之不尽的士兵守卫，继而为陈琼开路。城墙之上，吕春手握长弓，看见蓝莲枝皱紧了眉。这会儿，北幽诸军的弓箭手已经集结完毕，于城墙高处往下拉弓搭弦迅猛射箭。沈宁，敢玩我！吕春咬牙切齿，眸底闪烁着暴力的血光。我要你们全军覆没，要你沈国山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一战，沈宁和麒麟行军都必死无疑。等到活擒沈宁，他要一段一段的将此人切碎，方才能解心头之怒。此时被绑着的成民无人注意，沈宁对战之中，从腰间抽出了一把匕首，直接跃于人群之顶，向城墙上投掷而去。匕首竟是精准无误地扎在了绑着成民双手的绳索上，虽也刺破了些成民的手，但成民感觉不到疼痛，当即抓住匕首开始切割绑着自己的绳索。咻咻咻咻！无数的离弦之箭撕裂长空，速度快到极致，像雨点般落到了战场。战场之上，敌军守卫都在撤退，在原处蹲在地上举起盾牌，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像是把麒麟行军都困在了这个包围圈里边，任由箭矢射穿。沈宁手腕转动，快速绽开沈家枪法，大开大合，气势磅礴，似如游龙，打碎了一些箭矢。间隙之时，回头看去，5000人行军已经死了不少的人，但更多的是北幽驻军守卫的尸体。进城的士兵和学生们都没打算走回头路了，此战如风，向死而去，死前能多杀一个是一个。沈宁看着同伴们的尸体，眼睛已然血红。宋校尉、林秋，你们带着人工盾、陈琼、永安、陈欢欢跟我上城墙，杀弓手，点烽火。是。箭雨之中，负伤而行的宋少卿等人竭尽全力喊到面红脖子粗，而后便是兵分两路，一拨人跟着宋少卿直接攻向了以盾来守的敌军，陈琼3人则跟着沈宁上了城墙。陆前舟出现在了城墙街上，带着数百个士兵。沈宁，你当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陆前舟冷笑，很可惜，就算是你那快要见阎王的爹，在我北幽也无力回天，更何况你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丫头片子，还敢狂妄自称大将军，区区5000，不过是继我北幽驻军手中刀。说到最后，陆前舟狰狞的放声大笑。是吗？那便看看是谁先去见阎罗。沈宁大喝，气势绽开，竭尽全力的催动内力，提枪冲上城墙。陆前舟也不是吃素的，带着几百人直接对战。两方对战，显然得是沈宁这边节节败退，而箭雨还在继续，射向了宋少卿等人。箭雨阻挡，盾牌镇压，宋少卿他们实在难以冲出去，而沈宁那里一时半会儿也冲不上城楼。两拨人都像是做困兽之斗，就算对方搞车轮战术，都能把麒麟行军活活拖死。锋锐的箭矢带走了一个又一个士兵和学生，有的学生临死前还在难受自己没能杀死8个守卫，不能死而瞑目，难受自己没能活着回京过年，去跟上京的旧友们诉说今日的战况。北幽驻军守卫士兵们如同瓮中捉鳖，就等麒麟行军们士气萎靡，奄奄一息之际，再冲锋而至，将他们一击毙命。哈哈哈！沈宁，你们完了！陆前舟得意洋洋的大笑出声，脑子里甚至在想如何处理这沈宁。令尊的寿辰快到了吧？到时候我会把令尊的人头送到上京神府，让你们父女俩团圆。沈老将军气性大，为人暴躁，可莫要怒火攻心，两眼一黑就归西而去了。陆前舟的声音如风雪激荡。沈宁阴冷愤然地注视着他，忽的收枪之际说道：陆将军，你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我麒麟军吗？陆前舟疑惑不已，只当沈宁是死到临头还嘴硬罢了。却在这时，城墙之上的城民解开了绑，几十个人拼了命地往沈宁这边冲。沈将军，我们挨住你了！与此同时，北幽城内响动了无数双脚分踏踩地的轰然之声、喊杀声。第151章，两股向死而生的斗志融合在了一起，风声催动，
大地微颤。城墙之上的陆前舟与吕春剧都循声望去，看向了北幽城内，却见一个个老幼妇孺，一个个还活着的壮年男人，或是缺胳膊，或是跛脚，不管是提着厨房的菜刀，还是生锈的铁棍，又或是随便拿了一块砖，又或是赤手空拳。总而言之，北幽城内还活着的百姓们，还能动的百姓们，都朝城门这边的战场冲来。今夜北幽城内的冲锋者，俱是麒麟军。麒麟军远不止5000人，城内城外两股向死而生的斗志融合在了一起，那就是泼天的大火。沈宁浑身浴血，热泪盈眶。他手中的破云枪不再是霁月般的银色，而是血一般的颜彩。城内还有气的将士听令，都给老子杀了这群数典忘祖的狗东西们！沈宁竭尽全力的大声喝道：“杀！”杀声不止，斗志冲天。城门前后因为北幽百姓的加入，开启了新一轮的战斗。守卫们被前后夹击，俨然不能用盾牌攻击。他们的盾形一旦被打散，就得被动的陷入以命搏命、真刀实枪的厮杀。这样一来，高处的弓箭手们就不能像瓮中捉鳖那样用剑刺死掉麒麟军。麒麟行军峰回路转，绝处逢生，尚有一战之力。尤其是当丧失斗志的行军士兵以及学生们，当他们看到城内的百姓都来拼命上阵后，还有什么资格偃旗息鼓？他们的斗志和士气燃烧到了极致的状态。城墙的最东边就是烽火台的位置，有重兵严防死守。陆前舟以及副将等精锐都守在城墙之上。沈宁脚掌踏的飞跃，自高处枪出如龙，直面陆前舟。陆前舟的刀大开大合，虎虎生威，刀刃闪着叫人毛骨悚然的寒光。蓝莲之战上，叛军副将陈欢欢咬着牙用刀斩向敌军，拖住敌人。陈琼，去啊！沈宁大喊。陈琼深深地注视着血雾之中的沈宁，红了一双眼睛，旋即朝烽火台的地方狂奔而去。吕春发号施令道：“弓箭手，守住烽火台，上烽火台者死！”箭如雨下，对准了陈琼。陈琼迅如疾风，东掠西夺，身如流云般穿梭在箭雨之中。而这时，越来越多的人上了城墙去支援陈琼，每个人都只有一个想法：点燃烽火，让狼烟飞天。张合在虽然骑马奔波传递消息，但他来时会被追杀，走时也有极大的可能被追杀。烽火狼烟是此刻借北幽燃眉之急最好的办法。狼烟一起，便能无所顾忌的与北幽城中的守卫战斗至阎王来收命的那一刻。刺啦！一支箭矢没入了陈琼的身体。陈琼继续往前走，40位解绑的城民都在朝弓箭手那里冲去，企图为他挡住箭雨。很快，便是一具被箭矢扎成了刺猬般的尸体掉下来。陈琼距离烽火台也越来越近，他满眼的泪水，疯狂地往前冲去，力气好似要被抽干了，都要提不动刀了。但他不能倒下，不能！陈小姐，宋少卿的声音响起。陈琼立即看去，却见宋少卿和麒麟军士兵王重进等人举着叛军那里夺来的盾牌，挡在陈琼的前边开路。陈琼一面狂奔，一面回头看去，风吹落了他滚烫的泪珠，倒映出惨烈悲壮之景。却见麒麟行军，北幽百姓们竟能和守卫们拼得不相上下。你相信奇迹吗？你见过奇迹吗？当人们不怕死，当斗志昂扬到了最高点，当麒麟旌旗扬起，便会有奇迹的出现。一位麒麟士兵大喊着，便举刀和敌军守卫同归于尽，禀报沈将军，麒麟军第39军罗四志击杀8人，完成任务，可以死了。一位学生身上不知承受了多少刀剑，剑骨的伤口让人看着就头皮发麻。禀报沈将军，麒麟军第39军紫金玄武阁主林秋超额斩杀13人，没给将军丢脸。林秋大笑着，10位守卫的兵器刺进了他的身体，临死之前的那一刻，他依旧在笑，甚至还出剑带走了一个守卫。14个了，但他却不能再禀报将军了。噗！鲜血从林秋的口鼻溢出，他笑着倒了下来。禀报沈将军，麒麟军第39军紫金黄武阁叶敬熙斩杀敌军9人，超额斩杀1人。后面的话却是被从咽喉深处狂涌出的鲜血给挡住了。前后2把刀分别斩于叶敬熙。叶敬熙瞪大了眼睛倒在地上，那短暂的须臾出现了过往的种种。他来上京前曾在故乡的朱雀庙的立誓，定要出人头地，道士衣锦还乡，光耀门楣。后来富贵奢华的上京城充斥着奢靡的气息，但穷苦柴门的后辈摸不到这份奢靡，只能死于阶级的差别。他们曾想仗剑天涯，少年时期便志在四方，胸怀抱负，想要成就一番大业，奈何被现实磨平了棱角，最后得过且过，混吃等死，就这么着一辈子吧。一辈子啊，太长了。长到他在武堂时常看着窗外，做着铁马冰河、吹角连营的梦，心想若能死在战场保家卫国，
也不枉此生。然而梦醒时分，依旧都是碌碌无为的庸人。我叶敬熙啊，也当了一回大将军了呢。谢了，沈爷，圆我昔年一场梦。禀报将军，属下柳天河斩杀8人，死而无憾了。禀报将军，学生于丰年斩杀8人，可以死了。禀报将军，学生王二狗斩杀6人，斩不动了，请求死亡。禀报将军，行军的人数以肉眼可见的数量在减少，士气也一直在疯狂地高涨。吕春难以置信地望着这一幕，行军就这么点人，竟能斩杀这么多的守卫，怎么做到的？吕春慌了。那侧，沈宁深吸了一口气，眼睛红得吓人，心似千疮百孔般的疼痛，道道声音响在耳边，刺激着他将要麻木的神经。疲惫吗？累吗？但还没死，还有一口气，就得打下去。选了这条路，就要料想这一天。生在沈家，便有与生俱来的使命。沈宁一脚踹在陆前舟的满面，随后躲开陆前舟一刀，在地上滚了几圈。他在滚地之际，陆前舟的刀便接连斩来，砰！每斩一下，都会响起一道惊雷般的声音，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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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几个呼吸间，陆前舟宛若砍瓜切菜，疯狂朝沈宁砍下了无数刀。他像是个正在剁肉的屠夫，刚毅的面庞出现了凶悍与冷血。沈宁在地上疯狂地滚，每一次都差点把陆前舟给拦腰折断。最后，陆前舟一刀斩了下来。沈宁滚的之时，在脑子里计算着距离。这一次，他并未继续躲，而是刺出长枪，扎入了陆前舟的眼睛。陆前舟的刀斩在他的胳膊，贴着他右侧臂骨展开了血肉，刀尖在骨头上划出了一条痕迹，疼得他宛若撕心裂肺。但他枪却也刺进了陆前舟的眼睛，连带着颅腔一起贯穿了。陆前舟做梦都没想到，沈宁竟会玩这种搏命的招数，情愿自己挨上一刀，也要弄死他。若只是弄瞎一只眼睛的话，陆前舟尚有一战之力，而若是连带颅腔一起贯穿，那么陆前舟就绝对废了。沈宁像是察觉不到疼痛，血红的眼睛弥漫开了癫狂的笑意，笑到眼泪飞溅。陆狗贼，家父负责身后，倒是你要先一步去见阎王了。到了地下，我妻临行军定不会饶恕你这般作恶之人。陆前舟，去死吧！刺了！沈宁骤把破云枪拔了出来，陆前舟眼睛里的血狂飙而出，他捂着眼睛跌倒在地，鲜血从指缝里流出，颅腔里的痛感宛若有钢刀在狠毒的搅拌。砰！沈宁一脚踹到了陆前舟的面门，使得陆前舟后仰倒地。他跃然而起，持枪似如从天而降般，连人带枪一枪贯穿了陆前舟的咽喉。陆前舟身体狂颤，胸膛起伏不止，咽喉的伤血腥异常，心脏在飞速痉挛。他瞪大到几乎涣散的棕色瞳眸里倒映出了沈宁神情残忍发狠的面庞。临死前的那一刻，陆前舟的眸子充斥着恐惧之色。上一次这般恐惧心悸之时，还是许多年前面对老战神沈国山的时候。陆前舟嘴唇颤动吐血，想要说些什么，却是发不出任何的音。沈宁冷眼望着他在破云枪下渐渐失去了生机，而后动作迅速地将破云枪拔出来，咔嚓，骨裂之声悚然而响，让闻者头皮发麻，心惊不止。只见蓝莲之手中的刀从上而下，一刀斩断了陆前舟的头颅，最后一脚将其踹起来，刚好被沈宁伸手接住。两人相视了眼，此时无声胜有声，一切尽在不言中，默契于无形。沈宁随即提着陆前舟头颅穿梭于厮杀的血雾之中，最后立于至高处俯瞰下去，大喝道：叛军贼子主将陆前舟已死，尔等还不束手就擒！吕春震惊于陆前舟的死亡，不敢相信作为一城驻军之首的陆前舟竟会死在一个黄毛丫头的手上。而且他还听说沈家沈宁数年前因为给顾颖南挡下致命一击，导致右手再也不能握刀不说，实力还直接倒退到了最低谷。吕春咽了咽口水，旋即回过神来，逐渐清醒，强压下心底的惊惶，用尽力气狂喝出声：既为叛军，就是诛杀九族的大罪。此时拼搏将麒麟军斩杀尚有一线生机，若是归降，便就只有死路一条。当真能信他沈宁嘴上的鬼话吗？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战之力了，杀吧，杀啊！给陆将军报仇雪恨，给陆将军报仇雪恨！剩下的守卫们不约而同的齐声喝道。他们屠杀了北幽城民，他们自知自己犯下了怎样的罪孽，大燕的百姓和将士们都不会放过他们。皇室为了平息子民们的怒火，会将他们一个个都推上断头台，斩死麒麟行军和北幽百姓，不留一个活口。跟着吕春上还有一线生机。沈宁将陆前舟的头颅丢掉吕春的身上，手提长枪直逼吕春。
吕春虽是北幽驻军的军师，却也是了不得的弓箭手，但弓手一类多是远程攻击，最怕近战之人。吕春见状，迅速推到了最后，几十个叛军守卫把沈宁团团围住。沈宁已然透支了太多的体力，仅凭着一口怒气吊着，身上不知流了多少血，中了多少的刀和剑，他手里的破云枪又斩杀了多少人。将军，蓝莲枝和陈欢欢到了沈宁的身旁，三人呈三角方位，背部对着背部，互相攻向前方守卫。每个人都是遍体鳞伤，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越来越多的人倒下，有麒麟行军，有叛军守卫。宋校尉！陈琼声嘶力竭地大喊。烽火台前，盾牌已破，宋少卿、王重进这些人以血肉之躯为盾，为陈琼挡住了无数支箭矢。宋少卿的脸上甚至都插了一支箭，前身更是插满了箭矢。他回过头来喊：快！砰！宋少卿膝盖触地，兵器也插在地上。他保持着单膝跪地的姿势，低下了头，但没有倒下，死也没有倒下。禀报沈将军，麒麟军第39军校尉斩杀82人，不负老战神提携之恩。老战神，小姐长大了，有你当年之勇。当年翠微山一战，宋少卿还只是个小士兵，不是如今的校尉。他是翠微山的幸存者，曾在翠微山坐在尸体堆里嚎啕大哭。是老战神走过来安慰他，朝他伸出了手。后来宋少卿打了胜仗回来，恰逢沈宁小姐出生，沈家灯火通明，喜庆得很。少卿，你抱抱我沈家小妾，她叫阿宁。沈宁真是个好听的名字。宋少卿笑了，小心翼翼地接过了软糯奶白的孩子，心里也跟着柔软。跪在烽火台而死的宋少卿也笑了。今日的沈小姐当得起老战神之女，沈家有后如此，他宋少卿死而无憾，死也高兴。陈琼泪流满面地点燃了烽火，狼烟燃起的时候，遍体鳞伤的他两眼一黑，从烽火台上点燃了下去。我陈琼啊，要活着回去当麒麟军少统领。沈宁，陈家女儿不比你差。陈琼累得不管生死，只想大睡一觉。沈宁热泪流出，继而狂战。他不顾自己身上被砍了多少刀，他吊着一口气，见人就砍，砍刀手已发麻，砍到血如雨下。他的心已冰冷，敌人的鲜血却还是温热的。天黑了，天又亮了，厮杀还在继续。麒麟行军就剩下500人，敌军守卫也只剩下几千。这一仗打得北幽叛军头皮发麻，就算亲眼目睹了麒麟行军的可怖，却还是想说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沈宁，你们已是强弩之末了。吕春说道。虽然麒麟行军都有以一敌10的实力，但麒麟行军都已被掏空了精力，剩下的几千守卫却都是精神抖擞的。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活捉沈宁，她是沈家的女儿，擒到了她，供将士们玩乐。吕春激愤地喊道，至于那些死去的女人，也都是你们的。吕春用最恶心的法子刺激着这些士兵，他也清楚必须尽快结束战斗了。轰！城外地动山摇，10万雄师兵临城下，狼烟升起，血腥味在城外都觉得冲鼻。城外的将士们双手握拳，那是愤然不已。而当他们得知这是5000行军打出来的结果，心里的震撼难以言喻。将军，天亮了。蓝莲枝浑身是血，露出了温和的笑。是啊，天亮了。沈宁笑着流出热泪滚烫。半城百姓保下了一半，而这一半里还有许多北幽的小孩和婴儿都被藏在各家屋子的深处，那是北幽的未来。第152章，异姓王东方寒。城外的10万雄师乃是从大雁边关而来的东晋军，由异姓王爷东方寒所率领，从大雁东进而来，前往上京城，准备在过年之时给上京城民展示一下东晋雄风。他们去往上京城的路线原是不经过江淮北幽一带的，是看到烽火四起，便调转了方向来北幽。而这时沈云带着一列兵马赶来了北境城，他们用了最快的速度，却还是慢了一步。跟着沈云的这一列兵马原是要执行别的任务，是被临时调动来北幽的。平日里他们都是沈云的暗部，如今算是彻底暴露于人前了，只是为了一个叫做沈宁的女子罢了。路上心中多有不满，只是碍于大宗师的威严，不敢吐露出来。让他们诧然的是，大宗师从来没对谁对哪个地方这般在乎过，而让他们看到北幽的惨状，俱都懊悔不已，恨自己没能早点出发。沈云身穿金纹黑袍，披着偌大的墨色披风，面具遮住了他隐隐透白的脸色。北幽怎么会是这样？身后传来了众人的声音。上京的5000行军竟然能和北幽数万军队打成这般战况，该早点来的，该再早点的。江淮州原不城不是有5万精兵吗？他是干什么吃的？充斥怒火的声音
响彻于城门内外。沈大宗师，异姓王东方寒紫色蟒袍着身，朝沈云点了点头。沈云抿唇不语，眼睛紧盯着城内的一道身影看。那人浑身是血，道道伤口俱已见骨，一身的白衣从上到下全然血红，就连那银色的长枪都是暗红的。他满脸的鲜血，头发上都是，已经看不清了本来的面目。沈宁看见东方寒与沈云，眼眶湿润，沙哑着声音喊道：“北幽驻军将领路黔州，与军师吕春叛变，用山火阻挡我军路程，封闭城门于大雾之中，屠杀百姓，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陆黔州已死，吕春及剩下的叛军，还请二位诛之，让我死去的麒麟军士兵和北幽城民权下有之从而瞑目，而非遗憾上路，恨不能绝。”他的嗓子沙哑到了极致，喊到最后几乎都是破音。东方寒大为震撼，连忙道：“好，剩下的事交给我与沈云大宗师。姑娘是何方人士？”末了，他问：“麒麟军第39军将领沈宁。”他回：“他就是沈宁。”东方寒一怔，心中长叹不止，赞赏沈家之后都是心怀大义的英勇之人。东方寒身后的东晋军将士和沈云带来的暗部兵马再一次的震撼。他刚要走过去，就见沈云一挥手，暗部兵马冲进北幽，肆虐屠戮北幽残余的叛军们。人影重重，破晓之光洒落在残肢断骸浮于道道血泊的战场之上。沈云跃然而出，似若流风回雪，又好似此间天地最浓墨重彩的山水，旋即来到了沈宁的面前。沈宁盯着男人面具之上的眼睛看，一字一字艰难地道：“救人，能救一个是一个。”他的眼睛越来越红，眼前也愈发眩晕，天和地都倒了过来。晨曦的破晓之光刺得他眼睛生疼，像是一层厚实的迷雾笼罩在面前，阻绝了他的视线，让他再难看的真切。视觉逐渐的发黑，透支到精疲力尽的他，快要流干鲜血的他，微笑着倒下。小胖子，宋校尉，叶静熙，我们能回京过年了。最后残留的意识里，他倒在了一个温暖且是强而有力的怀抱，抱着他的那一双手在发颤，随即便是野兽般的低吼声。路条，在暗部兵马里作为顶尖医师的青年路条翻身下马，跌跌撞撞的而来。快找个地方把他放好了。路条急忙道。燕云彻步伐匆匆，将沈宁放在了附近空荡荡屋子里的床榻上，还没把沈宁放下，就听见床榻下面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路条看了眼燕云彻，而后将被子掀开，床盖打开，在里面看到了个虚弱无比的婴儿，出生约莫2-3个月，正满面通红，歇斯底里的哭着。北幽城民用心良苦。路条哽咽的说完，将婴儿抱出，把床盖覆上。燕云彻细心温柔的将沈宁放在了床榻。路条，我把这孩子带出去让人医治，莫要吵到了沈将军。过来。燕云彻低声说，把孩子放在沈将军的身边。路条疑惑不解的望着燕云彻，但还是照做了，小心翼翼的抱着孩子放在沈宁的身边。不知怎的，小孩到了满身血腥味的沈宁身边，小手抓住了沈宁破烂的衣角，哭声和挣扎的动作竟是渐渐变小了。他会喜欢这个孩子的。燕云彻眸光温和，压抑着万般的沉痛，用最温柔的声线低声说道：“婴儿的啼哭声是北幽浴火新生的希望，是沈宁带着麒麟39军厮杀出来的结果。治好他，不惜一切。”燕云彻说罢，迈动了修长的双腿，踏步朝屋外走去。叛军们被团团围住，面对实力悬殊的敌人，他们缴械投降，只盼望能换得一线生机。不要啊，我们还不想死，是陆黔州和吕春逼我们这么干的。我们都是大雁的将士，我们也不想啊，上头做什么我们就跟着做什么，吾等皆是蝼蚁，只能这么做啊，这怪不到我们啊。吕春则趁这个时候耍着了得的轻功，背着弓箭欲要逃离此处危险之地。他运满内力，飞快地逃走，似疾风般掠过北幽的高楼之上。忽的一道身影踏风而来，一个呼吸间就已瞬闪到了他的面前，爆发出满身的肃杀之气。吕春心头猛颤，一股凉意浸透遍体的血液直冲天灵盖。他呼吸微滞，恐惧万分地看向了男人的背影。男人手执一把锋芒闪耀的星辰剑，在晨光的照射下泛起了细碎的微光。燕云彻一寸寸地回过头来，阴冷势利的眼眸注视着吕春。扑通！吕春博览群书，文武双全，善谋略，但再是能耐的他，在大宗师面前便如足下蝼蚁般不值一提。他当即屈膝跪了下去，若为生命故，尊严气魄两者皆可抛。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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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吕春四肢并用，匍匐在地，拼命地用额头撞击地面，磕得头血流也不敢停。他也不知磕了多少下，只知用足了劲道。到了最后，
额头的血肉宛若烂泥，森森白骨都展露了出来，可谓是惊悚又吓人。大宗师，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你放我一马，留我一条狗命，我将会用我的余生去忏悔。好啊！吕春以为自己听错了，随即抬起血肉模糊的头来，满面欣喜道，狰狞扭曲地望向了说话的男人，却见一道寒冽的剑光闪在眼前，星辰剑霎时斩断了吕春左侧的一条胳膊。哎呀！鲜血飞溅而出，吕春疼的面庞煞白到毫无血色，额头悚然溢出的汗珠顺着脸庞往下流淌。他近乎涣散般的瞪大了赤红的眼眸，惊惧地望着犹若断头台上刽子手般的大宗师。那就好好的活着，用你的余生来忏悔吧。燕云彻话音落下，剑光闪烁，一剑之下又斩吕春一臂。失去双臂的吕春倒在了从自己身上流出去的血泊里，仰头的刹那，流血的剑尖近距离地指向了他，血液沿着剑刃往下流淌，汇聚成珠，滴落进了吕春的眼睛里。随后剑尖继续往前，随着吕春撕心裂肺般的惨叫声响起，星辰剑尖便刺破了吕春的眼球。吕春疼到口中狂吐鲜血，竭力张大了嘴，腿部就要抬起来的时候，男人的脚掌直接踩在了他的膝盖骨上。脚掌扭动的时候，内力蕴满，劲道十足，宛若钢铁般的力量，直接将吕春的膝盖骨一点一点的踩碎了。如若人间有活阎罗的话，那一定是眼前的男人。吕春仿佛直面死神般，纵然他想咬舌自尽，却被对方一剑连牙带舌直接挑断。最后残忍的发号施令道：带下去，好好的养着，恰好本座那里需要个用来泡酒的人。吕军师虽然长得磕碜了点，不过也能勉强试试。男人的面具底下扯出了一抹冷血的笑，说话的声线，看着吕春的眼神都是完全不含温情的，像他的剑一样。吕春瞳眸紧缩，用还完好无损的一条腿拼命地蹬着地面，挣扎着想要逃离这个男人。他害怕极了，当他在用尽各种方法折磨北幽百姓的时候，他只感到前所未有的痛快，而当时抱着的他变成了受虐者，他只会是无以复加的害怕。暗部兵马来了2个身强力壮的人，直接把肢体残缺的吕春提起拖走，在地上拖出了一条长长的触目惊心的血线。吕春疯狂地摇着头，鲜血居从口鼻处往外溢，他绝望透顶，他万念俱灰，他甚至还有一丝懊悔，却已是来不及了。他再也洗不清双手沾染的罪业与血腥了。燕云撤手执长剑，看向了被围剿的叛军们。叛军们有的涕泗横流，跪地求饶，诉说着自己的无辜；有的瑟瑟发抖，诚惶诚恐，半晌都发不出一个音来，哪里还见半点屠城之时的嚣张气焰？王爷怎么做？下属问向了东方寒。东方寒沉默着不发一言，目光自数千的叛军身上掠过。将者不杀，是列国交锋之际不成文的规矩，唯有暴虐成性者才会连俘虏和投降者都不放过。东方寒思考了一会儿，却见叛军的后边一人缓步而来，冷眼地望向了一名跪地哭求饶的叛军守卫，嗓音凛冽地问道：你腰上挂着的是什么？一番话吸引了无数人的注意力。叛军守卫的腰部上像是炫耀战利品般挂着一个森白的东西，像是骨头还是婴儿骨？适才还在叫苦连天哀嚎求饶的叛军守卫当即慌慌张张的语无伦次，目光都有些闪躲。这是试了个半天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你们残杀孩子，并剥掉孩子的骨头，用刀刃切割成自己满意的形状，挂在腰间作为战利品肆意的需要着，这些都是陆前舟和吕春逼迫的吗？沈将军带着麒麟39军入城的时候，你们完全可以放弃抵抗，若你们心怀仁慈，沈将军会不放过你们吗？这天下的百姓会不放过你们吗？你们和陆前舟、吕春是一丘之貉，他们该死，杀人无数手染鲜血的你们又何尝不是罪该万死？东方还不杀你们，本座来杀，因为你们罪该死。声音低沉，伴随着一阵呼啸而过的寒风，只见燕云彻原地消失不见了。下一刻，他瞬闪到了那腰配阴骨战利品的叛军守卫的身后，几十道剑光在一刻之间骤闪而过，却见叛军守卫身上出现了无数条错综复杂的血线，最后一道浑厚的力量在守卫的躯壳里面炸开，将其炸成了血雾。东方寒眸光一闪，呼吸微滞，紧缩着眼睛去看燕云彻秀其挺拔的身影，心中暗惊，好可怕的内力，这就是传闻中的大宗师境吗？而跟着燕云彻来的暗部兵马之中，1-2个领头的青年看着燕云彻是欲言又止，既愤怒于叛军们的残忍，又担心燕云彻。燕云彻虽是大宗师，但自小被灌了毒，每月必发作一次，需要及时把毒素逼出体外才行。他前些天刚好准备闭关逼出体内的毒素，却因闭关前多看了眼少女失踪案，
发现各城失踪的女孩有些去了北幽城。就因这一条没头没脑的线索，燕云彻便不顾多年部署，调动暗部兵马，集结城外，直奔北幽。咻！燕云彻的身影瞬闪而过，每一次的瞬闪之后，就会有一个叛军守卫被雄浑的内力和大宗师剑光给分裂成血雾。他在血雾之中穿梭，面具倒映光泽，一双幽暗深邃的眼眸翻涌起惊涛拍岸般的杀伐之气。叛军守卫们越来越绝望，一如前些日死于各种残酷虐待之下的北幽城民。九幽黄泉路，仿若能听见死去亡魂的笑叹声。第153章，九死一生活下来，掌中血怕不肯弃。守卫们的脸上、眼睛里渐渐浮起惊悚的害怕，只是还不等他们求饶，就见星辰之剑凌空斩来，速度之快，力量之猛，柔弱审判。大宗师的力量结合剑到巅峰，叛军守卫皆化作了一坨坨的红色之雾，染红了北幽的风。最后剑斩数千之人，血雾似欲封城。他缓缓抬眸，淡漠如水地看向了东方寒，就跟大燕的皇帝说，这些狗东西是本座杀的，降者不杀是规矩，纵然要杀也得请示一国之主，这也是规矩。东方寒嘴唇微张，深深地注视着沈云。朝阳王。燕云彻薄唇轻掀，继而缓声道，你的东晋军里应当有衣尸不少，都拿出来救人。这是自然。东方寒点了点头。燕云彻内力一抖，涌过全身，洗涤掉了全部的血腥气息，方才干干净净的去了沈宁那里。朝阳王东方寒看着燕云彻的背影，扭头问下属，沈将军可还能活？有点悬。下属回道，估计就只有2成的可能吧，身上的伤太重了。沈将军若能活着，他日必然也女承父业，成为大燕的战神，得到朱雀刀的传承。东方寒长叹了一口气，沈将军那边交给大宗师吧，如沈将军所说，能救一个是一个了，就算是尸体也要多看几眼，哪怕有一点的呼吸都要救。是。下属抱拳回道。见东方寒也要加入寻找活人的队伍里，便说，王爷，这些事让属下们来做就好了。我虽是朝阳王，又与常人有何区别？老战神的女儿尚能不顾自己生死，本王又何必在乎这点子小家子气的东西？东方寒说罢，便去找人救人，任由冰冷尸体的脏污鲜血弄脏了他的青色蟒袍。他带来的东晋军都在北幽城来处理战后之事。燕云彻的暗部一没闲着，有了2拨人的支援，平静血腥的北幽城，一切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北幽还活着的百姓们看着友好的东晋将士和暗部之人，都神情恍惚的好似做梦般，末了多是热泪上头，喜极而泣，泪水糊了满面，还不忘笑。但在看到麒麟行军的尸体时，却又陷入了长久的沉默。砰！跪地磕头之声络绎不绝地响起，每一个还活着的北幽百姓都对着麒麟行军的尸体下跪磕头。有失去丈夫的母亲按着自己孩子的头到地上一起匍匐了下去。这边烽火台下还有2个活的，快来！东方寒抱起了一个，焦急地喊道。他抱起的正是大齐永安公主蓝莲芝，而剩下被东晋士兵抬走的则是陈家的女儿陈琼。这2人都是命悬一线，凶多吉少的状态，定要不遗余力去治。东方寒把蓝莲芝交给医师后松了口气，这会儿他才看见蓝莲芝伤口见骨血肉模糊的手上紧攥着一个血红色的帕子。有东晋士兵尝试着把帕子拿下来，但惊人的是，昏厥过去的蓝莲芝竟有这么大的力道。让他拿着吧。东方寒说，或许于他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但也要帮他守好，莫要弄丢了，否则他9死1生活下来还得多个遗憾，那可就太不好了。王爷，这位好像是什么？是大齐的永安公主蓝莲芝。闻言，东方寒微微一怔，旋即反问，何以见得？王爷您看他受伤的手臂那里纹有木樨花的图腾，木樨花是大齐国花，皇室嫡系都会在满月之时用特殊的秘法刻上。我们大燕境内若说有大齐皇室的嫡系，那不就是跟着顾将军来大燕的永安公主吗？顾颖南和永安公主的事早已传遍了大燕的每个角落，再加上沈宁3人的爱恨情仇，都不知出了多少个离奇的小道故事，传到后世那就是野史了。下属又道，说来也是奇怪，这位永安公主不在顾将军的府上享清福，不和沈将军互相憎恨，竟还跟着沈将军在北幽城与叛军厮杀。女孩的手臂纵是受伤被医治，也不要随便去看。东方寒拧着眉说，是。下属赶忙收回了眼神，只是他没看，王爷怎么还在看？下属撇撇嘴，只敢在心底腹诽。是夜，穴位尚未退去，若非被东晋雄狮和沈云暗部的填充，北幽只怕是如一座孤城。
后半夜的时候，暗部兵马和东晋将士的步伐都急促了起来，分别去见东方寒和沈云。燕云彻正坐在床榻边，颓废低沉地看着路条忙前忙后。他见路条医师眉头紧蹙，自己的血液仿佛也浸着冰寒的霜。暗部领队之一的追风急冲冲而来，燕云彻风轻云淡地看了他一眼，压迫感从骨子里迸发。追风喉结滚动，猛咽口水，让自己变得缓慢沉稳，说：“尊上，我们的人和朝阳王的人都在北幽南边发现了一处密室。据我们观察，那密室异常的大，就像是一座宫殿。但密室里机关重重，暗格很多，复杂程度极难解开。”追风急道：“在列国江湖之中，武道实力抵达了大宗师的人，都会被统称为尊，即是九五之尊，也在万人之上。”燕云彻似是没有听到追风的话，而是问向满头大汗的路条：“怎么样？”路条看着漫不经心的燕云彻，脸色却是惨白了下去。很危险，沈将军失血过多，又透支内力精元过多，骨头还断了很多。有几成活？3成。治吧，需要什么？跟本座说。燕云彻讳莫如深的眸连起了痛色，淡声道：“他很重要。”路条和追风俱是心下一惊，他们跟着大宗师这么多年，只知大宗师冷情冷心，视万事为无物，不曾对人特殊过。沈将军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燕云彻缓缓地站起了身，抬步往屋外走去。追风愣了一下，才迅速跟上燕云彻，前往北幽以南的密室之地。一路上喋喋不休的：“尊上，你放心，沈将军吉人自有天相，定会好好的。”燕云彻想到了他刚刚记事的时候，同父同母的皇兄躺在床榻奄奄一息。旁人说完皇兄吉人自有天相后的次日，皇兄就没了。追风又说：“尊上，属下略懂面相，沈将军的面相一看就是要长命百岁的呢。”燕云彻亲手斩掉母亲首级前的半个月，是母亲的生辰，他还奶声奶气的祝母亲长命百岁。沈将军对尊上这般重要，他日后定会陪尊上很久很久。从前父皇面目慈和的与他说，要看他长大，看他成为大宗师，看他娶妻生子。后来父皇不成人样的了，跪在地上求他杀了朕。吾儿云彻杀了朕，父皇求你了。这人间可真好啊。燕云彻如是想着，他总是一次一次的失去最重要的人。燕云彻低低的笑了笑，眼眸多了一抹诗意，旋即蔓延开了嗜血危险的红，像疯子，也像个屠夫，甚至还点偏执的病态。却说追风原是想宽慰燕云彻2句，让尊上高兴高兴，但他不知怎么回事，宽慰着宽慰着，尊上就一副要吃人的样子，吓得追风把头压得很低，不敢去看燕云彻的眼睛，脑子里在思考，莫不是自己安慰的还不够猛烈。北幽南边藏有密室的府邸之处，东方寒带着人等候已久。沈尊，这密室我观察过，相当的危险。东方寒皱着眉，无比凝重严肃地说道：“如若本王没猜错的话，这密室的机关建造是出自于失传已久的塞班39格，排在机关榜前5，暗格之复杂，堪称恐怖如斯，稍有不慎就会被反噬的万劫不复，就算是大宗师也要小心谨慎。”说到这里，东方寒除了自己的将士以外，连带着暗部的人一同提醒道：“大家听本王说，切莫要随意走动，且等本王与沈尊静下来好好的思量个对策后，再做接下来的。”话还没说完，就见轰的一声，一道剑光如日4月骤闪而过，机关暗格被大宗师手里的星辰剑给劈砍得破碎成齑粉，内力一轰，齑粉变作尘烟散。燕云彻踏步走进尘烟里面，沿着像牙白的阶梯进入了密室通道。追风带着暗部的人迅速跟上，徒留下了东方寒和自家将士们面面相觑。可东方寒尴尬地道：“事实证明，再厉害的机关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也是不堪一击的。你们都学到了没？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才能茁壮自身，丰富心境。”众将士，东方寒父又干咳了几声，才跟上燕云彻、追风等人脚底抹油似的进了密室里边，走过环形的象牙阶梯，点亮了一把把火，在火光的映照下，众人方才看清了整座密室的景象。而这时几乎都是呼吸一滞，倒抽冷气，震惊于这地下密室当真大的宛若个宫殿。只可惜有没富丽堂皇的奢华，只有这一排排的牢笼，牢笼里边竟都是些形如枯槁的年轻女孩，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了，眼窝深得青黑，眸子都是无神的。他们是……东方寒震惊了，一眼望去，密密麻麻的牢笼和女孩，让他心底里顿生寒意，就连头皮都在发麻了。朝阳王可曾听说过各地女孩的失踪悬案？燕云彻问。略知一二，从有人口中听过，但所知不多。东方寒道：“现在你能结案了。”燕云彻耷拉着黑羽般的结翼，剑眉浅浅的蹙起。
体内的毒性因为没能及时逼出体外，便如炽烈滚烫的火焰，燃烧他的五脏六腑，又好似蛊虫钻进他的骨髓里边啃噬。燕云彻强压下痛感，镇定地处理密室地宫之事。这是沈宁拼死保下的北幽，这些女孩是麒麟行军用鲜血换来的，快去把她们放出来！东方寒道。不急，沈尊，他们都已经这样了，怎么能不急？先看看他们的身体状况。燕云彻道，北幽屠城是假，这些进入北幽的失踪女孩才是屠城的目睹。他们用屠城来掩盖这桩案子，但也激发了陆前舟、吕春乃至于叛军的阴暗面，所以他们并不满足于最简单的屠城，他们虐待、摧残来刺激着自己的麻木。到底是谁？东方寒怒了，他脑子再差也能想明白，能做到这一切的绝不会陆前舟和吕春，这两人还没那么大的本事。此时追风上前，隔着牢笼问道：小姑娘，你可知发生了什么？蓦人回答他：你们能听得见吗？还是没人回答他。追风便用随身携带的兵器短刀将牢笼铁栅上的锁斩断，然后把牢门打开。他还没进去，就见里面瘦得不成人样的女孩们扑向了追风，用嘴就要去啃追风身上的肉。轰！燕云彻袖袍一挥，内力大展，让追风重获了自由。追风迅速把牢门关上，里边的女孩却像是疯了一样，疯狂地往外扑，手也竭力地往外伸，就像是蔓延在血管里的毒素般。其他牢笼的女孩也都疯了似的发出凄惨的叫声，不停地用脑子撞向牢笼。而这一刻，东方寒才明白燕云彻为何阻止自己把这些女孩都释放出来了。可想而知，若这么多的人一同发疯，该是怎样的场景？沈尊，现在要怎么做？东方寒问道。准备食物，清点人数，汇报朝廷。燕云彻道，地下密室建造的如此之大，或许就是为了他们，既是如此，这里边就应该有喂饱他们的食物。东方寒点点头，着手开始处理此事。许久，清点完人数的东方寒心下一惊，3982人，这地下密室内竟有这么多的女孩。东方寒战声道，少女失踪案却没这么多的人数啊。燕云彻淡声说，世人所知的都是有家人在衙门里报了案的，没有报案的比比皆是，无父无母的孤女数不胜数，不被衙门受理控诉无门的应当也有不少。东方寒瞪大了双目，追风等人的心情愈发沉重。东方寒咬牙切齿，暗骂道，本王定要找到背后的真相，将其绳之以法。竟能做出这般惨绝人寰的事情来，当真不怕天谴吗？燕云彻，世上若有天谴，北幽百姓就不会被屠，麒麟行军的英雄也不会牺牲。第154章，去遥远的地方见神山之女。燕云彻的话让东方寒在内的众人周身都泛起了彻骨的寒意。所谓天谴恶报，都是安慰自己罢了。从古到今，只闻祸害1000年，好人不长命。只见麻绳只在细处断，厄运专挑苦命人，而作恶者只靠昧着良心就能混得风生水起。圣上定会为这些女孩和北幽城民做主的。东方寒低声道。燕云彻并未接他的话茬，而是沉默地走出了密室。此时暗部手下之一名为竹殿的人来向燕云彻汇报，尊上，麒麟行军共有5014人，4415人，活499人，而且活下来的人都是紫金和燕京武堂的学生，麒麟军第39军全军覆没。竹殿的心情格外沉重，就连声线都在发颤。活着的人伤势如何？很是惨烈，都是重伤，且都在救治之中。好在我们的人里，医师来得多，也备了药物。燕云彻淡淡地道。他漫步在北幽城的长街，看见数不清的尸体，尸体多到累积一起，宛若山斑。因是冬日，空气里没有腐烂发臭的味道，若是炎炎盛夏的话，只怕整座北幽城都会是臭气熏天的。突地，他看到了一双依偎而死的恋人，他们紧紧抱在一起，一把刀刃贯穿了两人之躯。这对恋人身上衣服的料子和沈宁身边的婴儿是一样的，他们或许会是那孩子的父母。尊上，追风和竹殿跟上了燕云彻，却见燕云彻并未踏进沈宁所在的屋子，而是在门外看向了遥远的天穹。他问，人死之后会去哪里？追风竹殿面面相觑，属下也没死过，也不知道。追风耿直地道。竹殿，他一直觉得追风这脑子能活到今日还跟在尊上的身边，简直就是大雁的奇迹之一。尊上，人死之后，有大功德之人必是去往西天极乐世界。竹殿斟酌着用词说道。燕云彻久久不言，眼梢愈发的红，有毁天灭地的屠戮杀意在如风暴般的凝聚。嘎吱，医师路条沾满鲜血的双手将屋门打开。尊上，给沈将军准备后事吧。是属下学艺不精，治不了沈将军。
燕云彻始终沉默着，眉头紧紧的蹙起，谁也不知他在想什么。准备谁的后事？他又问。沈将军的。陆条压低头颅，胆战心惊的问道。沈将军怎么了？沈将军就剩下最后一口气了，怕是挺不过今晚。准备一下，去神山吧。神山？听得此话，陆条、追风几人齐刷刷的看向了燕云彻。是有神农谷，即天下一道大能者。神山相传有活死人肉白骨的神女，但从未出世，就相当于是神话般，只存在于世人的茶余饭后。据说从南边的折戟沙漠3步一叩首，磕头10万次，便能看见神山，得见神山之女。但这么多年，未曾有人见过神山之女，当然也不曾有人能从大漠到神农谷叩首10万次。陆条的心沉了下去，与竹殿稍稍对视了眼。听大宗师的意思，是打算去这么做。可曾经谈到神山之时，大宗师明明是不信的，只当是无稽之谈。尊上，陆条欲言又止。竹殿抱拳跪地，沉声道：“请三思啊，当务之急是逼出您体内的毒素才行。毒素与否还重要吗？”燕云彻扯着唇，苍白无力的笑了笑。哇呀哇呀！婴儿似是察觉到了什么，忽地胡乱动着四肢，啼哭出声。他紧拽着沈宁的衣角，软乎乎的小手用力去扯动，天真无邪的婴儿像是要唤醒沈宁一般。陆条目光一闪，快步到床榻边为沈宁把脉，又望闻问切了番，眸子微缩，回过头来看向燕云彻，惊讶地说：“婴儿的声音对沈将军有帮助，像是让沈将军有了求生之欲。”蓦地又神色黯淡地垂下了头，但要让将军熬过今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追风，北幽城内的婴儿还挺多，我都去抓来哭给沈将军听。竹殿用胳膊肘撞向了追风，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这厮怎么想的？当是给沈将军哭丧呢？追风也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耷拉着脑袋，哀怨地看了几眼竹殿。退下吧。燕云彻道。是。陆条正欲弯身将孩子抱起，却见男人又说将他留下。好。陆条放下孩子，便与追风竹殿出了屋子。追风不由多看了几眼燕云彻、沈宁以及那个才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等到走远了些，追风才鬼头鬼脑地说：“适才那般，倒像是一家3口，我们尊上好似孤儿寡妇的。”陆条、竹殿不知道怎么说话的时候，其实你可以不说话。追风哦了一声，他倒是想写个话本，名字都想好了，就叫被嫌弃的追风的一生。寒风悠悠，雪雾浮浮，屋子内冷得很，是大雁南方天的湿冷。燕云彻拖着疲惫的身躯坐在了床榻，似是察觉不到毒素蔓延的疼痛，用一身大宗师的内力将屋子烘热。哇呀哇呀哇呀！婴儿还在哭，哭得嗓子都哑了。不哭。燕云彻说罢，内力游走婴儿的全身，为其洗精法髓。婴儿如同沐浴阳光的猫，属舒适的眯起了眼睛，复又睁大了水滴滴圆溜溜的眸子，好奇又纯真地望着眼前的男人，眨巴了好几下的眼睛。男人面具下的唇角微微勾起，他放下的手想要去握住沈宁的手，看见沈宁见骨的伤口，终是怕弄疼了他，不敢去握。他垂着眼睫，独自缓声说：“过了今夜，我便带你去神山，然后不要放过北幽屠城的背后主谋，找出来杀了他们，给北幽百姓和麒麟行军陪葬，以祭他们的在天之灵。我该叫你什么？小七、小宁、沈小姐、沈将军，你知道吗？我不是在三春山第一次见你，你满月的时候，父皇非要带上我偷摸着出宫。他问父皇，这么晚了是要去哪里？父皇的手轻弹了弹的鼻尖，去看你以后的皇后，别跟父皇一样，只能给心爱女人一个贵妃之位。哦。他跟着父皇进了沈家，他看到了一个奶乎乎的小孩，不似别人家小孩的皱巴巴，皮肤是奶白色的，细腻又柔嫩，让人忍不住掐一把，却又不敢碰，生怕弄坏了这个才来到世间的小孩。他在想，这么小的他日后会长成什么样？是像母妃那样吗？才满月的孩子牙儿都没长齐，竟会在他的怀中对着他笑。失去了皇兄的他，好似又找到了生活的动力。他想保护好他。父皇。回去的路上，他在偌大的马车里低声开口：“彻儿可喜欢父皇为你精挑细选的妻子？彻儿要成为皇上，才能娶她吗？彻儿不想当皇帝，皇兄更适合地位，那她就是你的王妃。”年幼的燕云彻在皇兄死后的日子里，终于露出了第一抹笑。老皇帝见此，愈发觉得自己做的这个决定有那么的英明神武。回到皇宫与燕云彻母亲的苏贵妃说起此事时，那叫个眉飞色舞，洋洋得意，还被苏贵妃嗔了几眼。这一桩婚事，只有老皇帝、苏贵妃、燕云彻知道，原是想再等几年，且多稳定下局势。毕竟沈府是武将世家，沈宁的父亲又是大燕唯一的战神，若未曾准备就随意指婚，对燕云彻和沈府
都非好事。只是到了后来，世人都不知晓此事，是我不好，也是我自私。燕云彻绯红的眼眸颇为湿润，将钻心刺骨的沉痛掩在了最深处。我不知道，我派人给顾影南下药的事是对还是错，我也曾想过很多回，却苦于得不到一个答案。或许答案是有的，不论对错，不论初衷是什么，我总归是自私的。你看，天黑了，北幽的灯火亮了，我们不回京过年了，我带你去神山，听说那是个很不错的地方。他自顾自的碎碎念，嗓音低沉而又温润。小婴儿睁大了黑墨般的眼眸，好奇地盯着燕云彻看，懵懵懂懂地听着燕云彻说的话，宛若天书般。沈宁一袭白衣躺在床榻，身上的伤口实在是太多，乍然看去都是触目惊心的，足以见得当时之绝望。我不该让顾影南带走你的。他的眼烧红得像血，当时我该杀了他，可我怕你怪我杀了他。母妃说世上万般事都有定数，可我想要定数之外，我想你活着。他从不信鬼神之说，但民间常说折寿祈祷，他愿当个短命之人，换沈宁的平安康健。若能觅得一良人，是不是他又有什么区别呢？尊上，尊上！外面响起了追风咋咋呼呼的声音。追风蓦地把门打开，就看到男人用冷冰冰的眼神看着他，脸上仿佛写着他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定要将他碎尸万段。魏老先生来了，住在三春山的那个。魏老医师早年是神农谷出身，有一颗七绝保命丹，恰好他随身携带，说是能保沈将军一命。追风急道。燕云彻结意微颤着轻抬起，暗淡的眸色似若涌现着冬日的光。快请老医师进来。燕云彻忙声道。话音一落，白发苍苍的清瘦老人便从外面与路条同走了进来。沈大宗师，事情的经过老朽已经知道了。魏老先生先去查看了沈宁的身体在状况，并将一方断面相珠的锦盒取出，这七绝保命丹只此一粒，当时为佳期所求，可恨时间太匆忙，我未能在他咽气前赶上，此乃老朽一生之遗憾。若能救得沈将军一命，佳期泉下有知，定会感到欣慰的。沈大宗师，你且用大宗师的内力打通沈将军的经脉，如此一来，七绝保命丹便有洗精法髓的作用。洗精法髓通常是大宗师透支自己的内力，给出生不足半年的婴儿洗涤经脉，如此一来，婴儿的根骨便会焕然一新，从此的武道之路会好走许多。但世上的成年人通常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只因随着年龄的增长，身躯已被尘世的浊污浸染了个彻底，不似新生的孩子那般是不含杂质的纯粹。魏老先生说，他身上的经脉骨头多处断裂，脏腑亦有受损，若有大宗师之内力相助，再配合七绝保命丹，除保命之外，必能帮助他达到洗精法髓、脱胎换骨的效果。这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不可多得的机会。好，燕云彻二话不说，便运转内力过渡到了沈宁的身上。尊上，追风担心大宗师的身体，可惜才刚吐出2个字，就被竹电捂着嘴面无表情地拖了下去。追风急道：大宗师毒素未逼出体内，以动手斩叛军守卫，后又用内力烘热屋子驱散寒气，如今还要用大量的内力去给沈将军洗精法髓，大宗师的身体还要不要了？竹电沉默了一会儿说：若是为沈将军，他宁可不要。追风哑然：你不懂。竹电叹道：我怎么就不懂了？你未曾死心塌地地爱过一个女子，你不会懂。我爱我娘，算不算？我娘走的那天，我哭得很大声。竹电一时之间竟是无言以对。与追风共事，同被尊上赐名，恐是他这一生之中最大的耻辱。屋内，燕云彻将内力源源不断地过渡给了沈宁，达到巅峰状态时，沈宁浑身上下犹如火烧，五脏六腑好似被扔进了油锅般煎熬，沈宁浑身冒汗，眉头紧锁。魏老先生抓紧机会打开锦盒，正欲把七绝保命丹塞进沈宁的嘴里，却见虚弱的男人先一步伸出手将丹药取出。我来吧，老先生好生些呢。说罢，自己将保命丹喂给了沈宁。保命丹入口即化，沈宁紧皱的眉忽而徐徐地舒展开来。第155章，大雁12月，北幽的天又冷了。沈宁的状态虽见好转，但等了多时都不见醒来的迹象。魏老先生眉头紧皱，这不应该。随后进屋的追风问道：保命丹会不会是时间太久，过了药效期限，俗称过期？竹电、路条。魏老先生摇摇头：七绝保命丹不会有问题的，除非什么？沈将军他不愿醒来。不可能。追风反驳道：沈将军那般状态都能坚持跟我们说完话再倒下，他这般意志坚定人怎能没有求生欲？5000麒麟军只剩下500多人，他作为主将，情愿身死黄泉路，陪着牺牲的阴魂们进九幽阎罗殿，也不愿来人间看着满地尸体而无能为力。燕云彻沉声道。经燕云彻这般一说，追风恍然大悟，似也能理解沈宁为何丧失求生欲了。
魏老先生拧着眉长叹了一口气。过了会儿，他说：“有保命丹在，沈将军不会死的。但天亮之前没能醒来，他就永远都醒不来了，便永远是这样的活死人。让本座陪着他吧。”燕云彻无力地道：“哇呀哇呀！”婴儿嚎啕大哭。燕云彻眼底流露出哀伤之色，满目痛楚地注视着婴儿。小孩，你也在为他感到悲痛吗？陆条则道：“这孩子怕是又饿了，得再喂点东西。”燕云彻沉默不语。天地四方，九州列国，只有他这一个伤心客。众人都慢慢地退了出去，包括那个婴儿，把屋子留给了燕云彻和沈宁。天色越来越暗，彻骨的寒风吹不进这座被大宗师内力烘热了的屋子。他就那样静静地坐在床榻旁边，陪着他讲着很久以前的故事。在三春山上，他也总是这样哄他入睡。沈宁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有无尽的沼泽和黑暗，有穿破夜色的光明普照着他。他在路上走了很久，有婴儿对着他哭，有某个人的碎碎念额，还有那个叫做真远的小胖子。小胖子跟他嘚瑟说：“沈将军，我真远杀了8个人，最后一个是被我压死的。”他的母亲用手点了下小胖子的额头，而后与沈宁说：“将军莫要见怪，这孩子光吃肉不长脑子的。娘，你不要小看了我这一身的肉，那些人砍了我好多刀才把我砍死呢。”小胖子哼哧哼哧地说：“他吃了会儿干粮，又把干粮丢掉，不好吃。娘，我要吃你做的，你比厨娘做的都好吃。”“行，为娘去给你做。”甄夫人和蔼地笑道。“算了，不要了。”甄远似是想到了什么，把地上的干粮捡起来，擦了擦，然后塞进嘴里。等到全部吃完，便对着沈宁扯出了一个笑：“沈将军，你看我都吃完了，你不能再打我了。你都不知道，你打起人来可吓人了，比我爹还可怕。”甄远想到自己的被揍，缩了缩脖子：“不揍，不揍，永远都不揍来。”沈宁低声自语回道。小胖子却像是听不见般走进了冬日的大雪里。长街上下积雪如松，红绸和大灯笼挂在屋檐之下，喜气洋洋的让人精神抖擞。过年了，小胖子对着他笑。沈宁刚要走向小胖子，画面一转，来到了偏远的乡野之地。那是一个小村落，村子里的人都去了一户人家，七嘴八舌地说：“王家大人，你们家二狗有出息了，杀了叛军，守住了北幽，圣上都对他赞赏有加呢。我早就说过，二狗是不得了的，你看真给我们增光，日后成了大将军，莫要忘了我们啊。”就这样，沈宁在这微光里遇见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人，也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人，然后又继续重复遇见、送走，无限的循环。他不想离开，他想看着他们就这样欢欢喜喜地活下去。最后的最后，小胖子走进了光里，对着沈宁说：“沈将军，你该走了。”随后，叶敬熙、王二狗、宋少卿、王重庆这些人陆陆续续的出现，有麒麟军的士兵，有紫金、燕京的学生。麒麟军宋校尉携第39军全部士兵恭送沈将军，紫金武堂王二狗送沈将军，燕京学宫大将军甄远送沈将军。越来越多的声音响起，如一把火驱散了沈宁的软弱，让他清醒而又明了。他微笑着，转身之际落下了2行泪。他背对着昨日的战友，重新踏上新的征程。你若问他最后悔什么，不是错嫁顾景南，不是选错人生路，而是那日暴揍了甄远一顿。小胖子，我不打你了，但世上已无小胖子了。大雁12月，北幽的天又凉了。一夜之间，燕云彻许是沧桑了许多。啪嗒，追风手里装着早饭的瓷碗掉落到了地上。竹店、陆条等人闻声迅步而来，俱与追风一样呆呆地看着燕云彻。尊上，追风红着眼睛说：“你的头发。”燕云彻鬓边的发有许多地方都成了灰白的，若非有大宗师内力的支撑，恐是满头皆白了。但即便如此，还是白了不少。追风不知那是怎样的一种痛，或许就像他娘亲离世的那日一样吧，他也曾生不如死。随后魏老先生长叹了一声。天亮了，沈宁却未醒来，是已成定局，是无力回天之局。大宗师，我饿了。沈宁虚弱飘忽的声音忽而响起，似如一道光炸开。屋内的所有人都欣喜若狂地看向了他。他躺在床榻，眼梢还有泪痕，半抬着眼眸看向白了许多头发的大宗师。上次见他，他还有一头乌黑的长发。他在心中如是想。燕云彻呆了很久，仿若是遇到幻境般。他狠狠地掐了把追风腰间的肉，见追风疼得龇牙咧嘴，眼泪飞溅，就插在地上打滚，便知眼前所见并非幻境了。好，好，好！男人一连3声好，脑子里嗡嗡作响的，甚至自己都没反应过来要好什么才对。
魏老先生连忙道：“快去把药和准备好的食物都拿来。”是。最机敏的竹殿连忙道。他看着不知该说什么的大宗师，又看了看激动到无以复加的追风，心里叹了一声：“哎，这个家里没有他是不得行的。”追风把药和食物都拿来了。燕云彻动作小心地扶着沈宁坐起来，随即一口一口地喂给了他。沈宁平静地吃着，浓密漆黑的结意在眼睑之下盖出了一层淡淡的阴影。两人都没说话，却是有十足的默契。吃得有些力气了后，沈宁问道：“麒麟行军的情况如何？”竹殿欲言又止，不敢把真实数据说出来，只敢打马虎眼，能救活的都救活了。牺牲了多少？沈宁问道，唇色完全是苍白的。竹殿看向燕云彻，燕云彻端着药碗给了竹殿一个眼神后，竹殿才敢说：“沈将军，麒麟行军共有5014人，牺牲了4415人，活499人，且第39军无一人生还。”沈宁默了。麒麟39军的士兵整体实力和作战经验都在学生之上，与行军并肩作战的他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自然清楚，很多次都是39军士兵在保护学生。沈宁红着眼睛，却是不肯流出一滴泪。他抬起颤颤巍巍的手，从燕云彻的手里接过了碗，将剩下的粥一同吞了。吃饱了才能回京，才能彻查北幽屠城之事背后的真凶，然后活宰了这人，为他麾下的行军和北幽百姓们报仇雪恨，才能给每一位士兵、每一个学生善后。还有吗？沈宁哽声沙哑地问。魏老先生道：“沈将军，填补一点即可。你现在的身子也不是吃太多。”也是。沈宁看向燕云彻，问：“沈大宗师，北幽城内可有派人搜查，有无发现异样？”追风诧然地望向了沈宁，将军何出此问？难道是觉得北幽之事另有主谋？沈宁轻咳了2声，才虚弱地道：“北幽放火烧山，阻我行军之路，不可能只是为了屠城，因为叛军头子是北幽驻军将领路前州和军师吕春。吕春此人我听说过，足智多谋，心思缜密，是老谋深算的小心圆滑之人。否则的话，我最初演绎出空城计的时候，他们便不会上当。正因太过于小心，才会上这么个当。忽然屠城，怕是为了掩盖别的事情。至于什么事情，我不清楚，但定然是一件大事，才会用一城之命来掩盖。此外，江淮州袁将军在关键时刻出去剿匪，从而不支援我军。我军士兵张合在从江淮州回来的路上被追杀，极大可能是江淮州派人追杀的。”沈宁说到这里，追风竹殿乃至于是陆条等人都已惊得不行。虽然沈宁没能推算出少女失踪案，但在有限的蛛丝马迹里，顺藤摸瓜到这种程度，已是属实的了不起了。竹殿问道：“将军为何知道是江淮州派人所杀，而非叛军？若是北幽叛军的话，会在张合在进入江淮州前就派人追杀，而非是离开江淮州之后，无非是多此一举。当然，叛军极有可能是为了栽赃给江淮州袁将军，但他们又怎么知道袁将军不会支援的？那便只有2个可能：一是袁将军出去剿匪的贼匪跟北幽叛军是一伙的，为的是调虎离山、声东击西之计；二是袁将军早与陆前州、吕春之流沆瀣一气，为一丘之貉。所谓剿匪，不过是掩人耳目，让我麒麟行军孤立无援，知难而退罢了。”沈宁说到这里有些累了，深吸了一口气，咳了好几声。燕云彻拿过一杯凉水，用内力烘倒成了适宜的温水，便喂给他。沈宁喝了2口水，才继续说道：“雾起之时，5000行军冒充数万人兵临北幽城下，那陆前州第一句话就直截了当地说我是空城计。他是过于聪明，还是早便知道袁将军不可能剿匪？由此可见，我先前所说的2种可能性，他必占一种。且他相信我的麾下有数万兵马之后，过了1天不到就用火焚火人。我乃沈家沈宁，又有重军相护，他们如此嚣张，便说明背后还有高人能护他们的周全。若是如此的话，或许是背后高人指点他们屠城，自不可能是单纯的丧心病狂，定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他娓娓道来，屋子里只有他的声音。追风由内之外的佩服。竹殿眸光微闪，暗部或许有人看不上沈宁，认为与大宗师不相匹配，但这一刻他清楚，除他沈宁外，还有何人与大宗师匹配。他虽有过一段婚爱，但那又怎么样呢？谁也不能否定他为北幽而战过，他心系天下人，他能从一隅窥见天地。中途而来的东方寒听得那是个心惊肉跳。燕云彻道：“是少女失踪案，失踪的少女都在北幽城内。”沈宁问道。东方寒咽了咽口水，目光微微的闪动。燕云彻点点头，看来和军尚书有关了。监察御史来我沈家过于密切，烦请大宗师多为我沈家留意。那是自然。
有名册吗？沈宁无奈地问，眼睛又红了一大圈，干涩到如火烧般的疼。追风正想问是什么名册，就见叶云彻说，把记录麒麟行军士兵牺牲的英雄和活着的学生的名册拿来。是。竹殿利落地行礼之后迅速离去，把册子拿了回来。沈宁垂着眼眸翻看着册子，看着那一个个已经不在人世的名字，咽喉酸涩，心口疼得说不来话。最后便是还活着的人：陈琼、萧初晨、蓝莲芝、李清奎、军光耀，都是2大武堂的学生，他们都生死一线过，被39军的士兵誓死守着。宋校尉说过，先死士兵，后死学生，至少他们能先去九幽皇权为学生们探探路。一滴泪顺着脸庞划过，落在了册子上。沈宁指腹轻抚册子，屋外曙光照耀，大雪纷飞。他扯着唇角笑了：宋校尉，小胖子，我们可以回家过年了。第156章，还活着。之后的3日时间，活下来的学生都在疗伤。沈宁亦是如此，大宗师更是寸步不离。作为异姓王的东方寒，既要处理密室少女之事，也会亲力亲为地照顾伤员。醒来的陈琼第一时间便问：沈将军怎么样？还活着。东方寒道。陈琼松了口气。麒麟行军呢？39军全部阵亡，学生们也牺牲了很多，只余下499人。陈琼想到为保护自己而死的宋校尉和王重敬，眼睛发热，逐渐变得通红。他苍白无血色的脸上写满了憔悴与疲惫，耷拉着脑袋，久久不说一句话。该吃药了。东方寒说。他还以为悲从心来的陈琼会拒绝，却不曾想到陈琼抬起发红的眼眸，点了点头。陈琼把药喝完，便躺在被子里休息。他要做的是养精蓄锐，往后的日子里好好努力，好好吃饭。他不再是一个人，不再是一条命，他的身上背负着宋校尉等人的命，他要带着他们一同活下去，看遍山川河流，欣赏花开花落，望四季更迭，并要将这一身血肉和骨肉拼死在战场，来日黄泉相见，才不负宋校尉他们的救命之恩。东方寒离开的时候，惊叹于这些人的意志力。不仅是沈宁、陈琼、蓝莲芝、萧初晨这些人都是同样的坚韧。随后东方寒又去了蓝莲芝的那里。蓝莲芝像是不知喜怒哀乐的人，疼了也不会叫唤，眉头也不会皱一下。但这天东方寒来时，蓝莲芝不顾撕裂开包扎好的伤口，双手掀开被褥，心急如焚地翻找着什么，急得干涩的眼睛里蓄上了泪，哽咽地说不出话来。永安公主，你是在找这个吗？东方寒问。他的手里出现了一方干干净净的帕子。蓝莲芝从床踏滚下，跌跌撞撞地到了东方寒的跟前，夺过了东方寒手里的帕子。碰到帕子的那一刻，蓝莲芝的心也跟着安了下去。所有如火山喷发的情绪像是变戏法似的消失不见，唇角勾起了细微的弧度。东方寒怔了一下，永安公主当真是个深情之人啊！顾将军都与灵珠姑娘有婚约了，他却还这般守着顾将军送的帕子。帕上的海棠花有些好看。蓝莲芝提防地瞪着他，为何要动我的东西？本王看这帕子有些脏了，过些日子便不好清洗，寻思着是你的重要之物，就帮你洗干净了。东方寒说。哦。蓝莲芝别扭地道，谢了。此时他才后知后觉感受到身上各处伤口被扯开的疼痛，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回身往里走的时候，疼得他头晕目眩，脚底打滑，直接往前摔去。男人强壮有力的手臂揽住了他的腰部，低声温润地说，永安公主须得小心。蓝莲芝点点头，也忘了身上的疼，逃也似的离开了东方寒。他回到床榻时低头看去，腰间包扎伤口的白布清出了鲜红的血迹。他皱了皱眉，却也没管腰部的刀伤，而是叠起帕子妥善地存放好。我让医师来给你重新上药包扎。东方寒说。不用了，这里有药，我自己来就好了。你不会，别让伤口溃烂了。我会，之前燕齐大战的时候，我每次受伤了都是自己包扎的。永安公主抬起眸子刚毅地注视着他，莫以为女子便是娇贵，公主就是脆弱的不堪一击。东方寒怔了怔，旋即背过身去。你上药吧，上完之后本王给你喂药。蓝莲芝撕开缠在腰上的白布，重新上了一遍医师留下的药，便也拿新的白布缠上。这一回他动作缓慢地躺在了床榻之上，不再如那般激动。好了，他气若游丝地说。东方寒回过身来，看着虚弱的女子，忽而有些哭笑不得，便道，方才不还是生龙活虎的吗？蓝莲芝狠瞪他一眼，你们男人没个好东西，何必嘲笑我？东方寒哑然失笑，这怎能是嘲笑？再者说，你这话不对，
若按这般说的话，你父皇也是男人，那他也不是好东西吗？胡说，我父皇是好东西。蓝莲芝的声音戛然而止，猛地察觉到自己被东方寒耍了，又狠狠地瞪着东方寒，委屈的眼睛通红，偏是不肯掉下一滴泪。好了好了，本王不是好东西，不该戏耍你。你乃一国之公主，当有容人之气量，莫要恼了。来，把药给喝了啊！张嘴。蓝莲芝甚是无语地望着东方寒，我自己会喝，你走吧。快点了，不然等等告诉沈将军去，说你不听话。听到东方寒这般说，蓝莲芝才张开了嘴，将东方寒喂来的药一口一口地吞入了咽喉。喂完了药，东方寒眉开眼笑，不错，沈将军若是得知，定会赞赏于你。东方寒走出去的时候，心里无限感慨，这些受伤的学生们，但凡有一个不听话，提一句沈将军，万事都好办。再桀骜的狮子都会变得乖巧温顺。他寻思着蓝莲芝与沈宁外加顾景南那错综复杂的关系，应当是分外眼红，恨之入骨才对，却不曾想竟也奏效。蓝莲芝目送东方寒出去，又把帕子取出，看了好一会儿，便悄然地藏起。这日傍晚，沈宁正与大宗师沈云大眼瞪小眼。沈大宗师，让我去看一看密室里的那些女孩。沈宁无奈道：你现在要做是养伤，莫要逞强，否则本座放追风咬你。沈云蹙着眉懊恼道。端着要进来的追风顿时心碎了一地。幼稚。沈宁撇撇嘴，明日就让你去。男人低声说道。沈宁当即来了精神，说话算话，一言为定。然后子夜一过，沈宁便缠着他要去密室，毕竟他也打不过大宗师，又受伤在身，只得这般做。男人头疼的扶额，本座说的是明日。从某种程度来说，子夜一过就算是明日了。沈宁直视他的眼睛。燕云侧身之不让沈宁过去，这一晚上他都会睡不了了，于是乎将大氅披在他身上，扶着他出了屋子，前往密室。路上追风会报道，密室内的女孩有5000人之多。竟有这么多？沈宁皱眉，背后之人究竟要做什么？暗部已经在查了。燕云彻道，送来北幽密室的有5000人，还有部分送到了上京城，但不知在何处，还在查中。密室里的这些女孩精神都不是很好，很难恢复正常。大雁境内有这么多女孩失踪，上京城中竟无多少人知晓。沈宁倒吸了一口凉气，他自小在沈家长大，锦衣玉食从不缺，也不曾见过什么样的大风大浪。顾颖南将蓝莲芝带来府邸的那日，是他最艰难的一天，喘气时都会疼。但跟这几日的所遇所知相比，过去的疼痛好似都风轻云淡了。如今瞒也瞒不住了，上京城必知此事。燕云彻说，从君尚书那里查。沈宁蹙眉，怕只怕送去上京的女孩状况不会比北幽密室里的好，可想而知都是凶多吉少。很快一行数人就到了密室，东方寒带着人已经在密室，还有君光耀在内的几个学生。君光耀作为君尚书之子，一来想看一看这些被麒麟行君保下来的女孩，二来愤怒的把背后主使的祖宗18代都骂了个底朝天，都是群断子绝孙的烂种，岂能做出这等事情来？他们究竟想干嘛？他们还有心吗？他们想对这些女孩做什么呀？难不成是把他们当成青楼之女一样践踏？可他们都还是孩子啊，怎么下得去手？沈大宗师，沈将军。密室的侍卫看见沈宁二人，连声喊道。沈宁点点头。君光耀一回头，看见火光照耀下的沈宁，登时泣不成声，哭得像个孩子。将军，我在。沈宁拍了拍他的肩膀，没事了，没事了。君光耀吸了吸鼻子，跺了跺脚，我父亲是兵部尚书，我定要他彻查个清楚明白，还北幽一个公道，给麒麟行军一个说法，也要让这些女孩堂堂正正的重见天日。他好似在一夜之间长大了，也比以往坚毅了不少。他依稀记得有好几把刀砍向他的时候，是39军的士兵把他扑倒。他看着鲜血没入了自己的眼睛，看着敌人手中一把把锋锐的刀刃斩断了行军士兵的腰椎。从那一刻起，他便长大了。他是喝着血沐浴着血长大的。沈宁看着君光耀，欲言又止。此前处理陈欢父亲陈高之事时，足以见得君家和少女失踪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还没有确凿的证据，终究还是沉默了下去，把目光放在了密室里的女孩身上。女孩们身形枯瘦，眼睛往外凸，爬满血丝的样子像野兽一般，狠狠地瞪视着沈宁。她们很奇怪。沈宁蹲在牢笼前，望着里边的一个女孩，真挚虔诚地道：有什么是我可以帮助你们的吗？又或者说是你们需要我的帮助吗？女孩一言不发，死鱼般的眼睛诡异地看着沈宁。砰！突地像野兽一样，整个人扑到了牢笼前方，龇牙咧嘴的似要去咬断沈宁身上的骨头。君光耀几个都吓了一跳。
沈宁一动不动地在牢笼前继续说道：“我知道你们有一段灰暗的过去，曾遇到了丧尽天良的坏人，但请相信，我们想帮你们走出灰暗，回到正常，并且将作恶人绳之以法，而非让他们继续逍遥法外，好吗？”他的声线愈发温柔。没用的。东方寒叹气，我们试过很多次了，没用的。只要打开了牢笼，他们就会跟疯了一样。他们不是疯了，是病了，需要治病。沈宁隔着牢笼伸出了手，去抚摸女孩发丝乱糟糟的头颅。他微笑着说：“病了话，治病就好了，对不对？”女孩突地发狂，一口咬在了沈宁的手掌。他用尽全力。沈云眸光微凝，按捺住出手阻止的冲动。沈将军，东方寒喊道。沈宁依旧是一动不动的，淡淡的注视着咬开自己手掌皮肉的女孩。军光耀则气得大喊：“你们这是在做什么？我们为了杀进北幽，保护百姓，保护你们，死了4000多人。他是我们行军的将军，你们就是这样对待他的。我不求你们感激，但至少不该这样。4000多行军尸骨未寒，都徘徊在鬼门关。若知你等如斯，你要他们泉下有知的话，如何死而瞑目，去走那轮回往生路？只有并肩作战过的人，才知这一场战斗有多么的惨烈和绝望，是怎样的破釜沉舟。”沈云一步往前，掀开了沈宁身上的大氅，就见那雪白的衣裳，伤口里浸出了猩红的鲜血。他问：“这般伤他，心中可会有悔？”女孩怔住。他身上的伤，还有这些人身上的伤，还有城内堆积如山的尸体，都是为守北幽的牺牲者，每一道伤口都是害你们的人所斩。你们当真不愿清醒，要永远的活在痛苦中，从而轻者痛而仇者快吗？你们当真就不想让那些害人者碎尸万段？沈云沉声问道。女孩的眼睛里蓄满了热泪。对不起。女孩低下头，撕心裂肺的哭。对不起，对不起。没事的，我不疼。沈宁温声安抚。他又揉了揉女孩的发，轻声问道：“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吗？我们只有知道发生了什么，才能帮助你们。”他们好红。什么好红？血好红。你看到了血？好多好多的血。在哪里看到的？沈宁趁热打铁般的追问。距离真相好似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他要给北幽，给行军报血海之仇。在我的胃里。女孩睁大眼睛说：“你的胃里有血？是什么样的血？”是人的血。女孩泪流满面，也越来越失控。他们为我们喝人血，好多好多天了，我不想喝，我不要喝，我好怕呀！不要不要。第157章，北海疆族以阴为药。屠城不仅是掩盖女孩被囚，更是用被屠百姓的鲜血喂给这些女孩，这是导致女孩们疯癫的重要原因之一。生而为人，谁愿啃食同族之血肉？人性本善，何来此般的丧尽天良？密室内的众人纵然目睹了北幽被屠的惨淡，却还是惊于女孩带来的真相。沈宁皱眉思索，低声自语：“他们想做什么？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吗？”老朽知道。魏老先生忽而皱眉道。燕云彻不言，接过魏老先生的药箱，在沈宁的身边想给他的手上药。沈宁刚要把手抽走，却被他紧紧地抓着。他的手很冷，像北渊王一样冷。沈宁见他固执，便也不过多的浪费时间，而是扭头看向老人，还请老先生明示。古有秘法，寻得尚未到及笄年龄的女孩，且是处 ZI 之身，用普通人的鲜血喂养半月之久，可养成血域体质。所谓血域体质，在诸罗史上有讲，血域体质焚烧的骨灰炼药，有壮阳的药效。沈宁眸子一缩，浑身都浸着寒意。他终究是低估了人性的狠。魏老先生沉吟了半会儿，便继续说道：“此药被记载为血玉丹，十分罕见，常在列国的黑市所交易，卖出难以想象的天价，可以说是一丹难求。”这群牲口！军光耀大怒，为了钱财利益，竟做出这般恶心之事，该死，真该死！我真以为天平盛世不见兵荒马乱和硝烟，却不想大燕境内有的是黑心之人。他蹲在地上嚎哭出声：“胖子，你听到了吗？到了地下，可得多给阎罗王和黑白无常两位爷告状啊！记得在那些恶人的生死簿上多减点寿命。小胖子，你放心，兄弟我定会给你和宋校尉他们报仇雪恨，杀了那群狗娘养的牲口。等回到上京，就让我父亲宰了他们。”他自认自己不是什么好人，也常有小人之心，但跟这些人相比，实属是不堪一提。他恨死了这群背后搞鬼的人。燕云彻一面给沈宁上药，一面问道：“魏老先生，像他们这种情况，身体和精神双重损伤，该怎么治疗？”魏老先生长叹了一口气。多数的普通人，若是被逼食同族血，身体便会留有浊气，浊气冲向脑子，导致精神失常，失控如野兽。这类病人，就算是神医谷的医师也治不好，除非
除非什么？除非北海疆族还在世上。北海疆族善通音律，以音为药，可治浊气等疾。但北海疆族已在10年前被屠了。一二，疆族灭绝，先少再有以音为药的大能现世了。东方寒焦灼地道：这可怎么办？这样就不能把他们放出囚笼，救出这些人，总不能让每个女孩都去把沈将军咬一遍吧？就算沈将军设几位人同意此举，那也不够这些女孩们咬啊。沈宁，东晋老王爷怎么就生了这么个儿子？叮，一道婉转的笛音从密室外而来。沈宁眸光一闪，君光耀等人也是呼吸微滞。这笛音似曾相识，他们在北幽城外听到过。那日沈宁演一出空城计，便有紫金武堂玄武阁的学生江森吹笛。少年执笛响乐，逐步地走进了密室之中。来者正是江森。沈宁抬眸与之对视，少年面色苍白，青衫微吹，满眼的执拗里仿若有破碎的光。沈宁抿紧了唇瓣，眸光多了些深意。难怪江森总是喜欢偏头看向窗外，一看就是一整天，对世上万般事多是不在乎。难怪少年沉默寡言，眉眼时常忧郁。10年前被屠的北海疆族正是少年的家，父母临死之前与他说，切不可再以音救人，不要想重振北海疆族之势，只要活下去，平安一世便足矣。笛音空灵，一曲清新，好似把人拉进了春山绿水之中，看花香蝶舞。一缕微光乍现，渐渐地驱散了心底至深处的阴霾。沈宁惊喜地发现，密室牢笼里的女孩眼神都不再发狂，她们能控制自己的思想了。噗嗤，江森从口中喷洒的血液宛若雾色般，他用内力灌笛，吹响北海之音，净化掉血域浊气。但也因他的功力不够，此前又因北幽之战受了伤，便导致被反噬了。只见鲜血源源不断从他的七窍之中流出。燕云彻一步往前，瘦长洁白的手搭在了江森的肩膀，大宗师的内力迅速封住江森的经脉。路条，带去医治。是。追风逐电分别一左一右的扶着了江森，要派人保护好他。沈宁说道：能一夜屠掉疆族的人，定是非同小可。若知晓疆族还有后人，势必会暗下杀手。东方寒，沈将军不必这般谨慎，密室之内都是你我还有大宗师的人，都是自己人，江小公子不会有事的。有时候更可怕的反而是自己人，不是吗？沈宁反问道。东方寒哑然，多一份小心，总归是好的。沈宁浅声道：别担心，暗部会保住他，也会封锁疆族后人出事的消息。好。沈宁点点头。东方寒摸了摸下巴，左看看沈宁，右看看大宗师，总觉得这两人的交流太过于自然和默契了。但大宗师方才要医治的时候，沈宁刻意把手抽回，莫不是心里还有那顾影南？他着实想不通，顾影南何德何能，能让沈宁、永安公主两位女子倾心相付，还能得到江灵珠的青睐？这便也罢了，沈、兰二人如今更是生死之交，不见半分明争暗斗。沈宁并不知东方寒的心中所想，只觉得此人神情怪异，让人头皮发麻。随后他把注意力放在了女孩们的身上，他尝试着打开了第一个牢笼。食童族之血的浊气会让人变得如野兽般，闻到人身上的味道，忍不住去啃咬。君光耀等人依旧警惕着，生怕会出变故。而让他们松了口气的是，从第一个被打开的牢笼里走出的女孩们都没上来失控扑咬的迹象。随后更多的牢笼被打开，越来越多的女孩们从里面走了出来，直到最后，扑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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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地之声此起彼伏，如烟花炮竹绽开般响彻于北幽地下宫殿般的密室里。他们跪在地上，眼睛通红地看着东方寒、沈宁、燕云彻这些人。诸位的救命之恩，我倾银还，此生必然做牛做马，涌泉报之。我祝萧白被抓已有半年之久，吃遍世上苦，受得不成人形，还好苍天有眼，让诸位恩公救下我们，让我们还有报仇雪恨的机会。更多的人哽咽出声，更多的人泣不成声，还有那么一个人略显得奇怪。沈宁注意到了东南角的那个人。你叫什么名字？沈宁问道。此人的表情很是古怪。沈宁当下警惕，目光锐利地盯着此人看。我叫铁蛋。铁蛋哭着说，我是个男孩，是我那日一时兴趣，穿了妹妹的衣裳，被我爹罚跪不说，还用竹条抽我，说我日后不是大丈夫，是给家里丢脸的东西。于是乎，他一气之下便要离家出走。他那老子倒也是个脾气烈的，颤着手怒指他，让他滚，滚了就再也不要回这个家。铁蛋离家3日，就已饥肠辘辘，怀念母亲做的饭，寻思着挨顿打受冷眼也没什么，好过饿死吧。而就在他往回走的时候，就被人套走，
关在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方很久很久，直到前不久送来北幽被验出了男儿身，但给他验身的人怕耽误事，索性睁眼闭眼当没看到，送进了密室里，然后日复一日的喝人血。那血的味道，他现在想起来都想吐，都要毛骨悚然。众人听得铁蛋的故事，那叫个惊奇。你很快就能回家了，沈宁安慰道。我不要回家。铁蛋忽而眼睛发红，很厉地道，我既已离家这么久，出了这么多的苦头，就要混个人样出来，而且我要报了此身之仇，堂堂正正的回去。有血性，是男子汉。沈宁赞赏的点点头，但话锋一转，又道，报仇与回家并不是对立的，你可以同时并行，为何非要选出一个而丢下另一个？想家了就回家吧。铁蛋闻言微微一怔，泪水汇满了眼眶，旋即一滴一滴的往下掉落，让诸位大人见笑了。铁蛋吸了吸鼻子，作为男儿不该哭的，很没出息。人活在世，想笑便笑，想哭就哭，莫被世俗枷锁所束缚，只要对得起天地良心，他年回首往昔，不觉有愧，便是最大的出息了。谁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罢了。谁又说女儿当交于温室，亦可顶天立地，纵马横刀？因而想做什么，由心出发，受国之律法所限。他看着铁蛋和这些人，一字一字的缓声说道。铁蛋睁大眼睛看了沈宁好久，随即委屈万分，嚎啕大哭了起来，恨不得把这些天的委屈都给哭个干干净净。东方寒和部分东晋军的部下，心底里好似有所触动般。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他们生就被教导有哭往肚子里吞，哪怕痛不欲生，也得强忍下去。如今却突然出现一个人，说着不一样的话，让人不由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叶云彻在地下宫里晦暗不明的光线之中，凝望着沈宁的侧脸，面具下的唇角不由勾起。东方寒则清了清嗓子，面向铁蛋和女孩们道：吾乃东晋军之将领，也是镇守东部的朝阳王，多谢王爷救命之恩。女孩朗声道：可别。东方寒当即心虚的一摆手，北幽能守下是沈将军的功劳，跟本王可没关系。沈将军的麒麟行军牺牲了5000人，有很多的武堂学生，比你们也大不了多少。女孩们闻言，目光都落在了沈宁的身上，这是他们被敌营洗涤浊气，清醒后第一次观察沈宁。沈宁摇摇头，王爷，非我的功劳，我一人之力翻不起任何的风浪，功勋和荣耀都是整个麒麟行军的，尤其是牺牲掉的那些大将军们。是了，麒麟第39军个个都是大将军、大英雄。沈宁心中如是想着。随后军光耀将北幽之战的细枝末节都详细的说与女孩们听。他拿了个册子，将每一个麒麟行军的名字都念了出来。清醒的女孩们虽然还是干瘦的，但她们有着涅槃新生得来的坚毅。次日天亮，暗部和东晋部下准备派人送女孩们回家。晨曦雾蒙蒙的，大雪纷纷而下，长空里的血腥味还是刺鼻的，尚未褪去。数千女孩穿着北幽百姓送来的衣裳，衣裳的主人多数死在了被屠之城。换一句话说，他们吃过北幽被屠者的血，穿被屠者的衣裳过冬。他们看到长街上的红色血迹还没被洗干净，他们看到牺牲者的尸体们，那么多，那么的触目惊心。原来有人为了保护他们而拼了命。最后他们走出城墙，跟着暗部东晋部下离开北幽。沈宁站在城墙之上，目送他们远去。送走这些孩子，他也该带着将士们的尸骨回上京了。神武关翠微山之战，恰逢炎炎夏日，又因死亡人数众多，父亲没能把他们带回去，是此生最大的遗憾。沈宁想趁着年前把小胖子他们带回京。一件大氅披在了沈宁的身上。登上城墙的男人说道：冬日寒气重，怎么不知冷暖？说罢，大宗师的内力散发出来，把沈宁周身捂热。沈宁，大宗师的内力这般用，实在是有些暴殄天物了。谢了，你我之间何必言谢？那你我之间该言什么？沈宁反问。男人一时之间哑口无言。炎1日30，一年4季。他在心中说。这会儿女孩们逐渐的消失于林间和沈宁视野的尽头了。沈宁随即转过身去，突然间身后城门外似有地动山摇般，5000女孩踩着大雪狂跑回来。沈宁怔住，一寸寸的回头看去，以青银环、祝萧白、铁蛋在内的数千人气喘吁吁的冲回城门前，聚于城墙之下，单膝跪地，拱起双手，低下了头，高声喊道：余生路漫长，火海刀山，热火烹油，吾等愿誓死追随沈将军。39军以壮烈的方式牺牲了，又以新的方式回来了。如若可以的话，他们想带牺牲的将士用尽毕生之力，
完成他们生前未能完成的夙愿。第158章，从尸山血海走出的人骨头不会软。雾色蒙蒙，血色飘，北幽城前黑压压的一片，都是女孩们低下的头颅。她们干瘦，她们坚毅。从尸山血海、百死一生的困境里走出的人骨头不会软。沈宁的眼眸多了一抹诗意，他仿佛看见阴阳两隔的战友和故人们在忘川彼岸，在奈何桥边，在热泪盈眶。麒麟39诀又回来了，以涅槃之势，以浴火之诀。沈宁的咽喉泛酸又胀痛，他张了张嘴，竟发现自己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久才能发出沙哑的声音：“诸位，请起。将军若不允我们留下，我们便长跪不起。”为首的祝萧白有一双漆黑的眼睛，他仰起头，固执地看着沈宁说：“我们身上的浊气纵被洗涤，但我们经历的灰暗过往和苦难并不会因此改变，且深深地烙印在吾等身上。我们是吃着人血骨肉活下来的，我们难以回归到平淡的生活。正如我们忘不掉北幽之惨烈，忘不掉行军战士们被万箭穿心，被叛军的钢刀断成残躯的身体。我们总想做点什么。”叫做青银环的哽声说：“沈将军，我们之中并非所有人都是父母双全，大多都是孑然一身的无根浮萍，是生是死都无人在乎。我被绑走了1年之久，但我敢肯定，大燕境内的各地州县都无人为我青银环报案。越来越多的人出声，恳求将军留下我们。将军在北幽密室内的话，我们一时听了个清楚明白，也想在日后做一回顶天立地、横刀立马的女子。行军战士视死如归，竭力保护我们。我们亦想守住将军，守住大燕河山。”都是年纪很小的姑娘，却在乍然之间有了如大江之水般的雄心抱负，坚毅而又果敢。一时的冲动将会是一生的坚守。沈宁抿唇不语，这条路很苦，孩子们已经够苦了，而且以这些孩子的条件难以从军。若是上报兵部，多数会被拒不说，还有可能被人重新盯上。除非在隐秘安全之地私下教这些孩子，但普天之下哪有这等地方？沈大宗师的声音响在了耳边，上京城南外惠云山下有一处密室，是能容纳数千人的演武场。沈宁诧然，来人又说，惠云山附近的房屋都是我的，不愧是大宗师，当真是有钱。沈宁感慨之时，却也喜上眉梢。他不带犹豫地朝着城前的女孩们出声：“诸位有此决心，沈宁不敢辜负，必当一助。”女孩们喜极而泣，互相拥抱。可怜铁蛋无人抱，左看看右瞅瞅，那是个窘迫，随即故作轻松地抓了抓头发。祝萧白走到铁蛋面前，张开了手，眼睛还是红的，语气无比冷淡地道：“你虽是男儿身，但我不嫌弃你，抱吧。”铁蛋欣喜若狂，陡然一个原地起跳，蹦到了祝萧白的身上，四肢并用如八爪鱼般死死地缠抱住了祝萧白，却也因用力过猛，把祝萧白扑倒在了积雪之上。祝萧白眉头一皱，瘦削的脸上流露出了嫌弃的表情。沈宁拢着嫣红厚实的大氅站在城楼之上，福至心灵，低低地笑着。有那么一刹，恍如隔世般，大雪的尽头似乎看到了小胖子宋校尉这些人笑着的告别。他脸上的笑更深了，眼睛也红了。沈大宗师，我在，劳烦你带我们回京过年。沈大宗师怔了会儿，旋即失笑，掩去了眼底的宠溺之色，含笑道：“好。”末了，他问：“你不怕我是坏人？”他把惠云山演武场密室说出来时，沈宁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那些孩子。若你是坏人，天下之大，还有几个是好人？沈宁直视他的眼睛，在你眼里，我是好人？人傻钱多，挥霍无度，财大气粗的好人。沈大宗师摸了摸鼻子，耳根子都是通红的，虽说这些词有些别扭，但他听得心里高兴。之后便是暗部的人遭殃了，他们也不知主子大宗师是疯了什么疯，非要每个暗部成员立誓当个好人，还在暗部写下了7条什么的好人规则，要熟背于心才算好人。不仅如此，沈尊还会时不时的来抽查，背不出来的人就得扣钱。后面的日子里，暗部成员叫苦连天，哀声犹如鬼哭狼嚎。主子想扣钱就直说，还搞什么好人七律？他们看起来与刽子手无异，咋个像好人吗？追风蹲坐在高楼，双手托腮，眺望远方，惆怅了很久。路过的东方寒问：“小兄弟，怎么了？没背出好人七律，被扣钱了？”东方寒此事他略有耳闻，连他这个外人都觉得丧心病狂，可见沈大宗师有多么的魔鬼。追风哀嚎，攒的积蓄都没了，还怎么娶媳妇？东方寒笑了笑，富可敌国的他不懂追风的烦恼。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北幽城内渐渐有了鲜活之气，直到东晋军、暗部、行军都准备回京了。东晋军和暗部都留了人镇守北幽，完善战后事宜。
暗部又派出了一支队伍，带着女孩们绕路回上京，居住于慧云山。沈宁与女孩们分别之时说过，如若可以的话，我希望你们成长后可以成为新39军。吾等得此殊荣是大幸，必当竭尽全力死而后已，定不辱将军之命。思及此，马车内的沈宁唇角轻勾，眉眼映着微光，是秋日海棠般的温柔。海棠花亦是百花之中他唯一的喜爱。将军，马车停下，帘外响起了沈大宗师的声音。怎么了？沈宁皱眉，掀开帘子，先是警惕地扫视了眼四周，便问：是发生什么事了吗？沈大宗师被他这警觉的模样惊得有些许地沉默了。竹殿解释道：尊上的马车漏风，可否搭一下将军的马车？当然可以。沈宁说罢，眉头一拧，有些狐疑地瞅着沈云看。马车漏风？他还是第一次听说。竹殿再次解释：沈将军，是这样的，追风最近被克扣了不少钱，心中不爽，便戳破了大宗师此行的马车。若是追风所为，那么再是稀奇古怪的事情，好似都说得通了。二位请坐。沈宁连忙道：朝阳王东方寒和沈大宗师此次都帮了多少忙，他理应心存感激。嗨，沈大宗师端端正正地坐着，忽而以拳抵唇，咳嗽了好几次，过了会儿又继续咳，看起来很是虚弱。沈宁不由侧目，大宗师应当身强力壮，莫不是受了风寒？除非既定的因素，否则的话，风寒是入侵不了大宗师强悍的身躯。但面前的这位大宗师属实虚弱，咳嗽不止，确实是感染风寒之象。嗨嗨咳咳嗨！沈大宗师几次想要说话，却是咳得有气无力。竹殿眼睛泛红，他说：将军莫要见笑，我家尊上他虽是大宗师，但因自幼生了一场病，向来是体弱，每隔1个月就需要运气调转，否则的话会有生命危险。将军此行北幽之初，正是尊上调养体弱之日，怎的还没调养，尊上便察觉到了北幽的不对劲，召集暗部前来，他的体弱症状便就又起来了。这也就罢了，魏老先生用7绝保命丹为将军续命的时候，为了给将军洗精伐髓，过度使用了许多的内力，因而身体更差了，还请将军多多担待。竹殿一口气把话说完，都觉得有些口干舌燥了，还在心底里夸赞了下自己的口才，远非追风那狗脑子可比。沈大宗师淡淡的看了他一眼，蹙眉：竹殿，不可再说，岂可扰了将军清静？属下知错。竹殿拱手低头：还不下去领罚？不必领罚。沈宁说道：竹殿也是担心你。将军，暗部有暗部的规矩，属下这就去领罚。说罢，竹殿一掀帘子就逃也似的走了。轻微颠簸的马车内只剩下沈宁和沈大宗师2人。沈宁张了张嘴，欲言又止，话到嘴边，只说沈大宗师怎么这般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无妨，我没事。男人哑声说：别听竹殿胡说。可嗨嗨。沈宁伸出手抚摸了下男人的头，还好没再发热，但比发热更可怕的是，一股彻骨的冰凉击到了他的手掌。他微微睁大了眸子，还说没事，这岂是没事？沈大宗师话说到一半，就见男人晕厥过去，颀长的身子倒在了他的身上。倒下之前，男人轻嗅到了他脖颈间极淡的清香，有种让人安心的感觉。只可惜他的身体撑不住了，他强撑的极限就是从自己的马车带着竹殿来到沈宁的马车，顺带搞了一波沈宁的恻隐之心。沈云，沈云！沈宁紧抱着男人，大喊了几声，见沈云毫无回应，身体越来越冷，便要喊道：停！他想让前行的兵马停下来，先为沈云疗伤。男人冰冷的长指却是抵在了沈宁的唇前，堵住了沈宁接下来所有的话。将军，是沈某失礼了。沈云，别喊，别停，让我静静就好。你的身子很冷。沈宁急道。沈大宗师的眼睫凝结了冰霜，似乎才想到自己的身上的寒气非比寻常。抱歉。男人用尽力气想要挪开些距离，沈宁却是将他拽来，躺靠在自己的腿上，并把马车内的毯子盖在了男人的身上。他的一双手指腹裹着温热的内力，轻轻地按揉着男子的太阳穴。男人仅剩的理智里却是在做沈宁万万想不到的天人之争。作为北渊王的他，犯病的时候沈宁照顾着他，如今沈宁也是一样的照顾他。无力的开口：将军，本尊与北渊王掉进水里，你救谁？沈宁蓦地怔住，一脸的呆滞，脑子里的乱麻简直是打了死结，不用个10年8年，仿佛都捋不顺吧。救谁？男人更虚弱了，语气里多了一丝哀怨，好似在郁闷般。可以2个都救吗？不要。那就你吧。男人的身躯快被蔓延的霜毒给冻裂，偏生心底里的火又烧得旺盛，郁闷，相当的郁闷。这般说来，与沈宁而言，北渊王燕云彻便是不值一提了。沈宁似是察觉到了男人的不高兴，
便改了改措辞：“那我就北渊王吧。”男人好似更有情绪了。沈宁张了张嘴，欲言又止，这是个无解之题。哦，男人极其的不悦。这般讲来，沈宁便是不在乎沈云了。啪的一下，女子的小手掌忽地在男人的额头轻轻一打：“好好休息养生，别想有的没的。”哦，沈宁只觉得自己像是在养儿子般的无语。男人垂着浓密漆黑的眼睫，昏昏沉沉地感受着沈宁给他的按揉，虽然舒适安心，但也不爽至极。只因沈宁不肯就掉进水里的他，就连睡梦中，男人的眉头都是紧锁的。沈宁将自己身上的大肠取下，盖在了男人的身上，又催动着更猛烈的内力灌入给了沈大宗师。他半垂着眸子，遮去眼底的幽邃，唇角勾起了春晖轻露般的笑。他忘了说，他在鬼门关徘徊的那个晚上，沈大宗师的碎碎念他都听到了。满月时的先皇订婚，三春山的过往，北渊燕王是他，沈大宗师也是他。沈宁并非草木，熟知一切后应当清楚那份炙热的感情，但他在短时间内无心情爱，他只想带着行军的尸首们回京，只想找出屠城的背后主使，将其斩首，以恶人之血暖39军的黄泉之路。沈宁的眼底里一片凛冽刚毅的坚决，迸发出了强盛的战意和刻骨之深的恨。但为男人按揉的双手动作细微，却是别样的温柔。上京城，金銮殿，东进军600里，加急送来北幽叛军屠城的惨烈军报。第159章，圣上宅新人后，感天动地。殿上，明黄龙袍的元和皇帝大发雷霆之怒，文武百官压低了头上的乌纱帽，就连呼吸都是小心翼翼的，诚惶诚恐到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个。啪嗒，元和皇帝把军报和奏章一并丢了出去，砸在了官员的脑袋上，勃然大怒到青筋暴起。鱼肉百姓，鱼肉百姓啊！朕想不到，距离上京600里地的北幽，竟会发生惨绝人寰的屠城之事。好个袁不成，竟在关键时刻出去剿匪，害得行军死伤惨烈，39军更是一个不归啊！镇上京2大5堂的学生都死的死，伤的伤，他们可都是将来的国之栋梁啊！朕，元和皇帝气到头晕眼花，身体摇摇晃晃。老太监陈喜忙不迭地上前伸出手扶住了元和皇帝，担心道：“皇上，您可要注意龙体啊！”文武百官齐齐下跪，异口同声道：“请圣上注意龙体！朕的百姓、战士、学生都惨死于北幽，朕要这废墟有何用？朕高居龙座，情何以堪？让朕情何以堪啊！”元和皇帝青筋暴起，热泪滚烫，说话都在大喘气，似有怒火攻心之迹象。噗嗤！最后，元和皇帝猛地吐出了一口血。陈喜连忙扶住元和皇帝，惊道：“太医，太医！”不了。元和皇帝摇摇头：“朕该好好的体会这不及北幽王者1万分之一的痛，好让朕觉得他们还在。圣上知人心，感天动地，闻者伤心，见者流泪啊！”陈禄张狗腿的磕头，其余官员纷纷跪地磕头。圣上人心宅厚，感天动地。报！侍卫匆匆而至，吓得就差屁滚尿流。被陈喜扶上龙首宝座的元和皇帝颓废萎靡的伸着手揉了揉眉心，揉到眉心通红，似欲渗出血迹般，不耐烦地道：“说，皇上来了，老战神来了。”元和皇帝蓦地坐直了身体往外看，陈喜和殿内的文武百官俱是循声望向殿门外。一身军装的老战神，老当益壮，身躯健硕，隐隐有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的铁血之气，那是南征北战多少年，久经风霜，驰骋沙场无数次，沐浴着敌人鲜血沉淀下来的气势，方才当得起老战神3个字。元和皇帝用手背拭去了眼尾的泪痕，自宝座起身，不等陈喜扶着，便踏步往前走上前去迎沈国山。老战神！元和皇帝出声。扑通！沈国山面无表情地走进了金銮殿的大中央，二话不说就跪了下去，连磕3个响头。元和皇帝连忙伸出双手托住沈国山的双肩，欲让沈国山起身，并说道：“沈老将军，朕深知你心系北幽百姓，且行军主将还是阿宁那孩子，朕看到了消息，阿宁无事。”沈国山却是不肯起来，上半身笔直地跪着。他虽是在跪，但却让人无形中有种强烈的压迫感。皇上，江淮州袁不成剿匪的时间有一不说，前来上京汇报消息的麒麟军39军士兵张和在还暴毙于城郊之外，北幽密室内又圈养那么多的女孩，此事怕是另有隐情，必须得彻查。老战神放心，朕也觉得北幽之事疑点重重，光是陆前舟和吕春那2个废物，怕是还不敢这么做。元和皇帝说道：“朕定会给北幽亡魂和39军阴魂一个交代。”臣叩谢圣恩。沈国山又磕了一个头，还请圣上交由此案与臣来全权负责。老战神，你年事已高，华发3000，不该操心此事。
朕知你心之难受，朕又何尝不是呢？若你因此事伤了元气，被人所害，要朕如何向大燕的子民交代呢？若身死此案，老朽但求一死。沈国山直起了身体，灰浊的眼睛仿佛密布雷霆黑云，直视元和皇帝。他为沈家殚精竭虑，为防功高震主，可以一退再退，哪怕退进尘埃里也无悔。若是观天下苍生，他还是如少年那般满腔热血的视死如归。此乃沈家祖训也。元和皇帝沉默了半会儿，终是抵不过沈老将军强硬的态度。也好，有老战神你来负责北幽屠城及失踪案，朕不仅放心，北幽数十万的亡魂也会安心。臣谢主隆恩，定不辱命。却说紫金武堂在还没得到消息前，一片宁静祥和，甚至还挂着红绸煞是热闹，像是过节了盘。倒也不是过节，而是赫连老师傅准备在这日退休了。按理来说，早些日子就到了告老退休的时间，但他总是舍不得紫金，总想多看看。于是趁着孩子们都不在，先偷摸着溜了得了，省得日后和学生们两眼泪汪汪，也怪矫情的。赫连老先生，恭喜恭喜啊！邓伯斐笑道。其余人纷纷贺喜。远山老兄，你呀，该回家享清福了。改日带我们过去看看远山老兄养的狸猫，据说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踏雪寻梅。别，可别！赫连远山红光满面，笑容止不住的洋溢，连连摆手道：“你们这群老东西，可别吓坏了老朽的猫，否则老朽跟你们没完！”哈哈，看你这小气的劲儿，不就是一只猫？一时间哄堂大笑，其乐融融。外面冬雪纷纷扬扬，映着室内的温馨和谐。徒弟，紫金武堂的侍从一路小跑而来，跌跌撞撞的眼睛里还挂着泪。出事了，北幽出事了，出大事了！就这么一句话，叫赫连远山、邓伯斐等人心里咯噔猛跳到头皮发麻。巨士起身看向了侍从：“快说啊！你急死老朽了！北幽出什么事了？”驻军叛变，北幽百姓被屠10万人，并无援军支援麒麟，39军全军覆没，2个武堂的学生们只剩下数百人。侍从一气呵成地道：“老先生！”邓伯斐惊呼了一声，颤着手扶住了眼睛发黑的老先生。那是邓伯斐第一次看到人的神情能在一瞬之间从喜气洋洋的红润气色变得发白。第160章，财大气粗真少卿。没了，都没了。赫连远山发抖地问：“汝等莫不是嫉妒老朽将要无事一身轻只把狸猫玩的悠闲日子，特意编造个假话？”四下里众人都在沉默，长空中悲伤缓慢流动。赫连远山终是抵不住这一刹那的情绪，直接昏厥了过去。老先生！众人手忙脚乱地蜂拥上来，乱成一团的不仅是紫金武堂，还有燕京学宫。北幽之事一如秋风卷落叶般席卷到了上京城的每个角落，连带着哀伤的氛围一同传递而至。午时，顾府，顾荣母子正在用餐，听得这话，俩人的表情俱都出现了变化。死了那么多人，怎么他沈宁还活着？顾荣懊恼地问。密室，女孩。顾影南低声自语，忽然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寒气骤然从脚底蔓延，直冲向了天灵盖。景南，你怎么了？顾荣问道。顾影南却是说不出话来。他近来跟着军光祖和纳兰城去搞赚钱的法子，其中有一条路子就是贩卖乡野之地的女孩，特别是那种长相可人、眉清目秀的女孩，最好是不超过13岁的。上京城内有许多权贵之人甚是喜欢，可谓是流连忘返的销魂。娘，我吃饱了，我先出去一趟。顾影南冲到解忧楼，找到军光祖。军光祖正在和纳兰城就着满桌飘香的大鱼大肉喝酒谈笑，身边围绕着肌肤忽现的莺莺燕燕们，那腰肢白皙成雪，柔软如水中的妖蛇般。顾将军，你来了。纳兰城提着酒壶上前，顾影南一脚踹到纳兰城的腹部，将其踹得人仰马翻，而后走到军光祖的面前，双手紧攥着军光祖的衣襟。军光祖，你敢戏弄本将？你不是说了吗？只便卖女孩，那北幽屠城是怎么回事？北幽地下密室里的几千女孩又是怎么回事？还让他们喝人血？军光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最好给本将说清楚，否则本将绝对不放过你。顾影南咬牙切齿道。军光祖喝得五迷三道，眯起眼睛笑望着顾影南。顾将军，消消气，天塌下来了，不还是有我父亲顶着？顾影南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当真是你军家做的？你军家到底要做什么啊？谋朝篡位吗？军光祖，我顾影南只是想赚点小钱，但还不想把命搭进去。我知道自己效忠的是谁，恕本将不奉陪了。说到这里，他是一阵后怕，他松开军光祖的衣襟，转身就走，还没踏步出了此门，后方就传来了军光祖的声音：顾将军，钱你也收了，既染了半身黑，还想干干净净的回去，你是天真的小孩吗？顾影南一寸寸的回头看去，发红的瞳眸赫然一个紧缩，
倒映出了军光祖怡然自得的惬意。景南兄，你当真以为和我来往密切的你，又收了黑钱的你，会是干干净净一身白吗？别做梦了，开弓哪有回头箭？你呀，没有退路了。如今我们都是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军光祖笑着喝了口酒，你也不想想，钱哪有这么好赚？你说什么钱最好赚？当然是昧着良心的钱最好赚。你说我一个数字，为何能得我父亲的青睐？我二哥军光耀那个蠢货虽为嫡子，却连带着母亲都被我爹嫌弃呢。当然，我是军光祖的心足够黑呀。这世道都是黑的，你若不黑，就平白让旁人赚了没良心的钱，等你想通了再黑的时候就晚了。时间不等人啊，顾将军，跟着我军家好好干，是不会吃亏的。军光祖拍了拍顾颖南的肩膀，还把手上的酒渍在顾颖南的身上擦干净了。顾颖南眉头紧锁，咬紧后槽牙，用了很久，方才慢慢的接受了军光祖说的话。他已经洗不掉了。隔壁忽而出现了异动，对此顾颖南已经习以为常。上京城的很多权贵都会趁着夜黑风高，偷摸着进解忧楼，与那年纪上小的女孩来一场风花雪月。而每当结束之时，女孩要不是精神失常，就是伤痕累累，最严重的还有可能丢掉命。这回又是谁？顾颖南问。四品官，大理寺少卿甄世宏。这等官你也不惧？顾颖南皱眉，你不懂，甄世宏财大气粗，至于那钱是从哪里来的，心知肚明就好。军光祖眯起了眼睛，还好沈宁没死，贤弟我知道顾兄你对他多有挂怀，总归是念念不忘。到时候我军家壮大，他沈宁还不是任由我们兄弟俩揉圆搓扁？顾颖南陡然一脸煞气，压低嗓音发狠道：军光祖，沈宁是我的，你最好别打他主意，否则我与你军家鱼死网破，不信你大可一试。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将军莫恼。隔壁密不透风的屋子终于打开了门，流露出了一股子让人作呕的味道。人到中年的甄世宏身上多处横肉，脸上戴着解忧楼特制的恶鬼面具，用赤着的脚踩在地上女孩的脸上，摇着头叹了口气。甄叔，叹什么气呢？可是姑娘伺候的不够好。光祖啊，你这里的东西越来越不经用了，这才多久就没气了？啧，改日给你孝敬个骨头硬的。那感情好。甄世宏轻车熟路地拿过衣裳穿了起来，用靴子踩过女孩的脸走了出去。马车内是早就准备好的锦盒，大大小小有很多，每个锦盒里都是各式各样昂贵的珠宝。娘子，看魏夫给你带了什么，都是你喜欢的。甄世宏笑容满面地进了府邸屋子，却是察觉到不对劲了，莫名的悲伤笼罩在上空，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他见妻子哭得肝肠寸断，心疼地道：怎么哭成这样了？甄夫人扑入了丈夫的怀中，用尽力气地抱着月儿牺牲在了北幽。啪嗒，甄世宏手里大大小小的锦盒全都掉在了地上，散落了一地珠光璀璨、做工精致的饰品。第161章，踏雪回京，满朝相迎。月儿牺牲了。甄世宏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甚至还往后退了几步。牺牲？怎么会牺牲？他沈宁只带了5000人，又无援军的支援，应当打道回府，或是原地等候才对。北幽只图百姓，又不图行军，我儿真远是大福之人，怎么会死啊？我真家期待单传啊！到底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甄世宏正值壮年，哪能接受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之事？他声嘶力竭的毫无形象，咒天骂地了不知多少遍。甄夫人却是在一刹那僵住了，停止了哭泣。她皱紧眉头，用哭到爬满血丝的眼睛狐疑地望着自己的枕边人。她一直以为甄世宏是这天底下最好的郎君，从不纳妾，每日回府都会给他带许许多多的东西，或是他喜欢的珠宝首饰，又或是东街那边他最喜欢的糕点。但在此时此刻，他的心底生了一股寒气，甚至还在发毛。是，你怎么知道39军并无援军的？你刚从外回来，不知北幽的具体情况。你到底为何知道江淮州袁不成会在关键时刻去剿匪的？你又是怎么知道北幽叛军只图北幽百姓，而不图行军的士兵与孩子的？甄夫人的声线都在发抖，心细聪慧如她，脑子里已经有了具体的猜想，却也不敢再往下想了。情绪激动的甄世宏也在这一刻冷静了下来，有几分心虚的局促。你告诉我啊，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呀？甄夫人双手揪着丈夫的衣襟，拼尽全力的摇晃，摇到自己的珠钗掉了满地，一头黑发散落了下来。这还用想吗？甄世宏道：若有援军，吾儿又怎会牺牲？你还想骗我？甄夫人泪流满面的摇着头，踉跄的往后退了几步。地上做工精细的饰品尖锐部分扎破了他的脚掌，鲜血沿着伤口流出，走一步留一步血印。甄世宏，是你举荐远儿去执行任务的？我原是不赞同，
是你说让他多历练历练一下。北幽叛军不足为惧，39军如履平地，但39军已全军覆没了。我竟是想不到，我儿在保家卫国，他那畜生父亲竟才是始作俑者。啪！甄世宏一巴掌打了下来，看见妻子眼里破碎的微光和万念俱灰，却又心疼地将其抱在了怀里。阿念，此话不可再说，会给甄家九族带来灭族之灾的。你只想甄家九族，可又想北幽百姓。你听我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听你说。甄夫人大笑，北幽密室囚了数千女孩，你也是始作俑者之一，他们也都是爹生娘养的，你也是做父亲的，你只疼爱自己的儿子，可有想过别人的父母会是怎样的肝肠寸断？你甄家一族可又背负得起北幽10万亡魂的命啊！甄夫人歇斯底里的从丈夫的怀里挣扎着出来，披头散发的宛若个疯婆娘，脸上的手掌印清晰又明显。你知道吗？宫里来人说，我儿甄远杀了8个叛军，最后一个是被他以命搏命去压死的。甄世宏，远而九泉之下，若知晓他有这么个父亲，你让他如何想？闻言，甄世宏愣住了，脑海里骤然想象中甄远奋力杀敌的场景。他从未像现在这样后悔踏上君家这条不归路。起初，他只想赚点小钱，摸摸小手；后来，他想要更多的钱，拥有更多的女人。金钱的欲望吞噬掉了做人的良心，直到现在才幡然悔悟，却是为时已晚了。甄世宏一拳砸在墙上，掩面而泣：“远儿，为父的远儿啊！”这时，军光组的人已经把从甄世宏屋子里的尸体运送到城郊外埋了。铁锹铲着一抔抔土撒在女孩发青的脸上，直到将女孩的眉眼完全覆盖。远方，东晋军暗部的队伍依旧朝着上京城的方向前行。沈大宗师醒来的时候，身上的寒气少了不少。躺在沈宁腿上盖着绒毯的男人缓缓地睁开了眼睛，他的睫翼很长，浓密漆黑的，似是落了一片鸦羽。当他看向沈宁的时候，心下骤然一紧。沈宁靠在边上，虚弱了很多，额间溢出了不少的汗。他连忙将指腹搭在沈宁的脉搏上，眉头微皱，这是内力消耗过多导致的体弱。醒了。沈宁半抬着眼睫，无力地道：“怎么未经本尊的允许便乱用内力？你的伤才刚刚好。”沈大宗师急道：“我没事。”沈宁微微一笑：“休息下就好了，而且对你也有效果，怎算浪费？”沈大宗师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身上的霜毒就被沈宁的内力排出去了，而唯有大宗师的内力才能排出霜毒，但沈宁并非大宗师，纵吞噬了他的内力，也只是洗精法水而已。他怎么做到的？不过，沈大宗师眉峰一横，便要将内力灌输到沈宁的身上。别！沈宁的双手连忙交叉，阻挡沈大宗师的荒唐之举，不顾男人贱冷的眼神，无奈地道：“大宗师，你把内力渡给我，然后你不行了，我再渡给你，然后周而复始，怕是还没到上京城，你我2人就要死于有史以来最滑天下之大稽的死法了。”哦，男人黏黏地应了一声，随即桎梏住沈宁的腕部，强行灌入内力。沈宁耳边是他低沉的声音：“沈将军可知，男人是不能说不行的。”沈宁汹涌的内力扑来之时，沈宁只得被迫的接受。而渡完内力的沈大宗师并未有虚弱的迹象，这让沈宁在心底里由衷的感叹：还得是大宗师。旋即眸底浮现了细碎的星芒，晚藏在灵魂的坚毅又深了几分。在想什么？沈大宗师一面催动内力温热马车，一面问道。在想沈大宗师的内力着实有些暴殄天物了。男人闷闷的不说话，又加深了些内力，报复性的把温度升高。沈宁瞧着那与北渊王如出一辙的幼稚样，戴个面具换个名字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罢了，唇角不由得往上扬起，便道：“是在想我要用多久才能成为像您一样的大宗师？不准说您。”好吧。沈宁忽而发现这位大宗师在某些方面貌似很固执，比如辈分的差距。思及此，沈宁低低的笑了。笑什么？为北渊王而笑吗？男人说这些牛头不对马嘴的话，颇有几分阴阳怪气，叫沈宁脸上的笑一瞬之间全部消失，只觉得这辈子都没无语过，心中暗道：上了年纪的男人真难伺候。莫不成，男人的每个月也会有那么几天吗？热烘烘的马车内不似凛冬，却像是打翻了积年的醋坛子般，空气里都是酸溜溜的味道，叫人浑身都不自在。沈将军，还是男人打破了僵局。沈宁靠在一边，懒洋洋地望着他。等你成为大宗师，我们便去蓬莱岛看桃花灼灼。好。沈宁灿然一笑。大宗师何等的稀罕珍贵，若旁人知晓他想要成为大宗师，只怕会是当个笑话。周边列国雪女武帝想成为大宗师的武者们如过江之鲫，然而许多人
终其一生都成为不了宗师，更何况是更高一层楼的大宗师呢？但眼前的男人把他的话听了进去，并给出了回答。而又有多少人从哇哇坠地开始，就带着疑问过了一生，到坟冢枯骨都等不来一个答案呢？这会儿，男人又嘀嘀咕咕做贼似的说了一句话，沈宁并未听清，便问：什么？本尊说对你不叫暴殄天物。沈宁看着男人面具背后的眼睛，有一瞬的凝滞，指尖微微的颤动，似有一根弦从指尖相连心脏，就那般如涟漪的轻微，最是撩人心。马车停了下来，追风嚎道：吃饭了，吃饭了！大宗师沈宁。男人骨节分明的手迅速掀开了帘子，对上追风炙热发光的眼神，杀人般的怒火似欲喷薄。追风举目看去，心茫然。竹殿、陆条都跟他说，多关心尊上，必得尊上器重，说不定尊上一高兴，就不让他去被什么劳什子的好人妻律了。吃什么饭？回京之前把好人妻律抄1000遍。男人懊恼地坐回到了马车的软垫上，只恨自己的内力不能当饭吃，将人喂饱。追风则如五雷轰顶般的绝望，回过头万念俱灰地看向了竹殿、陆条所在的方向。竹殿二人赶忙压低了头，狂吃东西。追风后知后觉，反应过来自己被耍了，于是死缠烂打在竹殿二人的身边，硬是把1000遍的好人妻律分摊了下来。直到抵达了上京城，3个臭皮匠都没能把好人妻律抄完。上京城前，元和皇帝带着官员们出现在城门之前，亲自来迎接。站在他左手边的是老战神沈国山，右手边的则是周老丞相。黑压压的官员们都面露愁容之色，城内的街道两侧也都聚满了百姓。白绸褂上突出了一丝悲。顾影南在众多的官员之中，急忙看着队伍映入眼前，心里如被蚂蚁啃噬般的难受。天知道，得知北幽之事的那一刻，他有多担心曾经拼了一生命都要娶的女子。沈宁出现的时候，顾影南呼吸都变得急促了。然而当他看到沈大宗师为沈宁拂去发间雪花的时候，心脏和灵魂同时变得扭曲，宽大袖袍下的双手更是紧攥成了拳头。沈宁走到了元和皇帝的面前，他身上的素白之色像是在祭奠阴阳两隔的故人。且看奈何桥上都是昔日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他的身后是这些战友们的遗体，竟找不出几具完整的。陈喜为元和皇帝摘掉了头上的冠冕，脱掉了最外层的龙袍，只剩下一身白服。沈宁单膝跪在了地上，双手拱起，颔首道：末将沈宁带麒麟39军战士、行军学生回京复命。是沈宁无能，未能保下北幽10万百姓，也未能保下行军士兵与学生，请吾皇责罚。元和皇帝红着眼睛，颤抖着双手把沈宁扶了起来。是叛军过于心狠，是阴差阳错，纵然怪得了千千万万人，也怪不了你。元和皇帝哽咽地道：沈宁。城门后不知何人高声喊：你为何要不自量力去攻城？为何？39军和2堂学生们本不该死，你就是为了功勋，为了荣耀，故而不把学生和士兵们的命当命。罪该万死的是你，你怎么不死？死的是别人，你怎么不死啊？这一道声音让许多陷入悲伤的人心思有了细微的变化。元和皇帝皱了皱眉，给了陈喜一个眼神。陈喜正欲下令把闹事的人关押，就见沈宁出声道：公公且慢。陈喜看了眼元和皇帝，方才望向沈宁，等待着沈宁的下文。沈宁又跪了下去，他抵着头道：请吾皇责罚，北幽之事是末将沈宁的失职，是末将沈宁执意要进北幽城，亦是末将沈宁未把行军的性命放在第一位。沈将军，元和皇帝欲言又止，请圣上责罚。跪在地上的他再次道：轰！却见一人被内力拉扯，重重地丢到了城门前。如此张扬肆然的内力，自然是出自于沈大宗师之手。摔在沈宁和元和皇帝前的人，便是适才痛斥沈宁的那个。当那人抬起头来，沈宁和蓝莲枝都一眼认出，此人正是那日蓝莲枝街头卖艺，羞辱蓝莲枝却被沈宁教训了的张田武。张田武只敢混迹人群叫骂，哪敢出现在这么多人的大人物面前，当即吓得两股战战，瑟瑟发抖，匍匐在元和皇帝的面前，屁话都不敢多说一个。无数双眼睛随后看向了漫步而来的沈云。男人秀气挺拔的身影透出几许清贵之气，步履虽缓慢，却用不了几步就到了众人的眼皮子前。他左手一挥，大宗师的内力蜂拥而动，撕碎沈宁身上冷白如雪的斗篷，露出了一身穿的厚实的白衣。然而冬日穿的再厚实，北幽之战留下的伤，就算包扎了伤口，这会儿都渗透了出去，一道道血迹出现，密布前后上下，多得让人都数不清。朝阳王，告诉这狗东西，沈将军的伤为何而来？第162章，若死无葬身呢？那便死无葬身。东方寒虽是大燕尊贵的异姓王，但大宗师的尊自是要高一等的。
却见下一刻，东方韩星秦沉重的踏步出来，分别朝大宗师、元和皇帝行了个礼，才沉着一张脸，高声道：“沈将军身上99道剑骨刀伤，是与北幽叛军厮杀之时所得。后在鬼门关走了一圈，被大宗师与三春山的魏老先生用神医谷7绝保命丹救下。若非如此，沈将军也是失手归来。”城门内外的官员、守卫、围观者们闻言深吸了一口凉气。沈宁压低了头，紧抿着唇，却是欲言又止。沈大宗师再问：“北幽叛军驻军将领路黔州，被谁所斩杀？”沈将军，将军在北幽之战中共斩了多少人？斩102人，是此战之中斩敌最多之人。斩杀数由谁记录？大齐永安公主兰莲芝和陈家小姐陈琼。砰！沈云一脚踹到张田武的下颌，只把张田武的下颌踹断，牙齿和血液一起往外吐了出来。你是个什么东西？有何资格说的他不是？他在战场杀敌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他在鬼门关徘徊的时候，你又在做在什么？你自高枕无忧，只敢躲在人群高声喊。你可敢直面北幽百姓的尸首？城中婴儿的森森白骨，被活埋，被活活烧死到面目全非，只剩焦黑的尸体。你又可见地下密室的女孩不见天日，被关押，被暴虐，被同族的鲜血到精神失常，如野兽般。你什么都不知道，便敢说此等话？纵使你的项上人头不想要了，难道你的九族也都个个不想活了吗？男人凶狠暴虐的眸子愤然地瞪视着张田武，随寒风呼啸的大宗师内力锋利的宛若刀刃，欲将其千刀万剐。张田武何曾见过此等场面，又何曾直面过大宗师？元和皇帝道：“大宗师不必动怒，此人亵渎将军，罪该万死。来人，拖下去，斩了。”是。只由元和皇帝调遣的天策军首领单膝跪地抱拳应道，随后带着人桎梏住了张田武。张田武面露惊恐之色，他只是拿人钱财办事而已，又加上与沈宁有前仇旧怨，且那人担保他不会出事，便一口允下。他当真没想到会有性命之忧啊！可恨下颌骨断，牙齿崩碎，连求饶的话都说不了。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大燕的皇帝和唯一的大宗师，却也是最后一次见了。临死前只看到一把锋利的大刀朝他看来，像砍宰畜生那样的冷血无情。城门外，元和皇帝心疼地扶起了沈宁，日后再无人会说你了。谢圣上。沈宁低头道：“永安公主也在此战之中。”元和皇帝早已收到这个消息，但还是有所好奇。好奇的不仅仅是他，还有这守候在此的满城人。永安公主是我们在北幽所遇，危机时刻并未远走，而是与吾等同生死，共存亡。沈宁说道：“永安见过圣上，圣上万福。如今大齐已是大燕的附属国，每年都要朝贡。”众人不由自主地看向了顾影南。顾影南的脸色很差，一双阴鸷的眼睛紧盯着蓝莲之看。这是唯一一个与他有过肌肤之亲的女子，是不一样的感情。他没想到出去一趟，竟化解了沈宁与蓝莲之的恩怨，让他们成为了战友。如此说来，日后的顾府后院必将一片祥和美好了。元和皇帝问：“你为何会在北幽？”回禀吾皇。蓝莲之依旧跪在地上。永安漂泊异乡，身无分文，举步维艰，为图银钱活命，曾上街卖艺，卖的是胸口碎大石，因此断过肋骨，有过内伤，但总算是有钱了。是路过的沈将军认出了我，帮我赶走了闹事的张田武，便是方才那位被斩首的男人。沈将军见我受伤，便介绍我到神风钱庄做打手，以此来谋生。因为当年沈将军还在顾府之时，为谋生计去过神风钱庄当打手。永安为了多赚点钱，便去了北幽一带，恰逢叛军吕春施救相识，将我捉拿，欲羞辱我。是沈将军及时赶到，演了一出空城计，装作痛恨我，方才把我从北幽城带走。蓝莲之将此行北幽的过程事无巨细地道了出来。众人闻言，仿佛身临其境般。元和皇帝叹了一声：“你是大齐的公主，曾上战场参与过齐燕之战，如今却想为北幽所战，将生死抛诸脑后，此等气魄，亦当得起我大燕的公主。从今往后，你便是两国共同的公主，封号同为永安。”顾影南听得此话，倒吸了一口冷气。永安，谢圣上隆恩。圣上英明神武，永安钦佩之。蓝莲之匍匐在了地上，眉眼压得很低，眸子星红汇满泪水，多日的委屈再次宣泄。自以为成为了大齐皇室耻辱的他，在这一日终能够挺直脊背，他日能昂首抬胸去见大齐王，去见皇兄皇妹们。父王，永安不再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了，从此便是两国的公主。随后元和皇帝和沈宁去看了眼牺牲者们的尸首，只能用触目惊心和惨不忍睹来形容。元和皇帝身穿白服，紧闭着眼睛，滚烫的泪珠汹涌流出。他颤声道：“是朕无能，竟让朕的疆土之上
发生了此等事，是朕无能啊！沈宁抱拳，圣上心系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大燕苍生为己任，是英明神武的大燕之尊。北幽之事，是上京城内有人四处掳走未及笄的女孩，是有人敢在天子脚下知法犯法，恳请吾皇彻查此事。将军放心。元和皇帝道：朕已让沈老将军全权负责此案，必能查个水落石出，给北幽一个交代。吾皇神武。沈宁行单膝跪地之礼。沈将军，那些女孩何在？不管她们发生了什么，是否被浊气缠身，大燕都要对她们负责。元和皇帝道。回答皇帝此话的不是沈宁，而是沈大宗师。女孩们多是失控，见人就咬，而北幽距离上京有600里路，不适合带回上京。恰好本尊在北幽附近有些房子，便让人带去静养了，打算等他们好点之后送来上京。否则的话，浊气所会，失控如兽，恐惊了皇帝。既是由大宗师负责，那朕的心也能安下去了。也好，以他们的状态，确实需要静养。元和皇帝回完大宗师的话，对着后方牺牲者们的遗体颤声道：孩子们，英雄们，归家了，朕来接你们归家了。归家的那天是他们的葬礼，满街都是两街百姓们撒出来的纸钱，士兵、学生的亲人们，包括了甄家的甄夫人，都默默流泪跟上。牺牲者的尸体们原是不明的，是君光耀、陈琼、沈宁这些人一个一个去分辨出来的。还有部分人因为太过于血肉模糊，以及许多的残肢断骸，纵使君光耀这些人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至于麒麟军第39军，是沈宁接触的最多，陈琼次之，几乎是他们2个人找出来的。他们并不害怕，他们只觉得万分难过。牺牲在北幽的英雄们葬在了距离皇陵最近的东墓园，是元和皇帝看着他们下葬的。每葬下一个，元和皇帝便会亲自喊出他们的名字，道出他们的功勋。这份功勋会送到很遥远的地方，那是他们的故乡，远到要下个月才能送达。因而在他们死后的第2个月，光宗耀祖，荣归故里了。沈将军，甄远下葬后，甄夫人身穿丧服，由丫鬟搀扶着走到了沈宁的面前。沈宁数年前见过甄夫人一面，一时认得出，当即扶住了甄夫人。甄夫人，很抱歉。你不必说抱歉。甄夫人道，你也不该抱歉。沈宁抿着唇，眼睛微红。将军，我想问你，我儿在战场上是怎样的英姿？他是第一批冲进城楼厮杀的人，就算身上被砍断了骨头，刺穿了脏腑，他也没有倒下。沈宁哽咽地道，他是倒在了自己的兵刃上，他的剑贯穿了自己，也贯穿了敌人，最后把敌人活活的压死。他杀了8个叛军，他很英勇。他说他最喜爱夫人您了，特别是您做的饭菜，最是好吃。甄夫人泪流满面，唇角却是竭力的往上扯着，好啊，我儿真好啊，长大了，孩子真的长大了，都能上战场杀敌保护百姓了。等到日后我便要去北幽定居，我要亲眼看着被我儿保护的那些人生活的无忧无虑。沈将军，你不必逢人便说抱歉，局是死局，你纵有天大的本事也难破局啊，不管怎么做都不能两全。感谢沈将军圆我儿的英雄梦。甄夫人低下了头，弯下了腰，沈宁连忙将其扶住。甄夫人，这可使不得，会折杀阿宁的。使得。甄夫人擦了擦泪，虚弱地道，将军你使得。沈宁强忍的情绪在甄夫人的3言2语之下化作了泪水，汹涌而出。局是死局，如何两全？他何曾不想两全？他两全不了。当然亦有一部分人虽不敢明说，但看向沈宁的眼神多有怨怪。沈宁对此便是低下了一次又一次的头，没有不服，唯有虔诚，这是他应当的，因为他是麒麟行军的主将。沈宁尊上。追风有些于心不忍，远远地望着，对沈大宗师说，不去帮下将军吗？你若说话，他不必次次低头。不必了，那是他愿意的，此时所谓的帮忙只会让他良心不安。男人深邃的眸子映着虚弱了几分的他，有心疼之色，更多的却是敬重，敬重他为将的态度，敬重他的良心。追风闻言肃然起敬，打了下自己的嘴，是属下失言了。他想了想，若是竹殿死了的话，他也会心甘情愿给竹殿父母低头的。如此思考，瞬间豁然开朗，只可怜那竹殿不知追风心中所想，只觉得追风看他的眼神多了些意味不明的沉痛，莫不是要对他这个大兄弟下手，那可真是造孽。后半夜，东墓园，沈宁送走了许多人。陈琼拿着温热的水过来，喝一点吧。没事。沈宁摇摇头。陈琼固执地把水放在沈宁的唇边，倔强地道，喝。沈宁只得喝了口水。陈琼说，宋校尉他们是为我而死的，我看得出来，
以前我去麒麟军的时候，他们多是不服我。宋校尉虽会给我好脸色，但跟对你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他们很在乎你，和你出来执行任务，他们也是相当的高兴。或许已故的燕京学生们有许多是不喜你的，但我相信，在他们临死前的那一刻，你是他们心目中唯一的将军。一二，他们不在了，我要带他们照顾好你。沈宁看了眼他，你该照顾好你自己，又不是铁打的身子，中了那么多箭，回去后好好歇着。我不歇，这是军令。是。最后，沈宁、陈琼也走了。东木园一片安宁。沈宁走出东木园的时候，发现父亲沈国山、沈家大伯、三叔沈国海、母亲、兄长等等沈家人都在墓园外等候。爹！沈宁哽咽，平复下来的情绪瞬间点燃。他可独行风暴，横穿沙漠，不惧刀枪剑戟之苦，但惧亲人之温馨，让人止不住泪。回家，依旧是那一句话，依旧是那2个字。好。沈宁点头。另一边，陈家陈禄章等人都在等陈琼，而一辆厚实的马车内坐着陈家的老将军。陈老的声音从里边传来：“沈将军。”沈宁脚步顿住，面朝陈老的马车，双手拱起：“晚辈沈宁见过陈老将军。”马车内沉默很久，才道：“回家吧，家里暖和。”是。且慢，陈老将军，请讲。若两堂学生拒战，你会如何做？杀尽北幽，以晚辈之血换一丝可能。若死无葬身呢？那便死无葬身。马车内又沉默了良久。国山老兄，这孩子像你，犟得很，不过比你懂理，这点好。第163章，上京城内哪来的野猪放肆？彼此。沈国山回道。马车静默如斯，可见里面的人不愿意搭理沈国山。之后，沈宁坐上了沈家的马车，偌大的马车内挤满了人。沈国山、郑蔷薇、大哥、五哥还有小弟沈青山。爹，回去的路上，沈宁欲言又止。采莲的丫头还在等你。沈国山皱着眉道：“这丫头性子当真不行，一听说北幽之事，就把自己哭昏了过去。回去后好好的轰轰，左右也是跟了你10多年的人，虽是奴婢，但感情的事不似黄泉会分个3、6、9等。”是。沈宁低头。沈金峰用大肠裹住了沈宁：“家里的厨房给你和欢欢、大奎炖了汤。”沈宁想到紫金武堂还活着的学生们，尚未开口，沈金峰便道：“你回府前就把汤送到了紫金和燕京，每个从北幽回来的学生都有的喝。”沈宁点点头，扯着唇竭力的露出了个笑：“别笑了，不想笑就不要笑，在外面也就罢了，当着家里人的面就强颜欢笑，那活着未免太累了。”沈修白说：“沈宁又点了点头，但眼睛却越来越红。沈国山道：“哭又不是丢脸的事，憋着做什么？我沈家孩儿从不憋着做人。”沈宁再次点头，泪水蓄满眼眶。他扑在父亲怀中，无声的哭泣，肩膀疯狂地抖动，最后演变成了嚎啕大哭。哭声传出了马车。高楼之上，沈大宗师懒懒的斜卧喝酒，身影孤寂对月。听到这哭声，垂眸看向行于长街的马车：“爹，孩儿好没用啊！孩儿没能保住他们，孩儿明知死路一条，还带着他们冲进北幽，但孩儿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行。孩儿好恨那群该死的叛军，恨上京内的害人者。”爹！沈宁仰起了头，泪水流过满面。39军没了，都没了。沈国山红着眼睛想要揽住女儿，最后还是拍了拍女儿的肩膀，语重心长地道：“你又非神仙，哪能事事都如你意？你看世人都称爹为老战神，真以为是为父自己一个人拼杀来的？都是死去的战友们把为父亲垒上来的。战神又如何，还不是护不了想护之人，做不到让已故的兄弟起死回生，也明知山有虎，还带着兄弟们去闯那死路一条的龙潭虎穴。小宁，你比爹强，你至少把他们都带回来了，还把他们都分清楚了，不似爹跪在满山般的残肢断骸前，连谁是谁都认不出。小宁，哭吧，眼泪并非软弱和没出息，在父母长辈的面前，你永远都是个小孩。”沈宁泪流满面，呼吸加深，肩膀还在止不住的抖动。郑蔷薇和蔼又心疼地望着他，拿着帕子拭去了他眼尾的泪痕。“你爹虽然是个老东西了，但听他的准没错。”郑蔷薇如是说。沈国山瞪了眼拆台的郑蔷薇，复又哼了声。却说高墙之上，追风捧着一沓的抄纸，兴奋地到了沈云的面前。“尊上，尊上！”追风嬉皮笑脸地道：“快看，属下刚把1000遍的好人七律都抄好了，你快过目。”其实他自由跟暗部管事的人说一声就好，但他偏是好大喜功，非要来沈尊上面前找存在感。
沈云凝视着沈家在夜色里渐行渐远的马车，闻言不耐烦地看了眼追风。追风正单膝跪地，低着头高举起厚重的抄纸，再抄10000遍。追风听得此话如做噩梦般，当他难以置信地抬起头来，眼前哪里还有男人的身影，早已消失不见了，只留下还在长风之中辛辣刺鼻的浓烈酒香。不多时，只见呆愣了半晌的追风发出惊天动地般的鬼哭狼嚎，简直是扰人清梦。不知何人被吵醒，在府邸深处大吼了声：“上京城内哪来的野猪放肆！”沈家清幽堂，小姐。采莲眼睛和鼻子都红红的。乖，我没事。沈宁揉了揉采莲的头，采莲猛地抱住了沈宁，把脸埋在了沈宁的胸膛。吓死奴婢了！小姐要是不在，奴婢都不知道该怎么活。奴婢定要给小姐陪葬。说的什么胡话？沈宁一改适才的温和，拧着眉胸道：每个人都是独立存在于世间的，谁离了谁都很正常。人有生老病死和离别，月有阴晴圆缺。就算他日我死在沙场，那也是我沈宁的命，我自己选的归宿，不需要任何人来陪葬。此话不可再说，知道吗？采莲擦着眼泪，吸着鼻子点头：奴婢知道了，小姐不要生气，若是气坏了自己可就不好。沈宁浅浅一笑：好。而后采莲伺候着沈宁重新上药，看到小姐身上那么多的伤口，甚至还能看见骨头的部分，采莲忍着眼泪把药上完，便扶着沈宁休息。沈家大房3房都送了很多的补药给沈宁，2房结伴走出了清幽堂。沈家大伯道：沈宁修复归来，你我2房确实小觑了他。三叔沈国海不服的闷哼了声，撅着的嘴儿都能挂个油壶了，这妮子跟他爹年轻时候一个样，要那么拼命做什么？沈家不愁吃不愁喝，就算他刚回沈府的时候有人刁难他，那也不是掉脑袋的事吧？大伯沈国祥说：可惜嫁错了人，只能在这方面下点功夫了，不过总归没给沈家丢脸，是个有出息的人，不比男人差，难怪那兰琴这2日心神不宁的。小门小户的到底是小家子气，金风都没说什么，他倒是先焦灼上了。小小妇人能有什么远见？沈国海又哼道。想到沈宁那虚弱的样子，便接着哼：沈宁那孩子也真是的，为了出风头命都不要，是个狠人。大哥走了，回去休息了，你也早点睡，保命要紧。沈国祥嘴角猛抽，无语地瞅着沈国海那为了长寿2字而魔怔的样子。就在这时，兄弟俩看到仆人匆匆而去，便问：出了什么事？大爷三爷，是那顾将军来了。是我想的那个顾将军吗？沈国海凑了个脑袋过来，眯起眼睛问。仆人愣了下才回：应该是。走，看看这小子去。沈家门外，顾家马车停在府前，顾荣母子在石室内侧等候。大伯，三叔。顾颖南做了作揖。叫的什么？那也是你叫的吗？沈国海高抬起下颌，几乎用鼻孔看人，不屑地瞅着顾颖南。顾将军来我沈府是为哪般啊？是这样的，我知道阿宁受伤了，这里有上好的补品，特地给阿宁送来。你当我沈家是什么破落户，连个破补品都没？顾将军可别门缝里看人。沈国海狠瞪了眼顾景南。三叔，我并无别的意思，我只是……行了，快走吧。顾将军难怪年纪轻轻便有所成就，这厚颜无耻的姿态真叫人学不来。我要是你，我就找个豆腐撞死了，烦死人了，大晚上的就这么晦气。走了走了，找个火盆跨跨。一句话都没说的沈国祥便被那老当益壮的三弟给拽走了。砰的一声，沈家的红漆大门直接重重的无情合上，把那一旁的顾荣吓得差点灵魂一震。顾荣瞪着眼睛对着这红漆大门呸了一声。顾颖南心里闷得慌，他低头垂手的坐上马车，正欲打道回府，半途上便喊住车夫停，沉默少顷，道：去永安公主府。蓝莲芝已经入住圣上所赐的公主府，这件喜讯也在以最快的速度传去大齐。对，找莲芝。顾荣赞同道：儿啊，你知道为何沈宁这般决绝吗？就是因为她虽成为过你的妻子，却还没成为你的女人。莲芝不一样，这年代女人的贞洁比命还重要，她未婚先破了身，那可是要遗臭万年的。只可惜她没能怀上你的孩子，要是未婚先孕，那可就完全不一样了。什么两国公主，还不是任由你搓扁揉圆。顾颖南听着觉得有几分道理，顿时心安了许多。果不其然，到了公主府，蓝莲芝并未把他们拒之门外，而是请了进去。顾荣看着公主府的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眼睛都直了，亮了，不由咽了咽口水。这当公主就是好啊。顾荣笑道：景南，日后你就是大燕的驸马爷了，跟是大齐的驸马爷是不一样的。顾颖南的唇角微微上扬，流露出胸有成竹的怡然。永安。见到蓝莲芝的那一刻，他迫不及待地走上前去，将补品取了出来。你还好吗？我这是特地为你寻来的补品。
顾将军，你的马车是从北面而来，你是先去了沈家吧？将军不要，你便来了我这里，对吗？蓝莲芝好笑地问。他看着眼前这个曾经让自己赴汤蹈火的男人，自嘲之时有一瞬的恍如隔世。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他经历了太多太多，从心花怒放到万念俱灰，又从灰烬里点燃了希望之火。面对着同样的人，不过只因时间的更迭，他的心就不会再怦然的跳动了。永安，别胡思乱想。顾荣解释道，我们从北面来，不过是因为莲花街那边进不去了。景南对你的心，那可是日月可见的，若有半分假话，就让我老婆子不得善终。顾老夫人言重了，这事是不能乱发的。蓝莲芝淡声道，我大齐皇室就有个嬷嬷，因为偷卖首饰而发誓，说自己死无全尸，没想到不出半年，那嬷嬷就被驯兽场逃出去的狼给吃的，就剩下几块骨头。不过顾老夫人，你也不必担心，我相信你的为人。原本没什么在意的顾荣，一刹那几被生寒，浑身发毛，就连身子都有些抖动。顾颖南拧了拧眉，曾和蓝莲芝风花雪月过的他，自然清楚眼前的蓝莲芝冷淡疏离、睿智冷静的有多么让人感到陌生了。莲芝，顾将军，我如今也是大燕的公主，你怎可直呼我的名字？虽然册封还没完全下来，但圣上当着全城人的面金口玉言，且有我今日就入住前长公主留下来的公主府。这是什么话？你可是景南的女人。顾荣不悦地道，难不成还要景南给你行跪拜之礼？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若是跪当朝公主也就罢了，跪自己床榻上的女人，说出去还让景南怎么做人？不过也行，明日我进宫面圣的时候，定会将今日实情一字不落的全盘道出。至于这蔑视皇家的罪名，就看二位是否能担当得起了。蓝莲芝坐下喝茶，淡淡一笑。顾颖南咬了咬牙，带着母亲跪地行礼，臣顾景南叩见公主。顾荣乃接触过皇家，磕磕巴巴地说，顾荣叩见公主。他恨得咬牙切齿。在黑水街买菜的就有，新娶的儿媳那是恭恭敬敬，任打任骂，偏生他这个不中用的，还要给自己儿媳下跪。起来吧。蓝莲芝放下了茶杯，公主跟臣回家吧。顾颖南说。啧。蓝莲芝笑了，顾将军，你可知我当年为何会喜爱你？顾颖南迷惘地看着蓝莲芝。蓝莲芝直接道，我对你是一见钟情，你还记得吗？与大齐定海大将的一战，你戴着面具，以少胜多，破齐军之局，杀的是虎虎生威。听到这里，顾颖南心里头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顾荣则是津津有味地感受自家儿子的威风。公主此话何意？顾颖南红着眼睛问。答案已是呼之欲出，顾颖南却是不由自主地往后挪动了一步。顾将军，那一战你放过了我，从那一刻开始，我便魂牵梦绕。我喜爱的是那日的男人。那日是你顾颖南吗？顾荣连忙道，我自是齐燕之战的主将，自然是我儿了。是与不是，顾将军心中有数。曾经的苟且是我年幼无知，也是我蠢笨如猪，但还请二位莫要放在心上，毕竟人都要往前看的。经历过北幽之战的我，更不可能因为过去的一段感情就不把自己当人看。我们之间没有好聚好散，善始善终，因为一切的开始都不在于你。二位请回吧，若非顾家有白丧大事，就不要来我这公主府了。蓝莲芝转身就走，徒留下神色大变的母子二人。第164章，言常人之不敢言，行常人之不敢行。怎么会这样？顾荣的嘴唇都在哆嗦发白。顾颖南闭上了眼睛，却是心如死灰。在回去的路上，马车里的顾荣一直骂骂咧咧的。什么东西？真把自己当成公主了？公主又怎么样？还不是被我睡过的女人？我呸！景南，你听为娘的，她这就是吃喂你要灵珠了，心里还是有你的，想点办法，持之以恒，定能把她给弄到手的。顾颖南闭上了眼睛，娘亲回不去了。顾荣侧目看他，怎么会回不去？因为永安他爱慕的人从来都不是儿子。与定海大将的那场战，是沈家大公子沈金峰来助的我。若非如此的话，那一战儿子会输得很难看，或许还会沦为大燕的罪人。是永安错把沈金峰认成是我，才会有后边的事。顾颖南有着深深的挫败感，一瞬之间仿佛苍老了好些岁。他无力地闭上了眼睛，痛苦而又自责。曾经有个女人放下显赫的世家，抛弃所有，只为走向他，他却未能珍惜。这会儿顾荣的脸色都白了。怎会？顾荣眉头紧蹙，似是想到了什么，一把抓住了顾颖南的手，深吸一口气，眸光又红又在发颤。景南莫怕，还有灵珠，灵珠她愿意嫁给你的。顾颖南紧抿着唇，却是不愿说话。他一点一点把自己的手从母亲的掌心抽出。马车停在顾家后，也不管母亲，独自走了下去。景南，
顾荣慌张地道。看着儿子疏离冷淡的背影，他很害怕。他就这么个儿子啊，儿子是他的命。顾颖南背对着他，娘，我从小就听你的话，觉得你把我拉扯大不容易，也觉得你说的话做的事都是正确的，但你不该一而再再而三插手孩儿的感情之事，让孩儿迷失了方向，才导致一步错步步错。宗师里衡阳之徒江灵珠虽说要嫁给他，但每回见面都冷得像冰一样，关系甚至都不如一般的朋友。江灵珠就像是高悬于黑夜的白月，让他觉得遥不可及。顾荣浑身的血液好似都变得冷了。从小到大，顾颖南都对他言听计从，从未像现在这样反驳过他。他隐隐觉得有什么要变了，这种感觉让他不安，也让他无所适从。景南，为娘从未想过顾荣还想说些什么，儿子的身影却是湮灭在了深浓的夜色里。白月光洒落而下，顾荣的两眼里蓄满了泪。却说今夜的军府，君家主母抱着儿子君光耀又哭又亲，早知道那北幽这般危险，就不让你去了，都怪你爹，非要你去那牢石子的地方。君尚书眉头紧皱，脸庞写满了冷峻。三弟君光祖扯了扯唇，欲言又止。君光耀安抚母亲道：娘，儿子没事。他回头看向君尚书，爹，北幽之事多有蹊跷，据说还有女孩流入了上京，估计是有人不怀好意。爹，你是兵部尚书，这件事虽然说有沈老将军在彻查，但你也要多去留心才是，赶紧找到背后主使。君光祖用看傻子似的目光瞅着自家二哥看，又瞅了瞅父亲的眼神，黑得跟锅底一个样了。君光耀并未发现父亲的神情变化，还在专注地说，想必这背后有更大的阴谋，定要将这些恶人连根拔起才是。这次若非沈将军带我们攻城的话，北幽百姓会全部死光，而这些女孩的下场也可想而知，这一件事也不会发浮出水面，且震惊整个大雁。二哥，你疯了！君光祖道，你该不会出去一趟，脑子被陆前舟给踢坏了吧？既然觉得沈宁的娘们是好的，光祖，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沈将军。爹，你看二哥他。君光祖险些笑出声来。君尚书眉头紧蹙，狠狠地咬了咬牙。确实，他和甄世宏一样，故意都把自己的儿子送去北幽，因为他们料定了没有援军的5000人行军，绝对不敢贸然进攻北幽。就算麒麟39军敢，这些贪生怕死的学生们也不会去找死。但他们这些人没想到的是，一个沈宁就把他们的棋局全部打乱。沈宁不仅自己拼命，还能说动这些学生跟着一起拼命。5000多人，最后只剩下500余人归来，简直不可思议。君尚书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方才缓缓地打开眼睛，冷冽地注视着君光耀，端的是不怒自威，凛然道：这件事以后你不可再提，就好好在家里养伤吧，哪里都不要去。孩儿不要养伤，孩儿要去武堂学武。君光耀，君尚书陡然喝道：你若要学武，为父不阻拦你，但如今是多事之秋，你身子又不好，好好的在家养伤。是。父亲的态度强硬，君光耀只得低下头来，却疑惑于父亲对北幽之事的冷血。君尚书甩了甩袖就走出去。君光祖见此，忙不迭地跟上。夜色又深了几分。爹，这怎么办？君光祖问。君尚书半眯起眼睛，他不知情便是情有可原，此事瞒着他便好，他就是图一时的新鲜，过了些天就抛诸脑后了。那沈老将军要彻查此事？放心，他查不动。君尚书眯起眼睛道，这上了年纪的人就该好好在家歇着，出来操心就只有早日见阎罗的命。君光祖见父亲巍然如山，毫无惧色，自己也跟着心安了不少。只是爹，让二哥甄远这些人去北幽是您的主意，如今二哥虽然还活着，但甄远那些人都在北幽死的差不多了。君光祖道，他们若是怀恨在心，那可怎么办？怀恨在心不可怕。光祖，你知道为什么吗？还请父亲示意。因为人一旦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就算旁人怀恨在心，也不敢多说一个字，还是得对你喜逐颜开。当然了，若我君家一落千丈，沦为过街老鼠，那便人人喊打，就算你没做错什么，他们路过你可怜的尸首，都会吐一口唾沫来彰显高贵。所以啊，光祖，你和你大哥要好好的让君家成为像沈家那样却又不功高震主的存在，可懂？儿子明白，必然谨记父亲的教诲。君尚书欣慰地看着君光祖，在次子君光耀那里生的怒火，这会子也全都熄灭了。之后的2日里，皇室里送来了不少的补品。蓝莲枝2大武堂活下来的学生们人人有份，而那从北幽活下来的数千女孩也被沈大宗师给安置妥当了。第3日的时候，宫里来人传沈宁去金銮殿。与此同时，一批人马抵达了上京的城门外，扬在风里的军旗写有红色的大字，那是一个元字。江淮州驻守将领袁不成带着5000员家军来上京城请罪了。
同时他也因剿匪立下了功劳。金銮殿上，沈宁与父兄而来拜见元和皇帝，两侧都是依次排开的官员们。沈将军，此行北幽，你立下功劳。元和皇帝道：你保下了北幽的百姓，也揭露了少女失踪案，此事轰动了大燕，朕奉你为镇南大将军，统领镇南军。镇南军是陈家的旧部。沈宁眸光微闪，让陈家来管麒麟军，又让他来统领陈家旧部，好一个帝王心术，好一个权衡之道。自古伴君如伴虎，历朝历代皆如此。陈沈宁，谢主隆恩。沈宁单膝下跪，双手高高的举起。元和皇帝欣赏地点点头，果真是虎父无犬女。镇南将军，朕感恩你守住了北幽，想收你为义女，作为大燕皇室的安国公主，从今往后随意进出皇宫，你可愿意？臣不胜荣幸。沈宁匍匐在了地上，眼底却不见喜色。镇南将军也好，安国公主也罢，都不过是踩着牺牲者们的尸体得来的，而活下来的数百人却并未人人都能得此殊荣。世人只知将军名，谁知那堆积如山的士兵姓？沈国山亦是微不可轻地皱了下眉。从北幽活下来的数百人都是沈宁同生共死的兵，若只有沈宁一人得此荣光，那数百人纵然能够理解，心里也难免多有不快。战场之上，每个人一样，拼的都是血肉之躯。皇上，臣斗胆，再求一荣光。沈宁高声道。军尚书鄙夷地看了眼他，这才一个北幽之战，就自以为是到这种程度了。殊不知过刚一折，周老丞相也诧了一下，焦急地望着沈宁，想要提醒。元和皇帝大笑一声：好，沈卿请说。臣想为从北幽活下来的战友们都求一份殊荣，也想为死去的英雄们追一份殊荣，想让他们泉下瞑目，也想让他们还活在世上的亲人们有所慰藉。我想东牧园内的英雄人人都有镇南将军的封号，臣所得之殊荣亦是东牧园之殊荣。此事或许从未有过，但他们每一个人冲入北幽城的时候，都是想当一回大将军，想一个不少的早点回家鲜活的过年。如今他们没能活着回来，但求能完成前者夙愿，了却生前遗憾。元和皇帝的笑容略微僵住，满朝文物呆若木鸡。一个封号，所有人共用，还是活人与死人共用？且人人都是大将军，岂不是乱套了？但那些英魂们已在九泉，虽荒唐，却又好似可行。周老丞相深深地望着沈宁，后侧顾影南却难挪开眼神。元和皇帝沉默半晌，便是笑出了声。他颇为钦佩地望着沈宁，想常人之不敢想，行常人之不敢行。好一个沈家沈宁，那朕便如你所愿，如此算是给出了一个交代。臣沈宁代行军叩谢吾皇。沈宁再次匍匐。起来吧。是。老战神。元和皇帝看向了沈国山，少女失踪案查得如何了？背后主使隐蔽得很，许是打草惊蛇，他们都没露出什么马脚。老臣还在查，有老战神查此事，朕很放心，就是个时间问题。臣定会查个水落石出。元和皇帝点了点头。圣上将怀州袁不成前来上京请罪，已在殿外跪着，此乃袁将军的奏章和军报，让他好好的跪着吧。元和皇帝凶狠地道：若非他在关键时刻去剿匪了，北幽之战不至于如此惨烈。说着便翻开了袁不成呈上来的东西，眉头却是一皱，旋即道：袁将军此次剿匪竟挖出了一座金矿。听到这话的沈宁和父亲沈国山、兄长沈金峰心脏都是咯噔了一下，随后跌落进了万丈深渊般的低谷里。功过相抵，袁不成怕是安然无恙了。沈宁低垂着头，眼梢却漫开了一抹猩红。金矿是剿匪挖出，还是早就有之，只等出了事再报，只有他袁不成的心里清楚。竟有金矿？军尚书惊喜道：正好可以开采金矿，用来重建北幽，好让北幽的百姓们过上富庶的生活。若是如此，确实可行。元和皇帝点点头。老太监陈喜弓着腰忙道：皇上，那开采金矿的袁将军还在外跪着呢，让他进来吧。元和皇帝连眼皮都没抬一下。金矿那可是整个大燕的喜事。不多时，身形魁梧结实的袁不成便大马金刀地走了进来。他一眼就看到了这殿上唯一的女子，就算从未见过，也能认出是那个叫做沈宁的家伙。随后半合着眼皮跪了下去：罪臣袁不成见过吾皇，吾皇千岁千岁千千岁。你确实有罪。元和皇帝道：支援行军，刻不容缓。若有你的支援，北幽之战何必如此惨烈？臣有罪啊。袁不成痛心道：可恨臣被金矿之事冲昏了头脑，当时听说有金矿的迹象，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就想着即刻前往，且是对外宣称为剿匪，担心人多眼杂，乱了大事。臣是柴门出身之人，深知民生之艰苦，若有金矿的话，对于大燕来说意义非凡，那些贫苦的百姓们将能过上好日子了。
但臣没想到，就因为这一时的心急，便没收到军报，误了良机。臣有罪啊！第165章，荣华宫楚皇后，长春台设家宴。你发现金矿对江山社稷有益，视为大功，未曾支援麒麟行军，虽说是大罪，但也是时间上的阴差阳错。因而虽说可以攻过象底，但北幽之战实属惨烈，与你也脱不了干系。故此，北幽的战后之事，你得做到尽善尽美。逝者已矣，莫不可让活着的百姓心寒，也算是你去赎罪了。元和皇帝皱眉道。他看了看沈国山、沈宁等人，抬手揉了揉眉心，神情多为无奈之色。世人只知95之尊，万人之上，殊不知这帝王权衡之术，也让他这个大燕天子心力交瘁。万事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袁不成固然有错，但袁不成却也不知情。若是重罚，亦是寒了江淮州的人心。臣谢皇上圣恩，北幽战后之事，务必做到最好，来报皇恩浩荡。袁不成匍匐在地，声音中气十足，似如钟鸣般震响于金銮殿上。两侧百官心思各异。下朝之后，众官员沿着象牙白的阶梯往下走，或是独来独往，或是三五成群。沈老将军，请留步。袁不成脚步飞快地追上了沈家三人。袁将军，沈国山淡淡道。沈宁垂着眼睫，薄唇紧抿，始终是一言不发。元和皇帝对于此事的处理，他能理解，却不能苟同。但作为臣子，更多的时候都不能僭越了规矩，此乃君臣大忌。袁不成看了眼沈宁，想必这位便是沈家之女沈宁沈将军吧？正是小女。沈国山冷漠如初。沈将军未曾支援行军，是袁某之错。你所率领的行军死伤惨重，为此袁某深感哀悼。袁不成叹息道。沈宁懒懒地抬起眼眸，似笑非笑地望着袁不成。袁将军为家国利益开采金矿，何错之有？沈宁反问。沈将军话不是这么说的，金矿固然重要，但哪能比得上人命？袁某这也不是不知情，若是知晓的话，定会先支援北幽的。那沈某便带北幽死去的10万百姓和全军覆没的39军以及2堂学生，好好的谢一谢袁将军。沈宁拱起双手，想必这10几万尸骨未寒的黄泉魂会日日跟在袁将军身后保佑着袁将军的。话说到最后，他便朝着袁不成咧嘴一笑，看似没有坏心，笑容落在袁不成的眼里，却让袁不成只觉得比这凛冬之雪还要冰寒盘。这女儿家的就是迷信。袁不成道。要我说啊，沈将军，你还得多沉淀沉淀，在顾家府邸当3年后厨，和这沙场征战可是不一样的。砰！沈国山一脚踹在了袁不成的身上，那一脚宛如有龙象之力，似钢铁般的重，踹得袁不成感到五脏六腑都要移位了。袁不成如断线的风筝般倒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口中鲜血直溢了出来。这一动静顿时吸引了所有下朝离去的官员，纷纷侧目看了过来，一看便是抽一冷气。袁不成疼得龇牙咧嘴，倒在地上的他抬起眼皮朝上看去，阴影覆盖了他。踱步而来的沈国山挡去了冬日的光，居高临下的俯瞰着他。本将是老了，不是死了。我沈家女儿也轮得到你来指手画脚。本将带兵打仗的时候，这举国上下可都找不到你袁不成的名字。真当挖了一座金矿，就能在上京城耀武扬威了？沈国山一脚踹到袁不成的脸上，只把袁不成的鼻梁骨踹断。爹，不可打了！沈金峰连忙去拦的时候，脚掌无意中踩到了袁不成的膝盖，只听袁不成惨叫出声。沈宁眸光一闪，也去将父亲抱住，趁乱也踩了一脚，嘴上却喊道：爹，袁将军许是并无恶意，还请冷静。沈国山直接挣开了儿女的束缚，对着袁不成拳打脚踢。劝架的沈家儿女时不时的补上一脚，尤其是沈金峰。袁将军，快请起！他抓着袁不成的头发就要将其拖起，却差点把袁不成的头皮给拽掉了。那火辣辣的撕扯感让袁不成宛若在鬼门关里游荡，惨叫声此起彼伏，热闹的还传到了后宫里去。周老丞相、骁骑大将军、定国公等人瞧见这一幕，纵是阅人无数见多识广的他们，此刻都如没见过世面般的目瞪口呆。反应过来的骁骑大将军忍着笑跟过去拦住沈国山，实际上对着袁不成下手的时候，可是未曾有半点留情。周老丞相捋了捋胡须，叹道：有辱斯文，有辱斯文啊！定国公嘴角猛地一扯，沈兄雄姿英发，老当益壮，实乃吾辈楷模。周老丞相笑眯眯地望向了石化般的顾颖南：顾将军，你没被打过吧？顾颖南，谢周相的关心，老战神对顾某礼待有加，顾某不胜感激。周老丞相脸上的笑容愈发深了，活像是个老狐狸。却说那元和皇帝刚坐在金色团龙纹软垫上，臀部还未坐热，就听见侍卫来报：皇上，沈老丞相和袁将军打起来了。
元和皇帝接过陈喜递给了茶盏，轻呷了一口，便蹙眉道：“老战神是国之栋梁，那袁不成当真是放肆。回禀皇上，并非袁将军找茬老战神，是老战神在殴打袁将军，那打的地上都是血，骁骑大将军好几个人都没能拦得住。再这样下去，袁将军或许要被打死了。死了便死了，能死在老战神的手中是他的荣幸。”元和皇帝连眼皮都没抬下。侍卫见此，只得躬身离开。等等，元和皇帝又道。侍卫顿足，圣上还有何吩咐？去。元和皇帝道：“把朕的玉露膏给老战神送去，若是揍痛了老战神的手，就用此膏抹一抹即可。”是。侍卫走后，陈曦给皇上的杯盏添上了温度适宜的茶，恭敬的笑道：“圣人待老战神，当真是极好，只盼老战神能够理解朕的用心良苦。”元和皇帝叹道：“身居高位，并非事事都可想当然，有些话不能说，有些事不能做，看似管束天下苍生，实则又何尝不是被天下苍生所管束呢？北幽之事，朕深感痛心，但自古以来功过相抵俱都有之，也只能这般让沈家出气了。陈喜，去吧，宣朕的旨意，说那袁不成挑衅老战神，亵渎沈家，打个10军棍，以儆效尤。若有下次，非1军棍这般简单。”陈喜忙弯下身行礼。元和皇帝望着敞开的鎏金龙凤门，长叹了一口气，继而低垂眉眼，翻看臣子们呈上来的奏章。金銮殿外，鼻青脸肿、头发凌乱的袁不成喘着气瞪着眼说：“我要去跟皇上参你沈家一本。”话音才落，就见陈喜带着圣上的旨意而来。袁不成用尽力气，颤颤巍巍地跪下来。他狰狞地看了眼神色泰然的沈国山，怎料陈喜带来的旨意是10军棍。袁不成甚至是怀疑自己听错了，他还想去问陈喜，却见陈喜走到了沈国山的面前。“老战神，圣上相当关心您老人家的身体，老臣谢过圣上。”沈国山脸不红心不跳地道：“若非陈公公及时赶来，还不知袁将军他要猖狂到什么时候。你说老臣一大把年纪，都一只脚踩进棺材板了的人，哪能受得了这般委屈？那袁将军下起手来，当真是又黑又狠，莫看老朽毫发未损，那袁将军打的都是看不见的内伤，太损了。老战神回府后，定要好好的养着身子。”陈喜也是个能人，听得那荒唐滑稽之话，竟能做到不动声色的交谈。而跪在血泊里的袁不成，眼睛被揍得肿胀的都睁不开了。他听到沈国山的话，险些怒火攻心，两眼一黑。世人只道沈老将军刚正不阿，光明磊落，他只认为世上再没什么东西能比沈国山的心还要黑了。骁骑大将军憋笑憋得满脸通红。沈宁关心地问：“骁骑将军脸色这么红，莫非是发烧了？”骁骑大将军狠瞪了眼沈宁：“就你这妮子，有嘴会说话。”沈宁耸了耸肩，一脸的无辜。骁骑大将军瞅着沈宁，愈发觉得和鸡贼的沈国山如出一辙了，不由感叹：当真是父女啊！而后沈家的一儿一女扶着安然无恙的父亲准备回府，却见后宫来人道：“皇后于今晚设了家宴，请安国公主前去一聚。”家宴，那可是皇室中人的独享。沈家纵然站得再高，那也是姓沈，而非姓燕。沈宁微微一怔，便低头垂首的行礼回应。周老丞相等人都围聚在沈国山几人身边，顾影南只得站在人群之外，远远地望着。那种绞尽脑汁、耗费全力都挤不进去的感觉，让他回到了从前在燕京学宫初见沈宁的时候。他是皓月，是骄阳，是张扬的风，是炽烈的火，不属于他。顾影南识趣地转过了身，孤独地往外走去。沈宁与众人谈笑风生，偶然从人与人的缝隙之中看到了那萧瑟的背影，但他的眼底未曾有半分的温情。有人问过他，那段感情是他人生的污点，他该怎么做，怎么想？他不必去做，不必去想，污点何不是他人生的一部分？他不逃避，他要直面，且坦坦荡荡地接受。下午的时候，沈宁被带去了皇后的荣华宫。母后，明华公主和九皇子燕长林受邀而来。沈宁，你怎么在这里？谁让你来的？明华公主蹙眉。皇后雍容华贵，举手抬足都是母仪天下的气场，明华不得无礼。今日朝上，沈小姐是你父皇亲封的安国公主，而今日家宴，本宫还邀请了2国公主永安公主。明华公主烦闷地皱了皱眉，她不喜沈宁，更不喜那个未婚便与男人苟合的永安公主。与这样的2个人同桌而食，对她来说是莫大的侮辱。但想着皇叔燕云彻也会来，明华公主便撇了撇嘴，不再说话，只是看向沈宁的眼神多有带刺。安国公主，莫要见怪。皇后微笑道。明华公主年纪尚小，心直口快，是率真之人。沈宁淡淡回，这话让明华公主更是一肚子的火气。沈宁一个外姓人，竟敢教育她当朝公主。九皇子对沈宁点点头，便坐下来道：
北幽之战，两位公主不顾个人之生死，以少抵多的去拼命，实在是叫人佩服。皇后亦道：这些日子里，皇上总在本宫耳边说安国公主有沈老将军当年之勇。父亲戎马一生，沈宁不敢比肩。沈宁抱拳。随后屋子里的人便又敷衍了一句。沈宁暗暗打量着皇后。皇后楚氏乃是定国公的妹妹，乃是楚业的小姑。当年先皇在世，还是皇子的圣上争夺地位时，定国公一家出了不少的力，不似旁人左右逢源，在各皇子间盘算，直接认定了如今的元和皇帝。而那个时候，年纪最小的燕云彻反而是拥护者最多的。当然了，那些拥护者们后来都渐渐没了声息，反倒是定国公一族光耀门楣，名震上京。元和皇帝获得帝位的第一件事，便是迎娶定国公的妹妹为后。多年来，帝后二人感情和睦，倒是列国间的一段佳话。设立家宴的地方在长春台，四面镂空，能观望雪景，而长春台又因特殊的构造，冬暖夏凉，是帝后最喜爱去的地方。所谓家宴，也并未邀请全部的皇室宗亲，北渊王燕云彻和异姓王东方寒则是在列。沈宁在长春台等候的时候，便看见了到来的蓝莲芝。作为两国公主的蓝莲芝，不似从前那般落魄，有婢女环绕左右，穿着也是光鲜亮丽的。沈宁唇角微微的勾起，蓝莲芝看见沈宁，眼睛噌的一下就亮起了光。士别3日，真当刮目相看。后方传来了东方寒的声音。东方寒缓步走来，上下打量着蓝莲芝，眸底划过一道惊艳之色。这身衣裳当真是适合永安公主。蓝莲芝见东方寒站在自己跟边，挡住了看人的视线，脸上的笑容登时垮了下去，心中暗道：又不是穿给你看的。第166章，传音入耳，只一人也。王爷。蓝莲芝轻声开口。东方寒用手撩了下两缕龙须刘海，自诩是有几分英俊帅气在身的。你挡着我的视线了。蓝莲芝无奈道。东方寒。于是嫣嫣的东方寒侧身走了，蓝莲芝顿感视觉开阔，杏眸若有光。东方寒捏了吧唧4双打的茄子，倒不是他对蓝莲芝有爱慕之情，只是觉得蓝莲芝打击了他与生俱来的俊俏罢了，连他都不屑一顾，足以见得蓝莲芝是个情深似海之人。他咋就这般对顾影南情有独钟呢？东方寒蹙着眉，一脸的认真，那是个百思不得其解。据说刚回京的晚上，蓝莲芝就和顾影南迫不及待的在公主府相见了。改日他定要会顾景南这个男人，看看有什么出奇之处。蓝莲芝眯起了个眸子，细细的注视着沈宁。他的封号是永安，而沈宁便是安国，就好似命中注定那般。思及此，蓝莲芝的唇角一勾。而在暗中观察蓝莲芝的东方寒则认为蓝莲芝是想到了顾影南，心底里对这位顾影南是更加的好奇了。太子妃到。而后琴瑟和鸣的太子与太子妃步入了长春台。看来本宫这是多了2位新皇妹。太子摆了摆手，后面便有侍者抬着2份礼，分别送到了沈宁和蓝莲芝的身边。沈宁二人都已款款起身，略微施礼。这是2对玉如意，2位皇妹一人一对，如斯薄礼，还望莫要嫌弃。北幽战事未过多久，京中不该有奢靡之风。2位皇妹从北幽而来，应当明白个中缘由。沈宁、永安，谢过太子皇兄。长青、阿雪，入座吧。楚皇后笑道。太子妃楚雪是楚国公的长女，理应喊楚皇后为一声小姑。楚皇后笑着看向入座的太子夫妇，说：安国公主又是镇南将军，这是少有的双荣之人。而且安国他心系东牧原的英雄们，恳求你们的父皇封东牧原内所有的北幽牺牲者们同为镇南将军。此事臣亦有听说，对安国妹妹多有钦佩。沈家武将之女，巾帼铿锵，诚不欺吾。太子宴长情，双手作揖道：5皇子到，7皇子到，3皇子到。之后在皇宫的几位皇子们都陆陆续续而来，还有部分的公主。而当元和皇帝来时，受邀的北渊王也还没出现。元和皇帝入宴，爽朗笑道：小宁、永安，你们就当在自己家，不必拘束。说是不拘束，那定然是假的。沈宁也好，蓝莲芝也罢，都打着12分的精神，如履薄冰般，生怕行将踏错的惹了君王不痛快。5皇子燕长觉面无表情，神色冷峻，偶尔抬眸也多是阴柔之色，让人不寒而栗。3皇子燕长玉人如其名，温润似玉，叫人有如沐春风之感。至于7皇子皮肤黝黑，手上布满了茧子，是个名传上京的武痴。他一看见沈宁就直了眼睛。安国公主，数年前你的手被废了，就连宫中御医都断定你再也不能习武，没想到你不仅重新成了2流高手，还在北幽之战斩下了陆将军的首级。5皇子挑起了一侧的眉梢，面色微微的变。
宫内拒之。他派人刺杀顾颖南，却害了沈宁。三皇子道：安国莫怪，七皇帝他一向如此，对习武之事极其热衷。七皇兄是性情中人，坦然率真，沈宁敬之。沈宁小心谨慎地道：这皇家之地不亚于龙潭虎穴，行一句话，错一步路，那都是有可能万劫不复的存在。如今的燕长卿虽是太子，但自古帝王之争，有几个是楚军笑到最后的？对于沈家来说，从来不站队任何一派，而不站队也就是最好的站队。不管最后是谁成为了帝王，只要是明君，沈家都会竭尽全力的护卫。元和皇帝道：长绝。而臣在，当年之事多是你不对，纵然过去许久，你还得再给安国赔一句不是。是。五皇子从桌前站起，对着沈宁拱起了双手。安国公主莫怪，日后有什么需要皇兄的，皇兄定是鼎力相助。此伤已经过去了数年之久，恍惚如隔世，叫人记不清。沈宁起身道：安国年幼时，曾听坊间上了年纪的老人说，像我们寻常普通之流，在这一生之中会经历诸多的坎坷，轻者伤筋动骨，重者危及性命。每个人活在世上都少不得的，而有历经坎坷，才能迎来平坦和富贵。因而安国还得感谢五皇兄让我早一点历经坎坷，还是轻伤，方才迎来后福。五皇兄该是安国谢你才是，又而后来的怪呢？这一番话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却是平和有力，像春风一样，暮则常春台。众人闻言，那是耳目一新，面上虽是不动声色，心底里却在各自评说：好一个沈宁，好一张巧嘴。楚皇后不由多看了眼沈宁，沙场征战之人，应是铁血方刚，此女却有适当的圆滑，乃是有棱有角的世故。五皇子诧异地望着沈宁，难得地露出了笑颜。安国这般说话，倒是我受之有愧了。五皇兄谦逊有礼，是翩翩君子，能从翩翩君子这里得到坎坷，是沈宁之福气。沈宁又朝着元和皇帝行礼，脸不红心不跳地道：又能入长春台，与吾皇共坐一桌，沐浴圣上的天子龙气，是我沈家几代人的福气。安国在北幽之时，多是忐忑和不安，如今心也安了，浑身心旷神怡。安国由衷的感激吾皇。五皇子不由得眨了眨眼睛，七皇子瞪大了眸子，三皇子眉梢不禁一抖。蓝莲枝呆若木鸡地看着沈宁，东方寒不动声色的憋笑，桌子底下的手狂掐自己的大腿，掐到自己眼泪飞溅，生怕忍不住笑出声了。朝阳王这是怎么了？明华公主问道。小王听安国公主一番肺腑之言，颇有感悟，感动得想哭了。明华公主，朝阳王你是认真的吗？他鄙夷地瞥了眼沈宁。宫中之人时常谈论沈宁，恨不得说成是大燕新战神了。然而他瞧着，无非就是个左右逢源、谄媚狗腿的奸佞之人罢。唉，饶是元和皇帝也受不住的以拳抵唇，干咳了声。公主得空，常常进宫。安国叩谢吾皇之恩，吾皇千岁千岁千千岁。砰的一声，就见沈宁单膝下跪，行跪拜之礼。在座的众人见过狗腿的，没见过这么狗腿的。不过元和皇帝因在金銮殿上，沈宁提出东牧原全部追加为镇南将军时有的不悦，便是烟消云散。有时候尽管知道对方的狗腿是不纯粹的，但还是很受用。毕竟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老祖宗的话确实有老祖宗的道理。行了，起身说话吧，别动不动的就跪，都说了一家人。元和皇帝大笑一声，爽朗道：安国不胜惶恐，不胜荣幸。沈宁面色郑重的高声道：众人。而这一刻的蓝莲枝几乎是风中凌乱的怀疑人生了。他只见过刚正不阿的沈宁，见过死而后生的沈宁，唯独没见过狗腿的沈宁。原来一个人的多样性能极端成这个样子。蓝莲枝有了深的感悟，并且大有学到了的心情。该杀人时杀人，该狗腿时狗腿，此乃亘古不变的立世之法则。楚皇后轻轻地笑了一声：安国是个好孩子。楚皇后道：皇上，楚叶那孩子与安国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如今二人都不小了，或许可以洗劫秦境之好。皇子们的脸色都变了一变。按理来说，有野心的皇子都想要娶沈宁，且不说沈宁是沈家现如今唯一的女儿，只是沈宁到底是嫁过人的，而就算再有野心的人，也难以去娶这样的一个女人。自然有人能做到，但不是现在。如今特意求娶沈宁，莫过于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聪明人不会做得如此明显，把自己抛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元和皇帝认真思考了下，仔细一想，倒是天造地设。北渊王道。沈宁闻言，用眼角余光看去，只见来时含笑的燕云彻，一身红袍张扬，听得帝后对话后，是满目的阴沉。
男人摇着玉骨扇，似笑非笑，眼里翻涌起了危险的血雾。而在他说话前，沈宁扑通一下就跪到了地上去。元和皇帝刚要与找北渊王说话，见此却是不解，安国这是作何？皇上，沈宁径直道，安国并无婚嫁之想法，只想再上京城，感受圣上所赐的天子恩德，不愿一心两用。缓步而来的燕云彻，满脸的阴沉烟消云散，映着女子身影的眼眸，不自觉地泛起了浸着宠溺的笑意。而跟在他身后的追风，却是内心惊了又惊。他竟是想不到，拒绝圣上赐婚的托辞，竟然可以是这样。这算是以圣上打败圣上吗？沈小姐又让他17刮目相看了。元和皇帝笑了笑，好好的，你这孩子怎么又跪了？快起来，朕与皇后都是随口一说，婚嫁之事急不得。你若看上了谁，日后说出来，朕差人给你绑到府上去。沈将军若是看上了皇帝我，皇兄你也要把我给绑去沈将军的府邸吗？燕云彻揶揄道。元和皇帝横了他眼，你呀，还是这般不正经，也不想想自己多大的人了。安国如今是朕的义女，你说说，是你的什么人？东方寒是个脑子机灵的，脱口而出的回道：“是叔侄。”燕云彻看着东方寒的眼神，比凛冬的雪还要冰冷，而他执着玉骨扇的手用力到骨节发白，似要将扇骨给掐碎了。七皇子耿直地道：“17皇叔，你后院的美人够多了，怎可欺负了沈将军？”燕云彻眉梢挑起，冷冽地扫向了七皇子。七皇子虽然有些怕这位皇叔，但为了维护沈宁，但是对视了过去。皇兄！燕云彻掌中的玉骨扇啪嗒一下便应声合拢，蓦地指向了七皇子，看你生的好儿子，目无尊长的，属实该打。七皇子弯腰，皇叔随时可教训侄儿，但不能欺负安国。安国他要么不嫁，要嫁只得嫁个一心一意之人罢了。燕云彻懒洋洋地道：“打你，可别打坏了本王的手。本王的这双手，每日都要浸3次百花之水，还要涂抹冷竹香，前前后后花了万金不止。要在你身上弄坏了手，还不是得找皇兄来赔？别贫嘴了，快坐吧。”元和皇帝道：“怎么又来得这么晚？”来的时候看见有人吵架，顿感有趣，便多看了几眼，听了许久，怎料时间飞逝得这么快。燕云彻坐在东方寒的身边，含笑道：“众人听得此话，多是无语。听墙角的王爷，恐怕就这么一位了。”东方寒却是亮了眸子，一副英雄所见略同的样子。要知道，年幼时去武堂上课的时候，东方寒半日未去，理由就是在街边拐角看2条狗打架，看得如痴如醉。你呀，还是小时候的那个性子。元和皇帝摇了摇头，17弟何时才能长大？有皇兄作为依靠，皇帝自是得轻松自在，闲散度日。燕云彻笑道：“云彻就是个享福的命。”元和皇帝笑道：“似是想到了什么，便看向蓝莲枝、永安。过年演武之时，各国都会派使者过来，据说大齐派了皇子婴过来，你也能见一见自己的家人了。到时候你是先回大齐，还是留在上京，去留你自己做主。就算你在大齐，也依旧是大燕的公主。”蓝莲枝听得此话，热泪盈眶，感恩戴谢。沈宁刚要喝一口汤，就见耳边出现了燕云彻声音：“本王身边并无美人笙歌。”沈宁侧眸看了看四周，发现就只有自己听到了这声音，而只有到达了大宗师的人，才能做到传音入耳，只一人也。这位爷是在解释吗？沈宁悄然地看了眼燕云彻，男人就差没把洁身自爱、守身如玉等字眼刻在脸上。第167章，末将沈宁定不辱命。沈宁好笑地看着燕云彻，只觉得他与大白玉发像了，随即望了眼蓝莲枝。蓝莲枝眼睛通红，就连鼻子都是红的，纵然他竭力地忍着，泪水还是不受控制地往下流。距离较近的东方寒将一方干干净净的帕子递给了蓝莲枝，蓝莲枝对其稍稍点头，算是致谢。接过帕子后，擦了擦泪痕，颇为歉意地对着元和皇帝和楚皇后说：“永安失礼了，还请圣上与皇后责罚。”“什么失礼？不过是想家罢了。”楚皇后摘掉了自己腕部镶嵌着珠玉的金镯子，由下人递给了蓝莲枝：“这是本宫年幼时母亲所赠，永安公主，如今便赠送给你吧。以后把大燕也当成你另一个家。”楚皇后温声道：“本宫也是做母亲的人，深知这亲人分别之痛，日后得空多来本宫的荣华宫走走，陪陪本宫闲话家常。”永安谢过皇后娘娘。蓝莲枝捧着金镯行礼。蓝莲枝小声地吸了吸鼻子：“皇兄蓝英是最疼爱她的，曾经最反对她练武，说女儿家的就该如温室里的花朵，娇生惯养过一世。她既生在皇家，就该享与生俱来的福。彼时她还不屑一顾，轻蔑地说：‘燕雀焉知鸿鹄之志。’至于和顾影南的事，他甚至未曾回到大齐皇宫见一见父王他们，亲自说明缘由。这般想来，他真该死啊！”蓝莲枝的心口绞痛，手都在颤抖。他多想早日见到父王与皇兄，道一声永安之错。
人总是在坠落黑暗时，才会珍惜从前来之容易的暖光。而这一场家宴在觥筹交错的光色里结束。结束时，元和皇帝道：“小宁，你来一趟。”众人的目光俱都落在了沈宁的身上。明华公主狠狠地咬着牙，对沈宁有着莫名的敌意。虽然17皇叔和沈宁间犹若君子之交淡如水般，但她偏是嗅到了不高兴的气味。她自认为那是沈宁散发出来的气味，像大白那条狗一样的让人生厌。但随着沈宁节节攀升的地位，明华公主只得在心中腹诽，却再也不敢像从前那样明面上的针锋相对了。皇叔，明华公主凑到了燕云彻的身边，明华可以坐你的马车出宫吗？本王的马不喜欢女人的脂粉味。燕云彻淡淡的道，且拉开了一段距离。明华公主眼底的光瞬间暗淡了下去，她涂脂抹粉，穿金戴银的，最是宣扬。皇叔，明华公主拖长了音，水雾凝聚的杏眸，委屈的燕云彻。行吧。燕云彻只得无奈答应。明华公主眸光一亮，提着裙子，走着飞快的小碎步，跟着燕云彻离开了长春台。而到北渊王府的马车前时，却见那马急通灵性，回过身来看向明华公主，一脚蹬在了明华公主的身上，把明华公主蹬得如断线的风筝般倒飞了出去。明华公主倒在地上，鼻歪眼斜的，大喘了口气，才虚弱地看向了17皇叔。怎料男人站在晦暗不明的光里，隐约看到个秀气挺拔的身影，还对着他无奈地摊了摊手，似是叹息道：“看吧，本王说了，他不喜欢胭脂俗粉。”明华公主眼睛通红，在地上缓了好久才被扶起来，骨头都是撕扯般的疼痛。她不明白，曾经把她从冷宫里救出来的燕云彻，为何总是对着她冷言冷语，满不在乎。夜色深深，月皎皎。沈宁跟着元和皇帝进了御书房。会沏茶吗？元和皇帝坐下问。会一些，但茶艺不精，恐亵渎了圣上。沈宁低眉垂首地道：“无妨。”元和皇帝随手拿过了奏折，这桌子上的奏折几乎能用堆积如山来形容。你说说，这奏折写的都是什么？元和皇帝打开后看完，直接丢给了沈宁。沈宁低头看去，嘴角却是一抽。奏折是江北郡守呈上来的，内容说是今年的雪特别大，请皇上务必保重龙体。元和皇帝又丢了个过来。第二个折子说的是自己1日3餐，顿顿饱腹，时时感念皇恩浩荡。沈宁看得眉峰抖了几下。这些个人，元和皇帝长叹了一口气，郁闷的抬手揉了揉眉心。小宁，你怎么看？沈宁闻言躬身行礼道：“说明圣上之功，江山社稷之好。”元和皇帝风轻云淡的笑：“照你这么说，北幽之事归根究底是朕之过了。”他用半开玩笑的温和语气，不见半点雷霆威严，却叫沈宁心惊肉跳，把头压得很低，膝盖触地说：“北幽之事，罪在叛军，正所谓人心难测，贪婪无底。而圣上有仁厚之心，礼贤下士，是为名垂千古的明君。”元和皇帝低低的笑了笑，懒懒一摆手：“行了，起来吧。你这孩子何必时刻拘束？”谢皇上。沈宁站起了身：“皇上收我为义女，待我如家人，但君是君，臣是臣，安国不敢僭越放肆。”元和皇帝欣赏地看着沈宁，内心长叹沈家出忠臣。如若沈宁是个心无城府之人，只能说他的溜须拍马都是忠义之象征。但此人若有睿智野心的话，那便会是比沈国山还要让人提防的存在。元和皇帝想信一信沈家的忠心程度，便认为沈宁是前者了。他放下了奏折，问：“小宁，自古君臣最忌僭越规矩，功高盖主。朕知晓沈家之中，但人站在不同的高度，就会有不同的思量，所思所想就需要谋虑太多。朕是天子，又何尝不是这芸芸众生的普通人？何不是要尝尽生老病死？”沈宁未曾想到元和皇帝会直接挑破这层窗户纸，道出功高盖主之忌讳。列国皇帝，万人之上，早年有万岁之说，后来是千岁之尊，但有几人能活到那么长？还不都是匆匆几十载，忙于政而死于政？小宁，实不相瞒，朕对任何人都半信半疑，这么多年来，对沈、陈两家也有过忌惮。这样的话，朕不曾与旁人说过，旁人只会谄媚。你虽如此，但朕相信你不会阴奉阳违。朕亲自选出的镇南将军不会骗朕，就凭你在北幽之战为北幽声名而不惧生死的气魄，朕想解开心结，信你，信沈家一次。沈宁，去吧，放手去搏吧。大雁的江山需要千千万万个你这样的能人。说到后面，元和皇帝压抑的情绪似有喷发，双眼泛起了更深的红。沈宁怔住，砰！元和皇帝用手握拳，捶在桌面。你知朕恨什么吗？恨他们雪女城和武帝王朝欺人太甚，夺列国君王的万岁之称。朕为天子，却只能被人尊之为千岁。你知江淮州的金矿，朕为何在乎吗？因为每年大雁都要给雪女城、武帝王朝进贡黄金、兵器、粮食，
这些都让大雁疲惫不堪，而不进贡的代价，大雁承受不起，大雁的子民也承受不起。此外，雪女城和武帝王朝若在大雁烧杀抢掠，大雁非但不能追究其责任，臣民还得跪地迎接，每年还要把大雁有姿色的美人送过去，都说是过好日子，但为人奴役，空有姿色，无立世之根，下场之凄惨，是你我可想而知的。沈宁听到这些话，神情稍稍一变，他只知雪女城、武帝王朝的厉害，却不知大雁被压榨至此。沈宁不曾知晓这些。沈宁直言道：“你自然不知，你父亲却是知道的。”元和皇帝叹了口气，这些都是私下进行的，雪女、武帝盛名在外，自不会明目张胆的要。小宁，朕与你说这些，是器重于你，希望你有朝一日能把我们大雁丢失的尊严找回来，能根治我们已经生病的大雁。朕期待你成为大雁新战神的那一天。朱雀刀代代相传，又该是年轻人的天下了。元和皇帝走到了沈宁的面前，他作揖之时低下了头。沈宁连忙单膝跪地：“圣上，不可！圣上所言，沈宁铭记于心，永刻骨髓，有生之年必定倾尽所有，为圣上，为大燕河山。”沈宁拱起双手，沉声道。元和皇帝通红的眼睛里满是欣慰之意：“好啊！江山代有才人出，朕心甚慰。沈将军，大雁河山，你要守好，大雁已失太多，不能再失了。末将沈宁定不辱命。”元和皇帝亲自把他扶了起来，送他走出御书房。等他走远，望着女孩的背影，他露出了欣慰的笑。陈喜弓着腰屁颠的出现。元和皇帝长叹：“你说朕会信错了人吗？圣上的眼光自然是极好的，相信沈家后辈不会让圣上失望的。”那便好。沈宁回去的时候，脑子里都是元和皇帝的话。他总是对元和皇帝有一层提防之心，但在今日君臣坦然的话语让他陷入了片刻的迷惘。诚然，作为臣子，能得君王的器重是心之所向。一道轻咳声吸引了沈宁的注意力。夜凉如水，花香浸着风。沈宁侧眸看去，是一个身穿素衣的女子，坐在特制的轮椅之上，丫鬟便在后边推着轮椅。此人沈宁有过几面之缘，正是大燕皇室的九公主，身体有恙，体弱多病，鲜少出现在王孙贵族的宴席里。九公主的脸色是病态的白，就连俊秀的眉目都显得我见犹怜。她用帕子捂着唇，轻咳了几声。末将沈宁见过九公主。沈宁行礼道。九公主笑了笑：“你还是像从前那样。”她从小就不受待见，因为她的母亲是个舞女，只被元和皇帝宠幸了一次，便怀上了龙裔。是命好，也是命薄，临盆之时死于难产。就连宫里的婢女都瞧不上她这个公主，一个病秧子能有何出息？但沈宁不同，每次和沈宁见面的时候，沈宁都会一视同仁的行礼，公主却更虚弱了。沈宁说道：“冬寒腊月，霜气甚重，公主当心身子。我这半死不活的身躯，没……咳。”九公主剧烈的咳嗽了许久，示意丫鬟把自己扶起来。弱不禁风的她，如风中细柳般走向了沈宁。她要屈膝行礼，却被沈宁止住：“公主不可，我的生母是北幽人，我也算是半个北幽人。沈将军没让北幽百姓全部被屠，是我的恩人。”九公主泪光连连，眸子泛红，泪水如断线的珠玉般往下落，随即哽咽道：“沈将军，我自小就想去看一看北幽的冬天。在宫里，我常常听人说北幽的冬天是大雁最好看的，但我连公主府都没个，连宫门都出不去，何谈去北幽？纵然能去，我这身子也承受不住。听闻北幽之战，我心如刀割。嗨。”最后，九公主剧烈的咳嗽，脸色越来越白，已经完全站不稳了。情绪的激动让她头晕目眩，眼睛耷拉着就要往前栽去。公主，婢女惊慌。沈宁将九公主打横抱起，带路。婢女连忙带着沈宁去到了九公主的住处。与奢华的皇宫相比，这座宫殿看起来很是破旧。去请御医。沈宁将九公主放在床榻。沈将军，奴婢每次去太医院请御医，都没人愿意来，而且都这个点了。沈宁摘掉自己的发簪，丢给了婢女，说是安国公主需要御医。婢女大喜，抱着发簪就往外走，冲进了大学里。沈宁坐在床榻边沿，欲要抬手去翻开九公主的眼皮，看看眼珠。他曾在三春山上待过，对医术不精，略知个皮毛。而就在这时，他发现昏厥过去的九公主竟然握住了他的手，力道不算大，但却不该是个昏厥之人应有的力气。沈宁眉头微皱，流露出了疑惑之色，却见九公主的指尖在他的掌心轻轻的比划，像是写字。沈宁望着床榻上闭目虚弱的公主，沉下心去，认真的琢磨掌心之字。一笔一画落下，
只有4个字：沈家威仪。沈宁瞳眸紧缩，朝周围看了看，虽说四下无人，但他却不敢喊醒装晕的九公主。第168章，本王哪里不好看？九公主兜兜转转来这么一出，自然是有她的用意和谨慎之处。沈宁的脑子飞速旋转，面上却是不动声色的镇定，佯装出不知九公主的异样。不多时，婢女带着一名太医来。刘太医，你快看看我家公主。年迈的刘太医望闻问切的一番，捋了捋胡须道：冬日的寒气太重了，屋子里也没御寒之物，九公主近来又没饱腹过，身子一向体弱，自是扛不住的。婢女擦了擦流出来的眼泪，我们公主从小就没吃过什么好东西，每年的冬天都很难挨。沈宁把自己身上值钱的东西都拿了出来，递给刘太医。沈将军，这可使不得。刘太医，我身上没带太多的钱财，等回了府邸会让人送去刘府的。日后九公主的人去太医院时，还请刘太医时常来看一下。刘太医暗暗思索着自己在太医院听到的话，据说帝后都很器重这位年轻的将军，既是安国公主，又是镇南将军，且还在御书房里单独谈话，这等殊荣可谓是至高无上。因而公主婢女拿着沈宁的簪子出现，道出沈家名号，太医们自不敢疏忽懈怠。沈将军，东西我就不收了，但将军的交代我是会做到的。那就有劳刘太医了，此乃太医院的职责所在，公主千金之躯，我定会调理好的。沈宁松了口气，但也知他此刻帮助对于九公主来说是杯水车薪。按理来说，只要没被打入冷宫，堂堂公主就算再病重落魄，也不至于连饭都吃不饱。只能说这偌大的皇宫里，有人要九公主好不起来。沈宁坐在九公主的床榻边沿，握住了九公主的手，低语道：时候不早，我也该出宫了，只要得空，我便会来宫看九公主。最后与婢女说，照顾好公主。是。婢女点了点头。后面沈宁出宫的时候，都在想九公主为何要写下沈家威仪4字，短时间内她想不出。而当她掀开马车的帘子，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就看见熟悉的男人懒懒地靠在软垫之上，执着扇子的手轻晃了几下，还如在自己加班打起了哈欠。他看了眼沈宁，懒洋洋地问：有够久的，等得17都要饿了。沈宁与之大眼瞪小眼般画面定格了很久，而后眨了眨眼睛，迅速往后退了一步，将帘子关掉后，认真地看了眼马车的样式，寻思着自己没上错马车呀。燕云彻瞧着他重新打开帘子，嘴角轻抽了好几下。王爷府的流油，该不会连马车也没有吧？沈宁上了马车，拉开了一段距离才坐。马车是什么？能吃吗？男人装傻充愣道：不能吃，能睡。沈宁的话脱口出，似是觉得有点诡异，当即咳嗽了声，不自在地挪开了目光。别听常武胡说。男人又道：燕常武正是大燕七皇子。原来这厮还在纠结于常武皇子所说的17皇叔后院美人如云。不听他胡说，听你胡说。本王未曾胡说，你说了算。沈宁随意地耸了耸肩。男人黏黏地哦了一声，想说些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他坐在晦暗不明的马车里，低低地垂着鸦语般的结意，沉吟了半晌，不发一言。疲了一天的沈宁靠在软垫上闭目养神，只无奈于旁人都是强颜欢笑，他是强行狗腿，字面意思不同，却都是一样的，叫人心力交瘁。马车缓慢地行驶在了黑夜里的长街，唯有12月的风声响起。良久，男人抬眸喊了声：沈小姐。沈宁半睁开了眸子。大白很想你。沈宁看着男人如月色皎皎的眼睛，那一刻指尖有一阵酥麻感，并传递到了心脏，并不强烈，细微的犹如小小蚂蚁，叫人难以忽视。就好似天在将亮未亮时最美，与此时的心境颇为相同。无数的话语声堵在了咽喉深处，两两相望，是沉默，却也是挪不开的赤脸。王爷，他忽而道。男人目光一闪。沈宁又道：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眼睛很好看？燕云彻怔了好久，心里的触动难以挥去。过了会儿，他说：本王哪里不好看？大燕第一美男，并非浪得虚名。沈宁，沈小姐。男人又问：听闻沈云大宗师一表人才，英俊潇洒，能与本王相较一二，沈小姐觉得他如何？沈宁。燕云彻的语气充满了试探性。对于沈宁来说，这问题和沈云的他与北渊王掉进水里，先就谁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可真想打开王爷的头盖骨看看，里面装的是不是都是水，否则的话，又怎么会觉得对于他来说，沈大宗师和北渊王不是同一个人呢？且不说适才在长春台的家宴上，燕云彻着急之下，还对他用了大宗师独有的传音入耳。若追风在此，定然会想到坊间的那一句传言：陷入感情中的男人都是没得脑子的。在燕云彻的等待之中，沈宁语不惊人死不休地道：
我谁都不救，如若可以的话，还想多放点水。这回轮到燕云彻无语了。马车即将抵达府邸，沈宁掀开了小窗口的帘子往外看，月光倾泻如瀑，洒在了纷纷的雪花里。他微微一笑，轻声低语：“王爷。”男人陡然期待地望了过去，适才的阴霾骤然间烟消云散。到沈府了，王爷请自便。说罢，掀开厚实的帘子走了出去，徒留下燕云彻在马车之内风中凌乱。沈宁一回到清幽堂，就看见沈国山、郑蔷薇、沈金峰等人都候在了这里。阿姐，你回来了。沈青山双眼一亮。沈修白吩咐道：“采莲，去把一直温着的汤拿来给阿宁喝。”五哥，我在皇宫已经吃过了。沈宁便道。沈金峰说：“宫里的山珍海味再多，那也得提心吊胆、规规矩矩的吃，填饱不了肚子的。还别说，长春台的皇室家宴，沈宁一共就吃了几小口，这会儿当真有些饿了。不说还好，一说便总想着吃点东西。”很快，采莲端着汤回来：“小姐，快，趁热喝，暖暖胃，驱驱寒。”沈宁喝汤的时候，看见围聚在清幽堂的父兄母亲，心里淌过了和煦的暖流。人活一世，所谓美好，莫过于世。第169章，他多希望永远的正直壮年。沈宁满足地喝了一大口的热汤，浑身都暖了起来。他放下汤碗的时候，似是想到了什么，看向沈国山，问：“爹，沈家会一直好吗？”沈国山笑了笑，回道：“会的，会一直好。”沈宁闻言，咧着嘴一笑，似是心安了许多。休憩时，父兄们都走了清幽堂。沈国山踱步而行，怀揣着沉重的心情，看向了头顶上的天。只要他还活着，沈家就会好的。他多希望自己永远的正直壮年，而非目睹自己的老去和力量的流逝。清幽堂外有道身影鬼鬼祟祟的，宛若做贼般。何人在清幽堂东张西望？沈修白一步踏进了夜色里，赫然伸出手，用力地擒住了对方的胳膊，反顾在了背后。啊啊啊！疼疼疼疼疼！小五，我是你三叔，你轻点啊！沈国海疼得眼泪飞溅，生怕爱惜了这么久的命折在了侄儿的手里。沈修白看见三叔，脸色顿时黑了下去。从小到大，这沈三叔就没个正形的。三叔，大晚上的，你在清幽堂做什么？沈金峰问。沈国海耷拉着胳膊倒抽冷气，瞪了眼沈修白，方才没好气地道：“我说是我来消食散步的，你们信吗？”沈国山眉头紧蹙，眼见着二兄就要动怒，沈国海连忙看向了二嫂郑蔷薇道：“嫂子，是这样的，傍晚时三弟我就在休息，睡到刚才的这段时间里，做了一个很长的梦，估计是死去的爹娘托梦给我，说我进来需要个红色冠玉点缀。”听到这里，作为人精的沈国山夫妇哪能不知沈国海的心思？自从上回沈宁在比武台赢下凤鸣武堂，得到了一顶长寿珠冠，沈国海的注意就没停过。沈国海正悄然地观察着兄嫂的神色，准备随机应变。沈国山则不动声色道：“恰巧昨日为兄也做了个梦，是祖父的托梦。”祖父说了什么？祖父说清理门户的时候莫要手软，有些人该打就得打。哦。沈国海咽了咽口水，夜色不早了，告辞。言简意赅的说罢，溜得像一阵烟，比兔子还要快。沈国山无奈地摇了摇头。沈青山道：“三叔当真是为老不尊，从来没个正形。”沈国山却是脸色一变，明日的午课做多一倍，日后再敢妄议长辈，就得加法伺候。沈青山眨巴了两下眼睛，委屈得很，不理解地望着沈国山。沈国山道：“我知你们不喜三叔大伯，你三叔他也不是什么好人，但长辈就是长辈。”沈修白用胳膊肘撞了撞沈青山，沈青山才低着头回了个是：“儿子再也不这样了。你们应当知晓，沈家不分家，是因为曾经分家的时候，沈家闹得四分五裂，有人在朝堂，有人在江湖，险些酿造出灭族之祸。从那以后，沈家分为两脉，一脉在江湖之中，一脉在大雁上京，却又互相独立，且从此两脉沈家的祖训都是不分家。而且还有一个外人不知晓的规矩，就是沈家的武学只传授于一人，怕的就是人人都身怀绝技，再次闹出当年的纷争。沈家武学不同于其他世家，没有长幼之分，只看何人有天赋。”沈国山说到这里，长叹了口气：“当年你们三叔是天赋最好的，但你们的祖父认为他心术不正，没有大将之才，因而破例给了我。自古以来，凡事都要名正言顺，才能行之有理。因而你们祖父对外说我才是天赋最好之人，并偷偷废了国海的天赋。换而言之，是祖父、祖母把沈国海给养废了，只为给沈国山铺路，亦是为沈家铺路。他们需要一个能够用一世护沈家周全的儿子。”沈青山听到这里，眸子里涌出难以置信。沈金峰却是抿紧了削薄的唇，漠然地看着语重心长的父亲。父亲从来不说过去之事，
今日是第一次在儿子们面前提及，反倒不是什么好事。爹，孩儿定会记住此事，日后绝不会在这般无礼了。这一回，沈青山是由衷的悔过。沈国山道：就让你们三叔做个闲散人吧，但也要记住，他若只是小错便也罢了，当真做了黑心的事，作为侄子也不必手下留情。他是个心狠的人，心不狠，无法力追在上京城这么多年。诚然，他也忘不掉很多年以前弥留之际的父亲握住了他的手，老泪纵横地说：是我做父亲的对不住你三弟啊，若非律法之错，请务必为父护他一时。国山，沈家就交给你了。思及此，沈国山的身躯愈发屏蔽，他叹了叹气，独自走进了夜色里，并未回房休息，而是去了书房，继续翻阅有关于女孩失踪案的一切。郑蔷薇目光温柔地注视着丈夫的背影，低声与儿子们说：让他自己去吧，你们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书房后半夜，沈家引卫来报：老将军查出来了一些眉目。说，沈国山的眉目在摇曳的烛火里忽明忽暗。解忧楼建造之时，以空翁垒墙，使陶温口向着室内，声音被温口吸收，能起到隔音的效果。君三公子君光祖时常去解忧楼，先前宁小姐让我们查了一件事，那就是纳兰夫人的长兄纳兰成也与君光祖时常出入解忧楼，如今多了个顾将军。此外，与他们接触的人都在名单之中。黑袍隐卫把名单奉上，继续道：以前有隐卫路过的时候看到过，深夜时分会有装载货物的马车在解忧楼卸货，货物体积很大，用黑布笼罩。解忧楼解释是生禽，这2日的解忧楼依旧如此，但我们查过是解忧楼需要做菜的生禽。只不过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先前的运送家禽的时候没有这么难闻的味道，隐卫却是对味道很敏感的，绝对不会有错。听到这里，沈国山明白了过来，解忧楼大抵就是交易的地点。最近乃是多事之秋，北幽之战震荡大燕，他们不得不停下来，又为了不让人起疑，便继续佯装运送家禽罢了。但家禽都有一股味道，是女孩们身上没有的。这些女孩若是献给达官贵人们的话，自然是要进香的。第170章，罪大恶极者，阎罗王都不会宽恕他。沈国山翻看了许久隐卫递来的资料，沉默了好一会儿，脑子里似有灵光闪过般，连忙将其牢牢地抓住，问道：你方才说先前有隐卫在执行任务时于半夜时分路过解忧楼？正是，当时并未有家禽身上才有的味道。是这样的。隐卫点头。沈国山半眯起了眼睛，冷笑：此乃一大疏漏，解忧楼背后之主敢这么做，就说明官居高位，且不止一个。老将军，接下来要怎么查？隐卫问道。既有女孩失踪，那便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沈国山道：找出他们的下落，上京城的任何动静都不要放过，出入城门之地更是首要勘察。这段时间始作俑者必然是按兵不动，敌明我暗的情况下，既是如履薄冰，就更得步步小心。是。隐卫走后，沈国山独自坐在太师椅上，望着半敞开的窗外，一看便是2个时辰，桌上的茶早就凉了。他觉得有些饿了，刚要端起凉茶喝一口，就看见屋门被人推开，发出了嘎吱的响声。沈国山眉头皱紧，喝道：我不是说过，没有我的吩咐，不得擅自闯入书房。而当话音落下，看见沈宁的那一刻，微怔了会儿。沈宁手里端着一碗清汤面进来，完全不惧沈国山的威严，只勾着唇角浅浅一笑：爹都一大把年纪了，这性子怎么还跟从前一样？饿了吧？我刚下的面，快趁热吃吃看，味道比较重，是你喜欢的。沈宁把桌上的东西拿走，将清汤面放在沈国山的面前，还伸出一双手去扯开沈国山两边的脸，使他的嘴角咧开，露出了一言难尽的笑容。胡闹！沈国山虽是这般说，语气却多是对女儿的宠溺和欣慰。年少时的沈宁，天不怕地不怕，敢骑在他这沈老虎的头上拔毛。沈国山拿起筷子的时候，蹙眉道：你在北幽落下的伤还没好全，今日又疲了一整日，大晚上的怎么不在清幽堂好好歇着？做了个梦就醒了。梦到什么了？梦到过年了。沈宁苍凉地笑了笑。沈国山动作一顿，他想到当年翠微山神武关战后回京，他也做了个很长的梦，牺牲的年轻战士们都还活着，甚至还娶了贤惠持家的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他还梦到炎炎夏日的翠微山，漫山遍野都是山茶花，山下溪水潺潺，而非尸体累积在血河之中。沈国山低头吃面，然后把隐卫送来的资料给沈宁看，又重复了一遍隐卫说的话。沈宁敛起情绪，沉思此事，半会便说：军光祖来往解忧楼并不刻意隐秘，大大方方的很，只怕少女失踪案已经产生了一条完整的线路，就像经商那样，但凡经过这条线路的人，不管是买卖者还是亵渎者，都已经是一条船上的蚂蚱。这个冬天他们会紧紧地抱团来取暖，
而这些人每一个拖出来都不是小人物。查案得讲究真凭实据，这点最难。沈国山叹道：时间不能拉长，必须趁北幽战事之血尚未凉，趁春日来临前彻底查清，一网打尽很难。沈宁说：先从女孩的落点找起，活着的人藏在哪里，死掉的人又埋在哪里，纵然是焚烧尸体也会有个痕迹。对方按兵不动的话，我们唯一的好处就是纵然对方埋人藏人，短时间内都不敢毁尸灭迹，转移地点。而我们要找的就是尽快查出活人的落点，尸体的坟地。沈宁的想法和沈国山是如出一辙。沈国山欣慰点头的同时，忽而发现成熟也有成熟的好处，孩子总归是要长大的。他不执着于沈宁眉眼流逝掉的青涩稚嫩，每个年纪的他都有独一份的好。这样的沈宁比起曾经多了一份内敛。或许离开家的那3年对于沈宁来说也不算是一件坏事，因为已经去查了。沈国山道：等等。沈宁半眯起眸子，手掌压在了冰凉的桌面之上。怎么了？父亲问。爹。沈宁紧盯着沈国山的眼睛说：去查。查什么？查此次行军燕京武堂所派去北幽的学生们背后的家族。沈国山听的这话，浑身都顺畅了不少，蓦地站起了身，与之对视。阿宁，你的意思是说，有时候反其道而行，说不定有奇效？沈宁眼睛微红，声音轻颤：我只希望不是如我所想的那样。假如说袁不成和少女失踪案是一伙的，那么他们势必会提前知道北幽没有援军，也会知晓北幽一城的百姓都会被屠掉，而密室里的女孩也不会再有重见天日之时。世人只知陆前州叛变，根本不知道真实的情况。而对于行军之一的武堂学生来说，哪曾见过这等世面，肯定会打退堂鼓。学生既能活下来，背后的家族又会排除掉任何的嫌疑。沈国山说，若他们笃定北幽必被屠城的话，只要不爆出密室女孩，就牵扯不到他们，又何必多此一举？怕就怕他们还想借北幽之事栽赃陷害，亦能为他们洗去相关的嫌疑，不是吗？沈宁冷笑，看来这上京的水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沈国山沉吟许久，面色凝重道：是啊，主动权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想要拖谁下水就会拖谁下水，才会提前布局，将自己的孩子送去北幽，却不曾想这些血气方刚的孩子是何等的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为父亦希望是你我父女2人多想了，若事实当真如此，为保家卫国断掉一身凡人骨的他们，在九幽之下黄泉路上得知了事情的真相，该会是何等的失望啊！沈宁抿紧了唇瓣，袖衫下的双手也紧紧攥成了拳。他在心底许下了小小的心愿，他希望是他想多了，推算错了。同样，他在天明未至时悄悄地发了个誓，若牺牲在北幽的学生家族们为参与北幽之事，有生之年，只要他还活着，还有一口气，势必会守护那一个又一个的家族。反之的话，沈宁脑海一片宁静，眼睛里却是迸发出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肃杀之气。他会亲自砍掉一个又一个的头颅，让他们给北幽陪葬，去地下忏悔，请求行军阴魂们的宽恕。当然，罪大恶极者，丧心病狂人，阎罗王都不会宽恕他。第171章，争个满堂喝彩的荣光回来。月色淡淡，沈宁和沈国山商榷了一番少女失踪案的事宜，方才回到清幽堂休息。次日，沈宁便和陈欢欢、采莲乘坐马车前往紫金武堂。按照大燕历年来的习俗，上京城的武堂们会在每年的腊月去西郊的红梅园赏雪看梅。对于武者而言，除了本身的力量基础以外，还需要寄情于山水的特定感悟，方才能更上一层楼。譬如到了一流高手网上，对这类武道感悟的要求便是越高。紫金武堂的学生和师长们都集结在演武场，等待着一个人。远山先生，出发吧，沈将军或许不会来了。一位武夫模样的中年男人说道。赫连远山皱紧了眉，回头复杂地看了眼这群学生。北幽之战中，行军活下来499人，而他的紫金只有82人。诚然也是因为燕京武堂去的人数更多。他会来的，邓伯斐笃定道。赫连远山长叹了一口气，再等等吧。武堂内存活的学生以萧初晨、李大奎、江森为首，比起去时，此刻的神情坚毅了许多，隐隐透着历经生死过后的血性。沈将军和陈姑娘到了。外头传来的高声让萧初晨等人俱都侧目看了过去，眉眼难掩激动之情。这是回京后沈宁第一次回到武堂。昔日的紫金武堂虽没什么大名气，却是繁华热闹的，总是会在下了午课后3、5成群的结伴去玩，或是去绕路去较远的巷子买掺了水的廉价的酒，或是凑钱租借坊间的画本轮流去看，为画本里的武侠世界和英雄豪迈而如痴如醉。转眼间，
紫禁的冬日不复往日的吵杂，一片萧索荒凉，就连丰盛的屋夜都吵了许多。学生沈宁前来紫禁会总，启程去红梅园。沈宁行礼道。陈欢欢同样的拱手低头，来了就好，就等你了。赫连远山说，以往每年去红梅园都是骑马而去，如今你们有伤在身，武堂给你们备了马车御寒。红梅园是定国公家的，前些日子你生辰的时候，你请教过国公夫人燕老太君的刀法，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可得处处谨慎才是。虽说如今的沈宁深受帝后器重，寻常人等也不敢欺负，但在赫连远山的眼里，始终都是他的学生，稍有不慎就会在复杂的人事吃亏。学生必会铭记老先生的嘱咐。沈宁看着赫连远山脸庞上疲惫沧桑的老态，已不像从前那样精神抖擞，他的心也跟着揪了起来。随后转过身去，面朝紫禁的学生们。学生们已看向他，末了，袖袍挥动，带起刷刷作响的破风之声。众人赫然抱拳颔首道：“吾等见过将军。”沈宁唇角微掀，浅浅一笑：“诸位，且随本将去红梅园，待北幽行军之阴魂，争个满堂喝彩的荣光回来。”是。80多个学生们用尽力气去喊，近乎喊到青筋暴起。此声激荡于风雪之中，震响在萧瑟的演武场。紫禁武堂的死气沉沉，好似在这一刹那就消失殆尽了，恢复了从前的鲜活，还有破而后立的斗志昂扬。走！沈宁长袖一挥，带着人浩浩荡荡的陆续上了马车。赫连远山见此，不满褶子的面庞绽露了一丝欣慰之色。伯妃，还好啊。确实还好。邓伯斐道：“是39军拿命护住了学生，否则或许一个都不会见到了。”是啊。赫连远山长叹：“朱雀麒麟，诚不欺吾。”紫禁的马车以不快不慢的速度前往了红梅园。却说其他武堂的学生都是快马加鞭的赶了过去。沈宁掀开帘子往外快去，各大武堂的学生们纵马长街，疾驰而去，都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仿佛与冬日的暖阳融为了一体，明晃晃的叫人挪不开了眼。同坐一辆马车的萧初臣说：“不知是不是错觉，这2日愈发的冷了。”不是错觉。沈宁摇摇头。萧初臣似是想到了什么，蹙眉道：“又要见到凤鸣武堂那群讨厌的人。”沈宁想到军光祖，半眯起了眼睛，暗藏稍纵即逝的锋芒。许久，马车停在了红梅园，沈宁率先下了马车，武堂的学生们渐渐下来。驾！一道飒气的交贺声响起，是老熟人柳慧。柳慧骑在高头大马上，和凤鸣武堂的学生们飞驰而来，其中为首的自然就是那军光祖。凤鸣学生勒紧了缰绳，乍眼看去，足足有500人之多。军光祖、柳慧乘坐在高头大马上，居高临下的俯瞰着沈宁。沈将军衣衫单薄，可莫要落下了寒气。军光祖道。柳慧则说：“没想到再见时，沈小姐已成沈将军，早知如此，当日我就不该离开紫禁的。说起来，有些个就有还葬在东木园，有机会的话，我也得提上2壶好酒去祭拜下。”柳慧学聪明了，不敢直面诋毁，但话里话外，无不是在说庆幸自己早早脱离了紫禁武堂，否则的话，他也要成为东木园下的一具枯骨。紫禁壮举，北幽战事已经传遍上京，作为紫禁曾经的学生，我也得好好的感激一下沈将军才是。陈欢欢、萧初臣几个听到这话，都忍不住想要往前。沈宁伸出手将人拦住，但淡然地望着柳慧。难道凤鸣武堂的师长并未把柳姑娘的脑子教好？还是说，柳姑娘，你是贵人多忘事？我紫禁武堂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早年是你跪在远山老先生的府前，死乞白赖的留下，得亏老先生赏你一口饭吃。后来你离开紫禁，是你德行有愧。作为武堂学生，不好好研究武学之道，一日到晚竟想这些栽赃构陷之事。柳慧没想到沈宁会这般不留情面的说他，脸色顿时一变，下意识的脱口而出：“紫禁的学生们脑子是好，却还不是去了地下。”轰！沈宁脚掌踏地，腾空跃起，半空之上一记鞭腿扫荡风雪，宛若钢铁之力，重重地砸在了柳慧的侧脑上。那一刻，柳慧如枪震颤，头疼欲裂，口腔都快要变形，吐出的鲜血里还带着几颗牙齿。第172章，俗不可耐美难计。口吐鲜血的柳慧直接从马背上摔了下去，她只感到头晕目眩，眼冒金星，等清醒过来时，还没来得及爬起来，就见沈宁一脚踩在了她的面颊，软靴扭动了几下，与柳慧的脸庞发生了摩擦。这一幕惊了周围的学生。军光祖诧然看来的同时，就见沈宁脚踩柳慧，淡漠地瞥了眼军光祖。柳慧所言可是军三公子所想。沈宁冷笑，双手朝东边的皇宫拱起行礼：“东木园的英魂都是牺牲在北幽的英雄，圣上宅心仁厚，以天下苍生为己任。得闻北幽噩耗之时，何等痛心！你凤鸣武堂区区的一个学生，
岂敢在红梅园口出狂言，羞辱英雄？军光祖皮笑肉不笑，沈将军误会了，此人虽是我引荐进凤鸣武堂的，但他所说之话，皆与君某无关。既是与君三公子无关，那当然是最好。沈宁笑望着军光祖的刹那，抬起了脚，随即又猛地踩在了柳慧的面颊。军光祖看着对方脸上的笑容，心脏也跟着颤了一下，眉头紧紧的蹙起。砰砰砰砰砰，沈宁接连又踩了几脚，而后垂下眸来，戏谑地望着足底的柳慧，侮辱牺牲北幽的战士，与圣上所言相背而行。柳慧，你真把自己当成了个东西？凤鸣武堂不管你这个没脑子的，作为昔日同在黄武阁的一员，我自可来管。出尘，欢欢！一声话罢，两道身影朝前踏出，抱拳之时拱起了双手，属下在，拖下去，乱棍打死。最后一个字说完，他挪开了脚，对着柳慧咧着嘴，展露了一抹笑。鼻青脸肿的柳慧在听到沈宁残忍的话语声时，顿时脑子嗡鸣，不可置信地望着沈宁。那日在黄武阁，北渊王要他的命，还是沈宁为他求的情？沈将军，柳慧纵然有罪，但罪不至死啊！军光祖当即道：纵然要死，也不能是将军的一句话吧？在军三公子的眼里，侮辱阴魂，原来是罪不至死。沈宁嗤声道：上京城前，圣上亲自出城引我麒麟行军，字字句句俱是肺腑之言。后圣上任我为义女，封我河东牧原满员战士为镇南将军，可见圣上对于此事的在乎。今日他柳慧不死，谁死？难道是你军三公子吗？本将不介意与军三公子一同进宫面圣，好好说道柳慧的生死。军三公子，你意下如何呢？他说的从容不迫，泰然自若，军光祖听着却是如雷贯耳，心惊肉跳。军光祖顿时便没了恃才嚣张的气焰，当下就打了退堂鼓，讪讪一笑道：这点子小事，何至于惊动圣上？沈将军真要柳慧的命，何必脏了将军的手？不如交给君家。柳慧跟在他身边多时，原是想腻了，就将其弃了，却不想柳慧花样百出，叫他欲仙欲死，反而有些舍不得了。柳慧对他的事知道的虽然不多，但总跟着他去解忧楼，总会看到些什么不该看的，听到一些不该听的。一二，他不能让柳慧落在沈宁的手里。沈宁沉吟了片刻，看着军光祖说：红梅园武学感悟，来者众多，本将亦不想扫兴，那就劳烦军三公子替我处理了此人，君某自会让将军满意。军三公子给下属使了个眼色，那人便走过去把柳慧带走。柳慧心中狂喜，眼里有光，以为军光祖是故意而为之，都是为了救他罢了。然而当两名下属把柳慧带到了偏僻之地，并未有救柳慧的打算，并且真想把柳慧乱棍打死，一棍棍打下来，打得柳慧抱头蜷缩，哽咽着凄声喊道：我是军三公子的女人，你们这般对我，三公子绝不会放过你们的。两位下属对视一眼，听到这话乐了。柳姑娘，你该不会以为军三公子当真会为了保你在沈将军那里落下一个画饼吧？你呀，不过就是军三公子的一个玩物罢了。玩物该有玩物的自觉，能陪在三公子身边这么久，也算是你作为女人的荣幸了。跟他废话这么多做什么？手脚麻利点。棍棒就要落下时，却见一道有力的风劲隔空打来，使得二人往后退了好几步。还不等他们抬头去看来者的身影，就见两记掌刀打在他们的后脑勺，把他们砸得两眼一黑，昏厥了过去。追风揉了揉手，笑眯眯地看向前方的沈大宗师：尊上，倒定。尊上，沈尊，沈大宗师。柳慧望着步步踏雪向他而来的男人，神情恍惚，犹若活在梦里般。男人戴着精致冰冷的面具，眸色淡漠如霜地望着他，纵然一言不发，却是叫人再也挪不开眼神。尊上，他怎么处理？追风问道。怪可怜的，带走。是。追风把柳慧扛了起来。沈云半眯起眼睛，看向了红梅园的热闹之地，浮现了无奈的宠溺之色。看来沈将军是知晓他在此处观望，才故意把柳慧交给军三公子，为的就是让柳慧看清军三公子的为人，最后好抽丝剥茧，找到倾覆军家的蛛丝马迹，竟还让他来使一出俗不可耐的美男计。偏偏他虽说心有郁闷，却也还是乖乖的来了。毕竟天下男人这般多，不让旁人勾引柳慧，而是让他来，便说明他在沈将军心中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这般想着，沈云便是喜上眉梢，心花怒放，就连流动在他身体四周的风儿都温柔了许多。红梅园的入园之地，各大武堂集结于此，只剩下燕京学宫。经过柳慧一事，都不敢与沈宁多说什么。红梅园的管事走到沈宁面前，躬身说道：将军，红梅园内有定国公家祖传的阵法，而每个阵法都需要至少100人才能启动，因而往年按照惯例，每个武堂都会至少派出100人前来。不过紫金学生是为家国而牺牲，红梅园和定国公府都很清楚这一点，因而定国公府派出了一些府兵前来，相助紫金武堂到100人。听到这话，紫金学生们有些失落。
定国公府的好意，紫金心领了，不过紫金的人数够了，不需要。沈宁说道。管事和其他武堂的学生们都很诧然，紫金人数数来数去也只有80多个人，距离100还相差甚远呢。管事心中懊恼，思考着要不要提醒沈宁。就在这时，员外白茫茫的道路上出现了一匹匹锃亮的骏马，后边还有许多辆马车。骏马停下，马车里的人被扶着走了下来。陈琼、军光耀等人径直走到了沈宁的面前。吾等见过沈将军，今日红梅园的武学感悟，还请将军允许吾等作为紫金学生参加。第173章，生于上京，开窍于北幽。而后，燕京武堂其余的学生们都在楚烨的带领之下，颔首作揖，异口同声道：“请将军允许。”这等声音如雷贯耳，让入园处的各大武堂学生俱是瞠目结舌，呆若木鸡。须知，在此之前，他们只知燕京学宫的大多数人厌恶曾经嫁作人妇的沈宁，但他们不曾知晓，许多年前，沈宁是大多数人的信仰，如骄阳之火，似破晓之光，若明月之辉，唯独不是地上的贱泥。北幽一战让多数人清楚，他们的沈宁曾经冠绝上京的沈家小姐回来了。诚然，亦有少部分心有不悦，持不同意见，但奈何这个世道是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世道，因而只能掀起些许微不起眼的水花罢了。沈宁望着眼前的许多人及黑压压的低下去的头颅，眼眸里流露出了泛红的诗意，唇角却是不由自主的微扬起。旋即便见他带着紫金的学生们以同样的礼数回之，垂手道：“沈宁不胜荣幸。”陈琼抬起头来与之相视，面露微笑。红梅园管事立在旁侧颇为尴尬，酝酿着措辞说：“既是如此，那最好不过了。”沈宁浅浅一笑，不再多言。而后燕京、紫金的2堂学生合并一体，入院看梅关阵，感悟武学多变之无穷。军光祖趁机把二哥军光耀拉到一边，皱着眉问：“二哥，爹不是让你在家休养，莫要参加红梅园的武学感悟吗？从北幽归来的2堂学生，无人休养，为何我军光耀要特立独行？”军光耀把自己的袖子从弟弟的手中抽了出来，不解地反问道：“我在北幽九死一生，爹有后怕是为父之常情，但我作为儿子，若是个贪生怕死的懦夫，岂不是给爹丢脸？”军光祖的心中多是鄙夷。太子的青鸾凌空装上，军光耀在北渊王面前趴着学狗，早就把脸丢光了。如今这番说辞，实在是惺惺作态。父亲说过，军家3子，长子军光梅成熟内敛，3子军光祖甚是诡诈，唯独次子军光耀是个碌碌无为的蠢材，保其一世富贵荣华即可。从前的军光耀说不上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人，但行事作风可也没好人的派头，怎么去了一趟北幽，就开始高谈阔论君子之风和战士血性，平白惹人耻笑不是？二哥，你难道就没想过，北幽之事跟他沈宁脱不了干系？军光祖压低了声说。军光耀扭头看去，这话是为何意？他想踩着你们的尸体建功立业，又或许想隐藏沈家罪业。军光祖还在说，军光耀往后退了几步，冷笑：“绝无可能。二哥，若你喊我来只是想诋毁将军，那就不必再说了。武学感悟何等重要，我还是不在这里浪费时间了。”如若军光祖亲眼目睹过北幽屠城的生灵涂炭，看到脚踝只有骨头的少年爬上高楼扬起麒麟旗帜，看到陈长命战士为了把消息带出去而葬于郊外孤坟，看到沈宁几次3番视死如归的空城计，看到沈宁枪出如龙浴血而战，斩下100余人敌军的无畏和歇斯底里的喊杀，便不会这般理直气壮，当着他的面说出此等叫人寒心的话。军光耀走了几步停下来，他回过头看向了红梅树下的弟弟：“你真该去北幽看一看满城的人血和尸首，看一看39军如何守着我们活下来，直到他们全军覆没的。光祖，二哥确实不是好人，也非君子，甚至只想混吃等死过这一辈子。爹打小就不喜欢我，我知道，但今日之我不再是我，我要带着小胖子他们的壮志一起活下去。今年的年饭我要吃个10几碗，因为我不是一个人吃饭，也不会一个人过年。人总是会在某个阶段开窍，譬如他生于上京，开窍于北幽。”随后军光祖便看到他的二兄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冥冥之中似是有什么在改变，也有人在成长。军光要逆血而行，如他接下来逆水行舟的人生。军光祖咬咬牙，也不再多说什么，只当沈宁给这厮灌了什么迷魂药，过些天就好了。一段时间的热度和新鲜维持不了多久。他的这个二哥一向如此，凡事再是猛烈欢喜，过了几天就没劲透顶，腻得很快。比起二哥，更让军光祖头疼的是柳慧不知被何人带走了。好在柳慧虽然往来解忧楼较多，但也不知多少真实情况，否则就是大麻烦了。京中暗部府邸有地宫，地宫之内只见几许微弱的光。柳慧醒来的时候，
就发现自己躺在柔软的床榻，不远处的椅上坐着一个清俊如月的男子。男子白袍着身，戴着精致好看的面具，增添了一丝若即若离的神秘感，叫人心痒难安，忍不住的多看。醒了？男人问道。沈大宗师？柳慧睁大了眼眸。柳慧连忙起身欲要行礼。男人不必多礼，就你只是举手之劳，稍后追风会来给你喂药，休息好了找追风拿点钱就出去。好一个欲擒故纵，以退为进。柳慧原先还有提防，毕竟沈大宗师和沈宁颇有交情，如今见沈云没有留他的打算，当下就打消了顾虑。更何况军光祖杀他之心不死，沈宁又多多相逼，这上京之大，又何曾还有他的容身之地？他心如凤凰，是想扶摇九天，俯瞰列国，而非像狗一样灰溜溜的回到故乡，做个没出息的女子。他清楚，眼前的男人就是他是否腾飞去比肩沈宁的关键。沈尊的救命之恩，柳慧无以为报，只想此生给沈尊做牛做马，报答此恩，还请沈尊答应，否则小女子便是长跪不起，跪到尊上同意为止。柳慧匍匐在床榻，五官都压了下去，态度很是虔诚。自从跟在军光祖的身边，他也算是接受了现实的毒打。纵然心比天高，万不可命比纸薄。初次交谈，不可狮子大张口，吓走了大宗师。当点到为止，再步步为营，徐徐图之，方可成就他柳慧的大业。毕竟他是从鬼门关里活下来的人，就连现在都还是心有余悸的。第174章，大人的事不要随便揣测。你若在上京无去处，日后跟着追风便好。沈大宗师瘦长洁白的手落下杯盏，旋即干净利落地走了出去。柳慧欲言又止，但还是低着头保持沉默，生怕因为自己的迫不及待错失了爬上枝头的良机。追风扯着嘴笑，柳姑娘，别看我们家大宗师冷冰冰的，实则心地好着呢。柳慧见追风很好说话，便趁热打铁地问，追风公子可知道大宗师与沈将军有何关系？沈将军女中豪杰，我们大宗师很欣赏他。追风如实相告。柳慧的一双眼睛顿时发红。这会儿竹殿走了出来，眉头紧蹙，追风，你还在做什么？解忧楼的事还查不查了？来了来了，这不是尊上吩咐我照顾好柳姑娘，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吗？我们暗部可是要立志做好人的。追风连忙回道。起初柳慧还很疑惑所谓的好人说法，但深入接触暗部，发现有好人7律这个守则后，就深信无疑了。解忧楼？柳慧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点，趁追风竹殿即将离开前问道，可是君三公子时常去的解忧楼？竹殿冷着脸说，此事与姑娘无关，切莫多加打听，也别因为尊上救了你，就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我们尊上既能救人，也可杀人，生与死也不过他一念之间，姑娘且行且珍惜吧。追风不知救柳慧的初衷，竹殿却是一清二楚。柳慧时常跟着军光祖出入解忧楼，做不得假。军光祖自以为不让柳慧知晓真相，柳慧的这张嘴就起不到决定性的因素。但军光祖不会想到的是，若柳慧身处暗部，耳濡目染之下略知解忧楼的真相，那么只要他愿意说，就是呈堂供词了。红梅园高处楼阁，如在云雾之中，窗台外可见山，垂眸俯瞰红梅园。紫金、燕京的2堂学生都在阵中看眉悟心。窗上一袭黑衣劲装的女子斜卧台上，手里提着一壶醇香浓烈的酒，眸色薄凉地看向了红梅园内的沈宁。云婉哥，燕老太君和安国公的嫡系孙女。阿姐。一个略显稚嫩的少年走来，顺着云婉哥的视线往下看，勾着唇笑，你在看那沈宁？大人的事不要随意揣测。云婉哥淡漠地道。少年古灵精怪的笑，阿姐近来总是不高兴，等会儿便让你高兴高兴。云婉哥半垂着眸，冷得像一块冰，并未有再说话的打算，目光却是紧盯着人群之中恣意张扬的沈宁。随即缓缓地眯起了一双黝黑薄凉的眸子，又喝了一口上京城内最烈的酒。就在这时，红梅园的另一边出现了一头又一头的白毛狼。红梅园与驯兽园是相连的，但驯兽园时常关着，这种关键时候更不可能打开。云家少年云初脸上的笑愈发灿然无邪了。等那狼把沈宁给生吞活剥掉，他的阿姐就能高兴了。云初充满希冀之光的眼眸含笑地望向了云婉哥。云婉哥连起了眸色，侧目看去，哑声问，你干的？云初以为阿姐要奖励他，重重地点了点头，他死了，阿姐就会笑。自从沈宁嫁给顾颖南的那一天开始，他的阿姐再也没笑过了。啪！云婉哥反手一掌猛砸在了云初的脸颊，打得血迹隐隐渗透。第175章祥云遁阵，顺承双输。云初倒抽了一口凉气，捂着生疼的脸，睁大了水雾涌聚的眸子，难以置信地望着自家阿姐。他从小便跟着阿姐，
被云婉哥视若为珍宝，从未被这般对待过。阿姐，云初哽咽，泪珠簌簌而落。谁允许你这么做的？云婉哥伸出手攥住了云初的衣襟，用尽了力道，咬牙道：他们若有半分损伤，我云婉哥此生便不再有你这个弟弟。学生们不会有事的。云初解释道：我跟驯兽师说了的，让他以鹰控兽，只杀沈宁。既然如此，那我便不得不清理门户，把你送到府尹那里去了。云婉哥冷笑，松开云初衣襟的时候，因用力过猛便使得云初摔倒在了地上。云初咬了咬下嘴唇，眼睛发红，可怜兮兮地望着阿姐。云婉哥则自窗台高处拧着眉往下看去。红梅园内群狼冲出，并未像云初那样说的只攻向沈宁一人，而是无差别地扑向每一个学生。这就是你说的只杀沈宁？云婉哥咬牙问道。云初扑来，不可置信地望了过去，颤声自语：怎么会这样？不可能啊！云婉哥恨铁不成钢地看着这个天真的弟弟。去请驯兽师。云婉哥道：我把驯兽园的驯兽师都遣走了，一时半会儿都赶不来的。云初急道：这些年里，我当真是把你保护得太好了。云婉哥说罢，手掌撑在窗台，做事就要跃到下方去，却被云初死死地抱住。阿姐，你不能去，没有驯兽师的话，去了就是死路一条。红梅园，感悟镇内，保护将军！陈琼大喝出声。沈宁眉头紧蹙，眯起眼眸，紧盯着成百上千的狼兽。察觉到危险的他，警惕得很，浑身都绷成了一根随时要断掉的弦。而正在这时，体内的内力浮现出了温热的气息，像是暖流扩散，涌动在他的五脏六腑。在列国之中，有一种很吃香的职业，被世人称之为驯兽师，大多数都是以鹰驯兽。譬如当初沈宁在紫金武堂参加秋季考核的时候，就是驯兽师用琴鹰驱动狼兽。但眼前的狼兽体积更大，更为凶猛，而且不见半分温和，只有最原始的血性。江森的手就要去拿笛子，他是江家的后人，擅长音律，虽不是驯兽师，但九死一生的关键时刻，总想去试试。沈宁迅速来到江森的身边，抓住了江森的腕部，别动。江森抬眸，诧然地望着沈宁的侧脸。将军，让我试试。江森平和地道。他总想做些什么，哪怕因此暴露了江家后人的身份。这是军令。沈宁言简意赅的4个字，叫江森哑口无言。沈宁深吸了一口气，来不及与江森过多的解释什么。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若放出野兽的背后之人，是想试探有无江家后人，密室少女们身上的浊气是否被洗涤掉，那么只要江森一吹笛，就会前功尽弃。远处各大武堂的人都停止了对武学的感悟，而是望向了这一处。军光祖两手环胸，戏谑地看了过来，随即便间他悄然地使了个眼色，就见人群之中响起了部分声音。自从驯兽园建造以来，都没发生过这等事情，怎么偏偏在今日出院伤人？那也太奇怪了吧！我听说啊，驯兽园的狼是北山域运来的，能看到不干净的东西。真可惜，紫金、燕京又要死一批人。恰逢此处，异姓王东方寒和太子、七皇子、五皇子、三皇子以及明华公主等人结伴来此观看各堂学生感悟武道，时间也卡得刚刚好，一来就听到了这些声音，看到了群兽扑人的场景。明华公主小脸一白，往后退了一步，手爪子捂住了眼睛，惺惺作态地道：这可如何是好？沈将军大伤未愈，若是死于狼口，沈老将军可怎么办？众人纷纷言谈，倒是那东方寒急不可耐的要往前冲，快去救人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端端的怎么会伤人？七皇子燕长武见此，也毫不犹豫跟了上去。狼兽扑到了沈宁的身上，沈宁立即拔出靴中匕首，直接一匕首贯穿狼兽的眼睛，鲜血的味道刺激着狼群。沈宁紧攥着匕首，内力愈发的热，像是逐渐烧开的水，从冰凉到滚烫沸腾。沈宁周身的血都沸腾了起来。不仅如此，之前为了治愈沈云的双毒，他透支内力，导致体内留下了些许的双毒痕迹。在此以前，双毒并不明显，然而随着内力的发热，隐藏在身体最深处的双毒也在隐隐的浮现。狼群过多，显然是必死之局。学生们的速度再快，也快不过受刺激的狼群。远处，明华公主轻挑起眉梢，今天倒是个好日子，一来就能看到必死无疑的沈宁。列阵！陷入死局的沈宁大喝道。周边武堂的学生们两眼茫然。紫金学生们大部分都死在了北幽，又是2个不同武堂的学生汇聚来红梅园，能列哪门子的阵？燕京武堂列祥云盾阵，以气为盾，先守后攻。紫金列阵，北斗七星。一番话下，2大武堂的学生们瞬间找回了理智，按照沈宁所说的去列阵。萧初晨、陈欢欢、
李清奎几个人带领着剩下的紫金学生列起了北斗七星阵，而燕京的学生们直接轻车熟路地摆起了祥云盾阵。事不关己的围观者们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沈宁曾经是燕京学宫的脊梁，是数一数二的武痴，在场的大部分燕京学生原来都是他的人。明华公主见此一幕，诧异不止。太子却道：祥云盾阵以双阵书为重，需要对此阵有深刻的理解，并且有过人的实力，否则阵书不成，阵法变散。可惜了，沈宁他不该用此阵法的，双阵书需要2个这样的人，除他以外还要1人才行。围观者们也后知后觉反应过来，明华公主露出鄙夷之色，狂傲。军光祖唇边勾起了嗤笑，沈宁此举无异于是在临死之前让人看个笑话了。阵法不成便是破阵，破阵等同于笑话。而在下一刻，却见所有的人脸部的表情都凝固住了。却见一人踏破风雪从天而降，黑色劲装的尾部翻飞起，他单膝落地的跪下，手提一方锋锐的刀。云家挽歌，祝将军成阵。双阵书，顺承祥云盾阵。第176章，内力驯兽，初显锋芒。黑色身影穿破风雪，顿时吸引了无数人的注意力。云挽歌！围观者们见此，俱是呼吸一滞，瞳眸紧缩。却说燕京学宫的祥云盾阵是宗师李衡阳所创，由当初的沈宁和云挽歌作为双阵书展现于世人面前。但后来者再无人能够完美的展现祥云盾阵，又闻云挽歌和沈宁决裂，堪的是老死不相往来。君子重诺，背叛诺言之人是要被千刀万剐、口诛笔伐的。因而世人未曾想到还能再见他们重现祥云盾阵的那一天。作为阵书之一的沈宁回头朝云挽歌看去，嘴角轻勾起了一抹笑，仿佛回到了旧时候他们不知疲惫、不知时间流逝的习武。祥云在麒麟，朱雀锋芒毕，以气为盾，以阵攻之，可御群狼。却见2堂学生共施北斗七星阵和祥云盾阵，局面瞬息万变，堪称为乾坤扭转。不仅抵御群狼，还如囚笼般束缚了群狼。群狼难以破阵，又碰不到人，只能白费力气。当体力消耗完毕之时，便是他们的末日。狼群的狼王发现自己被戏弄，歇斯底里的怒吼，赤红着一双眼睛，狠狠地瞪向了沈宁。作为狼王的他，有着极其敏锐的嗅觉，他嗅到了像他一样为王的味道。因而狼王卯足了力气，蹄子蹬地，以最快的速度往前狂奔。却见他飞扑而起，直冲向了沈宁。一阵杀！沈宁说罢，提枪刺破风雪，脚掌踏地，身轻如燕飞掠而起，在半空与狼王来了个震撼的硬碰硬。吼！狼王凶神恶煞地张开了嘴，怒吼之声激荡于红梅园中，露出人骇然的獠牙。就在此刻，沈宁一枪刺进狼王的喉中，长枪贯穿了半截。沈宁双足落地的瞬间，利落的收枪，带起了狼王口中喷发而出的血雾。砰！狼王跌倒在地，砸出了一个大坑。沈宁手执鲜血淋漓的破云枪，淡漠地看向了剩下的狼群，体内的内力愈发的狂热，如以阴御兽般。但他不需要任何的阴气，只需要一个眼神、一把枪，以及杀死狼王时的狠力，就足以做到御兽。失去狼王的狼兽们俱都瑟缩着，警惕又惶恐地望向了沈宁。回去！沈宁淡声道。狼群依旧瑟缩。我说。沈宁一枪宰在狼王身上，眯起黑眸，再次道：滚回去！只一声暴喝，便见狼群们纷纷后退，退回到了驯兽园中。围观者们见此，俱已瞠目结舌。东方寒张了张嘴，面露惊喜。那作为武痴的七皇子，眼睛深处是一片如火燎原的狂热之色。匆匆赶来的云初见此场景，那是惊得长大了嘴。沈宁眸色冷冽地扫了眼云初，看见云初脸上的掌印，大概便知晓了狼群之事，与云初脱不了干系。适才关键时刻，驯兽园内并未有任何的驯兽师，可见是被人提前遣走了。云初护姐痴狂，只会针对背叛诺言的沈宁，而非2堂学生绝不会遣走驯兽师，只能说是被人利用了。阿姐，云初吸了吸鼻子。云婉哥收刀挎在了背上，面朝沈宁作揖道：沈将军，红梅园和驯兽园归我国公府，今出了这等事，国公府推卸不了任何的责任，定会彻查个水落石出，给将军一个交代。驯兽园虽为国公府管制，但人多眼杂，少不了有心人从中作梗。沈宁说罢，便见定国公以及国公夫人燕老太君，还有国公府云家的许多人都来到了红梅园。燕老太君手持拐杖，猛地砸在树下，勃然大怒道：12冬雪，红梅感悟，园内竟会发生此等事，且无驯兽师在园中看守，岂有此理？来人，让驯兽园管事滚过来。不多时，下人来报，燕老夫人，驯兽园的许管事吊死在房中了。四下里
登时死寂如斯。沈宁闻言，半眯起的眸子闪耀着刀剑锋利的锐光。第177章，你不是蠢货，谁是？吊死！红梅园内的众人听得此话，脑海里几乎在同一时间浮现了4个字：畏罪自杀。燕老太君愣了一下，手中的拐杖再次猛砸于地。好端端的人怎么就吊死了？去查个清楚明白。燕老太君的次子云霄勇皱眉道：莫不是那徐管事畏罪自杀了？定是他遣散驯兽师，故意害人。事情显然已经明朗，就等驯兽师们回来，问清楚他们不在驯兽园的缘故就行了。这一番话好是漂亮，相当于是在变招法，告诉众人谁遣走驯兽师的，谁就是罪魁祸首。云初听得此话，面色比冬日大雪还要白，嘴唇都哆嗦了几下。云婉哥淡淡的看了眼说话的二叔云霄勇。沈宁闻言望向云霄勇的同时若有所思，旋即作揖道：定国公、燕老夫人，沈宁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沈将军请说。定国公轻轻摆手：狼群失控，学生受惊，还请各堂学生暂时歇息，至于此事，由我和陈琼跟着就行。将军所言甚是。燕老夫人浑浊的眼底闪过了一道锐光，看着沈宁的眼神多了点感激之色。云霄勇当即就急了：爹娘，沈将军，此事关乎我国公府的声誉，应该当众查清。燕老夫人攥着拐杖的手加深了几分力道，布满褶皱的面庞冷如寒冰。她和丈夫都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见多识广，阅人无数，哪能不知云霄勇的小心思？纵然没有确凿的证据，却也能知道个大概。那徐管事的死只是冰山一角罢了。云二爷可是觉得本将没有信誉？沈宁笑着反问：狼群失控，供我2堂学生，紫金有我，燕京有陈琼，我们2人与燕老太君共查此事，难道云二爷还信不过吗？沈将军的为人，我自是信得过的。云霄勇讪讪笑了几声，不好再阻拦。他扭过头，悄然地看向了尊贵的皇家之人。太子、明华公主等人，包括东方寒在内，亲眼目睹的狼群失控，也想加入此事，共同调查。国公和燕老太君正在犹豫时，却见沈宁缓声道：燕老太君，给太子和诸位皇子、公主点上几杯姜茶驱寒吧。太子微笑：姜茶就不必了，本宫身为太子，自要处理好这件事。沈宁行礼颔首道：太子殿下，诸位皇子、公主，紫金、燕京2堂学生受惊严重，唯有诸位的天界之气能镇得住他们，安抚他们，2堂学生就交给诸位了。话说至此，全然堵了太子等人要参加调查的路。燕老太君多看了眼沈宁，却说2堂的学生们原都镇定自若的，听到沈宁的话，一个个俱如搭了戏班子上台似的，哀嚎迭起，表情浮夸。知道的是被狼吓到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中邪了，沾惹上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太子沉吟片刻，才说：既是如此，那便如将军所言吧。而后沈宁、陈琼和国公府云家的人共同调查此事。驯兽师们很快就找到了，却是指着云初说：是云初公子让我们暂时离开驯兽园的呀，还拿了老太君的令牌。好你个云初，人小鬼大，胆大包天，竟敢做出这等事来！云霄勇大怒：你是要连累死云家啊？若2堂学生有什么3长2短，我们云家怎么跟圣上交差？云初跪在地上，低着头一言不发，2只手握成拳头垂下。好久过去，一鼓作气地道：奶奶，是我做的，是我看沈宁不痛快，想按下杀手，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怕死，我不会连累云家的。蠢货！旁侧响起了沈宁凶厉的声音。云初睁大了眸子，侧头看向了沈宁：你是云家嫡孙，你的一言一行就是国公府的言行，骨血相连的事，当真能说摘除就摘除？若是可以一人做事一人当，列国之中又怎会有那么多的诛九族之罪？若你只是看我不痛快，真让那狼来把我生吞活剥了，我敬你是小小年纪是个汉子，可偏偏你被人利用还不自知，险些给云家招来灭门之祸，亦不反省。你不是蠢货，谁是？沈宁的声线并不高昂，然而字字铿锵，说的云初是1万个不服，便不甘，狠狠地瞪着沈宁。定国公、燕老太君，抱歉，一时没忍住教训了贵府嫡孙。沈宁忽而谦虚：云初，这女人好生讨厌。燕老太君瞅着他那平平淡淡却是游刃有余的样子，嘴角轻抽了几下，眸底却多了几分欣赏，便道：吾虽云初确实是个欠教训的，将军请便。云初不可置信地望着嫡亲的奶奶，还以为燕老太君是被人夺舍了，竟连他这个亲孙子都不带在乎的。云初继续不服地瞪着沈宁。沈宁悠哉悠哉地坐下，接过婢女沏的茶，喝了一口，才把视线重新放到了云初的身上。云初，我问你，你既是看我不痛快，为何狼群失控，却是要害2堂学生？我不知道，让我来猜猜。沈宁放下茶盏，紧接着说：是不是徐管事给你打了保票，
说狼群必然指向于我，不会伤害两堂学生。你便用那装满水的脑子认真思考了会儿，认为此事可行，便也听着那徐管事的话，偷走燕老太君的令牌，遣走驯兽师，为的就是狼群攻向我的时候，没有驯兽师会帮我。但你没想到，狼群针对的压根不是我，是两堂学生。你更没想到徐管事会上吊自杀。但你有没有想过，徐管事最开始的目的就是两堂学生？云初听到这些话，错愕地望着侃侃而谈的沈宁。虽然细节方面有些出入，但沈宁所说的大致都和事实相差无几。不可能，徐管事很老实，而且无冤无仇，他针对两堂学生做什么？那就得问问徐管事背后的人了。沈宁笑着看向了云霄勇，云二爷，你觉得会是谁呢？人到中年的云霄勇顿时下了个机灵，他一抬头，发现父母的眼神比刀锋剑霜还要凌厉。第178章，沈将军的高谈阔论。云霄勇吓得冷汗潸潸，脸色都白了几分，目光不自在地挪开，心虚地说：徐管事都已经死了，他生前见过什么人，说过什么话，谁又能知道呢？啪！燕老太君的手掌朝桌上猛地拍下，云霄勇两腿软又颤，近乎是下意识地屈膝跪了下去。逆子！燕老太君满面威仪，目光愠怒地注视着云霄勇。今日若非是你支开了我，云初当真能拿到我的令牌吗？我还没死，也没瞎，脑子更没进水。你是我掉下来的肉，你的想法旁人不知，我这个当母亲的还不知道吗？母亲，冤枉啊！云霄勇急着争辩。燕老太君扯了扯唇，冷嗤：冤枉？你无非是看我重视你大哥，如今又把希望寄托于婉哥，便心生怨怼。你对婉哥无从下手，就只能挑个脑子进水的云初。云初脑子进水，你又好到哪里去？给旁人做了嫁衣还不知道？太子、皇子公主们结伴来红梅园，恰好赶上狼群失控。别说你不知道，你想当众彻查此事，暴露云初，却不知道会拖累云家。你以为你跟黄家人关系很好，殊不知被利用了。沈将军如今炙手可热，沈家彻查北幽之事是多少人的眼中钉。到时沈、燕两家结怨不说，国公府也要沦为他人之诟病。你竟还自以为是，觉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殊不知到处都是破绽。燕老太君压低了声音，沉怒地痛斥云霄勇。云霄勇求救地看向了父亲定国公，怎知父亲的眼神更是冰冷。自认有些聪明的他，在两位长辈面前似是被洞悉了般，无处遁形。云霄勇只得匍匐下去，颤声承认：爹娘都是做儿子的不好，被猪油蒙了心，才会做出这等事来。说吧，太子、皇子、公主，和你合谋的人是谁？燕老太君问道。老人说话的时候，不由看了眼沈宁。沈宁私下调查狼群失控，便是帮了国公府一把。如今他顺势问出黄家人，既是礼尚往来，也是在告诉沈宁，始作俑者并非国公府。云霄勇和云初一个比一个蠢，都是被人当了棋子。儿子不知道啊。云霄勇抬起脸来，欲哭无泪道：儿子只知道黄家有了不得的人会给儿子撑腰，只在夜色降临时与儿子联系，还都照着面，穿着黑衣，有时拿着明华公主的簪子，有时拿着七皇子的信物，有时还有太子的东西。燕老太君、定国公、云婉哥终是忍不住道：二叔，你就没想过究竟是何人在与你联系？想过。云霄勇道：是谁？皇家团结一致，俱都有之。云婉哥的眉峰轻微的抖了几下。燕老太君阴沉着一张脸，忽而发现沈宁正摸着下巴陷入了沉思，便问：沈将军在想什么？晚辈在思考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一双双眼睛都看了过来，竟等着沈宁的高谈阔论。却见沈宁一本正经道：云初小弟有没有可能是二爷的儿子？这一大一少的两个人简直蠢到一起去了。众人第179章，自诩聪明如鬼神。云初闻言，咬着后槽牙，不悦地看向了沈宁。国公府内，他最讨厌的便是这位二叔。沈宁这般言辞，是彻彻底底的羞辱他。沈宁，你兜兜转转说这么多，无非就是不肯放过我。事情是我做的，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不管你是把我带到圣上面前，还是送去府尹那里，都随你的便。沈宁好整以暇地望着恼怒的云初。从前他和云婉哥关系好的时候，云初就跟防贼似的防着他，每日郁郁寡欢的。后来嫁进顾府，这云初又不乐意了，偶尔见到都不忘出言挖苦，愈叫他难堪。云初怎么说话的？定国公恨铁不成钢地瞪了眼云初，而后看向沈宁，歉意地说：将军莫怪，云初口无遮拦，被婉哥保护得太好了。不过他有一句话说得对，这件事不管怎么说都是萧勇和云初的不是，错了就得挨打。这件事伤害到了两堂学生，沈将军、陈姑娘，你们觉得该如何处置？定国公这番话
是在试探沈宁的口风。皇家那边牵扯太多，势必不能查下去。而云初也好，云霄勇也罢，都是他的骨肉血亲。云霄勇挪动着膝盖，扭头看向了沈宁和陈琼：“二位，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鬼迷心窍做了这等错事。我知道说再多都没什么用，但还请二位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陈琼，你怎么说？沈宁问道。都听将军的。好。沈宁看向了云霄勇：“云二爷，起来说话。我问你，徐管事的死跟你有关系吗？”我真不知道徐管事为何会上吊自杀。那便好。沈宁面朝定国公和燕老太君作揖道：“二位，这一件事，显然二爷和云初小弟都是被人利用了，但事关两堂学生，总得交到府尹那里去走个流程，再随便结案便好了。”云初侧目疑惑地看着沈宁，他还以为沈宁会借此大做文章，不把他弄得遗臭万年，不肯罢休。沈宁这样的做法是在云初的意料之外。云霄勇大喜。沈宁缓缓地垂下了眼睫，掩去了眸底锋利的暗光。那便如沈将军所说去做吧，但你们二人难辞其咎，纵然沈将军和陈家小姐愿意放过你们，我也不会。到了府邸，都去领罚吧。燕老太君冷嗤道。事情因此告一段落。初步结果还是徐管事畏罪自杀，但还需要府尹进一步的审查。阿姐，云初刚要去拉云婉哥的袖子，却见云婉哥失望地看了他一眼，便默然疏离地走了。云初的心脏像是被人用手给撕裂开般的疼痛。云婉哥走到沈宁和陈琼的身边，惭愧地低下了头：“沈将军，抱歉，是我没教好他。列阵之时，云小姐关键时刻的相助，不亚于雪中送炭了。云小姐不必说抱歉。”话音刚落，两人对视了眼，俱是有种时过境迁的唏嘘复杂。遥想当年，二人把酒言欢，雪中列阵，是何等的默契。楚夜抚琴的时候，他们一个舞刀，一个玩枪，好是恣意潇洒。每每见面都没有多余的礼数，沈宁总是会勾着他的肩膀，亲昵的喊小哥儿，他则会说一句阿宁。数年过去再见面，没有闲话家常，只有生疏的沈将军与云小姐罢了。沈宁随意的摆了摆手，便和陈琼走了出去。陈琼不经意地说：“将军方才让我想到了4个字。”什么字？余情未了。沈宁瞪了眼陈琼，却见陈琼撇着嘴耸耸肩。云婉哥望着湮灭在风雪的两道身影，驻足停留了很久。身后云初走来，低声道：“阿姐，我错了。”“你没错，错的是我。”云婉哥道：“你从小都是我教导的，确实是我没教好你。回到府中，你不必受罚，我会带你领罚，然后再宗祠自省3天，不进地有米粒。”“不要！”云初慌了：“阿姐，不要，是我的错，与阿姐无关。你若多说一句，我所受的惩罚便增加1倍，直到府邸的棍棒把我打死。”云婉哥面容刚毅冷峻。云初张了张嘴，还想说话，却不敢道出一个字，只得红着眼流着泪，满目痛楚地望着坚毅的云婉哥。云婉哥临走前多看了眼沈宁的方向，奈何风雪之中已经没有了那两人的身影。回到红梅园的路上，陈琼淡声道：“你就打算这么放过了？这可不像是你的性子。若群狼的目标只有沈宁，沈宁确实会念及旧情以及国公府的颜面，就此敷衍扫过。但狼兽们要害的是两堂学生，以沈宁的性子，绝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陈琼酸溜溜地说：“云家婉哥的魅力就这般大。”思来想去，就只找到这么云婉哥的原因。胡思乱想什么？沈宁停下了双足，轻声道：“松弛有度，放出的长线才能钓出大鱼。你的意思是，既有人想装蠢卖傻糊弄过关，那就让他掉以轻心，再抽筋剥骨，不是更好？”沈宁浅浅一笑，瓷白的雪花落在他的眼睫，叫陈琼晃了神。却说云霄勇离开人群之后，立即收起了脸上惟妙惟肖的表情，满是阴沉之色。他饮着茶，自言自语道：“得让福尹早些结案才是。不过那沈宁，我当真是高看他了，还以为有2把刷子，没想到就是个半桶子水。他故意把太子、皇子、公主都拉一个遍，就是不肯沈宁和国公府去彻查。国公府的人都知道他云霄勇是个藏不住事的、没脑子的，殊不知他云霄勇自诩聪明如鬼神。只是让他失望的是，这件事没能把云婉哥姐弟拉下水，反而把自己弄得一身骚。沈宁啊沈宁，我云霄勇可不是糊涂人。若论行兵作战、武学实力，我比不上你，但这上京城的水深着呢，不是你一个妇道人家能够涉足的。”云霄勇喝完了一杯茶，微微地眯起了鹰隼般锐利的眼睛。等他走出屋门逢日光，又恢复了从前那般不学无术、自以为是的憨样。第180章，领风满园，无声胜有声。沈宁回到红梅园的时候，太子迎来问道：“安国，事情查得如何了？此事过于严重，定要公之于众。”太子身穿华服，满面急切，竟显示一派忧国忧民的神情。沈宁抿唇望着他，
沉吟了好一会儿，便说：“定国公和燕老太君会把此事交给府尹，还是得查一查那徐管事的死才行。”谁也没想到，一直太平的红梅园和驯兽园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太子叹息了一声，随即便见眉梢浮上了喜色。还好安国当机立断，使得两堂学生列阵，方才化险为夷，有惊无险。说到危急时刻扭转乾坤的列阵，七皇子脑海里想到沈宁枪杀狼王的场景，眼睛噌的一下就亮了起来，体内的血液好似都已沸腾。燕长武咽了咽口水，兴奋地道：“将军关键时刻的那一枪，当真是干净利落。侥幸得之，不足为道。”沈宁淡淡回道：“若非两堂学生的齐心协力，沈宁也撑不到最后。”燕长武连忙道：“将军当真谦虚。”说话时，七皇子的眼神压根就没离开过沈宁，眼底深处生长着狂热的焰火。明华公主侧目看来，流露出鄙夷之色，而后说：“每年的腊月，五堂学生都会来红梅园感悟武学，怎么就今年发生此等稀奇古怪之事？当真是叫人深感诧异。”这话里话外都是对沈宁的阴阳怪气。他向来不喜沈宁，更不会藏着捏着，扫向沈宁的眼神上上下下的打量，如看街边不值钱的物件。沈宁倒也不恼，依旧是气定神闲的泰然。公主说的是，我曾年少时在燕京学宫习武，年年都来这红梅园，也不曾见到此等怪事。若我所想没错的话，公主不习武术，今年是第一回来红梅园吧？初次来园就见到此等场景，着实让公主受惊了。明华公主脸色骤然一变，沈宁这话里话外之意，既是在讽刺他养尊处优，不知世道艰苦，也是在暗嘲他初次来园就有狼群失控，说不定是他克的，算是反将一军，堵住了明华公主的那张嘴。没想到将军不仅在战场上威风凛凛，伶牙俐齿也无人可比。公主谬赞了，不过公主擅长珠光金银，读书甚少。公主若想要的话，沈宁不介意陪公主温书习字。沈宁唇角微勾，笑容若有似无，似两拨千斤的样子，如清白的风雪，说的明华公主咬牙切齿，攥紧了一双手，且因用力过猛，攥断了几根奢华镶珠的甲片，眼睛里更是漫开了阴翳之色。沈宁的言下之意，字字句句都是在说她是个只知穿金戴银、胸无点墨的公主。她堂堂公主，岂堪受此羞辱？明华公主张了张嘴，还要说些什么，却见一人踏风雪而来，戴着人们熟悉的那一张面具，面具下的眼睛充满着沉怒。当他的视线扫来，如同呼啸而过的寒风，叫人不寒而栗，心脏猛颤。而在看到安然无恙的沈宁时，方又回归了平静。奈何无意扫到沈宁素白衣衫上的鲜血，那双皎如月的眼眸再次翻涌起了让人窒息感加剧的暗潮。沈大宗师，太子眼睛微亮。随后而来的定国公和燕老夫人看见沈云的时候，苍老的眉眼亦有诧异之色。还不等他们跨步相迎，就见男人平缓而行，看似速度不快，实则一个呼吸间就到了沈宁的面前。沈宁睁了睁眸子看他，却见男人直接伸出手将他揽入了怀中。听闻狼群失控，还以为你出事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此时凛风满园，无声胜有声。第181章，寂寂无声他的他。突如其来的拥抱让沈宁的脑子里一片空白。纸醉金迷的北渊王也好，玉如清雪的沈大宗师也罢，都是他，都是在寂寂无声的暗处默默守着他的他。沈宁拥有正视自己内心的勇气，但绝不会是在这个冬天，因为这年的12月，他在大燕的北幽失去了太多的战友，故而在他的潜意识里，男女之间的情爱的应当埋在寒冬的霜雪里，而非炙热且野蛮的逆风生长。大宗师找回心绪的他，在男人的怀抱之中低声说：“我没事。”男人修长的双臂紧紧地桎梏着他，强而有力的怀抱似是密不透风般温热而炽烈。你身上有血。他道：“是狼的血。”沈宁无奈道：“我又非大宗师那般厉害，能在杀狼过后还片血不沾。眼前的这位爷有时智勇双全，聪明绝顶，有时幼稚不说，还很蠢。我帮你。”男人说着，大宗师的内力逼出，游走于沈宁的身上，洗涤掉了染上的血迹。几乎在刹那之间，素白的长衣就焕然一新，恢复到了干干净净的样子。四周众人见此情形，那是目瞪口呆，惊诧到久久不能回神。让他们可望而不可及的大宗师内力，列国武学最稀罕之物，竟是这般用的，还是个铺张浪费的用法，岂非是暴殄天物了？众人风雪中呆滞的同时，内心近乎哀嚎大宗师此举的惨无人道。沈大宗师，沈宁憋得慌，咽了咽口水，便喊：“男人垂手，满目期许地看向了他：“你还要抱多久？”沈宁嘴角轻抽了几下，到底是大庭广众，这般行止太不合时宜了。这要传到沈家去了，且不说家中的父母兄长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了，光是大伯、
三叔那两房就不知道多少双眼睛盯着，多少张嘴要议论个七七八八。抱歉，是沈某失了礼数。男人爽快地松开了沈宁，让他在下一刻呼吸到了夹杂着血味的空气。沈宁不自在地退后了2步，垂眸之时以全抵唇干咳了声，也不去看对方的眼睛，就说：“下回注意些就好。”可我不想注意。沈大宗师的传音入耳，只有沈宁一人听得见。听得此话，似有细微的酥麻在顷刻间从沈宁的指尖掠到心脏，然后往上，直到在颅腔里如漫天绚烂的烟火般炸开。他下意识地抬起了记忆，定定地望着忽而不再矜持隐忍，耍起了无赖的男人。沈云瞧着他微正的神情，是难得一见，喉间忽而溢出了一丝轻笑，伸出了瓷白修长的手，轻轻地揉了揉沈宁的发。他传音道：“莫要恼了，将军面前岂敢不注意？既是下不为例之事，若再失礼数，沈某任由将军打骂。”不怪沈云情不自禁，也是他在得知红梅园出事前，恰好打通了任督二脉的窍通似的，想到昨夜沈宁归家的马车上2人的谈话。作为北渊王的他，并未问落水的问题，沈宁却直接回答了这个，便意味着沈宁看出了他是他。第182章，清清白白过淤河，干干净净沐风雪。沈宁瞧着男人那如大白般的眼神，纵是有气也无气了。怎奈他这人最是吃软不吃硬，眼角余光无意侧去，方才看见周边一个个人儿和一双双惊讶不止的眼睛。这一回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诚然，他也没打算洗。清清白白过淤河，干干净净沐风雪，有何要洗的？沈小姐与沈大宗师的关系当真是好。明华公主意有所指的出声，原还以为沈小姐是有意我17皇叔的，没想到大宗师一来，我17皇叔竟什么都不是了。这番话自是一举两得。沈大宗师必然会以为沈宁是水性杨花、见高望低的人，且事情传到了17皇叔的耳朵里，还能断掉与17皇叔尚未萌芽的关系。尤其是当他看到沈大宗师面具之上的眉头微皱，心里难免衍生出了得意之情。却不想这位大宗师脑子里想的又是北渊王与他谁更重要的无脑问题了。知他者如沈宁，眸子淡淡一扫，便知这厮又在钻满是水的牛角尖了。此题如死局。无解。明华，莫要胡言。太子不怒自微道了一声，转瞬便朝沈云做了作揖，循循有礼道：“皇妹还是个孩子，不知事，总是口无遮拦的，沈尊莫怪。”他这位储君在实力至上的大宗师面前，也得是恭恭敬敬的。太子殿下说话倒是有趣。沈云淡淡笑：“本尊有生之年，还是头一回看到这么老的孩子。”说到老字的时候，咬字极重，强调重点，然后便心满意足地看见明华公主的脸色渐渐阴沉了下去。似明华公主这般是容貌美色为重的人，自然觉得沈云的话语刺耳。但她就算各贵为一国公主，又深受元和皇帝的宠爱，面对着大宗师时，也不敢兴风作浪。太子闻言却是如鲠在喉。倒是那位武痴七皇子是个心眼直的，张口便说：“太子皇兄，沈尊说的是，明华都这么大的人了，若还是孩子的话，在座的诸位哪个又不是小孩呢？战死于北幽的英雄也都是上京的孩子。”太子扯着唇笑了笑，确实如此。五皇子沉了沉眸，嗓音一低，便道：“明华还不给沈将军赔礼致歉。”明华公主难以置信地缩着杏眸，看着五皇子的眸底深处有一丝不明显的忌惮之色。沈将军，抱歉，是本公主失礼了。明华公主行至沈宁的身边，款款地低下了头颅。然而沈宁许久都不曾说话，只得让她保持着垂手的姿势。沈宁好似未曾听到般，而是摸着下巴陷入了沉思。明华公主对她的敌意实在是深，虽无什么高深的计策和谋略，却如苍蝇般时而出现，也是叫人厌烦的很。良久，明华公主的脖子都有些酸了，沈宁才笑盈盈地道：“记事之错，改过便好了。”明华公主蓦地抬眸瞪向了沈宁，狠厉地咬着牙，毒辣从心头来，双眼似欲迸发出阴鸷的恨意。通常来说，沈宁得说些场面话挽回她皇家公主的身份和颜面，却不曾想沈宁竟堂而皇之地让她改过，日后还能她明华在皇城如何立足，岂非走到哪都要因今日之事被人戳脊梁骨？沈宁夹杂着怒火的2个字从明华公主的嗓子眼里给蹦出来。我不是说了吗？公主好好改过便可，又何必追着我来要道歉？我这人啊，一向宽宏大度的很，公主不必被此事所拘束。沈宁依旧是笑着开口说话的，眼神却愈发的薄凉如冰。一番话下来，把明华公主气得胸腔内怒火滔天，却是被堵成了个哑口无语。更让明华公主可恨的是，不管她在父皇面前说过沈宁多少次，父皇都只会呵斥她，而不会说半句有关于沈宁的不是。到了傍晚，明华公主都是带着一肚子的气回府，红梅园的学生与皇家众人都已陆陆续续散去。沈宁坐上马车的时候，沈大宗师亦步亦趋的跟着不说，还没皮没脸的找个了借口：“本尊的脚踝歪了，
怕是要借贵院的马车一用。大宗师要用的马车，岂有不借的道理？我这就去跟陈琼他们挤一辆，这辆就给大宗师您了。沈宁才挪了挪脚步，还没走向陈琼，手腕就被男人修长微凉的手攥住，稍稍用力便带进了马车之内。将军便这般讨厌本尊？不是讨厌。沈宁找了个位置坐好，一本正经道：是男女授受不亲，将军可以把本尊当成女人。沈某也怕大宗师有断袖之癖，那把我当作大白好了。听闻古时有不被世俗所接受的人犬之恋。沈宁，男人恼了，郁闷地望向他。沈宁抬眸，泛着涟漪般的笑意，眸底倒映出男人冰冷的面具。他喜欢逗他，像逗大白那样，很好玩，是枯燥人生里难得的趣事。或许更像是从前在三春山时，年纪幼小的他被燕云彻斗时一样。常言道，君子报仇10年不晚，这笔仇他没用10年就还给男人了。从窗外折射进马车内的光里，微尘在彼此中间跃动飞舞。忽的，男人轻身而至，面具下侧削薄的唇抵在他柔软浅红的唇畔上，像是溺在海水，海水里燃起了光火，然后冲到天穹，绽放出了漫天的火树银花，是毫无征兆的，是怦然心动的。被风掀至一半的帘子吹拂进了腊月的风雪，瓷白的雪花落在他的眼睫，将肌肤衬照得如羊脂玉般的透白。第183章，奶奶，我想陪他。沈宁指尖微颤，浑身怔住，一时之间不知作何反应，骨子却是不由自主地酥软了许多。眼前是男人放大的俊脸，甚至能闻到独属于他身上的冷香味，是那样的好闻，好似充满诱惑力的万丈悬崖。纵然万劫不复，纵然危险森然，却也让人不顾一切的纵身一跃。将军，我失礼了。男人低声道。他蜻蜓点水地落下一吻，不敢太过于放肆，毕竟他也一向习惯了压制自己的感情，但一日之间情难自持整整2回也是过分之事。他低着头，像是认打认骂的认错盘。叶云彻，沈宁咬着牙恼怒道。男人抬眸看他，下一刻，沈宁蜂拥而来，坐于男人的腿上，一手抓着对方的下颌，一手环绕着其脖颈，直接狠狠地咬在了对方的唇上。他从小性子就傲，哪怕后来内敛沉默了，骨子里依旧有着不服输的劲儿。纵然此等事情他亦不服。一丝浅淡的血腥味蔓延在彼此的唇齿之间，热火点燃在冬日的马车。血腥味的深处是从浅尝辄止到甘之如饴，沉沦进这片热火的他与他。一阵炽烈后，沈宁扬起了眉，勾着唇角明媚地说：抱歉，我也失礼了。男人，此等事也需要争强好胜一番吗？马车行驶在积雪铺道的路上，渐渐远离了红梅园。燕云彻的眸光落在沈宁的唇畔上，是他身上的一点血，迅速让他的眼神在暗沉中炙热，那难以自持的感觉转瞬就已卷土重来了。阿宁，他哑声开口。是我不好。他清楚的，清楚至少也要过了这个冬天，等到春暖花开，等到行军战事瞑目，再开诚布公的谈论其他，不该是现在。而在今日之前，他是理智的。沈宁凝眸望他，印象中北渊王声色犬马，满身的富贵和要挟。沈大宗师神秘莫测，是深藏不露的武学榜首。但不管北渊王也好，大宗师也罢，都是意气风发的，而非像现在这般。沈宁并非矫情之人，心中分明自是拎得清。你很好，从未有过不好。沈宁低声说。男人的眼底泛起了光亮。于是乎，他问适才，你是先想到北渊王还是沈云？沈宁嘴角轻抽，我先想到大白。燕云彻，哦，却说红梅园的巅峰高处，雪中红梅，韵味十足。云婉哥站在树下，遥望着马车渐行渐远，想到沈云也上了那个马车，眉头便淡淡的蹙起。后方，燕老太君拄着拐杖缓步而来，并肩立于雪上，循着云婉哥的视线朝山下看去。沈将军给你二叔机会了，同样也是给他挖了个坑，等待着他自报马脚的往下跳。燕老太君叹道：若你二叔死不悔改，我是救不了他了。奶奶，云婉哥低声喊。燕老太君露出了只在孙女面前才有的温柔神情。沈家有危险了。是啊，我想陪他。燕老太君闻言却是一怔。第184章，扪心自问，已不复当年之英勇。白雪皑皑，覆了满园。燕老太君欲言又止，终是漠然地将黑色大氅披在了云婉哥的身上。婉哥长大了，会选择自己的路了。燕老太君道：奶奶别无嘱托，唯有一句，莫要负了初衷。孩子，你可清楚，你要走的这一条路，一如当日5000行军直面数万叛军，是难行之路，稍有不慎便会万劫不复。那便万劫不复。
云婉哥咬牙说：“密室少女案，北幽屠城之事，上京城内许是有大把权贵参与，就像是有些树完好无损，盘结在泥土之下的根却已经溃烂。我们的圣上在那万人之上，看不见溃烂之地，但沈宁看得见，孙女也看得见，唯有割掉这一片溃烂的肉，任由鲜血流出，才能治好我们的大业。”燕老太君听着孙女的字字铿锵，看着云婉哥眉眼间的坚毅决然，在某个瞬间恍惚中望见了曾经的自己，也这般卓绝张扬，傲视一切，敢直面尘世的阴暗。如今他燕老太君虽也能镇压京中小鬼，但扪心自问，已不复当年之英勇。人啊，不得不服老。然当他们老去时，会有年轻的一代人将使命传承下去。燕老太君微笑着热泪盈眶，话不多说，只郑重地拍了几下云婉哥的肩膀。末了，才沉声道：“婉哥，去试试吧。天塌下来了，还有奶奶顶着。只要奶奶不死，永远都会是你的护身符，是国公府的脊梁。”云婉哥眼眸微红，扭头侧目时，迎着冬日大雪和灼灼红梅，展露出了舒畅的笑颜。夜色深深，月上柳梢。却说沈府门前停着一辆熟悉到让沈家仆人都不耐烦的马车，正是那顾家马车。只不过这次来的并非顾家母子，而是顾颖南与那衡阳宗师的女徒弟江灵珠。江灵珠梳着朝月髻，身穿浅蓝长裙，如春日娇花夏日光，明艳又有几分青涩，叫人骤然想到不可方物。沈府守卫撇撇嘴，互相对视了眼，都在彼此的眼中看到了刺啦啦的2个字：晦气。顾颖南在马车旁仰头望了眼沈家的牌匾，眼底闪过一道冷意。今日江灵珠难得去顾府找他，他偏要带来沈家，让这些人瞧瞧看，他顾颖南纵然没有沈宁与蓝莲芝，还有江湖宗门的掌上明珠江灵珠。旁边响起车轮子咕噜扎地的声响，顾颖南侧目看去，率先走下来的并非陌生人，而是鼎鼎有名的沈大宗师。男人并未直接离开，而是朝里边伸出了手。沈宁将手搭在男人的大掌，他的手很冷，这让沈宁想到了对方的双毒，不由催动内力与掌心，使得温热许多，过渡给了对方。察觉到这一细节的沈大宗师，面具上侧的眉尾轻轻的挑起，削薄好看的唇不自觉地勾起了和煦的笑，如雪绒似风拂。顾颖南看见2人相握的手，瞳眸紧缩，袖袍下的手也攥得嘎吱作响。滔天的怒就像是炮仗般一点即炸，他英质如鹰隼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下车的沈宁。沈宁素衣着深，懒倦又清冷，比起当初在顾府多了一丝他不懂的刚毅。沈大宗师懒懒地瞥了眼顾颖南，而后将沈宁的手握得更紧了不少，更是贴近了沈宁，另一只手还为沈宁拂去雪花，并故作贴心地说：“宁儿，冬日霜寒露重，该多穿些。你若受了个风寒，要本尊如何活？”沈宁闻言顿时头皮发麻不说，还起了半身的鸡皮疙瘩。若非他极力的遏制，险些要当着顾颖南的面打个冷战出来。大宗师，顾颖南拱手颔首，而后冷眼瞅着沈宁，心里很不是滋味，便阴阳怪气地说：“听闻红梅园出事了，我与灵珠颇为担心，如今见到大宗师，便也不担心了。有大宗师在，何愁那些野兽冲原伤人？”沈宁看见顾颖南就烦，昔日的情分早就荡然无存。他准备把顾颖南赶走，就见一只如葱玉般的小手将帘子掀开，随即露出了江灵珠的脸。看见沈宁之时，江灵珠琉璃般剔透的眸子流转着潋滟的华光。灵珠与顾将军不请自来，沈将军可会责怪？江灵珠软糯着声调问道。沈宁神色柔和了不少，自是欢迎，还请江小姐入府。顾颖南听得此话，便道：“我与灵珠原是打算在明年年初成婚，不过北幽出事，圣上有令，上京半年之内不可大肆操办喜事，便打算到明年的年底再成婚。到时沈将军作为我曾经的第一任发妻，自然得来才是。”说到发妻的时候，咬字微重，仿若是在提醒沈宁，更是在提醒沈大宗师，他沈宁并非冰清玉洁的未出阁的女子，而是他过去的妻子。沈宁脚步一顿，扭头看着顾颖南说：“顾将军，我便不去了，我怕江小姐学着我去休夫。顾将军作为列国第一个被休的男子，已是列国之笑话了。听闻永宁公主也将顾将军拒之门外，到时候江小姐若也休夫，顾将军你岂非要被休3次？你不觉得丢脸？同处上京的我还觉得丢脸。”说罢，淡淡的笑了笑，便对身旁的沈云说道：“沈大宗师事务繁忙，你且先回吧。这要一直牵着手进府，他怕府邸的几个老人都受不了这般的刺激。”好。男人揉了揉沈宁的发，转身离去前，似是想到了什么，便温声道：“沈某品德高尚，性格纯良，专一不二，日后不怕被将军休。”沈宁听到这话的门前守卫面面相觑，如在风中石化了般呆滞着。江灵珠却是如老母亲般警惕地看着沈大宗师上下打量，只有那顾颖南的神色阴晴不定，妒火中烧，险些遏制不住，
可恨对方是大宗师，他不敢做出什么过分之事。沈宁对上男人深邃如浓墨重彩，温柔似江南烟雨的眼眸，风中凌乱了好一会儿，嘴角也跟着抽了抽。品德高尚，性格纯良，这位爷当真是不害臊。男人低眉垂眸，见其呆若木鸡的样子，喉间溢出了一丝轻笑。走了。他又揉了揉沈宁的发，方才离开。路过顾颖南身旁时，刻意释放的大宗师威压，直叫顾颖南难以招架。再看沈大宗师，哪有一点的温柔，只有那不怒自威，让顾颖南感受到伴君如伴虎的森严戾气。砰！顾颖南的膝盖触到了地。第185章，心中茫然如秋瑟瑟。顾颖南满额大汗，青筋微起，几倍冷汗讪讪湿透了衣裳。近距离感受到来自于大宗师的压迫，像是扛了一座高山在背上，再难抬起他的脊椎，仿佛垂手匍匐贴地，与九幽的死神对视，脸色也不由白了几分。沈大宗师慢条斯理地整理着自己的袖衫，漫不经心地释放更多的内力。等顾颖南全部贴到了地上，他才把袖衫整理好，迈开修长的双腿，径直朝沈府外走去。顾颖南身上的威压尽数消失，轻喘了几口气，眼底绽露了惊恐之色。江灵珠站在旁侧，并未有扶他的打算，而是一直望着沈宁。见沈宁真的安然无恙，方才松了口气。灵珠！顾颖南刚喊了一声，就见江灵珠像是没看到似的，迈步进入了府邸。顾颖南狠狠地咬咬牙，只得自己颤颤巍巍地爬起身，回头看去，视野里再无那清风霁月般的男子。沈宁与其执手的画面还历历在目，像是一把钢刀展开了他的脏腑，疼痛感气血中蔓延到四肢百骸。顾颖南难受到窒息，他的脑海里、生活里，在这一刻，除了沈宁以外，什么都寡淡无味了。他带江灵珠来，也是想刺激下沈宁，没想到被刺激的会是自己。沈府清幽堂，采莲沏茶递给顾颖南的时候，那白眼就差翻到了天上去。沈将军！顾颖南手握茶杯，话才说完，就见清幽堂外吵吵闹闹的纷踏的脚步声叠起耳中。沈青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冲了进来，因刚回府，鼻子都被冻红了。他扑入沈宁的怀中，吸了吸鼻子，红着眼说：“阿姐，红梅园的事我都听说了，吓死我了！一定要让府尹大人彻查此事，揪出那暗藏祸心的作恶之人，然后将其绳之以法。”沈宁微笑：“我这不是没事吗？青山，比起担心你阿姐，你可更得担心那狼王了。”门外人未到，声先至，便是那神武公子沈修白。据说驯兽园的狼王被你阿姐一枪弄死了。沈修白眯起眼睛笑，看似自意，实则意在扫视着沈宁，见其当真是安然无恙，才彻底放下了心。后边沈金峰走了进来。沈金峰说：“阿宁，听说狼肉的滋味不错，改日我们兄妹几个去试试看。”哦，江小姐也在这里，天色不早，何不留下来把饱腹一顿？众人只看见江灵珠，彻底忽视了顾颖南。顾颖南浑身窘迫，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手里的一盏茶也不知该不该喝了。大公子美意，不过还得回家师那里练习功法。江灵珠道。顾颖南犹豫再三，还是放下杯盏，起身作揖行礼：“诸位。”汪！夜色里响起了一道犬吠。沈青山看见外面毛茸茸的白色大狗，当即笑得天真灿烂，露出了两个小虎牙。大白，好久不见。沈青山张开手，大白扑入了他的怀里。沈金峰问：“顾将军，适才想说什么？”“没什么，既无话可说，不如请回吧。”顾颖南咬紧了后槽牙，下意识地看向了沈宁。沈宁正低垂着眼睫，温柔地望着那一条狗。曾几何时，沈宁也会这般看他。顾颖南怀念之际，突地哽住，随即反应了过来。沈宁看狗都能这般温柔，曾经是真的喜欢过他吗？又或者说他顾颖南与犬类同等？顾颖南惆怅地走出了清幽堂，他在院子里吹着冷风，用很慢的速度往前走。他眷恋地望着清幽堂庭院的四四方方，仿佛能看到沈宁的幼年岁月。等他出府上了马车，才发现江灵珠不在，便问：“灵珠呢？”车夫回道：“江小姐回衡阳宗师那里去了。”顾颖南蹙了蹙眉，并没多想。纳兰琴主仆路过此处，神色晦暗不明。“金风呢？”纳兰琴问。小玉低头道：“大公子刚去了清幽堂。”纳兰琴皱紧了眉，才说：“听闻红梅园出事了，狼群冲向了沈宁。”“是的，那沈宁怎么还活着呢？”纳兰琴眼睛通红。沈金峰才是老战神的长子，怎么事事都轮到他沈宁出风头了？不就去了一趟北幽，杀了一个陆前舟吗？圣上晋封其在镇南将军，还收为义女，封为公主。纳兰琴主仆走着走着，就到了清幽堂的外边。他们看着清幽堂的灯火，听着里边传来的欢声笑语，愈发落寞。惨淡的月光将主仆二人的身影拉得很长。纳兰琴眼睛干涩肿胀又通红。
自从沈金峰回来后，未曾与他同过房，这些年的期许和努力都付诸流水。他耷拉着头往外走，恰逢有客人进府，便让小玉去打听，去问问是谁来了。过了一会儿，小玉回来说：“小姐，是三春山的魏老医师。”纳兰晴揉了揉眉心，举目四顾，心中茫然如秋瑟瑟，最后长叹一声，就连那沈如玉、沈如花姐妹也少与我谈话了。果然啊，他们同姓人才是一家，我终究是个外人。夫人，莫要多想，你终归是大公子的夫人，沈宁再有能耐，也只是妇道人家，翻不了天的。小玉轻声安慰道：“你说北幽死了那么多人，怎么就偏偏沈宁活了下来？”小玉不敢接话。良久，纳兰晴回院子里去，一面走一面自言自语：“看来要请那一位帮忙了，否则我在沈家永无出头之日。沈宁不死，他就翻不了身。”却说清幽堂，采莲来报：“小姐，老医师来了。”“爹和娘亲呢？”沈宁与沈金峰对视一眼，皆是了然于心。采莲，老将军还未回府，应当是在查北幽屠城之事，老夫人正在来的路上。沈宁轻吸了一口气，眸光一片坚定。纳兰晴的事早前就要处理，但因为前往北幽剿叛军，方才有所耽搁。而北幽屠城、密室少女以及群狼失控的事，再加上公主所说的沈家威仪，注定了沈家的日后将会不太平。在此之前，须得清理门户。这纳兰晴便是第一人，请老夫人和老医师来。沈宁眯起了幽深的眸。沈金峰抿着薄唇。沈青山和大白玩成一团，还不晓得兄长与阿姐的想法，只知他与狗兄许久未见，甚是想念。断更了好几天，实在是不好意思，最近天气降温，有点不舒服。第186章，沈宁的不情之请。阿姐，沈青山反应过来问：“你是不是身子不舒服，才请老医师来？”沈宁抿了抿唇瓣，与沈金峰对视了眼，便见沈金峰道：“青山，大白是北渊王的爱犬，你把他送回北渊王府。”好吧。沈青山并未多想，牵着狗绳出了清幽堂。魏老医师则背着药箱进入了清幽堂，枯老的双手缓缓拱起，温声道：“沈将军，老医师是京中前辈，与我有救命之恩，不必多礼。”沈宁阻止道：“今夜请老先生前来，有一个不情之请，或许会违背老先生从医的原则，但这件事对沈家来说颇为重要，因而沈宁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将军请说说看。”纳兰晴是我沈家长嫂。沈宁娓娓道来。许久，老医师听罢，轻捋了捋黄须，仿佛陷入了某种深思。沉吟半会才道：“老朽愿试一试。”沈宁轻吸了一口气，眸光微微的颤动。纳兰晴之谜缠在他的心头实在是太久。若最后的结论是他误会了纳兰晴，他自当负荆请罪，请从此把纳兰晴当半个大嫂。反之的话，思及此，沈宁的眸底冷风光弧稍纵即逝，冒着渗人的寒气。另一边，纳兰晴正准备就寝，就见丫鬟小玉来说：“夫人，清幽堂的采莲来了，说是宁小姐请夫人过去商榷顾府欠钱之事。顾荣母子欠给沈宁的钱已经被纳兰晴撒泼打滚拿了回来，并且用到了兄长纳兰成的身上。”听到这话，纳兰晴登时警觉了起来，咬着牙恨恨地道：“我就说他沈宁怎么有好心，让我去催收顾府的钱，还说给我，没想到我聪明一试，竟着了他这么浅显的道。没想到宁小姐是这种人。”小玉一时愤愤不平，皱着眉附和：“她沈宁要当尊贵的大小姐，不堪去做收钱的野蛮之事，便哄骗着夫人你去做，然后她来坐享其成。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夫人，这清幽堂是鸿门宴，我们还要去吗？走吧。”纳兰晴望着镜中的自己，抬起纤长的手，轻抚精致的发髻，一双杏眸颇为吊梢，在面无表情时看起来略带几分刻薄。他既然敢请，我当然要去。虽说今时不同往日，他沈宁又是沈家的掌上明珠，且承蒙圣上眷顾，又得大宗师的青睐，但他就算是武帝王朝的一国之主，那我纳兰晴也是他嫡亲的长嫂，一辈子都是要压他一头的长辈。纳兰晴话说到这里，唇角高高的扬起，颇有几分自鸣得意。小玉为他搁上了一件厚实的胭脂色披风，并动作娴熟地为他系好衣襟处毛绒绸缎的带子。金峰还在清幽堂吗？纳兰晴问。大公子去五公子那里睡了。纳兰晴咬紧了牙关。沈金峰作为她的丈夫，却时刻住在胞弟那里，已经让她颜面丧失了。以往还能与上京城贵妇们喝喝茶、赏赏花，谈论京中的青年才俊和各府的事，如今她如断脊之犬，躲在府里不敢出门，害怕看见别人嘲讽异样的眼神，羞愤到恨不得以面纱遮颜，终日不见清光。第187章，孤芳自赏红窗花。走吧。纳兰晴掩去眼底的阴鸷与愤恨，扶了扶头上的珠钗，捻着帕子，抬起下颌，步步生莲地行在长廊。几盏灯火因他前行，
而在他的脸上显得晦暗不明。顾家的那一笔钱已经落入了他的口袋，他绝不会拿出来给沈宁的。清幽堂，沈宁披着大氅落坐窗前，百无聊赖地捡着新年用的红色纸花。阿宁，纳兰晴一看见沈宁，就说夜色已深了，不知此时唤嫂子来是为何事。说到嫂子，咬字极重，仿若是在提醒沈宁二人之间的辈分。纵然是同辈，那也是压沈宁一头的。沈宁半垂着眼眸，懒洋洋地剪下歪歪斜斜的窗花，展开给纳兰晴看。阿嫂你看，可是喜欢？纳兰晴看了眼，嘴角轻抽了几下。他承认，他这辈子都没见过比这还丑的窗花了。沈宁的武道天赋虽然了得，但在其他方面就是难以形容的差。喜欢，喜欢。纳兰晴昧着良心说：“你看这花像不像顾家还给阿嫂的钱财？”采莲听得此话，憋笑憋得脸部险些抽筋。小玉则是懵了。纳兰晴不可置信地睁大了双眸，盯着沈宁手中堪称丑陋的红色窗花看了半晌，脑子嗡鸣作响又空白的长了长抖动的嘴唇，竟是道不出一个完整的字来。随即狠狠地咬紧了后槽牙。果然如他所想，沈宁就在这儿等着他呢。嫂子不知阿宁此话何意？纳兰晴讪讪地试探：“没什么意思。”沈宁笑了笑，为纳兰晴添上一杯刚沏好的茶。阿嫂，喝茶。纳兰晴欲言又止，默然半会儿，还是伸出手端起茶杯轻呷了一口，眼神却一直在瞧着沈宁的神情变化。奈何沈宁是一如既往的淡漠如水，实在是看不出一丝一毫的变化。这会儿外边出现了响动声，采莲出去了一会儿才回来，贴在沈宁耳边，用不大不小的声音说：“小姐，是魏老医师来了。”“让老医师进来吧。”沈宁继续剪窗花，全然不顾是越剪越丑，甚至还有几分孤芳自赏的意味。纳兰晴敏锐竖起了耳，警惕地问：“魏老医师怎么这个时间来清幽堂？”北幽落下的伤势尚未痊愈，今日又在红梅园与失控的群狼对战，扯动了些伤口。沈宁一面笑一面说：“魏老医师每年都会进府给爹请脉，与我又有救命之恩，阿嫂不必担心，魏老先生是信得过的。说起来，阿嫂曾经失去过一次孩子，只怕是伤了元气。不碍事的，这几年我一直都在调养。”纳兰晴急忙回：“调养归调养，但还是要对症下药才行。魏老医师的医术曾木泽于神农谷，是世人有目共睹的，旁人请都请不来。不妨让魏老先生帮阿嫂看看身子吧。”沈宁说着微微一笑，眸色细细地打量着表情大变的纳兰晴。纳兰晴眉峰一抖，镇定地道：“不用了，阿宁你的身子才是最重要的。”砰！沈宁将手中茶杯压在桌面，发出了沉闷的一声，而后便见他笑着一字一字道：“这可不行。第188章，那我今日还就越俎代庖了。”沈宁，纳兰晴骤然起身：“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沈宁微抬下颌，半垂着眸子，好整以暇地道：“长嫂也知道，今日之沈家虽不是我沈宁来当家，但沈家大小之事，我都可以说了算。”嫣儿，他笑着抬眸，悠悠开口：“作为妹妹，关心关心长嫂，岂非理所当然之事？长嫂又何必大惊小怪，让旁人瞧了去，还以为长嫂是对我心生不满。”纳兰晴咽了咽口水，双手用力绞着帕子，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他望着沈宁的眼睛，企图看出什么来，可恨只在那眸子里看到了亘古死寂般的深潭。“我不需要你的关心，要也是你阿兄和爹娘，由不得你一个小辈来越俎代庖。那我今日还就越俎代庖了，劳烦长嫂忍耐一下。”沈宁拍了拍手。陈欢欢、萧初晨提着兵器走了进来，宛若门神般杵着冰冷铁血的气息，比这寒冬还要叫人心悸。二人一言不发，就走向了纳兰晴。那都是上过战场杀过人的将士气势，直叫那兰晴神色大变。小玉连忙上前拦住：“你们做什么？我家夫人可是大公子明媒正娶大花轿从正门抬进来的妻子，你们……”陈欢欢二话不说，直接抽出了挂在脊背上的刀，寒光骤闪，瞬劈长空，挥动时发出了一道铿锵的刀音，刀刃抵在了小玉的脖颈上。陈欢欢冷声问：“要不要试试，是你的脖子硬，还是我这把刀更硬？”扑通！小玉两腿哆嗦发软，无力地跪了下去。而后便见陈欢欢二人按捺住挣扎的纳兰晴，由着魏老医师把脉。过了会儿，沈宁问道：“老先生，长嫂的身子如何？她前2年掉过一个孩子，只怕伤了大元气。”魏老先生诧然地望向沈宁：“掉过一个孩子？怎么会？夫人她的脉象来看，是从未有过身孕的。”“这不可能！”纳兰晴尖叫着喊：“沈宁，你就是故意陷害我的！我待你不薄，你何至于如此对我？你们沈家何至于如此对我？魏老先生是三春山的名医，从未做过害人之事，你那兰晴何德何能，想被魏老先生坑害？”沈宁冷笑，
手掌猛地朝桌面一拍：“纳兰晴，我敬你为长嫂，你竟能做出这等事来，既无身孕，当初又为何要以子要挟？人在做，天在看，究竟是我沈家陷害你，还是你纳兰晴害我沈家不得安宁？你以为三尺神明会放过你吗？你做的肮脏之事，终会大白于青天之下。我当以沈家的家法，把你这害人精就地正法。欢欢，把他给我砍碎了喂狗。”是。陈欢欢擦了擦刀。纳兰晴狂咽口水，沈家并未有过砍人的家法，以后就有了。沈宁对他森森一笑：“你若承认，我顾及沈家颜面，让大哥以其他的理由休了你，留你一条命去苟延残喘。可恨你害人害己还不自知，与其让你祸害我大哥一辈子，倒不如我背上千古骂名，将你剁了便是。我的手上死过不少人，不差你纳兰晴一条。”纳兰晴惊恐地望着宛若病态疯子般的沈宁，沈宁当真会做出这等恐怖之事来？剁了。沈宁垂上眼眸，端起一杯凉茶，缓缓地喝着。萧初晨拽着纳兰晴：“好嘞。”陈欢欢咧嘴一笑，如刽子手般手起刀落。刀刃即将从纳兰晴的天灵盖上斩杀之时，却见纳兰晴惨白着脸，毛骨悚然般惊惧慌张地喊：“我承认，我承认，不啊！啊呀！啊！不要杀我！”第189章，沈宁做局，请君入瓮。陈欢欢的刀倏地顿住，锋利的刀刃近乎是贴合在了纳兰晴的头部，甚至还削断了发髻。再晚一点儿，都能把纳兰晴的头盖骨给劈开了。这份悚然的认知叫纳兰晴脊背冷汗潸潸，呼吸大喘，眼睛红得吓人，心有余悸地望向了沈宁。他百般不能理解，为何这位魏老先生能够看出他当年的伪装。当年的那个孩子虽然是假的，但是有高人指点，且还请出了神医谷的名医，给他找了相当好的药方，因而才能欺上瞒下，骗过沈家这些人。彼时他的肚子当真大了起来，真切到他自己都以为自己怀有身孕了。久而久之，路过失去孩子的演武场时，都会触景生情。只因这戏啊，演着演着就自以为是真的了。沈宁眸子冷如水地望着他：“纳兰晴，你为了进沈家的门，当真是不择手段，丧尽天良，做出此等违背世俗伦理的事来。若非今日让魏老先生查看一番，只怕沈家要被你欺骗一辈子。”他无力坐下，摆了摆手：“你们都出去吧。”“不可！”萧初晨道：“将军，你今日斩狼用尽内力，就伤又复发，还需我等贴身保护将军。”“不必了，下去吧。”沈宁摇了摇头。众人见他这般固执，只得频频回头地走出房中。屋子里暖炉发出呲呲的响声，窗外冷风萧瑟。纳兰晴，若非是你，我阿兄便能与倾城阿姐喜结连理。沈宁咬牙颤声道：“你以爱为名害我阿兄，我当与你不共戴天。”纳兰晴见萧初晨这些人走了出去，又听萧初晨说沈宁受伤武力不复从前，胆子也大了些。那你呢？你沈宁又是个什么好东西？不过是顾家不要的女人罢了。你这下堂父曾与沈家决裂，与我又有什么差别？纳兰晴咬着牙问：“你当真以为没有我，你大哥就能和叶倾城在一起吗？我告诉你，哪怕没有我，你大哥也不可能跟叶倾城成婚。沈宁，你多了不起啊！镇南将军，安国公主，但你踩着北幽战士的尸体博得光荣，你午夜梦回时就不会害怕吗？你总是这样看我，总是高人一等。是我纳兰晴进入沈府确实不光彩，但爹和娘他们这么疼爱你，器重于你，你为了个男人丢掉他们，你又是哪门子的光彩？”纳兰晴满面愠怒，喋喋不休地说着，恶狠狠地瞪向沈宁，脑子里却在高速运转。只要等会儿他死不承认就行。当着沈家人的面，沈宁绝不敢杀他。至于那位老医师，等到了明日白昼，事情传了出去，总能补救的。够了！屋内深处传来老妇人郑蔷薇的喝声。砰！郑蔷薇手中的拐杖猛然砸在地上，发出沉闷如雷的声响。盖在夜明珠上的黑布抽去，光华散开，覆盖在了暗处，显现出了一张张或是冷漠或是愤然的面孔。纳兰晴见此，瞳眸骤然紧缩，哆哆嗦嗦的嘴唇微微张大，不可置信地望着郑蔷薇，最后绝望又乞求地看向了郑蔷薇左侧的男人沈金峰。方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他这是被沈宁摆了一道。第190章，事情不是那样的，娘，不是这样的，不是的。纳兰晴红着眼跪在了郑蔷薇的腿边，用手去拽郑蔷薇的衣袍。他仰起头，泣不成声：“别叫我娘，我郑蔷薇担当不起你的一声娘，还请你啊，回纳兰家去吧。”郑蔷薇把自己的衣袍扯了回来，往后退出一步，冷淡疏离地望着痛不欲生的纳兰晴。“金峰，金峰，我是你的妻子啊，你一定要相信我。”纳兰晴挪动着膝盖：“金峰，事情不是那样的。”“那是什么样？”沈金峰眉头紧蹙，痛楚万分地望着他。“因为你的弥天大谎，
无与无爱分隔天涯。我总以为是我的错，我该认，纵然我千万个不想认。但沈家祖训，责任担当道义不可或缺。你口蜜腹剑，佛嘴蛇心，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做错诸多事却不知悔改。当年因为你暗藏祸心的旁敲侧击，害得倾城孤身一人远走他乡。这段时间里，阿宁因为你的心有不甘，而遭受了多少流言蜚语。纳兰晴，我沈金峰一生光明磊落，行得端坐得住，堂堂正正做人，坦坦荡荡做事，不悔过往的每时每刻，只后悔娶了你这个心术不正、满口谎言的女人。来人，取笔墨纸砚来，我要休妻。沈金峰猩红着眼睛，憎恨地望着纳兰晴，曾经还有几分愧疚，如今已是荡然无存。纳兰晴眼里的火光随着沈金峰一字一字道出的无情之话而熄灭。金峰，他颤声呼唤着这个让他梦回时都在眷恋的名字。年少的惊鸿一瞥，便悟了这一生。我只想嫁给自己最心爱的男人，我何错之有？寒风呜咽拍打于窗，纳兰晴仰望着对他深恶痛绝的男人，凄声问：你没错，错的是我，是沈家，是这大千世界。错在没能早日看清你的真面目，任由你兴风作浪到今时今日。错在没能娶倾城，而娶了你这个女人，我沈金峰才是大错特错。沈金峰略微俯身，捏住了纳兰晴的下颌。纳兰晴，纵然我娶过你，但在我心里，在过去的这数年里，未曾有一日有一刻把你当成过真正的妻子。偷来的东西终究是偷，你岂能心安理得稳稳当当过此一生？沈金峰泗然而笑，旋即走到旁侧，取笔大开大合，极为洒脱地写下了一封休书。纳兰晴跌坐在地，瞪大眼睛，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流。徒弟，他狠狠地瞪向了沈宁，只怕沈宁出征北幽之前，特意让他去顾家叫顾荣母子还钱，就是为了今日的铺垫。沈宁吃准了他的性子，便让他以为沈宁今日是想要回钱，从而忽视了其他方面，既让郑蔷薇、沈金峰等人旁观，又要魏老先生、萧初晨、陈欢欢这些人共同来演戏。陈欢欢压根不会拿刀斩杀他，只是为了吓他罢了。休！沈金峰的休书甩在了纳兰晴的脸上。从今往后，一刀两断，你不再是我沈金峰的妻子。纳兰晴，滚吧，滚出沈府！纳兰晴双手颤颤巍巍地捧着休书，泪水汹涌而流，一滴滴地落在休书之上，晕开了墨色。第191章，发誓？发什么誓？不，你不能休我，不能！纳兰晴撕掉休书，瞪着眼睛歇斯底里地道：我不同意，我绝不同意。你们沈家现在正在调查北幽之事，你们休了我，岂能堵住天下悠悠众口？岂能让世上的百姓信服？沈宁走过去，扶着母亲郑蔷薇坐在椅上，随即给了采莲一个眼神，示意采莲沏茶。郑蔷薇头疼的抬头要按揉太阳穴，沈宁的双手指腹先一步来到了母亲的太阳穴。纳兰晴，你真是执迷不悟。沈修白摇了摇头。沈家虽然更倾向于叶倾城，但这2年里对纳兰晴也不曾差过，该有的礼节和待遇一个都少不了。我执迷不悟？纳兰晴咬牙，我何来的执迷不悟？那个姓魏的所说之话就句句属实吗？要我看，他就是个庸医。事已至此，纳兰晴是打死都不承认。就算沈家要休他，只要他不承认，沈家的名誉就会受损，旁的权贵世家也就罢了。沈家那可是2朝世家，麒麟图腾更是大燕百姓们心目中的神。纳兰晴现在的想法就是情愿被人看不起的赖在沈家，哪怕终生不能得到沈金峰的喜爱，也绝不会把这个位置让出去。沈宁饶有兴味地望着纳兰晴，比起纳兰晴的死气白赖，他更好奇纳兰晴破罐子破摔的底气从何而来。沈宁自知做的这个局不算什么高明之局，对付纳兰晴却绰绰有余。但纳兰晴既然这么不堪一击，那当年之事又岂是纳兰晴一人就能搞定的？是有纳兰府的人出谋划策，还是背后另有其人在暗中指点？若事情真如他所想这般，背后之人把纳兰晴送来沈府的意义何在又何在呢？沈宁思乱如麻，总觉得这桩桩件件看似混乱的事，抽丝剥茧后实际上是一条线的。纳兰晴，沈宁为母亲按摩太阳穴的长指略微顿住，他居高临下的睥睨着瘫坐在休书碎纸当中的纳兰晴，嗤之以鼻的笑了声，便讽刺挖苦道：魏老医师的医术，岂容你来污蔑？你若不信，我大可去请旁的医师再给你医治。京中医师任你挑选，你大可心服口服。纳兰晴像是找到了一丝希望。沈宁，这可是你说的，你得发誓。我发誓，绝不骗你。好，我要。刚想指名道姓的说出哪家医师，话到一半却是戛然而止。纳兰晴虽不够聪明，但还不至于是个蠢货，多多少少有点敏锐性。只见话锋一转后说道：还请你转告家兄纳兰成，让他去帮我找信得过的医师。你们放心，
绝不会是江湖郎中，更不会是坑蒙拐骗之人。听到这里，沈家众人的表情都不对劲了，足以见得纳兰府必是有人里应外合，那人还是位高权贵之人，以至于让纳兰晴看见了希望，笃定只要把消息传到纳兰府，就能保他无忧，稳住他在沈家的位置。郑蔷薇满面愠怒之色，堪堪隐忍下去，最后长叹了一声：“知道了。”沈宁摆了摆手：“来人，把他带下去，锁着吧。此事且不惊动沈家内外的任何人，还请每个人都守口如瓶。”纳兰晴瞪大了眼睛：“沈宁，你发过誓的，你要给我找医师的，你凭什么关我？发誓？发什么誓？”沈宁两眼茫然地望着纳兰晴：“我怎么不知道？”说罢，看向郑蔷薇等人：“母亲，阿兄，你们知道吗？”众人第192章策马扬鞭，直出东城门。咳！郑蔷薇以拳抵唇，轻轻地咳了声。纳兰晴瞪大了双目，难以置信地望着厚颜无耻的沈宁。若非亲眼目睹，实难想象这般地皮无赖般的话语会从沈宁口中说出。言而无信之人，竟也能这般理直气壮，还是什么劳什子的镇南将军，叫纳兰晴恼怒地指着沈宁半晌，颤了半天都说不出什么话。沈宁示意了眼，沈家护卫就把纳兰晴拖拽下去。沈宁，你这个毒妇，你害人不浅，你会有报应的。你害了39旗邻居，害了2堂百姓，你该死啊！话还没说完，就被护卫捂住了嘴。阿宁，母亲忧心忡忡，试探性地喊了一声。沈宁勾着唇，浅浅一笑：“母亲，无妨，浅薄言语不过是恼羞成怒，比不得刀枪剑戟，伤害不了人。”那便好。郑蔷薇说到这里，皱眉问了声：“夜已经深了，国山还没回来吗？”沈国山跟着引卫亲自出府调查，按理来说，这个时间段应当回来了才是。大哥，你知道爹今日出府调查去的是何处吗？东城外丰源坡。带了多少引卫？300。丰源坡距离东城门不远，如今城门已关，爹若还未回府的。沈宁、莫地与沈金峰对视了眼，都在彼此的眼中看到了腾腾杀气。爹有危险！沈宁眼眸微红，后知后觉反应了过来。红梅园狼群失控不是重点，重点是在父亲那里。狼群之事只怕是声东击西罢了，用来模糊沈家人的思想。父亲年迈，又非宗师，身上多少处伤痕，都是年少征战时累积至今的，雄风早不如当年。集结府兵，随我出城。沈宁陡然道：“城门已关，若非必要，不可随意出城。”郑蔷薇皱了皱眉：“丰源坡距离东城甚近，岂有歹徒敢在天子脚下对本朝唯一的战神出手？”对此，沈宁没有绝对的把握，只是一种猜测而已。但若真如他所想的那样，沈国山只怕是危在旦夕。沈宁不敢为了一份安稳，去赌父亲和300引卫的安危。爹面对的是躲在暗处见不得光的豺狼虎豹。沈修白道：“想要他出事中断查案的人比比皆是，我同意阿宁所说的，即刻出城去丰源坡。”好。郑蔷薇点头，自知年迈，便不给儿女添乱，只握着孩子的手说：“带着你们的父亲平安归来，一个都不能少。”是。3000杀的府兵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但也是从尸山谷海走出来的铁血战士。虽因早年受创留下过后遗症，但集结在演武场的速度很快，且都是马背功夫了得的骑兵。今夜已深，惊扰诸位前辈，实属不得已，还请诸位助我一臂之力。沈宁带着2位阿兄抱拳道。老兵笑了笑：“我们都是麒麟军的人，得神府庇护方才有的今日。将军一句话，吾等自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沈宁眼眶微红，翻身上马：“你们去东城，我去皇宫见吴皇求出城令。北幽之事后，城门封锁得很紧。”沈修白道：“不用了。”沈宁手握长枪，勒紧了缰绳：“五哥，上马！东城门已开，我们去就是了。”城门已开，沈修白迷茫得很。沈金峰也有些不解，但都骑马出府，前往东城门了。一匹匹骏马疾驰而过，撕裂长空，迎寒风呼啸。沈国海双手拢袖，眯着眼睛看过去，边打哈欠，喝着冷气，便问：“这又是怎么了？”“不知道，估计是吃饱了撑的。”小女儿沈如花撇撇嘴。沈国海颇有感慨地叹道：“要为父说嘛，这女儿家的就不该舞刀弄枪，看看那沈宁，把自己都当成个男子了，成何体统？这男人是天，女人是地，天生就不一样。哎，要想活得99，就不能碰刀和剑，这样下去会短命的。”沈如花听的耳朵都要起茧子了。沈家大伯一行人走了过来，望着3000府兵离开的方向：“出事了。”沈家大伯蹙眉道：“能出什么事？”沈国海不以为然：“国山出城，至今还没回城。”沈家大伯恼道：“我早跟他说了，不要参与这次的案子，他非是不听。一大把年纪了，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好，还要那刚正之名做什么？纵然为此而死，
到了九幽黄泉，也不会被阎王老爷封个一官半职，意义何在？沈家大伯越说越气，他很少和沈国山说话。最近，自从沈国山毛遂自荐揽下了这个案子，他就劝解多次，奈何都是徒劳无果。有人要害沈国山，沈国海收起了不屑的笑，眉头皱得宛若打了死结。那群该死的东西，沈国山上战场立功的时候，他们估计还在娘怀里吃奶，敢把主意打到沈国山身上，真是该死啊！想想办法吧。沈家大伯沉声道。却见沈国海愤然甩袖，回寿天堂去。你干什么？不管了。沈家大伯恨铁不成钢地问。管，当然要管，这不是想办法吗？我去佛前拜拜，让佛祖弄死那群人。沈国海咬牙切齿，实在不行，你却要来生辰八字，我扎小人扎死他们。沈家大伯他便知道，靠天靠地都不能靠这个离谱的三弟。如若把沈国海的人生写成一本书的话，书名大概就叫《封建迷信》。只因沈国海的一生都被这4个字给精准无误地概括了。却说沈修白、沈金峰还在疑惑东城门为何会开，不曾想，当他们骑马直奔东城门，当真看到了敞开的城门。怎么会？沈修白诧然。沈金峰沉了沉讳莫如深的眸。只见城门守卫抱拳道：沈将军，大宗师吩咐我等打开城门，在此等候将军，并转告将军，他已经去了丰源坡。沈大宗师察觉到这件事的时候，不曾犹豫耽搁时间，立刻动身去了丰源坡。好，本将知道了，家父出城未归，沈家上下忧心着急，劳烦登记一下。沈宁说罢，策马扬鞭，直出东城门。沈修白看着沈宁的背影，诧然了一下。难道说沈宁与大宗师心意相通至此，竟能猜到大宗师的所为？而大宗师亦是如此。沈金峰的脸色则差了点儿。经过顾影南和纳兰晴2人，他对婚姻之事深恶痛绝。婚姻那便是绝望的坟墓，人活得好端端的，谁进墓里？第193章，桃园仙府当年盛宠。东城外，沈宁勒紧了缰绳，看了眼丰源坡的地方，然后调转马头，朝着另一个方向。老兵问道：老战神在丰源坡，我们不去丰源坡了。大宗师既在丰源坡，若父亲在丰源坡出事，大宗师自能摆平。沈宁淡声道：如若丰源坡只是个幌子，只怕是幼父亲去了其他地方。沈修白说：父亲落脚调查的第一地点必是丰源坡，正午出门，到丰源坡要半个时辰，除却这个时间，以丰源坡开始算时间到现在，父亲去不了太远的地方，而且太过于远，父亲也会有所警觉。不仅如此，还得是没什么人经过的地方，毕竟父亲虽已年老，想要父亲和300隐卫的命，也要闹出不小的动静。沈金峰道。沈宁点点头，这样说来，就只有3个地方了：青莲坡、废弃无人的临海观和桃村，刚好兵分3路。阿宁，你去桃村，修白去青莲坡，我去临海观。沈金峰一挥手，直接带着1000府兵前往临海观。沈宁欲言又止。3个地方，临海观因为以前出过悬案命案，死气森森，父亲最有可能出现在这里。桃村是最安全的，注意安全。沈修白留下这么一句话，就也带着人走了。沈宁轻吸了一口气，执枪骑马，率1000老兵前往桃村。桃村曾名为桃园仙府，先皇在世时专宠燕云彻的母亲苏贵妃，因贵妃名字里有个桃字，就大兴土木，盖了一座桃园仙府，有避暑的奇效。每逢夏日，先皇都会和苏贵妃来这桃园仙府避暑。后来苏贵妃在桃园仙府生下了燕云彻。元和皇帝登基之后，燕云彻请命废除桃园仙府，也是由燕云彻亲自去拆毁，后落笔写下桃村2字。夜色深深，月无踪影。桃村，老将军！沈家隐卫眼睛血红，嘶吼出声。无妨。沈国山的甲胄闪着寒芒，手中提一把长刀，冷眼扫了扫四周，最后抬头看向前方。5000袁家军将他团团包围。江淮州袁不成的下属副将江元明手里的大刀扛在肩上，戏谑地望向了沈国山。老战神，人不得不服老，你呀，老了，不中用了。这大燕战神的位置，你总不能一直霸着吧？是袁不成让你来的？沈国山问。他原在丰源坡调查少女失踪案，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掩埋少女尸体的地方。丰源坡、桃村、临海观这些地方都很适合埋尸，只是他没想到袁不成的5000袁家军敢在上京城外为所欲为。是与不是，都不是老将军您该关心的了。江元明摘掉头盔，露出了脸上的疤痕，嗤笑：老将军卑职江元明，你应当对这个名字不陌生吧？早些年他加入麒麟军，在征战之时羞辱了一个女性俘虏，被沈国山发现，打得半死不说，还被赶出了军营去自生自灭。而后江明改成了名，
在江淮州一带混，与袁不成有了过命的交情。是你？沈国山冷笑，他的身边还剩下200多的隐卫，都将他围住保护着。看来老将军年纪大了，记性却不差。江元明戴好头盔，笑道。沈国山看着他，可谓是痛心疾首。袁不成不支援麒麟行军，或是参与北幽屠城案，此事丧尽天良，你竟与他厮混，做出这天怒人怨的事来。你当初来我麒麟军，天赋极好，也曾豪言壮志，护卫家国百姓。如今这就是你的做法？这烂透了的百姓，我为何要去护卫？江元明冷笑，他明白应当速战速决，立刻解决掉沈国山才是首要之事。但他要沈国山看得起他，只因这是他毕生的心结。你赶我出军营，无非是觉得我出身柴门，我为人卑贱，我不配。我曾敬你如师如父，你却在寒冬腊月赶我出军营，当真不怕那雪山里的野兽把我给吃掉？你可念过半分旧情？江元明大吼，我麒麟战士顶天立地，绝不会去逞强凌弱，羞辱女子，此乃军规军纪。纵使我沈家儿郎犯了这等滔天大错，该罚还是得罚。纵然皇家子弟犯错，朱雀刀下，照罚不误。你江元明凭什么幸免？又怎敢幸免？沈国山陡然喝道，我所羞辱的女子是俘虏，是敌军的人，敌军烧杀抢掠，我羞辱一个女子又怎么了？男子汉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驰骋九州河山，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你在战场厮杀，是保家卫国不得已杀之，天下大事，战局更迭，与那些妇人何干？俘虏是人，不是牲口，你不能用对待牲口的行为和思想去对待他们。江元明，你不受罚，何人受罚？若无军规，本将麾下就不是麒麟军，是如你一般的地痞了。地痞的字眼深深地刺痛了江元明的心，他血红着眼睛，痛苦地看向沈国山。他努力半生，成为了江淮州袁将军麾下的副将，兢兢业业直到今天，为的就是在沈国山面前问出那一番话。沈国山，至今为止，你还不承认是自己错了吗？江元明大喝，我沈国山上对天，下对地，为人臣，为百姓之将，问心无愧。你身为大燕战神，却为他国妇人把本营将士赶出去，自生自灭，你于心何忍？天下兴亡，百姓苦矣，列国百姓手无寸铁，大浪翻来，他们只是海中一粒沙尘，他们何错之有？沈国山问。江元明眼睛越来越红，周身的杀气肆意弥漫。良久，他低低一笑，缓慢地抬起了手中的刀，指向了沈国山。沈国山，你道貌岸然，虚情假意，罪该万死。天不灭你，我灭你；吾皇不杀你，我杀你！都给老子上！杀了沈国山！杀！袁家军们爆发出雷鸣般的声音。沈国山失望至极地望着江元明，他平等地对待着每一个来麒麟军的战士。他求才若渴，武学奇才，他都恨不得倾囊相授。曾经，他也认为江元明来日会成为风光无限的大将军，只可恨一时分歧，成一生之敌。沈国山闭上了眼睛，像是绝望中死亡般，又好似在超然地等待着什么。隐卫们没听到沈国山的指令，都是不敢动。忽然间，沈国山睁开了眼睛，浑浊的眸子折射出月色的寒芒。不远处，铁骑之声骤响。沈国山淡淡一笑，振臂而呼：“沈家隐卫，听本将之令，诛杀反贼袁家军！”数百隐卫们急冲而出。沈国山的身后不远处，火把照耀，驱散夜色。沈宁和1000老兵纵马疾驰，飞跃到陶村。第194章，那一霎，老人恍惚中明白。驾！纵马之声此起彼伏，如一把利刃，撕裂了夜的沉寂。沈宁看见包围父亲的5000人，瞳眸骤然一缩，周身杀气爆发。尔等胆大包天，敢在陶村犯事！沈家前辈们，给本将诛了这群反贼！江元明，老子要提着你的人头去东牧原祭我39军麒麟军，祭我2堂学生。今夜陶村，杀！无是！铿锵之声掷地而去，千人军如疾风骤雨，狂奔向了江元明。沈国山身旁的数百隐卫俱都拔出兵器，站上5000袁家军。沈国山的白发从盔甲内显露出来，被风吹到了苍老的脸庞之上。他回过头去，从掠动的兵马里看见了为首的女子。沈宁素衣着身，披风扬在长空，手中的长枪宛若月色皎皎，战露冷冽的寒光，另一手拽着缰绳，骑马直奔江淮副将江元明而去。女儿的眼神透着沈国山鲜少看到的刚毅。那一霎，老人恍然中明白，孩子当真长大了。黄毛丫头，岂敢嚣张，当真以为我是陆前州那个废物，能任由你斩杀？江元明大笑了声，手中刀法大开大合，起转斩空，刀锋席卷而去，连陈辉都能劈断。
刀刃横劈沈宁的面门，沈宁身体迅速后仰，马匹往前，他的面庞近乎贴着江元明的刀穿过，随后反手一记回马枪刺向了江元明的眼睛。江元明提刀挥来，刀枪相碰的瞬间，江元明虎口发麻，讶然地望向了沈宁。沈宁眸色血红地注视着他：你们明知北幽屠城之事，故不支援，还追杀我军传递消息的战士，陆前周吕春罪该万死，你与袁不成也逃不掉千刀万剐。那是他们咎由自取，5000薄弱之兵，2堂学生还没实战经验，鲁莽对上北幽数万军，还有陆吕2人坐镇。沈宁，害死他们的是你，与我江淮州何干？你若不下令攻城，你若不自以为是用空城计拖延时间，识趣的打道回府，那些人都能活下来不是吗？江元明狰狞地笑了。砰！刀枪相碰，声音刺耳，两人坐下的马互相退后，再激进回去。沈宁枪出如龙，刺向了江元明的心脏。你们在其位不谋其政，参与屠城残害百姓，如今谋害忠良，企图围杀无父，江元明，给本将死！沈宁的眼睛爬满了分明的血丝。江元明调转马头，身法凌厉，虽魁梧却是敏捷，然后一手精准抓住了沈宁的枪尾，一刀横劈沈宁的脖颈。沈宁翻滚下马，弃枪而去，显然落了下乘。江元明双手举刀劈砍下去。沈宁，你如你父亲般虚伪至极，都是该死之人，去死吧！等会儿，你父亲就会陪你下地狱了。江元明狞笑着挥刀砍下。就在这时，沈国山的一支袖剑从江元明的背后贯穿了他的右侧胸膛。江元明身体僵住的时候，沈宁从长靴里取出匕首，借力往前划去的时候，一匕首贯穿了江元明的右侧膝盖。江元明口溢鲜血，跌倒在地。他回头看了眼暗箭伤人的沈国山，又看了看沈宁，口中一面溢血，一面说：你们耍我！沈宁刻意装出勃然大怒的样子，又假装落入下乘，让他洋洋得意之时，沈国山再出暗器。此举非君子所为。江元明还想举刀砍向沈宁，沈宁一脚踹掉了江元明的刀，随即足部踩在江元明受伤的膝盖上，狠狠地挪动着，任由血水染红了自己的鞋底。江元明痛得面目扭曲，如崩溃的野兽般低吼出声。沈宁垂眸往下看去，勾着唇泗然而笑：耍的就是你，江元明副将。第195章。阿宁不哭。夜色下，沈宁鬓间的发丝微微掀起。江元明瞪大了爬满血丝的眼睛，愤恨地望着眼前的一介女流之辈。在此之前，他无数次咒骂陆前舟、吕春2人竟在女人的手上吃了亏，如今吃亏的人轮到了他自己，诛我一人又何妨？江元明咬牙不甘地说：你们这么点兵马，当真能抵得过我袁家军？谁告诉你我们只有这么点人了？沈宁勾唇一笑。江元明皱起眉头，满目疑惑地望着从容不迫的沈宁，随后便闻地动山摇，夜幕的远方，暗部的数千人马直抵陶村。为首之人戴着神秘的面具，白袍佩剑，身影秀气挺拔，眸色清寒如潭，淡淡扫来，竟有着王侯般叫人不怒自威的气势。大宗师。江元明哑声低语。男人看了眼沈宁因为滚地而微乱的发，脸颊衣衫些许的尘灰，双眸微深，暗潮轻涌，再看向江元明时，浮现了危险的杀戮。他缓缓一摆手，只低声说了个杀字，便见暗部之人戴着恶鬼面具，披着斗篷，冲入了人群。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唯有鲜血染桃源。5000袁家军竟毫无反抗之力。我来了！沈大宗师落在沈宁的身侧，内力扫去了沈宁衣角沾染的血珠和尘灰，为他拭去了面颊的泥痕。沈国山见状，眸底一片深意，若有所思的沉吟了好一会儿。咔嚓！啊！沈宁一刀贯穿了江元明撑地的手掌，刀刃深入泥泞，直插在了地面。看好他！沈宁缓声说罢，径直朝父亲走去。爹，我来晚了。不晚，来得刚刚好。沈国山笑了笑，手掌郑重地拍了2下沈宁的肩膀。虽没找到藏尸之地，但至少证明了袁家军绝非无辜。而今铁证如山，纵有10座金矿，也保不住他江淮州袁不成的项上人头。阿宁，东牧战事，泉下有知，岂能欣慰？沈宁蓦地抬起眼睫，眸光颤动，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猩红。原来沈国山早知陶村有埋伏，特地前来，只为了引蛇出洞。他早便看到了袁不成此次入城军马的名册，副将江元明虽改了一个字，但他依然是的。只因按照规矩，当初江元明不可再在大燕境内为兵。那年下属把江元明逃到江淮州被招募成袁家士兵的消息告诉给沈国山时，沈国山终究心软，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盼江元明能迷途知返，在江淮州东山再起，来日混得出人头地，
进京再见，却不曾想多年后的再见却是这般让他失望透顶。他彻查此案动了太多人的利益，以及头上的乌纱帽。沈国山自知这些人想方设法让他死，而最适合出兵的就是袁家军，到时再以当朝律法治罪袁家军就行。此算是弃车保帅的做法了。沈国山来陶村前，路上就磨蹭了许多的时间，来后又和江元明周旋拖延。他清楚他的阿宁会来。爹，沈宁咽喉胀痛，这太危险了，你何不与我提前商议下，若有半分差错，我回府如何给娘交代？他的重心甚至还在那兰琴的身上。爹不会有事的。沈国山说。怎么就不会有事？沈宁懊恼，拿命为诱饵来钓鱼，纵然是大功告成，沈宁依旧心有余悸，因为为父有阿宁。沈国山笑着开口。沈宁微微愣住，眸子水雾凝聚，泪水止不住的往下流。袁不成的只要还活在世上一日，就是他心头的一根刺，是东牧园的一根刺。父亲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为了给他拔刺。沈国山小心翼翼用指腹擦去女儿脸上的泪痕。阿宁不哭，你看为夫这不是好端端的？下不为例。好，便如阿宁所说，下不为例。沈国山爽朗地大笑了几声，这般鲜活的人儿才是他的女儿。不多时，大哥沈金峰和五哥沈修白的人马混杂着暗部，齐齐赶来了陶村。沈宁看了眼两支队伍里的暗部成员，沈大宗师带人去了丰源坡，见没有沈国山的身影，便直接把队伍一分为三，分别去往了临海观、青莲坡和陶村。最后的陶村由他亲自带队。沈宁不自觉地勾了勾唇角，视线挪到沈大宗师的身上时，便见男人还守在江元明的身边，只因他适才的一句看好他，便奉为金科玉律般。沈国山循着自家女儿的目光看了过去，忽然心思诙谐，有些好奇。燕云彻若见此情形，该当何想？沈国山捋了捋胡须，心中直叹强扭的瓜不甜，希望北渊王早日走出这份情伤。爹，你怎么样？沈金峰、沈修白匆匆下马，忧心问道。沈宁把空间留给父子三人，走向了还处在原地的大宗师。旁侧带着斗篷的追风用胳膊肘撞了撞竹殿，低声说：你看咱们的尊上像不像府门前的镇抚石狮？竹殿一心杀敌，全神贯注，追风则如狗皮膏药粘着他。其实也挺像那什么来着？望夫石。对，就是望夫石。你觉得更像哪个？竹殿闻言，面具下的脸色越来越黑，杀气噌的一下犹如火焰冒到了极致。追风自言自语道：不就宰杀个袁家军，何必这般动怒？竹殿这侧，沈宁顿足问道：怎么一动不动的？怕他走了？言下之意是等沈将军的吩咐。沈宁打趣：有沈大宗师在，纵然闭着眼睛，他也跑不掉。将军交代的事情，岂能闭目敷衍？男人反问。沈宁哑然，少顷，故作轻松地道：青山把大白送去了北渊王府，大白近日倒是愈发可爱了。沈大宗师神识传音道：这是本尊出生的地方。沈宁侧眸，颇为茫然地望着男人。燕云彻在桃园仙府出生，只怕不是什么秘密。据说当时先皇欣喜若狂，一下令就是举国欢庆，大赦天下。他想许多人都会记得那一天。随即男人又传音说，母后说过，本尊出生的时候，桃园仙府上下无不是觉得可爱。沈宁井号人民币，感情绕来绕去，是跟大白比可爱呢。第196章，男人心，海底针。沈宁眉梢微挑，侧目望去，在男人眼底看到了不经意泛起的小骄傲，且是一言不发地看着他，颇有几分蠢蠢欲动的窃喜和期许，好似在等夸。沈宁嘴角轻轻的抽动，哦了一声，便拽着江元明的头发，将其拖拽到了父兄的身边，把他带回城中。恰好魏老先生还在府内，让魏老先生医治一下。今晚最好进一趟皇宫，为避免夜长梦多，先把袁不成的罪给坐实了，让他永远都翻不了身。为父也是这么想的。沈国山说：金峰，陶村之事暂由你们处理，京都府尹那里也要去一趟。修白，你带人去袁不成所在的住处，将其拿下。事不宜迟，得尽快动手。是，走吧。沈国山翻身上马前，不由看了眼沈大宗师，疑惑地问：沈尊看起来似乎有些不高兴。男人心，海底针。沈宁面不改色道：沈国山。沈宁擦了擦破云枪，随即跃然上马，耳边传来父亲压低了的声音：你欺负人家了？谁能欺负得了大宗师？沈宁无奈摊手，说来也是。沈国山捋了捋胡须，爽朗而笑，带着众人从东城门回京。沈大宗师则在原地站了许久，若是摘掉他脸庞的面具，便能发现他颇为哀怨的神情。不过转念一想，彼此之间虽未袒露心扉，
但在马车之上的点到即止，将亮未亮，也说明了许多。思及此，男人唇角微勾，心情大好。沈宁在回京的路上，言简意赅说了下纳兰琴的事。现在他被关在沈家，大伯、三叔对此事都还不知道，也不会泄露消息到外边去。沈宁细细说来，我怀疑纳兰琴入府之事是他人的别有用心之策，左右纳兰琴也在沈府待了许久，赶走他也不急于一时，更何况如今正逢多事之秋，怕是有心人大做文章。与其放虎归山，打草惊蛇，不如继续留着，也好化被动为主动。沈国山点点头，你做得很对，纳兰。老人欲言又止，终是沉默。至少他曾真心把纳兰琴当成过自家儿媳，哪怕有千百个不愿，但都未曾写在脸上，给过半分的脸色。只叹这世上总有人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最终，沈国山叹息了一声，便不再多言。宫门外，守卫军将父女二人拦住。沈国山将事情原委说了一遍，通报进宫内，得到皇上的首肯，方才入宫进了元和皇帝的御书房。啪！元和皇帝把手上的书砸在了地上，愤怒道：好一个袁不成，好一个袁家军，在朕的皇城郊外，竟能做出此等害人不浅的事情来！朕定要砍了他的脑袋，告慰麒麟战士2堂学生的在天之灵。老太监陈喜扶着面红耳赤、头晕眼花的元和皇帝，急道：皇上可得当心龙体啊！沈国山、沈宁父女行礼低头之际，异口同声道：请皇上注意龙体。元和皇帝红着眼，脚步虚浮地走到了沈国山的身边，手掌拍在了沈国山的肩膀：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我大燕王朝不可无沈家战神啊！第198章，他又算哪门子的君子？皇上，由此可见，不知原北幽行军是江淮州袁不成的刻意为之。沈国山道：若非袁家军为末将于陶村，只怕还要被他袁不成蒙在鼓里。末将也知袁将军发现金矿有功。说到这里，话锋一转，这座金矿于江山社稷而言，来的正是时候。因而，纵是等金矿开采完毕，找袁将军秋后算账也未尝不可。只是今日之事，沈大宗师也参与其中，又闹得风风雨雨，怕是不好瞒下去。末将空有战神之名，实际上就是个粗人，只懂马背上的功夫，行军作战略有所知，对于社稷之事实在是没有头脑，还请皇上明示。沈国山重重地抱拳。沈宁用眼角余光悄然地看了眼自家父亲，不得不叹，好一招以退为进。为臣知道的话术，字字都是让后辈学习的精髓。老战神，辛苦你了。元和皇帝说道：我知此前在朝堂上，袁不成因金矿而功过相抵，对于小宁来说，心中不痛快。只是当时并未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袁不成是故意不支援的，如今证据确凿，必当是严惩不贷，岂容他袁不成逍遥法外？至于金矿之事，换个人去做就行了。元和皇帝的手抓住了沈国山的胳膊，重负。沈国山顿住，先皇年少时便与他称兄道弟，后来卧病之际，抓着沈国山的手，请求他辅佐好如今的元和皇帝，为其荡平障碍。元和皇帝的一句重负，就让沈国山在朝堂动荡内忧外患之时，坐镇上京城。不出2年，就已安宁。元和皇帝紧盯着沈国山的眼睛，继而说：袁不成一人之力，绝对无法策反陆前州。那吕春又曾在西岐的人，此事非同小可，只怕朝中有人指使袁不成。元和皇帝欲要对沈国山作揖，沈国山忙把元和皇帝扶住：皇上贵为天子，万万不可。元和皇帝后退一步，再次作揖：朕代北幽王死的百姓和牺牲的战士，恳请众父找到罪魁祸首，将其绳之以法，让他们在九幽之下得以安息。他日朕身死上京，也有颜面去见我大燕的列祖列宗。末将沈国山慕则皇恩而生，定不辱圣上之命。沈国山单膝跪地，拱手颔首，声音铿锵雄浑。沈宁二话不说，就跟着父亲跪了下去。不经意间，悄然地看了眼元和皇帝。元和皇帝好似在一瞬之间沧桑了许多。他一贯头疼是多年的顽疾了，双指死死地捏着眉心，直到眉心一片通红。有重负这一句话，朕放心了。元和皇帝的面上终于露出了笑。等父女俩告辞，退出御书房，元和皇帝无力地坐在龙座上，疲惫地说：我大燕国库竟养着袁不成、陆前舟这一群酒囊饭袋的狠心之人，当真是大燕之悲啊！元和皇帝又感到头疼，直接拿起桌上的镇尺，猛砸了几下脑袋才舒服。陈喜公公见此，人都吓傻了。宫门外，沈宁的心安了不少，迎着扑面而来的寒风，眼睛颇为湿润。去吧，沈国山说。沈宁茫然地望向父亲，父亲微笑：去东牧园看看你的老朋友们。沈宁眼睛的诗意更深，若这世间有人知他懂他的一切，必然是生他养他的父亲。从小沈宁便知道，只要父亲这座大山还在，
外边的大风大浪都进不了他身。沈宁独自纵马去了东墓园，进入坟冢之地，才看见那一道颀长的身影，像是早便知道他会来似的，在此久久等候，手里还提着2壶醇香的酒。男人回过头看他，面具折射出比月色更好看的清辉，抬起手朝着沈宁晃了晃酒壶，喝一口吗？正有此意。沈宁踏步过去，狐疑地问：该不会是果酒吧？呵呵，不就知道了。沈宁提壶痛饮，世上京城最烈的酒，犹若烈焰穿肠而过，辛辣刺激，就这冷风却也是过瘾。沈宁将酒洒在坟冢前，敬向枉死的故人。圣上将会严惩江淮州袁不成，明日便可出结果。沈宁似是自言自语，又好似说给坟冢下的人们听。袁不成不是罪魁祸首，但也是该死之人。等他到了地下，诸位对待此人，莫要手软。他以金矿留作后手，故意不支援，任由叛军屠城。如此十恶不赦之人，想来是要下地狱的。诸君得去天堂，想来与他也是碰不到的。沈宁笑着饮酒，他絮絮叨叨地说了许多，从袁不成说到江元明，又说到无关的事，渐渐头晕眼花的晃荡，努力去聚精会神，也于事无补。只恨他从小就不胜酒力，再怎么样也是白搭。男人将他扛出了东墓园，送回沈府。路上，沈宁提着空荡荡的酒壶问：不给我喝果酒，是不是看不起我？男人低低的笑，眉眼里溢出了宠溺之色。他说：哪有，往日只给果酒，是因他酒量不好。如今知他想在东墓园大喝一场，又岂会阻止？更何况在我身边，喝得多醉都无妨。哦，想吐，倒也不是喝得想吐，主要是被扛着晃着，让人溺水般难受。男人后知后觉，反应过来的第一时间就给他换了个姿势，横抱在了怀中。此时正值深夜，街上无人，只有月色洒落在千家万户。沈宁双手环绕住了他脖颈，低垂着头，耳根和面颊红到不行，与平日里判若两人。而这一刻，他与上京城嬉笑打闹的姑娘并无多大的区别。男人顿足，垂眸，语气温和的出声：阿宁。沈宁抬头之时，唇畔擦过男人的唇，微微停住，只有心脏跳动的声还在继续，并且如狂风骤雨，更加的猛烈，甚至于分不清是谁的。一下一下一下，男人正犹豫着，趁人之危，非君子作为。但转念一想，他又算是哪门子的君子？于是食髓之味般吻去。这一刻，自己的骨血里、灵魂里，好似都是他的味道。第199章，再硬的骨头也会软如棉。夜色褪去，黎明破晓的曙光从彼此的间隙里照射了出来。急促的呼吸，炙热的温度。沈宁从大醉到微醺，再到半醉半醒，看清了男人纤长浓密的结翼，以及拖着他腰部的大掌。那一刻，宛若沉溺在波涛诡谲的深海。他是救命的木筏。后来，沈宁被送回了沈府，大门前和清幽堂都点着一盏灯，为他照亮了回家的路。偏生沈大宗师空有尊上之名，偏生是个不走正路的，就喜欢翻墙过窗。他轻车熟路的把沈宁放到了床榻，为其盖上柔软的锦被，方才离开了清幽堂。等回到暗部之时，下属把这几日所调查的资料递来。王爷，袁不成早在上京行军支援北幽前就发现了金矿之事，剿匪也只是个由头。那一带的贼匪都是听命于袁不成，为袁不成、江元明办事。这些年来黑下了许多钱财，证据都在里边。从北幽回来时，沈云留下了一部分暗部的人，就为了调查袁不成的事。而今也算是有了结果。这袁不成当真是黑心。追风咬牙切齿道。竹殿看了眼沈云，问道：尊上，这些证据可是要交到沈家？不了。男人摇摇头，被叫本尊要入宫一趟。沈家还没手眼通天到这个地步，交给沈家反而容易引起猜忌。他以沈云的身份亲自去皇宫面见元和皇帝，说明此事才是最好的做法。追风狐疑地瞅着自家尊上看，总觉得从外头回来后，隔着面具都能感受到沈尊的喜悦。不就是宰杀了袁家军的人，何至于高兴如斯？尊上今日之心情格外的好。追风笑道。沈云侧眸看他，只淡淡扫了眼，慢条斯理地问：追风尚未娶妻吧？追风懵了，年纪这般大了，未曾娶妻，不太行。于是沈大宗师懒懒地道了声，修长如玉的双手整理了会儿衣襟，方才迈步离去，徒留下风中凌乱的追风等人。等尊上走得远了些，追风才疑惑地望着竹殿，压低了声音问：尊上不也是没娶妻吗？那尊上行是不行？竹殿的太阳穴疯狂跳动，无语地望着嫌命太久的追风。他实在是不愿搭理这厮，却又担心追风穷追不舍，好奇害死人，便道：尊上娶妻与否，还不是得看沈将军点不点头。如今看来已经提上日程了。追风恍然大悟，后知后觉地明白，
原来尊上是在鄙视他呢，心里便浮现了淡淡的忧伤。却说沈大宗师畅通无阻地入了宫门，走起路来既是大步流星，也是大摇大摆的，似若人逢喜事般精神抖擞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衣锦还乡的状元郎呢。至于沈宁，醒时头疼欲裂，灌了一大口采莲送来的醒酒汤，才清醒了些。沈金峰、沈修白围在清幽堂，面无表情的三令五申不得喝酒，下回不喝了。沈宁无奈道：“昨日圣上治罪原不成，心里爽快了些，便没忍住。”沈宁耷拉着头，抿紧了唇。再硬的骨头，在面对家人时，总是会软如棉。第200章，昨夜喝酒另当别论。阿宁上回也这般说。沈修白双手抱胸，懒洋洋的靠着檀木雕花的柜子上，微微耷拉着眸，细碎的阳光自窗棂穿过，洒落在了沈修白的脸上，颇有着午后百无聊赖时的懒洋洋。错了。沈金峰摇摇头。错了。沈修白挑眉。沈金峰继而道：“不只是上回，阿宁从小就这么敷衍我们。”沈宁，大哥言之有理。沈修白深思了会儿，点头。沈宁嘴角微抽，甚是头疼，耐着性子掐着嗓子说：“大哥。”尾音刻意的拖长，嘴唇也抿紧了些，眸子睁大几分，与昨日沙狼的人儿截然不同。喝就喝了，昨晚也是高兴。沈金峰心下一软，立即改口。沈修白抬手扶额，无奈地望着总是不成气候的兄长。沈宁歪头一笑：“五哥，好了。”沈修白当即回：“昨夜喝酒另当别论，厨房熬的汤得全部喝了。你小时候回喝完酒就头疼，如今又是冬天，霜寒露重的，更得暖和些身子。”没问题。沈宁毫不犹豫回。今早，沈金峰正色道：“沈尊进了皇宫面圣，他的部下留在江淮州，找到了治罪袁不成的证据。袁不成和江元明被赐了死罪，于上京幽门台问斩。”说到这里，沈金峰欲言又止。沈宁，还有呢？沈尊还提出了一个请求。什么请求？他希望将袁不成斩首的人是你。沈宁眸光微颤，沉吟了片刻，唇角浅浅的勾起。若能以不支援北幽行军的罪，光明正大的斩下袁不成首级，是他心之夙愿。他侧眸看向了窗外，清丽的面庞浮现了温和的笑，在心中无声地道：“谢了，沈大宗师。”纳兰府那边准备安插隐卫去看着。沈金峰提及与纳兰琴相关的一切，眉眼和煦渐少，阴郁微增。自从纳兰琴的所作所为被揭露之后，他对这个女人再无半分的愧疚，只有入骨的厌恶。不要安插隐卫。沈宁蹙眉。不安插。沈修白诧异，随即恍然大悟，阿宁的意思是维持原状，静等狐狸尾巴出来。按理来说，应当把纳兰琴赶出去，肃清沈府家风。大哥既已按兵不动，隐卫也得维持原状。纳兰琴的背后之人，当年既能瞒天过海，连隐卫都没找到，就意味着如今安插隐卫，非但是毫无意义，还会打草惊蛇。沈宁半眯起了眸子，先把袁不成解决了，后续的事一步一步来。3日后，上京西城幽门台，正午时分，监斩台的周围已经汇聚了许多的人，有达官贵人，也有普通的平民，每个人都在义愤填膺的押送着袁不成的囚车。从大牢到幽门台的路上，街边两侧百姓们将臭鸡蛋和烂白菜都砸向了还在囚车里面的袁不成、江元明。袁不成被沈国山殴打的伤还没好，坐牢的3天时间堪称是度日如年。囚车停在幽门台前，袁不成竭力地睁大了眼睛看过去，年轻的女子站在监斩台上，手里提着一把用来将凡人斩首的刀刃，锋利的让人生出了许多寒气。